我曹你们祖宗！苏雨雨、张峰，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一直庇护你们，结果你们却背叛我，刺杀我！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李凡猛地睁开眼睛，他额头青筋爆出，双眼血丝遍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记忆中的上一刻，是自己千辛万苦击杀一个入侵地球的异域魔王，刚刚放松一下紧绷的精神，下一秒，一柄附带致命剧毒的匕首就从身后刺入了心脏，来自队友的背刺，而被刺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以及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视为左膀右臂的工会副会长。苏雨雨，我对你这么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你捧在手心宠着，任何要求我都答应你。张峰，当初你没钱吃饭的时候，是谁给你一份工作？是谁拿出大量装备借给你升级变强？又是谁力排众议提拔你，让你成为世界100强工会之一众神殿的副会长的？10年，整整10年了，我一直把信任你们，庇护你们，要钱给钱，要装备给装备。你们两个狗男女却这样对我，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日 NM， 李凡越想越气，肝都气得生疼。不仅因为被信任的人背叛而愤怒，也为自己识人不清的愚蠢而生自己的气。然后他突然后知后觉，发现了古怪之处。我不是死了吗？疼的是谁的肝？卧槽，这是哪里？我手里拿的是手机。异域魔物入侵银河系10年，全球生灵涂炭，工厂早就不存在了，这世界上哪还有能用的手机？不对，时间2042年9月20号，卧槽，这不是无尽苍穹开服的第一天，所以我重生了。李凡懵逼了，这是老天爷看我可怜，给我从头再来的机会。神情恍惚了好一会儿，李凡才终于接受自己真的重生的事实。接着他情绪就无比激动起来。无尽苍穹，一款刚面世便登顶游戏行业霸主的虚拟现实游戏，世界5常国家官方共同推荐宣传，号称是每个玩家的第二世界。不过有前世经历的李凡却很清楚，这游戏并不像各国官方说的那么简单。在无尽苍穹发售后的100天时间里，它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款品质卓越的虚拟网游。然而在2024年12月31号，也就是游戏运行100天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游戏与现实融合，一个名为异域深渊的掠夺者文明入侵了海蓝星。从那时开始，世界规则从科幻册变为魔法册，人类的电源与火药全部瘫痪。面对异域深渊文明的入侵，海蓝星上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类成为深渊魔物的食物。深渊魔物个个都有着非凡的力量，不过人类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因为就在异域深渊文明入侵海蓝星的同一天，游戏无尽苍穹的角色能力同步到现实世界中，玩家可以在游戏世界中变强，从而使现实中的自己同步变强。前世李凡因为刚实习没几个月，赚点钱没舍得买游戏头盔，而是买名牌包包送给女朋友苏云雨，导致游戏开服都2个月了，他才进入游戏创建角色。错过无尽苍穹的前期珍贵的练级期，此后花了10年时间，付出了比别的玩家更多倍的努力，经历各种出生入死的冒险，最终才终于升到 LV200级，荣登世界战士排行榜前10，一手创建的众神殿工会也挤进世界工会100强榜单。这重生到游戏刚开服的一天，意味着自己可以与其他玩家同一时间竞争了。而且有前世的记忆，无尽苍穹对这一世自己来说就是删档重玩的游戏，不出意外的话，自己未来的成就又何止是战士排行榜前10呢？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这一世我必将攀登无尽苍穹的巅峰。滴滴滴，突然一阵手机信息提示声打断了李凡的思绪。苏云雨特别关注，亲爱的，刚才我跟闺蜜逛街，遇到一个包包好好看啊，包包照片，你看是不是比我现在用的包包好看多了？调皮。苏云雨特别关注，可惜我还在考研，没有钱买，只能过过眼瘾，委屈。苏云雨特别关注，不过没关系，将来等我赚钱了，我一定会买它的。加油，奋斗！看着手机信息内容，李凡的眼珠子又红了。这个贱人，上一世就是因为这些信息，自己才放弃购买游戏头盔，错过第一时间进入无尽苍穹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李凡就恨不得给当初的自己一巴掌。那时候自己可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舔狗啊！好在重来一世，自己绝不会再当舔狗，要当就当更有前途的网瘾少年。苏云雨，你该庆幸现在游戏还未与现实融合，犯法的事情我不会去干，否则今年就是你的死期。你的生命还剩下最后100天，这一世我拒绝跟你说任何一句话，静静看你还能怎么作妖。李凡言咬牙切齿地嘀咕2句，随后就离开出租屋，前往最近的一个游戏头盔售卖店。买完游戏头盔后，3个月实习储存下来的工资只剩100块，不过李凡不着急，反而又给公司发去了辞职短信。从今天起，也就是个无工作的自由人了。回到出租屋内，李凡看了一眼时间，晚上5点58分，
距离无尽苍穹开服还剩下最后2分钟。不用说，接下来的行动就是无尽苍穹启动。很快，游戏进入了创建角色界面。提示：你已确定游戏 ID 为太岁神。提示：你确定初始职业，选择随机，随机结束。你的初始职业为初级战士分支盾铠战士，稀有隐藏职业。提示：角色外观 DIY 结束，你的角色创建完毕，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这便是李凡 ID 的由来。而他前世有10年经验在，任何职业都能信手拈来，因此在初始职业选择上抛开了战士、法师、弓箭手、骑士、刺客、牧师、德鲁伊、召唤师8个大众人士选择，而是去赌一赌随机职业。因为选择让游戏系统随机初始职业，有一定概率会获得隐藏职业。果不其然，自己真转职成了隐藏职业。盾铠战士吗？也不错，虽然输出乏力一点，但在团队中的作用很明显，综合战斗力不差。再说了，输出行不行，还不是看玩家个人。装备好，技能等级高，操作强，任何职业都能起飞。想到这里，李凡暗暗点头，对于盾铠战士的初始职业非常满意。而角色创建成功后，接下来就是无尽苍穹独有的天赋抽奖环节了。提示：角天之幸，你在天赋抽奖环节中抽中 SSS 级唯一天赋光之祝福。卧槽！李凡惊了，自己这是被幸运女神小婊砸宠幸了。天赋品质从低到高依次为 F、E、D、C、B、A、S、SS、SSS， 自己竟然获得了最高品质的天赋。前世的自己只获得了 B 级天赋，而重生后竟然获得了最顶级的 SSS， 竟然有如此美妙的开局！五虎起飞。第2章，原来你这个光是光速的光。提示：你已经自动分配至 M4399号新手村，祝您游戏愉快。无尽苍穹中，玩家初始新手村所在环境与现实世界住址挂钩， M4399新手村的玩家现实世界也都居住在李凡附近。当然，一个新手村内有数万人，想通过游戏角色来确定他真实身份，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李凡还提前在创建角色环节中捏过脸。随着系统提示声的落下，李凡眼前一花，便来到 M4399新手村的出生广场。他没空听周围同样刚进游戏萌新的惊呼声，赶紧打开个人面板以及查看天赋内容。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 1级0100000，职业盾铠战士 ，HP 400 ，MP 300，攻击物攻20，魔攻6，防御物防14，魔防10，属性力量10，敏捷4，精神6，体力10，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 0.84次每秒，最高移速 10.08 米每秒，称号无，天赋光之祝福，第1阶段 SSS 品质，装备栏新手布衣，新手长裤，新手单手剑，新手小圆盾。技能列表：盾挡 LV1 被动，可使用盾牌格挡敌人的物理类型伤害，格挡成功时使自身受到 10% 至 100% 的物理减伤效果，具体数值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判定。重斩 LV1 主动，使用武器向敌人挥出一击重斩，对命中的敌人造成 200% 物理攻击力的物理伤害，敌人血量降低到 30% 以下时，敌人血量每降低 1%， 则技能伤害额外增加 2%。释放技能时消耗20点 MP， 冷却时间15秒。挑衅 LV1 主动，对前方15米范围内的敌人进行嘲讽，在接下来30秒时间内，你将是被嘲讽敌人的第1攻击目标。释放技能时消耗20点 MP， 冷却时间45秒。无尽苍穹与李凡玩过的其他虚拟网游不太一样，在这个游戏里，人物的4维属性点转化具体的攻击防御效果为1点力量等于1点基础物理攻击力正 0.01% 弱点伤害额外加成爆伤，1点精神等于1点基础魔法攻击力加微量韧性加10点蓝量，1点敏捷等于 0.01 攻速 0.02 移速，1点体质等于10点血量加1点双防加微量硬直加微量弱点伤害抵抗。也就是说，哪怕你是弓箭手或者刺客职业，在无尽苍穹前期抛开装备技能等因素，想增加物理攻击力，也需要优先将自由属性点分配到力量属性上。在李凡前世就曾经遇到过不少全力量加点的弓箭手玩家，追求的就是一个极致输出。敏捷属性那是什么东西？哥们一剑顶你10剑，不香吗？当然，这不是说敏捷属性就不重要了。虽说敏捷只增加速度，但火云邪神有句名言：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速度快，你能更轻松闪避敌人攻击，以及命中敌人的弱点部位打出弱点暴击伤害。敏捷虽然不加物理攻击力，但重要程度绝对不低于力量，
精神、体力属性。不过跟李凡这个盾铠战士没啥关系，盾铠战士肯定要主堆力量跟体力属性的。我记得普通初始职业只有1个技能，而盾铠战士居然有3个，不错，不愧是隐藏职业技能。让我康康，这 SSS 天赋究竟有什么作用？李凡小声嘀咕2句，随后将目光转移到天赋效果说明。光之祝福第1阶段 SSS 级天赋：1. 你的基础敏捷属性增加500点。2. 你每击杀一个小怪，自身至少永久增加1点敏捷，击杀怪物实力越高，则奖励的敏捷点数也越高。天赋成长至下一阶段进度，击杀数量0，10000。备注 SSS 级唯一天赋，总共10个成长阶段，努力吧少年。刷怪永久增加敏捷。看着天赋效果说明，李凡懵了。光之祝福，我还以为你这个光是光属性祝福 buff 的光，没想到竟然是光速的光。擦，每刷一个小怪，竟然至少增加1点敏捷。按照敏捷与双速度的转化来计算，100点敏捷等于1次每秒攻速加2米秒1速，1000点敏捷等于10次每秒攻速加20米秒1速，10000点敏捷等于100次每秒攻速加200米秒1速。要是有10万点敏捷，100万敏捷，嘶。想到这里，李凡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光之祝福不愧是 SSS 级天赋，仅仅第1阶段的效果就让他这个重生者都震惊不已。按照敏捷与双速度的转化来计算，自己最多只需要击杀 1.17万头魔物，移动速度就能突破音速。再努力，将来说不定还能超越光速呢。一想到这，李凡就不由得激动起来。刷怪，赶紧开始干！刷怪还是要等一等的，至少有一件事情的优先级比刷怪更重要，那就是去接隐藏任务。无尽苍穹中的隐藏任务奖励非常好，并且隐藏任务往往具有唯一性，比如说有人接了，那后来者就没办法触发，除非第一个接取任务的玩家失败了。怪什么时候都能去刷，但隐藏任务说不定会被别人抢走。作为一名重生者，怎么能单纯的埋头苦干呢？李凡觉得自己必须发挥先知先觉的优势，把自己记忆中能做的隐藏任务全给他截胡了再说。第3章，接取隐藏任务，闪电5连鞭。Oh my god， 这游戏太真实了！虚拟现实网游10年前就已经研发出来，而这款无尽苍穹是我遇到体验最真实的一款。傲视家族收人，来有实力的，家族长钱多人傻，力争 M4399 新手村 Top 10团队。创世会公会收人，有实力者可线下签约，年薪100万不是梦。创世是你实现梦想最好的舞台，绝对不可错过。资深网瘾中年球队友，来个战士、牧师、弓箭，一起打怪练级吧。从萌新出生点广场往外走去，一路上李凡耳边充斥无比嘈杂的声音。作为5常国家共同力推的游戏《无尽苍穹》，一经面世就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全世界玩家群体的目光。据说开服第1天，进入游戏的玩家数量就突破了1亿。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李凡便径直向新手村的铁匠铺走去。新手村的时代太久远了，再加上他前世因为舔女友的原因迟到了2个月才进入游戏，因此记忆中那些在新手村的隐藏任务信息寥寥无几。想了老半天，最终他才好不容易想起来一个。这是一个全球排行前10，拥有战场绞肉机称号的传奇暴风战士强者，曾经在网上炫耀自己为什么战力如此可怕时说出的一个秘密。在新手村铁匠这里，玩家的实力如果得到铁匠的认可，则可以接到一个隐藏连环任务，任务全部完成后将获得一个名为战士之心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则是一个对所有战士玩家而言都属于神器般存在的特殊道具。它的效果很简单，就是让战士免疫任何控制。战士职业能打能抗，近战强势，但缺点不够灵活，容易吃控制。与远程职业作战时，战士玩家很容易在冲锋过程中就被对方用控制技能控住，然后各种输出技能打死。免疫任何控制的战士有多可怕？聪明人想想就应该明白了。战士之心属于唯一道具，游戏内不可能出现第2个，因此当时那位传奇暴风战士强者已经拿到手了，公开炫耀一波也不怕别人学去。不过打死他都不会想到，世界上居然还能有李凡这种重生者。嘿嘿嘿，你的战士之心很好，但是不好意思，他马上就是我的了。心里这样想着，李凡很快便走到了新手村铁匠铺位置。做任务与打怪是所有虚拟现实网游普遍的升级途径。无尽苍穹内的玩家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在铁匠面前，想接任务的玩家都排起了长队。由于聚集的人太多，还有新手村 NPC 士兵过来维持秩序，李凡现在可没资格在 NPC 士兵面前放肆，只能老老实实排队。坏消息是，排在他前面少说也有100号玩家。好消息是，铁匠对所有人的态度都一视同仁，你战斗力太低，没有你能接取的任务，滚，莫挨老子！一句话
就打发了一个玩家。NPC 士兵在一旁虎视眈眈，接不到任务的玩家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一句话都不敢逼逼。很快就轮到李凡站在铁匠面前了。滚开，你的实力太弱了，我这里没有你能接取的任务。铁匠瞄了一眼李凡，就不客气的说道。不过李凡可没有跟前面玩家一样乖乖的听话离开。从铁匠这里接到战士之心隐藏任务链的前提是得到铁匠的认可。如何能得到铁匠的认可呢？最有说服力的无外乎向他展现自己的实力。而 SSS 天赋第一行效果中增加了李凡500点敏捷属性，这也是他为什么没刷一只怪就过来截胡这个隐藏任务的原因。莫林铁匠，请你再仔细看看我的实力究竟怎样。只见李凡话音落下，拿起单手剑快速向前对着空气挥砍。刷刷刷刷刷！李凡现在的敏捷属性是504点，加上原本就有 0.8 次每秒的基础攻速，因此他现在的攻速为1秒 5.84 次。闪电般的5连砍过后，果不其然，铁匠的态度顿时就变了。年轻的异世界冒险家，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你的天赋令我感到震惊，我看好你，希望你能帮助我为女儿报仇。铁匠的话音刚落下，李凡面板随之立即出现提示。提示：你触发了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任务内容：几个月前，莫林的女儿外出探险，结果却遭遇不幸。经过莫林的调查后，发现残害自己女儿的生物是生活在幽暗密林中的狼群，消灭100只变异灰狼 LV6 级生物。再一次向莫林证明实力，你将获得莫林丰厚的报酬与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任务期限3天，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枚银币、5000经验值、1件普通装备，接取后续任务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看到自己任务列表中心出现任务的内容，李凡心里终于放松了。这个任务链正是将获得战士之心道具的隐藏任务第一环。莫林铁匠，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作为帮助，3天内你在我这里修理装备，我将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李凡在接受任务后特意对莫林进行友好互动的原因。无尽苍穹中的 NPC 可不能单纯的看作一团程序，他们有着各自的思想，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很像虚拟 AI 生物。玩家拿出怎样的态度对待 NPC，NPC 也会随之怎样对待玩家。当然 NPC 心情不好的时候例外。一句话，免去3天装备修理费用，李凡心情美滋滋的。而与此同时，李凡身后几名排队的玩家震惊了，因为他们将整个过程看在眼里。卧槽，这是抽筋了！我勒个去！闪电5连鞭，牛逼！我估计这家伙抽中增加攻速的天赋至少是 B 级以上，高手啊！大佬，加个好友呗。同球加好友，本人地级天赋法师，开局精神属性加20点，输出爆炸。我去，大佬居然拿盾牌跟单手剑武器的，好像还是隐藏职业啊！大佬，求带！哎，大佬别跑，等等我！卧槽，大佬跑得好快！面对众多玩家的加好友组队请求，李凡的选择是直接开溜。开玩笑，地级天赋也能拿出来吹？什么档次，也配当我的队友？游戏前期什么牛鬼蛇神都有，李凡可不会花时间寻找队友。在 LV15 级面向玩家开放的第一个副本之前，单刷升级才是李凡最好的选择。第4章开干升级皮皮猪 BOSS。变异灰狼属于 LV6 级群居生物，李凡现在才 LV1 级，挑战他们太冒险了。无尽苍穹中的死亡惩罚与等级压制非常严重，玩家死亡1次将会虚弱24小时，期间属性减半；死亡2次将会虚弱72小时，并且遗失当前等级所有经验值。比如一个 LV2 级经验值 99% 的玩家，只差1%就能升到 LV3， 便会变成 LV2 级的 0%。死亡3次则虚弱1周，且掉1级。死亡4次则掉2级，以此类推。如果1个月内死亡10次，不好意思，等级直接给你降 LV1 级，装备全给你曝光，并且还有下个月1整月的虚弱状态。死亡惩罚每个月1号重置，每月单独计算。而至于等级压制，则是自身比对方每低 LV1 级，自身对其所造成的输出减少 5%， 所受伤害增加 5%， 上限 80%。反过来也一样，假如你的等级比怪等级高，那么你比怪每高出 LV1 级，则你对其造成的伤害增加 5%， 对方对你的伤害减少 5%， 上限也是 80%。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越级刷怪有经验值加成，而相应的，你刷等级比你低的怪，则有经验值加掉落减少的双重惩罚。在无尽苍穹世界，想通过快速刷低级小怪实现升级效率最大化，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李凡打算冒险去幽暗密林地图的路上，顺便找几个练级点，刷点等级与天赋，
增加一波战力后再去打变异灰狼。想好了打算后，李凡便直接往村外跑去。新手村外比村内更热闹，大量玩家接到任务，来这里打怪，收集任务材料。放眼过去，不说人比怪多吧，至少人数与 LV1级小怪红眼兔相比，也是遥遥领先。刚刚刷新出来的红眼兔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瞬间刀剑火球降临，直挺挺的暴毙了。擦，内卷也太严重了吧！李凡擦了擦额头的汗，前世他在新手村时，那回大部队早已达到 LV50级往上了，所以新手村的玩家很少。现在总算体验到开服第一天，干弟们卷得有多厉害了。李凡没心情与普通玩家抢怪，直接穿过人群，来到一个更远一些的练级点。这里的人明显就要少了很多。物种皮皮猪，等级 LV2 普通生物，属性200 HP， 23点物攻，12点物防，11点魔防。技能皮皮猪的愤怒，皮皮猪会向敌人发起冲撞。这里刷新一种名叫皮皮猪的怪物，攻击防御属性都很高，再加上越级刷怪对玩家攻防的惩罚，因此皮皮猪让大多数 LV1级萌新玩家望而却步。不过李凡显然不在此列。挑衅！李凡对一头15米以内的皮皮猪发起技能，他那高高在上的眼神深深刺痛了皮皮猪的心灵，后者吭哧吭哧喘着粗气，随即开始四肢用力发起冲锋。慢，实在是太慢了。李凡都懒得使用盾牌格挡，在他眼里，皮皮猪的冲锋简直跟蜗牛爬行没什么区别，一个横向小碎步就躲了过去，顺便追着拿剑捅他的菊花。刷刷刷！李凡的攻速太快了，仅用2秒时间，这头皮皮猪脑袋上便接连冒出11道数字。-15，弱点伤害。-15，-15。菊花部位往往是大多数生物的弱点部位，皮皮猪的菊花没有防具遮挡，李凡刺的又非常准，所以这11发普通，每一次吃弱点部位的双倍伤害。11次普攻过后，这头皮皮猪的血量已经只剩下35点。在他发出嗷的惨叫声中，李凡又趁机追加3剑。没办法，李老爷心善，见不得皮皮猪这么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趁早给他一个解脱。提示：你击杀了皮皮猪 ，LV2 普通生物，你获得105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5% 额外加成。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点敏捷。不错，只需要大约再干掉95头皮皮猪，我就能升到 LV2 级了。加油！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2， 恭喜你获得5个自由属性点。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后，李凡身上成功冒出一道升级的白光。没办法，他给皮皮猪解脱的速度虽然快，但皮皮猪站位分散，死亡后刷新的时间也挺久的。总之就是找怪过程比刷怪过程花费的时间多太多了。再加上来到这里的人也逐渐变多，于是练级效率就这么耽搁下来。可算升级了，赶紧前往下一个练级点。可惜接近100头皮皮猪，只给我掉落3件白板装备跟一些铜币，其中只有一把属性垃圾的单手剑我可以自己用。自由属性的话，目前就全力量加点吧，增加点攻击力。接下来就有人在打皮皮猪 BOSS。 李凡刚加完点，刚准备离开，结果发现不远处大约有7、8个人正在围攻一头明显比普通皮皮猪更强壮的皮皮猪 BOSS。 只是 LV2 级黑铁小 BOSS 而已，既然被人捷足先登了，那我就不参与了。既然是他们确定过那头皮皮猪的 BOSS 实力层次，然后李凡就打算按计划离开。区 LV2 级黑铁小 BOSS 并不值得他当一回抢 BOSS 的恶人。不过就在此时，李凡却突然在打 BOSS 的人群中看到2个有些熟悉的面孔。在看清那2个人的面容，以及确定其 ID 与职业，还有团队其他成员 ID 职业后，李凡的态度顿时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7个人是我前世臭名昭著的义薄云天公会的核心成员。想到这里，李凡眼睛微微一眯。面对恐怖外星魔物入侵的时候，人类世界的心态主要分为3种，一类是奋起反抗的，第2类是绝望等死的，第3类人最少但每个都是臭名昭著的反人类分子。他们是主动或被动加入魔物阵营后，反过来帮助魔物残害人类的畜生。这个义薄云天公会名字起得很有正能量，偏偏公会成员个个都不干人事。在异域魔物入侵海蓝星之前，他们在游戏里就各种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属于臭名远扬的反面例子。而在异域魔物入侵海蓝星之后，义薄云天公会内的大多数核心成员就纷纷在1年内臣服于魔物一方，站在人类的对立面。异域魔物入侵海蓝星第3年，全球人类认同的畜生公会榜单中，义薄云天公会的名字荣登第3名，犯下的罪孽仅次于榜单前2名的西方国家某公会。看到是这些人后，李凡顿时来了兴趣。第5章，砍翻砍翻，统统砍翻。义薄云天核心公会成员主要分为2类，一种是在无尽苍穹开服之前就在其他游戏内互相结识的老队友，第2种
就是无尽苍穹开服之后被吸纳的新成员。不过无论是哪一类，义薄云天核心工会成员的名字前缀必然有一宝2个字，一宝点人王，一宝点大王，一宝点黑玫瑰，一宝点徐先生，不会有错的，他们绝对是义薄云天的核心成员。李凡确认身份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作为3观正常的挂壁，遇到反派人渣能当作没看见吗？不能够啊。所以李凡就打算给他们见识一下李老爷的善心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世你们在异域魔物手底下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这一世我就发发善心，尽量不让你们再有机会过那种苦日子了。想到这里，李凡当即行动起来。大家都是1、2级而已，都没什么技能，不用研究战术，直接上就行。于是他当即开始了全力奔跑，第一个目标就是对方站在后排的法师。小心，有人过来了！这家伙好快的移动速度，可能是来抢 BOSS 的，大家小心。他就一个人吗？擦，这不找死！兄弟们，我缠住 BOSS， 你们集火秒杀他！李凡的行动路线没有丝毫掩藏，双方距离还有100多米，义薄云天公会的一伙人就发现了他。这群人坏归坏，游戏意识还是有的。虚拟网游吗？杀人越货抢 BOSS 太正常了，他们本来就精通此道，以己夺人，自然不介意以最坏的恶意揣摩别人。李凡还没靠近50米以内，他们就已经做好交战准备了。队伍中的弓箭手与法师、牧师迅速往后退，一个战士、骑士站在前方，旁边还有个刺客伺机而动，而最后一个似乎是骑士类隐藏职业的家伙正在与 BOSS 拉扯。朋友，现在这里不欢迎陌生人，你再往前我们就不客气了。战士玩家一宝点人王大声对李凡发出警告，他们人多势众，想要吓退李凡。不过他的警告显然被李凡无视了。双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超，给脸不要脸，干掉他！一宝点人王一声令下，远程职业的弓箭手与法师立即对李凡发起攻击。咻咻，箭矢与火球术精准地向李凡急射而来，但李凡早有准备，一个蛇皮走位轻松绕开攻击路线。这家伙的移动速度太快了，远距离很难打中他。弓箭手一宝点黑玫瑰苦着脸说道：“没事，兔子你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拦截他。”一宝点人王招呼一旁的骑士队友，骑士与战士都是近战职业，血厚防高。在人王的招呼下，他们做好了近战接触的准备。3秒后，李凡冲到最前方的人王面前，后者举起长剑就想使用出3段斩。这是战士职业玩家人人都有的初始技能，技能效果是向前连续斩击3次，前2次攻击为普攻的 150% 伤害，第3次斩击为 200% 伤害，冷却时间足足30秒。3段斩的攻击频率是要比普攻快一点的，只是这种速度在拥有600点敏捷属性的李凡面前根本不够看。刷刷刷！李凡的攻击后发先至，对着人王的脑袋一通猛砍。人王下意识想低头躲闪，但是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根本躲不过去。-26，弱点伤害。-26，几乎在一瞬间，人王脑袋上便冒出6个数字，血量当即下降到1半左右。而他的3连斩，其中前2次被李凡躲过，第3次更是被李凡成功举起盾牌格挡下来。战斗信息：你的攻击被太岁神使用盾牌格挡成功，判定结束。你的力量属性低于对方，你本次攻击无法对太岁神造成任何伤害。看着战斗信息中的提示，再看看自己的血量，人王的脸都吓白了。小心，这家伙是隐藏职业，能格挡物理攻击。好高的伤害，好快的攻速，这家伙攻速至少每秒5次，这得多高的敏捷属性啊！我顶不呀！人王话都没说完，就被李凡一通猛砍，清空了所有血量。整个战斗过程不超过3秒时间，在李凡面前，人王没有任何反手之力，双方的差距太大了。这个画面深深震撼到现场其他6名义薄云天公会成员。太快了，他们感觉就像是刚一接触，自己防高血后的战士队友就这么扑街了。大家都是 LV 2级而已，你的战斗力为什么能这么强？你压开挂了吧？别愣着，干掉这个叫太岁神的家伙，他只有一个人，集火为人王报仇。不远处，与 BOSS 单挑纠缠的正义骑士职业玩家一宝点大王见队友们愣神，于是大声怒吼道。听到此言，其他义薄云天的成员们纷纷回过神来，迅速对李凡发起攻击。然后让他们崩溃的一幕出现了。战斗信息：你的攻击被太岁神使用盾牌格挡成功。战斗信息：你的攻击未命中。战斗信息：你的攻击被太岁神使用盾牌格挡成功。战斗信息：你的攻击略格挡闪避，又被格挡又被闪避。现场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全都骂了，他们发出的魔法攻击全都被李凡用走位躲掉。
在双方速度差距过于明显的情况下，拥有前世10年激烈战斗经验的李凡想躲避对方攻击太简单了。而如果当对方攻击实在是密集，封锁了自己走位空间的情况下，李凡便会选择走位躲避掉魔法类型的攻击，同时用左手的小圆盾强行格挡物理伤害。义薄云天工会成员们的攻击无法命中李凡，而李凡的攻击他们既躲不过也扛不住。刷刷刷刷刷，剑光如电，李凡如抽风般挥砍。很快第2个受害者倒下来，接着是第3个、第4个。不到半分钟时间，现场7个人就已经被李凡砍翻了4个，这让跟 BOSS 纠缠的一宝典大王惊怒的无以复加。第6章 BOSS 首杀，黑铁单手剑。先别管他， BOSS 只剩下最后100滴血了，把 BOSS 干掉，捡了东西就撤。太岁神，我记住你了，我们义薄云天工会发誓一定要把你杀到退游。一宝典大王的怒吼让剩余2人回过神来，但同时也让李凡注意到皮皮猪 BOSS 的血量确实不多了。李凡当即放弃继续追杀他们，转头向着 BOSS 冲去。物种皮皮猪精英，等级 LV2 黑铁生物，属性98800 HP， 30点物攻，16点物防，17点魔防。技能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是无法看到 BOSS 技能的。所谓开荒，难度就在这里。不知道 BOSS 技能的前提下，想击杀对方必须得提起12分的精神，时刻注意 BOSS 的必杀技。不过眼前这头 LV2 级皮皮猪精英等级太低了，显然不可能有太离谱的技能，李凡不用太放在心上。而且对方血量只剩下最后98点，这时候比的是输出，谨慎可能就错过了 BOSS 的击杀。刷刷刷，李凡的移速很快，赶到皮皮猪精英身边时，义薄云天工会剩余3人还没将皮皮猪精英打掉，他瞄准皮皮猪精英的菊花，果断举起单手剑就连续猛刺。-20弱点伤害，-20-32致死伤害。皮皮猪精英的物防很高，哪怕李凡招招都是弱点伤害，每次普攻也只能打出区20点物理输出。好在最后一发重斩技能成功将皮皮猪精英最后的血量清空。提示：你击杀了皮皮猪精英 LV2 黑铁生物，你获得525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5%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村首杀，恭喜你获得2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点敏捷。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对 BOSS 首杀有额外奖励，根据 BOSS 实力奖励的数个自由属性点，以及必掉落本职业可用的装备或者技能书1件。皮皮猪的等级太低了，只给了李凡2个自由属性点数。蚊子再小也是肉，李凡心情美滋滋的，尤其是自己是从义薄云天工会成员手里抢到的 BOSS 首杀，这样一想，他的心情就更好了。太岁神，我 CNM。 看着自己一伙人辛辛苦苦打的 BOSS 变成仇家的囊中之物，一宝典大王等3人急眼了。而李凡也回过神来，捡起 BOSS 掉落的3件物品后，看也不看一眼就向着对方冲去。 BOSS 要抢，人也要杀。刷刷，李凡击剑就砍死第5个义薄云天工会的人。这时候大王才从滔天恨意中回过神来，分头跑。这仇迟早要报的，但不是现在。大王明白继续待在这里也只是无能狂怒，无尽苍穹中死亡惩罚太狠了，而且一旦死亡，对前期重要的练级任务影响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如何保命。他的话音落下，剩余1名队友便立即开溜，2人向着不同的方向快速奔跑，求生欲望强烈的让李凡都忍不住有些动容了。然后下一秒，他果断先追上大王的队友，将其迅速砍死之后，1秒没耽搁，掉头就全力追向大王。此时的大王已经跑了有70-80米，但这点距离对李凡而言也就几秒时间，双方的移速差距太大了。大约10秒过后，李凡便追到大王的身后，高举手中的单手剑，刷刷，-22弱点伤害，-11。大王不愧是这伙义薄云天工会的老大，物防仅比皮皮猪精英少一点，技术也不错，一个懒驴打滚让李凡的第2次攻击没打到脑袋。只是这种程度的努力在双方巨大的属性差距面前是非常徒劳的。李凡一言不发，继续砍向对方。大王招架的捉襟见肘，他像之前被砍死的6名队友一样，无法躲避李凡的攻击，反击也被李凡挡住或者躲开。随着李凡的持续进攻，大王的血量越来越低。不过李凡算了算伤害，有些惊讶于对方被自己砍掉500多滴血量还没死。这家伙要么是抽中增加血量的天赋，要么就是正义骑士的隐藏职业加成让他血量变高，难怪能抗住皮皮猪精英的毒打。可惜在我面前只是多几秒的输出而已。事情果然跟李凡预料的一样，很快大王就扛不住了，下一秒留下一句狠话后便追随他的队友而去。太岁神，你有种，你给老子等着！
一宝典大王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句话李凡也想送给他与 M4399 新手村内所有义薄云天工会成员们。跟我分配到一个新手村，是你们最大的不幸。李凡喃喃自语一句后，果断离开了这里。之前的战斗吸引了附近一些练级玩家，而这次野外 PK 是由自己先动手的，因此按照无尽苍穹游戏规则，击杀一人即增加1点罪恶值，罪恶值1点以上即属于红名状态，因此足足有7点罪恶值的自己妥妥的属于大红名。红名状态的玩家一旦被击杀，可是100%会掉落身上1件以上的装备，死亡惩罚倒是不变。李凡不怕被附近练级玩家追杀，速度优势在这呢，根本不慌。只是 PK 难免会浪费时间，砍义薄云天工会的人自己能开心，砍普通路人就没意思了。李凡不愿意给自己添加烦恼，正好本来也决定离开皮皮猪的练级区，就算击杀白名玩家，也有一定概率爆出对方身上装备。可惜这群义薄云天工会的人太穷了，7个人1件装备都没给我爆出来。算了，先看看 BOSS 掉落的东西，顺便去找新的练级区。李凡打开背包，查看之前皮皮猪 BOSS 掉落的3件物品。第一件是一把黑铁品质单手剑，装备金铁剑，耐久100，品质黑铁，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 2级以上，属性 1.17 分点物攻，13点魔攻，属性2，攻击使敌方物理防御力减少2点，效果持续5秒，无法叠加。极品黑铁品质单手剑，金铁剑的属性让李凡眼前一亮。要知道，大多数黑铁品质武器是不会有2条属性的，眼前这把金铁剑不仅有第2条属性，还是减少敌方物防，对他而言属于前期的小极品武器了。第7章，埋头猛刷，敏捷破千。无尽苍穹中，装备的品质从低到高分为普通、黑铁、白银、黄金、暗金、传说、史诗、神话、上古神话。至于上古神话之上是否还有更高品质的装备，这一点李凡就不知道了。他前世 LV 200级的水平反正是没见过，等到这辈子发展到更强大了，也许才能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每个品质的装备中，按照具体属性又分为劣质、普通、精良、卓越、极品、完美6个品级。眼前这柄金铁剑就是完美品级的原因，所以才比普通黑铁单手剑多出1条额外属性。将它拿在手中，李凡的攻击力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他的目光放在 BOSS 掉落的剩余2件物品上。技能书盾反，品质黑铁，学习要求 LV 2级以上，迟钝职业。LV 1主动效果，使用盾牌格挡敌人的攻击，并反弹攻击者10点魔法伤害，技能持续时间1秒，释放技能时消耗20点 MP， 冷却时间20秒。装备猪皮腰带，耐久60，品质普通，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 2级以上，属性50点 HP， 2点物理防御。不错，我都能用得上。李凡咧嘴一笑，果断将技能书学习了，又将腰带佩戴在身上。盾反技能属于防御类技能，目前看似用不上，将来说不定哪天就需要了呢。再说了，无尽苍穹中又不限制玩家的技能数量，学了它有备无患。而猪皮腰带虽说属于过渡装备，不过目前提升了防御跟血量，又总比没有好。接下来该去新的练级点干怪了。无尽苍穹中的红名状态，可通过每刷100只同等级以上的怪，降低1点罪恶值，或者击杀其他红名玩家来抵消罪恶值。定个小目标，先刷700只怪再说。李凡打定了主意后，开始寻找起新的练级点。当然，路上遇到皮皮猪，就顺手赏几剑，将其砍了再走。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皮皮猪底盘，来到一个名为戈壁滩的区域。这里刷新一种名为变异鳄鱼的 LV 3级小怪，物种变异鳄鱼，等级 LV 3普通生物，属性280 HP， 27点物攻，15点物防，15点魔防。技能死亡翻滚，变异鳄鱼会在咬中目标后进行1至3秒的控制连招，造成额外伤害。变异鳄鱼的攻击力非常高，防御与血量也相当不俗，缺点是移动速度较慢。在李凡面前，他们就属于移动的木桩而已。刷刷刷，负27，负29，负58，弱点伤害。李凡现在的物理攻击力高达45点，攻击对变异鳄鱼造成的伤害太高了。只可惜变异鳄鱼的弱点只在眼睛与腹部2个部位，很难打出弱点伤害。好在他的攻速够快，最多花3秒时间就能成功将一头变异鳄鱼打死。提示：你击杀了略，你获得126点经验值，越级击杀额外 5%。提示：你的敏捷属性永久+1。我的 SSS 级天赋属于成长类天赋，不用过分追求越级刷怪，
只要比主流玩家刷的高出1-2级即可，这样效率最高。打定了主意后，李凡立即沉下心来，趁着这片练级区只有自己一人，先干个几百头变异鳄鱼再说。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已经升到 LV4 级。大约2个小时后，当戈壁滩区域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路人玩家时，李凡身上也随之冒出了第2道白光。LV4 级，先前升到 LV3 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早已全部增加到力量属性上，这次升级获得了依旧全力加点。李凡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看了一眼，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4 级648-45000，职业盾铠战士， HP 450， MP 320，攻击物攻55，魔攻6，防御物防16，魔防11，属性力量27，敏捷1098，精神6，体力10，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 12.78 次每秒，最高移速 30.98 米每秒，称号无，天赋光之祝福，第1阶段 SSS 品质，无尽苍穹，这升级真特么离谱！刷了接近500只变异鳄鱼，才把等级从 LV2 升级到 LV4。李凡叹了口气，升级也太慢了。不过，当他想到自己前世从 LV199 升到 LV200级时，耗时2个半月，也就不再叹气了。耐心已经被练出来了呀！500多头鳄鱼，只给我爆出一个物攻+1、魔防+1的白板戒指，这特么才叫离谱！李凡看着装备栏中的白板戒指，都忍不住被自己的运气给气笑了。正常情况下，无尽苍穹中爆率不会这么低，刷普通怪差不多平均50个能掉落一件白板装备，自己刷500只变异鳄鱼，结果才拿到一个普通戒指，只能怪自己脸黑了。这鬼地方不合适我，正好有些玩家过来了，是时候再去换个地方了。我这攻速移速，要不直接去干变异灰狼算了。想了想，李凡内心有了新决定。变异灰狼属于 LV6 级普通怪，现在自己是 LV4 级，等级压制情况下只削弱 10% 的输出，可以尝试。反正打 LV5 级与 LV6 级怪差距不大，既然如此，刷变异灰狼不仅符合自己的计划，还能做任务，双管齐下，两开花，岂不美哉？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前往变异灰狼所在的幽暗密林地区，距离这里也就大约10公里的路程而已。全力奔跑情况下，6分钟后，李凡便到达了目的地。天空灰暗，阴风阵阵，连绵不绝的树林宛如是人的猛兽。李凡踏入幽暗密林中，还没开始刷变异灰狼呢，忽然视线中便出现不远处有一个像是法师职业的玩家，正在与一头变异灰狼 BOSS 作战。李凡心里暗暗惊讶，在 M4399 新手村，居然有人比自己升级还快。接着在仔细观察片刻后，他更惊讶了，居然又是前世的熟人。第8章再抢 BOSS，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反派。没错，正在刷变异灰狼 BOSS 人李凡认识，这家伙 ID 叫花蝴蝶，是个女性玩家。在李凡前世，一开始花蝴蝶还是个待人友善的大佬，但无尽苍穹面试差不多2年半的时候，不知为何花蝴蝶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莫名其妙就轮了一个当时名叫傲视群雄的工会成员。与此同时，他也从原本对路人玩家友善的大佬，变成一个不开心就砍人，开心也砍人的疯子。偏偏这个疯子不仅觉醒了 S 级天赋，而且还特别能干，以至于一身战力少有人敌。李凡前世还在努力发展的时候，就曾被花蝴蝶干过，当时那一幕他永远记在心上。明明自己跟工会小伙伴开开心心的升级，忽然从天边飞过来一个高等级陌生的赵大佬，法杖一挥，下一秒自己与小伙伴们就全部扑街了。那是李凡死的最憋屈一次，没有理由，花蝴蝶就是路过情况下随手杀人，杀完人后连装备都不捡就走了。后来过了许久，李凡的战力起来了，想找花蝴蝶报仇，却得知对方已经死在异域魔物的围攻下。好不容易把等级干起来，结果仇人却先一步死亡了。这种报仇无门的憋屈感让李凡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前世有人爆料，这家伙的 S 级天赋好像是增加精神力或者是技能强度方面的类型，法术类输出巨恐怖，难怪他能比我先一步来到 LV6 级小怪刷新点，而且还能与 BOSS 单挑。我擦，刚才用的是法师的小神技闪现，这家伙现在阶段就搞到闪现了。观察着与 BOSS 战斗的花蝴蝶，李凡忍不住惊了。他发现对方的输出比自己高好几个档次。不过这不奇怪，毕竟天赋这东西也分为前期和后期。自己的 SSS 级天赋明显属于后期技能，刷怪越多，对自己的战斗力加成就越猛。像眼前这个花蝴蝶的天赋肯定偏向前中期 ，S 级品质的前中期天赋，开局输出比自己猛很正常。在无尽苍穹中，有不少像花蝴蝶这样的幸运儿，但 SSS 级天赋，不好意思，李凡前世没听说有人获得过。
当时公认全服战力第一人，被某位获得真实之眼技能的敌人爆料，也只是 SS 级天赋而已。所以面对对方现阶段输出比自己猛这个情况，李凡心态很坦然。而他震惊的是，花蝴蝶居然使用了闪现术技能。正常情况下，这可是法师玩家 LV 30级以后才能接触到的小神技啊！真不知道开服第一天，花蝴蝶是怎么搞到手的。不过看着眼前跟变异灰狼 BOSS 缠斗的花蝴蝶，李凡杀心渐起，干他！李凡才懒得管花蝴蝶未来会发生了什么，导致他会变成疯子。他或许在未来将遭遇某个让人忍不住同情的故事，但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李凡只记得对方前世干掉过自己，这仇要是不报，心里总觉得不畅快。砍翻他一次，不仅能为前世的自己出口恶气，还能顺手抢个 BOSS， 简直双倍的快乐啊！尤其是这个 BOSS 还是青铜级的变异灰狼，输出高又怎样？我移速每秒接近31米，还有前世战斗经验加持，你能打中我？有闪现术又怎样？技能 CD 掌，且就算你能用1-2次，又闪现不了太远，照样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想到这里，李凡果断举起金铁剑就摸了过去。他的速度极快，再加上花蝴蝶明显在专心对付 BOSS， 以至于等花蝴蝶发现李凡时，李凡已经接近10米以内。你是谁？你要干嘛？这个期间的花蝴蝶还不是后来的疯婆子，看着李凡的目光很警惕，但没有率先发出攻击。战士都接近法师玩家10米以内了，法师还不攻击，那再想攻击也就来不及了。面对花蝴蝶的警惕，李凡二话不说，举剑就砍。刷刷刷！负70，弱点伤害；负36，负74，弱点伤害。力量属性增加到27点之后，李凡打中弱点造成的额外伤害也增加了1点点。3剑下去，花蝴蝶顿时慌了神。呀，你干嘛砍？提示：你击杀了玩家花蝴蝶 LV 5级时空法师，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花蝴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凡几次追加攻击，免费送回了复活点。整个战斗过程顺利的让李凡都有些懵了。ID 是叫花蝴蝶，我没认错人啊。我记得他在我前世不是普通的法师职业的吗？时空法师明显属于隐藏职业，难道我的重生造成了什么蝴蝶效应？还有这个时期花蝴蝶技术跟意识这么菜，我都砍他了，还想问我原因？人这么单纯的？李凡挠了挠头，突然有些索然无味。不管怎么说，自己也算为前世的恩怨报仇了，心里还是很爽的。尤其是眼前这头变异灰狼 BOSS 已经被花蝴蝶打成了残血状态。物种：银狼守卫，等级 LV6 青铜生物，属性6983600 HP 69点物攻60点魔攻35点物防33点魔防。技能：开服第一天就搞了2次杀人抢 BOSS 行动，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反派。李凡默默吐槽自己一句，接着便聚精会神地对付眼前这头残血 BOSS。对方的攻击力很高，而且还有魔攻属性，这意味着他可能有远程类型的技能，必须小心点，否则阴沟里翻船就丢人了。M4399 新手村复活点，可恶的太岁神居然为了抢 BOSS 偷袭我！复活过来的花蝴蝶脸色苍白，终于后知后觉地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继而气得咬牙切齿。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可恶！被击杀后虚弱24小时，接下来24小时内我的属性被削弱了一半。糟了，距离打游戏赚钱买游戏头盔送给妹妹的目标又要推迟了至少1天。都怪那个太岁神，你等着，等老娘将来变强了，一定要找你报仇雪恨！花蝴蝶都要抓狂了。第9章青铜 BOSS 首杀，技能幻影之舞，刷刷刷！就在花蝴蝶气得咬牙切齿的时候，李凡开心地刷起了 BOSS， 上去就是闪电般的普攻加重斩收尾。负20，负42，弱点伤害，负22，一连串的伤害数字从银狼护卫的脑袋上腾空而起。对方剩余698点血量，让李凡全力输出的话，也就最多5秒时间而已。不过实际战斗中，李凡很难得遇到全力输出的机会，银狼护卫的攻击力很高，他需要时刻注意走位躲避对方的攻击。这时候高达1000多点的敏捷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银狼护卫无论是扑咬还是挥爪都无法命中李凡。而在他攻势还未收回时，李凡每次都抓住机会，趁机连续砍了好几次。如此2-3秒后，银狼护卫的血量便下降到不足300点。嗷呜！银狼护卫高呼一嗓子。与此同时，李凡的面板上出现相应的提示信息：战斗信息，银狼护卫 LV6 级青铜生物，释放技能呼叫同伴，3秒后15只变异灰狼 LV6 级普通生物即将到场。居然是召唤类技能，可惜3秒后才能生效，对我没有威胁。看着战斗信息提示，李凡笑了笑，举剑就砍。银狼护卫释放呼唤同伴的技能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道理就像召唤师释放召唤物需要读条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也许只有1-2秒，
但这1-2秒时间注定让李凡有了全力斩杀他的机会。平 A 平 A 平 A 技能重斩。于是技能条刚读完的银狼护卫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就被李凡一剑重斩清空了血条。提示：你击杀了银狼护卫 LV6 青铜生物，你获得5500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10%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村首杀，恭喜你获得6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点敏捷。区青铜 BOSS 而已，击杀他不会产生全村公告。李凡熟练地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分配到力量属性上，接着心情美滋滋地查看 BOSS 掉落的3件物品。第一件物品，一本技能书。技能书：幻影剑舞。品质：青铜。学习要求 LV6 级以上，使用近战武器职业。LV1 主动效果：使用自身攻击速度增加 30%， 技能持续时间12秒，释放技能时消耗40点 MP， 冷却时间60秒。居然是增加攻速的 buff 技能，太好了！李凡开心地将技能书收到背包里，目前等级还不够学习，先存着。自己本来的输出几乎全靠平 A， 有了这本幻影剑舞技能后，相当于输出增加了 30% 啊。而 LV1 级就是 30%， 等技能升到 LV2 级、LV3 级及以上呢？李凡很期待。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提升技能等级，一般情况下需要直接消耗自身的经验值来提升。升级技能的事情，至少等 LV20 级职业第一次晋级后再做打算。心里这样想着，李凡将目光放在 BOSS 掉落的剩余2件物品上。装备：精品十字弩，耐久130。品质：青铜。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6 级以上，持弓类职业。属性 1.39 分点物攻，6点力量。属性2，攻击速度增加 5%。物品：初级锻造术卷轴。类型：一次性特殊道具。使用要求： LV5 级以上玩家。作用：学习后可获得副职业技能锻造术初级。唯一爆出来的青铜装备，居然是一把弓箭手职业的十字弩呢，可惜只能卖钱了。这个卷轴不错，我记得初级锻造术就包括了装备修理功能，正好符合我的需求。李凡看着手中的金铁剑，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后，目前这把武器的耐久度已经降低到20点，攻速快就这点不好，武器耐久度消耗的也快。这个锻造术卷轴来得很及时。正常情况下，玩家想获得副职业技能，得去相应的 NPC 那里交一大笔费用才能被 NPC 传授。现在有了锻造术卷轴，李凡立马省了一笔钱，恰好锻造术又是目前他最需要的副职业技能，爽！不过修理装备需要用到铁矿石，这东西要么自己去挖矿，要么就花钱买。等会刷完变异灰狼，升到 LV5 级后，铁匠莫林的任务应该也能完成了。交任务的同时，顺便在铁匠那买一点吧。至于这把青铜品质十字弩，直接卖了吧。李凡找到个人功能综合选项，找到 M4399 区域的新手村拍卖行。跟很多游戏一样，无尽苍穹世界中的玩家也可以选择将想出售的物品，随时随地的上架拍卖行进行线上买卖交易。可以卖游戏币跟现实货币2种选择。买完游戏头盔后，我变成穷光蛋了，这把武器还是卖钱改善下生活吧。拍卖底价设置1万龙国币，拍卖时长选择10小时，一口价20万。毕竟只是 LV6 级青铜武器而已，李凡没有太贪心。一口价20万价格的设定，意思是10个小时内，如果有人愿意出价20万，那么交易立即成功。将装备上架后，李凡收回了心神，接下来就是日常爆肝刷小怪的时间了。什么？张少你觉醒了 B 级天赋，开局力量增加120点，太好了！这下子张少你的输出在我们 M4399 村绝对是数1数2的水平。张少，兄弟们过得苦啊！就在2个多小时前，我们被一个叫太岁神的家伙给砍了，我怀疑他也抽中了 B 级天赋，攻速移速快的离谱。M4399 村野外，一群20多个玩家正聚集在一起。如果李凡在此，就能看到人群中的7个家伙，正是之前被他砍死的义薄云天7人组。此时，这7个人正围绕一个 ID 叫一宝点张少爷的玩家诉苦呢。兄弟们放心，我张少来了，肯定为大家做主，砍了太岁神。张少爷正拍着胸部嚷嚷着呢，忽然一个工会成员的惊呼打断了他。快，张少快看，拍卖行里刚刚出现了一把青铜级十字弩。第10章，青铜十字弩售出，蛋疼的任务链第2环。青铜级装备，在这个大多数人连白板装备都异常珍惜的阶段，如果有人获得一件青铜品质装备，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必然将收获男人的羡慕，女人的嫉妒，走在新手村街道上就是整条街道最靓的仔。因此，在听到工会小弟的惊呼后，
张少立即打开了拍卖行。卧槽，还真有人在卖！这家伙肯定跟张少一样，获得对战力加成很可怕的天赋，要不然不可能打到青铜级装备。不过这人是傻逼吧？前期获得这么好的装备，不留着自己用拿出来卖，这不是杀鸡取卵吗？说得对，如果是我的话，那我肯定留着自己用，毕竟有了它，我就能挑战更强力的怪，能有更好的收获。底价才1万块钱，确定过眼神，应该是个愚蠢的穷鬼。正好张少，你是弓箭手职业，这把十字弩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有了它，张少你带领我们义薄云天公会称霸 M4399 新手村的那一天指日可待。哈哈，谢谢大家的信任，一口价才20万块钱，看张少我直接秒了。张少被属下工会成员吹捧得十分开心，再加上他作为弓箭手职业，本来就看中这把青铜品质十字弩，于是暗地里咬咬牙，直接一口价买下了。有一说一，眼下虽然是2042年，但8、9年前发生过一次货币改革，通货膨胀没那么厉害。龙国魔都平均房价也在4万左右，20万块钱还是很值钱的。张少其实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有钱，一口气花20万买件装备，他也忍不住有点心疼。不过工会伙伴们都那样吹捧了，气氛到位了，不买有点太没面子了。一口价秒杀，张少大气，张少牛逼，跟着张少混，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哈哈，张少大土豪，跟着张少混，爽！果不其然，一口价秒杀青铜十字弩后，张少立刻迎来工会成员们更加用力的吹捧，整个人都飘飘然的。而与此同时 ，M4399 新手村的某个角落 ，ID 为傲视帝皇的玩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青铜十字弩上架的时间太短了，上架时又没有全村公告，以至于哪位土豪能买到它，不是凭财力，而是看谁能先发现。傲视帝皇不是一般人，之前在其他游戏中属于一掷千金的主，且是傲视群雄公会的会长。青铜十字弩，哪怕他自己用不上，也可以为核心团队的成员准备啊。可惜现在说什么都迟了，要怪就怪自己发现的太晚了，被人抢先买走。不过这件事给他提了个醒，接下来需要派专人关注拍卖行了。有人能出售青铜品质十字弩，说不定下一刻就会有人出手青铜品质的其他装备。记住，如果拍卖行再次出现青铜装备，能一口价买下来的，不必先通知我。现阶段别说青铜品质装备了，哪怕黑铁、白板装备对玩家而言都很重要。傲视帝皇不缺钱，缺的是装备。另外，去想办法查清究竟是谁卖的青铜十字弩，查清楚后第一时间把结果告诉我。这个阶段能打到青铜装备的玩家，必然有非凡的隐藏职业或者很强的天赋，而既有能力打到青铜装备，又舍得拿出来卖的玩家，几乎可以肯定是散人玩家。这样的人才必须要尽可能拉拢到我们这边，再不济也要想办法交好，至少在摸清对方底线前能交好就交好。此时与傲视帝皇有着同样打算的，在 M4399 新手村内还有10多个大佬，但这一切暂时跟李凡没有关系，他按照计划安排，正在勤勤恳恳地干变异灰狼呢。作为 LV6级普通生物，在李凡面前，变异灰狼一点牌面都没有，哪怕属于3、5个成群的群居怪，也被李凡砍瓜切菜般碾压。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5，恭喜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随着身上冒出一道白光，李凡的爆肝活动也终于暂停了下来。不错，全力加点后，力量属性来到了38点，敏捷属性则累计增加到了1213点。是时候回村交任务，顺便休整一波了。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开始向新手村方向赶去。刷的100多头变异灰狼，给他爆出2件装备，都是垃圾白板防具，增加1点血量与防御力，不值一提。现在李凡很期待 NPC 铁匠莫林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隐藏任务任务要求3天的期限，自己却第1天就搞定了。哪怕是任务链的第1环，奖励应该也是不错的吧。一路顺利，大约20分钟后，李凡便回到了新手村内，站在铁匠莫林面前。提示：你已成功提交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1。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50枚银币，5000经验值。提示：铁匠莫林惊讶你出色的任务效率，决定将奖励你的普通装备更换为黑铁品质的湛蓝小圆盾。提示：你已经自动接取新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2。年轻的冒险家，我看好你，加油！希望你再接再厉，帮助我为我女儿复仇成功。听着铁匠莫林的鼓励，李凡脸上则勉强露出了敷衍的假笑。原因是任务的第2环内容实在是太他妈离谱了。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2。任务内容：你的表现已经再一次获得莫林的认可，但在完全得到他信任之前，你还需要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实力。去消灭幽暗密林中的1万头变异灰狼 LV6级生物8。成功后，
你将获得莫林封后的报酬与接取最后一环任务的资格。任务期限7天，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枚金币、5万经验值、1件至少青铜品质的装备，接取后续任务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没错，任务链第一环要求击杀100头变异灰狼，第二环要求击杀的还是变异灰狼，但数量增加到1万头。变异灰狼不只是咬死你女儿，他们还掘了你家祖坟吧？这第二环任务要求击杀数量是第一环的100倍，也太离谱了。第11章，义薄云天的复仇行动。1万头变异灰狼，幽暗密林的变异灰狼不算多，刷新也慢，我差不多得1个星期才能搞定。超新任务内容严重打乱李凡的刷怪升级计划。如果在这个任务上面浪费太多时间，那升级计划肯定就耽误了。到时候后续的野外 BOSS 手杀、副本手通之类的奖励就有可能被别人抢走。而且他记忆中一些重要的隐藏任务，只有到主城才能接，比别人迟一步可能就没办法接糊了。马德，管教案这个任务期限正好卡在7天，我还没办法慢慢做。战士之星，算了，这道具对战士职业玩家太重要了，必须拿到它。开干。李凡摇了摇头，为了拿到唯一道具战士之星，任务再苦再累也只能干了。想到这里，他立刻行动起来，跟铁匠买了一些修理装备用的矿石与锤子后，果断转身就准备前往幽暗密林。不过还没走几步呢，李凡忽然发现好像有人在跟踪自己。他暗中观察了一下，发现身后果然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看我装备好，准备爆我装备的？不对，我装备也没多好，大概率是认出我后准备找我报仇的。是花蝴蝶的人吗？应该不是，前世的花蝴蝶一直是独行侠玩家。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跟踪我的家伙应该是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李凡脑海中思考了片刻，心里就有了答案，然后他就笑了，还故意把脚步放慢一些，好让义薄云天的人收到消息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堵截自己。正好我打算埋头猛干变异灰狼，离开之前给义薄云天的人再来一波正义制裁，红名了也不怕。心里有了决定，李凡更是故意走走停停。大约15分钟后，他才离开新手村的安全区。刚往前走没几步，果不其然，一群神色嚣张的玩家聚集了过来。李凡不动神色地看去，这群人大约有25个到30个之间，其中超过一半的人 ID 前缀都带着异宝典的前缀，很明显，他们就是义薄云天来找自己复仇的。李凡还在人群中看到目光凶狠的异宝典人王、异宝典大王等人。义薄云天公会在进入无尽苍穹前就已经是游戏界赫赫有名的大公会，也是臭名远扬的恶霸公会，许多普通玩家深受其害。此时附近的玩家见状忍不住议论起来，看，那些家伙是义薄云天公会的人。什么？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恶霸公会？没错，看他们 ID 前缀，应该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公会的老成员，他们又在欺负一个普通玩家了。马德，老子当初在上一个沉迷的游戏里就这群畜生砍过，可惜现在实力不济，没办法见义勇为。哎，围观的普通玩家们看着义薄云天公会成员们的目光中充满惊惧与愤怒，看着李凡的目光中则充满同情之色。因为义薄云天公会的臭名声，大家都认为李凡属于不幸被霸凌的路人玩家。听到大家的议论，异宝典人王忍不住委屈的大喊，马德，你们知道什么呀？那个叫太岁神的家伙明明之前砍过我们，现在是正常的寻仇，我们这次真没有欺负普通玩家。人王感到很委屈，觉得自己被路人玩家们误解了。但是异宝典张少爷却不悦地制止了他，闭嘴，我们义薄云天公会行事何须向不相干的人解释？不爽？想打抱不平？有种就来了，连你们一起杀！张少冷笑着对周围的路人玩家发出威胁，他根本不屑于解释自己一行人堵截李凡的原因。义薄云天什么时候需要注意普通玩家的情绪了？见到周围路人玩家被自己一句话吓得不敢大声议论，张少满意的点点头，然后才将目光放在李凡身上。太岁神，你小子真有种啊，竟然敢主动招惹我们义薄云天的人！现在你小子给我们跪下磕几个响头，说不定我们就只砍你一次就算了，怎么样？考虑考虑吧，哈哈哈哈！张少的话音落下，现场义薄云天公会的其他人也嚣张的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被自己一行这么多人围住的李凡根本不可能逃掉的，所以在动手之前习惯性的发出言语侮辱。然而在他们放肆嘲笑的时候，李凡也开始动手了。只见他身影快如出膛的子弹，径直冲向张少的方向。听你们逼了这么久，总算确定了你是他们的头，死吧！擒贼先擒王，李凡忍了好几秒嘲笑，就为了先确定对方的领头人，现在确定了，自然忍不了1秒。卧槽，这是什么速度？拦住他！张少被李凡的移动速度吓了一跳，
自己是弓箭手，可不能被战士近身了。好在现场有他众多忠心耿耿的小弟，其中不乏战士与骑士职业玩家。在李凡冲到张少身边之前，就有3个义薄云天的近战职业拦在路上。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张少见状，拿出新手弓箭就准备射击。因为等级不够的原因，他没法使用青铜十字弩，所以只能将就下。但在张少看来，自己 B 级天赋，开局额外加了120点力量，攻击力简直爆表了，射杀个 LV 5级玩家还不是简简单单。可是就在他张弓搭箭的时候，让他惊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李凡冲到拦在张少身前的3名义薄云天近战玩家面前，举剑就砍，刷刷刷，快到肉眼几乎无法看清的10几剑过后，3名近战职业就倒下了2个，剩余1个也在下1秒就被嘎掉。1秒10几剑，这特么是什么攻速？张少惊呆了。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李凡已经站到他面前。张少心里一慌，不只是因为马上要被砍的原因，还因为他不久前刚欺负过几个路人玩家，现在是个妥妥的大红名。他下意识地射出弓箭，嗖，箭矢与李凡擦身而过，他还想再射，可惜已经没有了机会。刷刷刷，一阵剑光闪过，下1秒，张少就步入了他3名小弟的后尘，当场化成白光死亡。而在他消失的地方，掉落了2件装备与一些铜币，其中1件装备赫然是一把闪烁着青铜色光泽的十字弩。第12章试了服役去，论坛风波。轻松干掉领头的张少后，李凡动作丝毫没有停顿，捡起地上掉出来的装备后，立即转身就开始砍最近的一名义薄云天公会玩家。这是一个脆皮法师，在李凡攻击下还没坚持半秒就嘎了。紧接着李凡又冲向附近的另一个人，直到这时候现场20来个义薄云天的玩家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惊慌失措的四散而逃。李凡又砍了几个跑得慢的倒霉蛋，见剩余人已经跑到人群中，眉头一皱，最终放弃了追杀。反正都只是一些虾兵蟹将而已，以后有机会再砍也不迟，先刷任务去也。想到这里，李凡调转方向，脚底一抹油就溜了。现场有10几个普通路人玩家将这件事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看在眼里，望着李凡像开了一束瓜的背影，路人玩家们慢慢收回瞠目结舌的表情，激动的议论起来。妈耶，这也太猛了！那位大神 ID 叫太岁神是吗？战斗力真的牛逼，跑起来的时候像风一样快，攻击频率更是跟我得了帕瑟金综合征奶奶的手有的一拼，我他妈整个人都看傻了。大神，等等我，加个好友。超，大神跑得真快。太岁神关闭了好友申请通道，果然大佬都有这种习惯。终于亲眼见到由大佬砍死义薄云天的那群畜生了，我太高兴了。正好我录了像，现在就发到论坛上，让像我一样被义薄云天欺负过的苦逼玩家们一起开心开心。很快，一则开服第1天看大神暴砍义薄云天畜生的视频录像帖子就在无尽苍穹的论坛板块火了。玩游戏嘛，你砍我，我砍你，实属正常情况。但是这个视频被砍一方属于义薄云天公会的人，义薄云天这4个字就属于自带流量，再加上视频内容中砍人者李凡所展现出来的速度，惊爆了无数玩家们的眼球，于是视频录像就这么火了。无数论坛游客在帖子下方津津有味地做出评价。砍人的姿势很帅，太岁神是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偶像之一了。拿着单手剑与盾牌，好像是隐藏职业啊。有没有大佬认出太岁神究竟是什么隐藏职业？卧槽，双速这么离谱，应该是天赋的原因吧。据说有很多人抽中增加大量思维点数的天赋，这个太岁神应该就抽中了增加大量敏捷的天赋吧。羡慕啊！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邪神承不起我。砍人一时爽，但是砍义薄云天公会的那群渣渣，太岁神摊上大事了，要小心将来的报复啊！不得不说，随着游戏开服时间越来越长，玩家们对无尽苍穹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视频录像中，李凡展现出来的速度的确很吓人。有数据帝仔细算过，李凡的移速大概是普通玩家的3倍，攻速更是10倍以上。但是没人认为李凡开挂了，不只是因为2042年游戏早已没了外挂这东西，还因为浏览帖子的观众们在论坛已经见识过不少战斗力离谱的玩家。有人开局攻击力突破3位数，有人技能范围增加10倍，有人明明是战士类型职业 LV 1级就能发出远程剑气，也有人是召唤师职业 LV 1级却召唤出白银阶位的古龙。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无尽苍穹中抽中高品质天赋的幸运儿。李凡的速度之快虽然让大家感到离谱，不过在众多幸运儿中却也不算最让大家震惊的。当然，如果大家知道李凡的天赋是 SSS 级，并且属于成长类型天赋，那肯定要另当别论了。
只是这件事李凡不可能说给别人的，至少在成长到无敌之前，绝对不会透露给第二者。至于什么时候叫做无敌，李凡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在移速低于光速之前就不叫无敌。M4399新手村复活点，在数个小弟的陪伴下，张少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可恶，为什么那家伙这么强？原来速度比攻击力更厉害吗？那我要这家力量的 B 级天赋有何用啊？操！我刚买的青铜十字弩被爆了。张少无比惊怒，也憋屈的不行。自己一行人上一秒还是胜券在握的心态，下一秒就成了别人的剑侠亡魂，这反差让他心态都崩了。关键是本来就打不过太岁神，现在又死了一次，虚弱状态，那肯定更打不过了。最关键的是，他花了20万刚买的青铜十字弩，连一次都没用过，居然就这么被爆出去了。太岁神，你给老子等着！等过几天，到大家都到主城的时候，老子要叫上1000个兄弟去砍你！张少暗暗发狠。就在这时，一个小弟突然发出惊叫声，打断他的思绪。咦，张少，这不是你的青铜十字弩吗？怎么又出现在拍卖行上？张少闻言愣了一下，接着眼睛红了起来。打开拍卖行，果不其然，刚刚被爆掉的青铜十字弩又一次出现在拍卖行中，底价1万块，拍卖时间8小时，一口价20万。装备属性跟刚才自己买的时候一模一样，连拍卖条件也一样。世界上哪有这要巧的事情？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这把青铜十字弩本来就是被太岁神上架的，然而自己花了大代价买下来，还没焐热呢，就被对方又给爆了回去。这相当于自己不仅被对方砍死一次，还白送给对方20万龙国币，付费让对方砍自己。想到这里，张少眼睛瞪大，呼气不由得急促起来。太岁神，我抄你！可怜的张少当场被气晕了，一句话都没说完，就因为身体出现了异常状况而被强制下线。阿切！突然打了个喷嚏，是谁在想我吗？李凡摸了摸鼻子，嘀咕一声，随后将目光放在不远处的一头变异灰狼身上。终于到达目的地了，1万头变异灰狼大屠杀，从现在正式开始。第13章，敏捷破2000。第一天游戏结束。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点敏捷。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8。提示：你今日游戏时间已超过14个小时，请合理安排游戏时间，注意身体健康。幽暗密林中瞥了一眼面板上出现的数道系统提示，李凡捏了捏眉心，确实感到了精神很疲惫。不只是因为长时间爆肝，还因为自己砍完一波云天那伙人后，在幽暗密林待了快8个小时了，结果连一个 BOSS 都没遇到。小怪爆出来的白板垃圾装备倒是有10几件了，可区白板装备对自己有什么用呢？这爆率，心累啊！算算时间，现在已经是早上10点左右了，难怪又累又饿。下线吃点东西睡一觉吧，注意点，可不能在100天后游戏融合现实之前猝死了。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准备退出游戏。而退出之前，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最新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8 级227600，职业盾铠战士， HP 530， MP 320，攻击物攻81，魔攻6，防御物防30，魔防27，属性力量53，敏捷2024.1213，精神6，体力12，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 21.04 次每秒，最高移速 50.48 米每秒，称号无，天赋光之祝福，第一阶段 SSS 品质，装备栏金铁剑，黑铁品质单手剑，湛蓝小圆盾，黑铁品质盾牌，猪皮腰带，普通腰部防具，布甲上衣，普通上衣防具略。技能列表 LV1 盾挡， LV1 重斩，初级锻造术， LV1 盾反， LV1 幻影之舞。不错，敏捷属性已经突破2000了。我这全力跑起来的速度差不多相当于180公里每小时，每秒21次攻速，相当于靠平 A 的每秒输出就能达到1700以上。当然具体数字得看目标的物防有多少，以及弱点部位能不能容易命中。不错，明天再接再厉。李凡主要看了一眼敏捷属性后就立马下线了，摘下游戏头盔，随便洗了把脸，他就准备出门觅食。这时候他才发现手机有2个人给自己发来了微信，第一个人就是他此时名义上的校花女友，也是前世被刺他的苏云雨。苏云雨特别关注，亲爱的在吗？苏云雨特别关注，都晚上了，你怎么还不回话啊？委屈。苏云雨特别关注，一觉醒来你还没回话，我好担心，看到快点回消息。苏云雨特别关注，语音通话未接通。看着消息内容，
李凡第一时间的选择是赶紧取消特别关注，太特么恶心了，自己居然忘了这件事。重生一世，其实苏云雨也还算自己特别关注的一个人，只不过关注原因是从女友变成了必杀。再次看着苏云雨发来的信息，李凡本来打算跟昨晚一样无视的，不过他现在想了想，长时间冷处理，万一对方把自己删了怎么办？没了联系方式，茫茫人海中想找到一个人，可要浪费很多时间精力，这不利于自己对其的斩杀计划。有了，李凡脑海中稍微思考了10几秒，便编辑几十个字回复对方：我真不是网瘾少年，小雨，昨天我加入单位的一个研究组里，接下来3个月要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密研究工作，期间没办法联系外界，不过单位领导承诺到时候至少会给40万奖金，机会难得，为了我们的未来，3个月后见。电话那头的苏云雨应该不在线，发完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回复。不过李凡已经不担心未来3个月会删掉自己好友了，毕竟以他对对方的了解，自己这个马上有钱的舔狗，他能舍得删？计划完美。接下来李凡又看向第二个给自己发短信的人：陈二狗，兄弟，最近有空玩游戏不？来，无尽苍穹啊，哥带你飞。此人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一句普普通通的，很像长时间没联系游戏好友的开场白，但是却让李凡心头热乎乎的。微信备注名陈二狗，原名陈天强，是李凡初中时候就认识的好兄弟，后来高中、大学时期，两人都恰好在一个学校，又住在一个宿舍，于是寝室4人中年龄排名第2的陈天强便有了个陈二狗的绰号。乍一听可能觉得很别扭，但总比陈老二的绰号强多了。至于自己这个宿舍年龄排名最小的绰号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李凡早已不记得了。而之所以李凡此时看到陈二狗信息心里暖乎乎的，原因就在于陈二狗是前世自己最好的兄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比亲兄弟还亲。可惜前世的因为自己努力搞战力，一有时间又急吼吼着去陪苏云雨的原因，与陈二狗的联系逐渐没那么频繁了。不过兄弟之所以叫兄弟，并不会因为联系少了关系就变淡了，而是将这份关系对方的情绪逐渐内敛在心里。前世直到李凡死亡前，他与陈二狗的关系还铁得很。那时候比起苏云雨、张峰，李凡更信任陈二狗。可惜因为二狗子天赋能力实在不行，李凡信任他，却没办法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重生最大的优势是对游戏玩法先知先觉，而最大的意义在于认清身边人的嘴脸，看清谁是真正的自己人。二狗子，这一世我一定好好培养你，带你一起起飞。想到这里，李凡握了握拳头，然后顺便回复对方消息：我真不是网瘾少年，无尽苍穹，我昨天开服第一时间就完了，还升到了 LV 8级。二狗子，你几级就敢说带我飞？李凡消息刚发过去，陈二狗刚好在线，立马回话了：陈二狗，我靠，小李子你怎么升级的？我特么干了一夜才 LV 6级。陈二狗，不对，你不是要工作养校花女友吗？你哪来的时间通宵玩游戏？发生了什么？陈二狗，语音通话是否接听？第14章，好兄弟的关心，青铜项链，这就是兄弟之间的默契。李凡只说了一句话，陈二狗就发现了异常，并直接甩过来一个语音通话。李凡哭笑不得的接通：我跟苏云雨分手了，有大把时间玩游戏呢。没事，我心态好着呢，跟苏云雨分手后，我才发现玩游戏才是真正的快乐。哈哈，你也知道我父母在我小学时就出车祸没了，家里也没什么亲戚，孑然一身，没人管，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想跟我比谁更能干？那二狗子你可挑错对手了。你的 ID 叫这一馆叫思念，在19587号新手村。行 ，LV 20级后主城见。挂了，熬不住了，吃点东西睡觉。聊了10几分钟后，两人才结束了通话。李凡心情暖暖的，这种被人关心的感受他已经很久没体验过了。他住在龙国的西湖附近，9月份天气还很炎热，熬了一夜，此时又困又饿，身上还黏糊糊的。李凡匆匆下楼吃了份盖浇饭，然后他回到出租屋内，简单冲了一把澡就便睡了。下午4点多，李凡精神抖擞的从睡梦中醒来，叮 ，CFB 到账38万元整，游戏中卖青铜十字弩的钱到账了。这把武器前后卖了2次都被人一口价买下，扣除5%手续费后，剩下的钱刚好是57万。钱包鼓起来了，李凡下楼吃了点东西，再去超市买了一大堆泡面之类的速食食品，再然后就是无尽苍穹启动。视线一花，李凡就出现在幽暗密林地图里，在什么地方下线，再次上线就会出现在同一位置。当然，野外下线的前提是脱离战斗状态，不可能让玩家有打不过 BOSS 就下线盾的机会。开干！今日目标，争取至少干掉2000头变异灰狼。加油！李凡给自己打打气，
紧接着举起单手剑就对附近的一头变异灰狼冲了过去。系统提示：你已经击杀，略。系统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9。沉迷干怪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李凡的等级又升了一级。由于此前他是 LV8级玩家刷的 LV6级怪，对怪有等级压制效果，但是刷怪获得的经验值也同样减少了 10%。再加上升级 LV9 需要的经验值增多，以至于李凡刷了将近700只变异灰狼才成功升级到 LV9。再刷变异灰狼的话，经验值惩罚增加到 15% 了。要不先升级一波技能，等级越高，经验惩罚也就越高。但是为了做任务，接下来还得刷差不多8000头灰狼呢。于是李凡想了想，干脆先升级一波技能。现在刚升级，当前等级储存的经验值还不够升技能等级的，李凡打算先刷一回再说。刚想到这，他忽然看到不远处刷新一头毛发银灰色的特殊狼类生物。咦，刷新 BOSS 了，居然又是 LV6级青铜 BOSS 银狼护卫。李凡挠了挠头，自己的好运气或许都在抽 SSS 级天赋时耗光了，以至于自己刷了2-3千的小怪，算上眼前这个，自己才遇到3个 BOSS， 前面2个甚至还是抢别人的，这运气也是没谁了。算了，低级练级点野外 BOSS 本来就少，有 BOSS 已经不错了，不挑。李凡提剑上去就砍 ，LV6级青铜 BOSS 银狼守卫也就只有3600点血量，这么点血哪里能扛得住如今李凡的输出？刷刷刷，53，负55，负114，弱点伤害，负55。不过1秒出头的时间，银狼护卫脑袋上便升腾起接近30道数字，血条直接下降到一半。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击呢，下一秒李凡就又一阵猛砍将其打死。战斗总时长不超过3秒。拥有3600点血量、35点物防的银狼护卫，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就这么憋屈的嘎了。提示：你击杀了银狼护卫 LV6 青铜生物，你获得4250点经验值，等级过高减少 15% 经验值与掉落。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物品狼牙项链，青铜品质，勇气祝福，黑铁品质技能书，狼皮靴，普通品质，15银77铜。不是手刹，居然还爆出一件青铜项链，真不错。李凡瞥了一眼技能书与项链。技能书：勇气祝福，品质黑铁，学习要求 LV6级以上，牧师职业。LV1 主动效果：释放祝福魔法，提高10米内自己与队友的战斗力，技能持续时间30秒，持续时间内自己与队友物理魔法攻击力加10点。释放技能时消耗20点 MP， 冷却时间100秒。装备：狼牙项链，品质青铜，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6级以上。属性1：精神加10， MP 加120，魔防加15。属性2：攻击速度正 7%。看着狼牙项链的属性，李凡眼前一亮， 7% 攻速，舒服。佩戴上它，那我现在的极限攻击速度每秒就能多出接近2次，而且随着我敏捷的增加，这个百分比攻速收益也随之增加。李凡迫不及地将项链佩戴到身上。而狼皮靴白板而已，李凡直接摆到拍卖行上，售价20银币。之前刷普通变异灰狼获得的白板装备，除了自己佩戴的几个，其他也都是这么处理的。昨天卖青铜十字弩的收入已经足够李凡接下来的日常开销，所以现在要多攒一攒游戏内货币，将来有用。至于勇气祝福技能书，李凡则存在背包里。无尽苍穹世界中，个人的力量可能没有极限，但如果一个人有多名合格的队友辅助，战斗力或许可以增加数倍。李凡打算等以后遇到合适的辅助队友，再把这本技能书送给对方，也算是内部消化了。消化完 BOSS 战利品后，李凡望着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一个4人小队，眉头一皱。随着主流玩家升到 LV6级，来到这里练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变异灰狼的刷新数量不多，来这里的玩家多了会影响我的任务效率，这可不行啊。第15章，李凡的骚操作，幽暗密林的幽灵传说。我的天，刚才发生了什么？老大，我看到了，一个 BOSS 刚刷新出来，3-4秒时间就被那个大神干掉了。卧槽，太离谱了吧！这支4人小队将李凡砍 BOSS 的过程完完整整的看在眼里，每个人都露出瞠目结舌的表情，他们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要知道，他们4个人都是 LV6级玩家，一个近战，2个远程外加一个奶。就在刚才，4人小队配合着打一头 LV6级变异灰狼，花了20多秒才成功干掉他。而眼前这位大佬是一个人，面对的更是强大的 BOSS， 结果3秒时间就干掉他了。TNND 开挂了吧？不过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就看到对方主动向自己跑了过来。大佬，
手下留情！大佬，求你别砍我们啊！4名玩家慌了，因为李凡是全力向他们所在方向冲刺，那气势，他们以为李凡要砍自己呢，当场就有2人开口求饶。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李凡的目标并不是自己这4个人，而是旁边刚刷新的一头变异灰狼。下一秒，李凡手起剑落，这头可怜的变异灰狼便化为白光消失了。紧接着，李凡脚步不停，如幽灵般冲向几10米开外的另一头刚刷新的变异灰狼。几秒后，这头变异灰狼同样被秒杀。随后，李凡便离开了。直到这时，4名普通玩家才松了口气。我去，吓死我了，还以为大佬要砍我们呢。大佬原来只是想刷怪啊！你们有谁看到大佬 ID 没？这种大佬绝对是顶级玩家，要是结交下，我们就发达了。速度太快了，没看清。俺也一样。4人面面相觑，没多久又恢复了平时刷怪状态。不过，就在他们等了半分钟秒后，辛辛苦苦把一头刚刷新的变异灰狼血量打到一半的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一道幽灵般的熟悉身影。他以每秒超过60米的恐怖移速冲了过来，手起刀落，干掉残血的变异灰狼后，又迅速离开。现场留下的4个普通玩家傻眼了。我擦，我们的怪呢？好不容易刷新的一头变异灰狼，怎么突然就没了？这个问题，没多久后，不只是这4名玩家，几乎所有来到变异灰狼练级区的玩家都在懵逼着。他们在刷变异灰狼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出现，然后抢走小怪的人头后又迅速远去。除了红名玩家，这类玩家往往怪被抢了，人也被免费送回新手村复活点。由于此类事情出现的太频繁，以至于附近的练级区玩家渐渐的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嗨，听说了吗？幽暗密林里有个恐怖的幽灵。是啊，你也听到这个消息了？太离谱了，那个幽灵抢怪抢得老凶了，据说移动速度每秒至少100米。不是吧？为什么我听说那个幽灵是每秒移速有200米？200米？保守了，我是刚从那里跑出来，我只能说那个幽灵快得我眼睛都看不清，移速至少每秒500米。我也是刚从那里过来的，我可以确定这位兄弟说的是实话。我说呢，为什么你们都不去刷变异灰狼？原来那里有幽灵抢怪啊！什么样的幽灵？是玩家还是 BOSS？ 不确定，移动速度太快了，眼睛根本看不清。对，那里太危险了。那个幽灵不止抢怪猛，还会砍人。我亲眼见到一个玩家连人带怪都被砍死了，那我怎么没被砍？幽灵还随机砍人呢？不懂，反正别去就是了。幽暗密林附近的练级点，知道这件事的玩家越来越多，消息传的也越来越离谱。有人说那个幽灵移速超过1000米每秒，有人说在那里练级的玩家不可能在幽灵面前干掉一头变异灰狼，有人说幽灵不止抢怪，也开始砍人了，任何玩家在那里都休想活着出来。还有人说变异灰狼被幽灵砍的都不敢刷新了，那里已经成了生命禁区。随着讨论的玩家越来越多，渐渐的附近所有玩家对变异灰狼的活动区域谈之色变。鉴于无尽苍穹的死亡惩罚过于严重，也极少有人敢踏足变异灰狼的活动区域，而这也正是李凡想看到的一幕，也是他努力的结果。极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众人口中的那道幽灵。爽！通过抢怪砍红名行动，成功劝退那些来这里练级的玩家，这下可以安心做任务了。李凡见自己活动地盘中的散人玩家越来越少，满意的笑了。接下来他又回归原本枯燥的刷怪过程中，时间1分1秒的过去。而在经验条即将满格，眼看着要升级到 LV10的时候，李凡按照计划开始升级技能。提示：你消耗了1万点经验值，技能重斩升级至 LV2。提示：你消耗了2万点经验值，技能重斩升级至 LV3。提示：你消耗了3万点经验值，技能重斩升级至 LV4。提示：当前自身等级过低，无法再提升重斩技能等级。提示：你消耗了25000点经验值，技能幻影之舞升级至 LV1。无尽苍穹世界中，根据技能品质与 LV1 学习等级的不同，每个技能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也都是不一样的，并且技能等级上限与玩家的角色等级息息相关，不会出现技能等级高出玩家等级的情况。而技能品质越高， LV1 级是学习的要求越高，那么这个技能的提升限制就越大。比如幻影之舞，李凡是 LV6 级时学会的他，现在 LV9 级了，也就只能提升1级而已。而重斩是 LV1 级职业自带的技能之一，升到 LV4 级才停下。一波经验值消费，让李凡当前的角色经验条成功降低到5000以下。成果则是 LV4 级的重斩的基础伤害从 200% 物理攻击提升到 320%。幻影之舞的增加攻速 30% buff 不变，但持续时间增加了 1.5 秒。大多数技能
每升到 LV 10级的倍数才会产生一次质变。继续刷怪，消费完经验值后，李凡开始继续猛刷变异灰狼。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7、8个小时，期间李凡遇到了一只黑铁级变异灰狼 BOSS， 也第3次遇到了青铜 BOSS 银狼护卫。这2头 BOSS 给他爆出了一件黑铁法杖、一件青铜头盔、一本弓箭手的普通品质技能书2连史，以及几件白板装备与少量游戏币。青铜头盔没什么好说的，只增加了200点血量、8点物防和6点体质，李凡直接自己用了。而就在时间来到第2天7点左右，李凡的敏捷属性突破4000点的时，突然一道特殊的系统提示出现在他面板上。提示：由于你屠戮了大量变异灰狼，引起幽暗密林区域银狼王的注意，母银狼 LV 10级白银生物即将到来巡视，请你小心。第16章首杀白银 BOSS， 全村公告。同一种小怪刷的太多了，高等级 BOSS 就会出来找玩家麻烦，道理就跟玄幻小说里打了家族小年轻的来了老祖一样。这头白银 BOSS 母银狼是过来找李凡报仇的，而这正好符合李凡的心意。4000点敏捷，最高攻速就是44次每秒，最高移速是90米每秒。我会判你一个 LV 10级白银 BOSS。 想到这里，李凡不仅没趁着 BOSS 来之前逃走，甚至该干嘛干嘛，一点都不把白银 BOSS 的排名放在心上。大约3分钟后，嗷呜！随着一声狼嚎，一头银色毛发、体长超过3米的银狼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李凡视线中。物种：母银狼，等级 LV 10白银生物，属性12000 12000 HP， 220点物攻，180点魔攻，80点物防魔防。技能：这头白银 BOSS 的血量不算多，但是攻防属性非常高。220点的物攻意味着李凡身板顶不住他3次进攻，而80点物防意味着李凡的普攻打在他身上也就能打出个位数的伤害。如果用数字来举例，无尽苍穹统一等级的生物，普通生物战斗力为1点，那么黑铁生物差不多是2点战斗力，青铜生物则为4，白银生物则为8，黄金 BOSS 为16，以此类推。幸好这头母银狼的物防比我物攻面板低了一点点，否则要是不破防就尴尬了。李凡在脑海中思索了片刻后，立即冲向不远处的母银狼。呼呼！母银狼做出挥爪攻击动作，速度快力量足，竟然打出了破空声。如果是一般的 LV 9级玩家，或许这一爪就要失去半行血，但是母银狼的速度快，李凡的速度更是他的好几倍。一个小碎步轻松躲开爪子攻击范围，他几乎同时来到母银狼的背后，迅速出剑就捅向他的菊花。负6，弱点伤害；负10，武器破甲后的弱点伤害；负10，负5。一瞬间，母银狼脑袋上凭空出现10多道数字。等级压制，再加上对方的物防高，所以李凡凭对他造成的伤害很低很低。而且因为母银狼及时用尾巴挡住了局部区域，让李凡没办法再捅这个地方，以至于除了前3次攻击属于弱点伤害，其余都是平 A 的输出。但局部区域有尾巴保护，母银狼柔软的腹部却也是弱点部位。李凡及时改变攻击方向，重点照顾母银狼的腹部。他的移动速度太快了，根本不是母银狼能比肩的。生命值持续损失的母银狼赶紧掉头想要反击，可是他调转方向，李凡却如影随形，利用超高的移速优势牢牢站在他的身后。这就是高敏捷属性对玩家战斗力加成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于是战场上就出现了滑稽的一幕，母银狼一会儿原地转圈圈，一会儿又进行不规则的跳跃，想要甩开李凡，只是李凡却像粘在他的臀部挂件。母银狼急得怒吼连连，空有200多点的物攻，却怎么也攻击不到李凡。负10，负10，负5，密集的数字连绵不断的出现。虽然李凡对母银狼的单次伤害不怎样，但是攻击频率高啊，平均每秒时间都能对母银狼造成300左右的伤害。于是只过了不到10秒时间，母银狼的血量就下降到了 70%。 哦，战斗信息：母银狼 LV 10白银生物，激活技能呼叫支援，附近800米范围内所有狼类生物即将赶到战场协助他。母银狼受不了了，释放了第一个重要技能。不愧是白银 BOSS， 技能放的就是快。召唤的小怪也多，不是按数量，而是按平方的。当初银狼护卫释放这一招时，可是足足2秒时间原地没动，而母银狼只嚎了半秒，便再次开始转起了圈圈。无论是技能释放速度还是技能强度，都让李凡不得不称赞，白银 BOSS 就是强。然后他前面该怎么捅现在还是怎么捅。开玩笑，附近800米都是 LV 6级的普通变异灰狼，这种程度的生物就算来100个也不会对李凡造成任何麻烦。只要速度足够快，人、狼、海战术就对李凡无效。刷刷刷，负10、5、5、10、5，伤害数值如雨点般出现。战场上附近受到召唤的普通变异灰狼们果然很快就到来了。
让母婴狼无比绝望的是，来的变异灰狼数量有30多头，可每当有一头靠近自己身边，身后那个可恶的人类就随手几剑将他秒杀。这么多属下过来，根本没法帮助自己驱赶可恶的人类，最多也就只能帮自己承担一些伤害，根本改变不了战况。于是，愤怒的母婴狼决定靠自己了。在血量下降到50%时，他又嗷呜地嚎叫一声。战斗信息：母婴狼 LV10白银生物，激活技能孤军奋战，双防减少10点，攻击力、攻速移速增加10%，且当前血量每降低1%，攻击力增加2点，攻速移速增加2%，持续60秒。母婴狼精神一振，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然而让他无奈的是，即使自己这么努力了，速度还是远远跟不上身后那个可恶的人类，甚至自己受到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再用数字来举例，母婴狼原本的速度是10点，激活这个 buff 后也就变成了11点，随着血量下降，最多增加到20点而已。想跟上李凡50点速度，怎么可能？4000点敏捷属性让李凡拥有不属于这个阶段该有的攻速移速，并且由于双防降低了10点，李凡的输出直接增加了一大截。嗷呜！当血量下降到30%时，绝望的母婴狼释放了最后一个压箱底技能。战斗信息：母婴狼 LV10白银生物，激活技能生命归还，将在接下来10秒内缓慢恢复5000点 HP， 代表着绿色的治愈光芒出现在母婴狼身体表面。只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在李凡攻击下多坚持10几秒时间而已。嗷呜！战斗信息：母婴狼 LV10白银生物，激活技能狂暴，将在接下来战斗中免疫控制，攻击、攻速移速增加200%，直到死亡。当 BOSS 血量下降到5%以下时，他暴走了。但是暴走的他依然被李凡轻松玩弄，直到血量彻底消失后不甘的倒下。与此同时，李凡的面板上出现了一系列系统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全村公告：玩家太岁神 LV9级盾铠战士击杀了母婴狼 LV10级白银生物，获得全村首杀奖励。第17章1分钟领先，傲视群雄公会的不甘。M4399新手村埋古树林区域，100多个 LV10级以上的玩家正在公会会长傲视帝皇的指挥下围攻一头 LV10级白银 BOSS 狂暴牛领主。快 ，BOSS 狂暴了！牧师给老王奶一下。老王顶住，你是主 T， 你死了我们就打不了 BOSS 了。小爱呢？你的 DPS 怎么这么点？快输出啊！对，就这样打 ，BOSS 的血量只剩下最后10%了。大家稳扎稳打，不要急。M4399新手村白银 BOSS 首杀一定是我们傲视群雄公会的。傲视帝皇高度集中，看着 BOSS 已经进入残血状态，脸上也不知不觉露出了笑容。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傲视群雄公会在拿下 M4399新手村白银 BOSS 首杀后，吸引大量精英玩家加入，然后从新手村开始慢慢发展壮大，直到成长为无尽苍穹最顶尖公会的那一幕。大家加油！拿下 BOSS 首杀后，所有人都发1000块奖金，将来等公会壮大了，还可以享受元老待遇。只要完成了这第一步，我们傲视群雄公会做大做强，成为无尽苍穹顶级公会不是梦。卧槽！傲视帝皇正在给公会属下画大饼呢。突然，3道重复的全村公告出现在所有人的系统面板提示上。全村公告：玩家太岁神 LV9级盾铠战士击杀了母婴狼 LV10级白银生物，获得全村首杀奖励乘3。静！死一般的寂静。继傲视帝皇震惊的爆出粗口后，现场所有傲视群雄公会的成员都懵逼了。老大刚给我们画的大饼，结果下一秒就破灭了。然而他们发愣 ，BOSS 狂暴牛领主却不会愣住。不好，别管公告，先砍 BOSS！ 激活，激活！老王顶住！老王完了！大家全力输出 ，BOSS 血量只剩下5%了，杀！一阵手忙脚乱后，傲视群雄公会已付出20多号人死亡的代价，成功干掉了残血 BOSS 狂暴牛领主。看着 BOSS 掉落出来的2件白银品质战利品，现场的傲视群雄公会成员们一个都高兴不起来。白银 BOSS 首杀公告没了。游戏官方资料中说，青铜 BOSS 首杀没全村公告，新手村第一个击杀白银 BOSS 队伍才会出现首杀公告，我们迟了一步。可恶，我不甘心，怎么会这样啊？明明就差一点点，只要再给我们半分钟，这个太岁神是何方神圣？我靠，公告中内容中居然只有他一个 ID， 这怎么可能啊？继刚才看到公告的全体懵逼后，现场所有人再次懵了。公告中只有一个太岁神 ID， 意味着太岁神很可能是一个人独自击杀了 LV10级白银 BOSS 母婴狼。这个猜测震惊了现场所有人，这怎么可能啊？我们100多个 LV10级玩家有11个 C 级天赋，3个 B 级天赋，老王更是 A 级天赋血量翻10倍的隐藏职业坚韧德鲁伊，结果太岁神一个人就击杀了 LV10级白银 BOSS，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不服，那个家伙一定是利用了什么游戏的 bug， 否则不可能做到的。难道太岁神的天赋是 S 级？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可是天赋这东西也太不公平了，我好憋屈啊！现场傲视群雄的人又急又气，自己这边最多只要1分钟就能拿下白银 BOSS 首杀公告，结果偏偏就因为这1分钟输给了一个人，这是何等的憋屈啊！算了，公告没了就没了吧。傲视帝皇叹了口气，他已经接受了现实，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那个太岁神天赋好没办法，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 LV15 级副本蜘蛛洞穴的试炼手痛公告，大家散了吧。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太岁神这个人，有消息或者遇到了，记得告诉我一声，看看能不能拉他入会。听到傲视帝皇的话，现场的工会成员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了。而与此同时，因为这道全村公告，整个 M4399 村所有在线玩家都沸腾了起来。老子连 LV10 级普通怪都打不过，需要组队才能打，这个太岁神居然能单杀 LV10 级白银 BOSS， 请问这合理吗？马德，什么破游戏，不玩了，抽中垃圾天赋的我体验太差了，脱坑脱坑脱坑，算了吧。无尽苍穹一出，市面上其他虚拟游戏都凉了，除了这个你还能玩啥？抽中好的天赋很重要，不过大家也不要灰心，其实我们也有机会变得跟太岁神一样强的，比如太岁神大佬求好友位，求带+1，有没有人认识太岁神大佬的？介绍给红包，成功加上好友给大红包，求介绍。本人漂亮妹子，可线下见面，求介绍太岁神大佬联系方式。这一刻 M4399 村所有在线玩家都对着全村公告议论起来，很多人都震惊太岁神的强力，也有一些人觉得太岁神那么强，一定是因为抽中好天赋的原因，天赋这东西太影响游戏平衡了。只是游戏又不是玩家开发的，抽天赋这种事情对所有玩家都一视同仁，你自己运气不好抽中垃圾天赋怪谁呢？当然，有类似想法的玩家只是少数，因为当初五常集体推广无尽苍穹玩法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天赋这种东西，玩家群体在进入游戏前就已经普遍接受这个玩法。最重要的是，无尽苍穹中提升一个玩家战力方面的玩法太多了，即使抽中垃圾天赋也只是前期艰难了一些而已，足够努力的情况下，中后期不是没机会咸鱼翻身。一博云天公会 M4399 新手村临时聚集地，看着公告内容，张少、人王、大王等人沉默了。妈蛋，那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可恶啊，凭我们这些人，看样子没办法找他复仇了。兄弟们避其锋芒吧，我们人太少了，等 LV20 级进入主城，会和工会其他兄弟再干他。对，我们不是怕他，只是练级更重要而已，没空理会他。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不如帮太岁神宣传，让那些想爆他装备的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第18章白银装备技能低阶白银生命精华。李凡这边，他可不知道一个全村公告破灭了傲视群雄公会的发展计划，也不知道此刻全村玩家都在议论他。他正在美滋滋的欣赏首杀白银 BOSS 的收获呢。提示：你击杀了母银狼 LV10 白银生物，你获得52500点经验值，越级挑战 5% 额外经验值。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的全村首杀，恭喜你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0点敏捷。提示：你受到母银狼 LV10 白银生物临死前的诅咒，你附近800米内的狼族生物会主动向你发起攻击。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物品装备荆棘盾牌白银品质，银狼皮靴青铜品质，金刚指虎青铜品质，狼毛上衣青铜品质，技能书切骨之刺白银品质，特殊道具低阶白银生命精华敏捷，以及一金11银66铜。首杀 BOSS 的收获非常丰厚，仅首杀奖励就有20个自由属性点，跟以前一样的分配方式，李凡将这20点全部加到力量上。基础物理攻击力成功从88点变成了108点。分配完自由属性后，李凡才看向其他系统提示。啧，可怜的母银狼，临死前居然还给我来个诅咒，这能对我造成什么麻烦呢？相反，800米内狼族生物主动进攻我，这是好事啊，相当于给我一个针对狼族生物的巨怪光环。李凡摇了摇头，对于母银狼的诅咒他不禁反喜，有了这个诅咒，接下来该任务刷变异灰狼可就与变异灰狼双向奔赴了，更节省时间。看完诅咒提示内容后，李凡目光忽略天赋敏捷增加20点的提示，直接看向 BOSS 掉落的战利品，一共4件装备，1本技能书。不错，李凡开始一一查看装备的属性。装备：荆棘盾牌，品质：白银，品级：精良，耐久：180，使用需求：LV10级以上，持盾类职业。属性1：物理防御+30%，
魔法防御加27%，体力加20%，力量加16%。属性2，承受物理伤害减少 15%。属性3，破甲，物理攻击成功时，可对敌人施加减少物理魔法防御力减少12点的破甲效果，最多叠加3层，效果持续10秒。极品盾牌，李凡眼前一亮。盾牌类装备属于副武器，不过他由于速度太快，刷的怪基本打不中自己的原因，很少用到盾牌。而眼前这个荆棘盾牌居然有破甲的被动属性，这对自己可太重要了。刚才如果有他，打母银狼或许最多只需要半分钟。感谢母银狼老铁给我送来的强力副武器，谢谢。李凡目光看向其余3件青铜装备。装备：银狼皮靴，品质：青铜，品级：完美，耐久130，使用需求 LV 10级以上。属性1，物理防御加9，魔法防御加12， HP 加150，体力加9。属性2，移动速度正 10%。属性3，非战斗状态下最大移动速度正 20%。装备：金刚指虎，品质：青铜，品级：普通，耐久180，使用需求 LV 10级以上，德鲁伊类基础职业。属性1，物攻加42，魔攻加29，力量加11。属性2，攻击有 2% 概率使敌人进入流血状态，每秒减少17点血量，持续5秒。装备：狼毛上衣，品质：青铜，品级：劣质，耐久110，使用需求 LV 10级以上。属性1，物理防御加12，魔法防御加13， HP 加260，体力加10。属性2，精神加10。不错，3件青铜装备有2件我能用上的，尤其这个银狼皮靴，这100%移速对我收益太高了。李凡心情美滋滋的，这波装备更新，自己的战斗力将会得到明显提升。果然，装备才是大部分玩家提升战斗力最主要的方式，除了自己这种 SSS 级成长类天赋的挂壁，3件装备都需要 LV 10级才能穿戴，不过问题不大，不出2小时我就能升到 LV 10。让我康康，这白银技能书什么效果？李凡看向背包中的技能书，技能书切骨之刺，品质白银，学习要求 LV 10级以上，持剑类职业。LV 1主动效果，用剑刺向敌人，造成 400% 物理伤害，并且对敌人造成10秒的破甲效果，使目标物理防御减少 1% 至 10%， 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属性判定，释放技能时消耗100点 MP， 冷却时间30秒。破甲类技能，伤害高且有100%破甲效果，加上荆棘盾牌的固定破甲效果，我这打高物防 BOSS 能力，输出能力直接翻了好几倍啊！爽！李凡心情无比舒畅。有了荆棘盾牌跟切骨之刺的双破甲，如果重新遇到母银狼，他有信心20秒内把对方嘎了。最后一个战利品，低阶白银生命精华。李凡目光看向这件物品的作用说明。物品：低阶白银生命精华，敏捷。类型：特殊道具消耗品。作用：服用后自身永久增加30点敏捷。物品来源：母银狼掉落。果然是他。李凡眼睛眯了眯。无尽苍穹中，击杀黑铁阶位以上的 BOSS 模板生物，有一定概率掉落永久增加各种属性数值的生命精华。前世自己就主要通过这类特殊消耗品，才凭借着区区 B 级天赋，一路成长为全球战士职业综合实力排名前10。这一世，没想到这么快就爆出一个了。可惜我有 SSS 极光之祝福天赋，不缺敏捷属性。这块永久增加30点敏捷的低阶白银生命精华，对我自身的作用微乎其微。李凡想了想，心里就有了决定，不如跟金刚指虎一样，直接上架拍卖行吧。第19章，拍卖行竞价，疯狂的土豪们。李凡印象中，无尽苍穹开服前期举办了几个造神活动，其中第一个活动就是在各个主城的拍卖行中投入7本传说品质的技能书，让大家出价竞争，价高者得。玩家只能用游戏币参与竞价，而不能用现实货币。所以李凡想着要提前攒钱，别到时候一本技能书都买不起，那就难受了。30点敏捷的生命精华还是10小时拍卖吧，底价5金币，不设置一口价，到点后价高者得。金刚指虎也设置一样的拍卖规则，不过底价就1金币算了。虽然说金刚指虎是青铜品质武器，对目前玩家的战斗力加成比30点敏捷高多了，但是装备迟早有淘汰的一天，而增加的敏捷属性却是永久的，因此两者的价值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黑铁品质的战蓝小圆盾也卖了，其他乱七八糟的白板装也便宜出了。搞定完一切后，李凡感觉还不怎么困，于是又继续干了起来。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随着身上冒出一道白光，李凡的等级也成功提升到了 LV 10级。
再一次将升级的5点属性全部堆到力量上面后，李凡又将装备更新了下，以及把技能书切骨之刺学了。下线之前，他粗略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 10级227600，职业盾铠战士 ，HP 1120 ，MP 600，攻击物攻111，魔攻36，防御物防92，魔防114，属性力量94，敏捷4401，精神16，体力42，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47.81次每秒，最高移速107.82米每秒，称号无，天赋光之祝福，第一阶段 SSS 品质，攻速接近每秒50次，移速超过每秒100米，这都不比我前世 LV 200级的时候差多少了。SSS 级天赋就是爽。李凡心情美滋滋的下线，干了超过16个小时的李师傅终于睡觉了。而就在李凡进入梦乡时，整个 M4399 新手村都因为拍卖行上的低阶白银生命精华而轰动了。卧槽，这是什么啊？吃了永久加30点敏捷，无尽苍穹竟然有这种东西，打到他的人居然不自己吃还拿出来卖。来自母银狼掉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母银狼就是太岁神大佬干掉的那个 LV 10白银 BOSS。 牛逼，不愧是白银 BOSS 手杀大佬，连30点敏捷都看不上。30点敏捷按照敏捷与攻速转换来计算，相当于 0.3 的基础攻速啊，我攻速才 0.8， 好想得到它。升1级才能得到5个自由属性点，这东西相当于我升15级的收获。卧槽，这东西真他妈牛逼！同时拍卖的还有青铜品质德鲁伊武器，太岁神大佬是真的强啊！看到低阶白银生命精华的作用后，全村玩家们都沸腾了。现在比较能干的玩家等级都已经达到 LV 10级以上，但是大部分敏捷依旧是 LV 1级时候的10点以下。没办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家不是不明白敏捷属性的重要性，可是每升1级只得到5个自由属性点，而刷怪需要攻击力，攻击力不达标都破不了同等级普通怪的防御，所以绝大多数玩家前期都是全力量或者全精神加点的，否则攻速再快，打怪破不了防御，有个篮子用。只有极少数攻击力足够高的强者才会考虑增加一点点敏捷属性，也因此才显得生命精华这加30点的敏捷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毫不夸张地说，全村也就李凡看不上了，其他人哪怕花蝴蝶这种觉醒了 S 级天赋的高战力玩家，也会把这增加30点敏捷的生命精华当作宝贝。于是在这种人人都想要的氛围下，竞拍开始了。起始价5金币，很快就有人出到6金币，然后是7个金币、8个金币，到了中午价格已经涨到了90金币。而新手村村口10几个玩家正在疯狂喊着高价收金币。云顶经商1比2收铜币了，卖的速度1比 1.9 收铜币，量大 1.18 分。甘地玩家打金团队 奥氏群雄公会收金币1比 1.8， 先打钱后交易，老牌公会信誉有保障。凤凰公会1比 1.8 收金币，来者不拒，赚钱的速度了。开服到现在还不到48小时，游戏币与现实货币的比例非常高，不是每个人都像李凡那么变态。一个 LV 10级的普通玩家辛辛苦苦干上12个小时，差不多也就能打到10个银币左右，10银币也就是1000铜币。就在李凡将低阶白银生命精华上架前，比例差不多还是1比4铜。为了参加竞拍， M4399 新手村的土豪大佬们个个都使出了超能力，硬生生将铜币比例卷到了2倍多，并且还在继续向上涨。东西是李凡早上7点左右上架的，到了下午4点，价格已经被顶到了130枚金币，按照现在的比例，差不多相当于90万龙国币。仅仅只是为了30点敏捷而已，土豪们的举动完全称得上一掷千金了。而随着时间逐渐走到下午5点，距离物品拍卖10小时还剩下最后10分钟的时候，参与者更是逐渐疯狂。131金币，132金币，133金币，179金币，179金币，99银99铜币。价格在这个数字上停顿了下来。参与竞拍的大佬们似乎在考虑值不值得，也似乎在为最后的时间做准备。一直到距离拍卖时限还剩下最后3秒，突然停顿的价格骤然发生变化。倒数3秒，最高出价为190金0银0铜币。倒数2秒，最高出价为196金0银0铜币。倒数1秒，最高出价为200金0银0铜币。拍卖结束，交易成功。关注着这场竞拍的玩家们一片哗然。卧槽，太疯狂了！最后3秒，大佬们直接把价格从180金币顶到了200金币。大佬们太他妈有钱了！按照现在的金价比例，200金币相当于150万龙国币。卧槽，太岁神大佬一波暴富！最新消息，
出价200金币的势力为凤凰公会。原来是凤凰公会，难怪，这家可是老牌公会了。据说会长是个超有钱的白富美。第20章，凤凰公会的展望，天赋升级。新手村野外 LV13级赤炎之蛇的练级点。凤凰公会会长，一个大约26、7岁 ，ID 为紫霞仙子的御姐玩家，正在听着中年管家兼职副会长的汇报。大小姐，已经成功买到了低阶白银生命精华。等会给公会的首席弓箭手玩家大约翰可汗用，开荒团里就属他的输出最高。不说这件小事了，有太岁神的消息了吗？还没有。大小姐，你也是 S 级天赋，为什么还要那么看重他呢？紫霞仙子闻言忍不住摇了摇头。太岁神不简单，你也在论坛上看过太岁神击杀义薄云天那伙垃圾人的视频吧？我仔细研究过，当时太岁神的优势在于速度，但他的速度并不足以让他有单挑并战胜 LV10级白银 BOSS 的能力，所以我大胆推测，或许他的天赋属于成长类型。我有预感，他将来或许可以成为全游戏最强的玩家之一。新手村内有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机会，必须要尽可能将他拉到我们公会里。M4399新手村，所有人对太岁神3个 ID 都如雷贯耳，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太岁神的战力究竟怎样。之前李凡击杀义薄云天一伙人的视频在论坛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只是无尽苍穹的玩家太多了，这2天像李凡一样展现出远超普通玩家战力水平的玩家也有许多，因此论坛上关于他的讨论热度不大，观众们的目光也很快就被各种新帖子吸引过去了。不过这其中并不包括凤凰公会。作为家里有矿并立志在无尽苍穹中将公会推到全球前10的紫霞仙子，在现实世界中就花了重金组建工作室，以及聘请了数名游戏分析师。因此紫霞仙子虽然没亲自遇到过李凡，却在视频录像中看到李凡的表现。低阶白银生命精华这种好东西都拿出来卖，所以太岁神极有可能是没有队友的独行侠玩家。想办法接触他，如果可能的话，年薪1000万底薪加分成，招聘他进入我们公会。紫霞仙子对管家副会长说道。管家副会长忍不住有些咂舌。大小姐，年薪1000万底薪是不是太多了？要知道我们工作是顶级打工人大约翰可汗的工资，年薪也不过才500万而已啊。不，1000万我还觉得低了呢。如果太岁神真的有 S 级以上成长类型天赋的话，5000万底薪我也可以付。我家老头子几千亿的家产，就我一个独生女，别再替我心疼钱。是。面对自家大小姐有钱任性的态度，管家副会长又能说什么呢？生命精华卖了200金，金刚指虎卖了66金币，不错，这村土豪不少啊。一上线，李凡背包里就多了266金币，心情美滋滋的。接下来又是即将展开无限刷变异灰狼的一天日常。当然，首先要做的还是抢地盘上其他玩家的怪，霸占这片练级区。不好，幽灵又出现了！传言是真的，这里果然有幽灵。幽灵是 BOSS 部，速度太快了，看不清啊！惹不起，溜了！快跑啊！我亲眼看见幽灵砍人了。驱逐效果很显著，不出半小时，变异灰狼刷新区就基本上见不到第2个玩家了。每秒100米移动速度不是摆设。如果说昨天还有玩家能模糊的看清李凡身影的话，那么今天玩家们只感觉一道人形黑影如闪电般出现又消失，过程中撞死了大家正在刷的变异灰狼。再加上李凡遇见红明就砍的举动，被误以为是随机砍人，因此没人再敢待在这里。接下来就可以安心刷怪做任务了。李凡嘀咕一句，开始枯燥的干变异灰狼。高输出加变态的速度加巨怪光环，让李凡的刷怪效率比昨天高了太多了，尤其是巨怪光环更是头号功臣。经过过去2天的摸索，李凡发现每头变异灰狼死亡后大概需要10分钟才能刷新出来。幽暗密林地图大概同时最多存在120头灰狼。变异灰狼属于一种喜欢当老六的怪，经常蹲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再加上地图大、怪物分散严重，以及有树木、乱石等对行动路线和视野的阻隔的原因，因此前2天李凡根本没办法做到理论上10分钟干掉120头的极限效率，最多只能做到10分钟20头左右，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找怪的过程中。而今天随着移速相比昨天的大幅度增加，本来就是找怪过程缩短了，诅咒光环的出现更是让李凡有了全新玩法。一开始他还选择先绕着地图跑个800米半径的圆形，利用母银狼给的800米范围仇恨光环巨怪，然后等狼群都过来了再一波清完，接着继续拉怪。但是很快李凡拉了几波后又更新了打法，因为变异灰狼的速度太慢了，这种拉怪过程需要放缓自己的速度，以防止怪距离太远脱离了仇恨。这种玩法下，李凡发现自己平均10分钟左右时间大概可以干掉45头变异灰狼。而李凡更新后的新打法则是化繁为简，他会跑个1-2千米站在原地不动，
等附近当老六的狼因为巨怪光环而主动冒出头，然后他就一一冲过去将其瞬秒。这种玩法下，他发现自己平均10分钟左右时间，大概可以干掉70头变异灰狼，1小时就是420头，10个小时就是4200头。按照每天干16个小时来计算，那就是6720头啊！感谢母银狼老铁送来的光环福利，爽！最多明天我就能成功干掉1万头变异灰狼，完成隐藏任务的第2环要求了。李凡心情大好，一时间看着变异灰狼的千篇一律的大脑袋，竟然也觉得有些可爱了起来。时间不知不觉来到第2天，也就是现实时间9月24号下午。李凡照常一觉睡醒后，继续马不停蹄地上线干变异灰狼。而就在他刷了3-4个小时后，琢磨着自己最多再过1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时，没想到更大的惊喜提前出现了。系统提示：你已累计击杀1万头生物，天赋光之祝福自动升级至第2阶段。第21章，蟑螂族公敌称号，黄金阶位银狼前来复仇。差点忘了 ，SSS 级天赋只要杀1万个怪就能升级到第2阶段。让我康，这第2阶段出现了什么变化？李凡两眼放光的看向全新版本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级天赋。1. 你的基础敏捷属性增加1500点。2. 你每击杀一个小怪，自身至少永久增加2点敏捷，击杀怪物实力越高，则奖励的敏捷点数也越高。但作为代价，你击杀 LV 20级以下的生物不再获得敏捷点数。3. 你每次攻击成功时附带1%敏捷属性数值的真实伤害。天赋成长至下一阶段进度，击杀 LV 20级及以上生物数量0 10万。备注 SSS 级唯一天赋，总共10个成长阶段，努力吧少年。SSS 级天赋果然牛逼。看着天赋全新效果，李凡沉默了良久，饶是他这个重生者也不由得震惊了。第1条效果给的基础敏捷属性也就不多说了，相比第2条效果就是9牛1毛而已。击杀一头 LV 20级及以上的怪，永久增加2点敏捷，跟第1阶段相比，成长率直接翻倍了呀！而最重要的是，随着天赋升级出现的第3条全新属性，我现在敏捷属性是 1.1 万，每次攻击附带110点真实伤害。按照我现在攻速每秒110次多次来说，1秒大约 1.2 万真实伤害。卧槽，哪怕现在冒出来个黄金 BOSS， 也顶不住我10秒全力输出啊！李凡惊呆了，要知道，这才是第2阶段的天赋效果，后面还有8个阶段呢。等到第10阶段会怎样？李凡已经不敢想了，怕不是异域魔神也能秒杀呀！爽！李凡兴奋的大叫一声。虽然天赋升级后，现在在击杀变异灰狼已经不再获得敏捷点数了，但是未来有更大的前途在等着自己。赶紧做完战士之心奖励的隐藏任务，然后赶紧升到20级去主城继续刷敏捷点。李凡干劲十足，天赋升级后刷变异灰狼的效率更高了。以前是10次平 A 才能干掉一头，现在则是1剑残血2剑必杀。系统提示：你已经击杀，你获得了110点经验值，等级过高 45% 经验惩罚。系统提示：你已击杀略。经过昨天通宵爆肝后，李凡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 LV 15级。没办法，刷怪基数摆在这呢，即便有经验值惩罚，升级也很快。而且李凡的技能也该升级都升级了，没地方消耗。还有最后100出头，马上就要脱离苦海了。李凡精神一振，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2进度已经来到9894-10000，最多再过5分钟，进度条就满了。然而就在李凡又瞬秒一头变异灰狼后，突然面板上出现了新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的变异灰狼累计超过1万，你获得隐藏成就奖励狼族公敌称号。提示：由于你屠戮了1万头变异灰狼，引起幽暗密林区域银狼王的注意，银狼王 LV 15级黄金生物即将来此地巡视，请你小心。加上隐藏任务第1环的内容，正好刷了1万只变异灰狼。有称号，不错。黄金 BOSS 来了，来得好。李凡精神一振，首先看了一眼隐藏成就奖励的称号属性。狼族公敌称号，血量加1000，你对所有狼族生物产生威压效果，与狼族生物作战时，你的伤害增加 10%。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狼族生物的特殊称号。1000点血量，李凡倒是不怎么看重，但有了它，接下来自己对付银狼王更轻松了。李凡心情美滋滋的，现在就等着银狼王自己上门送福利了。果然，没多久，一头银色毛发的孤狼出现在李凡视线中。物种：银狼王，等级 LV 15黄金生物，属性65000-65000 HP 648点物攻，599点魔攻，240点物防，250点魔防。技能：银狼王是黄金 BOSS， 属性比同等级白银 BOSS 强1整倍，
攻防都很高。如果是天赋升级之前，看到这头银狼王的属性，李凡大概率会选择转身就跑。开玩笑，自己现在用的主武器单手剑还是从皮皮猪 BOSS 爆出来的黑铁品质金铁剑呢。自己的武功才100点出头，攻击都破不了银狼王的防御，这还打个篮子？虽然无尽苍穹世界里玩家说即使破不了 BOSS 防御，攻击也能强制打出一点伤害，但银狼王有65000点血，考虑到对方的自动回血能力以及说不定就有的回血类技能，自己磨死他之前，剑肯定要先一步因为没耐久而报废的。没有长剑，用拳头打可以倒是可以，拳头也是武器嘛，只是1寸短1寸险，万一自己一个不留神被对方攻击到了呢？自己这小身板可扛不住几下。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天赋升级，每次攻击附带100多真实伤害，你银狼王过来，那就是来给我送福利的。杀！李凡率先冲向银狼王，11000多点敏捷让他的最高移动速度超过每秒240米，已经超过音速的2/3。这种档次的移动速度在李凡前世普遍都是 LV 100级以上的玩家才能拥有的，别说区 LV 15级黄金 BOSS 了，哪怕是 LV 史诗 BOSS 爆种，估计也要差李凡一点。刷刷刷刷刷，先下手为强。李凡趁着战斗开始前银狼王没时腰准备，给自己上了个幻影之舞攻速 buff， 上去就绕到对方屁股捅了几十剑。-233，弱点伤害。-233，-233，-116，不到 0.5 秒的时间，大约50道数字从银狼王的脑袋上空腾空而起。银狼王跟前天主动来找李凡麻烦的母银狼一样，局部受到严重伤害后立即用尾巴护住，因此李凡后面30几次攻击没打出弱点伤害，但是这 0.5 秒时间就已经打掉银狼王大约7000点生命值。哦！受到剧痛的银狼王向后一跳，与此同时，红色光芒从他身上突然闪现出来，这是释放了某种技能。李凡见状不敢大意，自己的身板太脆了，秉持着谨慎态度，他没有贪输出，一个抽身直接退到100米开外，而这个决定让他接下来无比庆幸。第22章激战银狼王，李凡的爆炸输出。战斗信息：你被银狼王 LV 15黄金生物技能黄金血脉震慑命中，你损失699点 HP， 并进入3秒的眩晕状态。大范围魔法控制加伤害技能，一个技能就干掉李凡大约2/5的血量，可见银狼王的伤害之高。最主要的是控制效果，如果不是刚才李凡抽身暴退的速度够快，3秒眩晕时间足够让银狼王干掉2个他了。大意了，我的输出虽然很高，但是身板脆，目前也没有解控类技能与装备，必须要谨慎点。李凡暗暗提高警惕。说起来，这还是他重生以来进入无尽苍穹世界受到的第一次伤害，以前都是他打别人，从来没人能打到他，这也给李凡提了个醒。好在3秒的眩晕时间，银狼王刚冲到李凡面前，控制时间就结束了。继续输出，一旦情况不对劲，立马全力退开。打定了主意，从眩晕状态中醒来的李凡立即砍向银狼王。不过相比刚才，这一次李凡在输出的同时，精神高度集中观看银狼王的反应，他也不追求打到银狼王眼睛、腹部2个弱点部位了，反正即使不打弱点伤害，自己的输出也已经足够了，完全不用着急，以保命为主。猥琐的打法让李凡觉得自己给盾铠战士这个职业丢脸了，但没办法，谁让自己的天赋加的是敏捷而不是体力呢？如果是体力，那现在就该跟银狼王战撸了，这都是命啊！刷刷刷，剑光飞舞，即使李凡不再全力输出，但银狼王的血量也在飞快下滑着，下滑效率大概每秒减少3000到4000之间。银狼王总共也就65000的血，那顶得住李凡这么暴躁的输出呢？很快，他的血量就下降到70%以下，并再次仰天长嚎了一嗓子。嗷呜！当银狼王刚抬头的时候，李凡就已经开始转身跑了。银狼王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他人已经在200米开外。果不其然，李凡面板上又出现了相关提示信息。战斗信息：银狼王 LV 15黄金生物释放技能黄金血脉震慑，你远离了技能范围之外，没受到任何影响。战斗信息：银狼王 LV 15黄金生物释放技能血气弹命中，你远离了技能范围之外，没受到任何影响。这一次，银狼王不只是释放了刚才的控制加伤害技能，还张嘴从口中吐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红色能量球。只可惜他的技能在谨慎的李凡面前只有表演效果，实用效果为零。只要我退得够远，你就打不中我，哈哈哈！李凡得意地笑了笑。等银狼王的技能血气弹落地之后，他才又冲向了对方。紧接着又是一通刷刷刷，-116，-116，-116，密集的数字腾空而起。银狼王急得不行，不断调整身位想反击这个可恶的人类。
只是无论他怎么调整，此人就在自己的身后。银狼王无能狂怒下，没过多久，发现随着自己伤势加重，又有一个新技能可以使用了。银狼王血量下降到 50%。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释放技能黄金血脉震慑未命中，略。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释放技能精神压制未命中，略。BOSS 血量下滑的太快。如果是普通玩家面对银狼王，那么对方技能释放时机不是根据血量，而是时间，比如每隔20-30秒就会放一次黄金血脉震慑等，道理就像是玩家的技能冷却。但是李凡的输出太高了，银狼王技能等不了冷却，直接根据 BOSS 模板规则，血量下滑到某个百分比线上，一些旧技能强行重置 CD， 新技能也可以激活使用。李凡不知道银狼王这个精神压制属于什么样的技能，控制还是输出类型？如果是输出类型的话，又是瞬间伤害类还是持续伤害类型呢？这一点战斗信息上没有具体显示，他只能根据自己的肉眼来观察。随着银狼王释放出来精神压制这道技能，一道肉眼可见的波纹从空气中出现，以银狼王为中心点迅速向外扩散。李凡出于谨慎的态度，立即又退了200多米，反正对他来说也就是1秒奔跑的时间而已。果然这一招很有效果，银狼王释放技能形成的空气波纹直到扩散了近300米才消失不见。这个技能范围很大啊，可惜还是打不中我。李凡嘿嘿一笑，再次冲向银狼王。而这个时候让他意外的是，银狼王竟然不想着跟自己打，而是转身逃跑了。我擦，短时间内打出太高的输出，导致 BOSS 害怕了想跑。我差点忘记了，无尽苍穹世界里黄金阶位以上的 BOSS 就是这么有智慧，可惜在我面前不是你想跑就能跑得掉的。李凡愣了一下后，速度不减地追了上去。2秒后，他出现在银狼王身边，举剑就砍，刷刷刷，剑光闪烁。又过了大约6-7秒的时间，银狼王血量下降到 30%。嗷呜！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释放技能黄金血脉震慑未命中。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激活技能低级魔法传送阵。10秒后，3只母银狼 LV10 白银生物即将从传送阵中出现，协助他作战。我遇到的几头狼族 BOSS 好像都有这种召唤小弟的技能。银狼王，你这是觉得自己给我送福利不够，还把3个老婆叫过来一起组团送？哈哈！200多米外，看到战斗信息中的内容，李凡再次冲向银狼王，但是这回他不急着输出了。银狼王血量还剩下 30%， 不着急，李凡决定先把他召唤的3个老婆打死再说。免费送上门的白银 BOSS， 不要白不要。提示：你已击杀母银狼 LV10 白银生物，你获得略乘3。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物品略。LV15 级银狼王都被李凡打得抱头鼠窜， LV10 级白银 BOSS 母银狼在李凡面前跟变异灰狼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到半分钟时间，3头母银狼全部被他砍死。当李凡捡起 BOSS 掉落的一件白银品质上衣防具后，他眼前一亮。银狼王，你确定你老婆是来帮倒忙的吗？第23章黄金 BOSS 首杀再遇花蝴蝶。3头白银 BOSS 母银狼给李凡贡献了3件白银、2件青铜装备以及数枚银币，其中3件白银装备分别为1件防具上衣、1个牧师的武器权杖以及刺客的武器匕首，而2件青铜装备则为防具上衣加首饰戒指。这5件装备中有2件李凡自己现在就能用得上的，就是白银上衣防具跟青铜戒指。装备：光明铠甲，耐久100，品质白银，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10级以上。属性1 HP 加800，物防加60，魔防加56，体力加35。属性2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少 12%。属性3生命值低于 30% 时，自身双防加20点。属性4进化，可解除自身受到的控制，技能冷却时间300秒。装备：狼牙戒指，品质青铜，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10级以上。属性1 MPE 加280，敏捷加13。属性2攻击速度正 5%。完美品级的白银上衣有4条属性，尤其是装备附带的主动技能，给我对付银狼王增加了很多容错率啊。青铜戒指也不错，跟前2天爆出来的狼牙项链一样，都增加攻速的。美中不足的是它只有普通品级，将就着用吧。李凡喜滋滋的将这件上衣跟戒指穿戴到装备栏里，紧接着又回到砍银狼王的正事上。就这一会，银狼王已经跑到1000米开外了。不过双方的移动速度不是一个档次的，他逃不出李凡的手掌心。大约10秒时间出头，李凡就再次出现在银狼王身后。刷刷刷！
负117，负117，负117。狼牙戒指增加的敏捷，刚好让李凡的敏捷属性突破11600点，因此每次攻击附带的真实伤害就从原本的115变成了116，多打出来的一点伤害属于误攻未破防的强制一点输出，伤害变化不大，但戒指5%攻速的提升还是很可观的。以李凡现在输出基本全靠平 A 的操作，多出5%的攻速，相当于整体输出也涨了5%。战斗中，银狼王依旧拿李凡毫无办法，打不过又逃不掉，于是银狼王的血量很快就下滑到10%以下了。嗷呜！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释放技能黄金血脉震慑，你远离了技能范围之外，没受到任何影响。战斗信息：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释放技能狂暴，防御减少20%，攻击力、攻速、移速增加30%，其他技能冷却时间大幅度减少，并免疫控制。该状态将持续到战斗结束为止。200米外，看着银狼王激活了狂暴技能，李凡神色逐渐凝重了一些。银狼王给自己增加攻击力和减少防御力，对他而言区别不大。反正就算减防20%，自己输出也基本全靠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反之也一样。银狼王速度加30%也别想打中自己，免疫控制技能也无所谓，反正自己也没有控制技能。而让李凡警惕的就是暴走状态下，银狼王的其他技能冷却时间将大幅度缩减，只剩下最后10%血量了。稳一点，千万不要贪输出。李凡默默给自己一句劝告，然后便继续与银狼王激战起来。与此同时，距离他与银狼王战斗不远处的地方，一群人正在快速接近中。杀！臭娘们敢抢我们 BOSS， 兄弟们，砍死他！别跑，乖乖留下受死！幽暗密林边缘区域，花蝴蝶神色紧张地逃跑着，在他身后大约有30个玩家正紧追不舍。听着身后的叫骂声，花蝴蝶心里憋屈的不行。就在半个小时前，他在单挑一头 LV14级青铜 BOSS 的时候， BOSS 进入残血，突然一名隐身的刺客玩家出来想偷袭他。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前2天花蝴蝶因为刷 LV6级青铜 BOSS 银狼护卫被抢了，自己也死了一次，因此这回花蝴蝶的警惕性很高。那个刺客玩家刚出来时，他就第一时间发现了，然后一个闪现术拉开范围，回头一发重力球技能将其秒杀。这2个技能是他隐藏职业时空法师的自带的技能，再加上 S 级天赋，每次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数翻10倍，因此 LV15 级精神属性超过600点的花蝴蝶秒杀一个脆皮刺客玩家，不是很正常吗？杀了也就杀了，花蝴蝶那时也没放在心上。可万万没想到，被他击杀的刺客玩家身份不一般，是傲视群雄公会会长的小舅子。在 M4399 新手村，傲视群雄公会可是与凤凰公会并驾齐驱第2大公会势力之一。虽然新手村内还有义薄云天等其他老牌公会的成员，但是他们都属于各自公会的普通成员，只有傲视群雄与凤凰2家公会的核心成员出生在 M4399 新手村。傲视群雄公会属于在游戏界名声很大的老牌公会了，核心成员有500多人。据说这500多人中的大多数都会长傲视帝皇创办的工作室内打工，属于职业玩家。自己作为一个散人玩家，却遭到傲视群雄30多号人追杀，花蝴蝶憋屈的不行。他的情况跟李凡有些类似，输出巨高，但是身板巨脆。李凡的速度快可以变相弥补劣势，而花蝴蝶可没办法，一旦被身后人追到，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可恶，明明是那个叫傲视云之子的刺客玩家先对我动手，我才反杀他的。傲视群雄公会的人真不讲道理，真可恶啊！蓝量要不够了，没办法释放闪现术拉开距离了。妈蛋，想砍老娘？老娘跟你们同归于尽！把你们带到变异灰狼刷新点。你们这群人里有不少红名，敢追吗？那里可是有会砍红名的恐怖幽灵的。花蝴蝶一咬牙，用剩余不多的蓝量，一个闪现术窜出100多米，成功踏入变异灰狼的地盘。而就在他刚落地时，突然看到让他无比震惊的一幕，一个他有些熟悉的玩家，此时刚好一剑将一头银色毛发的巨狼砍死。而随后出现的公告中显示，这个 BOSS 竟然是黄金阶位。第24章全村公告：霸道的云之子。全村公告：玩家太岁神 LV15 级盾铠战士击杀了银狼王 LV15 级黄金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全村公告：玩家太岁神 LV15 级盾铠战士击杀了银狼王 LV15 级黄金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全村公告略。全村公告连续出现3次，花蝴蝶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遇到仇家太岁神，更没想到太岁神正好拿下全村黄金 BOSS 的首杀。而与此同时，一直追杀花蝴蝶的傲视群雄公会玩家们也到达了这里，他们也愣住了。卧槽，
LV15级黄金 BOSS 首杀，有没有搞错？劳兹是傲视群雄公会骨干成员，结果刚刚做到勉强单挑 LV15级小怪，这个太岁神居然把黄金 BOSS 都干掉了！卧槽，太岁神！快看，太岁神就在前面，他在捡黄金 BOSS 的物品。众人激动了，其中领头的傲视云之子更是在看到李凡捡取银狼王掉落的战利品后，眼睛都直了。而当他看到战利品中有一个匕首外形的武器时，内心突然升腾起巨大的贪婪。黄金 BOSS 首杀必定掉落黄金品质装备或技能书，那个匕首很有可能就是黄金品质的匕首。李凡整天单机不知道，但云之子却经常逛无尽苍穹游戏论坛，很清楚目前全服玩家都没有黄金品质装备，也就是说李凡捡起那把匕首就是目前全服唯一的黄金匕首。自己的职业正好又是刺客，如果拿到它，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就是全服第一刺客玩家呢？想到这里，云之子再也按捺不住，太岁神，把黄金品质匕首交给我，否则我们傲视群雄公会就会把你杀到0级。云之子气势汹汹地喊道。在他看来，太岁神再强也就是一个玩家而已，而自己这边傲视群雄公会可是核心成员就有500个人的一流公会，等到主城时，公会规模随随便便就能超过1万个玩家。你太岁神是很强，但是你敢跟我们傲视群雄公会为敌吗？云之子之所以会这样想，主要也是习惯了。作为会长傲视帝皇的小舅子，他在公会里地位超然，养成了横行霸道的性子，所以第一时间就想通过人多势众逼迫李凡交出 BOSS 战利品。现场其他傲视群雄公会的人在听到云之子的话后，只有一小部分人略微骚乱，因为前2天首杀白银 BOSS 的原因，会长傲视帝皇特意吩咐大家遇到太岁神后要赶紧禀报他。这些人觉得自家会长肯定是想教好太岁神，云之子此时面对太岁神的态度让他们很不解，但是大部分都对云之子的话一脸认同。傲视群雄公会核心成员500多个，为什么只有30来号人追杀花蝴蝶？还不因为这些人跟云之子一样都属于一丘之貉，所以云之子的话也是他们的心里话。你太岁神是强，但是在我们傲视群雄公会面前有资格横？听话，乖乖交出 BOSS 战利品吧你。另一边，李凡在听到云之子的话后，忍不住认真地问道：你是傻逼吗？不是傻逼，怎么敢这样对自己说话的呀？黄金 BOSS 银狼王的尸体还没消失呢，你们难不成觉得自己比银狼王还要厉害？而听到李凡的反问后，云之子脸色当即憋得通红。操，敬酒不吃吃头包，兄弟们，砍死他！连那个叫花蝴蝶的臭女人一起干掉，曝光他们的装备。云之子一声令下，现场傲视群雄公会的30来号玩家立即向前逼近。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大家都这样做了，自己不跟着不太好啊。只是下一秒，这些人就后悔了。幽灵，太岁神就是幽灵，别杀我，呀！李凡不动手则已，一动手雷厉风行，身影如闪电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几次，不出20秒，现场所有傲视群雄的成员都被他送回了复活点。由于这群人中1半以上都是红名状态，这杀光了，李凡罪恶值没增加1点，地面上还爆出了10几件装备，不过都是一些白板垃圾装备而已，李凡都懒得捡。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有空欣赏击杀银狼王的收获。首先是全村首杀奖励，不错，白银 BOSS 首杀奖励20个自由属性点，而黄金 BOSS 银狼王的首杀奖励则有60个自由属性点，全部堆到力量上去。BOSS 首杀奖励跟 BOSS 的阶位以及等级有关，当初母银狼是 LV10级白银 BOSS， 因此首杀奖励为等级乘阶位，青铜开始计算，青铜 BOSS 乘1白银乘2黄金乘4暗金乘8，以此类推，因此是10乘以2等于20点。而银狼王是 LV15级黄金 BOSS， 因此自由属性点为15乘以4等于60点。这就跟武侠小说里的人经过激战后战斗力暴涨的道理一样， BOSS 首杀可遇不可求，奖励多一点也很合理吧。李凡美滋滋的将60点属性全部堆到力量上，接着又看向银狼王首杀的第2个奖励，击杀经验值以及掉落的装备、技能书等战利品。提示：你击杀了银狼王 LV15 黄金生物，你获得15万点经验值。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16。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物品装备银血剑黄金品质，燃血法杖黄金品质，银狼腰带白银品质，技能书快速愈合黄金品质，特殊道具低阶黄金生命精华体质李天花的遗言，以及4金19银66铜，3件黄金品质战利品，1件白银，2个特殊道具。不得不说，银狼王的爆帅真的很高。李凡兴高采烈地开始一一查看战利品的具体信息，首先看的就是单手剑武器银血剑，
金铁剑已经用得够久了，终于可以更新了。这一看，李凡眼睛不由得都瞪大了。第25章，黄金装备最新面板，装备银血剑，耐久200，品质黄金，品级精良，使用需求 LV 15级以上持剑类职业。属性1，悟功加121，魔功加109，力量加40，精神加32。属性2，永不磨损。属性3，造成伤害的 5% 回复自身血量。属性4，拔刀斩，释放时对自身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次快速斩击，伤害为自身悟功的 500%， 且对敌人造成持续5秒的高级流血效果，持续时间内敌人每秒损失 1% 生命值，技能冷却时间300秒。这把银血剑的属性让李凡忍不住心花怒放。攻击力什么的倒是无所谓，锦上添花而已，自己有 SSS 级天赋在，就不可能缺输出。主要就是这个属性2的永不磨损效果，就跟李凡印象中古早游戏《梦幻西游》里面的装备词条类似。永不磨损意味着这把武器不管怎么用，都将不会减少一点耐久。这个属性对李凡来说太实用了。虽然他有锻造术副职业技能可以修理装备，可是修理装备需要消耗材料，装备越高，修理所花的材料就越多，而且还需要带大量矿石，很麻烦。有了银血剑，自己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5% 吸血不错，即使我大意被 BOSS 打中了，只要没秒掉，我就能一直通过吸血让血量回满。主动技能也很实用，小 AOE 技能且附带高级流血特效。李凡将银血剑拿在手里，脸上乐开了花。紧接着他看向其余装备。装备燃血法杖，耐久200，品质黄金，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 15级以上持法杖类职业。属性1，悟功加60，魔功加149，精神加48。属性2，精神正 7%。属性3，主动技能 CD 减少 10%。属性4，燃血，释放时对自身2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一次魔法攻击，伤害为自身魔功的 550%， 且对敌人造成持续5秒的高级灼烧效果，持续时间内敌人每秒损失 1% 生命值，技能冷却时间300秒。装备银狼腰带，耐久140，品质白银，品级精良，使用需求 LV 15级以上。属性1， HP 加450，物防加28，魔防加27，体力加20。属性2， HP 1000。属性3，战斗时每隔60秒回复自身500点生命值。燃血法杖的属性比银血剑还要好一些，毕竟一个是精良，一个是卓越，品级不同。这把法杖绝对是现在法师的最好武器，没有之一。上架拍卖行，等过2天再看吧，先不急。腰带不错，自己用了。李凡将燃血法杖收回背包，又将银狼腰带佩戴在身上，然后他又看向了 BOSS 掉落的一本技能书。技能书快速愈合，品质黄金，学习要求 LV 15级以上牧师类职业。LV1 主动效果，指定一名队友，瞬间使其血量恢复500加最大 HP 15%，释放技能时消耗100点 MP， 冷却时间40秒。很强的治愈系技能，估计能卖个好价钱。不过跟之前打到的那本技能书勇气祝福一样，李凡不打算将它卖掉。这是辅助类技能，将来自己遇到合适的辅助队友，给队友学，到时候享受技能效果的还不是自己。最后让我再康康这2个特殊道具是什么。李凡查看背包里的2件特殊道具。物品低阶黄金生命精华，体质类型特殊道具消耗品，作用服用后自身永久增加100点敏捷。物品来源银狼王掉落。物品李天花的遗信，类型特殊道具，作用一封信交给天耀城的帝国传奇剑客李长生，他将会给你丰厚的奖励。提示你使用低阶黄金生命精华，体质你的体质加100。这次的生命精华是加体质的，好东西，李凡直接自己用了。咦，这个李天花的遗信居然要我去找李长生？李凡惊讶了。李长生是高级 NPC， 拥有传奇阶位的剑士，属于 NPC 阵营里的一流高手。前世李凡也跟李长生打过几十次照面，只不过当时他是跟大多数普通玩家一样去接日常任务，以及尝试能否触发特殊任务。李长生的忧虑，这个特殊任务李凡记得很清楚，李长生对所有玩家都处于开放状态，任务奖励未知，但是无尽苍穹开服了10年，直到李凡死亡时也没听说过有谁成功接到这个任务。难道这个李天花的遗信就是从李长生那接取特殊任务的任务道具？李天花、李长生都是姓李，说不定真的是这样。李凡将特殊道具李天花的遗信收好，
期待将来传送到天耀城后能起到大作用。然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全新个人面板信息，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16级，32/22万，职业盾铠战士 ，HP 4390 ，MP 1205，攻击物攻341，魔攻169，防御物防290，魔防281，属性力量220，敏捷11602，精神60，体力186，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132.83次每秒，最高移速266.24米每秒，称号狼族公敌，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栏银血剑、黄金品质单手剑、荆棘盾牌、白银品质盾牌、银狼腰带、白银品质腰部防具、光明铠甲、白银上装防具略。技能列表 LV5 盾挡 LV5 重斩初级锻造术 LV4 盾反 LV3 幻影之舞。这面板是 LV16级玩家拥有的吗？我特么自己看着都害怕。李凡摇了摇头，重生后的自己真的是刚开服就起飞了。原本以为是独档重玩的游戏，没想到自己连挂都开上了。一个字，爽。正在他对自己面板啧啧称奇的时候，另一边一直活着的花蝴蝶终于忍不住开口了：“那个，你不砍我的吗？”李凡瞥了他一眼，摇摇头道：“别傻了，大姐，我不杀女人，你走吧。”第26章花蝴蝶的志气，傲视帝皇的应对方案。花蝴蝶的志气，傲视帝皇的应对方案。什么？你不砍女人？你在逗我笑吗？花蝴蝶瞪大眼睛，这人怎么能这么无耻呢？自己的第一次可就是被他拿下的，现在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别误会。李凡也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话里有问题，于是又解释道：“我确实不砍女人，但抢 BOSS 的时候例外。”李凡现在的心情很好，因此不介意浪费点时间斗一下跟花蝴蝶。在他看来，自己前世被花蝴蝶杀一次的仇已经报了，恩怨已清，因此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无故砍对方。你脸皮真厚！花蝴蝶没好气地白了李凡一眼，似乎也看出李凡心情不错的他胆子大了起来。他又问道：“你砍了那么多傲视群雄公会的人，你就不怕他们报复吗？他们在 M4399 新手村里有500多号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李凡则露出不屑的表情。我需要怕？花蝴蝶愣了一下，仔细想想，李凡好像还真不怕呀。毕竟以他刚才展现出来速度，冠绝全服了，速度快，想跑想打都能掌握主动权。傲视群雄500人一起来，又能把李凡怎样呢？而李凡的输出也明显很高，刚才砍翻傲视群雄30多号人，大约只花了半分钟。这样算下来，1秒一个，真的是离谱。不过，你不怕我怕呀。花蝴蝶眼珠子一转，说道：“不管怎么样，你这次救了我，也算抵消前2天砍我的仇恨了，恩怨一笔勾销。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我看你实力还不错，我也比普通玩家厉害，要不加个好友，以后一起组队练级吧。”花蝴蝶心里起了跟李凡组队的心思。他一个脆皮法师，有没有李凡那样的速度，面对傲视群雄的针对很被动。而李凡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征服了他，因此想着跟李凡一起组队升级，顺便让对方变相保护自己。再说了，人多力量大，2个人一起总比1个人单机好吧。只可惜他的想法被李凡果断拒绝了。加好友可以，但是组队？不好意思，我时间紧张，不会带人练级。李凡觉得花蝴蝶算是一个潜力不错的玩家，将来自己组建团队工会势力的时候，可以考虑将其吸收为自己人。虽然他不清楚前世的花蝴蝶是怎么从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的，但这一世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到时候自己也许可以帮他一把。如果不那么麻烦的话，李凡愿意在他身上花点时间。不带人练级？你的意思是我在你眼里是累赘？花蝴蝶眼睛都瞪圆了。我一个超强隐藏职业的时空法师，还有强大的 S 级天赋，你觉得我是累赘？你怎么想的呀？花蝴蝶的表情很不忿。要是李凡用习惯一个人之类的借口拒绝自己还好说，这不带人练级真的是太看不起自己了。而对此，李凡则是耸了耸肩，笑了笑，没有回答，但胜似回答。花蝴蝶破防了，你好友申请发过去了，但是组队的话以后有空再说吧，先这样，我还有事先走了。只可惜李凡没有与他争辩什么的兴趣，话音落下就脚底抹油溜了。可恶！花蝴蝶气得原地跺脚，哼，竟然小看我！太岁神，你等着，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忘把李凡的好友申请同意了，然后看着好友列表中唯一的好友太岁神，他的嘴角却不由得挂起一丝微笑，不知道在想什么。
M4399新手村副本广场，这里是进入 LV20级前唯一一个公开副本蜘蛛洞穴试炼的出入点。玩家在副本广场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激活的副本列表功能进入副本内挑战。此时，傲视帝皇刚刚带领开荒队通关普通难度，就收到一个坏消息，自己的小舅子居然被自己看中的散人玩家太岁神给击杀了，并且是一群人去帮小舅子追杀一个法师玩家的过程中，巧遇到太岁神手杀黄金 BOSS， 被对方一言不合全部干掉了。太岁神那家伙就是个杀人为乐的疯子，没错，他就是幽暗密林的幽灵。这2天死在他手底下的玩家没有100也有80了。云之子好心想跟他买装备，结果他直接把我们都嘎了。会长，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但是要小心，太岁神很强，我都没看清他的动作，他就把我秒杀了，复仇一事得从长计议。听着小舅子与跟他一样刚复活的玩家议论，傲视帝皇的眉头不由得深深的皱起来。他是很看重太岁神的，想把他挖到自己公会。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没跟太岁神见面呢，小弟们就被干掉了30多个，这梁子结大了。傲视帝皇知道自己小舅子是个惹事精，以前惹到的事情有自己帮忙善后，倒是也无伤大雅。这次太岁神击杀他与跟随他的30多个公会核心成员，原因很可能也在于他主动挑事。小舅子一行人此时的控诉或许只是添油加醋的说法而已，但是傲视帝皇不想深究，不仅是因为看在自己漂亮老婆的面子上，更是因为不管事情是不是自己小舅子挑起来的，太岁神击杀自己30个小弟这事情却是事实。作为公会会长，自己可是有义务罩着小弟们的，否则谁还服气自己这个会长呢？这件事我知道了，你们不用再说，向太岁神复仇的事情我会处理。傲视帝皇想了想，一句话打发了小舅子等人，然后转头打开好友列表，找到一个 ID 为刺客盟联络园林4的好友，发起私聊。M4399新手村追杀一个疑似 S 级天赋以上敏捷超高的玩家，这单接不接？等待了一会，对方回话了，可以，击杀一次得20W 龙国币，没问题，把对方杀到0级，我再额外给你10万奖励。老板爽快，对方 ID 是谁？太岁神。不好意思，刚才价格报错了，太岁神是另外的价格，得加钱。行。一番讨价还价后，傲视帝皇满意了，接下来就看赫赫有名的刺客盟杀手什么时候给自己传来好消息了。第27章 LV20级才能完成的任务第3环。提示：你已成功提交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2。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5枚金币，5万经验值。提示：铁匠莫林惊讶你出色的任务效率，决定将奖励你的青铜装备更换为白银品质的玄铁大剑，白银，以及追加奖励魔法面具、特殊道具、高地人、青铜技能书。提示：你已经自动接取新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中。新手村铁匠铺门口，看着系统提示信息，李凡惊讶了。他想过自己任务完成的太快，铁匠会像第1环任务那样给额外奖励，但是没想到这次的额外奖励这么丰厚。白银装备玄铁大剑就不说了，这件装备是双手武器，盾铠战士这种只能使用单手剑的用不了，李凡只能把它卖钱。而魔法面具与高地人技能书则都是他能用上的好东西。物品：魔法面具。类型：时装、特殊道具。作用：无属性，穿戴到装扮栏中，可激活技能伪装，可通过设置更改自己的 ID 与面部特征以及装备外形颜色。伪装效果对高于你 LV10级以上的目标失效。技能书：绝境怒气。品质：青铜。学习要求： LV10级以上，战士牧师类职业。LV1主动效果：释放后，在接下来60秒内，当自己与附近队友的受到致死伤害时，将激活 HP 强制不低于1点的增益 buff， 效果持续时间10秒，释放技能时消耗200点 MP， 冷却时间300秒。无尽苍穹中有时装类道具的，类似古早游戏毒奶粉的时装类道具。不过，无尽苍穹中的时装绝大多数都是无属性，只起到装饰外观作用而已。这个魔法面具来得很及时，随着自己名气越来越大，想抱大腿的，想邀请自己加入势力的事情必然会越来越多，伪装 ID 与外观可以起到减少很多麻烦的作用。而这个绝境怒气，普通战士玩家的神技啊！李凡很惊喜，有了这本技能书，自己未来面对高战力 BOSS 时候，容错率大幅度增加。技能符合学习要求，他当即对着技能书两手一拍。随着技能书消失， LV1级绝境怒气的技能也出现在他的技能列表中。可惜升到 LV20级才能去做莫林的复仇中任务。李凡打开任务列表，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中。任务内容：经过前2次的试炼，莫林已经彻底相信你的能力，接下来
莫林请求你完成他为女儿复仇的终极想法，通关狼族祭坛 LV20 隐藏副本。任务期限15天，任务人数要求1至10人，成功奖励若干金币与经验，黄金装备1件，自选部位后莫林打造，特殊道具战士之心。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备注：副本狼族祭坛的入场钥匙已经自动发放到你背包内，请注意，副本难度极高，升到 LV20 级之后访客进入，并建议组齐队友后再进行挑战。物品：副本钥匙，狼族祭坛。类型：消耗品、特殊道具。耐久10%。用途：进入隐藏副本狼族祭坛的特殊道具，可随时随地使用，每次使用消耗1点耐久。任务最后一环是要求通关一个隐藏副本。无尽苍穹中，副本分为隐藏副本与公开副本。公开副本很少 ，LV50级以下只有4个公开副本，任何人只要等级达到了就可以去挑战。而隐藏副本则跟隐藏任务类似，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能遇到。遇到隐藏副本的概率这么低，奖励也自然也比公开副本丰厚得多。因此，对于这个狼族祭坛，李凡很期待。LV20级才可以进入狼族祭坛副本。接下来就先去刷刷 LV15级公开副本蜘蛛洞穴的试炼吧，顺便把手通奖励拿下。想到这，李凡转身离开了铁匠铺，前往新手村副本广场。很快，他就达到了目的地。随着开服时间来到第4天，已经有很多玩家升到了 LV15级以上。副本广场这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玩家。LV15级魔宫80点高端法师求组队，1800点血牛战士求组，拉怪技术好，操作强，值得信赖的前排 T 求靠谱队伍收留。T 与 DPS 已经组起，来2个奶量大的牧师，8等于2。收金1比 1.9 铜币，量大的来。LV16级蜈蚣110点超强弓箭手带队，速度来人，要求靠谱点的，争取今天能通关简单难度的蜘蛛洞穴试炼。作为无尽苍穹中的第一个副本，玩家对蜘蛛洞穴试炼很感兴趣。刷副本可比刷野怪方便多了，首先省去了寻找合适练级点的时间，然后又免去刷野怪可能被人砍的风险。总之，几乎每个升到 LV15级的玩家都会来这里尝试组队挑战副本。听着人群的议论声，李凡感到很亲切。曾几何时，他也是求组队人群中的一员。重来一世，今非昔比了呀！蜘蛛洞穴试炼副本是游戏中第一个公开副本，又被称为启蒙副本、无尽苍穹。为了让玩家适应团队配合，游戏规则强制要求必须组满10个人才能进去这个副本。后续的副本倒是不会卡这么死。问题来了，我是要拿手通奖励的，去哪找9个队友呢？哎，有了！李凡的目光忽然看到一群男女性各有一半的队伍，他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不算熟，但有过几次会面的假货 ，ID 为紫霞仙子的御姐战士玩家。这不是凤凰公会的会长吗？前世凤凰公会可都属于守护人类阵营的正常人，会长紫霞仙子更是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战士。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人尽皆知的氪佬，非常有钱。不如我把这手通的9个名额卖给他们算了。想到这里，李凡忍不住咧嘴笑了。他仿佛看到了大量金币在向自己招手。第28章，震惊的凤凰公会成员交易。副本广场上，10几个穿着闪耀着翠绿色与银白色光芒装备的玩家在人群中异常醒目，他们互相交流着，不时有谈笑声传到周围玩家耳朵里。已经把困难模式1号 BOSS 的血量打到 10% 以下了，加油！今天很有可能拿下困难模式手通。我刚刚打听过，傲视群雄那边的开荒队才把打到困难模式的1号 BOSS 打到 50% 就团灭了，我们的进度领先他们不少。这多亏了会长的英明领导，会长太强了。嘻，刚才打小怪爆出一把 LV15青铜长弓，本姑娘瞄准射击，正式宣布成为本公会首席弓箭手玩家，大家没有意见吧？是首席没错，但你的输出还没有会长 30% 呢，还需继续努力啊！扎心了老妹，会长可是有 S 级天赋剑术大师，技能攻击力增强10倍呢，咋能比吗？嘻，本姑娘是牧师，跟着会长混就行了，不追求输出，舒服。谈笑声传到周围玩家的耳朵里，众人纷纷对他们投去羡慕的眼神。凤凰公会的开荒队啊，这副本进度真的太强了。S 级天赋，那真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好天赋，羡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M4399 新手村的蜘蛛洞穴试炼困难手通，今天应该就会被这群玩家拿下了吧？在散人玩家羡慕的眼神中，10几名凤凰开荒队的玩家也很享受，很得意。突然，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与众不同的声音传到开荒队耳中：凤凰公会的各位，有兴趣从我这买手通名额吗？手通名额？买？一行人闻声惊讶地扭头看去，只见不知何时，一个拿着盾牌与长剑的玩家出现在大家身边。你是谁？你能带我们手通？
开什么玩笑？瞄准射击皱着眉头，认为对面这个 ID 叫武松的玩家在哗众取宠，目的在于吸引自己公会姐妹们的注意力。这种手段太低级了，让他不由得心生反感。而现场的其他队友也纷纷对武松投去鄙夷的目光，只有紫霞仙子看着对方手里的盾牌与单手剑，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抱歉，我忘记去除伪装了。众女注视下，只见名叫武松的玩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下一秒他的 ID 就变了，并且变成了让在场众人全都如雷贯耳的3个字：太岁神呀！太岁神，你是太岁神？卧槽，老娘终于找到你了！紫霞仙子、瞄准射击等一行人全都震惊了，而周围的其他玩家们也都立即看了过来。什么？太岁神出现了？太岁神在哪里？大佬，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啊，带我吧大佬。哪呢？没看到太岁神啊，只有一个叫武松的错逼男。没错，李凡在跟凤凰公会开荒队的人亮明 ID 后，又迅速用魔法面具将 ID 重新伪装成武松。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附近大量普通玩家的骚扰，一点小手段，总之你们知道我是谁就行。李凡对紫霞仙子等人解释完，接着又谈起了刚才的话题。蜘蛛洞穴试炼副本英雄难度以上的手通会出现全服公告，各位美女感兴趣不？9个名额，你们出钱，我带你们拿。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众女一定以为对方是在说着拙劣的玩笑。但是太岁神，人的影术的名，作为刚刚拿下黄金 BOSS 首杀不久的他，在众女心中已经属于无尽苍穹，实力最顶尖一小批玩家之一了。紫霞仙子万万没想到，自己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太岁神后，他居然为了向自己卖手通名额，这也能卖的吗？不过既然有这种要求，说明对方不是很富裕啊。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紫霞仙子没有回答李凡的问题，而是直接开口招揽：太岁，武松，终于遇到你了，年薪3000万起步，线下签约，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紫霞仙子直接对李凡发动了超能力，而李凡的选择却是：我拒绝。再过90多天，异域魔物入侵，到时候钱就是废纸了，他疯了才会去当对方的打工仔。看着紫霞仙子还要开口，李凡赶紧抢先说道：这事不用再谈了，我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公会，也不会加入现实世界的工作室。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副本手通名额这个交易吧，你们要不要？不要我就去找别人了。紫霞仙子叹了口气，对方拒绝之意很坚定啊，既然连手通名额都卖，又愿意不线下签约拿上千万的工资，真是一个奇怪的男人。很好，来人，你成功勾引起老娘的好奇心，我们感兴趣，你打算怎么交易？短短几句交谈，紫霞仙子看出李凡属于比较珍惜时间的那一类人，于是顺着话题说下去：这个我也没想到，等通关后你们看着给吧。李凡挠了挠头，卖手通队伍名额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做，不知道该定什么价格合适，而且关键是时间太久了，他不记得蜘蛛洞穴试炼全服手通的奖励是什么，所以不好定价。相信你们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毕竟以后的副本我们可以继续合作。面对李凡透出以后还有合作的意思，紫霞仙子会意地点点头：可以，没问题。但先说好，副本内爆出的装备等战利品怎么分？这个问题李凡也早就想好了，所有产出都是我的，但你们可以优先用金币买。而在听到他的回答后，现场众人都炸开了锅。你是在开玩笑吧？全都是你的，那还要我们干嘛？你一个人刷就好了呀，过分了呀。我承认你太岁神很强，但是你能一个人单刷英雄级副本吗？否则你凭什么拿走所有副本战利品？瞄准射击等人全都对李凡怒目而视，哪怕是紫霞仙子也忍不住面露愠色。在他看来，李凡口中卖给自己公会的手通队伍名额，其实是他当主力，自己与队友们当辅助，大家合力通关副本。所以你一开口就是拿走所有副本掉落物品，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然而李凡下一句就让紫霞仙子等人闭嘴了。我想你们还没弄懂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你们只需要出9个打酱油的而已，所以战利品都归我不是很正常吗？第29章噩梦难度。凤凰公会众人的质疑与震惊。开什么玩笑，口气这么大，你先把个人面板属性亮给我们看看。副本每天限制进入5次，团灭的话还有1小时虚弱惩罚，你是收了傲视群雄的钱故意来害我们，想拖我们副本进度的吧？听到李凡的话，现场凤凰开荒队的成员们反应更激烈了。以己夺人，他们连困难模式1号 BOSS 都还没打过去，根本不相信李凡能做到自己一人带9个酱油拿下英雄难度的副本手通。是，我们承认你太岁神是很强，但是不可能强的那么离谱吧？我们可是凤凰开荒队的成员，毫不夸张地说，属于无尽苍穹实力顶尖的玩家了。我们这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一个人能做到，
开什么玩笑呢你？大家别说了，我愿意相信武松。一片质疑声音中，紫霞仙子淡淡的开口道：“老板，他明显就在戏耍我们，你怎么能相信他呢？”开荒队中的玩家大约翰可汗急了，他是开荒队3名男性玩家之一，更是其中实力最强的那个。在李凡出现后，他就隐隐显露出敌意，这或许是因为同性相斥。大约翰可汗在凤凰开荒队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本来因为紫霞仙子的话而停下的质疑声再次出现。另一边，李凡却感觉不耐烦了：“你们一伙人到底谁做主？同样的话我不想再重复第3遍了，首通名额你们要不要吧？别浪费时间。”这笔交易属于是临时起意，李凡抱着能赚一点是一点的心思，好为几天后的一次游戏活动做准备，但他可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时间。实在不行，自己组9个散人玩家算了。你们不是不相信吗？到时候看到首通公告别后悔就行。我相信你。紫霞仙子看出李凡的不耐烦，再次说道，接着转头看向队友武松兄弟，自己也会进入副本，消耗副本次数，死亡惩罚他也会承受，所以我不觉得他会故意害我们。另外，大约翰可汗你闭嘴，这里我做主，你不是不相信吗？那你这次就别上车了，瞄准射击，77、佩奇，你们8个再加上我，武松兄弟，首通名额我们要了，你开队伍吧。听到这话，李凡脸上才重新露出了笑意，早点这么干脆多好，时间宝贵啊。很快他就与紫霞仙子等人组好了新队伍。进入副本前，大约翰可汗脸色阴沉地看着李凡好一会儿，又叹息着对紫霞仙子说道：“老板，你会后悔的。”大约翰可汗，我才是会长。紫霞仙子觉得大约翰可汗有点出格了，我给你开那么高工资，不是让你来对我指手画脚的，注意你的身份。我也是好心体。大约翰可汗神色一变，刚想解释什么，但李凡已经彻底不耐烦了。你压谁啊？爷哪有空听你在这废话。于是他国选择副本难度，率队进入副本了。10个人瞬间消失在副本广场上。提示：队长选择进入蜘蛛洞穴试炼噩梦模式。提示：噩梦模式下，副本限时60分钟，超出时间判定挑战失败。提示：通关要求为击杀蜘蛛领主 LV19级传奇生物。提示：噩梦模式下，挑战副本过程中如玩家死亡，则在队伍通关后免除死亡惩罚，如队伍未通关，则死亡玩家将得到虚弱10小时的惩罚。警告：噩梦模式下，副本空气中蕴含微量毒素，所有挑战者每秒损失3点 HP。 副本死亡惩罚比野外死亡惩罚轻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玩家都喜欢刷副本的重要原因之一。蜘蛛洞穴试炼作为无尽苍穹的启蒙级副本，一共有6种难度：简单、普通、困难、英雄、深渊、噩梦。李凡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上来直接选择最高难度。而与此同时，队伍内紫霞仙子等凤凰公会开荒队成员们则在看完各自面板上出现的一系列提示信息后，一个个嘴唇都哆嗦了。噩梦模式，困难模式下团灭也就虚弱1小时，噩梦居然是10个小时，我们上了黑车，每秒掉3滴血，老娘一个脆皮法师，总血量也就才1000点出头，这难度太高了。呜，不是说好的英雄模式吗？怎么会变成噩梦模式？太岁神，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传奇 BOSS， 完了，我们现阶段不可能打过这种层次的 BOSS。太岁神，我们需要一个解释。包括紫霞仙子在内，凤凰开荒队的9个人都慌了神。面对他们的质疑，李凡则神色淡定地反问了一句：谁说我要打英雄模式的？当时我说的可是英雄模式首通有全服公告，但是我想打的一直都是噩梦模式。紫霞仙子一脸将信将疑，噩梦模式？难道你也有信心凭一己之力带我们通关？面对这个问题，李凡的回答则是：我理解大家的质疑，不过你们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跟在我的身后，你们只需要打扫战场就行了。话音落下，李凡人已如离弦之箭般向副本内部奔去。在紫霞仙子、瞄准射击等人的眼中，他整个人忽然变成了一道黑色的闪电，那速度看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卧槽，太岁神人呢？跑去打怪了？我的天，他那是什么速度啊？你们看见没？快告诉我，不是我眼睛出现了幻觉。我曾听说过太岁神的天赋是增加攻速移速方面，现在一看果然如此，只是这也太他妈离谱了吧！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众人这是第一次看到李凡展现出能力非凡的一面。虽然通过他手杀白银 BOSS、黄金 BOSS， 大家都知道他很强，但是现在一看才知道这哪里是很强，分明是强的离谱啊！第30章紫霞仙子一行人的猜测。蜘蛛洞穴试炼，顾名思义，整个副本就在一个洞窟环境里面，只是这个洞窟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大，
也更宽阔。洞窟深处有好几个岔路口，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型地下迷宫。不过副本起点只有一条通道，玩家暂时不用担心自己会迷路。李凡在全速前进后，没过几秒就遇到了第一波副本怪物。这是一种名为巨型蜘蛛与小蜘蛛的群体生物，最低实力都是 LV16级青铜阶位。巨型蜘蛛比较笨重，大概有半人高，会吐出范围很大的蛛网束缚玩家。而小蜘蛛只有篮球大小，血少防低，也没有蛛网类的控制技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攻击力高，速度也很迅捷。第一波巨型蜘蛛与小蜘蛛差不多有30多个，两种蜘蛛配合作战，地窟环境又没什么放风筝空间，对付起来非常棘手。不过在李凡面前，他们显然还不够看的。区 LV16级青铜而已，抬手可灭。李凡微微一笑，主动冲去蜘蛛群内，抬手就是频率快到离谱的普攻，刷刷刷刷刷，负320，负320，负646，弱点伤害，负320。巨型蜘蛛与小蜘蛛的防御比起银狼王差远了，李凡每次凭 A 都能打出300多的伤害，如果打中弱点部位，伤害更是能超过600。哪怕是笨重的巨型蜘蛛，血量也就6000点而已。李凡的攻速1秒130多次，蜘蛛们哪里能顶得住啊？只是一个照面，就有7、8个蜘蛛被李凡秒杀。提示：你击杀了小蜘蛛 LV16青铜生物，你获得1000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10人，组队加成100%。提示：你击杀了巨型蜘蛛 LV16青铜生物，你获得1050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10人，组队加成100%。提示：你击杀了无尽苍穹，就是这点不好，组队刷怪经验值必定是所有队员评分的。好在有组队加成，以及除了蜘蛛洞穴试炼这个启蒙副本，其他等级更高的公开副本几乎不会限制玩家进入人数，李凡完全可以单刷。当然，到时候是不是要单刷还得看情况，说不定在那之前自己遇到合适的辅助队友了呢。李凡不介意牺牲点经验值培养队友，毕竟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言归正传，副本内这第一波小怪很快就被李凡一秒杀了。由于需要走位躲蛛网技能和稍微绕点路将他们逐一击杀，李凡花费了差不多20秒才结束战斗。而直到他将蜘蛛们爆出的战利品粗略看完一遍之后，紫霞仙子、瞄准射击等人才姗姗来迟。副本怪的爆率低于野怪，副本收益主要靠通关后的结算奖励。这波蜘蛛怪一共爆出了10件青铜装备，2本青铜技能书，可惜我都用不上。白板就不计算了，每件青铜装备10金币，技能书20金币。紫霞仙子，你要不要？公会那么多人，自己又有钱，青铜装备他怎么可能不收呢？10金一件青铜装备算是比较优惠的市场价了，20金币一本青铜技能书的价格也不算贵，因此紫霞仙子下意识地点点头。要，那好，装备你们先捡着，等打完后再一起结算。快点打扫一下，然后继续跟着我。李凡话音落下，身影已经再次向副本深处窜去。而直到这时，凤凰公会开荒队的人才终于回过神来。发生了什么事？看组队信息啊！不愧是噩梦难度，小怪都是青铜阶位，而且第一波就足足有35头。这是重点吗？重点是35头 LV16级青铜 BOSS， 这么点时间就被太岁神干掉了呀！震惊老娘一整年！困难模式下，老一 BOSS 也是 LV16级青铜，虽然当时他有10几个普通跟黑铁小 BOSS 护卫，但我们这多人先前都没干掉他，而太岁神大佬一个人花了10来秒就干掉了35头 LV16青铜 BOSS， 这还是人吗？原来我们刚才那么小丑，竟然质疑太岁神的实力，现在想想好丢人。太岁神的实力太强大了，他究竟怎么做到的？紫霞仙子、瞄准射击等人被李凡的表现征服了，人比人气死人。他们一群人使出浑身解数，先前都没打过困难模式的一个青铜 BOSS， 而李凡却一个人做到10来秒干掉35头，差距真的犹如天堑。前期影响玩家战力的几乎只有天赋，太岁神的天赋或许不只是 S 级那么简单，也许是更好的 SS 级，甚至是 SSS 级。紫霞仙子突然凝重地说道。此言一出，其余人顿时轰动了。SSS 级？不会吧，官方资料不是显示这种品级的天赋平均50亿人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的吗？太岁神这么苟拖？我觉得会长姐姐说的对，否则我根本想不出来太岁神为什么这么强。我倒是觉得可能性很低，也许太岁神有什么特殊的机遇，即便不是 SSS 级天赋，也应该属于 SS 级，那也是一中无一的天赋。而且我们安排在傲视群雄公会的人说，太岁神就是这2天幽暗密林中的幽灵，他为什么连着刷2-3天 LV6级变异灰狼？我估计很可能去做什么隐藏任务了，他现在这么强也是因为拿到隐藏任务的奖励。不管那些了，
咱们趁着现在跟太岁神打好关系才是正事。对，先打好关系。会长姐姐，你赶紧发挥你的魅力，拿下太岁神吧。嘻，我想一直抱大腿。紫霞仙子愣了愣，然后蹙起眉头，一副很不悦的样子，转移话题道：别再聊了，捡好装备后我们快点跟上去，别到时候我们打扫战场都比不上太岁神杀怪快，那就丢人了。以李凡的实力，对付跟自己等级差不多的青铜白银 BOSS 太简单了。很快，副本内第2波小怪、第3波小怪、第4波小怪便被他一一清掉。可惜爆出的装备与技能书全都没有一个能入他眼的，都被打包卖给了紫霞仙子。第4波小怪清完后，众人便来到副本1号 BOSS 的巢穴。第31章 LV 18级黄金 BOSS 爆裂蜘蛛碾压，物种剧毒蜘蛛，等级 LV 18级黄金生物，属性72000 72000 HP 615点物攻666点魔攻260点物防274点魔防。技能 LV 18级黄金 BOSS 剧毒蜘蛛，它就是噩梦模式下蜘蛛洞穴试炼副本的1号 BOSS， 比李凡对付的银狼王属性更强一些，毕竟等级高出2级。而在剧毒蜘蛛旁边还有4头 LV 17级白银 BOSS 巨型蜘蛛精英，以及20只左右的巨型蜘蛛与小蜘蛛。正常情况下，玩家对付它先要想办法清掉附近的青铜与白银蜘蛛，否则打过的难度太高了。不过对李凡而言显然不需要那么麻烦，他的选择是直接上去就猛，刷320负320负646，弱点伤害。系统提示：你已经击杀略。敏捷高真的是为所欲为。李凡的实力在这里完全属于碾压层次的，一个照面就轻松秒杀一小波青铜蜘蛛，哪怕白银小 BOSS 在他面前也顶不住1秒。一边躲避着蜘蛛们各种攻击与蛛网技能，一边找机会用力输出，不出2分钟，李凡就将现场除了剧毒蜘蛛外的其他怪都干掉了。接下来就是与剧毒蜘蛛的单挑过程。战斗信息：剧毒蜘蛛 LV 17黄金生物，激活技能巨型蛛网，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剧毒蜘蛛 LV 17黄金生物，激活技能毒物，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剧毒蜘蛛 LV 17黄金生物，激活技能毒液喷射，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剧毒蜘蛛 LV 17黄金生物，激活技能剧毒之环，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略。剧毒蜘蛛魔攻比物攻要高一些，一般这种情况下意味着 BOSS 偏向法系类型。剧毒蜘蛛的每个技能几乎都是大范围 AOE 伤害，以他的面板，估计全服 99.99% 的玩家都扛不住任何一道技能。可惜在李凡面前都是无用功。与剧毒蜘蛛的单挑战斗过程就跟他对付银狼王的过程一样，谨慎，不贪输出，一看情况不对劲就及时撤退，远离 BOSS 200米开外。可怜剧毒蜘蛛一身 AOE 技能，但是根本摸不到李凡。这种情况下，他的结局也已经注定了。提示：你已击杀了剧毒蜘蛛 LV 17黄金生物，你获得34000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10人，组队加成 100%。提示：你已经捡起 BOSS 掉落装备暴风十字弩，黄金品质，剧毒耳环，黄金品质，技能书剧毒之环，白银品质。顺利干掉 BOSS 后，李凡捡起 BOSS 掉落的战利品。暴风十字弩属于弓箭手主武器，基础面板很高，还有增加 11% 攻速的被动以及追踪剑技能的主动效果，属性非常可观。而技能书剧毒之环属于刚才剧毒蜘蛛释放的技能之一，限制法师类型职业使用，技能效果为 LV 1级，以子身为中心点，释放半径15米的圆形毒环魔法，对击中的敌人造成 450% 魔法伤害，并且附加每秒30点魔法伤害的中毒效果，持续5秒。这本技能书属于当前法师玩家梦寐以求的 AOE 输出技能，李凡本来也想着将其一并处理给紫霞仙子的，但不知为何突然想到了花蝴蝶，鬼使神差的将这本技能书收了起来。至于剧毒耳环，装备剧毒耳环，品质黄金，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 16级以上，属性1精神加58，敏捷加30，体力加20，属性2攻击有 10% 概率对敌人施加每秒5点魔法伤害的中毒效果，效果持续6秒，最多叠加4层。属性3对中毒效果的敌人伤害增加 8%。属性4对中毒效果的敌人有 5% 吸血效果。属性5剧毒之源释放后，使自身接下来12秒内的每次攻击必定造成中毒效果，使敌人受到每秒受到100点真实伤害，最多叠加3层，并对敌人施加 50% 的减少血量恢复效果。技能冷却时间300秒。完美品级的黄金品质耳环，多出一个属性词条，价值堪比同等级暗金。属性2的被动效果一般般，
这点伤害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但属性3可太香了，相当于整体输出增加了 8%。属性4也可有可无，而属性5的主动技能每秒最多300点真实伤害吗？将就吧，不过 50% 的减治疗效果可太有用了，在挑战一些有高回复 BOSS 的时候能产生奇效。李凡美滋滋的将剧毒耳环装备到自己身上，与此同时，他转过头看向随着 BOSS 死亡后来到自己身边的紫霞仙子等人，将手里黄金品质的暴风十字弩递给对方。其余战利品老价格，这件黄金十字弩收你150枚金币，没问题吧？李凡说这话的时候，又将装备属性图鉴发到组队界面。看着暴风十字弩的属性，紫霞仙子等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嘶，这基础武功133点，还加了55点力量，23点敏捷，可怕！我的青铜长弓45点的武功面板，在这把长弓面前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主动技能剑雨也很强啊，大范围 AAOE 输出技能太强了。话说，太岁神大佬刚才单挑剧毒蜘蛛的过程太帅了，大佬来我们公会吧，我可以帮你暖床哦。不够的话，我可以蛊惑会长姐姐一起帮你暖床。太岁神大佬居然这也愿意出售给我们的吗？好，太好了，会长姐姐，买它，把它交给我使用，以后奴家就是您的女仆了。自诩为凤凰公会首席弓箭手的瞄准射击，在看到这件暴风十字弩后，整个人激动的面色通红，抱着紫霞仙子的大腿就不松手。这把黄金十字弩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终极武器啊！第32章 LV19 暗金 BOSS 无惊无险。这么好的装备，紫霞仙子肯定是要的，毕竟她是富婆，不缺钱，钱能买到的东西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她没有那么多金币啊。龙国币行部，紫霞仙子问李凡。不行，就要金币。李凡的回答也很干脆，加上39件青铜，7件白银装备与技能书，我都欠你600金币了，没金币收啊。紫霞仙子很无奈，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超能力失效了。不过李凡的态度很大方，知道你没那么多金币，先记着账，以后每天还一点。你这是要当我债主啊？紫霞仙子哭笑不得，自己居然有一天成为欠债的一方了。她很希望李凡能改变心意，收现实世界的货币，可惜李凡不可能答应这个条件，非要收金币，你就不怕我欠债不还？紫霞仙子好奇地问道。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李凡歪着脑袋看了他一眼，嘴角挂起意味不明的笑意。别闹了，你是聪明人，相信你不会做出这么危险的举动。紫霞仙子深吸一口气，虽然自己刚才的问题只是开玩笑，但李凡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自己敢赖账，怕是他会来砍自己与工会的成员们吧？这个男人一点都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吗？太无情了。不过我喜欢。由于家庭的原因，紫霞仙子这么多年来遇到的年轻男人几乎每个都对自己唯唯诺诺，哪怕一些能与自己谈笑风生的，实际上那也只是表面的淡定而已。难得遇到李凡这种强大冷静又危险的男人，他感觉很符合自己口味。放心吧，我回头就加大收金力度，一天收个300-500金币应该不成问题，到时候每天都还给你一部分。李凡满意地点点头，其实这就是他想见到的一幕。把 M4399 新手村金币收刮的差不多了，等过几天活动开始时，到时候自己肯定能得到至少1本技能书。无尽苍穹的第一次游戏活动具体哪一天开，李凡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开服前1周内，算算时间也就盛世3天左右。那时候玩家应该普遍还进入主城，土豪玩家很难做到跨村收金，想参加竞拍，那就看谁在自己的新手村内收刮足够多的金币了。所以李凡希望紫霞仙子能加大收购 M4399 新手村金币的力度，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攒钱参加活动，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杜绝村内出现自己的竞争者。整个新手村内的金币总量都是有限的，增加的很慢。如果自己的财富占据全村 50% 以上，村子里谁能跟自己竞争？外面村子里的土豪们又不知道无尽苍穹有拍卖技能书活动，到时候他们临时凑金币，可竞争不过自己这个早有准备的人。这个计划完美，李凡心里默默给自己点个赞。等凤凰公会的人打扫完战场后，一行人继续向副本深处进军。期间遇到了2个3岔路口，由于李凡对蜘蛛洞穴试炼副本太熟悉了，毕竟是他前世刷的第一个副本，印象很深刻，因此没有走错路。提示：你已击杀略。打完副本第一个关卡 BOSS 后，李凡又刷了3波青铜白银阶位的小怪，然后在副本时间5分35秒的时候，顺利来到第2个关卡 BOSS 巢穴内。出现在李凡眼前的是一头体型超过3米的巨型蜘蛛 BOSS， 浑身布满黑白色的不规则条纹，8条长腿，每一条的长度都超过6米，并且有锋利的锯齿状骨骼。LV18级暗金 BOSS 爆裂蜘蛛，物种爆裂蜘蛛，等级 LV18级暗金生物，属性18万 HP，1280点武功
1033点魔攻，490点物防魔防。技能：暗金阶位的爆裂蜘蛛，基础属性差不多是剧毒蜘蛛的2倍。18万血，490点双防，足以让现阶段所有玩家绝望。哪怕有黄金品质单手剑的李凡，攻击力也破不了他的防御，物理伤害只能造成强制的1点输出。而其高达1280点的物攻，意味着现阶段绝大多数人都扛不住他的1次伤害。好在我的输出可以靠真实伤害，不怕他防御高。他伤害高，我不让他打到我不就行了？不知道他的技能是什么样子的，希望能给我来点挑战性。李凡看着爆裂蜘蛛，情绪逐渐有些兴奋起来。之前一直碾压着刷怪，虽然很爽，但是就跟劣质网页游戏一刀999的体验有什么区别？一开始有些兴奋，但很快就无聊了。于是刷怪就是重复的机械劳动而已。哪怕是黄金 BOSS 银狼王、剧毒蜘蛛，也没让他感觉有什么难度。李凡渴望能出现让自己感觉有难度、打起来有激情的 BOSS。眼前这头暗金阶位的爆裂蜘蛛，他希望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让自己有肾上腺急速分泌的刺激体验。提示：你已击杀了爆裂蜘蛛 LV 18级暗金生物，已获得68000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10人，组队加成100%。系统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 17。提示：你已经捡起 BOSS 掉落装备圆月匕首，暗金品质，暴风十字弩，黄金品质，技能书诸神黄昏，暗金品质，29金20银24铜币。暗金 BOSS 就这，还不算过瘾啊！副本时间6分41秒，看着面板上出现的一系列提示信息，李凡咂了咂嘴巴。有一说一，这头爆裂蜘蛛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之前的剧毒蜘蛛强多了。它属于笨重的肉坦类型 BOSS， 血高防高，近战技能强悍，能打能抗，还有回血类型技能。只可惜这种 BOSS 正好是李凡克制的类型，战斗过程没什么好说的。李凡一直利用移速优势待在对方攻击不到的背后，然后该砍就砍，遇到大范围技能躲开就行了。虽然耗时比剧毒蜘蛛多了一段时间，不过整个过程整体上也算是无惊无险吧。就像是李小龙与小鬼子相扑选手进行无规则作战，后者体型是前者的数倍，力量也高，可惜根本不可能打中李小龙。要说唯一让李凡有些过瘾的，就是战斗过程中他全程没有任何失误。很多时候玩家与高输出 BOSS 激战，考验的就是会不会有失误，如果走位一个失误，很容易就被 BOSS 秒杀。第33章传奇 BOSS 开局就放大招，我的天，那可是 LV 19级的暗金 BOSS 啊！太岁神大佬打起来竟然也游刃有余，太强了，实在是太牛逼了。可笑我们之前还质疑太岁神大佬，现在想想真的是小丑啊！快看 BOSS 要被打死了！哇，好高的经验，我升级了。我看到 BOSS 掉落了一把暗金匕首，我是刺客，我想要，会长姐姐去买给我吧，我七七愿意免费给你打工3年。紫霞仙子一行9人就在不远处观看李凡单挑爆裂蜘蛛，这种层次的战斗，他们看得眼花缭乱，想帮忙都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下手。而且李凡可是一开始就说了，让大家捡装备就行，谁知道去帮忙会不会惹得他不开心呢？毕竟高人都是有个古怪脾气的嘛。他们围观着，震惊着，感慨着，然后 BOSS 死亡后才匆匆走了上来。一行人刚靠近，李凡就将暴风十字弩、圆月匕首扔给紫霞仙子，这2件收你400金币不过分吧？暴风十字弩是之前打剧毒蜘蛛时就获得过的黄金装备，属性与上一把几乎一样。而暗金品质圆月匕首的面板很高，足足有216点物攻，并且附带高额敏捷、力量属性以及一个500%物攻的圆月斩 AOE 主动技能，现阶段绝对是 TOP 1级别的匕首。不过他在李凡面前注定只是一件待出售的货物而已。又是一件暴风十字弩，可惜为什么不来个弓箭手的副武器箭筒呢？瞄准射击你过分了，都有一件黄金主手了，还想要黄金副武器？你考虑过我们这些还穿着青铜装备的队友吗？吸吸吸，吸你个头啊，不准吸！别再嫉妒老娘我了，快去围攻七七吧，他是队伍里的刺客，这把暗金匕首肯定要给他用了。ID 叫七七的玩家是个1.5米的萌妹子，此刻正瞪大眼睛看着圆月匕首的属性，口水都忍不住流下来了，继而整个人激动的手舞足蹈。会长姐姐爱你，太岁神大佬爱你么么哒。听到七七大胆的示爱，凤凰开荒队的其他姑娘们也忍不住起哄了。太岁神大佬我们也爱你，来我们公会吧。太岁神大佬你来我们公会，我可以当你女朋友哦，我可是有36D 呢，嘻嘻。我举报他36D 是虚构的，而本少女氢气球才是真正的童颜巨乳。太岁神蝈蝈选我选我。这一幕看得李凡是大开眼界，原来姑娘们胆子这么大的吗？自己前世吊死在苏云雨那棵树上，真的是眼瞎啊！可惜了，妹子们，哥注定是你们得不到的男人。
这一世，李凡终极目标就是在无尽苍穹开服100天，争分夺秒的发育变强，争取异域魔物入侵后第一时间将他们全部拦截在外。泡妹子，抱歉，本人没的时间。女人只会影响夜拔刀的速度。我们开荒队的姑娘们可个个都是小美女哦，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另一边，紫霞仙子趁机再次对李凡展开了拉拢计划。没兴趣，就知道你还会拒绝。紫霞仙子叹了口气，本来她也就是随口提一句而已，没指望李凡能改变主意。加上圆月匕首与暴风十字弩，我都欠你1000多金币了。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不答应跟我签约。以你的能力，想赚钱太容易了。李凡微微一笑，你明白就好，好好表现，以后我有生意了还来找你们合作。没事也可以来找我们玩啊。再说吧，先打副本3号 BOSS。闲聊时间差不多了，李凡主动结束了话题。BOSS 掉落的战利品中，2件装备已经被李凡卖掉了，剩余的一本技能书正好他符合学习要求，于是技能列表上便出现了一个新技能。主动技能诸神黄昏，暗精品质 LV1 主动效果，释放后自身将在接下来10秒内免疫任何控制，且物理魔法攻击力提高100点，释放技能时消耗20点 MP， 冷却时间90秒。备注：提升到 LV2 级需要10万经验值，且人物角色等级不得低于 LV23。一本 buff 类型的技能 ，LV1 级就有免疫控制加100点双攻，基础很高，值得当做主力 buff 学习。可惜这本技能书用在李凡身上有一点点不划算，主要是免疫控制 buff。不出意外的话，这2天他就能搞到隐藏任务奖励的战士之星了，所以并不需要这个能力。100点双攻倒是不错，打高难度 BOSS 时需要爆发时能用上。技多不压身，学都学了，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以后可以花点经验值给他升级，就当做是只有双攻的 buff 好了。另外加到 LV10级以上，说不定双攻加成会变成固定加100%比收益。李凡摇了摇头，不再纠结这个技能。接下来他就开始前往副本的最深处，也就是3号 BOSS LV19级传奇阶位生物蜘蛛领主所在巢穴了。2号 BOSS 与3号 BOSS 的巢穴很近，中间没有遇到小怪。副本时间7分20秒，李凡便踏入了蜘蛛领主的巢穴。一个全身遍布黑色、红色、金色不规则条纹的巨大蜘蛛出现在李凡视线内。出乎预料的是，蜘蛛领主的体型要比爆裂蜘蛛小1圈，高度只有2米左右。但是在李凡看来，这可不算什么好消息，因为 BOSS 的体型越小，往往意味着灵活。而当李凡环视一圈蜘蛛领主的巢穴大致地形后，神色更凝重了。这里是一个大约半径80米左右的圆形洞窟，洞窟高度约5到6米左右，地面上放眼望去，每隔1-2米就有一个小坑。仔细观察下，很多小坑里都有乳白色地蛛网。而进入巢穴之后，在玩家与 BOSS 有一方倒下前，副本规则是不能离开巢穴的。好消息是，巢穴内没有其他蜘蛛，只有蜘蛛领主。坏消息是，蜘蛛领主大概率是敏捷型 BOSS， 空间狭小，地形又有陷阱。李凡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想要的刺激战斗可能要来了。果不其然，正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查看 BOSS 属性呢， BOSS 就在主动发现他后，开局率先放了一个大招。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黄金生物，激活技能传奇之怒。第34章10人开局挂掉8个，传奇 BOSS 的名称后缀。一个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在空气中形成水波般的涟漪，从蜘蛛领主身上闪电般向外迅速扩散。冲击波所过之处，地面碎石飞扬，大地摇晃，范围大的似乎整个蜘蛛洞穴都在之内。李凡早在 BOSS 刚做出释放技能动作时，就已经警惕地往远处奔跑了，可没想到跑到巢穴边缘了，竟然还在蜘蛛领主的技能范围之内。好在他早有心理准备，前世的经验让他知道 BOSS 这个开局大技能只能想办法硬抗，躲远一点，只是因为距离 BOSS 越近承受的伤害就越高。盾挡只能格挡物理攻击，那么就盾反。战斗信息：你激活技能盾反，格挡成功，反弹蜘蛛领主1点魔法伤害，并且免疫传奇之怒 50% 伤害，你损失1220点生命值，你受到技能3秒禁锢效果。战斗信息：你激活上衣防具光明铠甲的技能进化，你解除了禁锢异常状态。BOSS 的伤害太高，盾反没办法免疫所有伤害，但总算扛下来了。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使用盾铠战士的防御技能抗伤害呢。好家伙，不愧是传奇 BOSS 啊！李凡自语的声音刚落下，面板提示信息中又刷新了。组队信息：你的队友瞄准射击已经死亡。组队信息：你的队友77已经死亡。组队信息：你的队友略。BOSS 开局一个技能，直接让不远处观望的9名凤凰开荒队成员当场挂掉了8个，只有防高血后的战士玩家紫霞仙子残血存活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天，我站在巢穴外面都被秒杀了，蜘蛛领主的伤害太高了吧！
我们居然连他面都没见到就死了！快看队伍内队员状态，太岁神大佬的血条也下降了将近1/4。进入副本这么久，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太岁神大佬吃了这么大的亏。太岁神大佬加油啊！凤凰开荒队的成员们震惊又紧张。死亡后，他们处于灵魂状态，倒是可以近距离观看李凡与蜘蛛领主的战斗了。而这时，随着李凡解开技能控制，当即主动冲向了蜘蛛领主。战斗正式打响，刷刷刷刷刷，密集的破空声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攻击造成破空声的不仅是李凡的长剑，还有蜘蛛领主那巨大的如同镰刀的8条腿。但好在李凡的速度明显比他快了许多。蜘蛛领主的攻击很密集，但是都被李凡一一躲过了。而迫于闪避，李凡的有效输出也比极限攻速少了很多。-117，-117，-124，-118，-118，蜘蛛领主的头顶冒出的数字连绵不绝。前2次攻击，李凡用平 A 尝试伤害，第3次攻击则是技能切骨之刺的伤害，第4次攻击则触发了剧毒耳环的10%中毒效果，第5次攻击则再次触发了剧毒耳环对中毒目标增加8%伤害后的平 A 效果。切骨之刺只能减少他1%的护甲，他的力量比我高太多了。攻击不破防，输出全靠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李凡眼神一紧，直到这时他才有空注意蜘蛛领主的基本信息。物种：蜘蛛领主，火。等级：LV19级传奇生物。属性：48万 HP，1916点物攻，2200点魔攻，1000点物防，1036点魔防。技能：作为传奇阶位 BOSS， 蜘蛛领主的基础属性几乎是按金 BOSS 爆裂蜘蛛的2倍，攻击防御高都是4位数，血量更是高达48万，3高足以让现阶段任何玩家绝望。当然，其中肯定不包括李凡。48万血量，如果让我全力输出的话，其实也就30秒的事情而已。他干掉我简单，我干掉他也简单。虽然他的血量差不多是我的100倍，但从输出效率来看，其实我俩都算是脆皮。主要是这个火后坠，麻烦了。看完 BOSS 显示的基础信息后，李凡神色无比认真起来。在无尽苍穹中，无论是 BOSS 还是小怪，基础信息都只显示攻防与血量，不显示4维属性的。但不显示不代表他们没有，只是玩家实力不够，或者需要用特殊侦查类技能才能看得到。而传奇阶位 BOSS 以上，名字都会有一些专属后缀词条，比如巨熊、智慧、疾风、生命、韧性、压制等等。阶位越高，词条越强大，甚至会出现多个词条。其中巨熊代表着力量，当一个传奇 BOSS 名称有巨熊后缀，则意味着他的力量非常高，近战攻击无论伤害还是范围都猛地爆炸。一些需要根据双方力量判定的技能，也基本上都是 BOSS 必赢的结果。智慧代表着精神属性，意味这个 BOSS 的精神属性特别高，法术伤害爆表。疾风代表着敏捷属性，生命代表着体质属性，韧性代表着 BOSS 几乎免疫绝大多数控制技能，对他的攻击造成再高的伤害，也不会出现像普通人类被重拳命中后必然出现的短暂僵直表现。压制代表着 BOSS 擅长欺负比他等级低、阶位低的玩家，玩家越弱，在他面前被压制的属性比例越高。眼前这头名称词缀为火的蜘蛛领主，意味着他对火系技能特别精通，不但数量多，而且技能释放频率快，伤害也肯定也高。而火系技能往往意味着范围超大的技能。在李凡前世游戏与现实融合后，当这些 BOSS 的本尊从异域魔界入侵地球时，李凡才明白这些传奇阶位生物的名称后缀词条意味着他们对相应法则之力的领悟。法则之力是踏入传奇阶位才能摸索到的新的变强道路。现在的李凡距离这种东西还远着呢，至少 LV40级职业2转以上才有可能接触到。心里想着的时候，李凡手上动作可没停下来。既然都打到这里了，他是肯定不会主动放弃的。擅长火系技能又能怎么样？也又不是不能对付，干就完了。刷刷刷！近战状态下，很快蜘蛛领主的血量就下降到 95%。这时候，蜘蛛领主立即开始蓄力，从口中对着李凡吐出一团赤红色的火焰。第35章激战传奇 BOSS 险境。赤红色的火柱从蜘蛛领主的口中喷吐出来，高温使周围的空气瞬间扭曲，火柱随着距离的延长，由最初的啤酒瓶宽度迅速变成一片笼罩30-40个立方的火海。技能形态很像李凡印象中樱花国某动漫中的火遁豪火球之术，并且这是持续性技能。蜘蛛领主正追逐着李凡的身影，不断喷吐火柱，火焰眨眼间就将他周围的10多米范围全部笼罩在内。不过李凡早在他开始蓄力技能的时候便已经扭头就拉开距离了。其实蜘蛛领主这发技能蓄力时间非常短暂，但奈何李凡的移动速度更快。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地狱火海，
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大约过了5-6秒时间，蜘蛛领主才停下喷吐火焰的动作，但是地面上的火焰又持续了一会才消失。直到这时候，李凡才再次近身寻找输出的机会。刷刷刷，战斗节奏又回到刚开始那时。蜘蛛领主面对移速远超他的李凡，只有无能狂怒。传奇阶位 BOSS 的技能往往非常多，这个名称后缀有着的蜘蛛领主技能更多。没多久，当他血量下降到 90% 的时候，就又开始释放技能了。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地狱火海，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火墙，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这一次除了地狱火海外，蜘蛛领主还释放了一个叫火墙的技能。只见以他为中心点，四周半径20米左右的地方忽然升起一股圆形的火焰，那火焰高度直接窜到洞窟顶上，如果没有及时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李凡足够谨慎。片刻之后，等蜘蛛领主的技能持续时间结束后，他又故技重施，跑过去开始近身输出。经过前面1-2分钟的试探性战斗时间，李凡已经逐渐适应蜘蛛领主常态下的战斗节奏，输出力度也不由得变得大胆起来。很快，蜘蛛领主的血量又下降到了 85%。这次他只放了一个地狱火海技能，成功被李凡躲了过去。接着是 80%、75% 的时候，蜘蛛领主除了释放地狱火海与火墙以外，还放了一个叫做火旋风的新技能。这个技能顾名思义，就是一道火焰形成的龙卷风，可以移动，并且有吸取附近生物的特点。不过龙卷风范围不够大，半径大概也就3米左右，被李凡轻松躲了过去。至此，除了刚见面时蜘蛛领主用的那道大招传奇之怒给李凡造成一丁点伤害外，其余技能在李凡面前全部未命中。战斗顺利的让李凡心态逐渐放松起来。传奇 BOSS 也不过如此吗？在李凡前世，蜘蛛洞穴试炼副本的噩梦模式是在开服接近1个月时间后，才被一群 LV35级以上的全服顶尖玩家拿下的首通。这群玩家能打过蜘蛛领主，主要原因是面板达标了，防御力、血量、伤害全都很高，再加上优秀的技术，因此才有通关的可能。李凡扪心自问，现在自己的血量防御虽然比不过前世的那群首通玩家，在蜘蛛领主面前不够看，但是自己的输出与移速绝对要超过那群玩家的，尤其是移速方面。进可攻退可守，速度快才是王道啊！传奇 BOSS 也要被我轻易玩弄了。正当李凡这样想的时候，下一刻他就被打脸了。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陨石雨，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1030点生命值，并受到10秒的灼烧状态，每秒损失60点生命值。战斗信息：你激活技能盾反，格挡成功，反弹蜘蛛领主1点魔法伤害，并且免疫陨石雨 50% 伤害，你损失515点生命值。战斗信息：你损失515点生命值。BOSS 血量下降到 70%， 突然释放一个超大范围的技能。李凡也不清楚陨石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地窟内的，游戏世界就是这么神奇，但这不重要。随着 BOSS 技能释放出来，一个个瑜伽球大小的陨石凭空出现在巢穴内的上空，接着如雨点般开始无死角全方位进行轰炸。这赫然属于全图技能，他移速再高也避无可避。而且重要的是 BOSS 这个技能属于持续性技能，过了1-2秒居然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的血量顶不住几秒，要开绝境怒气技能吗？不，有办法了。绝境怒气技能 CD 很长，李凡不想轻易用掉它。他很快发现了更好的破局方法。BOSS 这个技能并不是全图无死角的，就在他的身体周围1米左右的空间就有一小片技能真空地带。于是李凡1秒不到就冲到蜘蛛领主身边，趁着 BOSS 技能读条给自己加个幻影之舞攻速 buff 后，举剑就疯狂劈砍。117负117负118负127负259，弱点伤害。1秒时间 BOSS 头顶就冒出了160多道数字。因为在持续读取陨石雨技能的原因， BOSS 不仅没有反抗，李凡还能比较容易的击中他的眼睛弱点。1秒时间 BOSS 的血量就被李凡干掉了3万多。不到2秒时间 BOSS 血量就下降到了 60% 以下。李凡再接再厉，差不多过去3秒出头的时间 BOSS 血量下降到 50%。 这就是他如今爆发状态下的恐怖输出能力。蜘蛛领主的陨石雨技能终于中断了。与此同时，血量下降到 50% 的他暴怒之下，无缝释放全新技能。战斗信息：蜘蛛领主 LV1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传奇之怒，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3350点生命值，并受到9秒的禁锢状态。蜘蛛领再次主释放的这发技能很突然，毫无预兆。李凡的盾反技能还在冷却中，即使他已经察觉不对想退了，但终究还是慢了一点。
只跑出20多米的距离就被技能命中。因为主武器与耳环吸血的原因，刚才他的血量在攻击中已经回满了，可以硬抗过这一招。但是蜘蛛领主释放的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而是一套组合技。第36章，李凡的最强爆发，击杀蜘蛛领主。不好，太岁神大佬有危险了！蜘蛛领主这技能太恐怖了，太密集了，也太突然了，太岁神大佬不慎中招了。快看，这是 BOSS 的一套组合技能，太岁神大佬的血条一眨间就见底了。完了完了，太岁神大佬要被秒杀了！咦，这是什么 buff？ 死扩1，好强的 buff！ 绝境怒气10秒血量保持1点以上，这算是无敌 buff。 还有这个诸神黄昏，卧槽，免疫控制，真变态！灵魂视角，凤凰公会的人看着李凡突然被蜘蛛领主的技能打中，所有人的情绪都惊骇起来。因为从组队队员状态界面，大家虽然看不到李凡的血量有多少数值，但是他的血量以血条的方式展现出来。大家看到，就在蜘蛛领主释放传奇之怒的一瞬间，李凡的血量就下降到了1/4左右，而随后 BOSS 一个跳跃就将李凡的血条槽彻底打空。这种情况几乎是必死的局面。但就在大家以为李凡翻车时，他的状态栏中突然多出2条全新技能状态：绝境怒气、诸神黄昏。一个能保持李凡10秒内不死，另一个可以让李凡10秒内免疫控制，且双攻增加100点。没人知道李凡是怎么搞到这2个变态的技能 buff 的，大家此时也没空去想这个问题，纷纷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BOSS 有强大的技能，太岁神大佬也有强大的技能，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过分高估了太岁神大佬战力时候，到头来发现还是低估了呀。太岁神大佬不会是传说中的内测玩家吧？又或者是披着玩家皮的 GM 大神？谁知道呢？反正老娘我已经被太岁神大佬的表现彻底折服了。我的天，快看，太岁神大佬开始反击了， BOSS 血量下降的好快。战斗中，蜘蛛领主的这套技能属于组合技，他在释放传奇之怒给李凡造成大量伤害以及控制的时候，又接连释放地狱火海加火墙加一个名为火元素领域的超大 AOE 的全新技能。一瞬间，从蜘蛛领主身上爆发出来的火焰几乎将淹没了巢穴内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3道技能都是同一种的赤红色，但技能伤害是单独计算的，李凡的血量就算翻2倍也顶不住1秒，更何况他又是残血。无奈之下，李凡赶紧释放诸神黄昏，给自己解除了控制并免疫控制。这个技能就像古早游戏英雄联盟中狂战士的大招，无论是不是被控制状态，只要冷却好了就都能使用。好像连技能名字也一样。紧接着，李凡又赶紧释放绝境怒气，使自己接下来10秒内不死。2个 buff 一放，效果立竿见影。BOSS 的一套技能打在他身上，既杀不死他，又无法控制住他。这2个技能 CD 太长了， buff 时间一过，我在蜘蛛领主面前的容错率就无限降低。既然如此，那不如就拼一把。李凡思考了不到1秒钟，心里就有了决定。他要尝试趁着2个珍贵技能 buff 时间，用最强输出将 BOSS 的血量清空。毕竟蜘蛛领主的总体血量也就48万而已，50%也就是24万。而李凡如果不管不顾地的输出，在幻影剑舞的攻速 buff 下，每秒就能至少打出2万以上。如果能多打几次弱点伤害，甚至秒伤3万也不是不可能。李凡对自身的战斗力很清楚，这种最强输出状态他早就想到了。此时抛开不到1秒做决定的时间， buff 剩下9秒多的时间，打掉蜘蛛领主24万血量也不是没有可能。拼了！想到这里，李凡直接动手，刷刷刷，127，负127，负259，弱点伤害，负127。有着绝境怒气与诸神黄昏的 buff 兜底，李凡什么也不管，直接站在原地跟蜘蛛领主你来我往的战撸。蜘蛛领主的攻击打在他身上，统统如石沉大海一般，没造成丝毫影响。而面对李凡的攻击，蜘蛛领主的血量则如同破掉的水气球般疯狂缩水。副本时间8分40秒，蜘蛛领主的血量下降到21万出头。8分41秒，血量下滑到不到18万。8分42秒，血量仅有15万左右。8分47秒，蜘蛛领主的血量仅剩下9527点 HP。这期间，蜘蛛领主不是没有反击，恰恰相反，他的反击非常可怕。不仅仅频繁释放出原有的技能，更是在血量还剩下 4.8万，也就是10%的时候暴走了。暴走后的蜘蛛领主，战斗信息中显示他不仅攻击力、速度增加30%，更是有免疫控制、脱离仇恨、技能大幅度刷新等等的强大能力，并且还激活了一个火神庇护和一个邪神之眼的双 buff。火神庇护让蜘蛛领主在接下来30秒内所受物理、魔法伤害降低 80%。邪神之眼让蜘蛛领主可以锁定一个目标，
接下来的30秒攻击将产生必中效果。如果是一般玩家，面对 BOSS 的这2个强大的 buff， 肯定要想办法避其锋芒，等熬过了这30秒 buff 时间后再继续与其对战。然而此时的李凡并不需要这么麻烦。减伤 80%？ 抱歉，我的输出全靠真实伤害，这个不受减伤影响。攻击必中，呵呵，我有绝境怒气 buff， 随便你打。于是在这种暴走状态下都没办法干掉李凡的蜘蛛领主，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你最后的保命技能不是减伤而是回血，那么倒下的就该是我了。副本时间8分48秒，站在蜘蛛领主尸体面前的李凡喃喃自语道。与此同时，他的面板上迅速出现一连串的系统提示信息。提示：你已击杀了蜘蛛领主 LV19 级传奇生物，你获得15万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10人，组队加成 100%。 提示：你已经通关蜘蛛洞穴试炼副本，通关难度为噩梦模式，通关时间为8分钟48秒。提示：正在进行副本评价。1、挑战副本过程中你的贡献为 99.99%。 2、队伍通关时间低于20分钟。3、你未死亡。恭喜你获得 SSS 级副本评价。提示：你获得副本结算奖励100万经验值，传奇宝箱 LV15 LV19 乘1。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18。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19。提示：你所在队伍是全服第一个通关蜘蛛洞穴试炼噩梦模式副本，由于你是队长，且在挑战副本过程中贡献为 99.99%， 恭喜你获得首通奖励200个自由属性点，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史诗宝箱 LV15乘1。提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 ID？ 面对最后一道提示，李凡微微一笑，点了否。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作为一名强者，必须要有直面一切的勇气，李凡才不屑藏头露尾呢。第37章首通噩梦，全服公告，全服轰动，这就过了。BOSS 刚才不是还有 50% 血量的吗？这才过去几秒就死了。太岁神大佬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这是什么恐怖的输出能力啊？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这就拿到首通了，还是噩梦难度首通。卧槽，系统提示我在挑战副本的过程中贡献不足 0.01%， 只是这样竟然还有一个白银宝箱。俺也一样。首通公告，太岁神大佬没有隐藏姓名，那么我们也别隐藏了吧。一切发生的太快，亲眼目睹 BOSS 血量由 50% 在10秒内变成 0%， 凤凰公会开荒队的成员们纷纷感觉三观都要震碎了。那可是传奇 BOSS， 50% 血量也是24万血，你10秒时间就把他干掉了，简直是离谱姥姥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然而在震惊过后，凤凰开荒队的人包括紫霞仙子在内，心里都涌出一股巨大的惊喜。蜘蛛洞穴试炼的噩梦首通，他们拿下了。现阶段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个人名誉、工会名誉都将随着首通全服公告而达到一个全新层次。当然，就跟副本结算奖励一样，由于他们在副本中做出的贡献太低，因此首通奖励也远远不如李凡。每个人都只拿到20个自由属性点，以及一个 LV15 级的黄金宝箱，可以开出 LV15 级的黄金品质装备、技能书与特殊道具。不过即使如此，也足以让大家兴奋的无与伦比了。太岁神大佬牛逼！太岁神大佬666！太岁神大佬爱你么么哒！随着副本通关，自动复活的凤凰开荒队成员们一个个都忍不住对李凡投去钦佩的眼神，连紫霞仙子也没忍住情绪，与属下妹子们一起围着李凡一顿猛夸。只是不解风情的李凡一句话就让紫霞仙子自闭了。哈哈，谢谢大家夸奖。另外，首通已经拿下了，紫霞仙子你掂量掂量该给我多少首通费用喽。这句话让紫霞仙子没好气的白了李凡一眼。这么好的氛围，你居然提前，俗气。然而紫霞仙子的白眼李凡也没收到，因为他正在开心的检查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呢。与此同时，随着全服公告的出现，这一刻整个无尽苍穹的玩家也彻底轰动了。H1001 新手村蜘蛛洞穴试炼困难模式副本内，一队装备几乎全都是白银的玩家正在激烈的与黄金接位的蜘蛛领主激战。兄弟们加油， BOSS 血量只剩下最后 13% 了，困难模式首通近在眼前，都集中精神，说不定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就有你能用的黄金装备呢。现阶段估计只有我们君临天下开荒队才能拥有黄金装备。我们在血战盟、义薄云天、天神殿等龙国顶尖公会的卧底传来消息，他们开荒队的副本进度没一个能比得上我们，加油，干掉这头黄金接位的蜘蛛领主，我们君临天下开荒队就是全服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队伍。兄弟们加油啊！这支队伍
赫然就是龙国游戏界最强大公会之一——君临天下公会的开荒队。公会会长长生俊，也就是这支开荒队的队长，正与队员们互相加油鼓气，争取一鼓作气打掉蜘蛛领主，拿下困难模式首通。然而，就在大家攒着劲的时候，忽然一道全服公告出现在每个人的眼前。全服公告：蜘蛛洞穴试炼噩梦模式被 M4399 新手村一队英勇的挑战者打通。队长太岁神 ，LV19 级盾铠战士，队员紫霞仙子 ；LV18 级战士，队员瞄准射击；LV18 级弓箭手，队员阿尼亚。LV17 级牧师获得全服首通奖励，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全服公告略乘2。随着全服公告的刷新，刚才还激情四射的君临天下开荒队，瞬间每个人都傻眼了。这怎么可能？打通了噩梦模式？噩梦模式的副本3号 BOSS 应该是传奇阶位吧？现阶段怎么可能有人能打得过他？难道噩梦模式下传奇阶位蜘蛛领主是水货？不对啊！副本的不同难度只是代表 BOSS 的阶位实力不同，我们眼前的黄金阶位蜘蛛领主就这么难打了，传奇阶位肯定要比他强大10倍以上，这支队伍怎么打的？全身黄金装备毕业？怎么可能？才开服几天啊，怎么可能有人能搞到全身黄金装备？而且一队全身黄金装备的人也很难打过传奇 BOSS 吧？至少需要几件暗金装备，也许才行。他们一定是利用了什么游戏 bug？ 不是说无尽苍穹属于划时代 AI 智能监控，没有任何 bug 的吗？看来宣传语不实啊！不好 ，BOSS 狂暴了！我死了！君临天下开荒队的成员们因为全服公告而愣住了，但 BOSS 可不会讲武德的跟他们一起愣住，他们很快就因为自己的走神而付出代价。片刻后，看着眼前提示队伍已团灭的提示，每个人都露出失魂落魄的表情。没事，团灭了正常，大家自由活动1个小时，今天还有一次进入副本的机会，争取1个小时后拿下困难模式。到头来还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会长长生俊率先恢复了平静心情，开口安慰大家：好吧，可是会长，我实在想不通 M439 新手村那队人是如何拿下噩梦模式首通的。队伍内首席坦克，拥有 A 级高级生命坚韧天赋的战士玩家君临马大师脸色一脸苦闷。我全身白银装备，又有 A 级天赋，血量破万，双防破200，我都差点扛不住黄金 BOSS 的输出，这队伍的 T 是怎么能抗住传奇 BOSS 输出的？还有我们开荒队的进度也落后这支队伍太多了吧？我们原来这么差劲的吗？一向自诩网游界最强 T 职业，并以此为豪的马大师，此刻忍不住怀疑起自身水平了。而现场大多数君临天下的开荒队员，跟他一样露出迷茫不甘的表情。第38章，游戏官方都懵逼了，游戏脱离人类掌控。TU7777 新手村，血战门开荒队，刚准备再次挑战蜘蛛洞穴试炼困难模式的10名开荒队员，看着全服公告，全都懵逼了。卧槽，什么东西？噩梦难度首通？血战盟工会副会长花公子的声调都变了，被震惊的不行。我们特么的打困难模式都团灭了好几次，这个队伍是竟然拿下了噩梦模式首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余队员们也纷纷抱着脑袋，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们有这么差劲吗？不，我一定出现了幻觉，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噩梦模式的3号 BOSS 蜘蛛领主可是传奇阶位的呀，现阶段有玩家输出能对他破防，这不正常。这个首通名单好像有几个我很熟悉，他们好像是凤凰公会的人。没错，就是凤凰公会的人。凤凰公会虽然属于网游界的老牌公会，但他们不是有钱大小姐组建的娱乐性质公会吗？凭什么能走在我们前面啊？面对队伍成员们纷纷快被打击到自闭的态度，一直沉默的血战盟会长战天深吸了一口气。兄弟们，我刚才联系在 M4399 新手村的熟人，他说凤凰公会开荒队的实力其实还不如我们，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叫太岁神的家伙。这件事游戏官方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噩梦首通就这么被拿下了，太打击我们的游戏热情了。编号 T8848 新手村，义薄云天公会开荒队。此时会长赵浩也正在跟开荒队成员们在讨论着。紫霞仙子，凤凰公会的会长，他们凭什么能比我们副本进度高出这么多？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叫太岁神的家伙有问题。M4399 新手村，太岁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2天我们在 M4399 新手村有10几个公会正式成员就被那个叫太岁神的家伙砍了，当时张少爷还跟我告状来着。这是我们的敌人啊！没想到竟然实力这么强。大家别急，这件事还没完呢。现阶段不应该有比我们强这么多的玩家，这是属于破坏游戏平衡的重大事情，官方必须要出面解释。走，大家一起去论坛举报。对，举报举报。L5566 新手村，一个 ID 叫血腥杰克的金发碧眼男人
刚好用一个背刺将面前的黄金 BOSS 树精打死。于是，随着全服公告的刷屏，击杀黄金 BOSS 的全村公告也在 L5566 新手村连续闪烁3次。手通噩梦模式吗？有意思，没想到有人竟然走在获得 SS 级天赋偶的前面，很好，这样才有挑战性。队长太岁神，好，我血腥杰克记住你了，你有资格当我的对手。V5876 新手村 S1901 新手村 R2333 新手村，这一天，整个无尽苍穹各大势力顶尖玩家全都轰动了。面对蜘蛛洞穴试炼的噩梦模式手痛公告，有人震惊，有人难以置信，有人怀疑自身，但更多的人则纷纷向游戏官方进行举报。没办法，这件事实在太离谱了。自诩为实力顶尖的高手玩家们，也极少有人能打过困难模式。结果，你居然把噩梦模式手通拿下了，你他妈开挂了吧？如果不是开挂，那这无尽苍穹的游戏平衡性做得也太差劲了。有这么一对不是挂壁但胜似挂壁的存在，将来我们还怎么冲榜？还争什么最强名头？严重影响大家对游戏的热情啊！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君临天下开荒队成员，本来干劲十足的准备在无尽苍穹中扬名立万，游戏刚开服，你还在跟小伙伴辛辛苦苦的干 LV19级黄金 BOSS， 结果你被黄金 BOSS 折磨得欲生欲死，有人却把 LV19级传奇 BOSS 干掉了，请问你会怎么想？喷一句垃圾游戏，平衡做的稀烂不过分吧？于是，在无尽苍穹的游戏论坛首页上，好几个要求官方对此事进行解释的帖子热度暴涨，参与讨论的玩家越来越多。而游戏官方，说实话，游戏官方也很懵逼。无尽苍穹属于五常国共同研发的世界级网游，目的在于丰富全球无所事事玩家们的精神世界，就像进行一场全球化的娱乐活动，让大家闲着没事时候有东西打发时间。高层觉得游戏可以有效降低犯罪率，所以游戏官方就是五常国高层。研发无尽苍穹目的是好的，游戏也是精心制作的，并且确实也由最顶尖的 AI 技术监测运行。照理来说，不应该出现开服几天就有人把副本噩梦模式手通拿下这种事情，但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怎么行呢？受到论坛舆论压力的无尽苍穹监管小组紧急打开游戏后台程序，打算查找太岁神、紫霞仙子等人的数据，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可所有人都没想到，以前动动手指就能做到的事情，现在突然间居然没人能调取游戏数据了。游戏不受我们程序员控制了？我的天 ，AI 暴走了，游戏把我们开发账号权限都给封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监管小组成员们一脸懵逼，他们都是各国最顶尖的程序员，综合实力在游戏界绝对属于世界第一，但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连监管的游戏都控制不了了。根据玩家数据统计，目前无尽苍穹的游戏每天登录的玩家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5千万，每个人都是通过游戏头盔意念登入游戏世界，游戏不受人类控制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没人能在这个问题面前保持淡定。最终，事情经过层层上报，消息很快传到各国最高指挥官办公桌上。各国指挥官经过讨论后，决定事关2亿5千万人的安危，决定强行切断游戏副武器。可是，就在工作人员前去执行的时候，让所有人三观炸裂的一幕出现了，手动切断了服务器，游戏依旧在运行。这不可能！程序员们纷纷捂住脑袋，头脑想炸了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储存游戏数据的服务器都切断了，游戏还能正常运行？而接下来，更让他们三观裂开的一幕出现了。第39章，无尽苍穹，天道对人类的警告。警告：人类世界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危机，无尽苍穹强制维持运行状态，并请鼓励玩家在游戏内积极变强。这道信息是无尽苍穹的 AI 智能系统发布的，就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游戏后台界面。不好了，有外星人控制了无尽苍穹！程序员们鬼叫着匆忙离开电脑前。很快，各国最高管理者满脸凝重的结伴而来，他们也看到了屏幕上的那行信息。你是谁？有人惊疑不定的开口问道。没想到，屏幕后操控无尽苍穹的神秘存在，不知道是外星人还是变异 AI 之类的，总之他竟然回话了。人类，你们好，我是无尽苍穹核心智能系统，用你们人类的话来形容的话，你们也可以叫我无尽苍穹天道。接下来的事情很重要，请认真观看，并切记不可外传。在数百万年前，自称为无尽苍穹天道的存在给大家讲了一个很离谱的故事。长话短说，就是无尽苍穹在数百万年前就像地球人类一样，属于真实存在的文明世界，但比目前的人类更强，已经进入了全民星际时代。然而某一天，一个被称为异域魔物的侵略者文明穿越了宇宙屏障，入侵了无尽苍穹文明，最终双方经过数年惨烈战争后，后者被灭绝。但无尽苍穹文明的物质层面被灭绝了，可在最后关头，
众神以灭绝自身进行的血祭绝招中，无尽苍穹文明变成概念文明的存在。后来，无尽苍穹化身为虚拟网游，进入一个个新世界，帮助那些即将被异域魔界入侵的文明成长变强，从而向异域魔物复仇。这太荒谬了！各国高层像是听天书般听完后，纷纷第一时间进行怀疑。你说你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文明，可是无尽苍穹分明是我们人类用想象力编辑出来的虚拟世界，只是一个游戏而已。这是在我无形的影响下，你们工作人员才能编辑出无尽苍穹，否则就是另外一种游戏。天道回答道：你说无尽苍穹现在输入概念文明的存在，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又一名人类高层质疑道：你们切断了服务器，但游戏依旧在运行，这证据不够吗？更多的我也无法再证明了，现在我的能力有限。天道回答道：确实，没有服务器游戏依旧在运行，这已经属于人类力理解范围之外的事情。你说你是帮助即将被异域魔物文明成长变强，从而抵抗异域魔物入侵，甚至让被帮助的文明为你们复仇。那么请问，异域魔物文明要入侵我们地球了，什么时候入侵？你怎么帮助我们？你帮助的过了多少文明？他们有谁成功了吗？第三位人类高层质疑道。这位大佬是龙国人，问题敏锐地直指关键。异域魔物将在2042年12月31号开始入侵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届时，无尽苍穹游戏将与现实融合，使游戏内的玩家拥有游戏内角色的100%能力，这就是我们的帮助方式。至于我帮助过的文明有谁成功，截至目前已经帮助过9999个不同世界的文明，很遗憾，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在异域魔物面前存活下去。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其中一些强者成为无尽苍穹中的一份子，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他们的文明。此言一出，现场所有人都沉默了。按照无尽苍穹天道的说法，目前人类即将在3个多月后遭遇一场灭顶之灾。法克，我们有核弹，什么异域魔物文明，赶来，统统把他们炸死！一名西方高层凶狠地喊道。抱歉，届时世界法则将发生改变，人类将失去掌控电源与火种的能力，你们的核弹将成为摆设。天道无情地提醒道。照你这么说，我们除了等死别无他路了。我不信你不会是 AI 智能变异，说这些来糊弄我们的吧？至于无尽苍穹游戏为什么切断服务器后依旧在运行，肯定你偷窃了我们不知道的服务器权利，哼哼，肯定是这样。另一名西方高层满脸笃定地说道。话已至此，信不信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接下来天道的话用红色字体显示数条信息。第一，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无尽苍穹将一直运行，且玩家的登录与下线不受限制。第二，我之所以出现提醒你们，是因为游戏出现了异常，这是往好方面发展的异常，为了防止你们愚蠢的破坏我帮助人类的计划而出现。第三，无论你们做出怎样的挣扎，无论你们信不信，地球时间2042年12月31号，异域魔物一定会入侵你们地球。第四，异域魔物属于超凡侵略者文明，你们人类的依靠只有我。第五，无尽苍穹虽然在帮助你们人类，但我们双方属于合作共赢关系。如果你们能成功抵抗或消灭异域魔物，那么作为代价，你们需要帮助我们文明在物质层面复活。放心，到时候我会指导你们，并且你们不会有实际损失，就像是老虎养育了幼虎长大后，幼虎帮助迟暮的老虎夺回领地。第六，我出现的消息请勿外传，否则在宇宙规则下可能会导致异域魔物提前降临地球。我知道你们人类会怀疑的我话，这很正常，请耐心等待吧，时间将会证明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该提醒的我已经全部提醒了你们，异域魔物入侵前我不会再出现。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们能尽可能召集更多玩家进入游戏，并督促玩家抓紧时间变强。话音落下，天道消失不见了，一切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就好像他从没出现过，只留下现场各国高层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第40章，传奇头盔，史诗戒指。就在现实世界的大佬们与无尽苍穹天道交流的时候，游戏内李凡也已经成功将副本收获，手通奖励全部消化结束。此时他的身上多出了2件装备，第一件为头部防具装备，战神阿伦的旧头盔，耐久200，品质传奇，品级精良，使用需求 LV 18级以上。属性1 HP 加1800，物防加108，魔防加99，体力加70。属性2力量加60。属性3受到的远程伤害减少 20%。属性4受到的异常状态时间减少 20%。属性5战神阿伦的意志被动技能，当你受到致死伤害时触发，
生效后自身将维持3秒的无敌状态，技能冷却时间300分钟。这件传奇头盔是李凡从 SSS 副本评价结算的传奇宝箱中开出来的。除此之外 ，BOSS 本身也掉落了一件传奇装备，外加3件暗金装备以及一个特殊道具。其中3件暗金装备都不是李凡需要的，倒是有一把暗金品质的单手剑，可李凡认真思索后便放弃了，因为现在自己的饮血剑有永不磨损属性，这才是最合适自己使用需求的长剑。黄金与暗金装备的属性差距不是特别大，至少在李凡眼里还是饮血剑好用。至于 BOSS 掉落的唯一一件传奇装备，则是一把传奇品质的双手大剑。装备：暴风之剑，耐久200，品质传奇，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19级以上，使用双手武器的近战职业。属性1：物攻加398，魔攻加345，力量加95，敏捷加70。属性2：攻速正 15%。属性3：物理攻击力正 10%。属性4：攻击成功时附带220点物理伤害。属性5：暴风剑术，主动技能，释放时自身接下来的10次攻击攻速将强制提升到10次每秒，且每次攻击造成的输出 50% 转化为真实伤害，技能冷却时间60分钟。有一说一，这把暴风之剑的属性真的强得变态，不管是基础攻击力、力量、敏捷属性，还是各种被动属性，又或者是主动技能，都是属于当前阶段当之无愧的最强双手大剑。只是他在其他玩家眼里属于神器般的存在，可在李凡眼里也就那样吧。攻击力高，他打实力弱的 BOSS 又不缺那么点面板，打属性强的 BOSS 又全靠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有没有那么点攻击力面板区别很大吗？主动技能牛逼？哼，什么叫强制提升到10秒每次攻击啊？这个攻击速度我用了确定不是削弱我，所以这把暴风之剑在李凡看来并不合适自己。当然最关键的是它属于双手剑，而盾铠战士职业限定副武器只能用盾牌，主武器只能用单手剑、单手斧，双手武器也能用，可以用双手大盾。李凡之前就爆出过几件，但是他全都嫌弃的扔给紫霞仙子了。普通战士玩家倒是可以用双手大剑，也能用双手盾牌，右手单手剑，左手盾牌也可以。这方面来看，似乎盾铠战士还不如普通战士职业呢。但李凡却清楚，盾铠战士这种隐藏职业强的是技能，是中后期的成长率。比如普通战士玩家初始技能可就只有一个3连斩而已，而盾铠战士却有3个，所以也算有得有失吧。总之，这把传奇暴风大剑在李凡手里也就属于待出售的货物而已。而他身上更新的第2件装备就牛逼了，这是从手通奖励的史诗宝箱里开出来的史诗品质戒指。装备：狩猎之神的银戒。品质：史诗。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15级以上。属性1： MP 加1000，力量、敏捷、精神、体力加80。属性2：敏捷加230。属性3：物理攻击成功时有 2% 概率使敌人进入持续1至6秒的眩晕状态，对同一个目标冷却时间30秒。属性4：魔法攻击成功时有 2% 概率使敌人进入持续1至6秒的麻痹状态，对同一个目标冷却时间30秒。属性5：狩猎本能，被动技能，与敌人作战时，作战持续时间每增加60秒，你的4维属性增加 5%， 最多叠加6层，脱离战斗10秒后 buff 消失。属性6：猎杀时刻，主动技能，激活时使自身的攻速、移速增加 80%， 攻击力提高 30%， 效果持续10秒，冷却时间300分钟。史诗品质，6条特殊属性。别的不说，就这第1条属性中的4维属性全部增加80点，就比于普通玩家从 LV1升到 LV30级所有自由属性点加起来还要多。普通玩家 LV20级完成职业晋级后，将根据晋级职业的星级评价决定每次升级增加多少自由属性点。第2条属性更是牛逼，直接加230点敏捷。第3条属性在李凡看来非常变态，物理攻击 2% 的概率会把敌人打晕，以自己的攻速1秒时间怎么也得触发吧。如果把敌人打晕了，自己还不是想怎么输出就怎么输出，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身板脆需要走位的问题了。美中不足的就是对每个目标有半分钟的 CD 时间，没办法连续把敌人连续晕倒死。第4条属性可以忽略，李凡莫得魔法攻击能力。而第5条属性的被动技能则属于打高难度 BOSS 的超强被动 buff， 最多能让自己的4维属性增加 30%， 太强了。至于第6条属性的主动技能，只能说不愧是史诗装备的主动技能。如果我给自己绝境怒气、诸神黄昏，再激活这个猎杀时刻，满血的 LV19级传奇 BOSS 蜘蛛领主，恐怕在我面前也根本站不住10秒吧，不，差不多8秒就能站撸着把他干掉了。想到这里，
李凡忍不住心花怒放起来。不愧是史诗装备，就是强啊！瞅着这装备，李凡是越看越兴奋。第41章暗金技能最新面板。除了装备之外，这次手通收获中，李凡还拿到一本非常实用的暗金品质技能书。这是蜘蛛领主掉落的唯一一本技能书，刚好符合他的学习要求，此时已经出现在他的技能列表中了。LV1剑气大师暗金品质被动技能效果：使用剑类武器进行普通攻击时，可附带攻击范围10米的远程剑气，剑气输出为 55% 物攻正 55% 魔攻。备注：技能提升到 LV2 级需要15万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低于 LV24。被动技能让普攻的形态变为10米远程，伤害没怎么提升，甚至因为李凡物攻远高于魔攻的关系，普攻的输出可能还削弱了。但是这个技能实用性很强，一来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攻击范围变大，意味着在挑战高难度 BOSS 时拥有更好的输出环境，结合自己的敏捷高优势，必要时甚至可以学习远程职业打 BOSS 那样进行放风筝战术。二来，无尽苍穹中有些特殊 BOSS 是可以免疫物理输出的，比如幽魂类型的 BOSS， 这种生物就是一个精神体，物理攻击怎么能生效？虽然李凡现在还没遇到，但将来一定会有面对的时候。有了这个剑气大师，那么总算不至于束手无策了。就是凭 A 竟然带远程剑气，我越来越不像一个盾铠战士了。李凡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能有剑气大师，自己的输出能力肯定变强了。另外，蜘蛛领主掉落的特殊道具是一个传奇生命精华。物品：低阶传奇生命精华，体力。类型：消耗品，特殊道具。作用：使用后永久增加390点体力。无尽苍穹世界中，副本 BOSS 与野外 BOSS 是有很多区别。最典型的，比如李凡击杀剧毒蜘蛛、爆裂蜘蛛、蜘蛛领主3个 BOSS 都没有手杀奖励，而在掉落方面也没有像手杀野外 BOSS 那样必掉落一件自身能使用的战利品。玩家在副本与野外死亡的惩罚都不一样，在野外死亡就像被玩家砍死一样，30天内第一次死亡就有虚弱24小时的惩罚，但是在副本中，就算团灭了，最多也就只有10个小时的虚弱惩罚。如果玩家死了，但队伍最终通关了副本，更是免除了死亡惩罚。因此互相比较之下，玩家刷副本风险远低于野怪，所以收益也低，很合理吧。这个低阶传奇生命精华，李凡是真没想到会爆出来。副本 BOSS 掉落这种好东西的概率太低了，以他前世的经验来看，同一种 BOSS 反复刷100次都不一定能爆出来一个，这还是在与 BOSS 等级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玩家等级超过 BOSS 10级以上，那么在经验、收益惩罚的游戏规则下，刷500次也不一定能爆出来一个。等级超出 BOSS 等级越多， BOSS 掉落的战利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会下降的越明显。第一次干掉蜘蛛领主就能爆出来，李凡只能说自己的手气太红了。390点体力，加上全服手通奖励的200点自由属性点，再加上传奇头盔、史诗戒指增加的体力，我的体力直接暴涨740点。对了，还有升级给的自由属性点，干脆也全都增加到体质上面算了。低阶传奇生命精华这种好东西，李凡肯定是要自己使用的。而自由属性点的分配方式，他决定换个分配方案，不再像以前那样全力量加点。以前我没觉醒 SSS 天赋第2阶段缺输出，所以要全力量加点。现在天赋第2阶段，敏捷越高，攻击附带的真实伤害就越高，所以我输出很好堆，可以无限成长。但是面对高难度 BOSS 身板脆的这一弱点，却没什么好办法解决。体力不只是影响生命值，更是增加双抗。全体力加点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在挑战高难度 BOSS 时的容错率。前世的经验让李凡清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强者，必须要注重攻防等属性的均衡发展，否则你输出再高，别人随便碰你一下，就把你的保命技能逼出来了，接下来你还怎么办？同理，你移速再高，别人使用锁定类型的控制技能，一下子把你晕住了，你怎么办？还有，你攻速再快，别人穿一身反伤装备，你砍还是不砍？所以，没有明显弱点的强者才是真正的强者。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堆到体力属性上面后，李凡随后又将称号狼族公敌变更为手通奖励征服噩梦强者。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属性血量加200，四维属性加60，主动技能等级加 LV1。来源全服手通噩梦模式蜘蛛洞穴试炼，并在通关过程中做出最高贡献。备注：每个玩家只能佩戴一个称号，仅仅这个称号的效果就不比一件 LV15级黄金装备差什么了。至此，李凡手通噩梦难度的蜘蛛洞穴试炼的副本收益也算终于全部消化结束了。他欣赏一眼自己的传新版本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19级21万90万，职业
盾铠战士 ，HP 19208 ，MP 3800，攻击物攻541，魔攻289，防御物防1390，魔防1281，属性力量420，敏捷12062，精神200，体力986，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128.76次每秒，最高移速278.52米每秒。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技能略，一波收获，直接把李凡的血量从原本的不到5000点变成接近2万，双防御力更是比传奇 BOSS 蜘蛛领主还要高，体力眼看着就要破1000点了。值得一提的是，史诗戒指一换，李凡的攻速反而比原先减少了一点点，这是因为原本增加 5% 攻速的狼牙戒指被替换的原因。问题不大，史诗戒指作用肯定比那 5% 攻速牛逼太多了。第42章，再次速刷噩梦副本 LV 20级。哈哈，我开出一个黄金权杖，太好了！我开出一个黄金项链，精神加33点，爽！我手通奖励黄金宝箱开出的倒只是一件平平无奇的黄金腰带，但是副本结算的白银宝箱，我开出复活术。哇！手通称号噩梦挑战者 ，HP 加600，体质加40点，太牛逼了这称号！副本内凤凰开荒队的成员们兴奋不已，他们的收获跟李凡区别很大。由于打副本过程中贡献太低，因此每个人的副本结算奖励只有一个白银宝箱，全服手通也只是一个黄金。不过即便如此，也足以让大家伙情绪很兴奋了。紫霞仙子的表情倒是挺淡定的，毕竟李凡连暗金装备都卖给他了，区黄金白银装备很难再让他感觉兴奋了。只是当李凡把暴风之剑扔给他后，他的这种淡定情绪瞬间不复存在了。传奇双手剑，这属性太强了！拿着暴风之剑的紫霞仙子瞪大眼睛问道：“太岁神兄弟，这是给我的，不是给你，而是卖给你。”李凡纠正他言语中的错误，然后想了想，报了一个价，600金币。你要不？暴风之剑虽好，但只是低等级传奇装备而已。现阶段他对绝大多数玩家属于梦想级武器，不过等过段时间迟早要淘汰的。暗金装备250金币，传奇装备600金币，不过分吧？李凡觉得已经很优惠了。要，只是金币得分批还给你。紫霞仙子作为人民币战士，暴风之剑他自然不会错过。既然谈到了金币，那么一开始说好的副本手通名额一事也该确定下来了。这是无尽苍穹全服第一个手通公告，不止实际收获让我们开心，而且对我们公会接下来的发展意义很大。每人200金币，你看行不？紫霞仙子试探着报出价格。可以，就这么决定了。每人200金币，9个人那就是1800金，算是李凡比较满意的价格了。算一算，包括副本中买的装备，我欠你的金币总量都超过4000金币了。紫霞仙子开始痛并快乐地算总账，按照每天可以收800金币的理想结果来算，都得还给5天时间才还干净。4000，马上就不止这些了。李凡摇了摇头。啊！紫霞仙子一愣，走，再带你们刷一次，这次免费，装备还卖给你们。李凡提议道。副本每天可进入5次，刚才的手通可只是他今天打的第1次而已，剩余4次呢。副本升级太快了，李凡迫不及待要再打一次。而对于这个提议，紫霞仙子自然没理由拒绝，毕竟被带的感觉是真的爽啊。于是很快，一行人在李凡的带领下选择再次挑战副本。系统提示：你已经进入副本蜘蛛洞穴试炼，当前难度为噩梦模式。提示：通关要求为略。提示：你已击杀了蜘蛛领主 LV 19级传奇生物，你获得 13.4万点经验值。提示：你已经通关蜘蛛洞穴试炼副本，通关难度为噩梦模式，通关时间为6分钟51秒。提示：你获得 SSS 级副本评价，你获得副本结算奖励90万经验值，传奇宝箱 LV 15 LV 19乘1。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 20。提示：当前等级无法继续提升，需通过职业晋级试炼后可解锁等级上限。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物品略。随着个人属性大幅度提高，重新刷一次噩梦模式的蜘蛛洞穴试炼效率提升了接近2分钟。当然，这也跟已经刷过一次有了经验的原因。可惜只有手通奖励能拿到史诗宝箱，不过还好，这次的收获也还是不错的。李凡目光看向自己的项链装备，从通关结算宝箱中开出的一个传奇项链。装备：麻痹项链，品质：传奇，品级：劣质，使用需求：LV 17级以上，
属性1 MP 加550，精神加66，体力加52。属性2精神正 7%。属性3精神加67。属性4攻击成功时有 5% 概率使敌人进入1至5秒的麻痹状态，对同一个目标冷却时间40秒。这条传奇项链品级属于最低级，增加的属性不多，价值相当于同等级完美品级的暗金项链。难得的是，前3条属性都与精神有关，这妥妥的属于法师极品啊！如果是首通前，李凡肯定会选择把它卖掉，但是现在随着他获得剑气大师技能，普攻将有一半变为魔攻输出，因此自然就留着自己使用了。没有主动技能，但被动技能也不错，麻痹状态可以当控制用。蜘蛛领主报的是一面传奇头盔，没有我现在用的这个好，直接卖给紫霞仙子算了。这次掉落的战利品都不怎么样啊，好在我还学会了一个青铜品质的技能，不亏。李凡打开自己的技能列表，列表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新技能 LV2 冲锋青铜品质。主动技能，以最高移速 125% 的速度向前奔跑，过程中每秒消耗30点 MP， 无冷却。备注：提升到下一级需要3万点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低于 LV25 级。技能限制最高 LV10 级。由于称号的作用，技能刚学会就变成了 LV2 级。冲锋，大多数游戏里战士职业的经典技能。在无尽苍穹中，一般情况下，战士玩家需要 LV30 级之后才能在 NPC 导师那里学习。不错，增加1/4的移速，赶路时间又缩短了。李凡心情美滋滋的。除了项链与冲锋技能书，这一次副本的其他收获，他就全都交给紫霞仙子了，成功将对方累计欠款金币高达7500出头。而接下来，李凡没有再选择继续挑战副本。升到 LV20 级后，需要完成职业第1次晋级，才能解锁 LV20 等级上限。副本什么时候都可以打，转职却刻不容缓。第43章职业晋级试炼，难度10颗星。蜘蛛洞穴试炼副本的收益很高，但李凡没选择继续打，次要原因是打得多了高品质装备，难免就不那么值钱了。主要原因是他迫不及待想升到 LV20 级以上，然后赶紧做完铁匠的隐藏任务，拿到战士之心奖励后，就赶紧前往主城发展。继续待在新手村前途有限，早点进入主城刷 LV20 级以上的怪，利用天赋迅速积累敏捷属性才是正事。传奇装备虽好，但是等级太低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的。想到这里，李凡当即与凤凰公会的一伙人分开。从副本出来后，现场的玩家早已人山人海。快看，凤凰公会的大佬们出来了！哇，手通队竟然是一群漂亮妹子，太棒了！俺也想加入凤凰公会。太岁神也是妹子吗？太岁神大佬在哪呢？没看到太岁神大佬。喂，那个叫武松的搓比男，快滚开！别当我们寻找太岁神大佬的视线。这些玩家全都是因为手通公告而聚集在此的。紫霞仙子等人刚出现，就被玩家们团团围住。幸好李凡早有准备，利用魔法面具将 ID 再次伪装成武松，面容也做了一定的改变，这才没被人认出来。魔法面具真是帮了省了大麻烦了。李凡庆幸地笑了笑，然后也不管凤凰公会的人怎么应对围观者，当即就激活了职业晋级试炼副本。提示：即将进入特殊单人副本职业晋级试炼，请先选择难度1至10星，10星为最高难度。提示：特殊副本死亡挑战失败不受惩罚，完成后根据通关难度给予1至10星评价的一次晋级职业等奖励。提示：每24小时仅可挑战一次，请慎重考虑后再选择挑战难度。职业晋级试炼属于无尽苍穹的特色设定，就跟修仙小说中每个修仙者修为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渡劫后才能进入更高境界的道理一样。玩家想升级到 LV20 级以上，那么必须得通关这个单人特殊副本。1至10星，星级越高，挑战难度越高，通关后的收益也就越丰厚。值得一提的是，只有隐藏职业的晋级才有10星难度，普通职业最多9颗星难度。每隔 LV20 级就会触发一次职业晋级试炼，前世我成绩最好一次，也就只是通关了6颗星的难度而已。这一世我要从第一次晋级试炼就通关10星难度。让我想想，这 LV20 级职业试炼内容好像就是打增强版新手村的 BOSS 而已。10星难度，其中最强的 BOSS 好像是史诗。前世李凡虽然没通关过10星难度，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论坛上曾经出现过通关10星的大佬讲述关于10星难度会遇到什么的帖子。李凡记得很清楚， LV20 级职业试炼副本最强生物是 LV20 级史诗。不过试炼要求并不是要打掉那个史诗 BOSS， 而是在他面前存活一定的时间。开始吧！随着李凡心念一动，整个人瞬间从人山人海的副本广场中传送到副本内。系统提示：你已经进入职业晋级试炼，当前难度为10颗星。
提示：怪物将在10秒后刷新，请做好应对准备。副本介绍：每隔120秒，副本5个传送阵内随机出现怪物，最多刷新10波怪，请在怪物围攻下存活30分钟。看完提示信息后，李凡目光又扫向了周围环境，只见自己所在位置是一个圆形的平台，地面是一整块坚硬的石头，平台直径大约200米左右。在平台中央与四周有5个闪烁着淡淡灰色光芒的传送阵。李凡快速跑到平台边缘，发现整个平台属于悬空的，平台周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活动范围只有这一个平台。通关要求是存活30分钟吗？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李凡想到这，第一波怪物也正好刷新了。只见平台周围的4个传送阵忽然一亮，下一刻数十只怪物便从传送阵中出现。它们有的是猫妖，有的是牛怪，也有猪精，总之类型五花八门。但李凡大概看了几眼，他们的实力清一色都是 LV20级普通生物。提示：第一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100头 LV20级普通生物。怪物们一出现就嘶吼着向李凡主动冲了过来。李凡的选择是主动出击，直接干掉他们。刷刷刷 ！LV20级普通阶位的小怪在李凡面前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以他的攻速移速，不到20秒，这些怪物就全部被清空了。提示：下一波怪将在副本时间2分10秒刷新，请做好准备。怪死完了。值得一提的是，击杀他们没有经验值，也没有爆出任何物品。特殊副本吗？李凡理解。静静等待将近2分钟后，第二波怪物出现了。提示：第二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90头 LV20级普通生物，10头 LV20级青铜生物。哪怕实行难度，一开始的挑战难度也不会太离谱，但换作是大多数普通玩家，估计就已经开始麻烦了。毕竟一般玩家很难在2分钟内干掉100头 LV20级普通怪，而如果没干掉，那么第二波怪刷新后，情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当然，对李凡而言，第二波怪也只是来送死的而已。刷刷刷！很快，这波怪也全都倒在他的剑下，哪怕青铜阶位的小 BOSS 在他面前也站不住1秒。又过了1分多钟无聊的等待时间后，第3波怪物刷新了。提示：第3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10头 LV20级青铜生物以及5头 LV20级白银生物。怪物的实力越来越强了，但因为数量的减少，李凡砍死他们的时间反而更短了。接着是第4波5个白银生物，1个黄金生物。没多久，又是第5波3个黄金生物。直到这时候才稍微给李凡造成一些麻烦，因为这波出现的黄金生物中，其中有1头为幽灵类 BOSS， 免疫物理伤害。第44章传奇阶位飞行 BOSS 嗜血领主。生物：荒野怨灵。实力 LV20级黄金。属性：5 WHP， 0物攻，550点魔攻，0物防，265点魔防。技能特性：免疫物理伤害。正如其显示的粗略面板信息一样，这头黄金 BOSS 免疫物理攻击。如果是大半个小时之前，李凡遇到他毫无办法。自己面对高难度 BOSS， 输出靠的的确是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但问题是真实伤害生效的前提是要命中对方。剑看在这头怨灵的身上都无法命中，还怎么附加真实伤害呢？好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剑气大师技能在，李凡的攻击转变为一半物理一半魔法。刷刷！当即李凡就对着怨灵发出2道剑气。121负121。李凡的魔法攻击力太低了，剑气发挥 55% 物攻被怨灵免疫， 55% 魔攻根本不破防，因此输出还是主要靠天赋的真实伤害，这就足够了。刷刷刷！李凡快速攻击，剑气频率超高，肉眼望去简直形成一片延绵10米的白色光柱。怨灵的血量也不过才区5万点而已，哪里能顶得住他这么强悍的输出？尤其是第1秒发出的剑气，李凡就触发了戒指跟项链双重被动，直接把他眩晕当场。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荒野怨灵进入6秒眩晕状态。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荒野怨灵进入6秒麻痹状态。战斗信息：你的麻痹项链被动属性生效，荒野怨灵的麻痹状态延续至12秒。怨灵 BOSS 头顶冒出星星装的眩晕标志，且整个身躯开始原地抽搐起来。好在李凡发挥了心善的本质，见不得他这么痛苦，迅速通过攻击帮助其解脱。提示：下一波怪将在副本时间12分10秒刷新，请做好准备。提示：第6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1头 LV20级暗金生物。开始出现暗金 BOSS 了。李凡定睛一看，哭笑不得的发现，竟然还是1头鼠怪。这不是蜘蛛洞穴试炼的2号 BOSS 爆裂蜘蛛吗？实力居然提升到 LV20级暗金阶段，不错，有进步。李凡小声嘀咕了一句，
随后手起剑落，一通刷刷刷将其干掉。又是无聊的1分多钟等待后，第7波怪刷新了。这次出现的是3头 LV20级暗金生物，这种实力层次的生物在李凡面前根本毫无抵抗能力。击杀过程不值一提，总之不出30秒，李凡就将他们全部干掉。副本时间16分10秒，第8波生物出现了。这次只出现了1头，但却是 LV20级传奇生物赤炎之蛇领主。生物赤炎之蛇领主，巨熊。实力 LV20级传奇。属性60 WHP， 2024物攻2116点魔攻，1300物防，1280点魔防。技能从未挑战过的传奇 BOSS， 李凡心里来了一点兴趣。双方很快战斗到一起，短暂的接触后，李凡发现赤炎之蛇领主属于没什么特色的传奇 BOSS， 攻防都不错，血量也很高，相当抗揍，且有一手很突然的石化控制技能。但是均衡一般情况下又意味着中庸，攻击他命中不了李凡。而他的血量与防御虽然因为体质的名称后缀所以很高，但李凡打的是真实伤害，你防御再高也没用。试探结束后，李凡失望地摇了摇头，决定快速结束战斗。上去就一通猛砍，很快就触发了项链与戒指的被动控制效果。赤炎之蛇领主不愧是传奇 BOSS， 史诗戒指的眩晕与麻痹控制时间只能在他身上生效 3.5 秒，而传奇品质的麻痹戒指控制时间更是缩短到 2.2 秒。由于装备被动不受李凡的控制，因此眩晕时间与麻痹时间有重叠，最终控制赤炎之蛇领主6秒出头。6秒时间，李凡激活小技能幻影之舞，将赤炎之蛇领主的血量干掉20万左右。从连续控制中醒来后，赤炎之蛇领主无比震怒，疯狂对李凡进行攻击。只是这种震怒在李凡面前也只是无能狂怒而已。你再怎么愤怒，打不到我又能怎么办？赤炎之蛇领主属于偏向物理输出类型的 BOSS， 没有全屏伤害，近战物理输出 BOSS 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强悍的力量与速度吗？但赤炎之蛇领主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李凡，这就导致了他都无法逼出李凡的任何一个保命底牌。短暂的缠斗后，赤炎之蛇的血量又被磨掉10几万。而随着狩猎之神的银戒与麻痹项链的被动 CD 重置，赤炎之蛇领主又吃了一套连续控制。战斗场景重现，李凡疯狂输出。由于项链跟戒指的 CD 不一样，一个是40秒，一个是30秒，因此他有了比刚才更多的安全输出时间。一波控制结束后，赤炎之蛇领主的血量已经下降到 20% 以下了。狂暴、石化，赤炎之蛇领主先后激活2个技能。狂暴之后的他攻击速度与伤害暴涨，只可惜依旧打不中灵活的李凡。而石化技能属于扇形伤害加控制，李凡提前躲在他的背后，成功躲了过去。接下来赤炎之蛇领主又释放了一些技能，只是李凡已经熟悉他的战斗风格，全程无惊无险，直到将其干掉。值得一提的是，最后关头李凡特意放缓了一些输出，因为随着刷新 BOSS 的实力越来越强，李凡需要叠加史诗戒指第5条属性的被动狩猎本能。直到第9波怪物刷新后，他才将赤炎之蛇干掉。此时被动已经叠加到4层，4维属性增加 20%。 提示：第9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2头 LV20级传奇生物以及3头 LV20级暗金生物。先把脆皮干掉清场。这样想着，3头暗金 BOSS 很快就被李凡一一打死。接下来他集中精力面对2头传奇 BOSS， 一个熟怪蜘蛛领主，另一个为尸蝎领主。与蜘蛛领主的战斗过程自然不用多说，李凡已经熟得很了。但是与尸蝎领主的战斗，这家伙会飞。第45章史诗级 BOSS 地狱3头犬。飞行类 BOSS 目前对李凡来说基本属于天敌，毕竟他也没办法飞到天上去打他。不过好消息是，尸蝎领主的攻击想打中李凡也没那么简单。战斗中，李凡发现尸蝎领主常规状态下主要有2种攻击方式，一种是从尾部发射出锥形的尾刺，一次发射7、8枚，另一种是释放一股黑色的龙卷风。对李凡来说，尾刺到时很容易躲开，毕竟尾刺的飞行过程也是有一定时间的，他可以利用移速提前躲开尾刺的掉落地点。但是黑色龙卷风就让他很难受了，一股直径5米左右，可以缓慢移动，并对周围附近产生极大吸力的龙卷风，严重影响李凡的跑位。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中，一个不小心就被蜘蛛领主与尸蝎领主的其他攻击技能命中。战斗信息：你受到蜘蛛领主 LV20传奇生物攻击伤害，你损失404点生命值。战斗信息：你受到尸蝎领主 LV20传奇生物尾刺攻击伤害，你损失339点生命值。还好我的体力属性很高，戒指被动 buff 叠满情况下，足足有1294点，双防更是突破了1500点，这点伤害不值一提。之前增加大量体力的作用，现在体现出来了。传奇 BOSS 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都不痛不痒。至于损失的这点血量，李凡直接攻击蜘蛛领主，吸血，眨眼间血量就满了。李凡干脆也不怎么躲避了，直接攻击蜘蛛领主。尸蝎领主打就让他打，自己只注意一下躲控制技能就好。刷刷刷，负170，负170，负170。戒指被动 buff 叠满后，李凡的敏捷属性足有15680点，再加上剧毒项链对中毒生物增伤 8%， 李凡的输出非常爆炸。幻影剑舞 buff 一加，攻速直接突破200次每秒。请问你蜘蛛领主能顶几秒？蜘蛛领主的技能李凡已经熟记在心，说句难听的，他撅起屁股放什么味道的屁李凡都能预料到。这种情况下打起来太简单了，他控制技能传奇之怒就躲得远远的。李凡不舍得释放诸神黄昏，上衣装备进化来解除控制，躲远一点，起码少受到一点被禁锢之后的其他技能伤害。至于地狱火海、火墙之类的技能，我站撸，你随意。有高额吸血，李凡就是这么为所欲为。很快，蜘蛛领主就倒下了，只留李凡跟尸蝎领主单挑。尸蝎领主并不是全程都飞到天上的，他的体型大概是普通狮子的6到10倍之间，非常庞大，背后一双肉翼非常用力才能飞起来，估计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时不时回到地面休息。这时候就是李凡打他的机会了，毕竟是飞行 BOSS， 尸蝎领主地面战斗显然不太行，李凡对付起来比打蜘蛛领主还轻松一点。不过由于双方体型与力量的差距，李凡是很难阻止他再次飞起来，所以输出的机会断断续续的。好消息是，没了蜘蛛领主在地面上的配合，尸蝎领主的常规技能休想打中他。血量在下降到 70% 时，尸蝎领主放了一个大招，从天空中俯冲地面砸地，动作很快，可是行动轨迹依旧逃不出李凡的眼睛。轰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大地摇晃不止，一股冲击波在空气中出现，快速向四周扩散。这个技能算物理攻击，李凡可以选择用技能盾挡来硬抗，只是他没那么做，而是原地跳了一下，身体短暂的滞空后，再次降落到地面时，砸地的冲击波已经结束了。现在又该轮到我了吧？李凡快速冲上去，开始输出。戒指被动眩晕麻痹触发，项链麻痹触发，李凡狠狠地揍了尸蝎领主6秒多时间，成功将他的血量打到 50% 以下。而就在这时，怪物出现的提示信息又刷新了。提示：第10波怪物已刷新，本次出现的怪物是一头 LV20级史诗生物。提示：10波怪物已经全部刷新完毕，距离通关要求还剩下最后9分50秒存活时间。李凡选择暂时放过尸蝎领主，转头看向中央传送阵中出现的一头大家伙，3个脑袋的大狗子。生物：地狱3头犬，巨熊，智慧。实力：LV20级史诗。属性：120 WHP， 4300蜈蚣，4200点魔攻，2135物防，2165点魔防。技能 ：LV20级史诗生物。看看这基础属性，饶是李凡也不由得感到有些头皮发麻。好家伙，120万血量，4000加双攻，2100加双防。这属性现阶段放眼全服玩家，估计也就只有我才能尝试着挑战一下了。李凡精神高度集中，一开始并没有着急输出，而是上去试探着跟地狱3头犬交换了几次攻击。157、158、负3010、170加17、170加17。地狱3头犬一个后腿踢就干掉李凡3000多点的血量，而他的输出倒是没什么变化，每次平 A 还是170点伤害，我大概可以承受他8至9次攻击，问题不大。我武器跟耳环加起来有 10% 吸血效果，攻击频率够高的情况下，跟常态下的他站撸都没问题。存活9分50秒，我把他干掉不就行了？李凡心里有底了，开始逐渐放开手脚。就在这时，地狱3头犬不讲武德，刚承受李凡不到100件，血量还有 98.4% 呢，就放技能了。战斗信息：地狱3头犬 LV20史诗生物，释放技能岩浆波涌，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4300点生命值秒，你进入灼烧状态，每秒损失500点生命值，持续10秒。只见地狱3头犬左边的头颅一个仰天怒吼，紧接着一股赤红色的岩浆从他的口中喷吐出来，很快岩浆就覆盖了整个平台。李凡避无可避，地狱3头犬的这个技能没有死角，只能选择硬抗。幻影之舞开，我吸，我再吸。既然避无可避，那么李凡就干脆选择战撸，损失多少血全靠生命吸取来弥补。地狱3头犬跟很多 BOSS 一样，释放大范围技能时站在原地罚站，于是迅速绕到尾巴处，对准他的局部地区开始进行 buff 后的每秒200次加的频率进行攻击。第46章激战爆发 BOSS 的无敌技险境348加35
348+35，348+35，力量的增高使李凡对 BOSS 弱点的额外伤害也增加了 5% 左右。一瞬间，地狱三头犬脑袋上冒起密密麻麻的数字，李凡的血量则起起伏伏，这一秒还有18000的血，下一秒就变成23000了。地狱三头犬像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也许脑袋多了影响到身体的本能，连银狼王都知道要用尾巴挡住菊花，他却第一时间没这样操作。而等他的尾巴刚要遮掩住局部弱点时，李凡的戒指被动触发了。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地狱三头犬进入 2.1 秒眩晕状态。不愧是史诗 BOSS， 控制时间又减少了，但是这已经足够李凡输出一波了。顺便又激活了戒指跟项链的麻痹状态。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地狱三头犬进入 2.1 秒的麻痹状态。战斗信息：你的麻痹项链被动属性生效，荒野怨灵的麻痹状态延续至 3.1 秒。地狱三头犬技能被动中断了，3颗大脑袋耸拉着，整个身体也似抽风了一样的疯狂颤抖。眩晕加麻痹，实际控制总时长大约4秒左右，而这4秒，李凡疯狂进攻，招招都命中他的局部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天空中的尸蝎领主趁机对李凡发起了数次攻击，但都被李凡给无视了。区 LV 20级传奇 BOSS 而已，爷站着给你打，你又能打我多少血呢？只要秒不掉我，那就是无效输出。李凡嗤笑一声，尸蝎领主打了他多少血量 0.1 秒后，他就从地狱三头犬身上吸了多少血，血量保持满状态。4秒控制时间一过，加上一开始的输出，地狱三头犬的血量已经来到 68% 左右。血量短时间内下降1/3的地狱三头犬怒了，3颗脑袋仰天怒吼，刚从被控制状态醒来的他，直接甩出了3连技能。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 20史诗生物，释放技能岩浆波涌，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4300点生命值秒，你进入灼烧状态，每秒损失500点生命值，持续10秒。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 20史诗生物，释放技能多重追踪兵，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5900点生命值，你进入减速状态，攻速移速降低 30%， 持续10秒。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 20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雷霆万钧，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5900点生命值，你进入麻痹状态，无法做出任何动作，持续5秒。地狱三头犬左边头颅喷出大股岩浆，右边头颅吐出数枚拳头大小附带追踪效果的冰刺，中间的头颅则仰天喷吐黑色闪电球，片刻后，一道道细小的闪电充斥整个平台空间内。这3个技能每个都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AOE 技能，伤害高，而且个个都给李凡造成异常状态。李凡移速再高也不行，平台就这么点大的地方，想躲也没地方躲。一瞬间，他的血量就下降了1半多，身上还附带灼烧、减速、麻痹3种负面状态。关键这3个技能还都是持续性技能，卧槽，这也太狠了！等不了了，必须要拼了！李凡咬咬牙，底牌直接全出。诸神的黄昏开，绝境怒气开，史诗戒指主动，猎杀时刻开。为了防止地狱三头犬接下来有回血技能，减少 50% 血量恢复效果，耳环主动，剧毒之源开。一瞬间，李凡就进入最强状态，尤其是戒指的主动猎杀时刻，直接给他攻速、移速增加了 80%， 攻击力增加 30%， 这个倒是无所谓，就算提高 100%， 李凡自身的平 A 对地狱三头犬还是不破防的。此时先前的幻影之舞 buff 持续时间还未结束，因为称号原因，等级为 LV 4级的他持续时间总共16秒，此时还剩下11秒左右，也就是说，李凡目前状态的攻速是他面板的 210%， 每秒攻速超过450次。主动 buff 开完，李凡争分夺秒，对着地狱三头犬就是一统猛砍，刷刷刷，348+35，348+35，170+17。地狱三头犬终于用尾巴挡住了菊花弱点，但是无所谓，李凡砍哪里都一样。每秒470次加攻击频率，就算按照每次170点基础伤害来算，每秒的综合输出也接近了8万。这种程度输出，地狱三头犬哪能顶得住？才过了2-3秒，他就激活了新的技能。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 20史诗生物，激活技能高级反伤，持续时间30秒，期间你的每次攻击将受到500点真实伤害的反弹。不得不说，这一招确实很克制李凡，每次攻击反弹500点真实伤害。李凡1秒打470次加的平 A， 算起来光是反弹，理论上他就算血量上限增加10倍都要被反死了。可惜绝境怒气的存在让李凡 buff 期间血量不可能低于1点，你的反伤没有效果。李凡继续输出，不知不觉
地狱三头犬又放新的保命技能了。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20史诗生物，激活技能生命归还，将在10秒内持续恢复已损失血量的 60%。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20史诗生物，受到你项链主动技能剧毒之源的影响，血量恢复降低 50%。此时地狱三头犬的血量已经低于 40%， 哪怕它恢复已损失血量的 30%， 也有18万。但是问题不大，手通称号让李凡的绝境怒气与诸神黄昏技能也自动提升为 LV2级，两个技能持续时间增加了2秒。你多恢复18万血又能如何？不过是我多砍2-3秒的时间而已。很快地狱三头犬的血量就下降到了 5%。 这时候让李凡最担忧的一幕出现了，地狱三头犬的身上忽然冒出一个金色护盾。战斗信息：地狱三头犬 LV20史诗生物，激活技能魔神庇佑，将在接下来5秒内处于无敌且免疫控制的状态。而在这个时候，李凡史诗戒指主动猎杀时刻只剩下最后1秒，绝境怒气与诸神黄昏的持续时间也只剩下最后3秒。险境！李凡遇到重生以来自身第一次遇到真正意义上的险境。第47章险象环生，击杀地狱三头犬。李凡这种打法效率很高，但风险也非常高。正常情况下，面对地狱三头犬这种高难度 BOSS， 应该有节奏的慢慢打，那样的话 BOSS 技能都会每隔一段时间才会释放，短时间内打掉 BOSS 一半以上的血量， BOSS 的技能也会疯狂连续甩出来。这一点之前在面对噩梦模式副本蜘蛛领主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而地狱三头犬在李凡爆发状态面前有无敌技能，这就李凡处境很被动了。现在的他爆发再高也打不了伤害，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buff 时间结束。1秒后，戒指狩猎时刻的技能 buff 结束了，攻速移速大幅度缩减。随后再过了2秒，绝境怒气与诸神黄昏技能 CD 结束，李凡依旧拿地狱三头犬毫无办法。地狱三头犬在无敌状态中也没有闲着，已经再次释放3连技能了：岩浆波涌、多重追踪兵、雷霆万钧。3个 AOE 技能覆盖下，李凡打不了也逃不了，只能站在原地罚站。幸好随着绝境怒气 buff 消失后的一瞬间，他传奇头盔的被动技能战神阿伦的意志也触发了，自身进入3秒无敌时间。2秒后，地狱三头犬的无敌时间终于过去，可与此同时，他的血量在过去5秒时间内恢复到了 11% 左右，身上的反伤技能也还有将近20秒。自己的无敌时间只剩下1秒，怎么也不可能干掉他 11% 的血量啊！咦，尸蟹领主要起飞了！李凡忽然眼前一亮，原来就在刚才他与地狱三头犬激战的时候，天空中的尸蟹领主不知何时降落到地面上，此时扑棱着翅膀准备再次起飞。见状，李凡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尸蟹领主飞行状态下大概距离地面有14-15米的高度，应该可以躲过雷霆万钧与岩浆波涌的技能范围，不知道多重追踪兵能不能飞到那么高的位置。不管了，留在地面上就是必死，先利用尸蟹领主飞起来再说。脑海迅速闪过这道念头，李凡迅速跑到尸蟹领主身边，用力一跃，跳到他的背上。与此同时，尸蟹领主也顺利升空。呼呼呼！尸蟹领主疯狂扭动身躯，但是李凡犹如牛皮糖一样死死趴在他的后背上，任他怎么甩也不掉下来。等稍微适应一些后，李凡赶紧腾出右手，拿着单手剑就捅尸蟹领主。扑哧扑哧扑哧，剑剑到肉。尸蟹领主血量开始下滑，这时候他用出了一个新技能。战斗信息：尸蟹领主 LV20传奇生物，释放技能骨刺，你受到技能伤害，你损失648点生命值。你进入高级流血状态，每秒损失 1% 基础生命值，持续10秒。在他的背上，沿着脊椎线突然出现一排数十枚大约30公分长的骨刺，李凡一时不察，被骨刺命中。好在问题不大，刚才的输出已经让李凡成功将血量恢复到1000点以上，尸蟹领主的技能伤害不够看的。待在天空上，地狱三头犬的岩浆波涌与雷霆万钧技能果然没办法打中李凡了，只是追踪兵却摇曳着飞了过来。李凡不敢懈怠，追踪兵的伤害也很高，他赶紧加大力度，使劲砍尸蟹领主。170加17 170加17 170加17 348加35。一开始李凡还砍着尸蟹领主的后背肌肉，但他很快发现尸蟹领主后脑处有一小块光秃秃的皮肤，很明显，正好在攻击范围内，刺中一看，果然属于弱点部位。于是接下来他招招都打出了弱点伤害。输出大约2秒左右后，3块冰刺组成的追踪兵已经接近李凡的身边。5900 5900 2950。李凡脑袋上瞬间冒出3道高额数字，刚刚回到1半多的血量瞬间只剩下2位数，不足100点，并且进入被减速状态。好险，要不是我用盾反挡，
及时挡住最后一个追踪兵，我就死了。在尸蝎领主摇晃下重新抓稳的李凡惊魂未定的松了一口气。刚才他连吃2道追踪兵，眼看着血量只有3020点了，于是果断冒险一波，左手松开尸蝎领主的颈部毛发，迟钝激活盾反技能，成功减少第3发追踪兵 50% 的伤害。幸好他挡住追踪兵后又及时抓住尸蝎领主毛发，要不然就掉地上去了。也幸好地狱3头犬的反伤技能不会被盾反的反伤而触发，否则李凡此时也挂掉了。好险，赶紧吸一波血再说。李凡贴着尸蝎领主的后背，抓紧时间用右手的单手剑继续输出。348+35 348+35。地面上地狱3头犬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了，血量也回升了10几万，技能不再那么频繁。他面对李凡拿尸蝎领主当飞行坐骑的行为也有些束手无策。李凡成功通过攻击尸蝎领主，将自己的血量恢复到满状态，然后他就放缓了输出节奏。尸蝎领主在他眼里可是好工具，在干掉地狱3头犬之前，他可舍不得将其先干掉。没多久，地狱3头犬的反伤技能持续时间已经结束了。他的体型非常庞大，趴在尸蝎领主背后的李凡发现自己正好可以用剑气的极限距离打中他。于是接下来无赖的一幕出现了，尸蝎领主真的好像变成李凡的飞行坐骑好帮手。李凡在他背上不断发出剑气攻击地面上的地狱3头犬，然而地狱3头犬还拿他没时要办法，只有时不时发出1道追踪兵进行反击。但李凡1回生2回熟，你追踪兵伤害很高且有必中效果，但我损失的血量可以通过输出来恢复，必要时也可以用盾反来减伤。真放风筝战术。李凡打得越来越开心，体验一回远程职业6 boss 的快乐。不过这种战术在尸蝎领主再次降落到地面上时候便终止了。而就在地狱3头犬急吼吼准备干掉李凡的时候，李凡的史诗戒指与传奇项链却先一步让他老实了。血域麻痹，地狱3头犬再次进入长达3秒多的被控制状态。这一次李凡没有再给他醒来的机会，给自己上了一个 CD 刚转好的幻影之舞后便一通猛砍，带走残血的他。第48章12星评价隐藏晋级职业排行榜开放。这种限制地形的环境中，我打史诗 BOSS 还是有点勉强，属性不够高。好在总算拿下了，接下来再把尸蝎领主干掉，就能拿到10星评价职业奖励了吧。干掉地狱3头犬后，李凡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虽说尸蝎领主还活着，但区区 LV 20级传奇生物已经没资格被他放在眼里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战斗顺风顺水，没什么波折，尸蝎领主就步入地狱3头犬的后尘。提示：你已经击杀副本内所有生物，副本考验提前结束。提示：由于你的表现极为出色，恭喜你解锁最高12星评价的隐藏一次晋级职业。提示：请在剑盾游侠与盾铠大师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你的全新职业。咦，居然还有12星评价职业！李凡惊讶了，他记忆中最好的奖励也只是10星评价的晋级职业，这12星是什么鬼？副本要求是存活30分钟，而我却提前把所有怪都干掉了，所以解锁了隐藏奖励。好，太好了，让我康康，这剑盾游侠与盾铠大师有什么区别？李凡兴奋地搓了搓手，查看2个晋级职业的简单介绍。剑盾游侠，上古时期半神阿拉贡所创造的一次晋级职业，使用双手大剑或者单手盾加单手剑武器，战斗极具机动性，在自保的同时拥有华丽强大的进攻能力。12星评价职业加成：基础力量、体力提升100点，敏捷提升200点，每次升级获得60点自由属性，且转职后立即领悟3个传奇品质技能。盾铠大师，上古时期半神盖希尔创造的一次晋级职业，使用双手大盾或单手剑加单手盾武器，防御表现出色，拥有强大的抗伤能力。12星评价职业加成：基础力量、体力提升200点，基础物防、魔防提升 20%， 生命值提升 50%， 每次升级获得60点自由属性，且转职后立即领悟3个传奇品质技能。看着2个职业的简单介绍，李凡毫不犹豫地做选择。剑盾游侠，必须是剑盾游侠。2个职业的升级获取的自由属性点加成都是一样的。剑盾游侠有进攻能力，很符合李凡的需要。最好的防御就是使劲堆输出，毕竟如果1秒把 BOSS 干掉了，那就不用防御了。虽然盾铠大师的介绍看起来也很实用，但是李凡觉得不合适自己。这介绍，这职业加成说明一看就是走纯坦克前排的风格，选择他跟我增加敏捷的 SSS 级天赋不好配合呀。李凡没有犹豫，当即确定了选择。提示：你已经成功转职一次晋级职业剑盾游侠。提示：你的力量、体力增加100点，敏捷增加200点，且接下来在 LV41级前每次升级获得60自由属性点。提示：你自动领悟传奇技能剑盾术、致命劈砍、暴风剑术。
提示：你是全服第一个转职一次晋级职业的玩家，恭喜你获得100点自由属性，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不隐藏。李凡做出跟以前一样的选择后，注意力就全部放在新获得的3个技能信息上面了。全服公告 ：M4399 新手村玩家太岁神 ，LV 20级剑盾游侠，成功转职一次晋级职业，获得全服首位转职玩家奖励。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第一个转职一次晋级职业的玩家已出现，全服等级装备排行榜开放，上榜玩家将根据排名获得丰厚奖励。所有玩家可在个人综合功能模板中查看全服等级装备排行前1000名玩家的信息。X3 全服公告一连闪过6次，距离上一次李凡带队首通噩梦模式蜘蛛洞穴试炼也才仅仅过去了1个小时而已，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尽苍穹世界的所有玩家全都再次沸腾了。我的天，什么情况？全服公告开始刷屏了，又是这个太岁神。M4399 新手村的玩家出来说下情况啊！太岁神究竟是何方妖孽，竟然这么屌？全服第一个转职啊，这荣誉我要羡慕死了。游戏当初宣传的时候说 LV 20级需要进行职业晋级试炼，难度1至9颗星，1个小时前太岁神还是 LV 19级呢，这么点时间，难道他挑战的是低难度试炼？哈哈，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岁神就太傻逼了，为了早点转职，成功放弃获得高薪评价职业的机会，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目光短浅之极。好啊，太好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超过太岁神了。超越太岁神？楼上沙雕请看看完排行榜信息再来说话。该死，这家伙竟然！玩家们看着2个排行榜信息，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些以为李凡为了早点转职，因此通关低星级副本试炼难度的玩家们也全都懵逼了。因为开放的2个排行榜，李凡的名字赫然全都在第1名的位置。双榜第1，全服等级排行榜，记录全服等级排名前1000的玩家，榜单出现变化则及时更新，根据每天24点整、每周末最后一天24点整、每月最后一天24点整的榜单排名发送相关奖励。每日奖励：第1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1级，第2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75% 的经验值，第3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50% 的经验值，第4至10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30% 的经验值，第11至100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20% 的经验值，第101至1000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10% 的经验值。每周奖励：第1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3级，第2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2级，第3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1级，第4至10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75% 的经验值，第11至100名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50% 的经验值，第101至1000提升当前等级经验条 30% 的经验值。每月奖励：第1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10级，第2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7级，第3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5级，第4至10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3级，第11至100名当前等级提升 LV 2级，第101至1000当前等级提升 LV 1级。备注：等级超过 LV 200级玩家将不再进入该榜单统计内。第49章双榜第1，全服震惊！无尽苍穹中的排行榜不仅让上榜玩家能出名，更可以获得实际奖励。以第1名举例，仅仅榜单的1个月奖励就能让他等级至少提升 LV 52级。这么恐怖的奖励，足以让所有玩家都疯狂起来。虽说等升到 LV 200级以上就不会有这种奖励了，但 LV 200级还早着呢。现在没人能拒绝排行榜的奖励，而排行榜排名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变化的，大家自然很关注这份榜单。只是第1名的信息让所有人都绝望了。全服等级排行榜排名信息：第1名太岁神剑盾游侠 LV 20级 85.67%， 第2名血腥杰克暗影刺客 LV 19级 99.96%， 第3名克里斯蒂娜亡灵法师 LV 19级 99.93%， 第4名不灭王者弓箭手 LV 19级 99.92%， 第1000名这一管叫思念战士 LV 19级 64.80%。 看着这个榜单信息，游戏论坛上的玩家们陷入了讨论。我去，排名第1000的玩家都已经19级了吗？刚刚升到15级的我已经自闭了，这群大佬是有多干啊？我17级，是我们一个小团队中等级最高的人，原本我还很自豪的，但是看完排行榜信息后，我发现自己就是个坐井观天的废物。大佬是真的多啊，竞争也是真的激烈，但挂逼太岁神却能做到一枝独秀，等级都快21级了都。LV 20级玩家可是要被卡职业晋级任务的，太岁神已经晋级成功，他可以升级了，所以别看他只领先第2名1级左右，实际上双方的差距很大的。妈的，太岁神这个逼究竟怎么做到的？太牛逼了，卧槽！
太岁神是我们泡菜国人思密达。虽然大家知道无尽苍穹的玩家很多，也意料到游戏内的竞争肯定很激烈，但没想到这么激烈。排名第2到第1000的玩家居然都是 LV19 级，这也太激烈了。感慨争榜不容易的同时，很多人也对李凡的领先有了一个直观感受。马德，整个游戏2-3亿玩家，你居然能做到一枝独秀，真是不可思议啊！而这份震惊情绪，等大家在看完装备排行榜后，更是愈演愈烈起来了。全服装备排行榜对每个玩家的装备进行综合评分，记录全服装备得分数排名前1000的玩家，榜单出现变化则及时更新，根据每天24点整、每周末最后一天24点整、每月最后一天24点整的榜单排名，并发送相关奖励。每日奖励：第1名发放一个暗金宝箱，第2名发放一个黄金宝箱，第3名发放一个白银宝箱，第4至10名发放一个青铜宝箱，第11至100名发放一个黑铁宝箱，第101至1000发放一个黑铁宝箱。碎片乘10。备注：黑铁宝箱碎片收集20个，可合成一个黑铁宝箱，该物品只能合成黑铁宝箱。所有奖励的宝箱将开出与拥有玩家领取时等级相符合的物品。每周奖励：第1名发放一个传奇宝箱，第2名发放一个暗金宝箱，第3名发放一个黄金宝箱，第4至10名发放一个白银宝箱，第11至100名发放一个青铜宝箱，第101至1000发放一个黑铁宝箱。每月奖励：第1名发放一个史诗宝箱，第2名发放一个传奇宝箱，第3名发放一个暗金宝箱，第4至10名发放一个黄金宝箱，第11至100名发放一个白银宝箱，第101至1000发放一个青铜宝箱。备注：等级超过 LV200级玩家将不再进入该榜单统计内。全服装备排行榜排名信息：第1名太岁神剑盾游侠，装备狩猎之神的银戒 ，LV15级史诗戒指1033分，装备战神阿伦的旧头盔 ，LV18级传奇头盔417分，装备荆棘盾牌 ，LV10级白银副武器66分，装备综合总得分3450分。第2名紫霞仙子战士，装备暴风之剑 ，LV19级传奇双手武器777分，装备流光头盔 ，LV18级传奇头盔398分，装备综合得分1739分。第3名77刺客，装备圆月匕首 ，LV18级暗金主武器265分，装备瘟疫耳环 ，LV18级暗金耳环233分，装备综合得分1035分。第4名瞄准射击弓箭手，装备爆裂箭筒 ，LV18级暗金副武器230分，装备暴风十字弩 ，LV19级黄金主武器149分，装备综合得分888分。第5名血腥杰克暗影刺客，装备魔牛角匕首 ，LV17级暗金主武器240分，装备夜光甲 ，LV15级黄金上衣136分，装备综合得分871分。第1000名这一管叫思念战士，装备金铁长剑 ，LV16级青铜双手武器55分，装备锁子甲 ，LV16级青铜上衣27分，装备综合得分298分。跟全服等级排行榜一样，装备排行榜也有非常好的奖励。但是跟全服等级排行榜排名不一样的是，装备排行榜前15里有9个都是之前跟太岁神一同出现在手痛公告中的玩家，也就是凤凰开荒队的玩家。尼玛的，史诗装备都搞到手了，这也太离谱了！卧槽，老子现在身上连一身白板都没凑齐，太岁神就有史诗装备了，这特么差距也忒大了啊！自闭了。注意看，排名前15的人里有9个都是曾经跟太岁神一起通关噩梦副本的玩家，这些人已经远远把我们拉开差距了。噩梦模式蜘蛛洞穴试炼 ，BOSS 最强不就是传奇阶位吗？太岁神他哪来的史诗戒指？妈蛋，他果然开挂了！1万块求太岁神的挂，懂得 MMM。排行榜奖励这么高，岂不是助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歪风邪气？老子心态崩了，这就去论坛举报。玩家们很震惊，开服没几天，主流玩家连一件黑铁装备都梦寐以求，大多数人也就凑个一身白板装。排行榜前面都有各种暗金、传奇装备，甚至还有史诗装备，这也太离谱了。于是，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推动下，论坛上实名举报太岁神的帖子越来越火爆。而就在大家以为游戏官方最早也得明天才能给出回复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就在此时，官方就给回复了。第50章，官方公告贴：无尽苍穹，最大骗局出现。帖子标题：对于举报太岁神玩家帖子的回复。楼主：无尽苍穹智能核心系统。内容：过去1个多小时时间里，有数万名玩家发帖举报太岁神游戏数据异常，经过本智能核心系统的检测，现作出公告：太岁神玩家游戏数据一切正常，无利用第三方插件、游戏内 bug 的行为。
太岁神的角色实力之所以成为独一档的存在，次要原因在于他抽中了一个品质较好的天赋，主要原因是他成功利用该天赋，通过自身努力拿下各种 BOSS 首杀奖励，以及从 BOSS 身上获得数个生命精华、PS 永久增加属性点数等较好的收获，再加上隐藏任务的奖励，因此才成长为现阶段等级装备排行榜第1的成就。再次重申一遍，无尽苍穹世界无任何一个游戏 bug， 无任何第三方插件可以影响游戏。本游戏对所有玩家都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你想成为第2个太岁神吗？那就努力吧，足够多的努力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或许你就能成为第2个太岁神，成为新的全服排行榜第1强者。1L 无敌暴龙战士沙发。2L 我的老婆是玉版美琴，哇，官方居然这么快就回应了，前排吃瓜。3L 戒撸第3天无尽苍穹智能核心系统，就是游戏官方呗，干嘛起那么复杂的名字？不过这个公告内容我还算满意的，这样看来太岁神现在这样牛逼也就是运气好一点而已，等将来我还有超越他的机会的。4L 请叫我靓仔，没错，无尽苍穹是五常国共同推荐的游戏，怎么可能出现挂逼？大家这下放心了吧，太岁神只是一个幸运而已，下一个幸运可能就是你。5L 2042年了，柯南完结了没？官方给公告了，这下俺放心了，羡慕太岁神的好运气，也羡慕他的实力，希望接下来俺也能多打到点生命精华，也能接到隐藏任务。19L 君临马大师，我也很努力啊，马德，为什么我还距离太岁神差那么多？哎，这个解释还算满意吧，我一定继续努力，双榜第1。我的目标不那么大，争取成为全服第1战士就行了。20L 爱的魔力转圈圈，羡慕楼上君临天下公会的大佬，我查了下，大佬等级排行榜第77位，装备排行榜81位，妥妥的全服前10战士玩家呀，膜拜。99L 血战盟夜妖，我也很努力，我所在的团队也打到过生命精华，甚至我也正在做一个隐藏任务，但是我为什么跟太岁神的差距那么大呢？能不能公布一下太岁神的天赋究竟是什么品质的，什么作用？太好奇了。100L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打他？膜拜楼上血战盟公会的大佬。另外，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猜测是太岁神拥有 SSS 级品质，否则不可能这样牛逼。101L 艺术就是奖励自己，注意帖子内容。无尽苍穹核心智能系统说，太岁神的天赋只是较好而已，应该不是 SSS 级，我猜是 S 级或者 SS 级，而且是前期天赋，所以才这样牛逼的。102L 专注传统手艺20年，我同意楼上兄台的猜测。498L 君临长生君3000万底薪加提升诚聘太岁神线下签约，1万红包求介绍太岁神有效的联系方式。499L 血战盟战天下3000万100万底薪加提升，诚聘太岁神线加入我们团队，1万红包求介绍太岁神有效的联系方式。500L 正义联盟盟主3000万200万底薪加提升，诚聘太岁神线加入我们，条件宽松自由，妹子多多，1万红包求介绍太岁神有效的联系方式。501L 大岁神可以，本太岁神心动了，请先 V 我50证明一下实力。8848L 超级无敌小学生，哈哈，我也抽中很牛逼的天赋，原来我跟太岁神的差距只是我不够努力以及运气差了一点点而已嘛。哈哈，好的，那么请各位期待吧，1个月之内我必定超越太岁神，成为新的全服第1强者。8849L 变秃的我并没有变强，自信的小学生真好，希望你将来不要像我一样认清自己是个废物。8850L 来自宇宙强国的强者，太岁神是我们泡菜国人思密达。8851L 美式居合大成者，哦，这该死的泡菜国人又开始偷了，我要拿我的皮鞋狠狠踢爆你的屁股。一则帖子引发无数吃瓜群众的讨论，因为这是游戏官方的对举报太岁神的公告贴，玩家群体没人不关心这个话题。对于帖子的内容，绝大多数人都是感到满意的，因为按照官方的说法，太岁神之所以那么强，其实只是自身努力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这种例子是可以复制的。努力就不多说了，这得看游戏天赋。打游戏的有几个人不对自己信心爆棚呢？太岁神努力，我们可以比他更努力啊。而运气究其原因，太岁神的强大只是开局抽中一个好天赋而已。天赋抽奖这东西就相当于一次性赌博，太岁神赢过其他人，所以才牛逼，这很正常。不过无尽苍穹世界中决定一个人战斗力的原因可远不止天赋，这里有太多变强的途径了。太岁神，你先别得意，等着吧，我们迟早能超越你的。类似这句话的回复在这则帖子里频繁出现，绝大多数玩家都对自己很有信心。只是未来过了一段时间后，看着太岁神的名字在全服各大排行榜上始终占据第1的情况，这些玩家们才恍然大悟，自己当初究竟是多傻啊！无尽苍穹智能核心系统，你这个大骗子！
不过那时候游戏已经与现实世界融合，异域魔物入侵海蓝星，玩家们吐槽的同时，也很感激这个被戏称为无尽苍穹史上最大骗局的帖子，因为这则帖子的故意引导，大家才更努力打游戏变强，也因此在危机面前有了更多的自保能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此时此刻，就在游戏论坛出现这则官方公告帖子的时候，李凡也查看完自己新职业的3个传奇品质新技能的信息。第51章3个传奇技能，速刷隐藏剧本。LV2剑盾术传奇品质。被动技能，使用双手大剑武器时，可将大剑当作盾牌使用，可激活盾牌格挡类技能，并使盾牌类格挡技能实际效果正 20%。LV2致命劈砍传奇品质。主动技能，采用快速拔剑的姿势，以 150% 最大攻速的频率快速向前方扇形区域内连续发出10到20米长的剑气，每道剑气攻击力为 325% 无攻伤害，并有穿透效果，可打击范围内的多名敌人。使用技能消耗 260 点 MP， 技能 CD 30秒。LV2 暴风剑术传奇品质。被动技能，基础攻速增加 20%， 且攻击成功时会削弱敌人30点物理防御，效果持续30秒，最多叠加10层。3个传奇品质技能，2个被动，1个主动。在李凡看来，这3个技能都很有实用性。剑盾游侠职业可以让自己接下来使用双手大剑类武器了。双手大剑的攻击力肯定是高于单手剑的，但如果使用双手大剑武器，那么遇到危机时怎么办呢？剑盾术技能的出现，让李凡可以在必要时把双手大剑当作盾牌使用，兼具了保命能力。当然，前提是李凡先得得到一把合适自己的双手大剑。目前使用的黄金武器银血剑的确有些落伍了，要不是它有永不磨损的属性，李凡早就把它卖掉了。考虑到其他玩家的能力，更换武器这件事，李凡注定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好在这件事暂时不急。而主动致命劈砍，在李凡看来算是比较不错的小 AOE 技能了，范围不小，剑气能穿透，技能 CD 也不长，估计以后会经常用到。至于暴风剑术，有一说一，这个技能最让李凡惊喜。高阶位 BOSS 往往物理防御力都非常变态，别看他现在连 LV20级史诗 BOSS 地狱3头全都干掉了，但实际上在作战过程中，他的务工属性基本就是个摆设，输出全靠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有了暴风剑术的削弱物防效果，那自己以后可以考虑重新把自由属性点加在力量属性上面了。毕竟堆体力是在输出不够的情况下被迫决定的，如果输出够高，更快把 BOSS 干掉，也相当于变相增加容错率了。这首次转职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就先留着，过段时间再看看情况吧。LV2级暴风剑术的削弱物防不是很多，等它等级再升几级，再决定要不要堆力量以及堆多少力量。接下来是时候去把战士之心搞到手了。想到这里，李凡从背包中找出副本钥匙，这是进入隐藏副本狼族祭坛的特殊道具，这东西可随时随地使用，一共有10次进入机会，最高可组个10人队伍。进入狼族祭坛可没有强制限制队伍人数，李凡干脆决定一个人先进去看看。隐藏副本相当于公开副本的最高难度， LV20级的副本，以我的实力应该10拿9稳。李凡这样想着，与此同时激活的副本钥匙。提示：队长选择进入隐藏副本狼族祭坛。提示：副本限时60分钟，通关要求为击杀银狼族长 LV20级传奇生物。警告：当前模式下，副本空气中蕴含微量毒素，所有挑战者每秒损失4点 HP。 李凡视线一花，就来到了一个山谷环境中，这里就是狼族祭坛副本内的起点了。副本最强 BOSS 也才是 LV20级传奇而已，接下来没什么好说的，李凡直接一路横推。青铜阶位银狼直接秒杀，白银阶位银狼同样是被秒杀的下场。黄金阶位 BOSS 银狼王，现在李凡就已经干掉过他一次了。现在副本内虽然银狼王的等级变成 LV20级，但李凡的实力也今非昔比，打起来更轻松。暗金 BOSS 银狼领主有点小麻烦，李凡花了足足将近10秒时间才把他干掉呢，他的实力算是很强了。而最后 BOSS 银狼族长，这家伙不愧是隐藏副本的传奇 BOSS， 实力非凡，打起来比蜘蛛领主还要费劲，并且还有凡人的反伤技能，吸收伤害的护盾类型技能。李凡花了2分多钟时间才把他干掉，加上赶路与寻找 BOSS 时间，李凡通关耗时6分钟出头。提示：你已成功通关狼族祭坛副本，副本过程评价为 SSS， 你获得副本结算奖励140万经验值，传奇宝箱 LV20 乘1。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21。提示：你的任务铁匠莫林的复仇中已完成，可前往铁匠莫林处领取任务奖励。提示：你是全服第一个通关狼族祭坛副本的玩家，恭喜你获得首通奖励300个自由属性点，称号狼族宿敌，史诗宝箱 LV20 乘1。
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提示：你通关的狼族祭坛为隐藏副本，该副本首通后将自动成为对所有玩家开放的公开类型副本，并在接下来7天内限时掉落率增加 20%。作为回报，你可以对挑战该副本的玩家收取门票费，副本等级过低，仅限收取游戏货币，且限定金额不得超过1银币。是否收取门票费？请在10秒内确定该设置，超时即默认为免收门票费。不隐藏，收费，门票费就收1银币。李凡想也不想地做出决定。隐藏副本通关后会变成公开副本，这种事他前世就经历过了，对收费一事也早有准备。免费是不可能免费的，想打本，通通都给我交钱，嘿嘿嘿。李凡嘀咕一句后，美滋滋地开始查看自己的副本收获。副本内一共收获了60多件青铜白银装备，7件黄金装备，3件暗金与1件传奇装备，另外还有各种品质的技能书5本。其中李凡自己用得上的只有1件暗金品质鞋子以及传奇品质裤子防具。暗金品质鞋子有增加 15% 移速效果，非常好用，且有奇葩又实用的主动技能溜之大吉，激活时可以在10秒内移动速度额外增加 100%， 冷却时间300分钟。而传奇裤子则有超高的防御、体力属性加成，更有生命恢复效果增加 40% 的被动技能 buff， 吸血也算是恢复生命效果吧。很好，很合适自己。美中不足的是，5本技能书每一本李凡能用的都只是待处理的货物而已。让我康康，这手通的史诗宝箱能开出什么？这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爽！李凡打开史诗宝箱后，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把史诗大剑，忍不住笑逐颜开。第52章，战士之星到手，喜提完美品级史诗双手大剑。全服公告：隐藏副本狼族祭坛被 M4399 新手村英勇的挑战者太岁神 LV 22级战士打通，获得全服首通奖励。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狼族祭坛转为公开类型副本，对所有 LV 20级玩家开放，并限时7天内副本掉落增加 20%， 欢迎所有玩家前往挑战。X3 第一个职业晋级排行榜刷新的公告还过去没多久，这回新的全服公告又开始刷屏了，玩家们又双若一次震惊了，又是公告，又是太岁神，还有完没完了？干脆把我震惊死了算了，我已经震惊妈了呀！马德，这狗比的运气真好。论坛上游戏官方发的公告贴你们看了没？太岁神就是运气好一点，咱不羡慕哦，迟早能超越他。太岁神能不能不要那么赶？下线休息一会好不好？等等人民群众吧。太岁神这次做的还不错，有新副本打了，这下 LV 20级之前都不需要再搞野怪了，舒服。哇，什么意思？进这个副本还要收费？可恶，为了 20% 掉落率 buff， 我只能忍痛交了。一个个玩家们激动或麻木地讨论着。第一次全服公告大家是震惊，第二次全服公告大家也震惊，但是到了这回很多人都已经震惊麻木了呀。于是大家讨论了几句后，目光就放到全新的副本狼族祭坛上。可惜这个副本 LV 20级玩家才能挑战，主流玩家距离 LV 20级还有一段时间呢。李凡这边喜滋滋地查看手通宝箱中开出的史诗品质双手大剑的属性。装备：正义裁决之刃，耐久500，品质史诗，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 20级以上，使用双手武器的近战职业，力量500点以上。属性1：物攻加850，魔攻加700，力量加210。属性2：物理攻击力正 15%。属性3：力量加210。属性4：攻击附带光属性。属性5：光属性攻击正 16%。属性6：裁决之力，被动技能，每击杀一名等级不低于自身的史诗阶位生物，将永久增加装备 10% 基础属性，击杀10名史诗生物后，装备将自动进阶为神话品质。属性7：正义裁决，主动技能，释放时锁定一名敌人，强制将其与自身传送至一个刺激空间决斗场，并吸取其 10% 的核心4维属性，直到一方死亡后才可以自动传送出来。技能冷却时间24小时。完美品级史诗双手大剑，7条属性，超高的基础加成，并且更重要的是它未来可以升级为神话品质。要知道神话品质的装备一般情况下只有击杀神灵阶位 BOSS 才能爆出来。李凡前世奋斗了10年，连神话品质的装备影子都没见到过呢。有消息称，当时世界第一强者凯撒大帝也仅只有1件神话品质装备而已。因为在无尽苍穹中，史诗 BOSS 与神灵 BOSS 虽然只差了一个阶位，但是实力却天差地别。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基础属性上，技能等方面的差距更夸张。比如神话 BOSS 都有一种领域类的技能，对史诗阶位以下生物拥有非常夸张的压制力，哪怕是 LV 200级史诗阶位强者，
在 LV20级神话生物面前能发挥出6、7层实力就算不错了。打败有可能，想击杀那就难如登天了。毕竟神灵 BOSS 都有很高的智商，黄金 BOSS 都知道打不过就跑，他们更是深谙此道。所以想获得一件神话装备，那真的是太难了。这把正义裁决之刃能进阶神话品质，李凡真的是嘴巴都笑歪了，爽！等将来进阶神话品质，这把武器我用到 LV100级都没问题。李凡开心的将正义裁决之刃拿到手中，顺便看了一眼自己的最新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21级248万32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24008， MP 6050，攻击物攻2122，魔攻1078，防御物防1490，魔防1415，属性力量996，敏捷12292，精神378，体力1245，自由属性点460，最大攻速147.60次每秒，最高移速294.21米每秒。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技能略，特殊光属性攻击 16%。 LV20级前玩家升级属于简单模式，但从 LV20级开始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暴涨，这也是李凡为什么单人手通狼族祭坛后等只提升 LV1级的原因。手通奖励的称号狼族宿敌属于特殊称号，基础属性不如现在的征服噩梦的强者，但多出一个对狼族生物伤害增加 13% 的属性，以后说不定会用得上。这物理攻击力直接比职业晋级之前提升了4倍左右。防御倒是没怎么提升，毕竟虽然体力增加了点，防具装备也更新了2件更好的，但是没了盾牌，所以双防没什么变化。但以后有需要的话，直接把自由属性点加到体力上就行了。接下来是时候去把任务给交了。李凡欣赏了自己全新面板好一会儿，心情才终于平静下来。从副本中离开后，顿时又回到人山人海的 M4399新手村副本广场。好在魔法面具伪装效果一直都在，因此没人认出他就是太岁神。一路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李凡很快来到新手村铁匠铺。年轻的勇士，谢谢你帮助我为女儿报仇雪恨。大恩大德，老头子，我无以为报，这是我的心意，请不要拒绝。还有这个东西是我早年历练时偶然得到的物品，希望你喜欢。铁匠莫林一边说着，李凡面板上一边出现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10万经验值，10枚金币，特殊道具战士之心。对了，还有老头子，我就一个臭打铁的，我愿意耗尽家底为你打造一件黄金装备，你需要什么类型的装备呢？这也是任务奖励中的一项内容。李凡想了想，自己全身上下只有腰带还是垃圾白银装备，于是就随口说道：腰带吧。好的，请耐心等待3天，3天后我必将打造成功。行，李凡敷衍的点了点头。3天？马上我就要去主城了，到时候能不能想起这件事再说吧。现在他的目光全部都被战士之心吸引住了。第53章战士之心，进入主城天耀城。物品战士之心，类型特殊道具，作用放入背包内即可生效，战士玩家拥有时使自身不受到任何控制，非战士玩家拥有时则无该效果。终于搞到手了。李凡看着战士之心的属性，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有了这个道具，自己以后再也不怕 BOSS 的控制类型技能了，战斗容错率飙升。战士之心表面来看就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形金属块，李凡直接将它收到背包里。个人面板上出现了一个免疫控制的 buff， 持续时间无限。东西到手了，也是时候该去主城发展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虽然多，但实际上才过去几个小时而已，距离李凡平时下线时候还早着呢。想到这里，他果断离开了铁匠处，前往新手村门口。这里有一个前往主城的魔法传送阵，只要玩家抵达 LV20级，站在传送阵内，就能根据系统提示信息前往想要去的主城了。提示：你的等级符合魔法传送阵使用要求，请在以下主城中选择想要前往的城市：天耀城、凤阳城、黑水城、云雨城、戈壁城。无尽苍穹中的主城少说有150个，但并不是玩家们想去哪个主城就能去哪个主城的。选择范围跟玩家在哪个新手村有关。此时出现在李凡面前的一共有32个选择。拥有前世经历的他很清楚，这32个主城是绝大多数与自己一样的龙国玩家 LV60级之前的活动范围。至于想去其他主城，那就是 LV60级后国战战场开启后才能办到的事情。当然，如果有特殊机遇，那提前做到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事主要看运气，其次看能力。这32个主城属于一个叫东华帝国的 NPC 势力，
而东华帝国在无尽苍穹中只是100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好在各个主城足够大，互相之间也有传送阵 ，LV60级钱够我浪了。就是有点可惜，印象中那些西方玩家所在的主城中的一些隐藏任务，我没办法截胡了。先去天耀城吧。李凡思索了几秒后做出选择。去哪座主城？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在该城市中能接到什么隐藏任务。他记忆中目前有3个自己现阶段能够接取的隐藏任务，这3个隐藏任务在不同的城市完后所有环节后奖励方面仅比战士之星次一点点而已，对李凡来说都非常重要。由于32座主城之间互相有传送阵，先去哪里都可以。而之所以选择先去天耀城，主要是李凡背包中有个物品李天花的遗信，之前从银狼王身上爆出来的，这东西要求他去找天耀城传奇剑客 NPC 李长生。李长生属于高级 NPC， 又有李长生的忧虑任务，在李凡前世10年都没有人成功满足接取条件，因此他非常好奇这个任务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奖励。提示：你已选择前往天耀城，该次传送需要1金币费用，支付后可立即传送。提示：你已支付费用，传送中，传送完毕。提示：你进入天耀城，当前位置为城南传送阵附近，传送费1枚金币。按照 M4399 新手村现在的物价，那都是大几千龙国币了。李凡真替广大普通玩家们心疼，不像我，1枚金币对我来说只是毛毛雨而已。李凡正这样想的时候，忽然一阵议论声出现在他耳边：陈兄，都几10年了没出现天选者了，你说上面派我们驻守在这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只是普通士兵而已，上面这么做自然有上面的道理，咱们按命令办事就行，能轻松拿军饷不舒服吗？是这个道理，不耽误我们拿军饷就没有问题。不过话说回来，陈兄，你说这天选者的传说是真的吗？天选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们东华帝国出现，传说中天选者不死不灭，是对付魔物的最好。孙兄弟，天选者传送阵是不是出现了个人？我眼睛花了吗？没，你眼睛没花，确实有个人。我的老天爷啊，这个传送阵只有天选者能用，天选者出现了。李凡循声望去，只见2名穿着皮甲、手持长枪的 NPC 士兵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见状，他忍不住会心一笑。在无尽苍穹世界，新手村的 NPC 数量很少，智慧不高，而主城范围内的 NPC 们则是另一种存在。他们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文明。与人类的区别就是一方能自由穿梭现实与虚拟世界，而 NPC 们只能生活在虚拟世界。在 NPC 眼中，天选者就是对玩家群体的特殊称呼。有着前世10年经历的李凡很清楚，天选者群体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无尽苍穹世界中了。以前的天选者属于其他世界的玩家，这一点李凡从前世游戏与现实融合后才知道的。在 NPC 们眼中，天选者是非常特别的群体，不死不灭，成长能力惊人。而 NPC 们并不是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就比如眼下所在的东华帝国来看，除了各大主城算是安全生活的区域，主城之外的野区则充满风险，更有一个个被称为智慧魔物的部落聚集地，与东华帝国的 NPC 势力征战不休。天选者的出现意味着 NPC 们出现了强有力的帮手，因此眼前这2个 NPC 士兵才如此激动。你们好，我是天选者，我有重要事情要去见李长生，你们能带我去见他吗？李凡跟2个 NPC 士兵打了声招呼后，直接进入主题。跟 NPC 不要绕来绕去的说太多废话，可以把他们当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你居然认识李建胜？不过不行，你得先跟我们去见城主。李建胜是我们天耀城实力最强的人，不是说很多天选者都无法无天的吗？我觉得先见李建胜也行啊。那就你先带他去见李大人，我去禀告城主。我的天，天选者竟然真的出现了，感觉跟做梦一样。2个 NPC 士兵交流了几句，其中一个带着李凡去找李长生，而另一个去找城主了。第54章 LV90 传奇 NPC 李长生。这2名 NPC 属于专门驻守玩家，也就是天选者传送阵的士兵。李凡的出现他们很重视，因为历史告诉他们，当第一个天选者出现时，随后将有无穷无尽的天选者出现。虽然很惊讶李凡是如何得知李长生的名字，但李长生作为天耀城最强 NPC 土著，他们也自然愿意带李凡去见他。毕竟天选者可是出了名的无法无天，带去见大人物自然是应该的。天耀城的 NPC 们土著居民很多，这里就像是龙国古代的城市。卖麻花喽，好吃又便宜的王记大麻花，一个只要10个铜板。冰糖葫芦，一个12铜板，快来看看啊！妈妈，我要吃冰糖葫芦。吃一个够吗？够了，谢谢妈妈。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没多久，李凡就在 NPC 士兵的带领下
来到一个3进大院子的大门前。NPC 士兵们上去与守门人交流了片刻。过了大约5分钟，一个白发鹤颜的老头提着一柄湛蓝色的长剑匆匆走了出来。果然是天选者。时隔60年，天选者终于再次出现了。好，太好了！太岁神，我李长生代表东华帝国欢迎你的到来。这名老头就是东华帝国传奇剑客李长生。见到李凡的一瞬间，胡子都激动地抖了起来。李凡理解他为什么激动，因为按照前世的轨迹，这回东华帝国危机四伏，外界各种智慧魔物部落对东华帝国蠢蠢欲动，玩家的出现可是能帮助东华帝国土著大忙的。普通 NPC 土著也许不懂天选者的意义，但李长生这种帝国高层人士肯定明白。不过在短暂的激动过后，李长生眼神浮现一丝疑惑与慎重。东华帝国建国1000多年，历史记载出现过6次天选者，关于对待天选者的安排与管教早就有了规矩。太岁神，你本来应该前往城主府拜见城主后，在天选者部门接受律法管教，你为什么要求先来见我？你认识我？你说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李长生甩出一连串的问题。玩家进入主城后，要到 NPC 天选者部门接受律法管教。李长生说起这件事，李凡就忍不住心疼当初的自己。玩家群体对游戏世界土著而言属于第4天灾，玩家就像是不定时炸弹，可能拯救世界，也可能将世界当作掌中之物，肆意游玩。玩家可以在游戏里建造世界，也可以在游戏里毁灭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玩家的杀伤力远胜于游戏反派大 BOSS。无尽苍穹世界的土著 NPC 们已经对玩家群体很熟悉了，知道玩家无法无天的特性，所以早就已经出现成熟的玩家管理、教育法则。以普通玩家从新手村第一次进入主城来举例，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被 NPC 士兵强制拉着去接受管理学习，必须要能背诵相关律法，并通过考核等流程，才会被 NPC 士兵们允许自由活动。虽说 NPC 对玩家的道德水平要求很低，但律法再怎么少也有3000多字。李凡当初背了好几天才成功通过考核，被允许自由活动。现在想想，李凡都忍不住心酸。天知道自己自从毕业后有多久没背过书了。本地的 NPC 太没礼貌了。好在前世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一世不需要那么麻烦。这是我击杀一个黄金阶位狼族魔物后偶然获得的。对于李长生的疑惑，李凡也不多解释，直接从背包中把李天花的遗信拿出来递给对方。与此同时，他也看了一眼李长生的简略信息：姓名李长生，实力 LV90级传奇阶位，属性技能，备注东华帝国传奇剑客最强者之一， LV90级传奇阶位。李凡看着这份面板，忍不住心想，干掉对方会爆出什么好东西，等级差距太大。虽然看不到对方的具体属性技能，但目前自己打过对方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砍 NPC 的代价太大了。李凡赶紧摇了摇头，打消自己这个危险的念头。另一边，李长生接过遗信后，匆匆看了几眼，顿时目露哀色。这是华子的信，华子死了，我的大孙子啊！想不到我李长生竟然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天。等了一小会，见他心情平静一些后，李凡趁机开口说道：节哀，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太岁神，谢谢你帮忙把我孙子的遗信带给我。不过，李长生打量了李凡几眼后，忍不住摇了摇头，你的实力目前还是太弱了，过段时间我再……李长生话还没说完，瞬间就瞪大了眼睛，因为李凡二话不说，直接在他面前展现实力了。这种事情他熟得很，不就是 NPC 小看玩家吗？当初在新手村铁匠莫林那里怎么触发隐藏任务的，此时再来一遍就行了。刷刷刷，1秒150次攻击，这频率直接看得李长生瞪大眼睛，后半截话自然也说不出口了。我看走眼了，你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实力，不愧是第一个来天耀城的天选者。既然如此，那么我这里的确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李长生话音落下，李凡面板上随之出现了提示信息。提示：你触发隐藏任务李长生的忧虑。1、任务说明：近期来，天耀城附近一些魔物部落异常活跃，李长生对此隐隐有些担忧。3个月前，他派出自己的孙子李天花前往查探，此时却得知李天花意外生死，悲痛之下，由于自己需坐镇天耀城内无法抽身，因此想请你调查李天花死亡的原因，以及调查附近魔物的异常原因。但在具体行动前，他需要进一步验证你的实力能否胜任此工作。任务内容：前往天耀城南门外的红叶谷区域，击杀500头食腐鼠 LV25级普通生物。任务进度0500，任务期限3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20枚金币，25万经验值，是任务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其他奖励若干。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第55章，
天耀城城主的震惊开始刷怪。就在李凡顺利从李长生这里接到隐藏任务的时候，李府大门口，一个中年男人为首的一队 NPC 匆匆赶来。李凡定睛一看，走在首位的中年男人正是天耀城的城主，姓名赵恒，实力 LV70级暗金阶位，属性技能。备注：天耀城城主，东华帝国皇族直系成员。果然是天选者，太好了！太岁神，欢迎来到天耀城。你跟李坚胜的事情谈完了吗？谈完了，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是第一个出现在东华帝国的天选者，我来亲自跟你说一下我们东华帝国对天选者的管理与奖励条例。天耀城城主赵恒一边说着，一边看向李凡的目光中充满警惕与兴奋。警惕的是他作为城主，有维护城内治安的职责，必须要管理好天选者。兴奋的是天选者的到来，意味着东华帝国在面对外界魔物危机时将出现强有力的新生力量。纵观东华帝国历史，每次天选者出现期间，外界魔物威胁都是最微弱的时候。但是天选者不服管教的惯例也在历史中赫赫有名，因此赵恒的目光中又有几分威胁，大有李凡不答应就用武力压迫的意思。只是他的这种威胁很快就变成了惊愕。第一，不可无故击杀任何人；第二，不可在东华帝国境内进行奸淫掳掠；第三，不可欺骗东华帝国任何居民，如有被欺负情况，即可报官申冤，由官方进行公正裁决。第四，不可第201击杀一头魔物，根据魔物实力获取一定的功勋点数，功勋点数可以在东华帝国兑换各类物品。第203，如打算前往危险地区冒险，可消耗功勋点数或者出钱雇佣本土居民进行协助作战。第204，如摧毁一个魔物部落，将获得至少1000点功勋点数的额外奖励，且受到帝国赏赐，成为荣誉天选者称号。李凡此时背诵的正是东华帝国对天选者的管理与奖励条例内容。这东西就跟他记忆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之类的文章一样，简直像是刻在脑海中了，仔细想想就能背出来。东华帝国对天选者的管理算是比较宽松的，主要是警告天选者没事不要去欺负普通居民，然后是鼓励天选者打怪，帝国有奖励；警惕天选者作乱，鼓励天选者帮助本土居民抵抗魔物。类似的条例不只是出现在东华帝国，无尽苍穹，世界的其他国家也同样这么对待玩家。你怎么会这个？你去过东华帝国其他主城，在那里接受过学习？不对啊，天选者出现可是帝国大事，一旦出现必定将通知到所有主城。你真的是第一次来主城区？赵恒挠了挠头，简直要怀疑人生了。你都不用学习就能把管理条例背得滚瓜烂熟了？这一届天选者这么优秀的吗？你别管我在哪学习的，你就说我背的对不对吧？李凡摇了摇头，他直接反问道：开玩笑，难道我还需要跟你解释我是重生的不成？背得太对了，几乎一字不差。赵恒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既然你已经熟悉天选者管理与奖励条例了，那这个过程对你就略去吧。你把这个待在随身携带，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话音落下，赵恒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金属球，金属球表面镌刻着复杂的魔法纹路。物品：天选者官方证明仪。类型：魔法道具、特殊道具。作用：监督天选者善恶值，记录天选者功勋点数。善恶值0，功勋点0。备注：东华帝国出品，放入背包内即可生效。通过考核的天选者证明请随身携带，如遗失请及时补办，否则将会遭到 NPC 士兵追捕。这是 NPC 专门为玩家准备的特殊道具，在 NPC 眼里，天选者可谓是猛于虎也。说的难听点，这东西就是 NPC 为每个玩家准备的临时电子狗链。但李凡觉得无所谓，他理解 NPC 对玩家的防备，更何况再过90几天后，游戏与现实融合， NPC 也与真人也基本上没任何区别了，这东西也就失去作用了。将这东西收到背包里之后，赵恒又开口了：作为第一个进入我们天耀城的天选者，你可以在我这里领取一份特别的奖励。话音落下，李凡系统面板上出现一个清单：一、精品长剑 LV20级黄金双手大剑；二、精品重盾 LV20级黄金双手大盾；三、乌金剑 LV20级黄金单手剑；50、精品法典 LV20级黄金单手法书。清单上一共有50个选项，李凡扫了几眼，发现清一色都是 LV20级各职业黄金品质武器。第一个进入主城的玩家居然还有这种意外之喜，李凡有点惊讶。不过区 LV20级黄金他已经看不上了，那我要这个精品双手重盾吧。李凡随便选择一个装备，这些装备作为货物的情况下对比，双手重盾比较值钱。毕竟一个团队来说，前排坦克玩家的重要性绝对是最优先的，
一个好 T 可以保证团队的稳定性，盾牌作为 T 职业的核心武器，当然也属于高需求物品。告别李长生与赵恒后，李凡没有立即传送去其他主城截胡记忆中的3个隐藏任务，而是来到野外。天赋升级了这么久，刷怪好久没看到增加敏捷的提示信息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天耀城野外最弱的都是 LV21 级普通怪，这种层次的生物已经满足天赋击杀需求。提示：你击杀了灰翼螳螂 LV21 级普通生物，你获得640点经验值。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点敏捷。就是这个提示信息，爽！李凡心情美滋滋的。接下来他干脆就在这里刷了3个多小时，基础敏捷属性突破15000点了，然后才在困意的催促下摘下头盔洗洗睡觉。网瘾少年劳碌又充实的一天圆满结束。第56章，苦逼的陈二狗截胡隐藏任务行动。滴滴滴，一觉醒来，李凡手机出现微信好友留言提示声，发消息不是别人，正是好兄弟陈二狗。过去几天他们每天都聊几句，只不过双方都沉迷游戏，好好的聊天功能搞得跟留言板似的。李凡打开微信查看信息，陈二狗，小李子，哥已经升到 LV20 级了，哈哈哈，厉害吧？陈二狗，擦，之前听你的话进入天耀城，结果刚来这里就被 NPC 看管起来了，妈的，居然还被管理条例，这游戏还有这种苦逼玩法的，幸好哥记忆力超级棒，半天时间就搞定了。陈二狗，小李你还没告诉我你游戏 ID 叫什么呢？说好等我来天耀城后给我牛逼装备的呢。果然，你是在跟我吹牛逼对吧？哈哈，哥原谅你了。陈二狗，太困了，睡觉去了，大概晚上9点上线，到时候你记得来天耀城加我游戏好友啊，哥属于排行榜前1000的高手，哥带你飞。看着微信聊天界面的信息，李凡不由得会心一笑。好兄弟二狗子的游戏 ID 第一天就告诉自己了，但是自己这边却迟迟没告诉他自己的游戏 ID。他很期待自己在游戏中站到对方面前时，对方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到时候这家伙一定会被吓一跳吧。晚上9点吗？行，今天哥就正式带你飞。李凡回复了一个 OK 的表情，然后照常随便吃点东西，戴上游戏头盔。醒来就打游戏，下线就睡觉，一天清醒时间 95% 都在游戏中。李凡干的自己都有些害怕，长此以往，怕是不猝死也甚虚啊。好在等游戏与现实融合后，世界数据化，自己的身体与角色同步，到时候妥妥满血复活。一分辛苦一分收获，现在干一点，将来面对异域魔物入侵时就会更有主动权。提示：欢迎回归无尽苍穹世界。提示：你有一份待领取金币狼族祭坛副本门票费。提示：你的好友紫霞仙子中午12点10分给你发来一条留言，今天收了1000金币，人在天耀城，你什么时候过来？我把金币给你。刚上线，李凡面板上便出现3道提示信息，门票费累计9000金币出头，才过去一个白天而已，就有这么多钱，爽！李凡开心的嘴巴都歪成了钩子。狼族祭坛副本的门票收入非常可观，一来因为游戏玩家基数多，二来这个副本 LV20 级可以进入，正好卡在玩家职业第一次晋级的阶段。为了收集更好装备、更强力技能，从而通过高星难度职业挑战，所以有很多人去打狼族祭坛。目前达到 LV20 级的玩家其实不算多，大概占据全服玩家的 10% 左右吧。可以预料，狼族祭坛在未来几天内依旧能每天给李凡贡献大量门票费用。紫霞仙子那边也听取我之前的意见，来到天耀城了，马上又有一波4位数的金币进账，舒服啊！这件事不急，等晚上9点左右，我去见二狗子，顺便把他那边的金币拿过来。现在是时候把记忆中那3个隐藏任务给截胡了。想到这里，李凡立即行动起来。随着抵达 LV20 级并完成职业转职的玩家越来越多，万一自己好不容易想起来的3个隐藏任务被其他玩家触发了，那就亏大了。因此，他今天打算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这3个隐藏任务搞到手。提示：你已传送至凤阳城，消耗1金币传送费用。截胡隐藏任务行动的第一站是东华帝国主城之一的凤阳城。刚传送过来，李凡耳边便传来一阵嘈杂声：凭什么不让我们离开？什么天选者管理条例，老子学习个屁，滚开！卧槽 NPC 士兵砍人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NPC 你们给也等着，将来迟早给你们好果子吃。没错，凤阳城这里的玩家传送阵也出现了少量玩家。这些玩家抱着激动的心情从新手村来到主城，还没开始浪呢，就遭到 NPC 士兵们正义铁拳的教育。想离开？老实点，把天选者管理条例背熟了再说。不服？想搞事情？ NPC 们知道玩家不死不灭的属性，敢闹事直接把你弄死。NPC 态度突出的就是一个强硬。
李凡现场就目睹了几名玩家闹事后被当场打死的一幕。NPC 士兵都是 LV40级以上的实力，玩家群体跟他们比起来，装备技能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再加上等级压制，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听话。当然，我已经通过考核，跟他们的待遇不一样。李凡直接走出人群，果然，现场的 NPC 士兵们看了他一眼后，没做任何阻拦行为。李凡身后被看管的玩家们见状愣住了，什么情况 ？NPC 为什么不拦住那家伙？武松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攻略？分享给我们一下吧。武松兄弟，等一等，别走，抄！在围观玩家们不解的眼神中 ，ID 伪装成武松的李凡施然的离开了。走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李凡七拐八拐来到一个猎户 NPC 的家门口，门口敞开着，一个大约40岁的落魄中年男人出现在李凡面前。姓名：程晓光，实力 LV33级普通，属性：技能。备注：凤阳城的一个普通猎户。程晓光坐在院子里，穿着简陋的动物皮毛衣服，正在擦拭一柄牛角弓。看起来他与凤凰城内芸芸众生没什么不同，但拥有前世经验的李凡却知道这家伙可不是普通 NPC， 人家有背景。你好，我是一名热心的天选者，你看起来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我能帮助到你的吗？一句平平无奇的开场白，猎户程晓光抬头的看了李凡一眼，冰冷的回复道：不需要。另外请你离开，我想安静一点。李凡叹了一口气，记忆中他对这个隐藏任务的具体触发流程已经很模糊了，所以只能自己胡乱尝试一下。果然，平平无奇的询问触发不了隐藏任务，那就只能给对方上点强度了。第57章，不记得任务触发流程。机智如李凡。猎户程晓光的隐藏任务，李凡得知的途径跟新手村铁匠莫林的复仇一样，都是他前世在浏览游戏论坛时候看到的大佬分享帖子。无尽苍穹中隐藏任务几乎都具有唯一性，当一个人完成一个隐藏任务后，就算把方法原本的公布出来，也不会有第二个人能触发同样的隐藏任务。或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此李凡前世的那些大佬们才乐此不疲地分享自己曾经做隐藏任务的经历。眼前这个猎户 NPC 程晓光，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凤阳城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 NPC 而已，但李凡却知道对方身份不简单。他祖上曾经是东华帝国赫赫有名的传奇家族，被尊称为程氏屠龙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一名老祖单枪匹马干掉一个魔龙部落，该名老祖一度属于东华帝国的最强者。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该名老祖最终在一次魔物工程过程中不幸牺牲。他的死亡也导致赫赫有名的屠龙家族一落千丈。到了程晓光这一代，整个家族更是只有他自己一个大龄剩男了。程晓光无比向往祖上的荣耀，可惜他天赋有限，努力多年也就比普通居民强一点点而已，并且年轻时候受伤导致无法生育后代，眼看着家族到自己这一代就要断绝了。程晓光有一个梦想，他不求别的，就期盼自己的程氏屠龙家族的名号能再一次响彻东华帝国，如此他即便死也无憾了。自己不行，于是程晓光只能将希望寄托他人，因此在李凡前世，某个幸运玩家就入了他的眼。这个隐藏任务的奖励，我记得是一个叫混沌之石的特殊道具，能大幅度提高玩家的力量属性。可惜时间太久远了，我记不清任务的触发流程，没办法，只能另辟蹊径尝试一下了。想到这里，李凡思索了片刻，突然开口大笑起来。哈哈哈！你笑什么？程晓光皱着眉头问道。堂堂程氏屠龙家族，到你这一代竟然变成了一个落魄的普通猎户，你说可不可笑？哈哈！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程晓光目光一凝，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从帝国传奇家族变成只剩自己一人的落魄猎户，这是程晓光心中最大的痛苦，根本没跟别人说过。他不明白对方怎么知道的。我说了，我只是一名天选者，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给你祖上蒙羞了，这是事实吧？你懂什么？李凡一句话就让程晓光激动得面红耳赤起来。我想这样的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帝国强者那样妖孽的天赋，也没有老祖那样逆天的运气，甚至家族都没给我留下像样的传承，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我也想像老祖一样，将程氏屠龙家族的名字闪耀整个东华帝国，但我是个废物。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不怕你急，就怕你不搭理。李凡内心很开心，不过表面上却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随后认真说道：将程氏屠龙家族的名字闪耀整个东华帝国，这就是你的梦想吗？没问题，我可以帮助你。就凭你？程晓光忍不住冷笑一声，区 LV22级天选者，实力不强，口气却很大，也不怕风大闪了舌。不是，你们 NPC 看玩家实力只看等级的吗？刷刷刷！李凡不等对方说完，就熟练的展示1秒150刀攻速，成功让程晓光懵逼了。这是什么？
程晓光震惊了，区 LV22级天选者，为什么有如此可怕的实力？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废物啊！现在呢？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李凡问道。姚晓光没说话，但是想法却很诚实。李凡面板上瞬间出现任务提示，提示你触发唯一隐藏任务猎户程晓光的梦想。任务说明程晓光做梦都想让自己家族的荣光再次响彻整个东华帝国，但他认清靠自己是没办法完成这个梦想的，因此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在正式开始前，你需要进一步向他证明自己的实力。任务内容：击杀10头 LV30级以上黄金生物。任务进度0、10。任务期限7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10枚金币，25万经验值，是任务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其他奖励若干。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机智如我，不记得任务流程也能触发任务，哈哈哈！李凡暗暗给自己点了一个赞。任务接完后，他就没再跟程晓光墨迹什么，果断前往下一个目标所在城市。提示：你已传送至戈壁城，消耗1金币传送费用。来到东华帝国主城之一的戈壁城后，李凡基本上把在凤阳城的流程复制了一波，在不记得隐藏任务触发流程的情况下，通过自身机制知晓任务内容与 NPC 需求的前提下，成功接到第2个隐藏任务。提示：你触发唯一隐藏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任务说明：1年前，威远镖局在一次集体运镖任务中遭遇戈壁深处的尸蝎魔物部落袭击，死亡惨重。最终，唯一幸存者少东家林有亮因家产全部赔付委托方而沦为乞丐。林有亮非常渴望有人能为他的家人复仇。在正式开始前，你需要向他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实力。任务内容：前往戈壁城南门外的戈壁深处区域，击杀500头普通尸蝎 LV32级普通生物。任务进度0、500。任务期限7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万经验值，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可怜的林有亮，任务第1环奖励连个铜币都不给，也就我乐于助人才帮你的。绝不是因为任务最终奖励的那个能60秒内使主动技能无 CD 的全服唯一特殊道具。李凡摇了摇头，告别了林有亮后，紧接着他又通过传送阵前往黑曜城。记忆中第3个隐藏任务是很特别的一种，但奖励非常牛逼。第58章卢元伟员外的99环任务开始爆肝。黑曜城一处酒馆内，李凡顺利地找到目标 NPC， 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糟老头子。这个隐藏任务接触流程倒是很简单，李凡上去问一句话后，对方就直接发布给自己了。提示：你触发唯一隐藏任务酒鬼卢元伟的日常。任务说明：卢元伟嗜酒如命，但最近囊中羞涩，希望你能给他一些酒钱。任务内容：送给卢元伟10枚金币。任务期限1小时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1万经验值，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卢元伟这个 NPC 跟李凡前面在戈壁城接触的林有亮一样，也是个穷鬼，任务奖励1毛不拔。好在李凡也不在乎这点蝇头小利，接到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任务不给像样的奖励就算了，还倒贴给 NPC 钱。如果换做一般玩家，有几个愿意这样做的？然而李凡却知道，这个任务不简单，最终将获得一个能使玩家全身佩戴装备提升到角色等级一致的特殊道具。比如李凡现在的武器是 LV20级史诗，将来自己升到 LV30级时，有了这个特殊道具，武器将自动提升为 LV30级史诗装备水平。自己升到 LV40级、LV50级，甚至 LV200级，武器也会随之提升。可以说，一旦有了它，李凡早早就能搞出一身毕业装备了。交给卢元伟10枚金币后，李凡面板又出现了新提示。提示：你已完成任务酒鬼卢元伟的日常。你获得1万点经验值。提示：你自动接取第2环任务酒鬼卢元伟的日常。任务说明：卢元伟嗜酒如命，但好酒需要配上好菜，他最近十分想念疾风兔腿的味道，希望你能给他找来200双疾风兔的兔腿。任务内容：前往黑曜城北面的无尽山脉外围区域，击杀200头疾风兔 LV24级普通生物，击杀后自动获得任务道具疾风兔腿。任务进度0、200。任务期限3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万经验值，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又是一个要求很简单的任务内容。不过李凡知道，卢元伟的这个隐藏任务一共有99环，除了最后一环任务难度比较高以外，前面98环几乎都是很轻松就能搞定的，要么是要求击杀小怪，要么是直接给他买酒买菜钱。
在李凡前世，曾经有不少玩家触发过这一任务，可绝大多数人在任务做到一小半就放弃了。没办法，卢元伟太贪心了，要的钱越来越多，奖励却又一直一毛不拔。玩家们感觉做他的任务像是在单方面付出，感觉被 NPC 给耍了。99环任务有的磨呢。李凡前世最终在开服2个多月后，才有一个玩家成功做完。最终那个人凭借这个隐藏任务奖励的特殊道具，成长为全服10大法师之一。记忆中的3个隐藏任务全部截胡成功了，接下来就开始老老实实刷怪做任务变强吧。就先做这个如员外的任务。李凡经过短暂的思索后，确定了接下来的发育计划。目前他 LV 22级，这个等级很尴尬，打副本吧。只有一个狼族祭坛比较合适，下一个公开副本需要 LV 30级才能进去。狼族巢穴手通都比他拿下了，再刷最多也就搞一些装备技能而已。装备技能虽有用，不过狼族祭坛副本等级太低了，就像高等级玩家刷低等级怪似的，李凡刷的话会有收益惩罚。更重要的是，狼族祭坛副本里的怪都是 LV 20级，他没办法利用天赋增加敏捷属性。搞装备技能，无尽苍穹中的副本多着呢，将来等级足够了，再挑战新副本也不迟。时间宝贵，李凡觉得目前自己先利用天赋多刷小怪，多增加点敏捷才是正事。这个过程中顺便可以把卢元伟的隐藏任务干了，双管齐下，2开花，岂不美哉？想到就做，李凡立即前往黑曜城北面的无尽山脉外围区域。前世他对东华帝国32座太熟悉了，根本不用摸索地图。大约10多分钟后，李凡就抵达了目的地。物种疾风兔，等级 LV 24级普通生物，属性2000 HP， 255点物攻，220点魔攻，102点物防，93点魔防。技能疾风兔会在受到伤害时，攻击速度与移动速度有短暂的 30% 加成。疾风兔顾名思义，它的攻速移速快如疾风，速度快就是它赖以生存的绝技。不过区 LV 24级普通小怪在李凡面前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刷刷负2000致死伤害。提示：你击杀了疾风兔 LV 24级普通生物，你获得825点经验值，越级加成 10%。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点敏捷。提示：你获得一双疾风兔腿。任务道具：佩戴史诗武器正义裁决之刃后，李凡的基础物理攻击力刚好可以秒杀疾风兔，一件一个，甚至伤害都溢出了好几百点。他的移速攻速太快了，而疾风兔又属于刷新比较密集的小怪，于是李凡花了10来分钟就成功干掉了200头疾风兔。任务完成，基础敏捷增加了400点，回城交任务。提示：你获得了任务奖励略。提示：你自动接取第3环任务。卢元伟的第3环任务要求击杀无尽山脉外围一种名为赤翼蝙蝠的 LV 24级普通怪，任务内容是他一直想尝尝赤翼蝙蝠是什么味道。李凡很佩服他的独特口味，当然肯定要满足他的。于是又是来回20多分钟后，200个赤翼蝙蝠食材送上。紧接着任务开了第4环、第5环，一直到第13环。做完第13环任务后，李凡看了一眼时间，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晚上9点半了。一直做任务太枯燥了，他打算按照跟好兄弟陈二狗的约定，前往天曜城去见他。而就在回程路上，李凡偶然间发现不远处有一队大约7、8个人的玩家队伍，好像在打一头小 boss。他顿时有点抑郁了。老子刷了13环任务，结果一个 boss 都没见到，这群玩家应该刚通过 NPC 考核出来吧？刚出来刷怪就遇到一个小 boss， 这是什么狗运气啊？第59章抢 boss 的骚操作，懵逼的光芒公会玩家。郁闷之下，李凡忍不住仔细看了几眼，居然还是疾风兔黑铁 boss。马德，我今天不止一次来这里了，我怎么就没遇到他呢？咦，居然是一对熟人。李凡认出了打 boss 团队的玩家身份，对方为首者是一名 ID 叫月华的骑士玩家。李凡记得在自己前世，这家伙属于全服骑士职业排名前100的高手。他创建的公会叫光芒公会，也属于老牌公会之一了。月华以及他的光芒公会跟义薄云天的那群畜生人渣不一样，他们在李凡前世属于守护人类阵营的一方，是正面人物。所以认出月华后，李凡也不好再抢 boss 了。毕竟自己欺负义薄云天的人渣们属于替天行道，但欺负正面人物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区黑铁 boss 而已，我无所谓， boss 应该有首杀奖励。靠，我忍不住了。李凡纠结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还是遵从本能。boss 爆出来的东西我都还给你们，但是 boss 首杀奖励我很需要，将来有机会我再想办法小小补偿你们一波。想到这，李凡暗暗说服了自己，即将抢 boss 的负罪感少了大半。这件事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于是他脑海一转，就想到了一个骚操作。接下来
李凡直接发动暗金鞋子的主动技能溜之大吉，10秒内最大移速额外增加 100%。现在李凡的基础敏捷属性已经突破了 1.65 万，常态下最大移速为 389.25 米每秒。此时主动技能一开，10秒内最大移速直接变成 778.5 米每秒，是音速的2倍多。全力奔跑起来，身影真的如同闪电一般。疾风兔属于一种体型较小的怪物，哪怕黑铁阶位小 BOSS， 体型也不过才半米高。于是李凡在月华等人的猛逼中，如闪电般出现，一把抱起 BOSS 后，又如闪电般消失。刷刷刷！1936、1966、1996，黑铁阶位疾风兔在李凡面前也就是10来件的事情而已。不到 0.1 秒时间，他面板上就出现了新提示。提示：你击杀了疾风兔精英 LV24 黑铁生物，你获得1650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10%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程首杀，恭喜你获得12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的敏捷永久增加4点。提示：你已经捡起 BOSS 掉落物品暗火小圆盾、黑铁品质、疾风长弓、黑铁、坚韧腰带、普通以及1金39银57铜币。不错，搞到了10点自由属性。接下来再跑回去把 BOSS 掉落物品扔给月华他们。李凡心情美滋滋的，紧接着又如同闪电般跑到月华等玩家的面前，丢下 BOSS 掉落物品后头也不回的溜了。从暴走 BOSS 到击杀 BOSS， 再到将 BOSS 战利品丢回给月华等人面前，全程不超过3秒时间。李凡试了符一去，消失的无影无踪，像是从来没出现过，只留下现场一脸懵逼的月华等人。卧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 BOSS 被什么东西抢了？这地上3件装备跟1金多的货币是咋回事？我们 BOSS 被抢了，然后抢我们 BOSS 的什么鬼东西，又把 BOSS 战利品还给我们了？尼玛，你们看清是谁抢我们 BOSS 的吗？没看见，那家伙好像是一个幽灵啊！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我一个 M4399 新手村过来的朋友说过，他们村也曾经出现过这种幽灵般的存在，最后发现是太岁神。你们说是不是太岁神抢了我们的 BOSS？ 很有可能，超都双榜第一了，还抢我们 BOSS， 脸都不要了。不一定是太岁神，他只是 LV22 级玩家而已，怎么可能有那样离谱的速度？我觉得可能是某个有恶趣味的高级 NPC。 此时不知道马甲被人猜出来的李凡已经通过主城之间的玩家传送阵回到了天耀城内，只有待在一个城市内的玩家才可以在知道对方 ID 后远程申请好友，这也是为什么李凡此前一直没加成二狗好友的原因。现在条件满足了，李凡打开好友列表，输入这一馆叫思念 ID， 选择申请好友。与此同时，天耀城玩家复活广场，4个脸色苍白的玩家蓦然出现在复活广场上，每个人都露出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超，果然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二狗子，你才是排行榜前1000，就被人盯上了。特么的义薄云天的人太恶心了，想吸纳我们不成就直接击杀我们。超，我的黑铁匕首被爆了，我是白民啊，这也能被爆？恶心吐了！马德，此仇不报非君子，义薄云天公会的人，老子跟你们杠上了。你们有本事别让劳资成长起来，否则没你们好果子吃！干他娘的义薄云天公会！二狗子，你说句话啊，你咋一副懵逼的表情？没错，这4个人正是李凡好兄弟陈二狗与他的3名队友。就在10多分钟前，他们组队出城刷怪，不巧遇到一群义薄云天公会的玩家。对方认出陈二狗是等级装备排行榜前1000的玩家。虽然排行榜日新月异，此时陈二狗已经落到1000名开外了，但排行榜刚开那会，他双榜正好都是排名第1000的成就，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义薄云天公会的人认出陈二狗后，就要求陈二狗加入他们公会。陈二狗几人以前玩其他游戏的时候就被义薄云天公会的人砍过，自然不会答应他们。结果没想到对方一言不合，直接发动偷袭。经过艰难的抵抗后，义薄云天人多势众，最终陈二狗等人被送回了复活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此时陈二狗的3名队友们正咬牙切齿地对义薄云天公会进行语言输出呢，却惊讶地发现平时最活跃的陈二狗却愣在原地，露出一脸懵逼的表情。二狗子，你咋了？二狗子，你不会悲愤过度被气傻了吧？别，游戏中打打杀杀太正常了，咱不至于啊，心放宽一点。面对队友们的关心，陈二狗良久才抬起头，用怪异的声音说道：兄弟们，太岁神突然申请成为我的好友了。第60章。震惊的陈二狗，我兄弟竟然是游戏第1人。太岁神这3个字，可以说整个无尽苍穹世界的玩家都如雷贯耳了。全服第1个带队拿下蜘蛛洞穴噩梦首通的人，全服第1个转职1次晋级职业的人，通关隐藏副本狼族巢穴并使其成为公开副本的人。在游戏论坛上，
官方更是发公告贴证明其数据正常的双榜排名第1的大佬。虽然有很多玩家叫嚣着太岁神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的幸运儿，自己将来肯定能超越他，但是现在太岁神绝对是全服第1强者。这样的大佬居然也在天耀城，并且主动申请成为自己的好友。陈二狗惊呆了，他的3名老队友们此时也露出一脸惊愕的表情。我靠，二狗子你居然认识太岁神大佬？真的假的？二狗子你不会是气糊涂了吧？太岁神可是现在的游戏第1人，他能主动加你好友？我骗你们干嘛？真的是太岁神！我擦，二狗子，以后你就是我的二狗哥了，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什么时候认识太岁神大佬的，居然还瞒着我们？二狗哥，如果你能介绍我们认识太岁神，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头了。二狗哥，你来愣着什么？快同意太岁神好友申请啊！快快快！3名老队友确定陈二狗所言非虚后，当时就激动起来了。他们都算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人，将来超越太岁神可能性约等于0。别的不说，太岁神现在就有2件史诗装备了，他们觉得自己玩到游戏倒闭也都不一定能获得1件史诗装备。没办法，无尽苍穹内的 BOSS 实力太强了，他们至今连同等级黑铁 BOSS 都很难单挑取胜呢。史诗装备一般需要干掉史诗 BOSS 才能获取，按照同等级史诗 BOSS 差不多是普通小怪128倍实力的情况下，干掉史诗 BOSS， 他们觉得还凭自身实力1年半载的很难，并且就算自己变强了，人家太岁神又不是原地踏步等着自己超越，人家有资源有实力还够干，凭什么自己能超越他？所以陈二狗的3名队友觉得，与其苦哈哈的去追求一个基本上完成不了的梦想，不如想办法抱上太岁神的大腿。毕竟有句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自己不行，当大佬身边的鸡犬也不错啊。而对于陈二狗而言，疑惑的情绪远远大于激动。他不明白太岁神为什么要申请自己这个无名小卒的好友呢？除非是……陈二狗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莫非太岁神想招揽我？毕竟我也算全服前1000名的小强者了。哈哈，原来我这么吃香的吗？之前义薄云天偷袭我的原因也是招揽我没成功。陈二狗忍不住想入非非，嘴角也忍不住挂起一丝得意的微笑，颇有一种游戏实力被认可的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也果断同意太岁神的好友申请。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刚同意后，自己还没琢磨好该怎么跟太岁神打招呼，从而不失礼貌又显得自己有高手风范呢。结果太岁神却先给他发来了消息：太岁神私聊，二狗子，猜猜哥是谁？卧槽！太岁神竟然叫我二狗子！陈二狗懵逼的大叫起来。3名队友一听却不怎么惊讶，毕竟他们先入为主，以为太岁神跟陈二狗早就认识。这有什么？你不本来就叫二狗子的吗？不对，二狗哥的 ID 明明叫这一馆叫思念，太岁神叫你二狗子，他是属于你现实世界中的朋友啊！我擦，二狗哥这你就不厚道了，这么吊的朋友竟然瞒我们瞒得这么死，你们懂什么？陈二狗急了，我现实中就是个死肥宅，朋友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们游戏水平还不如我呢，哪能有太岁神这样全服第1人的水平啊？难道是他？陈二狗说着说着，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整个人顿时激动起来。现在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半，这个时间我约定一个好兄弟加我好友的。想到这里，陈二狗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太岁神回了消息。这一馆叫思念私聊，小李子。太岁神私聊，你妹的，说了多少次不许叫我小李子的，这绰号跟叫太监似的，太难听了。这一馆叫思念私聊，卧槽，竟然真的是你啊，小李子！太岁神私聊还敢叫？有劲，拉黑了。这一馆叫思念私聊，欧灵，别，凡哥我错了，求你带我飞。太岁神私聊，哈哈，哥已经在天耀城了，你在哪呢？哥来找你。这一馆叫思念私聊，我在复活广场。太岁神私聊，我擦，你竟然在那里？咋了？被人砍了？对方是谁？等着，哥马上到。私聊结束，陈二狗再也按耐不住内心蓬勃的表达欲了。我的天哪，兄弟们，我刚才跟太岁神私聊了几句，他竟然真的是我现实世界中的朋友，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没想到他竟然瞒我这么久，他马上就过来了。有我小李凡哥在，这下子我们也算有大佬罩着的人了，向义薄云天报仇的事情可能不用等了。咦哈哈！陈二狗兴奋的大喊大叫起来。他的3名老队友是游戏中认识的，倒是不认识李凡，但看他这么兴奋，大家也忍不住期待起来。太岁神是二狗哥的兄弟，我们也是二狗哥的兄弟，这么一算，约等于太岁神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竟然是全服第1强者！卧槽，起飞！义薄云天，你们敢砍我们是吧？等着吧，马上就要你们血债血偿！哼哼！李凡的移速太快了，1分钟后
就赶到了复活广场。陈二狗与他3名好友的激动不再多提，在确认他们的确刚刚被人在野外砍了之后，又知道砍人者是义薄云天公会的成员，李凡顿时忍不住了。很好，义薄云天，你们已经有取死之道。第61章，帮兄弟复仇，再砍义薄云天狗。陈二狗的3名游戏老队友，李凡这一世属于第一次见到，但在前世对他们也都挺熟悉的。他们3人 ID 分别叫哈利波特大、8级大狂风、顶级手艺人，听 ID 就知道跟陈二狗属于臭味相投的一类人。不过李凡却知道，他们只是在游戏里放浪了点，现实世界中一个比一个腼腆，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在李凡前世，他们也跟陈二狗一样，最终成为他创建的公会天神殿的一员，只可惜实力比陈二狗还差一些，太普通了。当然实力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有好兄弟陈二狗在这呢，李凡也把他们3人看作好朋友的范围内。重来一世，好兄弟好朋友被人砍了，这要不报复回去，自己还怎么当老大？尤其是砍人一方既然是义薄云天公会的畜生们，那不但要报复，更要10倍奉还啊！砍你们的人在哪？领头的几个叫什么 ID 你们知道吗？李凡问道。此言一出，陈二狗等人顿时兴奋了。果然，凡哥新老大要帮我们报仇啊！之前他们天耀城西面一个刷新扭曲树精普通怪的练级点砍我们的，但是现在还在不在那里就不知道了，也许已经离开了。领头的有2个人，一个叫一宝典人王，一个叫一宝典大王，他们总共有15、16个人。凡哥，你一个人去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要不等明天吧，明天我们虚弱解除了，跟你一起去把握更大。人王与大王，这不是之前在新手村就被我砍过的熟人吗？真是冤家路窄啊，居然又遇到你们了，也算你们倒霉。我一个人去危险，哈哈，你们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李凡忍不住笑了笑，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会，只要他们没下线，最多10分钟，我就把他们送回复活点。话音落下，也不等陈二狗4人答应，李凡便转身大步离开了。陈二狗等人原本还有些担心，毕竟李凡再强也只是一个人，而人王他们却属于15、16个的团伙，双拳难敌4掌啊。但是当看到李凡身影如同黑色闪电般离开，他们全都愣住了。咦，凡哥人呢？那么大的凡哥怎么突然不见了？卧槽，这是什么速度？我擦了，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凡哥他真的跟官方公告贴里说的那样没有开挂？陈二狗等4人震惊了。正所谓闻名不如见面，老是听到太岁神怎么样，搞出什么轰动全服的大事情，原本以为已经尽可能高估太岁神的战斗力了，结果亲眼一见，发现自己等人还是低估了。虽然现在只看到李凡的移速表现，还没看到攻击力、技能等决定一个玩家战斗力方面的表现，但是这一速未免也离谱了，简直跟他们瞬移一样。想到这里，陈二狗等人才发现自己刚才的担忧是多么天真。一宝典人王等人的实力说到底跟自己4人也差不了多少，他们能砍翻自己4人，主要是偷袭家人多势众。可是人多势众在李凡展现出来的这种离谱速度面前，真的有用吗？怕是被一个个单点击杀吧。提示：你已成功花费20金币定位玩家一宝典人王、一宝典大王的坐标位置，效果持续10分钟。天耀城衙门通缉办事处。李凡看着自己面板上出现的提示信息，满意地点点头。东华帝国的 NPC 土著们很忌惮玩家的搞事能力，为了保护本土居民，不惜花费大功夫，强制将所有第一次进入主城的玩家进行学习教育。但是在玩家与玩家的斗争这方面， NPC 们是不怎么管的，毕竟他们也知道赌不如输的道理。玩家们精力都花费到自己内斗上面，自然就没时间找 NPC 们麻烦。反正玩家都是不死不灭的，打得再狠也没关系，甚至还可以通过 PK 提升战斗技术与经验了，这是好事情啊，得鼓励才对。因此东华帝国每个主城衙门的通缉办事处都提供一个可以花钱锁定玩家位置的服务，收费1分钟1金币，并且需要提前知道被锁定位置玩家的 ID， 既能帮助玩家 PK 提高战斗经验，又能给帝国创收，这是两开花的好事情啊。李凡原本打算一步到位，直接搜索记忆中义薄云天公会会长的位置的，只报复人王等小头目算什么本事？你义薄云天的人敢砍我兄弟，那我就直接砍你们会长。但是很可惜，通缉界面显示义薄云天公会会长一宝典赵日天并没有在主城范围，他还在新手村。赵明猜测对方应该在尝试拿到高星级评价的竞技职业，因此没办法，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把人王等砍陈二狗的人渣们干掉了，反正干掉这些人也在计划内。居然还在扭曲树精的练级点吗？心真大了，以为砍我兄弟陈二狗等人就这么算了，不担心我兄弟摇人？李凡冷笑一声，与此同时，整个人迅速向人王大王的坐标位置疾驰而去。扭曲树精练级点，兄弟们加油，我们今天争取升到 LV22级，
到时候有可能进入全服等级排行榜前1000名了。哈哈，这片练级点都被我们承包了，肯定能升到 LV22级。等级排行榜的奖励在等着我们，加油，奥利给！此时此刻，义薄云天等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刷怪，他们的团伙规模已经达到了30人左右。扭曲树精刷新点是个地盘很小的练级区，义薄云天的一伙人直接驱逐了练级区内的所有散人玩家。此时听着他们嚣张的议论声，附近一些散人玩家们敢怒不敢言。而就在这时，散人玩家们皆都是愣住了，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一道黑色闪电忽然从远处出现，如若无人之境冲入义薄云天众人的聚集点。下一瞬间，这一片义薄云天的所有人接连化作一道道白光。第62章，堵着复活点砍。我的天，发生了什么？一道幽灵般的黑影出现，眨眼间将义薄云天的那群人渣干掉了。卧槽，这也太猛了吧！那个黑影是玩家还是 NPC？ 黑影停住了。卧槽，我眼睛没出现幻觉吧？他的 ID 是不是显示太岁神3个字？没，你没出现幻觉，真的是太岁神。太岁神砍义薄云天公会的人，他是路见不平帮助我们的，还是本来跟义薄云天的人就有仇？义薄云天可是游戏界的老牌公会啊，他一个人怎么敢砍翻那么多义薄云天的人？这不是当场打义薄云天公会的脸皮吗？他不怕被报复吗？怕个屁！你没看到刚才太岁神展现出来的实力吗？30来个人眨眼间就被他干掉了，他能怕义薄云天公会？离谱！我从未见过战斗力如此可怕的玩家。李凡砍完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后，原地停顿了片刻，然后在周围玩家们震惊的议论声音中远去。而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玩家们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做的。砍人只是为兄弟陈二狗报仇，而光明真大帝亮明身份，是为了利用自己现在的名气来压制义薄云天公会的发展。试想一下，当全服玩家都知道自己在针对义薄云天时，有多少人会愿意加入他们公会？自己亮明真身，把事情闹大，义薄云天公会就没办法吃哑巴亏。这么打脸的事情，他们公会高层一定要报复回来。而这正好是李凡愿意看到的，自己可以通过一步步屠杀来证明被自己针对后的义薄云天公会会是怎样的下场。到时候，这个人渣公会自然就不可能复刻出前世的那么壮大的规模。在 NPC 衙门通缉办事处花钱锁定目标，还有一个好处，在锁定未知持续时间内，被锁定玩家与自己属于敌对状态，即便在主城内，也可以在不影响 NPC 的情况下，花费一些额外金币的罚款干掉对方，再到复活点把人王大王他们干掉。想到这里，李凡又顿时全力向天耀城的复活广场跑去。无尽苍穹世界，玩家死亡后会在120秒后自动复活。天耀城复活广场上，义薄云天的一伙人刚刚复活，就与陈二狗等人碰了个面，双方口头对线起来。妈卖批！你们这群人渣也遭到报应了！哈哈哈！操！你们4个小垃圾得意什么？我们又不是被你们砍的。对，应该是太岁神砍你们的吧？实话告诉你们，太岁神正是我们摇来的帮手，他是我们的老大。你们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砍了吧？什么？该死！你们4个小垃圾，给老子等着！这事没完！超！我说太岁神怎么发神经看我们？这又不是新手村那次，他是为了抢 BOSS 才干掉我们的。好啊，原来是帮你们出头的。狗日的太岁神，狗日的思念，8级手艺，哈利波特大！你们几个给老子等着！得罪我们义薄云天公会的人，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义薄云天一伙人又惊又怒，他们从被杀的系统提示信息中得知自己是被太岁神干掉的。像人王、大王一伙从 M4399 新手村出来的人，对太岁神还算有些了解，毕竟开服第1天就被砍过。而其他一小部分人就懵逼了，我们练级练得好好的，又没有打 BOSS， 以前也没跟你太岁神打过照面，你为什么砍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帮陈二狗等人报复的啊！一想到这里，众人顿时气炸了，气的并不是被太岁神报复，而是陈二狗等人不讲武德。马德，你们这几个家伙认识太岁神，为什么不早说？早说我们敢砍你们吗？至少也得先考虑考虑值不值得吧。出来混，为什么连背后靠山都不说？有你们这样的吗？不过他们的语言输出注定持续不了几秒，因为就在这时候，李凡也及时赶回了复活广场。二话不说，提剑就砍，刷刷刷！提示：你已击杀玩家1宝典大王，你的罪恶值加1，你在城内安全区杀人，你的行为触犯了东华帝国天选者守则第9条。由于你击杀之人已被你提前在通缉办事处办理登记，此次刑事处罚免除，但你需要缴纳10金币，违反主城治安罚款，请在3个工作日内到衙门缴纳罚款。提示：你已击杀略 X32。以李凡如今的速度，从扭曲树精练级点到天耀城复活广场，根本用不了2分钟之久。
他之所以现在才赶到这里，就是因为按照之前的击杀提示信息，将这伙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全部到衙门通缉办事处挂上名，每个人只挂了5分钟，加上之前挂上的2人，再加上此时的罚款，李凡足足要花495枚金币，这都快赶上之前他卖给紫霞仙子的一件传奇装备价格了。可见目前玩家在城内安全区砍人的代价有多么高。但李凡乐意，千金难买也开心，甚至他愿意再花一点罚款，否则也就不会挂5分钟了。而之所以只挂5分钟，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压力下，义薄云天的这伙人坚持不到5分钟就会下线。看完人后，李凡也不离开，就光明正大的站在复活点，等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再次复活。这一幕看呆了附近的其他玩家们。卧槽，那是谁啊？竟然这么嚣张！主城区内砍人，这不是犯了 NPC 的忌讳吗？他不怕被 NPC 制裁？操，是太岁神！卧槽，真的是太岁神，难怪他敢这么嚣张，一定是在 NPC 那里获得了某种特权吧。太岁神砍得好啊，大快人心，砍死这群义薄云天公会的王八蛋！玩家们都惊呆了，万万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 NPC 的地盘当街砍人。我们本以为太岁神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这是谁的部将？哦，原来就是太岁神本人啊，那没事了。2分钟后，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再次复活。太岁神，你究竟要干什么？你这是想跟我们义薄云天公会为敌吗？我劝你好自为。避避什么？你们这群垃圾，以后我见一次砍一次，砍得你们退游为止。义薄云天的领头者人王脸色阴沉的刚想放话威胁，然而下一秒他就被李凡再次砍死了。第63章杀人诛心，论坛宣战。砍人就砍人，李凡最烦那些不断避避的家伙，所以义薄云天的这伙人连口头输出都做不到，就这么再一次憋屈的倒下。这一幕惊呆了附近的所有玩家。卧槽，堵着复活点砍义薄云天的人渣们，太岁神太霸气了！太岁神的速度你们看清了吗？实在是太快了，仿佛一道闪电一样，在义薄云天人群中穿梭了几次，义薄云天30多号人就全部被秒杀了。我的天，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你们看，主城砍人为什么 NPC 士兵不管呢？主城不是安全区吗？沙雕，天选者守则没学习过吗？第42条就写着，城内可以砍人的，但是仅限玩家之间，并且战斗不能影响 NPC。我是曾经被义薄云天公会欺负过的路人玩家，现在感觉太爽了，太岁神大佬狠狠地为我出了口气。玩家们议论纷纷，其实很多人想着要过来跟李凡交流的，毕竟游戏抱大腿可是很常见的事情。李凡的强有目共睹，跟着他后面混，他手指缝随便露出一点东西，就能让普通玩家战斗力跳跃一大截。只不过现在李凡在玩家们眼中太凶狠了，至少现场附近的路人玩家们没一个有勇气上来跟他交流的。李凡跟陈二狗等人闲聊了几句，不知不觉距离义薄云天那伙人死去的时间已经到了2分钟。然而又等了一会，李凡却发现他们没一个复活的。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下线盾了。哈哈，真怂！有凡哥在，他们哪敢复活啊？毕竟刚刚在复活点可是被砍了2次，敢复活就会死。凡哥牛逼，凡哥无敌！陈二狗等人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此时心里被砍的憋屈感已经彻底消失了，只剩下对李凡的崇拜与对自己抱上大腿的庆幸。这就是有大佬罩着的感觉吗？太爽了！另一边，义薄云天那伙人下线盾的情况早在李凡的意料之中，否则他也不会只通缉对方5分钟了。事实上，刚才第3次砍他们的时候，李凡就发现人数比一开始少了10来个人。人渣归人渣，智商还是在线的，知道再复活也会被砍，所以果断选择下线避其锋芒。下线当缩头乌龟是个好办法，但是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这才刚刚开始而已。砍人这种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凡是留一线，日后好想见。自己跟义薄云天的人渣们完全就不是一类人，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是敌对状态，手下留情那是妇人之仁。所以李凡这次可不准备跟义薄云天小打小闹。这里人多眼杂，你们到黑曜城那边等我，我马上就过去跟你们会合。在那之前，我得先到游戏论坛上跟义薄云天公开宣战。李凡小声嘱咐一句陈二狗等人后，就脚底抹油开溜了。没多久，他来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打开游戏论坛，开始编辑帖子内容。很快，他的帖子就成功发布了。标题：对义薄云天的宣战。楼主：太岁神。内容：就在半个小时前，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想拉拢我兄弟，没成想被我兄弟拒绝后，竟然发动了无耻的偷袭，再加上以多欺少，最终导致我兄弟跟他的队友们死亡一次。早就听说过义薄云天公会属于游戏界臭名昭著的人渣聚集地，人人得而诛之，
今天总算亲眼见识到了。从今天起，但凡我视线内出现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我太岁神一定会干掉他。这句话直到义薄云天公会解散前一直生效。游戏论坛的 ID 与每个玩家的游戏 ID 都是相同的，所以李凡的这个帖子一发出来，顿时就引起了无数吃瓜群众的目光。1L 无敌暴龙战士沙发， 2L 无敌暴龙战士，卧槽，我竟然见到活着的太岁神了。 3L 无敌暴龙战士，太岁神，你给我听好了，在无尽苍穹，我特么无敌暴龙战士才是最牛逼的，将来我一定能超越你。 4L 羊，太岁神 Jiggy 妹妹求带。 5L 大岁神，楼上妹妹当我全服第一强者太岁神是什么人？你是妹子我就要带你了，请按照流程来，先爆照好让我考虑考虑。 6L 来跟华子部，请注意 5L 不是太岁神。另外太岁神竟然公开跟义薄云天宣战了，太好了，这下有热闹看了，全服第一强者与老牌公会正面硬刚，期待双方的精彩表现。 7L 犬岁神，6楼说的没错，妹子请私聊我才是太岁神本尊。 19L 退役战神刘某人，言儿哟，就在刚才，太岁神已经跟义薄云天的人打起来了，我在现场，太岁神不愧是全服第一强者，太霸气了，堵着复活点砍义薄云天30多号人不敢上线了。 20L 我秃了但没变强，我证明楼上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也在现场，并且录屏了，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头像来看我发的新帖子，里面有上传的录屏，现场观看太岁神的恐怖战斗力。 21L 老子是白胡子，卧槽，这是什么速度？这效率太恐怖了吧，眨眼间30多号人就被秒杀了。 22L 快来做我儿子吧，原来这就是太岁神的战斗力，真的可怕，我服了，这家伙移速攻速快的离谱，敏捷属性得超过1万了吧。 23L 91行先生，太岁神展现出来的实力，估计人海战术都没用，这下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有麻烦喽。 168L 一宝点人王，草泥马的太岁神，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什么资格骂我们。 169L 一宝点张少爷，太岁神，明明你才是最不讲道理的那个，当初开服第一天你就在 M4399 新手村砍过我们，说什么为兄弟报仇都是借口而已，你丫的就是一个嗜杀的疯子。 170L 大岁神，哈哈哈，义薄云天的狗出来洗地喽，大家注意了呀。 169L 一宝点大王，洗你妈，这里有你个垃圾说话的份吗？第64章论坛舆论战，太岁神与义薄云天是狗咬狗。有一说一，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是真的畜生，属于游戏界的恶霸势力。无尽苍穹开服这几天，被义薄云天欺负过的普通玩家数不胜数。论坛上也有许多受害者吐槽义薄云天的不当人行为，也有一些气不过，表示要向义薄云天宣战的帖子。但是这类帖子很少有人回复，因为在大多数玩家看来，发帖者是无名之辈，那发的战斗帖子就是口嗨而已。而李凡这个帖子不同了，太岁神这个 ID 太有名气了，于是帖子刚发出来没几分钟，就被激动讨论的吃瓜群众们给顶到了论坛首页显眼位置。义薄云天公会抛开风评与行事风格不谈，这家公会实力放眼整个游戏界都属于一流层次的，因此李凡的战斗贴很快就被他们的人看到了。因此没多久，帖子里就出现大量义薄云天公会成员的回复，其中包括了义薄云天公会会长赵浩。 200L 一宝点赵日天，事情的经过我刚才已经了解了，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公会的人与4个太岁神的好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继而双方战斗了一波。 201L 一宝点赵日天，我想说的是，在任何一款游戏里，这种打打杀杀的恩怨不是很正常吗？太岁神已经追着砍我属下32号兄弟，每个人都击杀了2、3遍，我已经事情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太岁神竟然还不满足。 202L 一宝点赵日天，据我所知，开服第一天的时候，太岁神就曾经因为抢 BOSS 而击杀了我的几个兄弟，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公会才是被他霸凌的一方。 203L 一宝点赵日天，至于太岁神说我们公会是人渣聚集地一事，我在此表示强烈抗议谴责，这是污蔑，我们公会成员都很有爱，只是比普通人更有一些血性而已。欢迎各位玩家加入我们公会大家庭，只要你有血性，那么我们来者不拒。 204L 一宝点赵日天，最后太岁神你要见我们一个砍我们一个，没关系，我承认你很强，但是倒下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义薄云天公会2万名兄弟姐妹可以陪你慢慢玩，甚至就算我们公会2万兄弟姐妹也倒下了，那还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抵抗你这个疯子。作为义薄云天公会的会长，赵日天把公会规模发展的这么大，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这番话可以说立即改变了吃瓜群众对这次宣战事件的态度。原本在很多吃瓜群众眼里，太岁神属于平民中脱颖而出的英雄式人物，对义薄云天的宣战属于帮兄弟报仇。但现在看完赵日天的话，很多吃瓜群众对太岁神的印象顿时改变了。
开服第一天在新手村的时候就抢 BOSS 砍人，这妥妥是恶霸类型的玩家啊！他对义薄云天宣战，那属于狗咬狗一嘴毛而已。并且一些吃瓜群众看完赵日天的回复后，反而对义薄云天的印象变好了。游戏吗？打打杀杀不是很正常？现实世界老实本分做人，游戏里还不能放肆放肆了？游戏里都追求做个好人的话，那确实也太没血性了。这义薄云天值得加入啊！而当接下来另一个人发帖赞同赵日天的言论后，认为此次事件义薄云天属于被霸凌一方的吃瓜群众就更多了。250L 傲视帝皇，我是傲视群雄公会的会长，在此我表示赞同赵会长的话，太岁神确实是个嗜杀的疯子，他在新手村的时候也砍过我们公会的玩家。251L 傲视帝皇，我们傲视群雄公会虽然比不上义薄云天公会家大业大，但在抵抗太岁神这件事上，我们也愿意跟义薄云天公会站在一方。太岁神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正义的一方。傲视群雄公会也属于老牌公会了，虽然比不上义薄云天公会，但巅峰时期也评为龙国10大公会的第10名。傲视帝皇此话一出，顿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太岁神的印象更差了，甚至有人在回复中表示，傲视帝皇与赵日天都是有血性的真男人，如果加不了义薄云天公会，那么加入傲视群雄公会也是一样的。这也是傲视帝皇为什么支持赵日天的2个重要原因之一。在他看来，太岁神已经属于自家公会的敌人，支不支持都不影响这种关系。反正太岁神也要先对付义薄云天公会的人，自己出来刷刷存在感，帮公会打打名气，蹭个热度，有利于公会发展啊。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赵日天提前交流过，他与赵日天早就认识，两人属于臭味相投的朋友，因此这自然是要支持的。有支持也就有反对。李凡虽然没打过招呼，但是凤凰公会的大小姐紫霞仙子收到消息后不爽了。咋地？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们凤凰公会可是跟太岁神有深度合作的，当我们不存在吗？于是紫霞仙子果断也在帖子内容里露面了。328L 紫霞仙子，我们凤凰公会支持太岁神，太岁神跟义薄云天宣战，那我们凤凰公会也一样在此宣布，跟义薄云天势不两立。329L 紫霞仙子，另外义薄云天的人什么尿性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明白了，什么时候欺负路人玩家行为能被叫做有血性了？太岁神砍他们砍得好挖，完全属于为民除害。330L 紫霞仙子，还有傲视帝皇，明明是你丫的那个傻逼小舅子欺负人踢到铁板了，什么叫太岁神无故击杀你公会成员啊？你这故意掐头去尾糊弄谁呢？我看你也是个傻逼。紫霞仙子的这话一出，吃瓜群众们更轰动了，一个战斗帖子竟然牵扯进来3家游戏界老牌公会，这也太热闹了。当然也有许多受到赵日天、傲视帝皇言论影响的玩家恍然大悟，我们这是被愚弄了呀。虽然不知道太岁神究竟是你们哪个口中的形象，但不管怎么样，义薄云天的尿性老玩家都有所耳闻。太岁神是不是杀的疯子不管，你们义薄云天公会的人是真该死啊！打起来，打得越热闹越好。第65章继续干任务，技能书格挡姿态。凡哥，你其实不用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义薄云天公会毕竟是大公会，我们现在对他们宣战是不是有点太急了？要不我们也创建个公会吧，人多打起来也不会太被动。对，以凡哥你现在的名气，创建公会的话一定能吸纳很多玩家进来，到时候我们跟义薄云天打公会战就不会吃人少的亏了。咦，傲视群雄公会要站队义薄云天了？我擦，凡哥你的新手村生活还真是刺激啊！黑曜城，陈二狗等人与李凡会合后，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很感动，认为李凡在游戏论坛对义薄云天宣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帮自己几人出头的原因。为了帮兄弟报仇，不惜一人向万人规模的大公会宣战，这也太他妈勇敢了。但是有这样的老大罩着，也太幸福了。你们别误会，帮你们报仇的事情在天耀城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这论坛宣战纯粹是我个人不爽义薄云天公会，想把这个垃圾公会打垮而已。李凡摇了摇头，让陈二狗等人不要自作多情。确实，把义薄云天打到解散，本来就是他接下来的计划之一。只不过陈二狗等人被义薄云天的人砍死，让自己决定把这件事提前了而已。至于傲视群雄公会跳出来，这倒是我没预料的情况，不过没关系，他敢站队义薄云天，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遇到傲视群雄公会的人，我也顺带着把他们干掉就好了，反正不费什么功夫。李凡话音落下，陈二狗等人暗暗乍舌不已。一个人面对2个大公会，实力说干就干，哥你这也太牛逼了。不过仔细想想，还真不是说大话，毕竟大公会又不可能天天抱团防御，总要去刷怪练级的吧。李凡在帖子里说的可是只要出现在视线内就必杀，路上偶尔遇到了砍了也就砍了，
以他的实力，估计少于100个玩家都是毫无威胁的。搞垮义薄云天公会是个长时间任务，先不说这个了。此时，李凡又开口说道：“接下来我要去做一个隐藏任务了，很忙，没时间带你们。我联系了凤凰公会的紫霞仙子，接下来几天你们先跟着他们的开荒团队混，防止义薄云天的人打不过我去找你们出气。”好吧。陈二狗表情颇为遗憾地点点头。好在他虽然有想过被李凡带飞，但是又没准备彻底当个抱大腿的废物。这时他忽然眼前一亮，凤凰公会，紫霞仙子，是那个美女公会吗？太好了，凡哥你赶紧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我们这不需要你了。李凡，你这变脸的速度有点快啊。他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也索性不管这事了。作为一个正常的男性玩家，有机会和美女公会的人一起玩，没人会不期待吧。李凡能理解陈二狗的态度转变，不过他也知道陈二狗就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宅男而已，并且也就在熟悉的人面前放肆些，面对女性很腼腆很老实。前世无尽苍穹都运行10年了，陈二狗的老婆也就一双手而已，对异性的魅力令人堪忧。接下来回归日常任务，遇到义薄云天与傲视群雄公会的人该砍砍，隐藏任务的正事也得抓紧时间做了，起码把卢元伟的99环隐藏任务做完，先解脱了再说。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告别了陈二狗等人，自己按照计划找到酒馆内的 NPC 卢元伟。这个家伙依旧一副醉醺醺的表情，瞥了一眼李凡后不由得咧起嘴角。你又来了，这次我想换一种口味，能给我带来一对黑铁级烈火鸡的鸡翅膀吗？我好想吃。提示：你自动接受任务酒鬼卢元伟的日常。14任务要求：击杀一只烈火鸡 LV23级黑铁生物，并将自动获得的任务道具烈火鸡翅膀交给卢元伟。任务期限3天。任务奖励21万经验值，自动获取下一环任务。对李凡而言，击杀区 LV23级黑铁 BOSS 难度几乎约等于没有，但是以自己的运气，什么时候能遇到他还真不一定。特么的，你这酒鬼嘴巴咋这么刁呢？还非得吃盒黑铁 BOSS 的鸡翅膀，真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使唤呢。李凡这一瞬间心里升起一剑砍死 NPC 卢元伟的冲动，但最终按耐住了。冲动是魔鬼啊！没办法，为了任务链最终奖励，只能老老实实的当牛马了。生物烈火鸡精英，实力 LV23级黑铁，属性 HP 4466，物攻520，魔攻440，物防198，魔防234。技能，看着眼前一头半米多高，浑身散发着火焰光芒的大公鸡，李凡忍不住抹了一把不存在的眼泪。不容易啊，刷了4个多小时普通烈火鸡，才终于刷到这一头黑铁小 boss， 太他妈耗时间了。李凡赶紧上去刷几剑把他干掉，刚准备回城，忽然发现这个烈火鸡精英居然爆出一本对他很有用的技能书。技能书格挡姿态，品质黑铁，学习要求 LV23级以上，可使用盾牌类型的近战职业。 LV 1级主动效果，使用盾牌专心格挡，进入全力防御状态，接下来5秒内所受物理魔法伤害减少 75%， 使用时消耗120点 MP， 冷却时间60秒。不错，有了这本技能书，面对高难度 BOSS 时，我的容错率又能增加了。李凡喜滋滋的将技能书学习了。称号效果下，技能等级自动提升至 LV 2级，效果持续时间、冷却时间不变，消耗提升到150点 MP， 但减伤提高到 77.5%。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技能持续期间自身无法做出攻击动作，否则技能就自动中断了。虽然这保命技能平时不怎么用得上，但是有备无患啊。李凡嘀咕一声后，便再次将心神重新投入做任务过程中了。第66章，敏捷破2万，有人偷袭，不好，是太岁神，兄弟们快跑！呀！黑曜城城外刷任务的时候，李凡遇到了一波倒霉的义薄云天公会成员，二话不说，直接上去将他们团灭。这类事件今天夜里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义薄云天公会毕竟是老牌顶尖公会，玩家众多，龙华帝国32座主城内各个主城都有他们的人。李凡说到做到，只要有义薄云天公会的人出现在他面前，那就是必杀。而且由于傲视帝皇战队义薄云天的原因，他遇到傲视群雄公会的玩家也不会放过一马。只不过傲视群雄公会的规模差了点，目前还没遇到。当然，这也有可能因为遇到了，他却没认出来。在无尽苍穹世界内，玩家组建公会实力首先需要一纸官方公会证明道具才能创建，而官方公会证明一般情况下只有 LV 30级以上的传奇 BOSS 才会掉落。目前义薄云天、傲视苍穹等公会说白了就是玩家私人组建性质的团伙而已，成员们大多也都是以前其他游戏转战过来的成员。这种情况下，除非李凡认识的人，又或者对方 ID 带着一包。傲视这种有着归属意义的前缀，
否则李凡也不能认出一个路人玩家是否在自己的必杀范围内。等到以后他们成功拿到官方工会证明，那么所属成员将会有徽章等物件，那时李凡才能轻易分辨出来。不过其实能不能分辨出来也无所谓了，李凡的重点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那些普通工会成员，而是对方的精英管理层，甚至是元老级骨干。把对方骨干杀怕了，砍干净了，工会也就自然不可能成气候。可惜赵日天那个碉毛还没来到主城，要不然今天我就能把他砍到瑟瑟发抖。李凡摇了摇头，他刚才交任务的时候，顺便去黑曜城的衙门统计办事处，尝试锁定义薄云天工会会长赵日天，可惜得到的结果，对方依旧是 LV20级，并且没有来到主城区域。很显然，赵日天还在尝试挑战高星难度职业副本呢。这也正常，他有钱有势，升级太容易了，找一些小弟把怪打残血，然后他再去收割就行了，升级效率巨快，这也是有钱有势的玩家快速提升等级的常用办法之一。所以赵日天想努力获得高星评价的晋级职业，李凡能理解。换位思考，如果他是赵日天也会这么做。但玩家满足 LV20级的条件，不管职业有没有晋级，都可以使用传送阵进入主城了。赵日天这个币昨晚就已经 LV20级，一直迟迟没过来，估计也有怕我追杀的原因。算了，他愿意当缩头乌龟就当吧，总不可能一辈子不来主城吧。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再刷一回任务就下线睡觉。李凡摇了摇头，收回了砍人的心思，专注自身发展。接下来他又刷了2个多小时卢元伟的隐藏任务，才在困意的催促下退出游戏休息。下线休息，睡醒接着上线玩。李凡的作息一如既往的健康，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依旧是一边刷卢元伟的隐藏任务，一边顺便砍砍倒霉的义薄云天工会成员们。就这样，不知不觉时间就从晚上再次转到第2天凌晨。连续干了数个小时的李师傅抽空看了一眼自己的全新个人面板属性，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27级404万54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24608， MP 6180，攻击物攻2126，魔攻1078，防御物防1495，魔防1420，属性力量1000，敏捷21996，精神378，体力1250，自由属性点850，最大攻速275.95次每秒，最高移速494.91米每秒。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略。技能列表 LV9 盾挡， LV9 重斩，初级锻造术， LV8 盾反， LV7 幻影之舞， LV5 绝境怒气， LV5 冲锋， LV5 剑气大师， LV5 诸神黄昏， LV4 剑盾术， LV4 致命劈砍， LV4 暴风剑术， LV3 格挡姿态。李凡此时的最新个人面板属性与之前刚获得史诗武器正义裁决之刃时候变化不大，主要是这几天他没怎么更新装备，升级与拿一些小 boss 手杀的自由属性点也都留着，只不过敏捷属性却比之前增加了接近1倍的数值。没有任何 buff 的常态下，李凡的每秒最大攻速就已经达到了275次，移速每秒接近500米。这种层次的攻速移速太可怕了，李凡回想了下，自己前世 LV180级时期差不多才有这种程度。天赋第2阶段需要干掉10万头 LV20级以上怪才能升到第3阶段，换而言之，第2阶段我的敏捷属性至少可以发展到20万以上，现在还早着呢。用了多久就能做到1秒攻速突破4位数了，加油！看着自己的最新面板，李凡脸上忍不住笑逐颜开。与此同时，另一个努力成果是 NPC 卢元伟的任务，此时他已经做完了60环。今天明天努力加把油，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将任务最终奖励搞到手了，到那时就从这个蛋疼的任务链中解脱了。第61环要求击杀天曜城外红叶谷区域的食腐鼠。咦，我从李长生那接到的任务第1环也是击杀食腐鼠。李凡惊喜地嘀咕2句。NPC 卢元伟的食材早已不再局限黑曜城附近，从第40环开始，李凡就需要经常跑到别的主城刷怪收集食材了。没想到这第61环跟自己之前在李长生那接取的任务要求重叠了，做一件事能完成2个任务，舒服。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准备离开。而就在他来到黑曜城传送阵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选择主城呢，忽然一道被恶意 PK 提示声出现在他的面板信息上。提示：玩家金牌杀手点撒哈拉 LV23级刺客，对你发动天赋技能回合空间，你已经被动进入回合空间内。第67章特殊天赋回合空间，刺客联盟的金牌杀手。提示：对方已临时获得你4维属性中最高一项敏捷属性的相同数值加成。提示：回合空间内
你只有击杀对方后方可自动回归原本所在位置。提示：回合空间内，双方将进行回合制战斗，每次进攻限制只允许进行1次打击频率，对方率先发动攻击。提示：回合空间内，双方无法使用补给品，无法更换装备。提示：玩家金牌杀手点撒哈拉 LV23级刺客，对你率先发动1次攻击，你受到对方的被刺伤害，你损失1点 HP。提示：请在5秒内进行1次反击，超过时长未反击则视为放弃该次反击机会，双方进入下一回合战斗。一瞬间，李凡面板上就出现了数道提示信息，整个人也眼前一化，从热闹的主城传送阵附近突然来到一个特殊的独立空间内，视线里除了自己跟对方刺客玩家所处的大约20平米实地外，附近都被一股白色迷雾笼罩。天赋技能：回合空间。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刺客联盟的头号打手。李凡皱着眉头思索了2秒，瞬间从前世记忆里面发现对方这个金牌杀手点撒哈拉的背景。撒哈拉来自一个叫做刺客联盟的玩家组织。刺客联盟跟普通的玩家工会组织不一样，这个组织内几乎全都是刺客职业的玩家，成员很少，但个个都是游戏中的高手。刺客联盟也跟义薄云天等老牌工会一样，早在无尽苍穹开服之前就已经成立了。他们的行事风格如同组织名字一样，专干当刺客的勾当，接受雇佣去刺杀某人。而金牌杀手撒哈拉在李凡印象中属于刺客联盟内名气最大的几名刺客之一，其凭借着回合空间的特殊天赋，刺杀勾当无往不利，成功率无限接近 100%。 回合空间顾名思义，就是锁定一个目标后将其拉到一个特殊独立的空间内进行回合制战斗的天赋。在回合空间内，你攻速再快也不行，只能你一下我一下的轮流进攻，有点类似李凡印象中古早游戏《梦幻西游》的战斗类型。不同点在于，金牌杀手撒哈拉可以利用天赋复制被拉入空间内玩家思维属性最高的一项，也就是说，李凡此时的敏捷有21996点，那么此时在回合空间内，金牌杀手的敏捷属性也是21996点。力量、精神、体质等3个属性倒是不会被复制，虽然他的输出太低了，破不了我的防御，但此时通过这个天赋成功得知我的敏捷数据，这回已经看呆了吧？这个天赋倒是单挑的好天赋。李凡皱了皱眉头，思索了这么久，5秒反击时间也快走到尽头了，于是他赶紧还给对方一道普攻。之所以反击是普攻，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李凡也没什么太牛的单次打击的强力技能，传奇技能剑盾术、致命劈砍等都可以算是辅助或持续输出技能 buff 类型，认真算起来，单次攻击频率伤害最高的，也就是如今已经升到 LV9 级，拥有 475% 物理攻击力加敌人血越少伤害越高的初始技能重斩。第二个原因，对方复制了自己的敏捷天赋，可是复制不了其他属性以及装备。自己一身暗金传奇史诗，李凡一看就知道金牌杀手全身最好的也就一件黄金匕首，这差距可是太大了。果然，对方的背刺技能打在自己身上不破防，而自己反击的普攻就让对方血条骤减一大截。-2296，一个高额的数字从金牌杀手脑袋上腾空而起。李凡高达2100多的物理面板，再加上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一次普攻就要了金牌杀手撒哈拉小半条命。你这是什么等级的攻击防御啊？这敏捷数值，太离谱了！金牌杀手撒哈拉倒吸一口凉气，他是杀手，平时任何时候都很注意风范，将就一个人狠话不多，但在此时实在是没办法淡定了。即便行动之前就预料到自己胜率不高，此次主要是为了收集情报而已，但也忍不住惊骇万分。2万2的敏捷属性，这真是一个 LV27级玩家能拥有的吗？我500多的物攻，再加上双倍伤害的背刺技能，打在你身上竟然不破防，你的防御属性是有多离谱啊？你一发普攻打在我100多物防的玩家身上，竟然能打出2300的伤害，你的攻击力快到2500了。太岁神，你还说你没有开挂？另一边，李凡没太在意金牌杀手的惊骇，毕竟换作是他也会惊骇的，这很正常。他在意的是前世的自己与对方倒是没打过交道，但根据被对方干掉的强者描述，金牌杀手撒哈拉每次行动都一言不发，原来对方不是哑巴啊，能沟通就好。金牌杀手撒哈拉，我知道你是刺客联盟的人，谁下单让你来刺杀我的？撒哈拉脸色一变，没想到太岁神竟然猜到了自己的所属势力，这又出乎他的意料。据他所了解，以前游戏界一直没有一个叫太岁神的强者，而根据这几天调查，除了凤凰公会跟太岁神有些交集之外，太岁神应该就是无组织培养的散人玩家。一个散人玩家竟然听说过刺客联盟，并且还认出自己就是刺客联盟派来的杀手，这就不是普通散人玩家了，必须要出重拳。-1，看着自己势大力沉的一击，又只打出可怜的一点强制伤害，
撒哈拉刚提起的杀意就萎了，实力差距太大了，这根本不是技术可以弥补的，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与拳王泰森对决，婴儿即便能耍个360度托马斯回旋，也挡不住泰森的随意一拳。喂，撒哈拉，告诉我是谁让你来针对我的？李凡再次问道。作为一个合格的杀手，我不会透露雇主的信息。撒哈拉酷酷地回答道。哦，李凡点点头，那你就去死吧。话音落下，轮到他的进攻了，一击中斩。提示：你已击杀玩家金牌杀手点撒哈拉 LV 23级刺客，由于你是反击一方，你不增加罪恶值。提示：你已自动离开回合空间。第68章，强者的报复从不隔夜。即使金牌杀手撒哈拉不说，李凡也能大概猜到是谁向刺客联盟下的单。无尽苍穹才开服几天时间啊，跟自己结仇的也就义薄云天公会和傲视群雄公会了。刺客联盟作为游戏界的专业砍人组织，敬业程度有口皆碑，单价自然也不会低，尤其是针对自己这个目前游戏第一人，那雇佣他们的价格更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考虑到自己龙国玩家的身份，的确可能会有外国势力雇佣他们来打击自己，但更有可能的是赵日天或者傲视帝皇下的单。所以金牌杀手说不说雇主的消息，在李凡看来都没关系。既然大概率是赵日天或者傲视帝皇，那么干脆对这两个人进行报复就没错了。再说了，即便他们俩不是雇佣者，李凡也打算砍死他们。总之，砍他们准没错。我刚去 NPC 那里查过，赵日天还待在新手村，这傲视帝皇不会也没来主城吧？擦，还真的也没来。这两个比不会商量好的，让刺客联盟先解决我之后才进入主城吧？李凡查了查，失望的发现傲视帝皇也没进入任何一座主城。玩家进入主城后，一般情况下是没办法回到新手村的，这一点之前就说过。赵日天跟傲视帝皇一直躲在新手村，李凡还真拿这两个比没办法。算了，先干了刺客联盟再说。抓不到幕后黑手，那么李凡也不会放过幕后黑手的工具，索性决定先干刺客联盟。金牌杀手撒哈拉再强，也不过就是个员工而已。要砍就砍刺客联盟的老大。刺客联盟的老大向来很神秘，没几个玩家知道他的 ID 是什么，但在李凡这个重生者面前可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提示：你已成功花费10金币定位玩家路人甲 LV 23级暗影刺客的坐标位置，效果持续10分钟。没错，这个平平无奇的 ID 正是刺客联盟组织的老大。这家伙伪装得很好，但可惜遇到李凡这个重生者，今天注定要倒霉了。月影城，这座城市伫立在无尽山脉边缘区域，属于东华帝国的最西部城市。由于魔气的侵蚀，整座城市常年处于阴暗天气，光线不是很好，属于刺客玩家最喜欢的环境类型。此时此刻，月影城野外的一处普通练级点，刺客联盟的老大路人甲正在与金牌杀手撒哈拉进行远程通话。什么？太岁神的敏捷属性足足有21996点。什么？你的攻击打在太岁神身上竟然不破防，他的普攻能打掉你2300血量，这特么也太离谱了吧！这家伙现在在玩家群体中根本属于独一档次的存在。这单我们先暂停，稍后我会向雇主提高价格，并且索要你的赔偿金。行了，你能获得这样的情报就很好了。你先休息几天，给你放个假。挂断私聊通话，路人甲陷入了沉思。刺杀太岁神的单子，实际上在前几天刺客联盟组织就已经收到了，当时是 M4399 新手村的傲视帝皇下的单。可惜那几天刺客联盟在 M4399 新手村的2名杀手连太岁神的面都没见到，而现在下单的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公会的赵日天。考虑到太岁神如今赫然为双榜第一的全服最强玩家，赵日天与傲视帝皇开出了每次击杀给100万龙国币的报酬，这么多钱刺客联盟自然不会错过。在路人甲看来，自己手底下头号打手金牌杀手撒哈拉一出，这是基本上就10拿9稳了。万万没想到才打一次而已，撒哈拉信心都破碎了。这太岁神的属性也太离谱了，关键是无尽苍穹官方说他没开挂，也没利用游戏 bug， 这才是最可怕的。果然价钱贵有价钱贵的道理啊，击杀太岁神一事得从长计议了，得让赵日天跟傲视帝皇再等一段时间，顺便提个价。什么人？路人甲正嘀咕着呢，忽然一阵恶风迎面来，他下意识地眯起眼睛，就看到让他无比震惊的一幕，一个拿着双手大剑的战士玩家不知从哪出现，如同闪电般窜到自己面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自己与属下讨论的太岁神。太岁神？哇，我竟然见到了太岁神！大佬，加个好友吧。路人甲愣了一下后，立马如同普通玩家的反应一样，激动又惊喜，憨憨的开口想让李凡给好友位置。李凡也愣了愣，继而也笑了起来。演，继续演，我不相信堂堂刺客联盟的老大会不知道我的来意。闻言，
路人甲表情凝固了，都被叫破身份了，他也没装的必要，望着李凡的目光满是深思之色。太岁神，你究竟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他的 ID 连刺客联盟内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与外界的联系也都是通过属下的各种联络员。没办法，毕竟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天的客户明天可能就成了刺杀目标，作为老大的他必须得低调点。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既然找到你了，那自然有我自己的消息渠道。你手底下金牌杀手撒哈拉不说是谁雇佣你们刺杀我的，所以他死了。同样的问题我再问你一遍，谁雇佣你们刺杀我的？李凡直入主题的问道。虽然这个问题他不是很在乎，但既然有找上门来了，能问出具体的人自然更好。砍赵日天与傲视帝皇不费什么力气，可自己的时间也很宝贵的，能确定究竟是那一个人自然更好。既然知道我，那你应该明白刺客联盟向来没有出卖雇主的事迹，所以我不会回答的。路人甲缓缓回答道。很好，那你应该有被我砍的觉悟了吧？接招吧。李凡一边说着，一边慢慢举起长剑。人的影术的名刚刚看了金牌杀手撒哈拉，此时李凡的动作在路人甲眼中压迫感十足，但他也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我早就想到你会砍完了，你不会以为我没准备吧？再见。路人甲话音落下，整个人突然从空气中消失不见。刺客招牌技能隐身。第69章路人甲的执着。拍卖活动开始。现在的局面，路人甲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我的确是打不过你太岁神，可是我的隐身毫无踪迹，一心想逃跑的话，请问你太岁神阁下该如何应对呢？面对这种情况，李凡则呵呵一笑，隐身又不是无敌，你高兴得太早了。话音落下，李凡直接开始砍空气，刷刷刷。暗金技能剑气大师的被动下，他的每次普通都有10几米的剑气，1秒200多次普攻，一道道白色的剑气宛如潮水般向四周涌去。隐身状态中的路人甲万万没想到李凡还有这么无赖的战术。正常情况下，你不是得靠寻找我足迹之类的技术手段来发现我隐身的踪迹吗？居然用剑气 AOE 轰炸的办法来对付我，真特么的不讲武德。路人甲想跑，但即使隐身有一点增加移速效果，但怎么可能跑得出李凡的攻击范围呢？眨眼间他就被命中了好几道剑气。负2259，负2309，负2359，负1648，致死伤害。一连受到4道剑气，路人甲的血量直接被清空了。作为刺客联盟的老大，他其实综合战斗力并不逊色于金牌杀手撒哈拉，自身是有一些保命底牌的。但是他明白，在李凡面前使用这些保命底牌也没意义，最多只是让对方多砍几剑的功夫而已。对方2万2的敏捷，几剑也就0.0几秒的时间而已，所以使用珍贵的保命底牌有什么意义呢？硬实力的差距真让人感到绝望啊！不过也真刺激。灵魂状态中看着李凡往月影城城内跑去的身影，路人甲眼神闪过不正常的兴奋。太岁神，从现在开始是私人恩怨了，无论赵日天跟傲视帝皇会不会取消刺杀你的订单，我也会将干掉你当做游戏目标。加油吧，希望你的实力不要太早被我追上，那样我很快又会失去游戏乐趣的。嘀咕2句后，路人甲在复活之前选择了退出游戏，因为他也知道李凡曾在天耀城复活点砍一宝点人王等人的事情，猜出李凡此刻往月影城内跑，就是准备堵着自己砍。虽然他已经将击杀李凡当做游戏重大目标之一，但此时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头铁的结果就是毫无意义的送死而已。下线避其锋芒才是最理智的选择。卧槽，仅仅被砍一次就下线溜了，这家伙真能狗啊！李凡待在月影城复活广场好一会儿，确定路人甲下线之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种情况下，他也没太好的办法，总不能到线下去砍对方吧？等游戏与现实世界融合了才能做到。现在他是守法居民，线下不砍人，毕竟连前世背叛自己的女友现在都活得好好的呢。一砍就下线，无聊，还是先去做任务吧。李凡传送到天耀城，很快他人就出现在红叶谷区域。石蝠鼠，一种 LV25级普通小怪，体型大约是普通家鼠的20-30倍，体表有大面积不规则的红白斑点，一双小眼睛闪烁着妖异的赤红色，长相奇丑，是一种群居小怪，每次刷新都是3-5成群的出现。当然，在李凡面前，他们别说3-5成群了，就算数百只一起活动，对他都没有威胁。打怪过程毫无乐趣，也很快就结束了。提示：你已经击杀 X500。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已永久增加2点敏捷 X500。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28。提示：你的任务酒鬼卢元伟的日常61已完成，请到 NPC 卢元伟那领取任务奖励。提示：你的任务李长生的忧虑1已完成，请到 NPC 李长生那领取任务奖励。
随着面板上刷新任务完成的提示信息，刷石符鼠的行动也正式宣告结束。李凡本着就近原则，先找到李长生领取任务奖励。提示：你获得20枚金币、25万经验值、10点功勋点数。东华帝国境内，任务期间是3天，今天也正好是第3天了，所以没有额外奖励。主城附近的普通小怪与 BOSS 并不算智慧魔物，所以击杀他们不会获得功勋点数。10点功勋值也不错，积少成多，可以到 NPC 官方那里兑换奖励。李凡看了一眼任务奖励后就不在意了，他在意的是自从触发的第2环任务内容。任务：李长生的忧虑2。任务说明：最近1年，东华帝国附近的一些智慧魔物部落活跃程度有些异常，李长生对此有些担忧。你的表现已经得到李长生的认可，因此他希望你能帮助他调查智慧魔物部落异常的原因。任务内容：前往智慧魔物部落，调查其异常活跃的原因。任务进度 0%。任务期限60天。任务人数要求1至10人。成功奖励：未知。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看着最新的内容，李凡愣了一下。第2环任务要求并不是具体击杀某个 BOSS， 没有要求，反而是最难搞的，李凡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好在任务时间足够长，60天，大不了把东华帝国附近的所有智慧魔物部落全部刷个遍，我就不信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李凡想到这里，内心淡定了许多。他对来此李长生的这个唯一隐藏任务还是很看重的，其他3个隐藏任务他都在接受前就已经知道任务的最终奖励，但李长生这个任务在他前世却没人完成过，所以非常好奇会有怎样的奖励。猎户、镖局遗孤、酒鬼都能给那么牛逼的奖励，作为东华帝国最强者之一的传奇剑客李长生，奖励肯定更好吧？李凡对此很期待。暂时先不管这个任务了，按照计划把酒鬼卢元伟的99环任务干完了再说。李凡收回发散的思维，继续回归日常活动中。提示：你已经自从接受酒鬼卢元伟的日常81。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31。不知不觉，时间又来到第2天中午。今天李凡干得有点狠，都过12点了才感受到强烈的困意。正当他准备下线休息时，忽然好友私聊提示却闪烁起来。这一管叫思念，私聊：卧槽，凡哥，你快看拍卖行，突然出现了7本传奇技能书。第70章7本传奇技能书，全服财力大比拼。排行榜出现了7本传奇技能书。李凡一听，脸上顿时露出恍然之色。无尽苍穹的第1个造神活动终于出现了。作为重生者，前世还是 LV200级的战士大佬玩家，李凡自然知道无尽苍穹游戏其实是帮助全球人类抵抗异域魔物的根源。异域魔物属于宇宙级侵略文明，地球只是地表级文明，双方综合实力好比一滴水与汪洋大海的区别。无尽苍穹如何帮助地球人抵抗恐怖的异域魔物文明？除了与现实融合，让地球人类拥有游戏角色全部实力以外，还进行了不少次造神活动。通过这类活动，一个个人类强者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抵抗异域魔物的先锋。现在7本传奇技能书就是造神活动的第1波。其他玩家不知道，李凡却明白这7本技能书是无尽苍穹核心智能系统，也就是游戏天道投放的。7本传奇技能书每一本都拥有强大的作用，任何一个玩家得到它其中1本就有起飞的潜力。前世我进入游戏太晚了，错过这个活动，这一世我可不会错过。李凡兴致勃勃地打开拍卖行，在全服拍卖行分类首页，果不其然，7本闪烁着紫色光芒的技能书赫然在列。全服拍卖行 LV20级以上玩家才能使用，手续费足足要收取 30%， 几乎没人用它。大家都卖东西，要么是去主城摆摊区摆摊，要么是选择手续费只有 5% 的主城拍卖行。果然，这7本技能书就是无尽苍穹天道投放的。李凡嘀咕2句后，目光依次看向这7本技能书的说明介绍。技能书真视之眼，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20级以上，全职业通用。LV1主动效果，锁定一个目标，获得对方的详细属性与技能信息以及弱点部位，对等级高于自己的传奇阶位以上的生物效果减弱，释放时每次消耗1点 MP， 冷却时间60秒。第1本技能书属于全职业通用的辅助类型技能，玩家在面对等级与阶位高于自己的生物，看到的属性与技能都是问号，这种情况下挑战起来危险程度太高了，往往需要通过多次死亡来收集 BOSS 的信息，然后才有可能挑战成功。真视之眼的效果可以让玩家省略收集信息的工作，直接在第1次挑战之前就明白 BOSS 的实力技能与弱点部位。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收集工作太重要了，真视之眼这个技能绝对属于神技。对李凡而言，
虽然它 LV 一级只能最多对传奇 BOSS 生效，对史诗及史诗以上的 BOSS 侦查效果会削弱，但真实之眼技能可以升级啊！而且他也知道 LV 40级以后有一种可以使技能品质提升的办法。这本技能书很重要，我必须拿下。李凡暗暗下定决心，与此同时又看向其他技能书。技能书陨石雨，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使用法杖武器类型职业。LV 1主动效果，召唤微型陨石雨，对前方80×80平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魔法打击，每颗微型陨石造成200%魔攻输出，每秒降落20颗微型陨石，技能最多持续5秒，释放技能时消耗500点 MP， 冷却时间180秒。技能书剑与风暴，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使用弓箭武器类型职业。LV 1主动效果，释放时在4秒内连续射出100发箭矢，对前方70×30平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打击，每发箭矢造成150%物攻输出，释放技能时消耗500点 MP， 冷却时间180秒。技能书灭绝之剑，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使用长剑武器类型职业。LV 1主动效果，瞬间发出一道最远30米扇形范围的巨大剑气，剑气具有穿透效果，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1000%物理伤害，释放技能时消耗400点 MP， 冷却时间100秒。技能书淬毒，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使用匕首武器类型职业。LV 1主动效果，给匕首施加剧毒，攻击敌人时使敌人每秒受到300点真实伤害，最多持续7秒，且对同一个目标最多叠加2层效果。武器剧毒效果持续10秒，释放技能时消耗500点 MP， 冷却时间300秒。技能书神圣祈祷，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使用权杖武器类型职业。LV 1主动效果，召唤从点降圣光，在接下来的5秒内为圣光笼罩15×15米范围内的自己与队友每秒恢复最大 HP 的30百分号加2000，释放技能时消耗500点 MP， 冷却时间150秒。技能书暴走，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20级以上，全职业通用。LV 1主动效果，使自身接下来10秒内基础物理魔法防御力减少 20%， 基础物理魔法攻击力增加 30%， 基础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增加 50%， 释放技能时消耗500点 MP， 并获得 10% 全能吸血效果，冷却时间300秒。这6本技能书，其中4个输出技能，1本治疗技能，以及1个全职业通用的 buff 技能。陨石雨、剑与风暴都是大范围 AOE 输出技能，伤害非常可怕，绝对是群刷利器，遇到体型大的 BOSS 也有奇效。灭绝之剑的伤害倒不是很高，但胜在技能 CD 稍短一些，并且是瞬发技能， AOE 效果也不错。淬毒则是刺客的技能，伤害非常可怕，跟其他3个输出技能比起来，缺点是没有 AOE 效果，但对一个目标 LV 1级效果时，最多输出就有10200点真实伤害，很恐怖。神圣祈祷属于群体治疗技能，固定输出加高额百分比恢复，意味着它永远都不会过时，绝对是牧师玩家的神技。暴走则是全体输出职业的 buff 神技，虽然 buff 期间减少了一些防御，但是相比输出方面的提升， 20% 的防御减少不算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第71章，李凡的游戏资产各方涌动。真实之眼、暴走，这2本技能书我必须搞到手，对我太有用了。李凡默默分析起来，真实之眼可以让他挑战高难度 BOSS 时发挥大作用，而暴走则可以大幅度提高他爆发状态时候的输出。至于战士玩家的 AOE 技能灭绝之剑，在李凡看来，对自己的优先级要排在真实之眼和暴走之后。一个100秒输出技能，对他现在的战力提升不是很明显。1000%的输出，考虑到自己平 A 还有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那一般情况下，灭绝之剑打出的伤害差不多相当于自己8-9次平 A 而已。换而言之，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自己 0.05 秒的平 A 输出。这点输出可有可无。当然，如果能搞到手，肯定最好了。毕竟，等将来自己完成微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任务，得到那个60秒主动技能无 CD 的唯一特殊道具，那么这个灭绝之剑就能派上大用场了。神圣祈祷我也尽量搞到手，这技能可以安排给我未来的辅助队友，有备无患。至于陨石雨、剑与风暴、淬毒3个技能，如果财力富裕的话，就尽可能争取一下，都是好技能，错过了就太可惜了。李凡看了一眼自己的金币存款，这几天随着紫霞仙子陆陆续续的给自己上交欠款，再加上副本狼族祭坛的门票收费，此时此刻他的金币已经超过了4万金币。尤其是狼族祭坛的门票，这东西给李凡带来太大的收益了，平均每天都接近1万金。7本技能书拍卖价格无上限，拍卖时间都是12个小时，
也就是今天夜里12点整结束。先不急着出价，快到结束的时候再说，说不定能偷鸡。李凡思考到这里，将注意力收回，随后他干脆下线休息去了。就在李凡沉浸睡梦中的时候，整个无尽苍穹玩家都因为这7本突然出现的传奇品质技能书而彻底轰动了。Oh my god， 这7本技能书是谁出售的？他是如何打到的啊？又是如何舍得拿出来出售的？拍卖行看不到出售者的信息，所以没人知道。别管这家伙为什么拿出来卖，这么好的技能，我们可一定不能错过了。哇，陨石雨，作为一个魔法师玩家，我无比渴望获得它。我跟兄弟们借了一点金币，凑了快100枚金币了，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它呢？100金币就想买传奇技能书？别做梦了，洗洗睡吧。跟你透露个消息，我们新手村一个大公会会长，据说已经凑了接近1000个金币，目标也是陨石雨技能书。收金币喽！龙国币兑换铜币1点10分无限收，卖的 M， 赚钱的快 M 我。1点10分收？傻子才卖呢！我们村土豪已经喊出1比7铜币了，我们村1比6。哇，我开服到现在存了接近2枚金币，差不多能卖3000块钱，这可比打工爽太多了！哈哈哈！游戏内论坛上，一个个玩家都在激动地讨论着，这可是传奇品质技能书啊！买不到，过过眼瘾也是不错的。而不缺钱的氪佬们则开始疯狂收金币。各个新手村、各个城市，在这一天都出现无数高喊收金币的商人玩家，氪佬们卷起来，游戏内货币价格节节攀高。也因为卷起来，最终只有少数人才能脱颖而出，对心仪的技能书报出最新价格。7本技能书的最新价格也随着时间流逝开始飙升。无尽苍穹的玩家太多了，即使普通玩家打金能力有限，现如今每天差不多只能攒下几十枚银币，再加上游戏内修理装备等各种花销，能出售的部分比较少，但也很快就有人凑到了4位数的金币数量。7本技能书上架后的1小时，价格最低的1本最新价也突破了1000枚金币。2小时后，价格突破了1500枚金币。3小时、10个小时后，价格最低的1本最新价突破5000枚金币。换算成现实世界的龙国币，5000金币差不多是3000多万龙国币了。这样的价格让无数普通玩家大呼不可思议。传奇技能书而已，再好也不过是个游戏道具，居然能卖这么贵，这钱也太好赚了吧！殊不知，真正的大佬还没有出价呢。老魏，我们凑了多少金币了？会长，有6000多了，还不够，让工会的兄弟们再加加油，争取到晚上11点左右，我们能凑到8000金币，那样才能稳稳拿下1本技能书。8000金币1本？不会吧，会长，现在最高价才4500金币而已。听我的没错，我收到消息，无尽苍穹近几天突然多出很多土豪，这次竞争很激烈，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树星城君临天下工会会长长生俊与首席盾战士老魏交流着，哈哈，凑了7000金币，那本淬毒技能书一定是我的。太岁神，哼哼，等我拿到淬毒技能书，再通过实星职业晋级考核，你别想再对我义薄云天工会放肆了。M5566新手村，义薄云天会长赵日天看着背包内的7022枚金币，陷入了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劳伦斯，我们现在凑了多少金币了？老板，差不多有7000枚金币了。很好，不过还要收，加大点力度。7本传奇技能书，我们必须要至少拿到1本。西月联邦迷雾城，一个方脸瘦小的法师玩家正交代管家继续收金币。他是一名游戏新人，但在现实世界却是漂亮国实力最强资本家之一，在政商界又非常有实力。之所以进入无尽苍穹世界，是因为前几天上头隐约传来这游戏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消息。他不知道的是，这是上头故意透露出来的消息。无尽苍穹天道与五常领导的交流时间很短，也曾警告过不要将自己透露的未来告诉外界，但人是很复杂的生物。五常领导虽然事后约定要守护这个秘密，可纷纷不约而同的在自己国家加重对无尽苍穹的宣传，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很多大佬都隐隐看出风向，继而加重对无尽苍穹的投入。这个由李凡映出来的蝴蝶效应，注定让这一世的无尽苍穹比他前世更加精彩。而就在各方势力紧锣密鼓的收集游戏币的时候，李凡也终于再次上线了。第72章激烈竞价，抢到5本。李凡晚上11点多才上线。之所以今天这么晚，次要原因是中午才下线休息，主要原因是李凡搬家了。他相信没人能从无尽苍穹游戏信息库获得自己现实世界的身份，只是自己与陈二狗在游戏里相认后，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从陈二狗那边获得自己现实世界的身份，并不是怀疑陈二狗会出卖自己。陈二狗前世10年都跟着自己，算是经历过考验的，背叛自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李凡前世因为女友跟好友的背刺而死，
这一世早就把自己安全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足够强大，也不怕任何人背叛。不过考虑到有人知道自己与陈二狗游戏中的关系后，调查到陈二狗现实世界的身份，从而又发现自己就是太岁神，搬家的原因就是防范于未然。昨天下线后，他就找到一个办假证的，用假身份联系了一个房产中介。今天看完房子，连夜就搬到新房子里面了。现在他居住的地方是魔都著名小区康城，这里并不是什么高档小区，而是以人员密集出名的。大隐隐于是，假身份加居住人员密集小区，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有人能快速找到自己。李凡琢磨着，接下来几天还得多租几套房子，狡兔三窟嘛，顺便手机、银行卡之类的也该换的换。总之，游戏里该浪就浪，现实世界里该狗的狗，熬到游戏与现实结合就行了。不错，今天狼族祭坛副本门票费又累计了11000多金币，美滋滋。刚上线，李凡面板上就出现门票费用储存金提示信息。将金币提取出来后，李凡看了一眼背包，金币总量为52077金。接着，李凡又看向了全服拍卖行。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4800金币，距离拍卖结束还有40分35秒。陨石雨，当前最高价4706金币，距离拍卖结束还有40分35秒。暴走，当前最高价4752金币，距离拍卖结束还有40分35秒。7本技能书，目前最高价格都在4700左右，价格最高的还是真实之眼。看来很多人都与李凡一样，认为真实之眼最实用，用途最广，因此它的竞争最为激烈。距离拍卖结束还有40分钟，不急，先做任务去。李凡定了定神，开始日常干卢元伟的任务。提示：你已经自动接受酒鬼卢元伟的日常85。不知不觉40分钟就快过去了。看着面板上提示新任务信息，李凡没有理会，直接打开了全服拍卖行。此时此刻，距离7本技能书拍卖结束正好还剩下60秒。而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5200金币，距离拍卖结束还有59秒。就在1秒前，这本技能书的最高价格还是5000。竞争虽然激烈，但价格像是挤牙膏一样缓慢的上升，此时却瞬间涨了200金。这就像是一个信号，准备大量资金的大佬们瞬间给了回应。其他6本技能书最新出价也开始迅猛上涨，5200、5300、5400，价格几乎每秒都在变化，每次涨价都是100金币以上。这一幕看得无数吃瓜群众们大呼过瘾。卧槽，真正的大佬开始发力了，这尼玛真不把钱当钱啊，都是100 100D 加价100金币，按照现在的金币兑换比例，相当于60多万多龙国币呢。大佬们太疯狂了，只是一本技能书啊，大佬们的疯狂让我感到十分害怕。我特么从开服干到现在身上存款才不到3金币，氪佬们的实力真的离谱。在吃瓜群众们的议论声中，拍卖倒计时很快就来到了最后10秒。此时价格最高的真实之眼已经变成了7500金币，价格最低的陨石雨也有7300金币，这种价格又持续好几秒了，几乎没什么变化。看得出来，这一波参加的氪佬们已经出现了疲态，而像李凡一样真正有实力的大佬们终于开始下场了。拍卖结束，倒计时5秒。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8000金币。陨石雨，当前最高价7900金币。暴走，当前最高价8000金币。倒计时4秒。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8500金币。陨石雨，当前最高价8500金币。暴走，当前最高价8500金币。倒计时3秒。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9104金币。陨石雨，当前最高价9000金币。暴走，当前最高价9000金币。倒计时2秒。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9233金币。陨石雨，当前最高价9167金币。暴走，当前最高价9199金币。经过前3秒的疯狂加价后，此时每本技能书的最新价格都有零有整，这意味着竞争的土豪们已经拿出了全部实力。这时候多出1枚金币都有可能成为成交价。而也就在这时候，按捺许久的李凡也终于出手了。倒计时不足1秒。真实之眼，当前最高价1万金币。陨石雨，当前最高价1万金币。剑雨风暴，当前最高价9317金币。灭绝之剑，当前最高价1万金币。淬毒，当前最高价9301金币。神圣祈祷，当前最高价1万金币。暴走，当前最高价1万金币。最后1秒时间内，7本技能书价格出现多次变化，而所有1万金币的出价都来自李凡。终于，拍卖结束了。提示：交易成功，恭喜你获得拍卖物品真实之眼、陨石雨、灭绝之剑、
神圣祈祷，暴走。提示：你获得全服等级排行榜每日奖励，你的等级提升到 LV32。提示：你获得全服装备排行榜每日奖励，你获得一个暗金品质宝箱。看着背包中出现的5本技能书，李凡脸上露出满足又遗憾的笑容。第73章，将军的自信，我很快就能超越太岁神。卧槽，刚才我眼睛没出现幻觉吧？7本技能书有5本价格是1万金币整，我也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原来不是幻觉啊！1万金币差不多相当于6000多万龙国币了，只为了买一本游戏内的技能书，太疯狂了！法克，无尽苍穹，哪来这么多该死的有钱人？我白天还想着自己凑了200多金币，怎么也能买到一本，现在想想，真是可笑的想法呀！兄弟们，我注意到一件大事，7本技能书最后有5本价格都是1万金币整，你们说，那5本会不会是同一个玩家买下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可是5万金币，怎么可能有人收到那么多金币呢？一定是巧合罢了。对，一定是巧合，现在根本不可能有人拿出5万金币的，这简直天方夜谭嘛！关注这7本技能书拍卖价格的玩家很多，最后1秒，7本技能书的最新价格都瞒不住大家的眼睛。7本有5本成交价为1万金币整，这一幕让无数玩家都破防了。我们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玩家，马不停蹄的爆肝刷金币，攒到现在也最多就2-3个金币存款。你买一本技能书价格都1万金币，真该死啊！嫉妒的同时，也有无数玩家内心羡慕不已。这7本技能书每本都属于堪称神迹的存在，哪怕一个普通玩家得到它们都能起飞，太羡慕了啊！娘西皮，无尽苍穹，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有钱人？老子好不容易凑了7000多金币，结果连一本技能书都买不到，真他妈操蛋了！君临天下公会会长长生君忍不住有些气急败坏，他花了大价钱去收金币，又发动公会内部成员进行集资，最终凑到了7000多金币。原本以为怎么也能买到一本传奇技能书，结果没想到成交价最低的一本技能书价格都突破了9300金币，这让长生君的内心感到很挫败。不努力凑资金也就算了，自己努力了却差了别人那么多，管中窥豹，足以能想象到无尽苍穹的游戏有不少大佬的财力势力超过自己。这样一看，自己这个常年拿下龙国游戏界公会前3的君临天下公会，在无尽苍穹世界中还有希望拿到昔日的荣光吗？长生君对此表示打个问号。与此同时，赵日天、战天下等老牌公会会长也跟他一样感到挫败，意识到无尽苍穹与之前他们玩的游戏有很大区别，有不少新大佬进入了这个游戏中，玩家势力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哈，成功买到了淬毒，获得了他们，用不了多久，我一定就能赶超太岁神，成为新的全服第1人了吧？是的，将军阁下，太岁神只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幸运而已，他的实力哪能跟您相比呢？您背后站着强大的漂亮国，一定能成为全服最强者。哈哈，卡特参谋，我喜欢你的坦诚。西岳联邦圣水城，一名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正与他的属下谈笑风生。没错，他就是购买到淬毒技能书的人。他来自漂亮国，是一名军方少将，家族属于漂亮国军工复合体的高层，虽然名声不显，但在整个漂亮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少将从小到大，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对自己非常自信，认为发动多个财阀势力为自己凑金币买到的这本淬毒技能书将会帮助他成为新的全服第1人。提示：你已使用技能书，学会新技能真视之眼。提示：你已使用技能书，学会新技能灭绝之剑。提示：你已使用技能书，学会新技能暴走。买到的5本技能书，此时3本都已经消失，李凡技能列表中也随之多出了3个新技能。在称号的效果下，3个技能的等级全部提升到 LV2 级。此时技能效果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真视之眼 LV2 主动效果，锁定一个目标，获得对方的详细属性与技能信息以及弱点部位，对等级高于自己 LV10 级以及传奇阶位以上的生物效果减弱，释放时每次消耗1点 MP， 冷却时间60秒。备注：升级技能需要100万经验值，且角色等级不低于 LV30 级。毕竟是侦查类技能，提升1级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李凡已经很满意了。面对等级比我高10级之内的史诗阶位以下生物，我都能看到他们的实力、技能信息以及弱点部位，已经很棒了。而灭绝之剑与暴走 LV2 级技能效果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灭绝之剑的攻击范围增加了 5%， 且伤害增加至 1100% 物理攻击， CD 到还是100秒，蓝量消耗提升到480点。暴走的 buff 持续时间增加1秒，且 buff 期间内双攻提升至 35%， 双速提升至 55%， 非常给力。
这2个技能提升等级也需要100万经验值。李凡现在刚升级，经验值不够，决定过段时间再把他们等级都提升到 LV3。自身等级不急着提升，毕竟等级高了，刷怪的收益也会减少。李凡之前就花了大量经验值将剑盾术、暴风剑术等技能提升到无法升级的程度，否则现在就不会是 LV32级，至少 LV35级了都。无尽苍穹，第1次造神活动结束了，我能买到5本技能书也算达成目标。可惜早知道竞争这么激烈，我就花点时间去刷几次噩梦副本，搞点好装备，卖了攒金币，终究还是错过了其中2本啊。这就是李凡感到有些遗憾的原因。前世的记忆对这次活动很模糊了，只知道大概时间，对7本技能书是什么以及最终成交价是多少都想不起来了。原本他还琢磨着，凭借自己卖给紫霞仙子那么多金币，已经足够让自己至少能买下其中1本。幸好有狼族祭坛的副本门票费，要不然1本都买不起。5万金币才买下5本，有点小看天下人了，这不好，得改。李凡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自大。这时候他好友私聊信息突然闪烁起来，定睛一看，紫霞仙子与花蝴蝶给他发来了信息。第74章回归日常，完成第98环任务。滴滴滴，紫霞仙子私聊，陨石雨跟神圣祈祷有没有出售的想法？毕竟这2本技能书你也用不上。先前上线做任务的时候，紫霞仙子就第一时间派人把金币送给李凡。随着主流玩家整体实力越来越强，游戏内金币产量也与日俱增。今天紫霞仙子豪横地给李凡交了3000多金币，把欠债全部都结清了。根据他的说法，今天他特意比平时下线晚一些，就为了及时把金币给李凡，好让李凡有金币参加拍卖。这种贴心的做法让李凡很欣赏，所以回复道：太岁神私聊不卖。紫霞仙子私聊，哇，所以真的是你买下的那5本技能书？你怎么有那么多金币的？李凡看着对方的回话，脸色忍不住一黑。好啊，竟然被你套话了，你怎么这么调皮的？太岁神私聊，我刚才看错了，我没有陨石雨跟神圣祈祷技能书。紫霞仙子私聊，太岁神大佬，你觉得我是傻子吗？白眼。太岁神私聊，哦，不卖，这2本技能书我留着给我未来的队友。太岁神私聊，金币的话，狼族祭坛门票费你懂吧？都是我的，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个隐藏副本，通关后就也能变成公开副本，也能收门票费了。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猜出来，李凡也就干脆认了。鉴于之前的友好合作，甚至他好心提醒紫霞仙子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金币。紫霞仙子私聊，未来队友，你看我们凤凰开荒队怎样？看上谁直接说，我把它送给你。太岁神私聊，忙，下次再聊。李凡主动中断了双方的这次谈话。凤凰公会的开荒队虽好，但终究不是自己人，耗费自己的资源去培养别人公会的成员，李凡才没有那么傻呢。队友的话，前世知名玩家那么多，只是现在还没遇到几个而已。对了，花蝴蝶发了什么消息？我看看。想到前世知名玩家，李凡发现自己好友列表正有一个花蝴蝶。性格不论，实力在他前世可是法师职业的最强者之一。自从上次在 M4399 新手村拒绝他提出的组队提议后，过去这么久，双方还没聊过一句话。李凡很好奇，他现在给自己发了什么私聊信息。花蝴蝶私聊，太岁神拍卖行，那5本1万金币成交的技能书是不是你买下的？太岁神私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花蝴蝶私聊，你就回答是不是吧，我感觉一定是你，我想知道我跟你的差距有多大。李凡瞬间明白了，之前自己拒绝对方的组队邀请后，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所以憋着一口气，想方设法的要赶超自己，或许还想着等实力超越自己后，再回头再来嘲笑自己，出口恶气吧。李凡看了一看排行榜信息，果不其然，花蝴蝶的名字出现在等级排行榜第88位，装备排行榜第71位，一定是付出很多努力才有这样的成绩吧。这该死的胜负欲！太岁神私聊，是我买的。花蝴蝶私聊，你哪来那么多金币的？太岁神私聊，你猜。花蝴蝶私聊，爱说不说，你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让你高攀不起。太岁神私聊，陨石雨技能书截图微笑。花蝴蝶私聊，什么意思？估计刺激我是吧？太岁神私聊，加油，等你进入全服等级排行榜前10名，我就送给你，前提是到时候你得加入我创建的公会。这一世，李凡也是有创建公会的想法的。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未来抵抗异域魔物，自己也需要一些帮手。而且有了自己的公会，砍一博云天跟傲视群雄这种耽误自己变强的杂事，也可以交给公会成员们去做。创建公会的事情，他打算等打到官方公会证明后再进行。
这一世工会成员数量不要求多，走精英路线。花蝴蝶有技术有潜力，是他希望的队友之一，因此提前发出了邀请。另一边，花蝴蝶在看到李凡消息后没有回话，这家伙是在邀请我吗？我要不要答应呢？可恶，我们之间很熟悉吗？我还想超越你之后再来嘲笑你呢，为什么要给我抱大腿的机会？我要不要答应他呢？花蝴蝶心乱如麻，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他对李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是爱慕，也不是恨意，这种感情有隐隐的崇拜与不服，很复杂，相当别扭。在他视角里，自己与李凡才见过2次面而已，但李凡砍了自己，又救了自己，接着又拒绝了自己的组队邀请，所以这几天他一直憋着一口气，就是想努力变强到让李凡有高攀不起自己的一天。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现在不只是实力的差距，花蝴蝶蓦然发现双方的财力也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己背包中仅仅只有不到100枚金币，而对方却能掏出5万枚金币参加拍卖，这家伙怎么能这么有钱呢？还有，为什么要花了1万金币的技能书送给我？就为了让我成为他未来工会的成员？不对劲，豪掷千金，这家伙不会是想跟本少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网恋吧？胡思乱想，想到这里，花蝴蝶忍不住更加心乱如麻起来。鬼使神差的，花蝴蝶回了个信息：花蝴蝶私聊好。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看到花蝴蝶答应后，李凡也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拍卖活动结束，想要的技能书都已经搞到手，接下来他打算回归原本的日常活动中。提示：你已经完成酒鬼卢元伟的日常98。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28万经验值。不知不觉，现实时间已经到了凌晨5点多，而李凡也终于将卢元伟的日常任务做到了最后一环了。第75章最后一环，屠杀巨魔部落。前面98环任务要求要么是给卢元伟韭菜钱，要么是刷小怪给他收集食材，而任务奖励清一色只有经验值。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精力，终于熬到最关键的一环了。天选者太岁神，谢谢你照顾我这个烂酒鬼，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希望你能帮助我复仇。 NPC 卢元伟一改以往醉醺醺的状态，认真的询问李凡。与此同时，李凡面板上也出现了第99环任务提示：酒鬼卢元伟的日常中。任务说明，卢元伟曾经是荣光佣兵团一员，在一次冒险过程中遭到巨魔部落的袭击，佣兵团死伤惨重，卢元伟也自此一蹶不振，沦为一个酒鬼。这么多年来，卢元伟一直渴望有人能帮自己佣兵团的兄弟们复仇，帮助他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任务内容：前往黑曜城北面的无尽山脉深处区域，找到巨魔部落，屠杀至少1000个巨魔 LV35 级 LV45 级青铜生物。任务进度01000，任务期限15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120万经验值，混沌之核碎片3特殊道具。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天选者太岁神，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难度，这件混沌之核碎片是我年轻时在冒险过程中九死一生偶然获得的物品，希望它能帮助到你。我只是一个落魄的酒鬼而已，这也是我唯一能给你的报酬了。让李凡意外的是，任务自己还没去做呢， NPC 卢元伟就主动将任务奖励从背包中掏出来。物品：混沌之核碎片3，类型：唯一特殊道具。说明：无尽苍穹，世界诞生之初产生的特殊道具一个，放在背包内随身携带即可生效，使自身佩戴的所有装备等级与角色提高为同一等级。备注：该道具为任务预知奖励，如期限内任务未完成，你将因欺骗 NPC 惩罚增加1万点罪恶值，且受到东华帝国所有 NPC 的追杀。果然是他，太好了，居然还可以提前拿到任务奖励，卢元伟这酒鬼不错啊。李凡心情美滋滋的。至于物品备注中未完成任务的惩罚，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李凡将混沌之核碎片3收入背包中，与此同时，面板上出现一系列全新提示信息。提示：你的史诗武器正义裁决之刃受到特殊道具的影响，装备基础等级提升至 LV32， 装备属性提升。提示：你的史诗手势狩猎之神的银戒受到特殊道具的影响，装备基础等级提升至 LV32， 装备属性提升。提示：你的暗金鞋子胆小者的火箭靴受到特殊道具的影响，装备基础等级提升至 LV32， 装备属性提升。正如混沌之核碎片3作用说明那样，李凡身上的装备全部提升到与他等级一致的层次。爽！这一波我的战斗力暴涨。李凡喜滋滋地瞥了一眼全新版本的武器装备：正义裁决之刃，耐久326750，品质史诗，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32级以上，使用双手武器的近战职业，力量880点以上。属性1：务工加1420，
魔攻加1100，力量加320。属性2，物理攻击力正 21%。属性3，力量加320。属性4，攻击附带光属性。属性5，光属性攻击正 21%。属性6，裁决之力略无变化。属性7，正义裁决略无变化。跟原本 LV20 级阶段的属性比起来， LV32 级的正义裁决之刃除了第6条、第7天属性没变化之外，其余属性暴涨了差不多 1.5 倍。仅仅这一把武器，李凡琢磨着自己的战斗力就提升了 20% 左右，更何况其余装备也各自都有相当不错的提升。李凡打开自己全新的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32 级432万128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35608， MP 8480，攻击物攻3323，魔攻1761，防御物防2150，魔防2082。属性力量1314，敏捷24660，精神497，体力1499。自由属性点1160，最大攻速296.88次每秒，最高移速553.52米每秒。称号征服噩梦的强者。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技能等略舒服。来到主城这几天，我身上装备几乎没变化，得到混沌之核碎片后，攻防全面暴涨了3-4成左右。其中史诗武器、史诗戒指更是从此以后可以当成毕业物品来使用了。看着自己最新的个人面板，李凡忍不住心花怒放起来。混沌之核碎片对自己的战力加成太明显了。李凡真不知道卢元伟一个落魄酒鬼是如何能拥有这种好东西。不过无所谓了，这就是无尽苍穹唯一隐藏任务的魅力。要是奖励不好一点，谁还做隐藏任务啊？新手村铁匠莫林都有 bug 及道具战士之心，主城 NPC 有混沌之核碎片也很合理吧？对了，我的自由属性点已经存得够多了，留500点备用，剩余的干脆全都加在力量上面吧。李凡加完点，看着如今显示为1974点力量，4122点物理攻击力，脸上再次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这么高的攻击力，配合自己如今每秒接近300次的基础攻速，毫不夸张地说，战斗力强的让李凡自己都会感到害怕。不想这些了，还是先做任务吧。卢元伟给力，提前把任务奖励送给自己了，李凡自然愿意投桃报李。虽然任务期限足足有半个月，但他毅然决定现在就出发。LV35、LV45 之间的等级最低都是青铜阶位吗？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线前我就能把这个任务搞定。李凡对自己很有信心，没办法，自己真的是太强了。第76章巨魔巡逻兵，李凡的爆炸输出。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面对的怪物分为普通怪物、副本怪物、智慧魔物3种。其中普通怪物主要是各大练级区刷新的小怪与小 BOSS， 算是玩家们升级的主要途径。副本怪物也一样，不管死亡多少次，都会随着副本重新开始而刷新的。而智慧魔物则是跟 NPC 一样，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死了就是真死了，不会再刷新。这类怪物完全可以看成不属于人类阵营的 NPC， 有不低的智商，有自己的社会文明。黑曜城北面无尽山脉深处的巨魔部落，应该就属于巨魔族智慧魔物中的一个很小的部落文明。李凡对他的印象太少了，前世他倒是激战过不少巨魔，但那些巨魔都属于来自势力较大的巨魔部落，根本没有 LV45级以下这种低质量生物。不过有没有印象都无所谓，随着自己战斗力的暴涨，李凡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一个巨魔族的边缘小部落而已，我的战斗力应该是碾压的，可以屠杀。想到这里，李凡当即告别卢元伟，向黑曜城北面方向一路狂奔。无尽山脉的范围非常大，仅仅外围区域以他的速度就奔跑了10多分钟才通过。一路上李凡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刷怪这方面，挡着自己路了就随手砍死，都是一些 LV30级左右的普通小怪而已，战斗过程不值一提。不过随着进入无尽山脉的深处区域，怪物的实力明显提高了许多，普遍在 LV35级以上，其中出现一些智商明显比较高的，甚至知道打不过就跑。可惜他们的实力还是差了太多了，想逃过李凡的魔掌难如登天。值得一提的是，寻找巨魔部落的过程中，李凡还运气不错的遇到了好几头小 BOSS。 提示：你击杀了金翼螳螂 LV36 黑铁生物，你获得19200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20%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3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6点敏捷。提示：你击杀了变异鳄鱼精英 LV36 黑铁生物，你获得略。这些小 BOSS 的实力都还不错，
可惜在如今的李凡面前根本不够看。由于李凡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玩家，所以这些 BOSS 都有首杀奖励。不过其中一头名为石斧猎狗头目的 LV35 黑铁 BOSS 被李凡击杀后，却没有出现首杀提示信息，这让李凡有些惊讶。石斧猎狗头目不止这里一个刷新点，没有首杀奖励，意味着已经有其他玩家提前刷过他了。除了我，居然还有玩家能打过这种层次的小 BOSS， 果然不能小看天下人啊！李凡摇了摇头，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随后他继续赶路，寻找巨魔部落的踪迹。花了大半个小时时间，李凡终于发现了一支巨魔小队。这是一支由3头巨魔组成的队伍，看样子是在巡逻。他们属于直立行走的生物，身高超过3米，皮肤呈黑褐色，畸形的眼睛闪烁着妖异的红光。每头巨魔穿着破破烂烂的兽皮，手中都拿着一把大约2米长的巨型棍棒武器。李凡随手对着其中一头较为强壮的巨魔使用真视之眼。生物：巨魔巡逻兵。种族：巨魔族。等级阶位 LV36 级青铜。攻防：物理攻击力1560，魔法攻击力200， HP 78000，物防726，魔防700。属性：力量630，敏捷400，精神200，体力500。普通攻击：挥舞手中的巨棒，挥爪，踢腿。技能：一横扫千军。巨魔巡逻兵强力挥舞手中的巨棒，对前方扇形范围内目标造成一次300%物理攻击。技能2：怒吼。巨魔巡逻兵口中发出震慑人心的巨大吼叫，对附近10米范围内目标造成150%物理攻击力伤害，并且造成1至3秒眩晕效果。技能3：狂暴。巨魔巡逻兵血量越低，攻击力越高，攻击速度越快，最多加成30%。技能4：示警。巨魔巡逻兵在发现自己打不过敌人后，将会逃跑，并发出声音巨大的吼叫，对附近的同族巨魔宣告有外敌入侵领地。弱点部位：头部、局部。真视之眼的效果非常给力，直接把眼前这头巨魔巡逻兵的所有信息都侦查出来了。作为 LV36 级青铜阶位生物，巨魔巡逻兵的实力非常不错，但是很可惜，他们遇到了李凡这个挂壁，他们的普通攻击甚至都没办法给李凡造成破防效果。刷刷刷！李凡直接现身，对着其中一头巨魔提剑就砍。LV5 级剑气大师技能让他凭 A 发出的每一道剑气都有 70% 的物攻正 70% 魔攻的混合输出。巨魔的体型很大，李凡不用瞄准都能命中他的弱点部位脑袋。负2828，负6290，弱点部位伤害负6322，超高的基础面板，21%的光属性攻击加成，加上敏捷附带的真实伤害，以及接近2000点力量对击中弱点部位额外造成20%的伤害加成，让李凡每道剑气命中巨魔巡逻兵的脑袋都能打出6000出头的输出。并且随着暴风剑术的被动减防，剧毒耳环对中毒敌人的增伤效果触发，李凡的输出越来越爆炸。巨魔巡逻兵的血量总共也就7万多，那能顶得住李凡这么恐怖的输出啊？常态下每秒300次的攻速，以至于3头巨魔巡逻兵还没反应过来呢，便几乎在一瞬间全倒下了。虽然不是一次伤害惯死的，但整个战斗时间也没超过1秒，完全称得上是秒杀。横扫千军，狂暴，怒吼，示警。抱歉，都被秒杀了。巨魔巡逻兵根本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就这么憋屈的死去了。与此同时，李凡面板上也出现击杀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巨魔巡逻兵 LV36 青铜生物，你获得38400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20% 额外加成。X3 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72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X1 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30点功勋点数。X3 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8点敏捷。X3 第77章抵达巨魔部落，这将会是一场屠杀。击杀巨魔巡逻兵的奖励非常丰厚，不仅有高额经验值，李凡还获得了总共90点功勋点数。功勋点数可以在东华帝国 NPC 官方兑换装备、技能书、消耗品等好东西，作用相当于金币。李凡很高兴，而更让他高兴的则是自己天赋增加的敏捷属性点。一头 LV36 级青铜阶位巨魔巡逻兵能给我贡献18点敏捷，巨魔部落内应该有不少这种层次的智慧魔物，如果能干掉1000头，那岂不是能增加3万多？天赋光之祝福第2段刷10万个 LV20 级以上怪物就会自动升级第3阶段，估计到时候有可能会像当初第1阶段升级第2阶段那会一样，第3阶段对刷的怪有等级实力要求，那我何不将第2阶段剩余的名额都来刷智慧魔物呢？想到这里，李凡默默给自己点个赞。之前心血来潮立即做卢元伟的最后一环任务，算是来对了。这里出现了巨魔巡逻兵，应该算是巨魔部落的领地了，赶紧找到领地开始大刷特刷。
李凡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的猜测很正确，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二波巨魔巡逻兵。这又是一支由3头巨魔巡逻兵组成的队伍，只不过其中有2头 LV35级，另一头 LV37级。可见巨魔巡逻兵的实力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不管是 LV35级还是 LV37级，在李凡面前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秒杀。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已捡起战利品巨魔大棒、巨魔斗篷、低级力量秘药配方4金6银71铜币。咦，竟然爆出了消耗品配方！哈哈，这下又要发财了。无尽苍穹世界中，药剂类消耗品属于比较珍惜的道具。李凡开副肝到现在都没有打出任何消耗品制作配方。传统游戏中的红蓝药只有在 NPC 商人那里购买，但 NPC 出售的红蓝药效果太差了，他一直懒得买，不缺那点补给品。至于各种临时提升属性的秘药， NPC 商人根本没得出售。原本以为等自己功勋点数足够多了，可以到东华帝国 NPC 官方那里去兑换一些，没想到打个巨魔巡逻兵竟然爆出了配方，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李凡瞥了一眼背包中的配方，物品：低级力量秘药配方，类型：制作图纸，作用：学习后可获得制作低级力量秘药的能力。学习要求：拥有副职业技能炼金术。备注：合成低级力量秘药需要用到白银花、金银草、白芍精华。药剂效果为使用后，在接下来的60秒时间内，使自身的力量属性增加100加500分号，无冷却时间。低级力量秘药的效果很不错，能增加100点力量，以及使力量属性提升 5%。如果有足够多的秘药，可以连续不间断地获得力量加成效果。可惜李凡没有炼金术的副职业技能，他可以到 NPC 那学习，但是制作秘药可是一件大功夫，没时间去做。先存着，等以后寻找到合适的人，再交给他学习，那样我就有源源不断的成品秘药了。李凡收回发散的思维，继续探索巨魔领地。至于这3头巨魔领主爆出来的2件青铜装备，他懒得捡。虽然青铜装备价格不错，开服至今大多数玩家连1件青铜装备都还没有，但背包容量有限，没地方装青铜品质的垃圾装备。继续探索，很快李凡又遇到了第3波巨魔巡逻兵。系统提示：你已击杀略。秒杀了数股巨魔巡逻兵后，李凡终于找打了巨魔部落的大本营。这是一处4面环绕的山谷，只有一个约5、6米的出入口。李凡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2头守门的青铜巨魔后，一步踏入了山谷内。只见整个山谷内部占地大约10公顷左右，视野很宽阔，山谷内地面平整，一个个树枝与茅草堆积的圆锥形住所星罗棋布。最远处有一座石头铸成的巨大宫殿，宫殿面前有一块占地很大的方形平台，一个褐色的巨型巨魔石雕伫立在平台中央，雕像栩栩如生，面前有一堆篝火。山谷内数不清的巨魔来来往往，有老有少。如果不是每一头巨魔都长着狰狞的外形，以及他们中有一些在茹毛饮血的啃食生肉，这妥妥就是一个祥和安定的文明社会啊！这些巨魔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但是你们好运的遇到了我，我这就送你们解脱。李凡颇为同情的看了一眼巨魔，内心的善良让他见不得巨魔们这么苦，所以下一秒他就举起了长剑，刷刷刷，负9248，弱点伤害，负9320，负4174，负9248。随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腾空而起，属于李凡单方面的屠杀也开始了。无论是老年巨魔还是婴幼儿的巨魔，都至少是青铜阶位，一出生就是青铜阶位。这种智慧魔物部落文明在李凡前世被称为青铜部落。同理，青铜部落以上还有白银部落、黄金部落等等。眼前这些青铜阶位巨魔在李凡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往往一个照面就被秒杀。吼吼吼！遭遇到强敌的攻击，巨魔们骚乱起来了。雌性巨魔抱着小巨魔仓皇逃跑，年轻力壮的巨魔则纷纷怒吼着举起武器向李凡冲了过来。与此同时，一队队装备精良的巨魔士兵也开始拦截到李凡前进路上，想要阻止他的杀戮。这些巨魔士兵们属于整个巨魔部落中最强壮的巨魔，等级都在 LV38级以上，甚至其中出现许多白银阶位的巨魔小队长。可惜在李凡面前，这些巨魔都是一个下场，这是一场由他一人对整个巨魔部落的屠杀。系统提示：你已击杀略 XN。 不知过了多久，李凡都杀疯了。忽然一道忍不住令他心跳加速的战鼓声突然响彻山谷内，4名黄金阶位的巨魔百夫长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面前。第78章黄金阶位巨魔百夫长碾压。战斗信息：巨魔一族激活战勇气战鼓技能，山谷内所有巨魔战斗力提升 20%。 军团技，大范围提升己方单位战力，这正是军团类型技能的典型表现。
好在区区军团技对李凡的影响不大，巨魔的战斗力增加 20%， 在他面前也依旧属于一面倒的屠杀。李凡的目光放在4头奔涌而来的巨魔百夫长身上，并随手对着最前方一头释放技能真视之眼。生物：巨魔百夫长，种族：巨魔族，等级阶位 LV42 级黄金，攻防：物理攻击力6800，魔法攻击力1020， HP 36万，物防3010，魔防2890。属性：力量2315，敏捷1600，精神1020，体力2520。普通攻击：更加势大力沉的挥舞手中的巨棒，挥爪，踢腿。技能123横扫千军，怒吼，狂暴，掠。技能4战争践踏，巨魔百夫长用力踩踏地面，造成冲击波，对自身周围60米范围内地方生物造成500%物攻伤害，且附带一定时间的眩晕效果。技能5坚韧，巨魔百夫长每10秒缓慢恢复最大生命值的 2% 治疗量。技能6背水一战，巨魔百夫长在血量下降到 10% 时后，4维属性将提高 50%， 持续30秒。弱点部位：眼睛、局部。巨魔百夫长的硬实力非常可怕，攻防比李凡还要高。这是因为在无尽苍穹世界中 ，BOSS 的实力是根据同等级小怪实力决定的。普通 LV42 级小怪攻击力差不多是350点左右，黑铁 BOSS 是普通小怪的2倍，青铜是4倍，白银是8倍，黄金阶位 BOSS 是普通小怪的16倍。当初在新手村阶段属于简单游戏难度，玩家升级简单，怪物实力偏弱，因此哪怕 LV20 级史诗 BOSS 地狱3头犬，攻防属性都比不上眼前这头巨魔百夫长。而且巨魔族属于近战类型，力量与体力很高的种族，这头巨魔百夫长的物攻属性才会如此的可怕。不过李凡并不慌，你攻击力高有什么用？敏捷才区1600点，你摸得到我吗？刷刷刷！李凡不等巨魔百夫长来到自己面前，主动发起了进攻。负1426，负1457，负3345，弱点伤害，负5521，致命劈砍。巨魔百夫长的物防魔防都很高，并且有等级压制效果。为了输出最大化，李凡没有使用剑气大师的剑气进攻，而是使用朴实无华的近身普攻。之前的屠杀普通巨魔的过程中，让李凡史诗戒指的狩猎本能被动早已叠满，4维属性全部增加了 30%。暴风剑术的减少物防效果，剧毒耳环的增伤效果，让李凡的平 A 输出越来越高。由于有4头巨魔百夫长，他出于对黄金 BOSS 的尊重，还奢侈的使用了传奇技能致命劈砍。LV4 级的致命劈砍，每次打出的伤害都在5000点以上，并且有贯穿效果。一共20道剑气，比平 A 更快。剑气密集的宛如一道白色光柱，将4头巨魔百夫长全部贯穿。仅仅一个照面，就让4头巨魔百夫长的血量骤然减少了1/3血量。吼吼吼！遭受到沉重打击，巨魔百夫长们仰天怒吼。但是刀剑无眼，智慧魔物可不像那些能反复刷新的普通小怪，他们有头脑，因此在附近同族们没有离开之前，不敢释放大范围 AOE 技能，以免误伤。横扫千军，怒吼！一头巨魔百夫长们开启了反击。而之所以只有一头巨魔百夫长反击，是因为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巨魔百夫长进入6秒眩晕状态。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巨魔百夫长进入6秒麻痹状态。战斗信息：你的麻痹项链被动属性生效，巨魔百夫长进入 4.5秒麻痹状态。没错，经过李凡的超高频率打击后，4头巨魔百夫长中的3头陷入被控制状态，其中1头还能自由活动，不得不说他很幸运。呼呼！巨大狼牙棒的挥舞形成破空声，但是被李凡一个小碎步轻松躲过去。吼吼！巨魔百夫长的怒吼技能对李凡造成了伤害，只是李凡懒得躲避。负9622，一道高额的数字从李凡头顶腾空而起。巨魔百夫长的物理输出太高了，但是李凡之所以没有躲避，是因为他战士之心可以免疫控制，并且有吸血效果，损失的生命值只要输出够高，眨眼间就能吸上来。很快，这头发狂的巨魔百夫长也步入了他同伴的后尘，被狩猎之神银戒的眩晕效果控制住了。最少持续 4.5 秒的眩晕麻痹控制效果，足够让李凡给他们杀个来回。负1864，负1864，负1864。戒指被动叠满的状态下，这就是李凡平 A 的最高输出了。此时每秒超过380次的攻击频率，让李凡面对巨魔百夫长，秒伤理论上可以达到70万出头。当然，巨魔百夫长血量根本没有那么多，不到2秒时间，李凡便将他们用普攻逐一打死。提示：你击杀了巨魔百夫长 LV42 黄金生物，你获得点915000经验值，越级杀怪 50% 额外加成。
X4 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16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X1 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160点功勋点数。X4 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68点敏捷。X4 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33级。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黄金狼牙大棒、古兽皮甲、多重火球、技能书怒吼技能书，以及26金33银2铜币。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 BOSS 实力越强，挑战风险越高，收益也就越高。4头黄金阶位的巨魔百夫长当场就让李凡升级了，美滋滋。现在不是欣赏收获的时候，因为巨魔百夫长的死亡，山谷内巨魔们都已经开始惊恐的四处逃散了。部落内的巨魔数量总共也就不到2000，李凡得抓紧时间屠戮了，否则让他们跑了就不好玩了。而就在他刚举起长剑的时候，忽然一道响彻山谷的怒吼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第79章暗金巨魔祭祀与传奇巨魔领主。吼！低沉却响彻整个山谷的嘶吼声响起。李凡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巨魔部落的宫殿中，不知何时出现一头身高超过8米的巨魔，浑身弥漫着妖异的红光，一只手里拿着比他还高的巨型弯刀，气势忍不住令人望而生畏。仔细看去，他的旁边还站着一头特殊的巨魔。那个巨魔手持一柄乌黑的法杖，身披翠绿色法袍，体态佝偻，个头比普通成年巨魔小得多，大约只有1.5米的样子。从他们显示的简单信息来看，那头体型8米的赫然就是巨魔部落的最强生物 LV39级传奇阶位巨魔领主。体型佝偻的正是巨魔部落的祭祀 LV40级暗金 BOSS 巨魔祭祀。巨魔祭祀一出现，不知从哪掏出一个金色的微型巨魔石雕，拿在左手中诸如魔力，下一秒，整个山谷中除了他与巨魔领主，其他巨魔全都化为一道道黑光，进入微型巨魔石雕内。提示：巨魔祭祀 LV40级暗金生物，使用巨魔族图腾将所有普通巨魔庇护至图腾内部空间。这一幕让原本打算先把30秒技能 CD 的真实之眼用在巨魔领主身上的李凡瞬间改变了主意。图腾，虽然你是暗金阶位，但你好像比传奇阶位的巨魔领主更危险啊！李凡对着巨魔祭祀使用真实之眼。生物：巨魔祭祀，图8。种族：巨魔族。等级阶位 LV40级暗金。攻防：物理攻击力2600，魔法攻击力10100， HP 70万，物防5569，魔防5874。属性：力量2100，敏捷3580，精神6000，体力4800。普通攻击：发射奥数能量弹。技能1抗拒毒环，施法强力击退的魔法，使自身30米范围内的敌人受到400%魔法攻击的伤害，技能产生效果，并对命中的敌人造成每秒1000点真实伤害的中毒伤害，持续5秒。技能2毒环，使用法术聚集一个半径15米的圆形毒环，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每秒250%魔法伤害，毒环持续10秒。技能5剧毒星星，吟唱2秒，引爆一名附近中毒敌人体内的毒素，使其受到99999点真实伤害。技能6魔法盾，给自身释放可吸收50%最大生命值伤害的护盾，护盾持续30秒。技能7启迪，自身血量每降低到80百分号、50百分号、30百分号、20百分号、10百分号时，随机重置1至3个技能的 CD， 血量下降到50%，除了魔法盾以外，所有技能进入无 CD 状态，持续15秒。技能8巨魔祭祀，作为巨魔族的祭祀，可使用巨魔图腾的能力。弱点部位：眼睛、咽喉。真实之眼的效果太给力了，一个照面，李凡就已经知道了巨魔祭祀的底牌。各种大范围 AOE 高额锁定伤害，再加上能使用能力神秘的巨魔族图腾，我猜的没错，你果然是个大麻烦。李凡脸色有些凝重起来。真实之眼侦查到的信息相当宝贵，不过也有一些没能侦查出来的，比如巨魔祭祀的各个技能 CD 是多少，这方面就需要自己在战斗中自己观察了。先干掉他，再打巨魔领主。李凡打定了主意后，主动冲向他们。人未至，剑气先至，刷刷刷，剑气月光般洒中巨魔祭祀的身上。与此同时，他的头顶上浮现密集的承受伤害数字：-219、-493，弱点伤害：-237、-237。李凡每一道剑气打出的伤害非常低，这是因为巨魔祭祀的双防太高了，并且有削弱他35%伤害的等级压制。李凡每次攻击他只有1点强制伤害和附带的218点来自天赋的真实伤害，以及剧毒耳环对中毒敌人的伤害和8%加成。暴风剑术的减少物防效果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实
这才是玩家越级单挑高难度 BOSS 的正常现象。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之间的组队配合是很重要的。李凡的暴风剑术有减少误防效果，如果有同样减少误防能力的队友配合，将 BOSS 误防削减至比自身低的程度，或者来自队友 buff 状态能让他攻击力高于对方防御，那么他的物理攻击力面板才能对战斗起到该有的作用。当然，这一世他已经走在所有玩家的前面，面对巨魔祭祀这种层次的 BOSS， 只能靠自己。幸好天赋增加的真实伤害非常恐怖，这才给了他挑战高难度 BOSS 的资本。之前在新手村阶段能打过各种暗金、传奇 BOSS 也是同样的道理，否则此时攻速再快，武器砍卷刃了也打不了巨魔祭祀。抛开他的魔法盾不谈，如果全力输出的话，我大概只需要3000剑就能打掉他70万的血量。3000次攻击，以我的现在的攻速而言，撑死了也就是8-9秒的事情而已。如果释放幻影之舞与史诗戒指主动技能，甚至只需要4秒出头。可惜激烈的战斗中，我没有那么好的输出环境。李凡摇了摇头，这不，刚输出了不到1秒时间，剧毒祭祀随着血量下降到 80% 就开始释放 AOE 技能了。战斗信息：巨魔祭祀图8 LV40 暗金生物，释放技能抗拒毒环，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巨魔祭祀图8 LV40 暗金生物，释放技能毒环，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李凡眼疾手快，一见到巨魔祭祀的法杖开始闪烁耀眼的光芒，整个人瞬间往相反的方向跑去。巨魔祭祀的技能释放很快了，吟唱时间不到 0.3 秒，技能覆盖目标区域不到1秒。然而这1秒时间都足够李凡跑800米开外了，因此他的技能自然不会命中。我的身板在巨魔领主面前还是比较脆的，能浪就浪，该狗就狗。等待巨魔领主技能持续结束时间，李凡又调转火力攻击巨魔领主。不出意外的，他的攻击打在巨魔领主身上更是没办法破防。好在李凡也不着急，巨魔领主体格大，比较笨重，慢慢磨就行了，迟早能把他磨死。第80章击杀巨魔祭祀，抢到巨魔族图腾。吼吼！巨魔领主无比愤怒，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类的生命很脆弱，只需自己随便一刀就能斩死。他很渴望见到那一幕。作为此地巨魔部落的领主，他必须要用眼前这个人类的鲜血与生命来洗刷他对族人屠戮带来的耻辱。然而想法很美好，可实际上这种情绪只是无能狂怒而已。传奇阶位的巨魔领主不需要真实之眼的侦查，李凡都能猜测到对方的攻击力面板或许突破了 1.8 万。这种实力的 BOSS 在当前阶段对所有玩家而言都绝对属于世界型 BOSS。 可是在李凡面前，体型庞大的巨魔领主跟个被玩弄的小丑一样，他的攻速在李凡眼里太慢了。毕竟李凡此时的敏捷属性估计至少是他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巨魔领主每秒大概只能攻击60至80次之间，这很正常。游戏世界是不讲物理法则的，不管你体型如同小山一般大还是蚂蚁般渺小，只要敏捷属性足够多，那攻速就是变态。哪怕巨魔领主体型再增加10倍、100倍，该是多少攻速就是多少攻速，体型给他带去的优势只是增加了攻击范围而已。这一点攻速在李凡面前根本不够看。巨魔领主的所有动作在他眼里都属于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攻速差距这么多，移速差距就更明显了。因此李凡自然可以随便戏耍他，只是偶尔因为走位躲闪，所以耽误了一些输出时间。刷刷刷！-261，-261，-261，不知不觉10几秒时间过去了。期间巨魔领主使用了一个类似战争践踏的 AOE 技能，可惜也被李凡提前发觉并跑到技能范围之外。地形范围大就是这点好，他可以随便躲 BOSS 的大技能。此时另一边，巨魔祭祀的毒环技能已经消失，李凡果断调转火力去砍他。刷刷刷刷！好，很快巨魔祭祀血量还有 60%， 又激活了新的技能。可惜他的技能已经被李凡识破了，不管释放什么技能都是徒劳无用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李凡是顶着巨魔领主与巨魔祭祀两者的配合进攻，成功将巨魔祭祀血量打到 60%。 整个过程不能说全程无伤吧，至少也没掉一滴血量。战斗如此持续下去，正如李凡所想的战略那样，他能浪就浪，该狗就狗，一看情况不对就跑，做到绝不贪输出。巨魔祭祀放技能了，他就掉头去打巨魔领主。巨魔祭祀技能持续结束了，他就重新激活它。攻击再高有什么用？技能伤害再怎么爆表，范围再大又有什么用？打不到李凡，留给他们的结局只是慢性死亡而已。战斗过程无惊无险，没多久巨魔祭祀的血量就下降到了 5%。 战斗信息：巨魔祭祀图8 LV40 暗金生物，释放技能抗拒毒环，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略。这一瞬间
巨魔祭祀直接把自己技能列表中除了不受启迪技能影响的魔法盾之外的其他技能，统统像是不耗蓝一样的甩出来，各种技能狂轰乱炸，一个个深蓝色的剧毒光环如同数十个奥运五环一样，逐渐遍布整个山谷内。而机智的李凡却早已跑到了山谷之外，这里又不是副本，不限制地形，他想去哪去哪，主动权掌握在手。巨魔祭祀与巨魔领主似乎打急眼了，追着他就跑出了山谷。外面空间更宽阔，这符合李凡的心意。15秒过后，随着巨魔祭祀技能轰炸结束，他再次上前输出。然而没想到，就在他这有点大意的一瞬间，差点翻车。只见巨魔祭祀飞快地再次掏出巨魔族图腾，光速注入魔力，以它为中心点，一个半径大约100米的碗装半透明结界缓缓升空。战斗信息：巨魔祭祀图8 LV40暗金生物，释放巨魔族图腾技能困域结界，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擦，只要我再慢0.00几秒，就会被困在结界之内了。见机不对的李凡赶紧抽身狂奔，看着10米外的结界，他忍不住有些后怕。战斗信息没有显示这个结界会持续几秒，具体被困在内的话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但万一要是持续半分钟以上，并且结界无法打破的话，那自己的结局几乎就必死无疑了。毕竟结界内活动范围有限，又没有尸蝎领主那种飞行 BOSS 能带着自己上天，面对巨魔祭祀与巨魔领主的 AOE 技能，肯定会面临避无可避的后果，到时候很快就会被逼出保命底牌。如果爆发状态不能秒掉2个 BOSS， 自己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这个巨魔族图腾是个好东西啊，希望等会他能给我爆出来。李凡期待地嘀咕着。另一边，看到结界没有困住李凡，巨魔祭祀双手一挥，主动取消了结界，接着与巨魔领主再次红着眼追了上来。这一次李凡就谨慎了很多，边打边跑，绝不贪输出。10来秒后，随着巨魔祭祀的倒下，他面板上也终于出现了相关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巨魔祭祀图8 LV40暗金生物，你获得点1852875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35%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32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320点功勋点数 X4。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324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淬毒法杖、暗金、灵敏之靴、暗金、抗拒毒环、黄金技能书、巨魔族图腾、特殊道具，以及38金、22银、18铜币。巨魔祭祀掉落的战利品非常不错，李凡匆匆瞥了一眼，尤其是他很期待的巨魔族图腾。这东西并没有随着巨魔祭祀的死亡而消失，李凡眼疾手快，在巨魔领主到来前就抢了过来。此时匆匆一瞥，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嘶，难怪巨魔祭祀跟巨魔领主不吃我项链戒指的控制呢，原来是他的功劳。第81章巨魔领主的实力。技能：邪神关注。物品：巨魔族图腾。类型：特殊道具。作用1：使巨魔族生育率提高，使所有新生巨魔都将拥有青铜阶位。作用2：图腾空间，可将附近巨魔传送至图腾空间内，最多持续24小时。作用3：困域结界，释放一个结界困住附近敌人，结界范围半径80米，结界零防御1000万 HP， 结界内使己方单位战斗力临时提高 20%， 冷却时间24小时。作用4：邪神庇佑，使自身与附近友军获得不可控制状态。作用5：邪神献祭，击杀1万名智慧生物，通过收集王者之力向邪神索伦进行献祭，将获得邪神的神秘赐福。使用要求：精神5000点以上，智慧魔物种族。备注：可将该物品上交东华帝国，领取丰厚奖励。巨魔族图腾的对李凡自身没什么作用，他也使用不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巨魔祭祀死亡的同时，巨魔族图腾内之前那些被吸入图腾空间内的巨魔们，全都一股脑又化为一道道黑光，重新出现李凡附近。刚一出现，这些巨魔们有的跑向巨魔领主方向，有的惊恐万状的四散而逃，还需要再砍700多头巨魔才能完成任务，得抓紧时间，万一让他们跑了再想找到就不容易了。李凡将巨魔族图腾收入背包内，然后提起长剑开始疯狂输出。提示：你已击杀略。他暂停了对巨魔领主的挑战，趁此机会疯狂屠杀普通巨魔们。速度的优势让他来去自如，巨魔领主暴怒连连，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民不断死亡。平均20剑内就能干掉一个普通巨魔，李凡的屠杀效率非常可怕。他的身影在巨魔群体中如闪电般来回穿梭，身影所过之处，背后一路上遍布普通巨魔的尸体。高效率屠杀让李凡的经验值节节攀升。很快，
身上就接连冒出升级的白光 ，LV34级、LV35级。而与此同时，他的基础敏捷属性也以一个可怕的速度暴涨，屠杀在继续，敏捷也在随之暴涨，27000、28000、29000、41000。最终，李凡的基础敏捷属性在41996点时候停下了。此时，卢元伟的日常中任务早已完成，而李凡之所以停下，是因为的视线内他能看到的普通巨魔已经全部倒下，只剩下孤零零的巨魔领主依旧在无能狂怒。短时间内刷大量青铜以上的智慧魔物，我天赋增加的敏捷属性是真的变态啊！可惜有一小半普通巨魔跑掉了，要不然估计都涨到45000以上不是问题。李凡兴奋又遗憾地嘀咕道。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几乎因为子民死亡带来的刺激，李凡发现巨魔领主的攻击速度与力道比之前猛多了，让他不由得都认真了几分。此时真实之眼的技能 CD 早已刷新完毕，李凡果断对巨魔领主释放一波。生物巨魔领主斯科尔德巨熊，种族巨魔族，等级阶位 LV39级传奇生物，攻防物理攻击力19504，魔法攻击力3100， HP 1466000，150万，物防12885，魔防12004，属性力量12000，敏捷6540，精神2330，体力11000。普通攻击使用大刀挥砍、挥爪、踢腿、横扫千军。技能1怒吼、2狂暴、3战争践踏、掠。技能4崩山裂地，巨魔领主使用巨刀猛砸地面，造成冲击波，对自身周围150米范围内地方生物造成500%攻伤害，且附带一定时间的眩晕效果。技能5钢铁之躯，巨魔领主每5秒缓慢恢复最大生命值的 2% 的治疗量。技能6巨熊，巨魔领主攻击成功时附带 200% 力量的物理伤害。技能7悲愤，身边同种族巨魔死亡后，巨魔领主悲愤之下实力得到提升，每死亡一名巨魔，攻速移速提高 1%， 最高提高 100%， 战斗结束后消失。技能8暴走，巨魔领主在血量下降至 10% 以下时，将脱离仇恨技能影响，防御降低 30%， 四维属性全部提高 40%， 且免疫所有控制技能。技能9邪神关注，巨魔领主受到邪神索伦的关注，在血量下降至 5% 以下时，邪神分身降临，协助他战斗。弱点部位眼睛、局部。好家伙，不愧是巨魔领主，普通巨魔的大技能横扫千军，在他这居然只是普通攻击范围。9个技能，一个比一个屌。技能7悲愤，难怪我觉得这家伙速度比之前变快了很多，原来还有这种队友祭天法力无边的技能。邪神的关注，之前的战斗中，李凡以为已经将巨魔领主的实力摸透了，结果没想到巨魔领主还有能召唤邪神分身这种变态的技能。无尽苍穹世界中，只有神灵阶位的魔物才能有资格被称为邪神，哪怕史诗魔物都不行。邪神的分身实力会是怎样的？李凡想想就有些期待起来，他想知道如今的自己面对神灵 BOSS 有多大的胜率。突然，一道全新的系统提示打断了他的思绪。提示：你察觉到了东华帝国附近智慧魔物异常的线索，任务李长生的忧虑2，进度提升，当前进度为 2%。任务进度提升了，是因为我用真视之眼看到了巨魔领主这个邪神关注的技能。李凡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不过现在并不是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巨魔领主还活得好好的呢，刚才自己屠杀普通巨魔，让他血量都快自动回满了。不管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先干掉巨魔领主再说。第82章，邪神分身降临，神灵级 BOSS 的恐怖。刷刷刷，剑气如雨，巨魔领主头顶上冒出所受伤害的数字连绵不绝。-437，-438，-472，-1062。弱点伤害。之前屠杀普通巨魔，让李凡的基础敏捷属性来到41996点，而在史诗戒指被动的叠加下，敏捷属性提高了 30%， 也就是54594点。天赋附加的伤害就是545点真实伤害，但因为面对巨魔领主受到等级压制，削弱 20% 输出，因此李凡的普攻只能打出437点伤害。但是这已经足够了，单次伤害不高，但攻击频率快啊。54594点敏捷，常态下李凡的攻速就达到了656次每秒，如果用上幻影剑舞 buff， 那就是到达了 874.78次每秒。这种攻击频率意味着李凡每秒综合输出能超过38万。当然，实际战斗中，李凡的因为需要走位躲避技能等原因，没办法达到这么高的输出，但是平均每秒10万以上还是能够保证的。巨魔领主又不像巨魔祭祀那样，放完技能后，技能还会持续10几秒才会消失。巨魔领主的技能基本上都是瞬发，
用得快，消失的也快。李凡跑远点躲过技能范围之后，就能立即回来继续输出。而在战斗中，巨魔领主虽然因为悲愤的被动技能，他的攻速移速翻倍了，但是6500点敏捷的他，即使攻速移速翻倍，也根本摸不到李凡的衣角。整场战斗，李凡完全做到无伤输出。打他，李凡觉得比打暗金 BOSS 巨魔祭祀还简单，甚至因为巨魔族图腾被自己抢到手的原因，史诗戒指与传奇项链的几率眩晕与麻痹控制可以在巨魔领主身上生效了。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巨魔领主斯科尔德进入 4.1 秒眩晕状态。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略吃控制了，那李凡就不客气了。于是不出意外的，巨魔领主的血量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迅速瘪了。80%、60%、40%、10%、5%。值得一提的是，血量下降到10%的时候，巨魔领主暴走了，他的4维属性全部翻倍，并且免疫控制、不受到挑衅的等仇恨技能的影响。只是在李凡面前，4维属性翻倍又怎样？能打中自己的前提是攻速能接近自己，否则攻击力再高也只是能打空气而已。免疫控制没关系，反正李凡又没什么控制技能，免疫仇恨技能影响那更没关系了。现在是单挑，李凡又不用担心 BOSS 仇恨乱了去打自己的脆皮队友，因此暴走状态下的巨魔领主终究还是被李凡稳稳的压制，血量逐渐下降到了 5%。 李凡期待的终于来了。战斗信息：巨魔领主斯科尔德 LV39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邪神关注，邪神分身索伦出现。空气中突然出现一道漩涡状的门，门自动打开，下一刻一个成年人类大小的身影走出来。此人邪神正是索伦的分身，他全身被一件黑色法袍笼罩，看不清面容，右手拿着一根树枝状的怪异法杖，法杖顶端有一颗血红色的宝石，左手拿着一本发黄的法典。刚一出现，李凡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变得无比沉重起来。面板提示信息显示出让他出现这种感觉的原因。战斗信息：你受到神灵威压效果，正在判定阶位中，你当前为普通阶位，你的4维属性被压制 90%。 神灵威压，无尽苍穹世界中神灵阶位生物对神灵以下生物独有的压制光环，这也是前世李凡为什么升级到 LV200 级，连一个神灵 BOSS 都没打过的原因。我擦，一个分身也有神灵威压，这还打个毛啊！李凡皱着眉头，对邪神分神索尔使用真视之眼。生物索尔分身，等级阶位 LV33 级神灵阶位，攻防属性4维属性，技能备注：智慧魔物邪神索尔的一个分身拥有本尊 50% 的实力，最多存在20秒。查看索尔分身属性的时候，李凡视线忽然一花，只见一道火红色的巨大能量球突然从自己的头顶上方出现。战斗信息：索尔分身 LV33 神灵生物，释放技能：你受到49115点伤害，你受到致死伤害，你的装备战神阿伦的旧头盔被动技能战神阿伦的意志已自动激活，你进入3秒无敌状态。李凡人都傻眼了，索尔这个技能放的并不算快，如果不是受到神灵压制，自己一定能躲过去，但没有如果。事实证明，自己在未获得高阶位之前，根本没办法打败神灵阶位的 BOSS。 好在李凡对这一情况早有预料，之所以明知道邪神分身会降临他还不提前跑，就是因为他有底牌。目标巨魔领主，正义裁决。李凡心念一动，锁定巨魔领主，激活史诗武器的主动技能。下一秒，他眼前画面一花，整个人就来到一个特殊空间内，空间有些类似之前被金牌杀手撒哈拉天赋自带的回合空间，只不过范围要更大一点。战斗信息：你已经激活武器技能正义裁决，你吸取了巨魔领主的 10% 力量属性，你的力量增加2400点，巨魔领主的力量减少2400点。面板上出现了相应的提示信息，一增一减，实际效果其实没卵用，毕竟李凡的力量就算增加2400点，打在防御超过1万的巨魔领主身上还是不破防，输出还是靠自己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果然，邪神分身虽然是他的技能，但并不属于他的召唤物，而是第三者，因此没有进入正义裁决空间内。空间范围挺大的，先拖20秒，等邪神分身没了再打也不迟。李凡想到这里，果断跟巨魔领主开始绕起了圈圈。巨魔领主被他打了那么久，早已失了智，根本不在乎环境的变化，只是一心在追着李凡的脚步。20秒时间眨眼即逝。幻影剑舞，刷刷刷！李凡给自己加了个小攻速 buff， 甚至都用不上绝境怒气等保命底牌，以及史诗戒指的主动狩猎时刻，就已经足够稳稳地拿下残血巨魔领主了。一切顺利，没有波折。几秒后，随着巨魔领主血量彻底被清空，他的面板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击杀后的提示信息。
第83章首杀巨魔领主，丰厚奖励，全服公告。提示：你击杀了巨魔领主斯科尔德 LV39 传奇生物，你获得点1228万经验值，越级杀怪 20% 额外加成。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36。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60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600点功勋点数。X4。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600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鎏金铠甲传奇、青龙大刀、暗金、钢铁之躯传奇技能书，以及79金、22银、18铜币。提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一系列的提示信息出现在李凡面板上。正当他以为这就是全部时，没想到还有额外的惊喜。提示：你摧毁了无尽山脉中的巨魔族部落，恭喜你获得1万点功勋点数，获得新称号巨魔刽子手。提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咦，这也有奖励的吗？爽！李凡开心的嘴角扬起。别看他前世 LV200级时候混到全服战士职业前10的位置，但是由于进游戏晚，一步慢步不慢的原因，从没做过单枪匹马干掉一个智慧魔物部落的事情，因此对于这份奖励他是未知的。1万点功勋点数，我记得足够到东华帝国官方那里兑换不少好东西了，真不错。让我看看 BOSS 掉落的装备跟技能书是什么。李凡开始查验巨魔领主掉落的战利品。与此同时，对于2道全服公告提示声，他做出以前一样的选择，下意识点了否。下一刻，久违的全服公告声开始刷屏了。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36 级剑盾游侠在无尽山脉深处击杀了巨魔领主斯科尔德 LV39 传奇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36 级剑盾游侠在无尽山脉深处摧毁了智慧魔物巨魔族部落，获得额外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一旦激起千层浪，在这个平静的后半夜，一瞬间，玩家们全都轰动了。什么情况？太岁神 LV36 级了？我没记错的话，2点多的时候他不是还 LV32 级的吗？这才过去不到1个小时而已，他就升到 LV36 级了。等级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干掉了 LV39 级传奇 BOSS 啊！卧槽，这是真牲口啊！老子开服辛苦干到现在 LV27 级，连一个普通小怪单挑都胜利得很艰难。智慧魔物巨魔部落，兄弟姐妹们，我接到一个隐藏任务，因此知道智慧魔物部落有多恐怖。太岁神大佬肯定不止干掉这一个传奇 BOSS， 应该在此之前打掉了很多青铜白银等小 BOSS， 所以等级才在半小时内飙升的如此恐怖的。到目前为止，全服公告好像只有太岁神大佬一个人创造的吧？这太离谱了。是的，我们城有个等级排行榜前10的大佬，集其工会数千人之力量干掉一个 LV26 级暗金 BOSS， 结果连全程公告都没有，更别提全服公告了。太岁神大佬是特别的，一步先步步先，兄弟们，太岁神领先我们那么多，你们说我们将来真的有希望超越他吗？超不超越的无所谓，俺现在就想抱太岁神的大腿，太岁神大佬求带。游戏内几乎每个在线玩家都在讨论着这件事，论坛上各种相关新帖子也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之前几天李凡在干 NPC 卢元伟任务的时候太低调了，也就砍一波云天公会的人被讨论了一波。而装备没怎么更新，也因为刷怪获得经验值花在提高技能等级的原因，之前李凡的等级也没超过第2名太多，只有 LV2 级左右。这在很多人眼里都觉得他已经不行了，没办法做到新手村那样领先全服的地步。结果万万没想到，今天深夜突然来了一个惊天大雷，玩家们都惊呆了。LV39 级传奇 BOSS， 你丫是怎么打过去的？你怎么做到摧毁一个智慧魔物部落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玩家们震惊不已。与此同时，李凡也将击杀巨魔领主的战利品消化结束了。运气很不错，巨魔领主掉落的传奇装备跟传奇技能书我都能使用。李凡喜滋滋地瞥了一眼更新后的上衣防具，装备鎏金铠甲，耐久500，品质传奇，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36 级以上，体力400以上。属性1 HP 加15200，物防加328，魔防加299，力量加215，体力加265。属性2 HP 最大值增加 20%。属性3受到伤害时将使自己在接下来5秒内缓慢恢复3000点 HP。属性4受到的异常状态时间减少 30%。属性5可血被动技能，当你与一名敌人作战3秒后，
攻击敌人会使该装备生命值上限增加150点，对每个目标冷却时间30秒。成长类型装备，攻击敌人就能增加生命值上限。不得不说，这件装备让李凡感到非常开心。如果在其他玩家面前，估计只是一件淘汰品而已。毕竟这件装备本身的等级不高，血量上限成长，但防御等属性可不会有变化，迟早会被淘汰的。但是李凡有混沌之核碎片3，这就意味着他在李凡手里完全可以看作毕业装备。血量越高，我打高难度 BOSS 时候的容错率就越高，不错。可惜这技能书不受混沌之核碎片的影响，我学习不了。李凡瞥了一眼背包中的传奇技能书，技能书钢铁之躯，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39 及以上，战士牧师类职业。LV1 等于效果，被动技能每5秒缓慢恢复最大生命值的 2% 的治疗量，赫然就是巨魔领主的其中一个技能。第84章，准备再刷公开副本，傲视帝皇到来。除了这2件传奇品质战利品之外，巨魔领主还给李凡报了一把暗金大刀。这件装备属于双手武器，战士职业可以使用，属性很不错，但在李凡面前，它跟之前获得的白银黄金装备等没区别，都是待处理的货物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摧毁巨魔部落给的称号效果很棒，称号巨魔刽子手，属性 HP 正 10%， 物理魔法攻击力正 8%， 力量、敏捷、精神、体质正 5%， 很朴素的属性。跟李凡一直使用的征服噩梦的强者称号比起来，基础属性提升的太多了，美中不足的就是它没有增加技能等级的效果。反正我输出主要靠的是普通攻击，很少用到技能，就用这个巨魔刽子手称号吧。顺便把自由属性点全都堆到体力上面算了。李凡突然觉得自己之前储存自由属性点的行为有点蠢，他原本打算等需要的时候再根据情况临时分配这些自由属性点。输出不够，那就加力量；防御不够，那就加体力。可是通过与巨魔祭祀、巨魔领主的战斗，让李凡悟了，有什么好储存的？直接全部加到体力属性上面啊！反正打高难度 BOSS 情况下，自己的输出也全靠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力量属性也就只能起到一个增加爆伤的效果，即提高命中弱点部位的额外伤害。随着天赋增加的敏捷越来越多，自己攻速越来越快，每次攻击附带的真实伤害也越来越高，根本不缺输出能力的。之前我是被正义裁决之剑的属性迷昏头了，所以才加了那么多力量，好在问题不大，提升一些爆伤也不错。现在开始，所有自由属性点我全都增加到体力属性上面，只要我的防御够高，血量足够厚，那么完全可以跟 BOSS 战撸。李凡打定了主意，果断将所有自由属性点分配到体力值上面，接着瞥了一眼全新的个人面板。角色太岁神，基础属性等级 LV36 级404万149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62330， MP 8848，攻击物攻4817，魔攻1928，防御物防4600，魔防4343，属性力量2261，敏捷44725，精神522，体力3416。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537.66次每秒，最高移速994.95米每秒。称号巨魔刽子手，天赋光之祝福，第2阶段 SSS 品质，装备技能等略。此时由于脱离战斗时间早已超过10秒，因此史诗戒指被动的收益全部消失了。这份面板属性就是李凡常态下无任何 buff 的数值，全体力加点的效果很出色，李凡的物防都快超过自己的物攻数值了。刷智慧魔物部落的收益太高了，接下来我的重点发展就放在这方面。对了， NPC 领有量的隐藏任务内容中好像提高一个种族叫尸蝎的智慧魔物部落，也过去好几天了，是时候去把任务的第1环完成了。在那之前先把 LV28 级的公开副本熔岩洞穴打掉。战利品消化吸收结束，自由属性点也加完了，李凡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的变强计划。LV28 级有一个公开副本，之前他一直忙着赶卢元伟的任务，还没来得及刷呢。现在卢元伟的任务彻底完成了，自己都升到 LV36 级了，再不刷那副本经验惩罚就有点太看不过去了。因此李凡决定在去做 NPC 领有量的任务之前，先去这个公开副本提一波货，顺便拿个噩梦首通奖励。太岁神、私聊、紫霞，包括你在内，选14个人去天耀城副本广场等我，一会我带队拿噩梦首通。太岁神、私聊、二狗子，把你的3个队友叫上，20分钟后天耀城副本广场见，哥带你飞。太岁神、私聊、花蝴蝶，还没睡觉？很罕见啊！来，天耀城副本广场，一会带你拿噩梦模式首通。
熔岩洞穴作为一个20人的中小型公开副本，倒是不限制挑战玩家人数，李凡一个人就能进去。但一来 LV36级刷 LV28级副本已经有很严重的收益惩罚了，足点低等级队友好变相提高副本产出；二来李凡也不怎么在乎副本的收获，他看中的只有首通奖励而已，以及副本通关奖励的传奇宝箱。而只要自己像是当初带队蜘蛛洞穴试炼那样，满人进副本，实际只有自己一人刷怪，那这两方面的奖励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组队会评分我的经验值收获，但我也不在乎那么点经验值，培养未来队友吗？耗点资源也是情理之中。李凡心里这样想着，与此同时，他人也踏上回城的路程。天耀城副本广场，快看，那不是凤凰公会开荒队的成员吗？我的天，居然遇到了他们，不知道给紫霞仙子当舔狗，他要不要？还有瞄准射击、77等排行榜靠前的美女玩家，好羡慕，好像加入他们。别做梦了，凤凰公会本来就主收女玩家，男性玩家除非特别牛逼的，否则根本进不去。那几个搓比男是谁？这一管叫思念。擦，好邪恶的 ID， 居然跟凤凰开荒队的人混到一起了，真该死啊！即便是深夜，天耀城的副本广场还是很热闹的。没办法，这里不仅有 LV28级可进入的熔岩洞窟副本，还有 LV20级可进入的狼族祭坛副本。对于大部分刚进入主城的玩家来说，每天刷满5次狼族祭坛副本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副本收益高，风险低，比刷野怪可舒服太多了。因此，紫霞仙子等人刚来到这里，附近的玩家们就纷纷对他们投去羡慕的眼神。而就在这时候，一行意料之外的人走到紫霞仙子等人的面前，其中的领头玩家 ID 赫然是傲视帝皇。紫霞仙子，我们和谈吧，毕竟你也不想自己公会成员被我们傲视群雄公会和义薄云天公会追杀吧？傲视帝皇神色淡淡的开口说道。第85章，傲视帝皇的威胁，李凡的杀意。紫霞仙子曾在游戏论坛上支持李凡对义薄云天的宣战，他说到做到，真就吩咐公会成员们去砍义薄云天与傲视群雄公会的人。这几天在李凡忙自己事情的时候，凤凰公会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当然义薄云天与傲视群雄死的更多。毕竟李凡把自身用不到的装备全都处理给紫霞仙子了，以至于凤凰公会成员们的平均实力其实比一般玩家强得多。而另一边，傲视群雄与义薄云天两家公会就有些受不了了。傲视帝皇与赵日天可不像紫霞仙子那么任性，根本不愿意见到每天有数百个自家公会成员的死亡。要知道，游戏前期时间是很宝贵的，你去跟玩家 PK， 赢了还好说，万一输了，死亡惩罚可不是闹着玩的。虚弱期间基本上刷不了同等级的小怪，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因此，为了公会的发展，傲视帝皇在通关7星难度职业挑战后，便第一时间来到天耀城，想跟紫霞仙子求和。我们目前是打不过太岁神那个疯子，但你们凤凰公会家大业大，为什么要陪那个疯子一起胡闹呢？游戏前期时间多宝贵啊，为什么要来打架呢？紫霞妹子，你听我一句劝，这件事是我们傲视群雄、义薄云天两家公会与太岁神的恩怨，你真没必要掺和。今天我站在这里，也代表了义薄云天公会会长赵日天的意思，想跟你和谈，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对凤凰公会认真起来了。我们两家网游界顶级公会，暂时打不了太岁神，还打不了你们凤凰公会。紫霞仙子，你也不想自家公会成员们被我们追杀，从而耽误自身的发展吧？所以别再继续陪太岁神那个疯子胡闹了，好不好？傲视帝皇软硬皆施地对紫霞仙子说道。由于他为了通过高难度的转职任务，因此耽误了练级时间，到现在也才 LV20级而已。但之所以敢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 NPC 士兵驻扎在附近，谁敢 PK 谁就会被 NPC 士兵制裁。之前李凡凭什么敢在主城内砍人，他也搞明白了，但在 NPC 士兵面前那种办法没用，所以傲视帝皇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而另一边，面对傲视帝皇的威胁，紫霞仙子则冷冷的一笑。太岁神是我们凤凰公会的朋友，太岁神的立场也就是我们凤凰公会的立场，威胁我们，就凭你跟赵日天两个狗在新手村好几天的缩头乌龟，跟小丑一样，也有脸威胁追杀我们，真是够可笑的呢。我话放到这，无尽苍穹不倒，我们凤凰公会跟你们杠上了。紫霞仙子的两句话让傲视帝皇脸色阴沉起来。你疯了吗？居然愿意为了太岁神那个疯子跟我们两家公会自爆？我不明白这对你有什么好处？紫霞仙子鄙视道，强者的世界，你这个小丑自然不明白。俗话说，一个女人相当于500个鸭子。傲视帝皇来口头兑现，不得不说他挑错对手了。没几句话就被紫霞仙子等人喷得破防了。而与此同时，李凡的身影也终于来到了这个副本广场。他没有第一时间露面，
从周围围观玩家们的议论声音中搞清楚傲视帝皇的来意后，李凡眼神爆发出强烈的杀意。其实他对傲视群雄公会以及傲视帝皇的印象很浅，在他前世，这家公会根本没发展到无尽苍穹开服第10个年头，而是在开服第3、4年的时候就被花蝴蝶打散了。傲视帝皇更是自那以后了无音讯，大概率是人生彻底 GG 了。重来这一世，认真算起来，跟傲视群雄的矛盾，也就是当初自己干掉银狼王的时候，他们的人对自己出言不逊，本来不算很大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李凡没放在心上。结果万万没想到，傲视群雄公会居然跟义薄云天混在一起了。傲视帝皇本人更是在论坛上现身支持赵日天的说法，对自己极尽抹黑诋毁。所以结果就是李凡不太了解傲视帝皇，但认为他与赵日天完全就是一丘之貉。前世赵日天能把义薄云天公会引导成著名的反人类组织，那么如果傲视群雄公会一直在的话，很大可能也会变成另一个义薄云天吧。怕被我砍，所以狗在新手村好几天不来主城，来了主城后立马找上紫霞仙子进行威胁。好家伙，这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啊！今天你们死定了，我说的耶稣都保不住。李凡想到这里，立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副本广场。傲视帝皇以为有 NPC 士兵驻守在附近，所以就不担心被砍了。太天真了，李凡觉得必须给他上一课了。天耀城城主府，太岁神，你不愧是第一个进入主城的天选者，我果然没看错你，竟然单枪匹马干掉了巨魔部落。作为天耀城城主，东华帝国的皇室成员之一，我非常欣赏你的行为，作为鼓励，你可以在我这用5折兑换一件功勋物品。天耀城城主看着李凡的目光满是赞赏。话音落下的同时，李凡的面板上也出现了功勋点数兑换清单。东华帝国天选者功勋点数兑换清单。物品1：英勇者头盔，品质 LV 30级白银头盔，品级精良，属性1 HP 加900，双防加35，体力加30。属性2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少 5%， 属性3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少30点。兑换价格200点功勋点数。物品2：英勇者轻甲，品质 LV 30级白银上衣，品级精良，属性略。兑换价格200点功勋点数。物品16：荣光者长剑，品质 LV 30级黄金双手武器，品级精良，属性略。兑换价格500点功勋点数。第86章兑换高级勋章，当着 NPC 士兵的面砍人。物品51：闪现技能书，品质黄金，学习要求 LV 40级以上，法师职业。兑换价格1000点功勋点数。物品103：终极生命恢复药剂，作用服用后瞬间恢复500加 HP 最大值的 10% 的血量，冷却时间20秒。兑换价格30点功勋点数。物品399：东华帝国天选者荣誉勋章高级，作用4维属性增加500，每天最多指挥10名东华帝国普通士兵协助作战1小时，同东华帝国千夫长地位，在各大主城内对天选者群体拥有执法特权，放入背包内随身携带即可生效。兑换价格2万点功勋点数。物品500：疾风剑圣传承卷轴，类别特殊道具，作用使用后可获得3转9星评价职业疾风剑圣的职业传承。备注：东华帝国传奇剑圣李长生制造，总数量1份。兑换价格20万点功勋点数。天耀城城主赵恒给的兑换清单里，一共有500件各类物品，包括了最高品质为暗金的装备、技能书以及各种用途的特殊道具、消耗品等等，其中有不少好东西，让李凡都心动不已。原本打算储存多一点功勋点数再来的，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来都来了，李凡除了兑换杀人执照、东华帝国天选者荣誉勋章高级以外，又兑换了一组终极敏捷密钥的消耗品。物品：终极敏捷密钥，类型消耗品，作用使用后使自身基础敏捷属性临时增加500加1000分号，效果持续30秒，无冷却时间。一组9只，每只兑换价格为1000功勋点数。好在兑换勋章的时候，天耀城城主给了5折优惠，让李凡有足够的功勋点数存款买下它们。功勋点数这东西跟金币一样，是真不经花啊！以后要尽可能多灭掉几个智慧魔物部落了。李凡摇了摇头，东西兑换完毕，紧接着便告别了天耀城城主赵恒，转头重新向副本广场走去。紫霞仙子，你能不能管管你的人？再这样我们就不客气了。且我们会长才不会听你这个小丑的话呢。略，小丑，操！我们跟紫霞仙子商量事，这一管叫思念是哪根葱？这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吗？哎，我就说话了，咋地？你有能耐咬我呀？
傻逼，小丑！还有你赵日天，你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居然也过来了！不怕告诉你们，你们爷爷太岁神马上就到，不想死就快滚吧！哈哈！天耀城副本广场上，争吵还在继续。李凡的好兄弟陈二狗算是豁出去了。过去几天，他跟3名老队友们一直在跟凤凰公会的开荒队混，跟美女们一起练级，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要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有李凡的珠玉在前，妹子们对他不怎么感冒。而且他在漂亮妹子面前嘴拙的老毛病也犯了，给妹子们留下的印象平平无奇，就是一个抱着李凡大腿的幸运而已。这让陈二狗每每想起来就感觉到相当憋屈。此时面对傲视帝皇以及刚赶来的赵日天一伙人的污言碎语，陈二狗站在紫霞仙子等妹子们面前疯狂输出，祖安功力风采尽显，没几句话就让傲视帝皇跟赵日天一伙人破防了。CNMD 狗东西，我记住你了，不管凤凰公会听不听劝跟我们停战，你必须死，我们义薄云天要把你轮到0级。赵日天破口大骂道，他能起这个 ID 有把义薄云天发展成人渣公会，可见素质绝对不高，脏话张口就来。赵日天本来没想出面的，他把与凤凰公会和谈的事情交给傲视帝皇处理，却没想到紫霞仙子的态度会那么强硬，敢硬刚2个大公会，也没想到傲视帝皇的能力这么差劲，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不得已，他才带人赶过来，亲自与紫霞仙子交流的。然而话都还没说几句呢，就被紫霞仙子的前力舔狗陈二狗给喷破防了，一口一个缩头乌龟，小丑！想他赵日天自从成为义薄云天的会长后，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当面讥讽过呢？而且关键是，他的确因为躲着李凡的追杀，因此狗到现在才不得不来主城的，这是典型的缩头乌龟行为。被喷不可怕，被喷到点子上了，赵日天才会这么快破防的。小子，你完蛋了！我以义薄云天公会长荣誉发誓，一定要把你干到退游。赵日天恶狠狠地对陈二狗说道。我也是。傲视帝皇也点头附和，一脸凶狠。这一管教思念，我傲视群雄公会也不会放过你的。陈二狗冷笑一声，气势毫不畏惧地喊道：呵呵，表情这么凶吓唬谁呢？我老大是太岁神，你们有本事等我老大过来了再说这句话。这一幕让附近围观的大量吃瓜群众们大饱眼福。卧槽，这是真男人啊，有种，佩服！红颜祸水，古人诚不欺我也。这位思念兄为了在美女面前强出头，被2个大公会列为必杀，实属不理智行为。不理智你女马！没听思念老哥说吗？他老大是太岁神，我老大要也是太岁神的话，我也不怕垃圾义薄云天公会跟傲视群雄公会。游戏中的老大而已，能给几分情面？总之，我觉得这一管叫思念要倒大霉了。义薄云天跟傲视群雄这种游戏界的大势力可不是好惹的。玩家们议论纷纷，有人对陈二狗的行为佩服不已，有人觉得他太不理智了，为美女强出头，惹到2大公会敌对，妥妥的无脑舔狗行为。也有人觉得陈二狗老大是太岁神，太岁神是谁啊？那可是游戏第一人，有这样的老大罩着，当然是想怎么浪就怎么浪了。另一边，赵日天与傲视帝皇听到陈二狗的话后，表情顿了顿。你老大是太岁神？呵呵，我不信，除非你。赵日天出声嘲讽道。然而他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变成了一道白光。没错，刚赶到副本广场的李凡一言不发，直接动手了。第87章，砍得赵日天不敢上线，挑战熔岩洞穴副本。李凡人狠话不多，直接动手。负5082，负7764，弱点伤害，致死伤害，2个巨大的数字从赵日天的脑袋上空腾空而起。只用2剑，赵日天便被送去了复活点，伤害甚至都溢出了。骤然发生的巨变让附近所有玩家都愣住了。而李凡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根本没有停顿的意思。秒杀赵日天后，他的目标又放在傲视帝皇身上。负9842，弱点伤害，致死伤害。傲视帝皇还不如赵日天呢，血量都不到1万，被李凡凭 A1 刀砍中脑袋，当场化成白光。紧接着李凡又开始砍他俩带来的10来个公会成员。这些人在他面前，身板最硬的也就顶了3次平 A 而已。李凡的攻速移速多快啊！从他出现到砍完对方所有人，总耗时也不到1秒，堪称电光火石间强敌灰飞烟灭。直到这时候，附近的众多围观者才反应过来，我的天，太岁神！卧槽，这是什么啊？跟个闪电一样，太快了，根本看不清。这就是太岁神的实力吗？亲眼见证比视频震撼100倍，太恐怖了！副本广场砍人，这也太凶了。论坛上有些人称太果然是一尊杀神，果然没有叫错的外号，只有叫错的人。快看 NPC 士兵动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当着 NPC 士兵面砍人，太嚣张了吧！这下太岁神完了，
他再强，难道能比 NPC 士兵还强吗？我不信！玩家们震惊不已，继而又脸色玩味地看着副本广场周边4名跑过来的 NPC 士兵。紫霞仙子等人脸色巨变，担忧地看向李凡。此时可是跟前几天他在复活点砍一宝典大王等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回复活点没有 NPC 士兵，现在发生的一幕可是被 NPC 士兵看个正着。NPC 士兵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更是东华帝国整个 NPC 阵营。李凡该怎么办？这下糟了！正当紫霞仙子、陈二狗等人紧张不已的时候，只见李凡从背包中掏出一块巴掌的大勋章，下一秒，4名气势汹汹的 NPC 士兵态度忽然来了180度转变，凶狠的表情顿时变成了恭敬，对李凡鞠躬问好之后，老老实实的离开了。似乎刚才李凡砍人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卧槽，发生了什么事 ？NPC 士兵咋不管太岁神了？难道副本广场可以砍人？那我也是兄弟牛逼啊！走好不送。注意看，太岁神刚才手里拿出什么东西之后 ，NPC 士兵才改变态度的。那个东西很关键，在 NPC 士兵眼里，太岁神跟我们可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副本广场上围观的玩家们震惊不已，同样的问题也被好奇的紫霞仙子等人问出来。这事待会再聊，我先去一趟复活点。李凡说完，人就已经如风一般消失在原地，只留下紫霞仙子等人无语的面面相觑。从砍人这方面来看，其实赵日天等人在论坛上造谣李凡是一尊杀神，还是有些道理的。擦，这帮人是商量好的吗？被我砍一次就下线跑了，真狗啊！大约2分半时间后，李凡悻悻地叹了口气，重新回到副本广场。时间不长，但是他已经确定赵日天等人确实是下线了。人都不在游戏，堵着复活点自然没有意义。没事，时间还长呢，每天我都抽出时间砍你们，迟早把你们砍到退游。李凡默默做出决定后，很快回到了紫霞仙子等人面前。二狗子，好样的，刚才的表现是个男人。李凡对好兄弟陈二狗竖起大拇指，然而后者却讪讪一笑，当时有多勇敢，现在就有多尴尬。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刚才的表现真的好像是一个舔狗啊。关键是自己知道也就罢了，被好兄弟看到，那可真是尴尬。多谢你们跟义薄云天、傲视群雄2家公会开战，作为回报，这些装备我5折出售给你们，应该能帮你们许多人提高战斗力。李凡又对紫霞仙子说道。与此同时，他将自己背包内这段时间收获的但自己又用不上的装备全部交易给紫霞仙子。玩家的背包空间一共100格子，可以储存100件物品，李凡也不例外。他的背包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战士之心、神圣祈祷、技能书等自己需要留着的物品之外，差不多交易给紫霞仙子85件装备跟技能书，品质最差的都是白银。哇，这些对我们公会的帮助太大了，谢谢你。紫霞仙子两眼放光，这不就是他站队李凡与义薄云天跟傲视群雄开战的原因吗？不过打折就算了，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我不会让你吃亏的，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紫霞仙子接着说道。那你马上又要欠我一大笔金币了。李凡笑了笑，对方真不愧是有名的富婆玩家啊，有钱任性。进队，抓紧时间把副本刷完了。好，搞起。李凡开队，紫霞仙子带的人很快就全都进队了。陈二狗与他的3个老队友们也一一进队。最后，姗姗来迟的花蝴蝶成功占领最后一个队伍名额。听说你砍了傲视群雄公会的会长，干得漂亮，这家伙一直叫人追杀我，你砍了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花蝴蝶鼓起胸脯，一脸傲娇地说道。同时他还瞥了一眼紫霞仙子，似乎特意告诉对方自己跟太岁神早就认识了。紫霞仙子莞尔一笑，同为女人，她从花蝴蝶神态中感觉到对方似乎把自己当情敌了。可笑自己只是欣赏太岁神的性格，佩服他的游戏实力，可根本没想过情情爱爱的事情。小丫头，不得不说你想的太多了，欠我人情，那你有的欠了，我接下来估计会砍他不少次呢。李凡笑了笑，跳过这个话题，走了，进副本了。第88章公告在刷屏，全服玩家都骂了。提示：你已进入熔岩洞穴噩梦模式。提示：噩梦模式下，副本限时60分钟，超出时间则判定挑战失败。提示：通关要求为击杀熔岩巨兽 LV32级传奇生物。提示：当前难度下，空气中的高温使你难以忍受，你每秒失去5点 HP。随着面板上提示信息的出现，李凡视线一花就进入了副本内部。作为一个20人队伍挑战的公开副本，熔岩洞穴属于地窟环境，空间倒是比较宽阔，但地面上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小坑，小坑里流淌着红里透黄的岩浆。李凡对这个副本的印象不是很深了。
没办法，当初蜘蛛洞穴试炼属于每个无尽苍穹玩家的第一个副本，第一次嘛，那大家的印象自然很深。但熔岩洞穴属于第二个公开副本，人类的复杂性注定对第二印象不深。再加上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李凡记不清熔岩洞穴的信息太正常了。不过记不记得清其实也没什么影响，没有攻略，以李凡如今的实力，足够一路横推了。提示：你已经击杀略。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5点敏捷 XM。跟当初带队打蜘蛛洞穴试炼的时候一样，进入副本后，李凡便一马当先，独自往副本深处探索。熔岩洞穴的第一波小怪也是青铜阶位 LV31级变异火元素精灵。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物体型很小，圆形，很像一个燃烧的篮球，漂浮在半空中，很考验玩家的攻击与技能的命中率，并且火元素精灵会释放火系魔法。当然，对李凡来说，这种考验太简单了，闭着眼都能打中他们。没多久，第一波副本怪就被他尽数消灭了。接下来又是第二波、第三波、第7波副本小怪，实力最次的依旧是青铜阶位。种类的话，除了火元素精灵，还出现一种叫做烈焰僵尸的人形怪。燃烧僵尸防御力很高，擅长近战。这些家伙会在玩家路过的时候，从岩浆坑里突然冒出来，主打让玩家措手不及。可惜，这种突然袭击在李凡面前，也就是小丑般的表演而已。熔岩洞穴内依旧有3个守关 BOSS。7波小怪刷完，李凡就站到地老一 BOSS 面前。这是一头超大号的变异火元素精灵。普通变异火元素精灵只有篮球大小，而它的直径却超过了1米，拥有多种火焰技能，攻防兼备，还会召唤小弟来协助战斗。但他的实力只是 LV32级黄金阶位而已，在李凡面前根本掀不起一丁点风浪，很快就被打死了。紧接着，李凡走到副本老2 BOSS 关卡内，这是一头 LV32级暗金阶烈焰牛头兵，体型巨大，皮肤表面青黑色，眼睛喷火，手持一柄巨大的战斧，打起来各种横冲直撞。当然，对李凡来说，这货也就只是外表看着气势十足，实际战斗过程只能用无惊无险来形容。最后，李凡面对副本的最终 BOSS LV32级传奇生物熔岩巨兽，它的全身呈红褐色，皮肤表面宛如由无数块石头铸就的，体型超过5米，攻击大开大合，奔跑起来几乎让整个洞穴都在颤抖。熔岩巨兽的普通攻击都很有气势，攻击范围很大，还有各种砸地、冲撞的 AOE 伤害和控制技能，保命方面也有可吸收伤害的护盾。只是他的运气不怎么好，关卡巢穴空间太大了，大约有7、8个足球场那么大。空间大意味着他放技能时，李凡可以跑远点规避，打他比打巨魔领主轻松多了。毕竟是重生以来第一次打，比较陌生，整个战斗过程李凡算是有惊无险吧。差一点，熔岩巨兽就能命中他了呢。副本时间5分39秒，熔岩巨兽倒下了。提示：你已击杀了熔岩巨兽 LV32级传奇生物，你获得123万点经验值，组队经验值评分加20人，组队加成200%，等级过高，惩罚负20%。提示：你已经通关熔岩洞穴副本，通关难度为噩梦模式，通关时间为5分39秒。提示：正在进行副本评价。1、挑战副本过程中，你的贡献为队伍的 99.99%。2、队伍通关时间低于20分钟。3、你未死亡。恭喜你获得 SSS 级副本评价。提示：你获得副本结算奖励640万经验值，经验惩罚负20%，传奇宝箱 LV32乘1。提示：你所在队伍是全服第一个通关熔岩洞穴噩梦模式副本，由于你是队长，且在挑战副本过程中贡献为 99.99%， 恭喜你获得首通奖励400个自由属性点，称号熔岩巨兽屠戮者，史诗宝箱 LV32乘1。提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 ID？ 一系列的提示声出现在李凡面板上，他开始喜滋滋地查看起副本收获。与此同时，全服公告又开始刷屏了。全服公告：蜘蛛洞穴试炼噩梦模式被一队英勇的挑战者打通，队长太岁神 LV36级剑盾游侠，队员紫霞仙子 LV31级暴风战士，队员瞄准射击 LV30级疾风弓箭手，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再次刷屏了。此时是现实世界龙国凌晨4点左右，本来是万籁俱静的时间，无尽苍穹游戏论坛上，玩家们却沸腾起来了。卧槽，又来！太岁神大佬，收收神通吧！我已经震惊麻木了。刚才我还在震惊着太岁神大佬当着天耀城 NPC 面前砍了赵日天跟傲视帝皇，这才过去几分钟啊，这就通关了噩梦难度的熔岩洞穴，绝对没有超过10分钟，我敢肯定。尼玛，10分钟之内干掉熔岩洞穴还是噩梦难度，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论坛玩家们
震惊不已。今天连续出现的全服公告，甚至已经让不少人都对此感到麻木起来。而与此同时，李凡也成功消化了噩梦副本首通收获，这次收获却让他很有些纠结起来了。第89章备用史诗长剑传奇套装腰带，装备撕裂者之剑，耐久500，品质史诗，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36级以上，使用双手武器的近战职业，力量800点以上。属性1，物攻加1600，魔攻加1230，力量加355。属性2，物理魔法攻击造成的伤害增加 8%。属性3，主动技能等级加 LV2。属性4，10%全能吸血。属性5，攻击成功时有 2% 概率使敌人进入高级流血状态，每秒使其受到最大生命值的 1% 的流血伤害，持续5秒，不可叠加，对每个目标有60秒冷却时间。属性6，撕裂，被动技能，攻击成功时使敌人的物理防御减少 5%， 对同一个目标最多叠加6层，效果持续30秒，无冷却时间。没错，又是一把史诗品质的双手大剑。让李凡有些纠结的是，自己已经有正义裁决之刃了，这把虽然贵为史诗品质，但其实是多余的。增加的基础攻击力与力量倒还行，跟正义裁决之刃差不多，但正义裁决之刃现在 LV36级，增加 23% 的双攻面板以及 22% 的光属性攻击，对我的面板加成可比它太多了。而且正义裁决之刃是完美品级，以后还能升级到神话品质，几乎不可能淘汰的。不过这把撕裂者之剑有增伤，有吸血，有流血特效，还有最多削弱 30% 物防能力，在我面对暗金、传奇阶位以及以上的高难度 BOSS 时候，对我的战力加成比正义裁决之刃可厉害多了。李凡开始默默计算起来。无尽苍穹世界中，玩家打 BOSS 最终打出来的输出数值计算方式为：第一步，玩家自身攻击力 BOSS 防御力得到的数字再乘属性百分比提升成技能凭 A 伤害百分比。第二步，再根据这个数字加各种装备技能等附带的伤害数值，加完后再乘对 BOSS 中毒流血等状态的百分比提升。第三步，这个数值再乘等级压制带来的削弱增伤以及 BOSS 的防御技能减伤等等，最终计算的结果就是玩家攻击打在 BOSS 身上的具体数值了。此前李凡的攻击打在巨魔祭祀、巨魔领主身上，物攻根本不破防的，输出全靠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以及剧毒耳环对中毒 BOSS 的 8% 额外伤害。也就是说，输出计算方式的第一步直接都是固定的一点。没办法，暗金 BOSS 与传奇 BOSS 的防御太高了，他的攻击力比对方防御数值都低很多。而现在好了，有了这把撕裂者之剑的 30% 削弱物防效果，再加上自己暴风剑术的固定削弱物防被动，至少他再次面对巨魔祭祀一个层次的 BOSS 时，自己的物攻应该可以做到破防了。所以现阶段这把撕裂者之剑对我的帮助还是挺重要的。对了，我还可以换装啊！李凡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谁说战斗中就只能用一把双手大剑的？我完全可以先用撕裂者之剑攻击6次，削弱 BOSS 的物防后立即更换正义裁决之刃。这样一来， BOSS 的护甲我削弱了，正义裁决之刃的高面板加成我也能享受到，完美！装备是死的，玩家是活的。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战斗，在李凡前世，一个玩家穿一套，背包携带2-3套备用装备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面对擅长法术轰炸、野蛮近战、灵活阴险等各种风格的 BOSS， 玩家需要使用相应的一套装备，战斗胜率才能更高。重来一世，也就因为游戏开服到现在太短了，能入李凡眼的高品质装备有限，再加上 SSS 天赋对战斗力的爆炸提升，所以才让李凡忽略了换装这种操作。现在既然想起来，那当然是重拾这一玩家的传统操作，把这把撕裂者之剑当做自己的备用武器了。除了这件史诗武器之外，副本结算给的传奇宝箱中开出的一件传奇品质的防具腰带，也让李凡感到惊喜。装备熔岩巨兽的魔法腰带，耐久360，品质传奇，品级精良，使用需求 LV36级以上，体力400以上。属性1 HP 加8000，物防加216，魔防加240，精神加155，体力加166。属性2魔法防御正 12%。属性3受到攻击后反弹攻击者200点真实伤害，并使其进入10至30秒的静止 HP 恢复状态，对每个目标的冷却时间为180秒。属性4火属性抗性正 7%。属性5熔岩巨兽的魔法盾，被动技能，你获得一个可抵挡任意一个技能效果的护盾，冷却时间秒，护盾被打破后即开始计算。防具5件套的头部、上衣、下装、腰带、鞋子5个部位中，形同品质与等级的装备对比下，上衣防具增加的基础属性是最高的，其次是下装，然后是头部，最后是腰带与鞋子。这件熔岩巨兽的魔法腰带，基础防御、血量、
体力属性增加的不多，差不多只是鎏金铠甲的2/3。而李凡感到的第一个惊喜，就是这件装备第5条属性的被动技能，抵挡任意一个技能的魔法盾。有了它，我挑战高难度 BOSS 时候的容错率又大幅度提高了。本来嘛，以自己的移速数值 ，BOSS 的技能就很难命中他。现在有了这个魔法盾，那即便自己大意了没有闪，偶尔被 BOSS 一个技能打中了，那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而感到第二个惊喜的地方，则是这件腰带，它不是普通的传奇装备，而是传奇套装中的一件，有套装效果。熔岩巨兽的魔法防具套装效果，佩戴2件时，力量、敏捷、精神、体力加150；佩戴3件时，物理、魔法防御正10%；佩戴4件时，攻速正10%，移速正15%；佩戴5件时 ，HP 最大值正15%，力量、敏捷、精神、体力正8%。这套传奇套装的5个部件都是熔岩巨兽的某某名字，套装效果非常不错。因此，李凡决定趁热再刷几遍噩梦模式的熔岩洞穴副本。第90章速刷副本最新面板，前往戈壁城。为了传奇套装，也为了升级，李凡带着队伍一口气把今天剩余4次副本进入机会全部用完。首通只用了5-6分钟，接下来通关效率更快了，平均4-5分钟一把，加上开宝箱、清点装备技能书等收获，总共花了半小时左右，李凡才终于停下了今天的刷副本行动。提示：你已经击杀略。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38。提示：你已经开启一个传奇宝箱，恭喜你获得略。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李凡前世在30多级这个阶段，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玩家，组满队伍打个困难模式副本都非常艰难。然而这一世，噩梦模式的副本在他面前只是一个提货副本而已。通关，自身属性碾压，有手就行。这4次通关虽然没有了首通奖励的史诗宝箱，但是每一次李凡都拿到了 SSS 级评价，因此每一次都获得一个传奇品质宝箱。加上副本内 BOSS 的掉落，半个小时时间，李凡打出了13件传奇品质的装备与2本传奇品质的技能书。在绝大多数玩家一件青铜装备都抢破脑袋的时候，他已经对收获传奇装备这种事都感觉不到什么惊喜了。美中不足的是，熔岩巨兽的防具套装只给我爆出一个头盔，2本传奇品质技能书也只有1本我自己能用得上。李凡摇了摇头，觉得今天自己的运气一般般。他瞥了一眼自己装备在身上的传奇头盔与技能列表中出现的新技能装备：熔岩巨兽的钢铁头盔，耐久520，品质传奇，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38级以上，体力550以上。属性1 ：HP 加13327，物防加300，魔防加285，力量加180，体力加230。属性2：力量加200。属性3：火属性抗性正9%。属性4：生命恢复效果增加20%，包括治疗类技能、输出吸血、使用恢复生命值的消耗品等任何恢复生命值的方式。属性5：坚如磐石，被动技能，你的物防魔防全部增加400点，且获得一层可吸收自身生命值20%伤害的护盾，脱离战斗后10秒刷新。连击传奇品质 LV2 主动技能，战斗中你每5秒内对敌人造成20次伤害，则触发连击效果，使你的物理攻击力增加 5.5%， 最多叠加10层，连击中断后则效果重置。备注：升级至下一级需要200万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得低于 LV41级。熔岩巨兽的钢铁头盔属性还不错，它与李凡原本的战神阿伦的旧头盔装备位置重叠了。不过就跟首通宝箱中开出的史诗双手剑一样，这个新的传奇头盔李凡也不准备卖掉，而是留着自己用。它与传奇腰带属于一个套装，激活了第1条套装效果，让李凡的4维属性全都增加了150点。战神阿伦的旧头盔实用性完全就比不上它了，但前者有珍贵的3秒无敌 buff 被动，因此被李凡收在背包中，等必要的时候再临时更换。而被动技能书连击，这在李凡看来属于非常不错的惊喜了。刚刚学会就消耗经验值将其基础等级升到了 LV2级，每5秒20次攻击，对李凡来说简直再容易不过，甚至他可以做到1秒就能把连击技能的 buff 叠满，总共增加 55% 的物理攻击力，这可太有用了。首通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已经全部加到了体质上面，天选者高级荣誉勋章4维加500点基础，再加上这波更新的装备以及原有装备，因为我升级了，在混沌之石碎片3的作用下等级提升，我的最新基础属性是。李凡美滋滋地欣赏了一眼自己的全新个人面板，等级 LV38级315万186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90440， MP 13160，攻击
物攻5566，魔攻2714，防御物防6480，魔防7072。属性力量2902，敏捷49558，精神1233，体力4716。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594.29次每秒，最高移速1051.72米每秒。称号等等略。距离首通前才过去半个小时出头而已，李凡的属性就已经有了小幅度的增加，尤其是血量跟双防。常态下，李凡自己的双攻都比双防低，这就是全力堆体力值的属性。毫不夸张地说，李凡觉得自己如果能再次遇到巨魔祭祀，凭着自己这可怕的防御与输出吸血效果，完全可以尝试跟对方战撸了。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谁也不躲得硬刚。副本提货太爽了，全服等级排行榜第2才 LV32级，我都 LV38了。哎，我也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啊。李凡美滋滋地嘀咕一句。副本打完，离开之前，他把所有副本内的收获就顺手处理给紫霞仙子等人了。青铜装备大约200件吧，一共有87件白银装备，29件黄金装备，12件暗金装备，7件传奇装备，还有各种技能书，即便我给你打折，怎么也不会低于18000金币吧。紫霞，你又欠我一大笔金币喽。传奇盾牌给你，二狗子你加油，争取成为游戏内第1盾战士玩家，我看好你。暗金法杖，传奇品质法师副武器人偶暂时借给你用，我对你有什么企图？花蝴蝶，将来等我公会创建了，你就是我公会的首席法师玩家。没多久，李凡就把刷副本的收获都分配完了，拿到了大头的紫霞仙子，既高兴又愁眉苦脸。开心的是有这么多高品质装备和技能书，自家公会顶级玩家实力绝对将迎来暴涨。惆怅的是欠了这么多金币，有种自己整个公会都给李凡打工的感觉。而另一边，陈二狗等人就绝对是纯粹的激动惊喜了。李凡对耗费资源培养自己人这方面从来不吝啬，暗金装备、传奇装备可以卖高价，无所谓，他可以轻松获得，不在乎。拿了我的装备，以后就要听话，来给我当属下。明天还刷不刷熔岩洞穴？明天我应该能升到 LV40级以上了，到时候因为等级太高了，即便刷它还能像今天这样快，也应该拿不到 SSS 级评价了，所以不刷。我去做任务了，你们加油练级吧。李凡拒绝了众人明天再刷的请求，接着前往天耀城传送阵，打算前往戈壁城去做 NPC 林有亮的任务。第91章林有亮任务第2环，寻找尸蝎部落。戈壁城南门外一个山丘上，随着李凡剑气如雨点般挥洒，一个个能低空飞行的普通尸蝎怪物暴毙了。LV32级普通生物尸蝎，整体外形跟李凡当初在职业挑战副本中遇到的那头传奇阶位尸蝎领主如出一辙，普通尸蝎的只不过体型要更小一些，皮毛也呈现灰白色。这种生物拥有飞行能力，绝对是玩家练级最不想遇到的一类小怪。不过好在普通阶位的他们飞行能力很差，最多只能离地7-8米的样子，并且无法飞行太久，因此在李凡面前消灭他们易如反掌。提示：你已经击杀略 X500。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3点敏捷 X500。提示：你的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1已完成，请前往 NPC 林有亮处领取任务奖励，并接取下一环任务内容。这个任务李凡是跟 NPC 卢元伟的99环任务同一天接到的，可一直拖到今天才终于有空去做。任务第1环难度不高，李凡花了1个小时出头才搞定。拖这么久，主要还是因为尸蝎刷新的太分散了，严重影响到他的击杀效率。好在问题不大，李凡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接下来他抓紧时间赶回戈壁城内，找到 NPC 林有亮交任务，并触发第2环任务内容。新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2。任务说明：摧毁戈壁深处的尸蝎魔物部落，为林有亮的家人报仇雪恨。完成后，他将给你一件自己压箱底的珍藏品。任务内容：摧毁尸蝎魔物部落，击杀尸蝎王。任务进度0%。任务期限20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万经验值，其他未知，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果然，又是一个要求我去打智慧魔物部落的，这正符合我的心意。不过今天应该没什么时间了，先找到尸蝎部落的领地，等明天等级突破 LV40级后再打。李凡琢磨着接下来自己的打算。尸蝎部落属于智慧魔物，收获大概率与之前自己击杀巨魔部落的时候差不多，但是一来今天剩余时间不多了，自己快到平时下线的时候；二来等级都升到 LV38级了，距离 LV40级没多远了。要知道 LV40级可是与 LV20级一样会出现等级瓶颈的，需要通过一次特殊考验后刷怪才能获得经验，也才能继续升级。
尸蟹部落肯定是个升级的好地方，李凡可舍不得 LV40级之前就去打，所以他决定今天的目标只是找到尸蟹部落领地就行，剩余其他时间主要刷怪升级。打定了主意后，李凡便立即再次离开了戈壁城，前往野外地区。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39。不知不觉2个半小时过去了，看着面板上出现的升级提升，李凡表情有些急躁起来了。他从普通尸蟹刷新点开始，一边刷怪练级，一边搜索尸蟹部落的踪迹。原本以为比较轻松的事情，没想到自己都升到 LV39级了，还没发现一丁点尸蟹部落的踪迹，计划有些不顺利啊！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嗡嗡嗡嗡！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打断了李凡的思绪。他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的天空中，一朵无比巨大的乌云正在快速向着自己这边的方向飘过来。随着乌云越来越近，李凡的脸色也有些变了。这哪是乌云，分明就是一种无数飞行魔物组建的大军，全是嗜血蜂群。生物：嗜血工蜂，种族：嗜血蜂，等级阶位 LV39级普通，攻防：物理攻击力365，魔法攻击力365， HP 100，物防10，魔防10。属性：力量145，敏捷400，精神145，体力10。普通攻击：冲撞、尾刺。技能一疯狂，嗜血工蜂在受到致死伤害后将进入1秒无敌状态。技能2瞬移，嗜血工蜂在受到致死伤害后将瞬间移动至攻击者身边。技能3自爆，嗜血工蜂在受到致死伤害后将在1秒后自爆，对5乘以5米范围内造成500点真实伤害。弱点部位：全身。嗜血蜂群，一种无尽苍穹世界里的特殊怪物种类，它们的身体很脆弱，个体战斗力也远远弱于同等级其他生物，但在受到致死伤害后将会迸发出无比可怕的反击能力，1秒无敌，瞬间传送至攻击者身边，然后立即自爆。一套临死前的组合技能让李凡前世无数玩家都对他们头疼不已。关键是嗜血蜂群之所以叫蜂群，就是数量多，像是此时出现在李凡面前这群嗜血蜂，绝大多数都是工蜂，身体大约只有1桶泡面大小，这么小的体型却能形成一股乌云，可见数量之多，至少有3万只。咦，他们飞行的方向不是我这边？李凡凭借前世的经验做出判断，突然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嗜血蜂群的目标原来不是自己。在他们追逐的前方地面上，有2道一大一小身影正在亡命狂飙。2个女玩家，哦豁，居然是他们！敏捷高带来的不只是速度提升，还有一些不会在个人面板上体现出来的隐形能力提升，比如眼神。现如今，在没有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李凡甚至能看到1000米开外嗜血工蜂扇动的半透明翅膀，因此自然也能看清那2个被嗜血蜂群追杀的玩家。一个 ID 叫羊羊羊，另一个 ID 叫咩咩咩，2个都是女性玩家，一个气质沉稳，一个气质稚嫩，感觉像是母女俩。而李凡在脑海回忆一波后，也确定他们就是母女关系。叫羊羊羊的母亲玩家，赫然就是李凡记忆前世里全服公认副职业炼金术士的最强者，没有之一。而他的女儿咩咩咩辉也不简单，最终位列赫赫有名的世界最强辅助玩家排行榜前100名。第92章，恐怖的嗜血蜂群拯救美艳母女之天神下凡。我们的速度太慢了，妈，他们快追上来了，怎么办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死定了。咩咩咩满脸惊恐地跟着妈妈喊道。他今年刚满16岁，虽然是单亲家庭，但一直被母亲照顾得很好，根本没有那种危机降临而面不改色的能力。虽说是游戏，死了也不是人生彻底结束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心慌慌。而他旁边的母亲杨洋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作为一名女儿还没出生就丧偶的独立女性，杨洋洋向来很坚强，没什么专业技能的她，这些年一直通过当游戏搬砖党来养活已经和女儿。只是她的游戏技术也很一般，搬砖也主要靠一些副职业途径，相当于一个专精副职业的玩家。就在不久前，他接到一个隐藏任务，任务其中一环让他来戈壁城外采集某种珍贵的材料。万万没想到，只是采集材料而已，居然招惹到恐怖的怪物嗜血蜂群。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分头跑，你继续往前，我往侧面跑。杨洋洋灵机一动，对女儿说道。2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往侧面跑肯定更容易被嗜血蜂群追到。他打算自己去吸引嗜血蜂群的注意，好给女儿争取逃跑时间。虽然很不情愿，但为了保护女儿，杨洋洋无所畏惧。可谁知道他的女儿咩咩咩却很倔，一听这话就明白自己老妈打的什么主意。妈，你往前面跑，我去侧面。不，我去侧面。不，我去。听话，乖，老妈比你游戏经验多太多了，你继续跑就行了。你这孩子非跟着我干嘛？咋不听话呢？妈，要死我们一起死，
我们母女俩永远不分开。咩咩咩很倔强，杨洋洋没跟他意志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往侧面跑，他却也瞬间改变了方向。这一幕，他们俩的对话让快速接近到这里的李凡有些无语了。游戏还没跟现实世界融合呢，死一次怎么了？不过很奇怪，有点小感动，怎么回事？前世，杨洋洋跟咩咩咩母女俩在我被背刺半年前就在一次魔物工程中同一天牺牲了，据说当时母女就手牵手的死在一起。现在看来，他们的感情果然非同一般。这一世既然早早遇到了你们两个人才，那何该我们有缘，以后加入我工会团队吧。李凡想到这里，当即也不再旁观了，半秒跨越500米距离，站在母女俩身边，转身对着最前方一只距离接近10米的嗜血蜂群，表情轻蔑地勾了勾手指。技能挑衅，如今已经升级到 LV11级的挑衅，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只有15米远的拉仇恨技能，范围不仅提升到了44米，拉仇恨效果更是持续41秒，且有让被挑衅目标受到基础攻速移速降低 5% 的附加状态。用技能描述来说，就是用高高在上的轻蔑眼神鄙视范围内所有目标，使其心生愤怒与畏惧，因此受到 debuff 效果。不错的技能，此时使用出来效果立竿见影。只见原本追逐杨咩母女俩的头部嗜血蜂们瞬间红着一双小眼睛冲向李凡，而李凡也不客气，直接甩出剑气攻击，刷刷刷，负200，致死伤害，负200，负200。一瞬间，数百道数字腾空而起，每个被剑气命中的嗜血蜂血量直接见底，继而又激活了3个技能，1秒无敌，瞬移至李凡身边，进入红温状态，即将自爆。顷刻之间，李凡身边就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嗜血蜂，但他丝毫不慌，一个脚底抹油，整个人如同瞬移般出现在100米开外。嗜血蜂只能瞬移一次，凭他们的速度，瞬移后之后再想靠飞行进李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李凡身影所过之处，数百只嗜血蜂先后出现，形成一个红色的死亡线条。轰隆轰隆隆，爆炸开始了。嗜血蜂们小小的身躯爆发出大大的能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连绵不绝。爆炸引起狂风呼啸，地面上尘土飞扬。提示：你已击杀嗜血攻锋，你获得1270点经验值。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3点敏捷属性。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略。数百道数字从李凡的面板提示列表中浮现，只是牛刀小试一把，李凡的经验值就暴涨了20万，同时敏捷属性也永久增加了800多点。嗜血蜂群非常危险，且击杀他们基本上不会获得装备、技能书的战利品，因此前世所有玩家遇到他们都是绕道走的。但这经验值，这提高的敏捷属性已经足够让我惊喜了。机会难得，开干！李凡心情美滋滋地嘀咕道。下一刻，嗜血蜂的自爆冲击波纷纷消失，他身影又穿梭回原地，如法炮制，再次释放剑气攻击嗜血蜂群。200，负200，负200，轰隆轰隆隆。战场上，李凡的身影开始如同闪电般来回穿梭，规模庞大的嗜血蜂群在他面前宛如随意摆弄的玩物，速度快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了。如果不是有足够快的移速，李凡就是有100条命也不够嗜血蜂群自杀式爆炸的。毕竟嗜血蜂的自爆攻击可是真实伤害，防御再高也没卵用。但好在没有如果，李凡的速度足以让每一只嗜血攻锋绝望。他们种族独有的瞬移加自爆连招，在李凡面前根本不起作用。但是随着一只又一只嗜血攻锋的覆灭，突然嗜血蜂群中出现一小波体型稍大的稀有嗜血蜂。李凡没注意，随手一击，剑气就打到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大约有10只左右。下课，正当李凡如以前一样砍完就跑的时候，这10只嗜血蜂群原地等待了即将1秒，才激活了瞬移技能。刚刚出现在李凡身边 0.001 秒的延迟都没有，就开始自爆了。第93章短平快打法，敏捷破9万。战斗信息：你受到嗜血蜂精英 LV39级黑铁生物的技能自爆伤害，你失去2000点生命值。战斗信息：你受到嗜血蜂精英 LV39级黑铁生物的技能自爆伤害，你失去2000点生命值。战斗信息：你击杀了，你天赋生效，永久增加略。一瞬间，10多道受伤害的数字从李凡脑袋上凭空出现，他被嗜血蜂精英的爆炸攻击到了，生命值瞬间失去了接近3万点。卧槽，偷袭！太阴险了！突然出现的巨变让李凡有些头皮发麻，没想到嗜血蜂群还有这一招，只能说不愧是黑铁级小 boss， 危险性比普通嗜血蜂高太多了。竟然红温憋到马上就要自爆了，才用出瞬移技能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他也是大意了，以为自己能凭借移速优势轻松放嗜血蜂群的风筝，完全能拿捏住嗜血蜂群的反击。嗜血蜂太多了，黑铁精英小 boss 隐藏在无数普通个体中，难以察觉，这一招防不胜防。不知道这群嗜血蜂里隐藏着多少这种精英小 boss， 数量这么多，有黑铁，肯定也有青铜白银吧，说不定还有黄金 boss。我得放缓一些输出节奏。李凡脑海中念头快速思考对策，面对这种情况，自己为了防止翻车，必须要改变打法了。否则这次是10来只嗜血蜂精英，下一次要是20、30，甚至是50呢？刚瞬移到自己身边 0.001 秒就自爆，自己目前的移速可没办法躲过去。要是不小心有50只嗜血蜂精英一起对自己自爆，自己血量可就会被瞬间清空了。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也迅速想到了2种解决办法。第一，换武器，凭借撕裂者之剑的 10% 全能吸血，跟嗜血蜂群来波以攻对攻。只要嗜血蜂群没办法秒杀自己，那么凭借自己 IDE 高输出高吸血，血量就能一直保持健康。不过这个办法很快就被李凡给放弃了。他的输出是很高，但是嗜血蜂的血量有限啊，普通嗜血蜂的血量只有200点，自己攻击力就算是100万，打在他身上的伤害也只有200点，10%吸血也不过就是20点而已。所以通过高输出吸血战撸的方式根本不现实。而第二种办法则是放缓输出节奏，尽量做到每一波只打20-30头嗜血蜂，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了，但缺点是刷怪效率会降低很多。短暂的思索后，李凡最终还是决定这个办法。时间有的是，不着急，慢慢打。突然2缕手指粗的白色光柱窜入李凡的身体内，面板上显示他们从何而来。战斗信息：玩家咩咩咩对你释放技能缓慢愈合，你将在接下来10秒内恢复1200加1500分号，以损失血量。战斗信息：玩家咩咩咩对你释放技能勇气赞歌，你将在接下来60秒内4维属性增加100加500分号。太岁神大哥哥加油啊！不远处少女咩咩咩兴奋地挥舞着双手，大声喊道。李凡这次拯救他们母女俩是顺带的事情，同时也想通过这件事来邀请他们成为自己人，所以没伪装身份。母女俩经过自己被人救了的短暂懵逼后，震惊地发现拯救自己的人竟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全服最强玩家太岁神。见太岁神被嗜血蜂爆炸波及到，咩咩咩想也不想就给李凡释放了回血跟辅助技能。另一边见此状况的李凡对着咩咩咩竖起大拇指，下一刻转头又冲向嗜血蜂群了。哇！太岁神大哥哥称赞我了，嘻嘻嘻！太岁神大哥哥称赞我了，妈，你看见了没？咩咩咩瞪大眼睛，表情藏不住的惊喜。他的母亲洋笑而不语，他到现在还懵逼的不行呢。荒郊野外的遭遇到嗜血蜂这种恐怖的怪物群，本以为马上就要死定了，万万没想到有人站出来救自己母女了，更没想到拯救自己母女的竟然是太岁神。天知道，此前他跟太岁神可是没有一点交集的，他为什么要救自己母女俩呢？还有，论坛上不是有很多人说太岁神是杀人为乐的疯子吗？那些人都是小黑子吧？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的天赋生效，略。璀璨的剑气不断在嗜血蜂群体中闪烁，每次闪烁都能带走数十头嗜血蜂。李凡的面板上各种击杀提示就几乎从未中断过。认真起来的他没有给嗜血蜂群一丝反杀自己的机会，他采用了短平快打法。短指的是攻击范围短，控制每次发出的剑气，只命中20-30头嗜血蜂。平指的是高频攻击，发出一道剑气，停顿 0.12 秒时间走位，再继续发出第二道剑气。快指的是战斗节奏，在同一波瞬移到自己身边自爆的嗜血蜂不超过30头以内，尽可能的提高输出节奏。这种战斗模式下，刷怪效率自然没办法与一开始瞬间干掉几百只嗜血蜂来的高，但是胜在安全。如此情况下，虽然依旧时不时出现黑铁阶位以上的嗜血蜂个人自爆伤害打到了他，但是问题不大。输出吸血让他的恢复能力很强，再加上之前从巨魔领主身上爆出来 LV39级刚学会的钢铁之躯技能的被动回血，李凡的血量一直保持在安全线上。渐渐的，天空中的乌云规模越来越小。不知过了多久，李凡面板上突然出现了2道全新的提示信息。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40。提示：当前等级无法继续提升，无法继续获得经验值，需通过第2次职业试炼后可解锁全新等级上限。LV40级了，以每只嗜血蜂平均给我贡献1300点左右的经验值来计算，我干掉了16000头左右。天赋对我的敏捷属性加成，让我此时基础敏捷属性就突破了9万点，爽！虽然没经验值了，但可以继续刷。敏捷属性的暴涨让李凡精神十分昂疯。不过
就在他打算把这群嗜血蜂一个不留全部干掉时，让他意外的一幕出现了，还剩下大约1/3的嗜血蜂直接升空溜了。此时李凡的基础敏捷属性来到95270点，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第94章实心职业挑战，我打9个我自己。太岁神大佬，谢谢你救了我们母女。太岁神大哥哥，你好帅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们母女愿以身相。妈，你打我干嘛？死丫头，这也能乱说的吗？可古装电视里面，美女被英雄救了之后都是这么说的。嗜血蜂群飞走之后，听着凑上来的杨洋洋与咩咩咩母女俩感谢，李凡露出尴尬但不失礼貌的尬笑。他原本还有些遗憾，敏捷暴涨的机会就这么没了呢，就少女咩咩咩的话惊到了。我救你们俩可不是为了搞色色啊，小小年纪胡思乱想些什么呢？果然，小孩子就不该看电视剧，就应该使劲学习。不过话都说到这了，看着杨洋洋涨红的脸颊，李凡再沉默就不合适了。不用谢我，只是凑巧的事情而已。我本来就想刷这群嗜血蜂，俗话说相遇就是有缘，加个好友吧。我看你们一个牧师辅助一个好像是专攻副职业玩家，将来等我创建工会了，你们来我工会好不好啊？李凡没说什么废话，直入主题。而听到他这句话后，杨洋洋母女俩都露出一副好似被天降馅饼砸脸的惊喜神色。杨洋洋作为一个副职业玩家搬砖党，战斗力几乎忽略不计，想要顺利搬砖赚钱，自然需要一个安全的游戏环境，再也没有比跟着游戏第一人混更好的机遇了。而咩咩咩作为一个辅助玩家，最重要的就是顺利找到输出大爹。整个无尽苍穹世界里，还有比太岁神更强的玩家吗？再加上自己母女刚才又被对方救下，这必须100%愿意啊！太岁神哥哥，你要创建工会？太好了，我跟我妈一定加入。谢谢太岁神大佬的照顾，到时候我们母女一定努力为工会添砖加瓦做贡献。面对母女俩的激动，李凡欣喜地点点头，没有说太多。凡事都有个度，太热情了反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就这样一副巧合遇到了顺便邀请的态度就很好，不会引起母女俩的警惕。于是他跟对方母女俩互相加完好友后，双方便分开了。戈壁城副本广场40级再次遇到了瓶颈，需要再次通过职业试炼副本考验后才能继续升级。李凡来到这就是来挑战职业试炼的。第二次职业试炼跟当初20级第一次的时候一样，也是进入一个单人副本，并且挑战难度分为1-10星。当然，如果初始职业不是隐藏职业，那最高依旧只有9星。值得一提的是，李凡记得这第二次职业试炼通过后，可不会获得全新职业，而是依旧在保持原有职业的基础上，挖掘职业潜力，提高职业成长率，奖励新技能等。作为重生者，又有游戏内最强的 SSS 级天赋，李凡选择的难度自然是最高的。职业试炼副本，难度10星，进入。随着他心念一动，眼前视线一花，眨眼间来到一个空旷的平原环境中。放眼望去，只见整个平原一片荒芜，地面是一块较为平整的巨大岩石，平原四周大约3000多米距离有白色的墙壁，显然那里就是活动范围界限了。与此同时，李凡的面板上出现了相关提示信息。提示：你已进入职业试炼副本，当前难度为10星。提示：当前难度中你受到限制，无法使用空间控制类型技能，无法使用消耗品。提示：副本通关要求在复制体的围攻下存活15分钟不死。提示：复制体即将在30秒后刷新，一共9个复制体，每个复制体的实力100%复制你的属性与游戏历史中拥有的最强一套装备、天赋、所有技能、所有特殊道具。如挑战玩家攻击远低于防御属性，则复制体复制当前全服装备排行榜上最强者一套装备。提示：特殊副本死亡挑战失败不受惩罚，完成后根据通关难度给予丰厚的通关奖励。在李凡前世 LV 20级的时候，还有极少部分玩家通关10星职业难度试炼，但是 LV 40级开始就没有任何消息表示有谁通关10星难度了，因此自然也没有相关攻略。看着此时面板上出现的一系列提示信息，饶是李凡都惊呆了。这次职业试炼与当初他 LV 20级时候属于一个类型，都是要求生存一定时间。虽然上一次要求生存30分钟，而这次却只有10分钟，但是两者的难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上一次最多最难的地方只是面对 LV 20级史诗 BOSS 而已。BOSS 再强，只要玩家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战斗经验以及足够多的属性值，还是有一定可能通关的。但是现在这次，不好意思，BOSS 就是挑战玩家自己。100%复制实力意味着挑战玩家越强 ，BOSS 也就越强，并且还是1打9。所谓每个人最强的敌人就是自己。究竟什么样的玩家才能在面对9个自己的围攻下存活10分钟？关键是复制体还拥有自己的一套最强装备，如果自己攻击远低于防御，也就是自己打自己不破防，
那复制体还会穿戴全服装备排行榜第1的装备，这意味着没办法卡临时换把垃圾武器的 bug。而所谓无法使用空间控制类技能，意味着李凡的正义裁决之刃主动无法在该副本中使用，也就是他不能将其中一个复制体拉入裁决空间，从而避免其他8个复制体的围攻。同理，类似金牌杀手撒哈拉的天赋回合空间也不能在这个副本中使用。复制体还能拥有我的天赋，而我的天赋附带超高真实伤害，意味着我就算暂时放弃了这次挑战，将来把防御堆得再高也不行，顶不住9个复制体集火围攻的。我记得9星难度就不会出现复制体，只是正常打 BOSS 而已，试试看吧，万一能过去呢？李凡想到这里，精神高度集中起来。30秒时间转瞬即逝，突然9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李凡身边，将他团团包围，正是他的复制体。第95章，开局被逼出保命底牌，李凡的绝境与观察。刷刷刷刷刷，9个复制体一出现，便纷纷对着李凡发出凌厉的剑气，攻速太快了。这一刻，李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剑气漫天，也终于知道面对自己攻击时，那些游戏中智慧魔物的无奈。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近千道剑气便如同暴雨一样向着他挥洒过来，剑气之多，宛如形成一道无比密集的超大蛛网。李凡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跑。二话不说，直接激活鞋子的溜之大吉，再发动冲锋技能，整个人移速瞬间暴增1倍多。选择一处剑气比较少的角度，如同闪电般窜出，扑哧扑哧，953负953负953，突破剑气的封锁。李凡头顶上浮现出密集的数字，血量直接减少了3万多。复制体也有他的天赋，李凡必须庆幸自己的复制体们没有开场释放各种 buff 进入巅峰状态，各种被动 buff 也没有叠满，否则肯定已经被秒杀了。没办法，爆发状态的他自己都感觉到害怕。马德，一打9个自己也就算了，这9个复制体刷新还出现在我周围，这是生怕我不被秒杀啊！李凡无语了，难怪前世游戏开服10年了，也没听说过有谁通关40级的职业试炼10星难度，这也太恐怖了。当前他也没什么其他想法了。复制体攻击延绵不绝，见到他释放一束 buff， 他们中的好几个也纷纷激活相同的 buff 与技能。9个复制体不断追逐着李凡的身影，没办法，只有跑，不跑就会被秒杀。像绝境怒气这种保命底牌，能不用就不用，否则一旦被逼出来，那真是一点容错率都没有了。好在复制体的移动速度也跟李凡一样快，并没有超过他。而这种情况下，李凡承受第一波伤害后，后续并没有再被剑气命中。以他当前基础95270的敏捷属性，基础移速最高就是1秒 2202.71 米，释放 buff 与冲锋技能后，更是达到惊人的 4845.95 米每秒，3秒时间都足够绕着整个副本边缘跑一圈了。李凡的剑气攻击最远距离也就30米而已，这点攻击距离，李凡只需 0.006 秒时间就能跑过去了。所以他的复制体们一步慢步不慢，目前只能紧追不舍，剑气根本打不中。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李凡已经注意到，并不是所有复制体都开启了移动 buff 在追着自己，其中有4个还是常态下奔跑。这意味着什么？第一，复制体们阵型将会被打乱，也就是用不了多久，复制体们将站位分散，从而变相使自己的安全环境减少。第二，等自己技能 buff 结束时，那4个复制体说不定就会开启技能 buff 了，到时候移速的差距自己可就没办法躲避了。卧槽，这是诚心要我没法通关啊！李凡承认自己此时有点急了，根本看不到破局的希望，只能拖1秒是1秒，见招拆招。反击目前是别想了，先想办法适应战斗环境再说吧。如此10秒时间很快过去了，果不其然，就在他溜之大吉双倍移速 buff 刚结束的前几秒，另外4个复制体也纷纷开启了这个鞋子技能。眨眼间，他们就凑到了自己的身边，剑气漫天的情况再次出现了。刷刷刷，剑光闪烁，4个复制体们的攻击密不透风，移速的差距让李凡没办法拉开距离，只能尽可能的选择往剑气较少的地方躲避。但剑气少那也是相对的，在自己常态下就每秒攻速突破1000次的情况来说，4道复制体每秒发出的剑气就有4000道啊！于是李凡在承受50-60道剑气后，眼看着自己的血量马上就要见底了，不得不赶紧释放技能绝境怒气。战斗信息：你已经释放 LV 5级主动技能绝境怒气，你在接下来15秒时间内血量强制保持1点以上。技能 buff 出现在面板上的一瞬间，李凡的血量就降低到了1点，如果迟放了一点点，他就已经死了。马德，太惊险了！李凡头皮发麻地嘀咕了一句，乘着自己接下来15秒内不死 buff， 索性不再闪避漫天剑气，
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观察战场。绝境怒气的 CD 时间足足有300秒，这次挑战机会只能使用1次，他必须要趁此机会观察到足够的情况，思考出破局的办法。而这时一看，果然让他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首先，就在自己给自己释放绝境怒气后，现场的9个复制体们明明没有任何一个受到自己的攻击，结果也纷纷同样释放了绝境怒气技能。刚才我放暗金鞋子技能溜之大吉，复制体们也先后释放，难道我放什么技能，他们也就放什么技能？李凡想到这里，果断先后释放重斩、幻影剑舞、诸神黄昏等技能，结果发现复制体们也纷纷释放了幻影剑舞与诸神黄昏，倒是重斩之类的输出技能，他们却没有释放。这种情况只限制 buff 类型技能吗？李凡记下这条发现，抓紧时间继续做其他尝试与观察。刷刷刷，他开启了反击，剑气如雨。让李凡没想到的是，复制体们也开始纷纷注意躲避起来，知道躲避我的攻击，这一点可否利用？李凡琢磨着，忽然又有了新发现。那些被自己攻击的复制体虽然也有在反击，但是他们的攻击准头突然变得飘忽起来，一些剑气七拐八拐的擦着自己身边疾驰而过，准头忽然变差了。这是什么情况？李凡再次认真观察，这次他只打一个目标，发现其他复制体们没有躲避的情况下，攻击依旧犀利又精准，但那个被自己攻击的复制体则攻击频率大幅度降低，且发出剑气的准头也飘忽起来。我明白了，虽然复制体拥有我100%的实力，但是他们没有我的操作技术，没办法做到一边闪避一边还能发出精准的反击，这会不会成为我通关的依靠？第96章，刀尖起舞，考验操作与耐力的时刻到来了。游戏玩家的个人操作能力，就好比古早由 FPS 射击游戏中的枪战一样，同样的电脑鼠标键盘设备，同样的 AK-47 枪械，在个人操作水平高低不同的玩家手里，枪法准度也相差甚远。自从重生以来，李凡在无尽苍穹世界刷怪升级变强，靠的几乎都是自己的属性碾压，或者利用敏捷优势取胜。这种打法最简单最有效，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人操作能力不行。前世能以开服2个多月才进入无尽苍穹的一名普通 B 级天赋玩家，发展到10年后全世界公认的战士职业排行榜前10，李凡的个人面板属性肯定是世界顶尖一小撮之一，而丰富的战斗经验也让他对战士职业的操作技巧轻车驾熟。毫不夸张地说，同样的装备、技能书、属性面板情况下，普通玩家的水平只能发挥出7、8成的战斗力，而他却能发挥出 99%。个人操作能力并不会像攻防4维属性般具体体现出来，但对一个玩家的战斗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以李凡的水平，一眼就看出副本内这9个自己的复制体，个个的操作水平都相当稀烂。要知道，战士之心的存在，不只让李凡免疫控制技能，其实被攻击打中后产生的一瞬间硬直状态，也同样免疫了。这就意味着，哪怕被攻击命中的情况下，他依旧能保持高效的反击能力。可这8个复制体被他剑气打中了，攻击准头就飘了起来，而走位躲避剑气后发出的反击更是大失水准，很多剑气都直接擦着李凡身边飞了过去，他站在原地不躲都没关系。换做李凡自己本人，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低水平操作表现的。复制体就是复制体，你能复制我的属性面板与装备等，但复制不出我的操作能力，而这或许就是我的机会。想到这里，李凡开始进一步尝试起来。刷刷刷，密集的剑气不断从他长剑中发射出去，剑气的飞行速度受到攻速影响，30-50米的距离不到 0.001 秒就能穿梭而过。李凡集中精神，这一次他同时对攻击范围内的所有复制体进行无差别攻击。一时间，8个复制体都开始灵活走位躲避剑气。李凡可以一边走位躲避剑气，一边还能持续不断的发出反击，这是复制体们没办法做到的能力。他们躲闪的一瞬间基本上不会反击，当然极快的攻速，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反击也几乎从未间断过。不过正如李凡刚才发现的那样，走位躲避剑气让复制体们的攻击频率大降，且准头也明显飘忽不定起来。虽然他们加在一起发出的剑气依旧能有每秒2-3千次，但是李凡只需要躲开很少的一部分，真正能命中到他身上的只有100多道剑气而已。复制体们躲避剑气的走位也让他们位置远近不一，这顿时又让李凡发现了新的机会。李凡开始抛出 S 型走位，开始遛狗一样遛起了复制体们。很快他发现自己这种情况下同时只需要面对2至4个复制体，这样一来自己的受到的攻击次数又大幅度降低了。我就说嘛，哪怕实行难度也不可能不给玩家任何通关的机会。9个我的复制体又怎样，老子照样能通关。短暂的尝试后，让李凡开始变得对自己自信起来。此时
眼看着绝境怒气的技能 buff 持续时间快结束了，李凡果断将主武器更换为撕裂者之剑。正义裁决之刃对面版的加成是很高，但攻击打在复制体的身上却依旧短时间内做不到破防，输出全靠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再加上主动技能在这个副本中限制无法使用，那么它的作用就远不如撕裂者之剑了。撕裂者之剑有百分比减防，有吸血，有流血，有增加技能主动等级，更合适现在李凡的需要。吸血可以让我通过输出尽可能保持血量健康，减防可以让我攻击打在他们身上有更高的输出，流血被动同理。增加技能等级更是能让我的主动技能等级高于复制体们 LV2 级。对了，复制体们只能拥有我的最强一套装备，他们没办法跟我一样临时更换武器。好，太好了！想到这里，李凡心情大好。更换主卧器的效果立竿见影，他的血量开始缓缓恢复起来。很快，绝境怒气的持续时间结束了，但李凡的处境反而更好了，血量恢复了 5% 左右，并且正在肉眼可见的继续缓慢的上升着。没办法，李凡的输出虽然很猛，个人操作水平也在线，但复制体们数量多的优势体现出来了，他再怎么躲避也没办法无伤，因此血量能缓慢上升就已经足够让他心满意足了。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能打。李凡集中精神，开始全神贯注地与复制体们战斗。他冷静地琢磨出正确的打法，但副本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呢。他此时犹如在刀尖上跳跃的舞者，稍有大意就是死亡的下场。耐力，要有耐力。一时顶住了复制体们的围攻不算什么，战斗才刚刚开始，副本时间连第1分钟都没过去呢。他的精神必须高度集中，不能有一丝一毫地松懈。好在这种需要精神高度专注的激烈战斗，李凡前世经历过不少次，对自己很有信心。刷刷刷，剑气肆掠，剑光如雨。时间1分1秒过去了，李凡沉下心应对战斗，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得心应手起来。从一开始必须100%的全神贯注，到了此时，已经可以抽出一丝注意力思索其他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状态下，李凡的主要追求的是生存，因此闪避动作远大于进攻。复制体们也有钢铁之躯技能，双方血量都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副本时间4分26秒，过去1分钟整，我的血量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再过1分钟时间，我就能再次使用绝境怒气技能。或许到时候我可以尝试进入巅峰爆发状态，激活秒杀他们中的1、2个。第97章，时间差，爆发反杀，完美通关。战斗如此艰难，通关要求又只是在复制体的攻击下存活10分钟，那么李凡为什么会冒出反杀的念头呢？道理很简单，职业试炼有隐藏奖励。当初 LV 20级职业晋级时，要求也是存活，但他却把副本内所有 BOSS 都干掉了。最终奖励为12星评价的一次晋级职业。如果老老实实按照任务要求去做，不反杀 BOSS， 一定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奖励。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道理。适应了战斗节奏后，李凡对通关10星难度的信心很高了，所以他想挑战一下能否反杀复制体们，从而获得更好的奖励。9个我的复制体的头部防具是熔岩巨兽的钢铁头盔，这件装备可没有无敌被动，所以我的无敌技能只有绝境怒气。绝境怒气 buff 期间内，我承受再多的攻击也不会死亡，那时我可以暂时改变战斗状态，激活其中一个复制体。刚才复制体们是比我后放绝境怒气 buff 的，所以我的技能 CD 恢复的要比他们早一点点，有个时间差，可能也就 0.1 几秒的时间。而0.几秒时间，如果我进入全力爆发状态，能干掉一个复制体吗？可以试试，技能 CD 很长，只有一次机会。李凡脑海中念头飞转，保持激烈战斗的同时，开始关注着自己绝境怒气的 CD 时间。冷却时间54秒、53秒、52秒、1秒，技能进入重新可释放状态。就是现在！李凡目光一凝，当场毫无保留的激活有一个主动技能 buff。幻影剑舞激活，诸神的黄昏激活，戒指主动猎杀时刻激活，拍卖获得的技能暴走激活，绝境怒气激活，更换主武器，保证输出最大化。紧接着主动技能致命劈砍激活，灭绝之剑激活，平 A 平 A 平 A。 就在这一瞬间，李凡进入了最强爆发状态。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刚才记在脑海中最晚释放绝境怒气技能的9号复制体。同时由于攻击都是小 AOE 技能的剑气，因此他尽可能的调整好角度，将附近的其他复制体也笼罩在内。刷刷刷，负4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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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长时间的战斗已经让他戒指被动、暴风剑术被动、连击技能被动等各种被动 buff 加满了。
武器撕裂者之剑对每个复制体的物防削弱效果也叠满了，并且更换主武器后，该效果也依旧会保持30秒。李凡的输出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每一件都能带走复制体9号差不多4400的血量。虽然复制体的各种被动 buff 也叠满了，血量上限此时超过18万，但是哪能顶得住李凡如此可怕的输出啊？要知道，此时的他各种主动被动技能 buff 叠加下，最高攻速赫然已经超过了每秒3000次。没错，就是3000次加。基础95270点敏捷就让他攻速来到953.5次每秒，叠满戒指被动，敏捷属性就增加至123851点。暴风剑术的被动 20% 攻速，在撕裂者之剑属性下变为 LV9 级幻影剑舞的 57.5% 攻速加成， LV6 级暴走的 62% 攻速加成，戒指主动 80% 的攻速加成，每秒3000次攻速，很合理吧？每道剑气攻击4396点输出，再加上这种变态的攻速，复制体哪能顶得住？不到 0.01 秒，9号复制体就当场暴毙了。紧接着是他身边的7号复制体，遭遇到李凡前一波不少 AOE 伤害的他也顷刻间倒下。然后李凡的目标又转向另一个被 AOE 波及的2号复制体，大约 0.03 秒后，这家伙就步入了同伴的后尘。时间差很短，李凡抓紧机会又砍向最近的4号复制体，一通暴砍也将其挫骨扬灰。接着李凡赶紧调转目标，输出此时最近的8号复制体，刷刷刷，负4396，负4396。战斗信息：复制体8号激活技能绝境怒气，接下来15秒时间内血量强制保持1点以上。随着面板上出现这道战斗信息，剩余的复制体们像是收到了某种信号，几乎不分先后的同样开启了绝境怒气。见状，李凡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时间差，结束了。可惜我只砍掉了4个复制体。不过由于主武器的原因，我的绝境怒气技能比他们高2级，所以我比他们多出2秒 buff 时间，到时候也许还能干掉1、2个。李凡心里琢磨着，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进攻动作。因为绝境怒气可以让他自己与复制体血量保持1点以上，但又不是真正的无敌 buff 技能。李凡继续砍，直到将剩余5个复制体的血量全部压低到残血，才终于停下了输出。为什么停止输出？不是他偷懒，而是即便更换武器后，传奇技能暴走也有 10% 的全能吸血。此时，同样拥有李凡各种 buff 技能的复制体们也早已进入了全力爆发状态。他可不想让复制体们通过输出自己来吸血。自己与5个剩余的复制体都是残血状态，谁也别想吸谁的血，都残血等着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时间1分1秒过去，很快，复制体们绝境怒气的15秒 CD 便即将结束了。但让李凡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他们却不约而同的开始分散逃跑。卧槽，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是副本 BOSS 啊，还会害怕逃跑的？李凡满脸惊愕，此时也来不及多想，果断追逐最近的一个复制体。移动 buff 技能溜之大吉一开，开始冲锋，开始砍。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李凡成功击杀了残血的他。但此时，另外4个复制体都四散跑出100米开外了，也同样开启了溜之大吉与冲锋技能。没办法，只能追了。绝境怒气剩余的1秒时间内，李凡又勉强干掉了2个复制体。而与此同时，剩余2个残血复制体似乎知道李凡的绝境怒气 buff 结束了，纷纷突然回头进行反击。但保险起见，李凡却将头部防具即使更换为战神阿伦的旧头盔。不好意思，你们的反击无效，而我却能把你们嘎了。提示：副本时间5分47秒，你已击杀所有复制体，你已经提前通关该次职业试炼。第98章，惊人奖励，属性转化率提升。呼，总算通关了。看着最后一个复制体倒下，李凡脸上不禁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这一次的职业考核虽然比20级那次耗费的时间短好几倍，但是凶险程度却过犹不及。第一个难点就是压力，任谁看到面对9个装备技能属性跟自己一样的复制体围攻，都会懵逼吧。骤然这种压力下，能不被秒杀就算成功了第一步。第二个难点就是生存，就如李凡他自己一样，要不是第一波绝境怒气持续时间内冷静地观察到9个复制体与自己真正的区别，及时更新换代打法，恐怕绝境怒气时间一过就要扑街了。满足了这2个条件，才能有通过考核的希望。至于第2波绝境怒气时间的反杀，李凡只能悄悄给武器撕裂者之剑点个赞。要不是几个小时前获得了它，自己也许还能反杀，但最多只能反杀1、2个就不错了。没办法，自己的战斗力太离谱了，撕裂者增加2级主动技能效果，才是战局骤然逆转的真正功臣。如果不是自己的绝境怒气时间比复制体们多出2秒，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反杀。不过
也幸好我进入副本时用的是正义裁决之刃，否则这次也根本做不到反杀所有复制体，提前通关。风浪越大鱼越贵，副本挑战过程充满风险，但通关奖励也相当的强啊！李凡脸上笑逐颜开，看向通关后的奖励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所有复制体，提前通关该次职业试炼，恭喜你获得额外 20% 奖励。提示：你的职业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你的4维属性与攻防等属性转化额外提升 1.2 倍。提示：你的等级上限已解锁。提示：你领悟全新传奇品质技能爆炸攻击，绝境反击。提示：你是全服第一个完成2次职业试炼的玩家，恭喜你获得500点自由属性奖励。立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李凡的面板上一连刷新6道提示信息内容，他忍不住脸上乐开了花。果不其然，击杀复制体，提前通关职业试炼副本就有额外奖励。别小看这 20% 的额外奖励，这可是额外的，积少成多，那就永远比别人更强。我记得前世我第2次职业试炼只通关了5星难度，最终属性转化额外提升了 0.5， 而现在直接提升了 1.2， 爽！4维属性转化，也就是力量转化物攻、敏捷转化双速、精神转化魔攻、体质转化生命值双防等。以力量举例，以前李凡的1点力量等于1物理攻击力加 0.01 弱点部位额外伤害，而现在直接变为1点力量等于 2.2 物理攻击力加 0.022 弱点部位额外伤害。毫不夸张地说，仅此提升就让李凡的攻防等属性瞬间翻倍了。李凡粗略地看了一眼全新个人面板， ID 太岁神，等级 LV40 级0250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240560， MP 30779，攻击物攻10655，魔攻4423，防御物防13480，魔防15002，属性力量2902，敏捷95270，精神1233，体力4908，自由属性点500，最大攻速2515.13次每秒，最大移速4779.68米每秒，其他略。此时已经是结束战斗后的常态下面板属性了。比起上一次李凡查看自己的个人面板，4维属性基本没有变化，但是现在物攻直接翻倍，血量、防御也翻了1倍出头，这就是4维属性转化率带来的提升。奖励的500自由属性跟之前一样，全都堆到体力属性上面去。李凡心念一动，自由属性点就分配完毕了。老实说，他看着自己如今的攻击面板是有些心动，想再一次全力加点的，但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仅仅存在1秒就被否决了。堆个毛线力量啊，堆体力不香吗？以后总有一天可以跟神灵 BOSS 战撸的。至于输出就交给 SSS 天赋好了。还有2个全新传奇技能，让我看看啥效果。李凡打开技能列表，爆炸攻击，传奇品质 LV1 被动技能效果，使用任意攻击命中敌人时将会引起1次爆炸，对敌人附近7乘以7米范围内的其他敌人造成 80% 的额外伤害。备注：升级至下1级需要350万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得低于 LV45 级。绝境反击，传奇品质 LV1 被动技能，你的血量降低到 30% 以下时，每降低 1%， 则自身4维属性增加 2%， 该效果会随着血量降低到 1% 时提升至最大，每次触发后，即使下1秒血量恢复 30% 以上，该效果也至少持续10秒。备注：升级至下1级需要400万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得低于 LV45 级。2个技能都是被动技能，李凡觉得被动技能好啊，自己这么高的攻速，输出主要靠凭 A， 被动技能才是对自己最有用的技能。虽然都是传奇品质，但因为技能作用不一样，所以提升等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也不一样嘛。无所谓，一点点经验值而已。李凡摇了摇头，这2个技能他都很喜欢，以后等自身等级升到了 LV45 级，肯定要提升他们的。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40 级剑盾游侠，通关了第2次职业试炼副本，获得全服首位通关玩家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一旦激起千层浪，不，如果一次全服公告刷屏，玩家们是震惊，那么一天内2次、3次的连续刷屏，那大多数玩家们对此就感觉到麻木了。擦，又是太岁神那个家伙，都尼玛40级了呀，真他妈能干。没意思，太岁神咱把 GM 权限关了吧好不好？第99章，找到尸蝎部落。无尽苍穹启动。一觉醒来，李凡精神抖擞的上线准备开干。现在是现实世界下午2点多，自从无尽苍穹开服以来，他还从未这么早起来过。要不是
他凌晨刷职业试炼副本太消耗精力了，也不会早早感到疲惫，然后又破天荒的天亮之前就下线睡觉了。下线早，起来自然也早。刚进入游戏，李凡面板与私聊界面就出现闪烁地信息提示。提示：你的狼族祭坛副本门票收费累计8848金70银币待领取。紫霞仙子，私聊，今天上线这么早，金币已经凑了2000多了，什么时候来我交给你？还有，待会一起打熔岩洞穴不？花蝴蝶，私聊，我的天，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你居然这么早就上线了，什么时候创建公会？咩咩咩，私聊，大哥哥下午好。主流玩家的等级早已普遍超过 LV20级，狼族祭坛副本的门票每天收入越来越低了。不过李凡也不在乎这一点，最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而好友们的私聊，李凡也一一简单的回复了一下。打熔岩洞穴副本？不去了，已经超过40级，再打也不会有 SSS 级评价，所以副本结算奖励不会有传奇品质宝箱，那还去干嘛？创建公会？这是李凡急不来，还没搞到一张官方公会证明呢，创建个篮子。跟紫霞仙子与花蝴蝶闲聊几句后，李凡又跟少女咩咩咩打了声招呼，心思便回到自己身上了。随着等级达到 LV40级，他再升几级又可以打一个新的公开副本，同时记忆中也有一个 LV42级可触发的隐藏任务，以及某个可提升玩家阶位的特殊副本等等。提升战力的地方有很多， LV40级之后会越来越精彩。不过眼下上线后的第一件事，李凡还是得独自去寻找尸蝎部落。没办法，屠杀智慧魔物部落的奖励太香了，再加上隐藏任务奖励，必须要全力以赴啊。至于为什么要独自去，高处不胜寒，李凡已经超过普通玩家太多了，没人能与他共同前行，或许这就是很多人口中所说的高手寂寞的原因吧。尸蝎部落可不好找，昨天我找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找到，赶紧出发吧。想到这里，李凡当即行动起来，离开戈壁城，一路向北，闪电般奔跑搜寻起来。戈壁城之所以有这个名字，原因就在于这里属于东华帝国的地图边缘，整座城市除了西面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外，东南北3个方向都是荒凉的戈壁地貌。今天的运气倒是很不错，没多久，李凡就在一处沙漠峡谷附近发现了几头趴在地面上的尸蝎种族生物。他悄悄对其中一个释放真视之眼。生物：尸蝎巡逻兵。种族：尸蝎。等级阶位 LV40级青铜。攻防：物理攻击力1720，魔法攻击力1720， HP 88000，物防魔防805。属性：力量550，敏捷480，精神550，体力550。普通攻击：挥爪、甩尾、撕咬。技能一震荡波，尸蝎巡逻兵释放一道小范围魔法冲击波，击退附近的敌人并造成200%魔法伤害。技能2连续尾刺，尸蝎巡逻兵尾巴处发射多枚可以产生爆炸的尾刺炸弹，造成150%误攻伤害并有击退效果。技能3旋风，尸蝎巡逻兵飞往高空，对地面施展风系魔法，形成一道可吸入周围生物的旋风，持续10秒，每秒造成150%魔法伤害。技能4示警，尸蝎巡逻兵在发现自己打不过敌人后，将会主动逃跑，并发出声音巨大的吼叫，对附近的同族宣告有外敌入侵领地。弱点部位：局部、腹部、后颈。不容易啊，终于找到了。李凡看着尸蝎巡逻兵的面板，整个人精神一振。这种层次的生物在他面前可以称得上毫无抵抗能力。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属于飞行类生物，万一飞起来了就不好处理了。不过区区青铜阶位而已，而且他们趴在地上看起来正在休息，这就注定了李凡不可能给他们起飞的机会。刷刷！李凡身影如电，迅速奔跑到这几头尸蝎巡逻兵附近，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便连续甩出数道剑气。-10802，-10924，-11046。通过职业试炼后的李凡面板太高了，常态下他的第一道剑气的伤害就已经破万了，再加上连击、暴风之剑等 buff 加成，攻击越来越高。区青铜阶位的尸蝎巡逻兵也就不到9万点 HP 而已，哪能经得住他这么砍？超高的攻速让李凡不到1秒时间便将这几头尸蝎巡逻兵全部干掉。提示：你击杀了尸蝎巡逻兵 LV40青铜生物，你获得4万点经验值。X4。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8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X1。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40点功勋点数。X4。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0点敏捷。X4。面板上一连出现数道击杀提示信息。对，就是这种击杀收获，太舒服了。李凡心情美滋滋的，击杀智慧魔物的收获太丰厚了。他搜了下这4头尸蝎巡逻兵的尸体，发现没掉落什么看上眼的战利品后，果断开始向周边搜索有没有其他尸蝎。
很快，李凡就又发现了第二波3头趴在地上休息的尸蝎巡逻兵。不用说，这波巡逻兵也被他迅速干掉了。如此继续，第3波、第4波、第5波巡逻兵都被他一一拔掉，距离尸蝎部落的位置也越来越近。李凡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峡谷，峡谷两面高约10多米，一线天地形，一眼望不到头。天空中有10多头尸蝎正在飞行着，由于距离太远，它们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也就是李凡眼神好才看得清。这个峡谷应该就是尸蝎部落的大本营了，终于找到了。我的大剑早已饥渴难耐。李凡嘿嘿一笑，快速向山谷内奔去。第100章，李凡杀疯了，尸蝎王到来！正在李凡即将踏入峡谷内时，只听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吼声出现，下一刻，峡谷内有数十道体型庞大大尸蝎主动飞了过来。发现我了吗？不愧是飞行生物，警觉性就是高。李凡嘀咕一句，他也不怕，看了一眼后继续向峡谷内冲去。双向奔赴下，他很快就与尸蝎群正面接触了。这一波尸蝎群大多都是尸蝎巡逻兵以及其他各种像是人类普通士兵一样的兵种，实力都在 LV40级青铜上下。他们非常愤怒，想要干掉这个敢入侵自己部落领地，并且偷袭干掉数个同族的可恶人类，更想阻止他进入峡谷内部，因为那里有尸蝎部落的老幼病残，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部落。呼呼 ，BOMM， 一道道旋风迅速出现，阻拦在李凡面前。与此同时，尸蝎们的尾巴纷纷甩出尾刺，如雨点般落在地面上，发出阵阵爆炸声。但是他们太弱了，李凡轻易就凭借速度甩开了尾刺攻击，并且从数道旋风形成的障碍中找到空隙，突破进入峡谷内。只见峡谷内成百上千个体型大大小小的尸蝎，或趴在地上休息，或昂头准备飞翔，又或者加入士兵围剿队伍，向着李凡冲了过来。飞在天空中的李凡没什么太好的应对办法，毕竟他又没有飞行类技能。但是这地面上还没来得及起飞的尸蝎，他就不客气了，1秒接近5000米的速度，让尸蝎们根本反应不过来。刷刷刷刷刷，剑光肆掠，剑气如月光般洒向尸蝎群。无论雌雄老少，只要在李凡攻击范围之内，就没有幸免的。他的输出太高了，对峡谷内绝大多数的普通尸蝎而言，都在10剑内必死。偏偏李凡为了抓紧时间，赶在尸蝎群全部飞起来之前尽可能的砍杀，还释放了幻影之舞、暴走等小 buff， 以及致命劈砍、灭绝之剑的 AOE 穿透型主动技能。对峡谷内所有还没飞起来的尸蝎而言，一场灭顶之灾降临了。随着一个个尸蝎个体倒下，李凡面板上也出现了各种击杀提示信息，天赋生效，使敏捷属性迅速暴涨。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的敏捷增加略。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峡谷内的普通尸蝎们根本拿李凡毫无办法。当李凡停下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敏捷基础属性已经来到了103358点，这意味着自己一波干掉了差不多有400头尸蝎。尸蝎部落的规模比巨魔部落要小得多，这一波差不多被他清掉了一半。然而此时剩下的一半全都飞到了天空中。这里有没有环境限制？尸蝎们个个都飞到几十上百米的高空，李凡拿他们毫无办法。不过尸蝎体型庞大，没办法长时间飞行，等他们受不了了，降落到地面上休息的时候，就是我出击的时候了。李凡不着急，他对尸蝎这种种族大生物了解很深，现在只需要守株待兔就好了。至于尸蝎们的攻击，开玩笑，能打中1秒5000移速的李凡。于是在各种旋风与尾刺轰炸中游刃有余的李凡，没多久就迎来了有尸蝎被迫降落地面休息的时间。接下来不用多说，上去砍就行了。提示：你已击杀略。李凡砍得兴起。值得一提的是，有尸蝎机智的落在峡谷上方，但这就能躲过李凡攻击了吗？不能够啊。先不说他如今升级到 LV7级的暗金技能剑气大师，发出的剑气已经有17米范围了，站在峡谷内就能达到峡谷上方的尸蝎。而且他又不是没办法爬到峡谷上方，因为峡谷有很多地方出现常年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坡度并不算陡峭，李凡甚至都能跑着来到峡谷上方的。最后李凡还能跳着砍啊。玩家的跳跃能力也没有显示在个人面板上，但能跳多远、跳多高，其实也跟力量敏捷属性有关系的。以李凡如今的力量敏捷属性，一次跳跃个7、8米不成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跳跃过程中的速度要比奔跑时慢一点的。当然，在面对尸蝎群的时候，问题不大，没什么影响。因此，尸蝎们只要降到地面上休息，就没办法逃出李凡的魔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个尸蝎们倒在李凡的追杀下。就在尸蝎群还剩下不到300个，已经开始出现崩溃溃逃的情况时，一道震天的怒吼从远方传来。李凡抬头看去，只见一头通体金黄的巨型尸蝎带领着7、8个体型比他小一圈的尸蝎急速飞了过来。
尸蝎王以及他的禁卫们，不知道是去外出狩猎还是什么原因，到现在才回来。嗷吼！看着峡谷内尸横遍野的族人，尸蝎王发出悲痛的吼声，继而又用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李凡。而李凡的回应则是：原本该干嘛，现在还干嘛，同时赏给他一个珍视之眼。生物：尸蝎王，辛巴，分，种族：尸蝎，等级阶位 LV45级传奇。攻防：物理攻击力18504，魔法攻击力18300 ，HP 160万，物防14885，魔防13004。属性：力量10500，敏捷12544，精神10330，体力9990。普通攻击：挥爪、甩尾、撕咬。技能1：甩尾横扫，尸蝎王使用更大的力量进行甩尾攻击，造成物理伤害且眩晕效果。技能2：多重震荡波，震荡波 EX 版略。技能3：多重尾刺，连续尾刺 EX 版略。技能4：龙卷风，旋风 EX 版略。技能5：多重龙卷风，释放多个龙卷风攻击。技能6：疾风，尸蝎王的攻速移速增加 30%， 且所有风系魔法技能都移除吟唱蓄力阶段，全部变为瞬发。技能7：脊椎突刺，尸蝎王的脊椎突出骨刺，对骑乘背上敌人进行物理打击，产生高额伤害且有流血概率。技能8：浩劫飓风，尸蝎王在血量下降至 10% 以下时，将释放所有魔力，召唤直径120米的巨型龙卷风，对敌人造成高额魔法伤害且有吸力控制效果。技能9：邪神关注，尸蝎王受到邪神索伦的关注，在血量下降至 5% 以下时，邪神分身降临，协助他战斗。热点部位：局部、颈后。第101章，属性碾压，落地就残血的尸蝎王。LV45级传奇 BOSS。 尸蝎王的武功还没有之前李凡面对的巨魔领主高，但那时因为巨魔族本来就靠肉体伤害，几乎没有魔法能力，而尸蝎王的魔攻属性比物理攻击差不多，而且从技能方面来看，他也非常擅长魔法攻击。当然，李凡在看完尸蝎王的属性面板后，并没有改变计划。当初之所以巨魔领主出现就打他，还不是因为普通巨魔都进入图腾空间内了，现在尸蝎群可还在李凡视线内呢。技能该躲的躲，天空中只要有任何一头尸蝎敢落到地面上，那就必然被李凡追上来瞬秒。如此这般，又干掉10几头后，李凡身上冒出升级的白光。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41级。LV40级后，升级越来越慢，每一级都需要2000多万的经验。从进入尸蝎领地的峡谷内到现在，也才过去不到10分钟而已，自己就升到 LV41级了，可见打智慧魔物部落的收益是真的高啊。而另一边，天空中的尸蝎王见此更加愤怒了，亲眼目睹10多个子民死在自己面前，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刚才释放的多重尾刺与龙卷风根本没命中眼前这个人类，在他的感觉中，眼前这个人类的生命力比自己弱太多了，唯一超过自己的就是速度。远程技能打不中，那就近战吧，为了王者的尊严，为了给子民们报仇。尸蝎王脑海中这样想着，与此同时很快落到地面上。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人类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依旧在伺机杀害飞不动落到地面上休息的普通尸蝎。开玩笑，这么多尸蝎还等着被我宠幸呢，哪有空打你啊？等会的，别急哦。李凡心里这样想着，发现不远处又有一头普通尸蝎降落到地面上了，于是赶紧过去将其瞬秒。嗷吼！尸蝎王再也忍不住了，一声令下，让所有普通尸蝎都离开，他要跟7头黄金阶位的禁卫与眼前这个人类单挑。很快，普通尸蝎们便在命令下快速远离。李凡不得不遗憾地将目光放在他身上。此时峡谷内除了尸蝎王，天空中还有7头黄金阶位的尸蝎在盘旋，伺机辅助进攻。你要战，我便战。李凡满足尸蝎王的意愿，单挑开始了。他的速度太快了，在尸蝎王没反应过来时候，便化身菊花信，闪电般靠近后，一剑捅到他的局部地区。噗嗤！嗷吼！尸蝎王吃痛地发出怒吼。李凡这一剑让他痛不欲生。与此同时，他头顶上冒出一个高额的数字-3238，弱点伤害。此时李凡的被动技能早已叠满，面板太爆炸了，并且这道伤害只是一个开始，接二连三的攻击降落在尸蝎王的局部区域。可怜的家伙本想着落地后与李凡好好打一场，没想到自己这边还没用出任何一个近战技能，局部区域就遭遇到堪称毁灭性的打击。-3978，弱点伤害。-4399，弱点伤害。-4812，弱点伤害。撕裂者之剑的被动削弱护甲效果，让李凡的输出越来越高。削弱护甲效果叠满后，又赶紧更换正义裁决之刃武器，最终每次平 A 变为9100点伤害出头。
这是有等级削弱的影响，要不然肯定破万了。这就是李凡如今恐怖的输出能力，还没释放史诗戒指的主动技能吗？要不然他都有信心瞬秒失蝎王。跟我单挑，你有那么资本吗？李凡呵呵一笑，捅得更欢乐了。而他之所以没有进入火力全开的巅峰爆发状态，一来是留着点底牌好应付风险，二来是这种程度的输出已经足够了。或许飞行 BOSS 的近身战反应都太慢了吧，被李凡打在弱点部位20-30次，失蝎王才终于反应过来，用甩尾想击退李凡，同时多重震荡波也开始释放出来。但是李凡的防御属性已经今非昔比，他甚至都懒得用技能格挡，更是懒得躲避。-1666，-1028，李凡的头顶瞬间冒出2道数字，一个是失蝎王甩尾造成的伤害，另一个是多重冲击波造成的第一次伤害。不得不说，失蝎王的攻击非常高，哪怕李凡的防御在各种被动加成下都18000-9000了，居然还能打出4位数伤害呢。比起攻击，我的防御能力才叫真正的变态啊！不知不觉，如今我的属性已经足以碾压等级相近的传奇生物了。李凡感慨地摇了摇头，与此同时，捅失蝎王捅得更用力了。失蝎王这2个技能都有击退效果，但在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的影响下，李凡的走位纹丝不动，依旧站在他身边站撸。说起来时间好像很长，实际上才过去不到 0.5 秒而已。当失蝎王终于意识到自己小看了眼前这个人类，惊恐的想要起飞逃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失蝎王的起飞速度非常快，几乎没见到他有蓄力过程，翅膀一扇就以接近1倍音速的速度向上升空。然而他才刚升空20米，就被李凡一剑又一剑的追砍给打到丝血了。嗷吼！战斗信息：失蝎王星8 LV45级传奇生物，释放技能浩劫飓风。战斗信息：失蝎王星8 LV45级传奇生物，释放技能邪神关注。失蝎王残血释放大招，恐怖的超大龙卷风瞬间成型。他对风系魔法掌控能力，让这个超大 AOE 的技能变成不需蓄力与吟唱的瞬发技能。但是站在浩劫飓风中，李凡的身影巍然不动，无视每秒降低2-3千的血量伤害，目光死死看向不远处刚刚现身的邪神分身。对方的外形与实力与李凡当初面对巨魔领主召唤出来的分身一模一样。上一次李凡被迫落荒而逃，而如今他再次尝试一下自己是否有可能干掉这个邪神分身。第102章，与邪神分身的短暂交手，击杀失蝎王。战斗信息：你受到神灵威压效果，正在判定阶位中，你当前为普通阶位，你的4维属性被压制 90%。 邪神索尔的分身刚出现，李凡面板上就出现了熟悉的提示信息，身体顿时沉重起来。不过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当即进入火力全开状态。幻影剑舞激活，暴走激活，猎杀时刻激活。战斗信息：你受到神灵威压效果，你当前为普通阶位，技能幻影剑舞效果虚弱 90%。 战斗信息：你受到神灵威压效果，你当前为普通阶位，技能暴走效果削弱 90%。 略不仅压制 90% 实力，让李凡只能发挥出 10% 的面板水平，甚至连技能效果也同样遭到 90% 的压制。原本能增加将近 60% 的攻速，此时只有 6% 攻速加成的实际效果。同理，其他 buff 技能也一样。不愧是神灵 boss， 太难打了。李凡摇了摇头，好在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buff 依旧是该加的加，瞬间进入火力全开状态后，李凡紧急往旁边跑了几步，一个水缸大小的暗红色能量球砸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出现，李凡险之又险地避开爆炸范围，但骤然降低的移速让他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打中了。战斗信息：索尔分身 LV33神灵生物，释放技能，你受到12115点伤害。战斗信息：你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生效，你免受该技能的眩晕控制效果。好家伙，只是爆炸的冲击波就打掉我12000的生命值，这伤害真的要爆表了。李凡惊讶地砸了砸舌头，幸好他有特殊道具战士之心，要不然被晕了估计就要翻车了。李凡定了定神，准备跑向邪神索尔分身身边反击，不成想对方法杖一挥，身影瞬间突破虚空，主动来到自己面前。来得好！李凡直接挥出数道剑气，都是普通攻击。真实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问号，他想试探一下自己的攻击打在对方身上能产生多少伤害。被压制 90% 属性后，我现在叠满被动的敏捷属性还剩下15334点，打出的攻击附带真实伤害有153点，会比这个伤害高吗？李凡心里这样想的时候，第一道剑气也命中了邪神索尔分身的身体。-215。咦，我的攻击力也只剩下 10%， 不到1700，这就破防了？不对，
伤害还是153点，因为我对他有等级压制，所以才变成了215点。想明白这里后，李凡暗暗点点头。以自己的攻速来看，这个伤害其实也不少了，就是不知道邪神分身有多少血量，自己能在他存在的20秒时间内能不能打死他呢？不过下一刻李凡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就在第一道剑气攻击到了之后，邪神本体忽然又是一挥法杖，接着一个透明的空气墙出现在他的面前，李凡的剑气打在这道空气墙上，犹如石沉大海一般。不知道这是邪神使用的常规护盾技能，还是格挡类技能？希望是前者吧。护盾类型技能虽然很强，但往往 CD 时间也不会短，但如果是格挡类机会能，那就意味邪神分身拥有盾铠战士职业一样的能力，耐揍能力相当强悍。不过李凡此时也没什么思考时间了，因为邪神分身又开始释放起了技能。轰隆，又是一发水缸大的暗红色的能量球凭空出现，李凡险而又险地躲开，但又一次被爆炸冲击波打到了。负12648，同样的技能，李凡承受的伤害比刚才稍微多一点，这意味着邪神分身拥有增伤类型的 buff 技能。刚刚承受一波伤害，还没等李凡反击呢，又双若一枚暗红色能量球出现了。这个技能难道其实是邪神索尔的普攻？李凡惊了。果不其然，当他仓皇躲开之后，发现第4枚暗红色能量球再次出现，紧接着是第5颗、第6颗。擦，普攻都是瞬发大范围爆炸伤害，这还挑战个屁啊！没有接位的情况下打神灵 BOSS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等再升到 LV50级，去那个特殊副本中提升一波接位后，有机会再尝试吧。想到这里，李凡果断终止继续跟索尔分身战斗的想法，转头看向已经仓皇逃离100米开外的尸蝎王，正义裁决之刃遥遥一指，装备主动技能正义裁决。瞬息之间，他与尸蝎王的身影原地消失，就像当初与巨魔领主作战时的情况一样，他利用这个方法避开邪神分身的战斗。而就在他身影消失的时候，殊不知邪神索尔的分身忽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这个天选者的实力竟然成长了这么多，结，有意思，看来计划要提前了。提示：你击杀了尸蝎王辛巴 LV45 传奇生物，你获得点1680万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20%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70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700点功勋点数，你永久增加700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暗之锋刃传奇多重龙卷风暗金技能书破甲暗金技能书尸蝎宠物蛋，以及79金22银18铜币。提示：你的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2已完成，请前往戈壁城 NPC 领有亮处领取任务奖励以及下一环任务内容。残血的尸蝎王在李凡面前先不起一丝波澜，很快就被他干掉了。面对面板中出现的一系列提示声，李凡无动于衷，开始追杀天空中正在逃离的尸蝎部落的残兵败将。机会难得，能砍一头是一头，他可不会错过。第103章魔女百菲斯与巨龙，李凡的收获。就在李凡追杀尸蝎残部的时候，无尽山脉深处一座不为人知的巨大宫殿内，10名围坐一圈形态各异的恐怖魔物忽然睁开了眼睛。伟大的邪神指示他在人类戈壁城附近遇到一个很特殊的人类天选者，巨魔族与尸蝎族已经被那个人类天选者覆灭，我们的计划必须要做出改变了。天选者，伟大的邪神1000年前就是被天选者耗死的，否则凭借东华帝国的那些废物，给他们10倍胆子也不敢反抗邪神的统治，更别提击杀邪神了。我们再次要守护邪神的复活祭坛，魔女百菲斯，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去吧，找到那个天选者，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发动对人类主城的进攻。遵命，萨满阁下。10位魔物中，坐在最末端的一名有着人类少女外形、一头银色长及腰的魔女百菲斯，笑盈盈的起身离开宫殿。啪！到了宫殿外，魔女打了个响指，一头体长超过20米的西方巨龙从远处飞来，魔女纵身飞到巨龙背上，下一刻，巨龙用力地向远处飞去。它前进的方向，赫然就是东华帝国的戈壁城。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的任务猎户程小光的梦想1已经完成，请到天耀城 NPC 程小光处领取任务奖励与下一环任务内容。提示：你已消耗700万经验值，使暴风剑术的基础等级提升至 LV6。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摧毁了荒漠峡谷中的尸蝎族部落，恭喜你获得12000点功勋点数，获得新称号尸蝎克星。提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随着面板上的击杀提示信息落幕，李凡也终于停下了追杀尸蝎残部的行动。
整个峡谷附近，入目所及之处已经看不到任何一头活着的尸血，除了一些极少数分散逃走的尸血，他来不及追。整个尸蝎部落大约有90%以上都死在他的攻击下。看着暴涨的经验值以及背包中塞满的各种战利品，李凡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还得是杀戮这些智慧魔物部落呀，收获太丰厚了。战斗结束，李凡终于有心思开始查看自己的俄战利品。查看了一会，他发现所有战利品中只有2个物品能对自己有用。技能书破甲，品质暗金，学习要求 LV45级以上，使用盾牌类武器的近战职业。LV1级效果，主动技能，使用时消耗180点 MP， 对前方一名敌人进行破甲打击，使其物理防御减少 2% 至 10%， 根据敌人实力决定，所受物理伤害提高 2% 至 10%， 根据敌人实力决定，持续15秒，冷却时间10秒，最多叠加2层。备注：提升至下1级需要280万经验值，且自身角色等级不低于 LV48。失血宠物蛋，类型宠物，作用可孵化出传奇品质宠物失血。备注：宠物不可交易，注入500万经验值即可开始孵化，一旦选择孵化后不可更改，孵化需要24小时后才能成功。一个破甲技能最多能削弱敌人的 20% 物理防御，以及增加 20% 的物理伤害，辅助效果非常棒。配合撕裂者之剑的被动技能作用，可以削弱 BOSS 的 50% 物理防御。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 BOSS 实力太高，或许破甲技能只有下限辅助效果，2层也只能削减 4% 物防以及 4% 增伤了。但有总比没有好。李凡现在自身等级还不够，没办法，只能守在背包里存着，等以后升到 LV45级再用掉它了。而失血宠物蛋，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一个宠物，还能孵化出传奇阶位的失血。李凡心情美滋滋的。无尽苍穹世界中，宠物是帮助一名玩家战斗的好帮手。在李凡前世，有些玩家的实力还没有他们的宠物更强呢。尸蝎属于飞行类生物，有传奇阶位尸蝎当宠物，那既可以辅助自己战斗，也可以被自己拿来当飞行坐骑用。如此一来，对飞行类 BOSS 也有更高的打击环境了。宠物蛋这东西太稀少了，尤其是传奇阶位，我肯定要留着自己用。虽然一个玩家作战时只有1名宠物可以协助战斗，拥有的宠物数量是mod限制的，这东西多多益善，遇到不同的 BOSS 可以召唤不同能力的宠物出来。想到这里，李凡果断选择孵化尸蝎宠物蛋。提示：你已消耗500万经验值，宠物蛋尸蝎正在孵化中，请耐心等待24小时。将孵化过程中的宠物蛋放回背包内，李凡便不再关注这件事了。背包中有价值的战利品有很多，其中价值最高的无疑是从尸蝎王身上爆出来的传奇品质武器暗之锋刃。这是一对匕首，算是刺客玩家的双手武器， LV45级才可以佩戴，属性非常强，高额的基础面板以及附带高级流血效果，更是有背后攻击增伤的属性，绝对属于刺客玩家的前期神器。这件武器李凡就不打算卖给紫霞仙子了。不缺金币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他等级来到 LV40， 打到官方工会证明的机会也越来越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到了，届时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工会。像暗之锋刃这种好装备，当然要留着投入工会仓库中，让自己人先用了。创建工会这是急不来，看运气吧，才干掉一头 LV40级以上传奇 BOSS， 没打到很正常。先回城交任务吧，说不定还有其他智慧魔物部落的线索。加油，奥利给！李凡开始往戈壁城赶去，以他的速度，没多久就回到了戈壁城内，并找到了 NPC 林有亮，提交任务。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50万经验值，林有亮的珍藏品疾风耳环，黄金品质 X1， 你已经自动接取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中。第104章，干掉东华帝国 NPC， 城市祖传神功。恩公，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之一，这些年我一直暗中保存，谢谢你帮我复仇，我愿意把它送给你。恩公，我还有一个仇人，当初要不是他出手抢夺我们家族的产业，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当乞丐的地步，请你一定要帮我复仇啊！呜呜呜 ！NPC 林有亮抹着小眼泪对李凡说道。与此同时，李凡任务列表中也出现了全新的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中。任务说明：戈壁城首富西门小庆当初勾结官员掠夺了威远镖局的所有财产，是导致林有亮流落街头的最大真凶，请帮助林有亮击杀西门小庆，你将获得他最珍贵的收藏品。任务内容：击杀西门小庆 ，LV35级普通人类。任务进度01，任务期限3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万经验值，接取下一环任务的资格。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备注：西门小庆是戈壁城的首富，平时乐善好施，在戈壁城内获得很高的评价。当众击杀他，你或许将受到东华帝国的通缉，
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咦，最后一环任务内容居然要我干掉一个东华帝国的 NPC？ 李凡愣住了，这个任务内容是他没想到的。东华帝国 NPC 官方一直对玩家群体很警惕，一旦有玩家对 NPC 产生侵害，那 NPC 官方肯定要严厉打击的。李凡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得到额外照顾，毕竟自己可不是一般的玩家，干掉魔物部落在 NPC 阵营中很有面子。但是他觉得，就算击杀这个西门小庆后 NPC 势力不对自己追究，恐怕心生反感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啊。西门小庆的实力不值一提，任务还有3天时间，我得好好考虑下怎么干掉他才能让自己受到最小的影响。林有亮这小伙子不错，这个任务奖励的疾风耳环太合适我了。李凡将第2环任务奖励的疾风耳环戴在身上。装备：疾风耳环，品质：黄金，品级：卓越，佩戴要求 LV41级，全职业通用。属性1 MP 加1500，魔法防御加110，精神加55，敏捷加80。属性2敏捷属性正 7%。属性3攻击速度正 7%。疾风耳环虽然仅仅属于黄金品质，但是属性太合适李凡了。敏捷正 7%， 他战力强大的主要因素就是敏捷高，如今基础敏捷属性已经达到11万，这个疾风耳环相当于增加了7700点敏捷，更别提还有 7% 的攻速加成，这条属性对李凡来说完全就可以看成增加 7% 的伤害。毕竟以他的攻速来说，因为蓝量有限的原因，所以放技能的时间很少，输出大多都靠平 A， 因此攻速就是输出，这一点很合理吧。退下来的剧毒耳环也留着，虽然它对我的作用远不及疾风耳环，但主动技能有 50% 的削弱治疗效果，面对一些有强大回血技能的 BOSS 很有用。李凡将剧毒耳环收到背包内之后，便施施然地离开了戈壁城。接下来他踏入天选者传送阵，前往天耀城找到猎户程晓光。没想到你居然成功了，不错，我认可你的实力了。接下来请带上这把长弓，正是帮助让我的家族声名再次闪耀东华帝国的梦想吧。程晓光交给李凡一把长弓，与此同时，李凡的任务列表中也出现第2环任务内容：猎户程晓光的梦想中。任务说明，程晓光希望你能使用他的祖传长弓击杀一头真正的巨龙，完成后将给予你丰厚的奖励。任务内容：使用程氏祖传神弓击杀一头 LV50级以上传奇巨龙生物。任务进度01，任务期限30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100枚金币，200万经验值，特殊道具混沌之石。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的机会。李凡看着任务内容，脸上笑逐颜开。没错，就是这个任务奖励，混沌之石，一个能让玩家力量属性大幅度暴涨的特殊道具。至于任务能不能完成，李凡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LV45级传奇 BOSS 自己都能碾压，任务期限30天，30天内一个 LV50级以上的传奇 BOSS 自己能打不过。唯一的问题或许就是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传奇巨龙吧。毕竟根据李凡前世的记忆，巨龙这种生物都是独居的，想找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对了，任务要求可不是简单的击杀巨龙，而是要我用程晓光的祖传长弓。我一个战士玩家能用弓箭手的长弓？除非……李凡感兴趣的端详程晓光给自己递来的一把长弓。装备：程氏祖传神弓，品质：暗金，品级：精良，耐久300。使用要求 LV40级以上，力量不低于2000点。属性1物攻加999，力量加200，敏捷加200。属性2攻击射程延长30米。属性3攻击成功时，物理输出的 10% 转化为真实伤害。属性4神射，激活后将在接下来的10秒内自身攻速增加 40%， 且锁定一名敌人后，对其所有攻击强制获得弱点部落额外伤害效果。备注：程晓光祖传神弓。任务道具：领取相关任务奖励后，程晓光可能会收回。这把长弓的基础物攻面板不算高，至少远远比不上李凡的争议裁决之刃与撕裂者之剑。毕竟只是暗金品质嘛，李凡能够理解。但是他的使用要求却很特殊，除了等级限制之外，另一个要求是拥有2000点以上的力量属性。2000点力量，纵观全服，估计满足这个要求的人也不超过双手之数。超高的力量要求替代了绝大多数长弓对玩家的职业要求，也就是说，李凡作为一名战士也可以使用这把长弓了。第105章，战士可以使用的长弓，偶遇无敌暴龙战士。有一说一，这把长弓对李凡来说属于不大不小的惊喜了。虽说跟其他弓箭手职业的玩家比起来，李凡想使用长弓刷怪也就只能用它，其他长弓武器是没办用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佩戴了这把长弓，
李凡便可以学习大多数的弓箭手技能。毕竟技能书这种东西对玩家的要求除了等级外，通常另一个要求是能使用什么武器。比如刚刚获得的破甲技能书就要求只有能用盾牌的职业可以学习，战士玩家可以用盾牌，骑士玩家也可以用盾牌，甚至少部分当前排职业的牧师玩家也可以使用盾牌，他们都能学习破甲技能。同样的道理，弓箭手的职业剑雨、二连剑矢、追踪剑、震荡剑等技能，李凡在佩戴这把城市祖传神弓后也可以学习了。只是使用长弓后，我的大多数战士职业的技能就用不了，而如果我学习弓箭手技能书换回长剑类武器，那么这些弓箭技能也用不了，学了也相当于浪费。城市祖传神弓的备注中表示完成任务后，这把武器可能被程小光回收，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让我留下它呢。先不学习弓箭手技能吧，反正输出也大多靠凭 A， 用着再说。李凡思考了一会儿，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告别了程小光后，他开始琢磨着自己接下来该去哪升级变强。LV43 级有一个公开副本可以刷，现在还差2级，没法进去。LV45 级他记得可以去接一个全新的隐藏任务，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估计很难升到 LV45 级了。没办法， LV40 级之后升级很难，每一级所需求的经验值越来越高。先找个野外练级点刷刷怪吧，顺便找一找附近有没有智慧魔物部落的踪迹。李凡打定了主意后，立即行动起来。刷怪练级嘛，他也不去别的地方，干脆就在天耀城附近找了。刚出城，耳边便传来熙熙攘攘的叫声。自强小队3缺1，有 T 有 DPS， 来个 LV25 级以上的牧师辅助出发了。月光家族团队收人，来 LV27 级以上的强者，来了就是兄弟。团长 LV31 级全服排行榜前1000名的大佬带队练级。凤凰公会收金 1.15 分铜币，量大有优惠。LV30 级高手单带升级，来个老板，每小时收费100龙国币，包天打8折了。出售大量矿石，需要的 MMM。 刚出城门口，李凡面前就出现大批玩家在叫嚷着，有散人玩家在组队，有工会玩家在收人，也有做点小买卖赚钱的，很热闹。李凡看了几眼，刚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咦，那个家伙是无敌暴龙战士？这么中二的 ID， 我不会认错的。李凡脑海中回忆前世的记忆，无敌暴龙战士这个 ID 他可算是如雷贯耳了。听名字明明应该是个战士玩家，但这家伙其实是个刺客职业。在李凡前世，无敌暴龙战士属于龙国公认最强的刺客职业玩家，一身刺杀本领神鬼莫测，不知多少强大的异域魔物死在他的匕首下。李凡这一世依旧决定创建一个公会，既然遇到了他，那肯定不能错过了。想到这里，李凡果断改变方向，走到无敌暴龙战士的身边。此时这家伙等级只有 LV20 级，应该不是开服第一天就进入游戏的，否则以他的技术等级不会这么低。这位武松大哥，你要跟我组队刷怪吗？我很有用的，我的输出不低，还能帮你引怪。无敌暴龙战士见李凡到来，眼前一亮，赶紧毛遂自荐道。他刚刚 LV20 级，想组队刷怪，叫了好一会儿了，都没人理他。此时见到李凡到来，很期待。虽然李凡用魔法面具伪装成的武松 ID 他没听过，但李凡没改变自己的职业，战士玩家其实组队还是很吃香的，毕竟可以拉怪当前排，让脆皮法师刺客职业很有安全感。组队刷怪就不用了，我没时间。在无敌暴龙战士失望的目光中，李凡又说道，不过你可以加入我的公会，以后有机会了我带带你，先加个好友吧。李凡说完，主动对其发出好友申请。听到这话，无敌暴龙战士表情有些不屑，自己这个 LV20 级垃圾刺客玩家也有公会要，那这家公会肯定也不是什么牛逼的公会。但是就在他准备礼貌拒绝的时候，忽然看到面板中出现的提示信息，提示玩家太岁神 LV41 级剑盾游侠申请成为你的好友，是否同意？魔法面具的伪装效果只有外观效果，实际在游戏系统中依旧会显示李凡的真实 ID。 太岁神，无敌暴龙战士眼睛都快凸出来了。现在无尽苍穹世界的玩家有几个不认识这个 ID 的？这可是公认的全服第一强者啊！虽然有很多人叫嚣着迟早要超越太岁神，但实际上这么多天过去了，大家绝望地发现，全服等级装备排行榜上，太岁神与第2名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太岁神申请成为自己这个垃圾刺客玩家的好友，我不是在做梦吧？无敌暴龙战士懵逼了，同意啊，愣着干嘛？面对李凡的催促，无敌暴龙战士愣愣地看了他一眼，心想太岁神加我好友跟你武松的搓逼有啥关系？当然这话提醒的对，肯定要同意的。提示：你已通过玩家太岁神 LV41 级剑盾游侠的好友请求，
你们现在可以进行私聊了。行，好友通过了，小伙子，我看好你，将来加入我的工会吧。加油练级，这把暗之锋刃在等着你。此时的无敌暴龙战士还很稚嫩，李凡没有跟他多聊什么，直接将传奇武器暗之锋刃的属性截图通过好友私聊界面发给他后便离开了。卧槽，这武器！太岁神大佬，不太岁神爸爸，这真的是准备留给我的吗？无敌暴龙战士激动得面红耳赤，但这个时候李凡已经离开了。第106章，提前出现的怪物工程蝴蝶效应。偶遇无敌暴龙战士，加好友发出工会邀请，为工会储备人才，这件事李凡没太放在心上，只是顺手的事情而已。目前他的精力主要还是用在发展自身这方面，因此给无敌暴龙战士留下2句话后，他便离开了。走出天耀城，接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寻找合适的练级区。距离天耀城越远，地图中刷新的怪物等级就越高。没多久，李凡就走入 LV40 级以上小怪刷新的地区。遇到的第一种小怪是个名为赤眼魔熊的怪物，名字很凶，但在李凡面前，作为区 LV40 级的普通生物，简直不堪一击。不过李凡并没有在赤眼魔熊的刷新点滞留多少时间，他一边刷一边继续往周边探索，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智慧魔物踪迹。就这样，不知不觉2个小时过去了。李凡该升级的技能都升级了，自身等级都快升到 LV42 级，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智慧魔物踪迹。没事，不着急，越往深处寻找，发现智慧魔物的概率就越大，迟早能发现的。正当李凡默默安慰自己，鼓励自己的时候，忽然他的好友私聊界面闪烁起来。李凡打开一看，发现发消息的是紫霞仙子。紫霞仙子属于面对陌生人高冷，对熟悉的人有些话痨，这些天李凡经常被她骚扰。正当他以为这次也不例外的时候，看完紫霞仙子私聊消息内容，他却愣住了。紫霞仙子私聊：太岁神兄弟，戈壁城出现怪物攻城了，有超丰厚的守城任务奖励，快来啊！太岁神私聊：我刚离开戈壁城没几个小时呢，怪物攻城，你又在逗我了是不是？紫霞仙子私聊：逗个锤子！我说真的，不信你看游戏论坛，好多人都开始讨论了，这件事太刺激了，赶紧来！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凡也不得相信紫霞仙子，戈壁城真的出现了怪物攻城事件，这让李凡一时之间有些懵，因为前世记忆中怪物攻城这种事情可是开服2个多月之后才出现的第一例，并且最先遭遇怪物攻城的主城是黑曜城。然而现在无尽苍穹才开服几天，半个月时间都不到呢，怪物攻城就出现了，竟然还是戈壁城。前世没发生过的事件，莫非跟我有关？我的重生引起了蝴蝶效应，未来出现了变化，前世的很多记忆只能当作参考了。李凡摇了摇头，懒得思考戈壁城为什么会出现了怪物攻城事件。他赶紧调转方向，以最快速度往戈壁城赶去。戈壁城作为东华帝国南面一个帝国边缘城市，规模其实很小，但也有10多万 NPC 土著了，玩家数量则更多。怪物攻城，一般情况下，怪物的数量如果比 NPC 跟玩家加起来还少，那还有什么资格叫做攻城呢？如今困扰李凡快速变强的核心重点，就是野外遇到的怪物太分散了，数量也太少了，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找怪的过程中。数万乃至数十万怪物冲击戈壁城，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天赐之机，绝对不能错过的快速升级的练级点。当然，首先李凡要去看看那些冲击戈壁城的怪物等级实力怎样，希望都是 LV40 级以上的，否则就影响我升级大计了。李凡心里这样想着，没多久，他人也终于赶到了戈壁城内。卧槽，怪物攻城啊，好刺激，俺好兴奋！ NPC 们很重视啊，都能称得上全城动员了。我看到城东区一个种地的老大娘都举起榔头上城墙了，一部分在城墙处防守，原本那些城内的 NPC 士兵们大多都已经出城了，要将怪物阻挡在城外。戈壁城是 NPC 们的家园，他们肯定重视啊，快走吧！据说东门那边城外已经能看到汪洋大海一样的怪物潮了，咱们赶紧去打，争取排到守城积分榜前1000名，拿到额外奖励。兄弟很有志气啊，带我一个呗！咱们组队刷积分。刚踏入戈壁城的天选者传送阵内，李凡耳便传来熙熙攘攘的嘈杂声。与此同时，他的面板上也出现了特殊提示：提示：戈壁城正在遭遇怪物攻城，你触发戈壁城城主发布的紧急任务。紧急任务：戈壁城守卫战。任务内容：不知为何，大量怪物突然聚集在戈壁城附近，大量野外历练的天选者与东华帝国居民遭遇不幸，怪物们将冲击戈壁城防御。在帝国援军来临之前，戈壁城城主请求身为天选者的你帮助居民抵抗怪物入侵。任务要求：坚守4小时不破城。任务进度 2%。任务成功奖励：所有接受任务的天选者将在击杀以及辅助击杀怪物之后，根据怪物实力获得一定的积分奖励，
最终在任务结束后，根据积分排名分发奖励。最高奖励传奇装备，任选一件部位以及称号戈壁城王者，积分排名第2至第10名发放一个暗金宝箱以及称号戈壁城英雄，排名第11至100发放一个黄金宝箱以及称号戈壁城勇士，排名101至1000发放一个白银宝箱以及称号戈壁城艺人，排名1000名以外的玩家奖励一个青铜宝箱以及称号守卫戈壁城的优秀天选者。任务失败惩罚：等级降低 LV1， 虚弱24小时。备注：守城期间内，玩家死亡5次以内不受任何惩罚，并可以原地复活。积分排行榜随时及时更新，请各位玩家努力协助 NPC 守城。提示：是否接受该任务？如拒绝该任务，请在10分钟内自觉离开戈壁城，否则将会受到戈壁城全体 NPC 的反感。这个任务，只要踏入戈壁城内的玩家都可以触发。任务奖励很丰厚，最高能自选一件部位的传奇装备。虽然李凡想搞到传奇装备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东西多多益善，肯定要争取的。不知道戈壁城王者称号属性怎样，能跟传奇装备处于一个奖励的档次，应该不错。任务进度已经来到了 2%， 意味着怪物攻城已经有一会儿了，得抓紧时间了。想到这里，李凡立即前往距离最近的戈壁城南门门口。第107章论坛聚焦，戈壁城西门告危。怪物攻城，我的天，太好玩了，我也要去戈壁城。那你得抓紧时间了，我就在戈壁城内。据 NPC 士兵说，守城开始半小时之后，来了也不会触发守城任务。最高传奇品质装备，谁都别跟我抢啊，我马上到，积分榜排名第1，最终一定是我的。Oh my god， 我们西月联邦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怪物攻城这种事？我也想参与刺激的怪物攻城。阿西巴，这个守城任务的奖励太丰厚了，哼，龙国人肯定守不住戈壁城，换做我们伟大的泡菜国人来守才能成功。无尽苍穹游戏论坛上，戈壁城遭遇怪物攻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无数人的好奇与关注。这是游戏中第一次出现怪物攻城的重大事件，紧急任务截图早已伴随着消息流传开来。看着任务的奖励，所有玩家都羡慕地流下口水。只要接到任务，只要任务完成，那么最差的奖励也是一个青铜宝箱和特殊称号。现在这个阶段，别看李凡各种传奇装备都随便卖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玩家而言，全身上下能有一件黑铁装备就不错了，青铜装备那已经算是梦想了，好不好？于是基本上所有能来戈壁城的玩家都来了。但可惜的是，接取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怪物攻城开始起算，超过半小时，那么就没办法触发任务，甚至连天选者传送阵都临时关闭了。无数晚收到消息或者没凑到传送阵手续费的玩家们心痛不已，而一些国外玩家们则开始阴阳怪气地表示，拒不成其实是好事，因为戈壁城肯定守不住的。别做梦奢求任务奖励了，免于受到任务惩罚不香吗？对此，很多龙国玩家们现身怒喷。都2042年了，龙国都崛起了，都被很多国家都认为是超越漂亮国的世界第1强国了，结果还搞这套见不得龙国人好，我可去你妈的吧！龙国老哥们在线输出，论坛对线掀起大战。游戏世界，戈壁城南大门门口，一队队 NPC 士兵们表情严肃地离开城内，他们在长官的命令下要去阻拦即将到达的怪物大军。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根据周围玩家议论，李凡了解到10分钟前就有 NPC 士兵出城迎战，此时在过去的算是城内支援部队。玩家群体中许多人也纷纷跟上，想要与高等级的 NPC 合力屠杀怪物大军，收割经验值。而城门口，李凡遇到了紫霞仙子、花蝴蝶、陈二狗等人。太岁神兄弟，咱们一起组队不？凡哥，带我。太岁神，我已经 LV 3、4级了，可以帮助到你了。面对众人的组队邀请，李凡反而有些被气笑了。我说你们怎么不跟着其他玩家一样，出城去迎战怪物大军，反而待在这里呢？原来是想让我带你们啊！对此，李凡心里有些失望。我带你们是情分，不带你们是本分。你们这样搞让我不由得考虑，你们还值不值得我以后再花心思培养了？毕竟我可不想培养出一群伸手党。李凡想要培养的是未来能独当一面的人，而不是依靠自己躺平的水货。紫霞仙子等人这样搞，他确实感到很失望，很生气。现场气氛凝固起来。太岁神兄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人呢？紫霞仙子委屈的开口道：我们在这里等你，是想问问能不能帮到你，毕竟我们也算除了你之外全服最强的一批玩家了。你这样想太让我伤心了。难道我在你眼里只是有机会就抱大腿的废物？对，我才不会拖你后腿呢，留在这里只是跟你打个招呼而已，你太伤我心了。花蝴蝶也撅嘴说道：凡哥，你确实误会我们了，你速度多快啊！这里不是副本，玩家离得远一点，队伍就自动解散了，所以我们没想着跟你组队，而是想着跟在你身后打扫你没空捡的战利品。
陈二狗也有些委屈地说道。现场的其他人也要么一脸委屈地撅着嘴，要么生气李凡看扁了自己的人格。见状，李凡皱着的眉头松开了，心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好吧，怪我先入为主了，对不住啊大家。嘻，你知道就好了。作为补偿，什么时候在现实世界聚一聚？瞄准射击立马嬉皮笑脸的给出回应，气氛顿时变得欢快起来。哎呀，小妮子，我看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发浪了是不是？我早就看出来你对太岁神有图谋不轨之心。瞄准射击，糟了，太岁神危险了。不过瞄准射击你是不是傻，敢在会长面前说这种话？你完蛋了。会长又怎么了？大家公平竞争。哼，这么说你很勇哦。现场随着凤凰公会的妹子们嬉笑吵闹起来，话题都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突然，一道特备的公告连续闪烁在大家面板上。戈壁城公告：西大门突然出现大批怪物，己方阵营损失惨重，请速速支援，请速速支援。戈壁城公告：西大门突然出现大批怪物，己方阵营损失惨重，请速速支援，请速速支援。戈壁城公告：西大门突然出现大批怪物，己方阵营损失惨重，请速速支援，请速速支援。众人面面相觑，走，一起去。紫霞仙子等人露出一脸跃跃式的表情。南大门这里没什么怪物大军，至少怪物大军距离城门口还远着呢，他们想去西大门参加抵抗。此时李凡却摇了摇头，别去，你们来不及的。众人一愣，为什么？西大门距离南大门这里至少30多公里，你们过去要用多少时间？我去就可以了，你们继续守在这里吧。我走了。李凡说完，整个人便如离弦之箭，快速向戈壁城西大门方向掠去，只留身后陈二狗兄弟目瞪口呆。这种速度，我现在过去帮你捡装备，来不来得及？第108章暗金 BOSS 的恐怖与突然被秒杀。戈壁城西大门外不远处，两片巨大的乌云撞到了一起，其中一方就是戈壁城内的 NPC 士兵们与玩家们，他们加在一起数量至少有4万以上，而另一边则是形态各异的怪物大军，他们的数量更多，最前段的实力倒是不怎么样，但也有 LV25级以上的水平，比 NPC 士兵的平均实力低很多，但对于玩家们而言已经属于比较棘手的层次了。注意队形，前排一定要顶住啊！我死了一次，为抵抗怪物大军死亡也有贡献点数，大家不要怕死，快攻击，跟这些怪物们拼了，杀呀！卧槽， NPC 士兵们真猛，我们还是太垃圾了，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悍不畏死，冲呀！玩家们怒吼不已，亲自参与前线战况的情况下，大家很有代入感，纷纷发挥悍不畏死的精神，抵挡怪物大军的冲击。数量虽然比怪物大军少了许多，但这是因为西大门附近的玩家群体并没有全都出来的原因，否则至少能翻倍。不过即便如此，在攻城期间的死亡5次免惩罚且可以原地复活的情况下，玩家们依旧死死地顶住了怪物大军的冲击，战况开始焦灼起来。只可惜这种焦灼的战况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随着怪物大军中前排的 LV25级左右的弱鸡倒下，渐渐的玩家们需要面对的就是 LV30级以上的怪物，且怪物等级越来越高。雪上加霜地势，怪物大军中开始出现少量黑铁、青铜甚至白银阶位的小 boss， 这些小 boss 犹如一把把尖刀冲入玩家阵营内，打破了战争平衡，玩家们的防守阵地逐渐开始一步步往后退去。而更糟糕的是，不久后怪物群体中出现了好几头黄金 boss， 黄金 boss 的出现让玩家们损失惨重。而当战场上又出现了一头 LV34级暗金 boss 猛犸巨象时，玩家群体就开始出现崩溃迹象了。急火呀，秒掉那个暗金 boss 猛犸巨象！我打不到啊，猛犸巨象在我的射程之外。前排呢？有没有拿盾的前排快顶上！我一个脆皮法师怎么出现在猛犸巨象面前呢？呀！卧槽！难道真的像论坛上那些可恶的歪狗人说的那样，我们守不住城？我不信！兄弟们加油啊，顶住啊！顶不住了！在玩家们的大声怒吼中，暗金 BOSS 猛犸巨象高歌猛进。有一说一，现阶段除了李凡以外，并不是没有其他玩家干掉过暗金 BOSS， 可前提是围攻暗金 BOSS 的玩家必须都是精英高手，互相配合默契，再加上提前了解对方的技能等信息，才有可能击杀暗金 BOSS。 像眼下这种战场，玩家们数量虽然足够多，但问题是水平良莠不齐，缺少配合。猛犸巨象属于近战力量大的暗金 BOSS， 这种 BOSS 本来就属于比较难抗的一类，前排战士站不住，后排输出职业的玩家自然更被冲击的死伤惨重。玩家想集火，先不谈射程问题，能同时攻击到猛犸巨象的玩家最多只有不到100个。看看暗金 BOSS 的防御吧。之前李凡拿着史诗武器打暗金 BOSS 巨魔祭祀，输出都全靠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
猛犸巨象作为 LV34 级暗金 BOSS， 防御虽然比不上巨魔祭祀，但是双防也差不多有4000点了。这个数字太高了，如果没有多个玩家各种减少防御技能与装备的精妙配合，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的攻击能击破他的防御，所以打出的伤害基本上都只是1点而已。区区1点伤害，就算同时被100个玩家打中又能如何？普通玩家们又没得李凡那样挂壁式的攻速，因此他们的攻击对猛犸巨象而言简直跟挠痒痒似的。己方攻击打在 BOSS 身上不痛不痒，而 BOSS 的攻击却能各种秒杀。这种情况下，仅凭玩家自身想要挡住猛犸巨象，无异于天方夜谭。好在戈壁城 NPC 阵营中也不是没有高手。见到这种情况，一个身穿银色铠甲、手持长鹰枪的 NPC 士兵将领出现了。各位天选者退后一些，这头该死的畜生让我来打！一记枪花击退猛犸巨象后，这名 NPC 将领头也不回的大喊着。周围玩家见状顿时大喜过望。LV55级白银阶位戈壁城将领，太好了，等级比猛犸巨象高20多级，肯定能打过他吧？他好像是近战类型啊，好机会！我是远程职业弓箭手，我可以辅助他输出猛犸巨象。辅助？就凭你每一箭只能打1点伤害，算什么辅助？别射歪射到将领身上就搞笑了。胡说，猛犸巨象体型那么大，怎妖可能射偏到将领身上啊？我也是弓箭手，我也要辅助。我看你们是想趁机搞点积分，对不对？嘿嘿嘿，我是法师，我也可以蹭一蹭。尼玛，远程了不起啊！我等近战职业也想混一混，不知道行不行？ NPC 士兵将领的到来让附近玩家们心下大安，纷纷开始组织起反攻。战斗激烈的进行着，猛犸巨象的血量开始肉眼可见的下滑，附近玩家们很激动。助攻可是有守城任务积分，猛犸巨象作为暗金 BOSS， 助攻积分肯定也不会少。再说了，攻城的怪物死亡后也会掉落物品，这头猛犸巨象死亡了，肯定会掉落出暗金装备吧？一想到暗金装备，众多玩家的心情就忍不住火热起来。突然，大约10分钟后，被磨到半血的猛犸巨象仰天发出怒吼：啊！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迅速在空气中浮现，在玩家们惊骇的眼神中，这道冲击波所过之处，一个个玩家迅速化为白光，被当场秒杀。冲击波延续了近100米才消失，猛犸巨象周围100米圆形范围内骤然变成了真空地带。哦不，除了 NPC 将领，但他也嘴流一丝鲜血，半跪在地上好一会儿，看起来受伤不轻的样子。玩家们愣住了，难道 LV55级的白银 NPC 将领不是这头 LV34级暗金阶位猛犸巨象的对手？接下来该怎么办？正在玩家们着急的时候，突然一道身影如闪电般出现，一头撞死了血量还有1半的猛犸巨象。第109章天神下凡，战况逆转。卧槽，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大的暗金 BOSS 猛犸巨象呢？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我的天，被秒杀了！大家快看守城积分排行榜。居然是他！刚才那道一头撞死猛犸巨象的身影，竟然是太岁神！卧槽，那是什么速度？老子眼睛都看不清，而且他的输出的多高啊！居然能秒杀半血猛犸巨象！不愧是全服第一强者，各种击杀传奇 BOSS 的男人，这战斗力简直离谱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看着猛犸巨象倒下的尸体，玩家们一开始是很懵逼的，他们可是亲眼看到猛犸巨象的战斗力是多么恐怖，连 NPC 士兵将领 LV55级白银阶位的高级战力都打得相当艰难，甚至出现不敌的迹象。然而顷刻之间，刚刚放完大招的半血猛犸巨象就这么被秒杀了。我以为 NPC 士兵将领就已经天下无敌，没想到竟然有人比他还勇猛，这是谁的部将？看看积分排行榜新刷新的第一太岁神，玩家们明白了，哦，原来是他啊！那没事了，区区暗金 BOSS 而已，太岁神下午的时候可是连 LV45级传奇 BOSS 都干掉了，猛犸巨象被他干掉不是很正常吗？然而认知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这边无数玩家与高级 NPC 将领辛辛苦苦的与猛犸巨象缠斗近10分钟，才堪堪将其打掉1半血量。可太岁神一出现，直接将其瞬秒了，战斗力差距也太夸张了吧！这也太离谱了！太岁神他捡走了猛犸巨象掉落的暗金装备，他没有停下，他在继续刷怪。卧槽，这是什么啊？玩家们再次瞠目结舌起来，因为李凡击杀猛犸巨象后并没有停手，而是继续屠杀战场上的其他怪物。在附近玩家们的眼神中，李凡的速度快如闪电，1秒时间就窜出数千米距离。所过之处，原本如同潮水一般的怪物大军突然出现一道线形的死亡通道，秒杀！所有拦在李凡面前的怪物，不管实力怎样，统统都被秒杀。这一幕
让现场的玩家们与 NPC 士兵们全都不由得瞪大眼睛。他是一路撞死怪物们的吗？太恐怖了，这是什么层次的战力啊？太岁神他真的是跟我们一样开服第1天才进入游戏的玩家吗？他的战斗力感觉比我强1万倍，可怕的输出，更可怕的速度。我突然觉得守城任务要求的坚持4小时，其实是让攻城怪物那边坚持4小时吧。以太岁神展现出来的这种实力，这次攻城怪物们够他一人砍的吗？太离谱了，强大的让人忍不住绝望。这就是游戏官方所说的一个普通的幸运儿，我们真的能超越他？呵呵，感觉被官方套路了。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战局了，太岁神的实力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届的天选者这么优秀的吗？真可怕呀！在玩家们与 NPC 士兵们震惊的目光中，李凡的杀戮还在继续着。这一波攻城怪最低实力 LV25 级，最高也就 LV50 级左右。这种层次的小怪，在李凡面前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一道剑气往往就能秒杀一小片。以他的攻速移速，整个人宛如战场绞肉机，所过之处到处都是怪物的尸体。李凡都没空捡怪物们掉落的战利品，当然普通黑铁阶位的他也看不上，只有黄金以上的战利品他才会屈尊身体捡起来。这一波攻城怪物数量大约有5-6万的样子，站位比较集中，战线横向遍布2-3公里，纵向大约7-8公里。李凡在怪物群中来回穿梭，怪物大军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快减少。而与此同时，李凡面板上也每秒刷新成百上千道击杀提示信息，没过多久，身上便接连冒出2道升级的白光，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42， 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43。 爽！李凡心情无比畅快。过去2个多小时在天耀城野外刷怪，自己连1级都升不了，而现在面对怪物大军，他不到1分钟时间便连续升了2级。怪物攻城果然是升级的好机会，太爽了！这些怪物数量多，种类也多，其中不少各种黑铁青铜白银小 boss 被我击杀后都有首杀奖励的自由属性点，舒服。我的天赋不断生效，敏捷属性增加了，基础敏捷属性来到了18万多，要不了多久天赋就能升级第3阶段了。李凡看着面板上不断出现的提示信息，整个人忍不住心花怒放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2把史诗武器都砍得没快耐久了，但是没空修理，拿着随手捡起的蜡机长剑继续砍。反正输出对普通小怪而言也足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 boss 一件不行就多砍几件好了，反正以他的攻速而言都不算是。不知又砍了多久，冲击戈壁城西门的这波怪物群渐渐的已经被李凡以一己之力干掉了2/3多。杀戮还在继续，但战场上 NPC 士兵与玩家们都已经无所事事起来，就凭这些杂鱼就想攻破我们戈壁城西门，真是有够可笑的呢。哈哈，我与太岁神嘎嘎猛杀，守城积分榜排名第2，只有200多积分，但是太岁神已经有3万多了，离谱！任务刚刚开始，第1名就已经定下了。这一届天选者中出现了一个超级强者，我们戈壁城有救了！哈哈哈哈！在玩家们与 NPC 们激动议论的声音中，忽然全城公告再一次出现了。戈壁城公告：南大门突然出现大批怪物，己方阵营防线告危，请速速支援，请速速支援。X3， 不好，我们刚刚被暗金 BOSS 猛犸巨象屠杀，也只是损失惨重。南大门那里发生了什么？竟然用防线告危来形容？守城任务要求怪物无法破城，可不能让他们冲到城内啊，否则任务很可能就失败了。我们现在支援过去，估计也来不及了。太岁神大佬快！太岁神大佬呢？第110章都得死。此时此刻，戈壁城南大门跟出现在西大门规模差不多的怪物大军，在城外的空地上与守城玩家和 NPC 士兵们交手了。这波攻城怪物与西大门的整体实力也差不了多少，先锋部队也都是 LV25 级左右的普通小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守城玩家与 NPC 士兵们其实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至少面对先锋怪物部队属于优势。但偏偏意外出现了，怪物大军中出现一群特殊的生物，嗜血蜂群。没错，就是当初李凡在拯救杨洋洋与咩咩咩母女俩时遭遇的嗜血蜂群。这种生物本身实力很弱，但恐怖就恐怖在被清空血量后会瞬移自爆，妥妥的战场大杀器，让猝不及防的玩家群体们大批减员，也让 NPC 士兵防守的阵营中出现大规模骚乱。无敌瞬移自爆，嗜血蜂的这一套连招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他妈怎么打啊？不攻击嗜血蜂，他们会攻击我们，我们一旦反击，他们就瞬移自爆超。嗜血蜂数量太多了，我们就算能把他们杀光，估计所有人也都会死1-2遍，太难了我超。玩家们打得束手束脚，关键还是嗜血蜂属于体型小的飞行生物，
可以与地面怪物部队打配合。南门这边的玩家本来就有一些去支援西大门了，现在数量少不说，还需要面对地面跟空中的双重怪物冲击，防守的太艰难了。战斗刚结束不到1分钟，就出现了溃败的迹象。而更让大家绝望的是，怪物群体后方出现数头体型庞大的生物，一看就大概率是黄金阶位以上的 BOSS。现在他们还没来到战争前线，等他们来了，戈壁城防守无异于雪上加霜，难度倍增。兄弟们，坚持住啊！挖槽，好消息！我一个在西大门防守的好友跟我说，太岁神刚才过去了，并且以一己之力屠杀了数万头怪物。坚持住啊，坚持到太岁神到来就好了。一己之力屠杀数万头怪物，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你朋友在逗你玩？卧槽！快看积分排行榜，太岁生他太变态了。我也有个好友在西大门防守，他说太岁神已经往南大门这边赶过来了，兄弟姐妹们，大家加油啊！突然，玩家群体中大声喧哗起来，崩溃的迹象顿时逆转，一个个都变得无比凶狠。附近的 NPC 士兵们见状有些不解，但也很欣慰。天选者群体怎么了？太岁神又是谁？可能是他们崇拜的一个强者吧，我没听说过。不管了，反正有斗志是好事情，大家坚持住，等待帝国高层支援过来，一切就安全了。NPC 士兵群体们的战斗意志可要比玩家们坚定得多，毕竟玩家们只是当自己在玩游戏，而 NPC 士兵群体可是在真正的守卫家园。背后的戈壁城内有他们的亲朋好友，作为东华帝国的士兵，戈壁城的守卫者，他们必须要坚持。虽然不清楚玩家群体为什么变得斗志昂扬起来，但 NPC 士兵们见此都很开心。不死不灭的玩家在他们眼中可是抵抗怪物大军的好帮手。不过 NPC 士兵们内心的这种不解很快就得到了解答，因为就在此时，怪物大军西侧出现一道身影，这道身影闪电般窜入怪物大军内部，一道道煊赫的剑气宛如白色光柱，将他周围所有怪物都砍成碎片。没错，这道身影正是李凡。此时的他已经修理好了正义裁决之刃与撕裂者之剑2把史诗武器的耐久，之前在主城铁匠铺买的材料，他自己又有锻造术技能，因此装备耐久问题自己就能解决，只是需要一定时间与大量材料而已。李凡修理好装备后，便一刻不停地赶到南大门这片战场上。他的到来犹如一把割裂战场的巨剑，走到哪，怪物大军就死到哪。最高实力只不过是 LV47级黄金阶位的怪物大军，在他面前无一合之敌，统统都是被秒杀的下场。从战场西侧开始，他一路横冲直撞，硬生生打破了怪物大军的冲击势头。提示：你已击杀。提示：你的天赋生效。提示：你获得某某点守城积分，当前积分榜排名第一。提示：该次击杀为该生物的全服首杀，你获得某某点自由属性点的首杀奖励。略。面板上不断出现各种提示声，李凡刷得更欢快了。没多久，整个战场上那10来头体型高大的黄金 BOSS 就被他干掉。随之又赶到嗜血蜂群体附近，李凡直接毫不犹豫的就砍，刷刷刷！剑气窜入嗜血蜂群体内搅动，一瞬间，数百只嗜血蜂进入红温自爆状态。李凡打完就走，毫不留恋。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节约武器耐久，他此时使用的武器并不是2把史诗长剑，而是一把随手捡起来的 LV30级白银品质长剑，属性不值一提，其中一项是让他拥有 8% 的吸血效果。嗜血蜂红温瞬移自爆连招，普通阶位的瞬移时机掌握不好，根本打不到李凡。黑铁青铜阶位的瞬移时机掌握得好，但李凡的移速已经今非昔比，能躲掉绝大多数，就算硬吃也没关系。附近这么多小怪呢，随随便便就能通过吸血吸上来。嗜血蜂一波自爆之后，李凡又上去砍，接着故技重施去砍其他小怪。如此没过多久，几乎所有嗜血蜂就被他玩弄没了。解除了对 NPC 士兵与玩家们的致命威胁，李凡又开始努力刷起了普通小怪。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到来逆转了整个南大门的攻防战况。玩家们与 NPC 士兵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惊呆了。卧槽，这就是太岁神真正的实力吗？太恐怖了！刚才我兄弟说西大门数万头攻城怪物被太岁神1分多钟打残，我还不信，现在我不得不信了，他的强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太岁神移速估计至少每秒3000米以上，攻击发出的剑气都是 AOE 伤害，各种秒杀，攻速又快的不可思议。我估计他平均每秒至少能干掉200-300头小怪，太可怕了。守城任务要我们坚持4小时，在太岁神面前，应该指的是让攻城怪物4小时不死光吧。第111章，天赋第3阶段，敏捷接近30万。无尽苍穹游戏论坛，震惊！太岁神现身戈壁城，天神下凡。一个人的屠戮，进来看太岁神真正的实力。帖子内有录像，戈壁城玩家录像，
有大佬分析一下太岁神的移速有多快，敏捷有多高吗？论坛首页被有关李凡的帖子刷屏了，很多发帖人都是戈壁城内外的守城玩家，帖子中往往附带他们视角录下李凡屠杀攻城怪物的表现。一个个浏览帖子的吃瓜路人们，在看完录像后，全都彻底沸腾起来了。纳尼？太岁神这个表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他一个人竟然比数万玩家还要厉害？假视频吧？假你妹！事实都摆在眼前了，小鬼子还最硬呢，承认太岁神强很难吗 ？Oh my god！ 太岁神的表现太不可思议了，他其实是无尽苍穹的开发者吧？否则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能这么厉害，暗金 BOSS 都能秒杀，太恐怖了！如果我要能有他1/10的实力，该有多好啊！1/10？别闹了，我能有太岁神1%的战斗力就满足了。毕竟从录像来看，他的实力简直比1万个普通玩家加起来还要强，1%也相当于拥有以一敌百的能力了吧？马德，太离谱了！作为普通玩家的我，感觉受到了冒犯。这本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守城战，因为太岁神的原因，戈壁城的怪物攻城事件成为他个人的表演舞台。该死的游戏官方，现在还有脸说我们普通玩家有机会超越这样的变态吗？阿西巴，我要举报太岁神开挂！龙国人就喜欢开挂，我鄙视太岁神这种行为。楼上的棒子被刺激的疯了，真可怜！大家不要理他。论坛玩家们沸腾不已，纷纷在相关帖子中抒发感想。对于录像中李凡表现出来的实力，每个人都被深深的震撼到了。看衰戈壁城守城战的声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开始讨论起录像视频中李凡飞人的表现。有人表示太岁神不愧是游戏第一人，果然强大的不可思议。有人分析太岁神在录像中的表现，推测他的敏捷属性恐怕至少有10万以上。还有人激动地诉说太岁神的存在已经严重破坏无尽苍穹游戏平衡，该受到官方制裁。这部分人的数量还不少。虽然之前游戏天道已经回应过这类声音，但谁让李凡强的超出所有人理解的呢？原本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未来某一天能超越李凡，但是现在看着李凡表现出来的恐怖战斗力，这种希望已经变得无比渺茫了。被刺激的心态失去了平衡，自然就要发泄，所以游戏论坛上又开始各种抗议谴责的声音。当然，这一切跟李凡本人没什么关系，他就算看到了也会满不在乎。自己是重生者，又有 SSS 级成长天赋，强一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这都能泯然众生的话，那该有多废物啊！抗议、谴责，随便你们了。反正等游戏与现实融合，吃亏的又不是我。戈壁城南大门外战场，看着李凡在攻城大军中横冲直撞的身影，玩家们的议论声就一直没听过。太强了！我原本还有些担忧守城任务可能失败，现在一看太岁神大佬这种表现，那一丝担忧彻底没了。是啊，太岁神大佬恐怖的一笔，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这么强，真羡慕啊！看完太岁神的表现，我只想说，我今晚做梦有素材了，梦中的我将夺舍太岁神，嘿嘿嘿！咦，你们快看，太岁神怎么停下了？怪物大军还没砍完呢，难道他想留着一些小怪给我们刷？我擦，别，我都已经躺平了，只想拿保底奖励。没错，在玩家们的注视中，李凡原本大肆刷怪的身影突然停顿了。这是因为经过酣畅淋漓的屠杀后，他的天赋终于满足了升级条件。提示：你已经击杀10万头 LV20级以上生物，恭喜你 SSS 级品质天赋光之祝福自动升级至第3阶段。怪物攻城的机会让我起飞，不知不觉天赋又升级了，爽！李凡美滋滋的查看天赋第3阶段属性加成。光之祝福第3阶段 SSS 级天赋：1. 你的基础敏捷属性增加3000点，正 5%。 2. 你每击杀一个小怪，自身至少永久增加4点敏捷，击杀怪物实力越高，则奖励的敏捷点数也越高。但作为代价，你击杀 LV40级以下，包括 LV40级的生物不再获得敏捷点数。3. 你每次攻击成功时附带 2% 敏捷属性数值的真实伤害。4. 你获得天赋技能神速时刻，激活后自身敏捷属性额外提升 100%， 效果持续10秒，冷却时间24小时。天赋成长至下一阶段进度，击杀 LV40级以上生物数量0 20万。备注 SSS 级唯一天赋，总共10个成长阶段，努力吧少年。跟第2阶段比起来，第3阶段的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不但固定敏捷点数加成一项中多出了 5% 的额外提升，刷怪永久增加的敏捷点数也翻倍了。至于击杀 LV40级以及 LV40级以下生物不会获得敏捷点数，没关系，李凡如今也很少有机会特意刷 LV40级以下的小怪，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提升还是第3条，攻击附带 2% 敏捷的真实伤害，
相当于自己面对防御超高的高阶位 BOSS 时，输出能力比以前也翻倍了。而新增的第4条属性也让李凡很开心，敏捷额外提升100%的主动技能，这给他火力全开的爆发状态拔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爽！第3阶段已经这样变态了，不知道第4阶段又会有怎样的提升呢？李凡期待不已。他顺带着瞥了一眼自己个人面板，等级 LV45 级110万3280万，属性力量3002加900，敏捷29万9358 9805，精神1432加430，体力5380加1614。其他略。4维属性括号中显示的是 buff 临时增加的属性，主要是史诗戒指被动的加成，而括号前面的数值则是基础属性。经过2场一面倒的屠杀，此时此刻李凡的敏捷属性赫然已经接近30万了。第112章东门危机，戈壁城城主激战传奇魔物。就在李凡欣赏自己全新版本天赋的时候，戈壁城东大门之外，这里的怪物大军也开始冲击了。玩家们一开始纷纷还感到很庆幸，因为比起西南2座大门的怪物大军，东大门这里的怪物数量比较少，实力也普遍较弱。放眼望去，其中最强者也只不过是一头 LV46 级的黄金 BOSS 而已。当然，对于现场的玩家来说， LV46 级黄金 BOSS 也算是相当棘手了。但不是还有 NPC 士兵吗？黄金 BOSS 也不知怎么想的，不打实力弱的玩家群体，反而头铁的找上 NPC 士兵们。现场的玩家们自然乐意见到这一幕，打普通小怪，混守成积分，多轻松的一件事啊！然而，玩家们的惬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约2分钟后，从远方出现一个外形一看就很邪恶的生物，一头4肢发达、手持巨斧、直立行走的鳄鱼。玩家们本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最多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 BOSS 而已。结果万万没想到，刚接触到这头直立行走的鳄鱼，就遭到单方面的屠杀。50级传奇阶位 BOSS 荒漠鳄鱼。卧槽！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恐怖的 BOSS 啊？一点预兆都没有，明明除了他之外，战场上最强的 BOSS 也才黄金阶位，只挨了一下平，我就死了，完蛋，这他妈怎么顶啊？玩家们痛苦的大叫起来。LV50级的传奇阶位 BOSS 荒漠鳄鱼，这种层次的 BOSS 根本不是他们能打得过的，别说击杀，就连靠近他10米内都做不到。荒漠鳄鱼走到哪里就会出现一片真空地带，一个个守城玩家们化成死亡的白光。他距离戈壁城城门口越来越近，情况万分危急。不过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戈壁城内快速飘了出来，这是一个手持蓝色法杖的白胡子老头。经常在戈壁城混的玩家一眼就认出来，这个老头正是戈壁城城主，一名 LV62级传奇阶位的冰系魔导师，名字叫做马半山。他刚出来，法杖就指向地面上大杀四方的荒漠鳄鱼。冰冠随着湛蓝色的魔法能力精准命中荒漠鳄鱼身上，后者身体顿时凝固了，被凭空出现的寒冰棺材封在内部。但是眨眼间，寒冰棺材便开始出现道裂痕。马半山脸色一变，大喊道：附近的天选者们快退远一点，我困不住他多久的。其实不用他吩咐，玩家们已经在亡命狂飙了，个个都恨不得多长2条腿。大约3秒后，随着寒冰棺材碎裂成渣，荒漠鳄鱼也脱困了。这家伙一双瞪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看向马半山。嗷！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让马半山措手不及被打中，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快速往地面上降去。血域！好在马半山异常状态抗性不算低，在降落到地面之前便醒了过来。但荒漠鳄鱼已经近身，他想再飞到天上拉开距离也没那么容易。双方激战到一起，马半山作为 LV62级传奇冰系魔导师，各种控制技能层出不穷，保命能力也相当不错，近距离作战也不虚对方。但是荒漠鳄鱼属于擅长近战类型的 BOSS， 虽然等级比马半山低12级，但近身战斗弥补了这方面的差距。轰轰轰，咔嚓撕拉，伴随着双方技能交错引出的声音，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这一幕让附近的玩家们也不着急跑路了，转头开始津津有味地欣赏起双方的激战。卧槽，这也能控制住？马半山的技能真给力啊，也真华丽。荒漠鳄鱼也很强啊，不愧是传奇阶位 BOSS， 马半山的控制打在他身上几乎没有影响，不知道开启了什么技能。战斗很焦灼啊，你们说他们哪一边能赢？还用问，那肯定是马半山啊，毕竟他可是比对方高12级呢。不知道他们跟太岁神比起来，谁的战斗力更厉害呢？说不准太岁神大佬击杀过不少传奇 BOSS 了，但毕竟等级太低了，现在也许危险，等他升到 LV50级以上，估计就能10拿9稳了。哇操，不好， BOSS 朝我们跑过来了，快溜啊！聊着聊着，玩家们发现情况不对了，这荒漠鳄鱼咋放着身边的马半山不打，
反而向我们玩家冲过来了呢？难道你丫的想虐菜？擦！难道就没有一点王对王的心态吗？作为传奇 BOSS， 怎么还冲我们普通玩家冲过来了？我呸！你丫的还要不要脸？天选者们快跑！这头畜生有吸血恢复能力，别让他打到你们啊！马半山的怒吼让附近玩家们纷纷回过神来，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荒漠鳄鱼如虎入羊群，开始了疯狂杀戮，一个个玩家们倒在他的攻击下。与此同时，他刚才被马半山磨掉的一些血量亏损，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回复着。玩家群体在他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补血站。对不起了，天选者们，我必须要击杀你们，不让这个畜生恢复生命。很抱歉，不过你们都是不死不灭的特殊群体，你们一定能理解这是我的做法吧？让玩家们绝望的是，马半山也对着自己举起了法杖，遭到2个传奇 BOSS 的攻击，还能有命活下来。哎，还真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之前在西门收到传奇 BOSS 出现消息的李凡正好赶到这里了。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荒漠鳄鱼的身体，二话不说，直接化成一道黑色闪电冲了过去。没空甩真是只眼了，反正 LV50 级传奇而已，知道等级阶位就已经足够了，先砍了再说。李凡拿出撕裂者之剑，秒给自己释放暴走、幻影剑舞等小 buff， 然后上去就砍。29.9万基础敏捷属性，就让李凡的基础攻速高达每秒8000多次。戒指被动让他敏捷属性综合达到39万，各种攻速小 buff 一加，每秒攻速超过15000。李凡前世 LV200级火力全开时期，最高攻速也没有这一半高呢。这个阶段他绝对属于 bug 一般的存在。第113章 0.2 秒打残传奇 BOSS， 魔女百菲斯现身。1剑、2剑、3剑、3000剑，不到 0.1 秒时间，李凡就甩出了接近3000次攻击。撕裂者之剑有百分比减防效果，暴风剑术有减防效果，破甲技能也有减防效果，三管齐下，传奇 BOSS 荒漠鳄鱼的防御很快就被压低了到原本的 55% 左右。李凡的每一道攻击打在他身上都能破千，要不是荒漠鳄鱼血后又在被李凡攻击过程中激活了一个可吸收伤害的护盾被动技能，他根本顶不住李凡3000次攻击。但即便激活了，也就多抵抗了 0.1 秒时间而已。战斗信息：荒漠鳄鱼屠夫 LV50 传奇生物，受到致死伤害，激活被动技能邪神庇佑，将在接下来10秒时间内处于无敌且不受任何控制的状态。咦，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保命底牌！行吧，那就让你再多活10秒时间。李凡愣了一下，果断不再砍他了，反正10秒时间而已，无敌时间一过，荒漠鳄鱼还能翻了天不成？于是他索性转头攻击战场的其他攻城怪物们。李凡突如其来的出现，又风轻云淡的离开，短短不到1秒时间的变化，让现场玩家们都惊呆了。哇操！什么情况？大半血的荒漠鳄鱼直接变成残血了，发生了什么事？太岁神是太岁神大佬过来了！我的天，他比视频录像中的更恐怖。荒漠屠夫可是 LV50 级传奇 BOSS 啊，在他面前竟然连1秒都没坚持住，就被逼出保命底牌。什么1秒？明明是半秒时间都不到。半秒？哼，作为从头看到尾的旁观者告诉你，绝对不超过 0.3 秒。不，我也恰好从头看到尾，我觉得最多 0.2 秒，太岁神大佬就把荒漠屠夫打残了。我的天，你们注意到荒漠屠夫头顶上冒出的无数道受伤害数字了没？每一道都是4位数，且一瞬间冒出多少道根本数不清。而太岁神的动作在我眼里好像没动过一样，他的攻速快得不可思议，让我眼睛出现了幻觉。有救了，太岁神大佬好强，牛逼！玩家们彻底轰动了。荒漠鳄鱼可是 LV50 级的传奇 BOSS 啊，你就这么 0.2 秒时间把他血条打成一丝了？你丫的才是传奇 BOSS 吧？这特么也太离谱了！一些玩家们回想起刚才讨论马半山、荒漠鳄鱼与太岁神谁更强的话题，忍不住暗暗摇头。天真，刚才的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这2个传奇 NPC 与 BOSS 有资格跟太岁神放在一起比较，这简直对太岁神是一种侮辱。另一边，戈壁城城主马半山看着荒漠鳄鱼残血无敌的现状，再看看已经开始清场附近攻城小怪的李凡，他整个人都懵逼了。俺爹老天爷，这一届的天选者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啊！作为东华帝国的高层之一，马半山自认对天选者这种存在是非常了解的，毕竟帝国历史中曾出现过不止一次天选者群体。历史记载，天选者属于不死不灭的存在，前期实力很差，但成长速度极为惊人，往往用不了1年时间就能成为东华帝国的战力支柱。但成长速度再快，也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一届天选者才出现几天啊，刚刚1周时间而已。马半山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点时间，怎么会有天选者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连 LV50 级传奇 BOSS 在他面前都跟脆皮小怪似的。这超出认知的一幕，让马半山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不过，当看到残血开无敌的荒漠鳄鱼开始往外逃命时候，马半山迅速回过神来。这时候想起要跑了，你能跑得掉吗？马半山迅速给自己释放飞行术技能，准备跟上。不成想，他使出浑身解数都赶不上亡命狂飙的荒漠鳄鱼。喂，那个叫太岁神的天选者，他要跑了，你不管吗？马半山隔空喊话李凡。李凡瞥了一眼荒漠鳄鱼，笑了笑，别急，先让他跑个8000米，能从我手里逃掉，就算他有大本事。马半山，卧槽，这年轻人太嚣张了。不过人家嚣张有嚣张的资本啊。以马半山的实力，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名为太岁神的天选者每秒移速恐怕都超过10000米了。而反观荒漠鳄鱼，那家伙就算不顾一切的逃跑，每秒也就大概能跑个300-400米的样子。啊，这自己还操心个屁啊！马半山干脆放弃追逐荒漠鳄鱼，开始跟李凡一样屠杀起现场的其他工程小怪们。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荒漠鳄鱼的无敌时间便只剩下最后1秒，而直到这时候，他也不过才跑出去3000多米的距离而已。李凡回头仅仅花半秒时间就赶到他的身后，并举起长剑，随时准备在对方无敌时间结束后就落下。不出意外的话，荒漠鳄鱼死定了。只是意外偏偏就出现了。正当李凡准备落下长剑的时候，忽然视线一花，眼前的荒漠鳄鱼就失去了踪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与此同时，一道悦耳的声音从半空中传入李凡的耳朵里：摧毁巨魔部落与尸蝎部落的天选者，我终于找到你了，嘻嘻嘻。李凡抬头望去，只见半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庞然大物，此物长着蜥蜴脑袋，胖乎乎的身体，长长的尾巴，后肢粗壮，前肢瘦小但有着锋利的爪子，全身皮肤黑里透红，弥漫一缕缕黑色的魔气，后背位置展开一双巨大的肉翼，整个形象赫然就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巨龙。而在这头巨龙的头顶上站着一个体型婀娜多姿的人类御姐，不，并不是人类，只是外表看着像而已。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姿态慵懒，浑身上下只有蕾丝边的黑色服饰遮拦着重要部位，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湛蓝色的双眸笑眯眯的，一头银白色的长发延伸到腰部，左手成拳托着脸颊，右手拿着一根镶嵌着红宝石的法杖，歪着头打量着地面上的李凡。如果不是他头顶显示其为魔女百菲斯，是 LV60 级史诗生物，以及脚下巨龙显示为 LV55 级传奇生物，再加上巨龙背上本来该死去的荒漠鳄鱼，李凡一定会以为他是漫画中走出来精灵呢。第114章，魔女的邀请，改变阵营。咦，荒漠鳄鱼哪去了？不会被太岁神干掉了吧？不应该啊，怎么没有全服公告？卧槽，你们快看天上，那是什么？卧槽，好好看的御姐，糟了，是心动的感觉。真特么服了你这个舔狗，仔细看看那个御姐是什么？她是 BOSS 啊，她脚底下有巨龙，残血的荒漠鳄鱼也在她身后。LV60 级史诗。戈壁城东大门的玩家们炸开了锅，看着天空中的魔女百菲斯，每个人都忍不住惊慌失措起来。虽然大家对李凡很有信心， LV50 级传奇生物他都能 0.2 秒打成丝血，但是史诗生物跟传奇生物完全是两个概念。同等级情况下，史诗 BOSS 差不多是传奇 BOSS 的2倍实力，这2倍可不只是血量方面，更重要的是攻防属性。原本打在传奇 BOSS 身上能打出4位数伤害，但在史诗 BOSS 身上可能就只有1点。尤其是这个史诗 BOSS 的等级还比荒漠鳄鱼高出整整10级，那攻防属性就高的不止1倍那么简单了。一次怪物工程竟然出现了等级这么高的史诗生物，这是诚心让我们守城任务失败啊！太岁神他能打过魔女百菲斯吗？在远处玩家们焦躁的目光注视中，李凡心态还是很冷静的。史诗 BOSS 又怎样？他又不是没打过。输出方面有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防御有速度快可以躲避对方输出，所以有什么好怕的？李凡的内心反而还激起了斗志。当然，在战斗之前，李凡首先悄悄给对方一个真视之眼。生物：魔女、博菲斯、空间、智慧。实力： LV60 级史诗阶位。攻防属性：500万 HP， 其他未知。4维属性：技能1空间转移，百菲斯每隔一小段时间可以指定一个生物控制其瞬移到1000米以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其他技能，不出李凡的意料，传奇品质的真视之眼在 LV60 级史诗魔物面前侦查到信息相当有限。习惯了真视之眼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李凡一时间有些不适应这种实力未知 BOSS。 好在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魔女百菲斯有点印象，前世我好像听说过。对了，他就是邪神索尔属下的石魔将之一，曾经站在玩家对立面，最终被玩家用人海战术干掉。重生就是这点好，可以利用前世记忆省去收集情报的工作。李凡脑海中稍微回忆一下，
就冒出关于魔女百菲斯的一些记忆碎片。想到魔女百菲斯，就不得不先提一嘴她的上司邪神索尔了。在《无尽苍穹》游戏背景中，邪神索尔属于一个上古时代的神灵生物，东华帝国就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大约900年前，邪神索尔被东华帝国的强者与当时的天选者，也就是玩家群体合力击杀。但邪神索尔并没有彻底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意志逐渐复苏，并开始计划复活准备。邪神索尔的属下有10名魔将，也是他最强力的10个打手小弟，魔女百菲斯就是其中一个。10名魔将为了复活他，进行了死亡祭祀，祭祀群体就是东华帝国全体人类。于是双方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最终东华帝国一方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阻止了邪神复苏祭祀，邪神索尔与他的10名魔将属下彻底死亡。当然，此时的邪神索尔还没成功复活，10名魔将的死亡祭祀行动也还未展开。后半节故事是在李凡前世记忆中发生的。魔女百菲斯，一个擅长空间魔法的法师类型史诗智慧魔物，一身技能神鬼莫测，也是10魔将中第一个与玩家接触的存在。如果按照前世的记忆，他应该在开服2个月后，等玩家等级普遍升到 LV60级以上才会出现，这一世提前了。是我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吗？不管了，先砍了再说。李凡脑海中思索到这里，眼神逐渐坚定起来。他打算先下手为强，不过此时魔女还没降落到地面，对方在空中，他也没办法先下手为强啊。好消息是，魔女说完话后就开始缓缓下降了。坏消息是，下降到20多米的高度就停下来了。这个距离，李凡是能攻击到的，但很难阻止魔女逃跑。所以为了不打草惊蛇，李凡按耐住自己内心的冲动。等待机会的过程中，魔女百菲斯又开口了：“天选者太岁神，我记住你了，就是你屠杀了巨魔部落与尸蝎部落，你让我们魔界损失很严重，你知道吗？这次怪物工程就是我为了寻找你临时起意的。你很特别，伟大的索尔很看重你。斯科尔德与辛巴那2个废物死也就死了吧，我刚才也看到你的实力了，不得不说非常令我心动，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放弃你人类的身份，加入我们魔界，成为我手下的一员强者吧。”玩家与人类 NPC 眼中，智慧魔物就是魔物，但在智慧魔物眼中，自己的阵营却叫魔界。这次怪物工程的幕后黑手竟然是百菲斯，而且还是特意为了寻找自己发起的攻城战。瞬间，李凡明白了为什么这次怪物工程来得这么突然，3面进攻又显得很儿戏，原来对方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攻破戈壁城啊。而与此同时，魔女百菲斯的话音刚落，李凡面板上就出现了新提示：提示，你触发了一个特殊选项。提示，魔女百菲斯邀请你成为魔物，是否答应对方？友情提示，该选择涉及阵营转换，答应对方后将转为魔物阵营，失去所有功勋点数等人类阵营的收获，并且与人类阵营处于敌对关系，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看着面板上的提示，李凡1秒钟都没犹豫，就想着要拒绝了。开玩笑，我好好的人不当去给你们魔物当狗，你当我是沙比吗？但李凡刚准备拒绝，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反问道：加入你们魔界有什么好处？第115章，李长生的任务完成，时机成熟，翻脸。李凡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拒绝，次要原因是想着拖一拖技能 CD。刚才为了尽快干掉荒漠鳄鱼，他释放了幻影剑舞与暴走等小技能，目前 CD 还没转好呢。等这些 buff 技能 CD 转好了，自己战斗将更有把握。而主要原因就是他想到了李长生的隐藏任务。在隐藏任务李长生的忧虑2内容中，要求李凡调查东华帝国附近智慧魔物们活跃度异常的原因。此前在面对巨魔领主斯科尔德的时候，任务进度条涨了2个百分点。当时李凡还不确定，但现在看到魔女百菲斯后，他就确定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了。智慧魔物们活跃度异常的原因，无非就是邪神索尔要复活了，因此他的属下们蠢蠢欲动。只不过这个认知来自李凡前世的记忆，想要完成任务依旧需要亲自调查。而眼前魔女百菲斯既然想招揽自己，这就让李凡看到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机会。加入你们魔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李凡再次问道。魔女百菲斯还没说话呢，一旁的戈壁城城主马半山就急了：太岁神，你可不能答应。马半晌想劝李凡拒绝，只是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魔女百菲斯甩出控制技能给沉默了。呱噪，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给我闭嘴吧。魔女百菲斯对着马半山冷笑一声，接着看向李凡的目光透出任性化的欣慰。太岁神，你很有头脑，我越来越欣赏你了。至于成为我的属下有什么好处，让我想想。魔女百菲斯语气顿了顿，开始娓娓说道：所谓好处，往往指的是财富、权力、地位3种。财富，你是天选者，你需要装备与技能书，成为我的属下，
我多年的收藏可以给你任选一件，注意，我的收藏品中可是有许多史诗品质装备哦，很合适你。权力，不知道我操控那些呆板的低级魔物，站在你面前不动任你砍算不算呢？成为我的属下，你将拥有源源不断的低级魔物资源，供你升级变强。至于地位，很简单，我有一块很大的领地，我可以跟你承诺，这块领地中你将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当然，在魔界的其他区域，你也会被奉为座上宾，毕竟我魔女还是有一点面子的。甚至，我们魔界目前最强大的战力为10魔将，将来你未必不能成为第11魔将。你可能不知道魔将意味着什么，简单的说，除非伟大的邪神之外，魔将就是魔界最强的战力，拥有最高的地位。怎么样，很心动吧？给你3分钟时间考虑，要不要答应我？听着魔女百菲斯画的大饼，李凡沉默了。沉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心动了，而是思索着该说什么能引诱对方说出邪神复活的事情，从而使自己完成李长生的任务。当然，魔女百菲斯画的大饼诱惑力其实很不错，地位什么的就不说了。换做别的玩家面对这个选择，比如义薄云天的赵日天，估计仅仅白送装备这件事，估计就会忍不住立马答应下来。更别提魔女控制小怪站着不动让自己刷，这个诱惑更大。所谓低级魔物，就是没有智慧的，死亡后能一定时间内刷新的普通小怪。这种低级魔物是玩家们升级的主要途径。站着不动让自己打，越级刷怪再也不是难事了，也不需要再费尽心思找合适的练级点，想刷多少刷多少，等级岂不是蹭蹭蹭的暴涨？只是这对李凡而言属实相当鸡肋。开玩笑，我什么实力需要你空怪给我刷？而且击杀普通小怪的收获我也看不上啊！你能给我搞点暗金传奇史诗 BOSS 的刷一刷吗？明显不能。所以你这大饼对我没有吸引力啊！想到这里，李凡也明白自己该说些什么了。不够，这点好处根本不值得我心动。你说的这些，凭我自己也未免不是做不到，所以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魔界，甚至成为你的属下呢？魔女百菲斯闻言想了想，觉得李凡说的有道理。好吧，是我相差了，以你的实力确实不缺我这点承诺的好处，那我换个条件吧。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伟大的邪神索尔即将复活了。我们10魔将即将举办一场针对整个东华帝国的死亡祭祀行动，到时候我们魔界将大举进攻，保证能让东华帝国生灵涂炭。加入我们魔界，你就不会受到我们的针对，不会遭到死亡危险，这就是最大的好处。成为我的属下，那么你对我魔界巨魔与尸蝎部落制造的杀戮将不会被任何一方追究责任，我将庇护你的安全。这个答案你满不满意呢？提示：你收集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你的任务里长生的忧虑2进度提升至 50%。 看着面板上出现的新提示，李凡嘴角微微扬起。对方终于说出关于邪神索尔复活的消息了，比自己想象的更加顺利，自己的口水没有浪费。不过这还不够，还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复活邪神索尔，邪神索尔是谁？还有死亡祭祀又是什么？东华帝国实力可是很强的，你凭什么敢说可以让东华帝国生灵涂炭？对了，据说东华帝国附近的智慧魔物部落近期比较活跃，是你们10魔将在背后搞的鬼吗？李凡化身好奇宝宝，甩出数个问题。魔女眉头皱了皱，但她觉得李凡实力不错，真心想收服，于是耐心地回答起来。邪神索尔是我们魔界强大的神灵之一，没错，动画帝国附近部落活跃异常，是我们下达的命令。你很聪明，我原来越欣赏你了。提示：你收集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你的任务里长生的忧虑2进度提升至 100%。 提示：任务已经完成，请到天耀城 NPC 李长生处领取任务奖励以及接受下一环任务内容。太好了，搞定了！李凡忍不住心花怒放起来。李长生的这个任务曾经困扰他不少时间，想不到现在动动嘴皮就完成了。舒服！怎么样，时间也差不多了，考虑好了没？魔女百菲斯问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李凡微微一笑，如果10魔将都是你这种垃圾，那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呢？第116章，先下手为强，极致爆发。卧槽，太岁神强啊！史诗 BOSS 竟然都想收他做小弟。如果你也有太岁神的实力，那么史诗 BOSS 也会给你一个面子。但是我感觉太岁神不会同意的，身为一个潜力无限的玩家，怎么能去当 BOSS 的小弟呢？以他的实力，就算现在打不过魔女，过一段时间应该也能打过的。要是我，那我就同意了，毕竟魔女长得漂亮，我愿意给她当舔狗，就是不知道游戏里能不能交配呢。嘿嘿嘿，邪神复活，魔物将入侵东华帝国。卧槽，太刺激了！我的天，太岁神这么凶的吗？牛逼！李凡与魔女的位置距离周围玩家们并不远，甚至有的玩家就在双方10米之内，
自然将他们之间的交流听个清清楚楚。听到李凡最后的一句话，玩家们都服了。大哥，拒绝就拒绝吧，你还敢上嘴脸的？对面可是 LV60级的史诗 BOSS 啊，你也太勇了吧！另一边，本来准备接受李凡投诚的魔女百菲斯，在听完他的话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虽然他不清楚辣鸡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词。而且就凭李凡的鄙视的神色，也足以让他暴怒了。有本事你再说一！魔女百菲斯咬牙切齿地说道。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呢，视线中就失去了李凡的身影。但是李凡并不是消失不见了，他的速度出奇的快，已经超过了魔女的视线捕捉能力范围。因为李凡已经进入了火力全开的爆发状态。暴走！猎杀时刻！幻影剑舞！神速时刻！诸神黄昏！此时此刻，李凡把自己能加的 buff 全部加上，一瞬间，整个人的实力翻了好几倍，攻击力暴涨，攻击速度、移动速度更是常态下的3倍以上。李凡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魔女刚才为了与自己交流，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的搞定，自己现在可以攻击到她了。既然已经翻脸了，那就要先下手为强，直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刷刷刷！当李凡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魔女视线中的时候，密集的剑气已经如同光柱一般轰在他身上。没办法，李凡的攻速太快了。幻影剑舞加暴走加 60% 多，戒指的主动技能爆发时刻增加 80%， 天赋的神速时刻更是让他敏捷当场翻倍。负1496，负1496，负1496，负3442。弱点伤害。魔女作为 LV60级史诗 BOSS 防御就很高，李凡的蜈蚣魔攻就是摆设，破不了防，输出只要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不过有等级压制效果，让李凡的攻击打在魔女身上，每次只能造成的1496点伤害。就算是偶尔打中的弱点，伤害也不过才3400出头。可惜刚才的交流时间让我连击、戒指被动等 buff 效果消失了，要不然输出至少能增加30%。好在这也已经足够了。就算按照一剑平均750的伤害来计算，魔女的500万 HP 在她面前也就只需要不到3500次普攻而已。而李凡现在火力全开状态下的攻速，3500次普攻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 0.2 秒都不到。于是以 0.01 秒为单位，魔女的血条就开始肉眼可见的暴跌。当然，作为史诗 BOSS 的她也不是吃干饭的，反击也相当凶猛。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震荡波，你受到致死伤害。你的 LV7级技能绝境怒气激活，你将在接下来17秒时间内血量保持到1点以上。战斗信息：你的战士之心生效，免疫震荡波的击退效果。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魔法反伤略。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黑暗护盾略。一道道战斗信息从李凡面板上急速浮现。当他第一剑攻击到魔女百菲斯身上后，对方的反击就开始了。虽然看不到面板，但是按照李凡的推测，魔女百菲斯的攻击力至少有3万以上。果不其然，仅仅一个技能就把李凡20万血量给清空了，非常可怕的输出。主要是李凡开启了绝境怒气后懒得躲，也懒得使用盾挡等技能减伤，而且暴走降低了他的防御力。放完震荡波之后，魔女又瞬发了4个反击技能，伤害、控制、反伤、护盾都有，但是在此时此刻的李凡面前起不到任何效果。绝境怒气让他血量保持健康，战士之心让他不受任何控制。瞬发4个技能的时间，李凡已经将他血量打掉 30% 了。放技能，放技能也算时间哦。魔女严重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李凡的实力。他没有第一时间躲避，而是反击，就是最大的错误。等他反应过来后再想跑，已经没有机会了。煊赫的剑气如月光般倾泻在他身上，顷刻之间，魔女的血量就跌到了 50% 以下了。说起了长，实际上距离李凡砍出第一道剑气的时间也才过去不到 0.1 秒而已。不过就当李凡琢磨着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能干掉魔女的时候，变故出现了。只剩下1半血量的魔女，整个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李凡抬头才发现，他使用出瞬移类瞬发技能，出现在100米高空，且保持着漂浮的状态。我要你死！魔女百菲斯怒吼着，每个字说出口，她的声音也越来越粗粝。当4个字全部说完之后，她的身上出现了可怕的变化。只见一个原本银发及腰的美少女，身体突然出现道道裂痕，像是即将破碎的洋娃娃。但洋娃娃有裂痕会碎掉，魔女可不会。等再次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时候，她全身弥漫着血红色的怒气，双手变成鱿鱼一样的触角，脸色青黑，遍布一道道复杂的暗红色纹路，眉心处出现一道漆黑的竖瞳。李凡面板刷新的提示信息：
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血量降低到 50%， 激活第二形态，4维属性提升 30%， 持续时间未知。第117章魔女恐怖第二形态，李凡瞬秒双传奇 BOSS。 卧槽，发生了什么？不是，那么漂亮的魔女呢？空中那个丑八怪是什么东西啊？从哪里冒出来的？嘶，我看到了什么？太岁神整个人一撞，就把魔女血条打掉一半了。我操，魔女可是 LV60 级史诗 BOSS 啊，她凭什么能这么屌啊？可怕的魔女，更可怕的太岁神，现在她宣布自己是披着人皮的神灵 BOSS， 我都会相信。当魔女进入第二形态的时候，周围的玩家们彻底轰动了，整个战斗在他们眼神底下进行。时间虽然短，也看不清李凡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攻击手段，但是魔女百菲斯的血条变化大家是能看得见的。战斗爆发的突然，结束的更突然，大家只见到李凡身体撞上去，下一刻魔女的血条就失去了一半。这种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原本大家认为李凡就算能打得过魔女，也必然将耗费大量时间，万没想到一个照面就把魔女血量干掉了一半。你他妈是真开了挂吧？魔女可是 LV60 级史诗 BOSS， 你一个 LV45 玩家凭什么能眨眼间干掉她一半血量？你的攻击力难道6位数了？等级压制在你身上不起效果了？玩家们震惊又懵逼的议论着。不过下一秒他们就没心思讨论这件事了，因为魔女转变第二形态结束后，盛怒之下对着李凡甩出大技能反击。死吧！魔女的法杖往李凡所在位置一指，一股血红色圆形冲击波出现，犹如金字塔形态。冲击波从顶端的一个点越靠近地面范围越大，等达到李凡头顶上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笼罩至少500个平方的恐怖 AOE 技能。李凡的绝境怒气还在持续着呢，所以他都懒得多，这个技能打在他身上起不到任何效果。但是他附近的玩家们就遭殃了。面对急速靠近的红色冲击波，玩家们想跑也来不及，在接触到冲击波的一瞬间，全都一一化成白光被瞬秒。轰隆！冲击波降落到地面上，引起巨大的爆炸。而魔女的技能还没结束，一伸触手，一个个骷髅形态的人形魔物凭空出现。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800勇士亡灵召唤，800个骷髅魔兵 LV50 级青铜出现。好家伙，没看出来你竟然还是个亡灵法师类型的 BOSS。 李凡摇了摇头， LV50 青铜骷髅兵就算800个面对自己有用。刷负5596，负5596，负13708，弱点伤害。李凡随手甩出一道剑气，于是骷髅兵出现的快，消失的也更快。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属于召唤物，李凡击杀后并不会获得任何收益。唉，终究还是被他给飞起来了。算了，暂时打不到你，那就把你的2个传奇阶位属下干掉。李凡没有飞行技能，魔女不落到地面他打不到，于是便将目光看向不远处，没来得及随着魔女一同升空的残血传奇 BOSS 荒漠鳄鱼以及魔女的坐骑巨龙。看着李凡的目光盯向自己，荒漠鳄鱼与巨龙的眼睛露出人性化的惊恐之色。如果他们会说人类语言，肯定会大喊一句：你不要过来啊！只可惜他们不会，即便会说，李凡也不会改变心意。刷负2451，负2859，负3397。此时李凡还处于火力全开的爆发状态呢，整个人好似瞬一般的出现在残血的荒漠鳄鱼面前，举剑就砍。而荒漠鳄鱼的无敌 buff 早已消失，过去2-3分钟李凡与魔女交流的时间让他血量恢复到了1/4左右。但在李凡面前，别说恢复1/4了，哪怕恢复100%又能怎样？他0.1秒都能打掉魔女的250万血量。你只剩下1/4，不到60万 HP 的传奇阶位的荒漠鳄鱼凭什么顶得住？于是荒漠鳄鱼几乎是被李凡给瞬间秒杀了。提示：你击杀了荒漠鳄鱼，屠夫 LV50 传奇生物，你获得点1466万点经验值，越级杀怪 25% 额外加成。提示：你已升级，当前等级为 LV46。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780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780点功勋点数。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560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王之巨斧传奇、奇异鳄鱼长袍、暗金、疯狂之境、暗金技能书以及77金24银58铜币。轻松干掉残血荒漠鳄鱼后，李凡甚至还有空把他掉落的物品捡起来，然后才冲向刚准备仓皇起飞的巨龙。负2569，负2944，负3432。同样的招数，剑气如长虹般打在巨龙身上。
一瞬间，他头顶上空浮现受伤害数字之多，甚至都变成一道黑色光柱了。各种被动 buff 叠加下，李凡的输出打在他身上非常恐怖。而不幸的是，巨龙的保命技能不是无敌，而是恢复生命直加护盾。这两样技能在此时此刻的李凡面前，也就只能让他多撑 0.1 秒时间而已。于是，在巨龙刚离地不到10米的距离，他的血量就已经只剩下不到1%了。猎户程小光的任务可是要求我用他家的祖传长弓击杀巨龙，现在正好是完成的机会。李凡早已在战斗开始前就想到这一点，因此巨龙残血情况下，他从背包中拿出暗金品质的诚实祖传神弓，嗖嗖嗖嗖嗖。李凡没玩过弓箭，前几次还射歪了，好在他的攻速够高，无伤大雅。切换武器后的他悟弓没办法破开巨龙的防御，但凭借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也足够了。没有意外出现，眨眼间他便清空了巨龙的所有血量。轰隆，巨龙的身体砸在地上，扬起漫天灰尘。与此同时，李凡面板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击杀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火巨龙82 LV52 传奇生物，你获得点略。第118章禁咒。戈壁城喂，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46 级剑盾游侠在戈壁城击杀了荒漠鳄鱼屠夫 LV50 传奇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略。X3 李凡干掉2头传奇 BOSS 的效率太快了，整个过程连1秒时间都不到。戈壁城东门附近看着他的玩家们，本来还懵逼2个传奇 BOSS 去哪了，结果就被骤然出现的全服公告给闪瞎眼了。干掉了，眨眼间干掉了2头传奇 BOSS， 我特么震惊的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太岁神大佬能瞬间干掉魔女半条命，秒杀2个传奇 BOSS 不是很正常吗？尤其是其中一个还是残血，正常的屁啊！妈的，我骗不了自己了，太岁神快收神通吧，你这么厉害，我受不了啊！我女神刚刚跟我说，虽然我连单挑同等级普通小怪都费劲，但她一点也不嫌弃，她说弱弱的也很可爱。俺总算明白太岁神以前是怎么击杀传奇 BOSS 的了。兄弟们，你们说太岁神的天赋不会是输出增加1亿倍吧？否则俺实在想不通他怎能恐怖如斯。卧槽，你们别只顾着议论太岁神了，快看天上，魔女要放大招了，快跑啊！玩家们聊着聊着，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咦，这天空怎么暗下来了呢？明明无尽苍穹，世界开服到现在一直是白天，难道原来这里也有黑夜？莫非是半个月半白天，半个月黑夜的那种奇怪轮换？然后玩家们抬头一看，就瞬间明白了，哪有什么黑夜，明明是魔女在放大招，竟敢击杀我的坐骑！太岁神，你彻底惹怒我了，我要你以及整个戈壁城人类都为我的巨龙坐骑陪葬，准备迎接灭绝吧！魔女龇牙咧目的怒吼之后，举起法杖开始低声吟唱起来。随着她的吟唱，天空中风云突变，一朵又一朵乌云凭空出现，逐渐布满整个天空，接着狂风呼啸，乌云像是海底的漩涡一样缓慢旋转起来。漩涡中心，一道暗红色的龙卷风缓慢凝结而出，风更大了，云也更低了，宛如天之倾倒。不只是李凡一个人，此刻戈壁城东大门区域附近所有玩家面板上都出现相同的提示信息。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正在释放技能禁咒血色巨型龙卷风，吟唱10秒后技能将释放成功，请及时逃离或打断。禁咒，玩过网游的没人对这个2个字陌生。通常情况下，禁咒意味着法师职业的最强技能，释放条件苛刻，可一旦成功释放出来，必将威力绝伦。在无尽苍穹世界中，能被称为禁咒技能的，至少也是史诗品质以上。看看魔女此时的技能威势吧，禁咒还没成型呢，就让天地变色，日月无光。等她的这道技能释放成功，说不定彻底摧毁戈壁城不太可能，但将整个东大门附近区域化成废墟的结果是肯定能做到的。卧槽，禁咒！刚才我被魔女随便一个技能波及到就挂了，现在面对更恐怖的禁咒，更没有能顶住了，溜了，快跑啊！大多数玩家们都慌了神，也有一小部分愣在原地，他们要么是被吓到脑海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跑了，要么就是不在乎死亡，静静欣赏禁咒技能的风景，又或者是笃定逃也逃不掉，干脆就站在原地等死。李凡自然是不怕魔女这个禁咒的，他的爆发状态还有几秒时间，想跑的话足够跑出数万米了，魔女的禁咒再强也不可能打到他，毕竟魔女也只是 LV60 级史诗，又不是 LV200 级史诗，禁咒技能再强也有个度。他之所以不跑，是在思索着能不能打断魔女的这个禁咒。思索1秒后，他就放弃了。算了，虽然魔女吟唱禁咒技能时间无法释放其他技能，也无法移动，就是个靶子，
但他在100多米的高空，我没办法打到，剑气攻击距离不够，弓箭射程也够不到，还是溜了吧，避其锋芒。等会死掉的玩家与 NPC 们请安心，我一定会给你们报仇雪。咦？李凡想到这里，刚准备溜走，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飞行的能力。面板上出现的提示表明了原因。战斗信息：传奇魔导师马半山 LV62 级传奇人类，对你释放 LV2 级暗金技能飞行术，你将在接下来20秒内拥有凌空飞行的能力。飞行术 buff 说明你可以凌空飞行，飞行速度最高为每秒66米。上吧，太岁神！飞行术 buff 的释放者，也就是戈壁城城主马半山，笑眯眯地对李凡说道。李凡，好家伙，自己跟魔女打起来，这老头就没影了，差点都忘记了己方阵营还有这么个高级 NPC 呢。看着马半山一脸我打断不了魔女禁咒的表情，李凡无语了。好在有飞行 buff 足够了，虽然飞行速度跟自己的奔跑速度没得比，但能飞就行，每秒66米的移速也足够了。想到这里，李凡当即脚步一用力，整个人如同火箭般升空。2秒出头的时间后，他就来到魔女的身边，二话不说，提剑就砍，刷刷刷刷，负2838，负2838。刚才自己被魔女打出绝境怒气的技能 buff 后，李凡的绝境反击被动技能就触发了，四维属性增加 58%， 再加上刚刚又升了一级，受到等级压制削弱的输出百分比由 25% 提升到了 30%， 因此李凡的输出比刚才增加了很多。飞行术让了李凡的爆炸移速失去作用，但是攻击速度却不受影响，于是攻击依旧快如闪电。李凡的攻击打在魔女身上，从来没触发戒指被动的控制效果，因为魔女的魔法护盾让他免疫控制。不过这都不重要，反正魔女此时就是个不会还手的靶子，输出够高的情况下也能打断他的技能吟唱。于是在承受了100多件伤害后，魔女终于吟唱不下去了。第119章生死一线，李凡的可怕想法，禁咒被打断了。卧槽，太好了，太岁神牛逼！魔女禁咒中断，天空中的异象开始消散，现场的玩家们忍不住开始欢呼起来。而另一边，禁咒技能被打断，魔女看起来没受到什么影响。她吸取了刚才在地面上的教训，也不想着反击了，直接一个瞬发瞬移出现在几百米开外，跟李凡拉开了距离。操！一下都不反击了，真狗啊！李凡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空中的飞行速度太慢了，没办法追着魔女砍，没招，只能降落到地面上等待时机。但是他没想到，魔女逃跑只是虚晃一招，见到他的飞行速度后，又转身过来攻击了。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暗能量冲击，你受到致死伤害，你的绝境怒气维持生效，你血量保持到1点以上。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亡火蚀骨，你在接下来12秒内每秒受到其 82% 魔法攻击力的伤害，你的绝境怒气维持生效，你血量保持到1点以上。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亡灵蛊虫，你在接下来12秒内每秒受到其 88% 魔法攻击力的伤害，你的绝境怒气维持生效，你血量保持到1点以上。魔女没有再瞬移回来，看来她的瞬移技能 CD 再短也是有 CD 的。不过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李凡人还没落地呢，她就放出3个技能。在半空中，李凡又没办法走位躲避，于是被当场打中。3个技能都因为他的绝境怒气 buff 还在，所有没有实际效果。但是这3个技能中2个属于持续性伤害。魔女的魔法攻击力是多少？李凡不清楚，毕竟真实之眼都侦查不出来。但是可以肯定至少4万以上。一开始可能没4万，但现在第2形态有加成，所以肯定有的。自己打魔女的输出很高，但魔女也能随便秒掉自己。李凡无奈，眼看着绝境怒气持续时间剩余时间不足3秒，赶紧将老装备战神阿伦的旧头盔更换在身上，起个保底效果。与此同时，他落到地面上后一刻不停，直接拿出背包中那把有 8% 吸血属性的白银长剑，冲向不远处还没离开的攻城怪物群内。开刷！12559加2260 13226加2380 11984加2156，密密麻麻到数不清的数字从李凡可他周围的怪物们脑袋上腾空而起。白银武器的 8% 吸血，暴走技能还剩下3秒的 10% 吸血，让他的生命回复效果非常爆炸。打这些普通小怪，李凡的输出可就太高了，以他的攻速，不到1秒时间就能回满血。下一秒，魔女的2个持续伤害技能也生效了，负35594，负37729，2个巨大的数字从李凡头顶上出现。我有防御减伤效果，魔女对我有等级压制增加的伤害，算一算，果然她的魔法伤害超过了4万。幸好附近有大量小怪，要不然我死定了。李凡如此庆幸地想着。
与此同时，损失的7万多血量眨眼间就又通过杀戮小怪回满了。如果过了2秒后，绝境怒气的 buff 持续时间消失，李凡心里也一点都不慌，继续刷小怪，继续吸血。值得一提的是，李凡还特意控制一下自己的输出节奏，防止自己刷的太多，把这些移动血包都给刷没了。与此同时，天空中的魔女百菲斯见状，差点被气坏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聚集过来的攻城炮灰，结果成了阻碍自己击杀太岁神的障碍。哼，你们这些废物，都去死吧！魔女冷哼一声，她也看出李凡故意在留手，于是果断帮李凡一把。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死气炸弹，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亡灵冲击波，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魔女百菲斯 LV60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暗力球，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看着面板上不断出现的提示信息，听着身后魔女发出各种技能造成的轰炸声，李凡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没想到魔女百菲斯这么狠，直接技能轰炸，帮自己清理地面上的大量普通小怪们，并且魔女似乎发现对自己攻击有效的方式。此时李凡身后有好几道黑色的、红色的魔法能量在如影随形地追逐着自己，那是魔女释放出来类似亡火石骨之类的锁定单体攻击小技能，伤害估计也不会太不高，但是有锁定追踪效果。李凡不管怎么风骚跑位，这些魔法能量都在死死地跟着自己，烦死了，一个史诗 BOSS 哪来这么多技能呢？李凡很无奈，好消息是他的移速足够快，魔女的锁定技能飞行速度都跟不上他，坏消息是技能一直在跟着，只要自己敢停下来，怕是会被瞬间秒杀。关键是攻城小怪还被魔女给轰炸了，自己想再通过杀戮吸血的方式也不行了，先跑着吧，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大不了当回恶人。李凡回头瞥了一眼戈壁城东大门附近的大量玩家与 NPC 们，心里琢磨着要不要砍他们回血，又或者大不了自己死一次呗，反正游戏与现实世界还未融合，死个把次又不会付出严重的代价。但是李凡不甘心，好不容易把魔女逼到这种程度了，如果放弃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因此纠结过后，他决定如果实在必要的话，只能委屈戈壁城的 NPC 与玩家们了。不过仿佛知道李凡心里在想什么，魔女将现场各种攻城小怪屠戮个七七八八后，转头又盯向玩家与 NPC 群体。卧槽，这家伙要断我后路！李凡有些急了。然而就在这时，让他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地面上一道土黄色的能量光束陡然出现，精准的命中半空中魔女的身体，后者宛如断了线一样的风筝，一头栽向地面。第120章净空卷轴，戈壁城城主立大功。太岁神，我终于等待到了时机，用珍藏的净空卷轴让他失去飞行能力。他太强大了，净空效果只能生效1分钟左右。太岁神，快趁机干掉他！远处传来戈壁城城主马半山的声音，让李凡明白刚才那道土黄色的光束是什么，也明白魔女为什么会一头栽倒在地面。净空卷轴属于特殊消耗品魔法卷轴中的一种，魔法卷轴属于保存着各种能力的消耗品，非常珍贵。李凡当初在天耀城城主那用功勋点数兑换物品的时候，就在物品兑换清单上看到过几个，但是单价很贵，每个都要数十万功勋点数，他当时兑换不起。净空卷轴顾名思义就是让一个目标无法御空飞行，只能待在地面或地下。一个卷轴就让李凡面对魔女会飞的无奈状况消失了。戈壁城城主，你立大功了！李凡大喜过望，赶紧掉头冲向魔女百菲斯的位置。地面战斗他可不怕对方，你快点，我快要被魔女打死了！攻城结束，全服轰动！快点快点，戈壁城需要我的游戏小伙伴们需要我这个牧师。可恶，要不是今天午觉睡过头了，我早就能跟小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了。快点，再快一点！戈壁城内，黄浩急匆匆地往东大门方向赶去。他是一个牧师，平时在游戏里有3个固定的老队友。今天他午觉睡过头了，要不是队友线下电话呼唤，估计到现在还没起来呢。好在队友给力，他也及时赶上线，刚好卡在怪物工程开始半个小时时间点，接到了守城任务。此时他正吭哧的全力向东大门方向赶去。戈壁城太大了，他一个短腿牧师上线的地点是西大门附近，因为3个老队友都在东大门参加守城战，所以他不得不长途跋涉跑过去。呼呼，终于到了！黄浩赶到东大门城墙上，也是巧了，刚上来就看到了3个老队友。你们怎么不去刷守城积分？是特意在这等着我一起的吗？我太感动了，好兄弟们太够意思了，我没教错你们。走，别看了，咱们一起下去刷。你们干嘛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咦，对了，怪呢？黄浩说着就愣住了。他见到3个队友看向自己的眼神很奇怪。
再看着城外一片空旷的场景，他懵逼了。不是说好的怪物攻城的吗？为什么城外一头怪都看不见？还有，这地面怎么像是被轰炸机霍过的似的？怎么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黄浩脑袋里一片疑惑，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怪物攻城还没开始吗？早就开始了。那怪呢？太岁神来了。太岁神，我知道他，全服第一强者嘛，他来就来吧。所以攻城的怪呢，被太岁神跟 BOSS 合力清空了。什么意思啊？黄浩又懵了。而下一刻，让他瞪大眼睛的一幕出现了。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49 级剑盾游侠在戈壁城外击杀了魔女百菲斯 LV60 级史诗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程公告，攻城怪物的幕后操控着魔女百菲斯已经死亡，攻城战斗已结束，所有接受守卫戈壁城的玩家已经自动完成任务，除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太岁神 LV49 级剑盾游侠以外，相应的任务奖励已经自动发放到玩家背包中。提示：你的已经获得奖励称号守卫戈壁城的优秀天选者青铜宝箱 X1。看着面板上骤然出现的公告与提示，再看看背包中新出现的青铜宝箱以及新出现的称号，黄浩脑袋里全都是问号，已经懵逼的说不出话来。你小子运气真好，一只怪没打就拿到任务奖励了。黄浩，哥哥们真羡慕你啊，能躺着拿任务奖励。其实我们也算是躺着拿奖励的。太岁神太恐怖了，感觉守城战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谁说不是呢？真可怕啊！ LV60 级史诗 BOSS 都不是他的对手，甚至与其战斗的时间都不到1分钟。1分钟？我觉得最多半分钟吧。太岁神太强了，刚才黄浩你小子是没亲眼看到啊？太岁神一剑灭一群攻城小怪，秒杀2传奇 BOSS。 听着3名队友们的议论，黄浩不知不觉长大了嘴巴。我操，这他妈太离谱了吧！你们确定说到是玩家太岁神，而不是游戏 GM？ 李凡与邪神分身的交手过程非常短，而在刺激空间决斗场击杀魔女的过程则更短了，效率之高，以至于远处的戈壁城东门附近的玩家们普遍还没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带着战利品重新出现在戈壁城外。正当玩家们懵逼的时候，全服公告以及全程公告开始刷屏。同一时间，戈壁城南大门、西大门2个地方的玩家们也都沸腾起来了。而当消息被现场激动的玩家们分享到游戏论坛上面之后，更是引起了整个论坛吃瓜群众的轰动。哇操！什么情况？这才多久，怪物攻城就结束了？攻城怪物是不是只有100个垃圾普通小怪啊？我的天，那也太爽了！简单的任务要求超模的任务奖励，羡慕死我了。呵呵，100个垃圾小怪？开什么玩笑呢？100万还差不多。别胡说，100万有点夸张的，但东西南3个大门区域的小怪加起来10万肯定是有的。之所以守城任务能完成的这么快，全都是太岁神的功劳啊！想看太岁神战斗表现的，欢迎来看小弟新帖子，内有录像。兄弟们别去，楼上录的是葫芦娃，我录的才是真的。另外，本人还冒死靠近太岁神，录到了他与魔女激战时，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黑袍法师是什么？快来看我的帖子。邪神索尔分身33级神灵 BOSS。 卧槽！论坛玩家们彻底轰动了，大家震惊于太岁神以1敌1的恐怖实力，也震惊与他秒杀2个传奇 BOSS， 效率干掉一个超过比自身高15级的史诗 BOSS， 更震惊于太岁神竟然跟神灵交手了。神灵阶位可是官方宣传资料片中实力最强的档次了。至于有没有比神阶位 BOSS 更强的，也许有，但官方资料片里没说。因此神灵 BOSS 就是大家认为游戏中最强的一个档次。太岁神跟神灵 BOSS 交手还全身而退了，他也太强了吧！论坛玩家们都震惊骂了。不过由于李凡与邪神分身战斗时间过于短暂，因此玩家们讨论的并不多。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清点收获时间。戈壁城外，李凡开始查看自己这波在怪物攻城中的收获。首先查看的第一项收获就是任务奖励的称号。称号：戈壁城王者。属性 ：HP 正 20%， 物理魔法攻击力正 10%， 力量、敏捷、精神、体质正 8%， 所有主动技能等级增加 LV1， 全能吸血正 6%。第123章清点收获：史诗项链。这个称号比李凡用的巨魔刽子手可好多了，不仅血量增加的百分比翻倍了，而且4维属性攻击面板加成也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主动技能加1效果，仅此一条就不知道给李凡省了多少经验值。相比之下，全能吸血的收益倒不是那么直观，但在打高难度 BOSS 的时候，全能吸血就是保持自身血量健康的保障，没什么好说的。李凡直接将称号换上。接下来他开始一一清点背包中各种战利品，主要查看暗金品质以上的。低于暗金品质，李凡最多只瞄几眼技能书，
装备根本懒得看，再好也不可能入他法眼。暗金以上的技能书与装备一共有13件，其中有6件传奇品质，2件史诗品质。忽略自己用不上的装备方面，李凡的目光紧紧盯在其中1件史诗下装防具以及魔女掉落的史诗品质项链这2件上面。装备怒火长裤，耐久600，品质传奇，品级精良，使用需求 LV 49级以上，精神650以上。属性1 HP 加20500，物防加450，魔防加500，精神加478，体力加404。属性2火属性抗性症 18%。属性3受到的魔法伤害减少 17.5%。属性4受到的控制时间减少 60%。属性5浴火奋战，被动技能，当你血量下降到 10% 时，你将进入持续5秒的减伤 99% 状态，包括真实伤害，且自身攻击力、攻击速度增加 40%， 冷却时间60分钟。李凡此前身上装备的夏装防具只是1件属性一般般的传奇品质，不值一提。这件怒火长裤算是法系防具，增加的精神很不错，且一点力量都不加，但是被动技能好啊， 99% 减伤，在李凡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可以当做无敌 buff， 更别提激活之后还增加40%的攻击力面板与攻速，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呀！换上，必须换上！李凡将自身的夏装防具更新之后，目光又看向史诗品质项链。装备灰烬项链，品质史诗，品级完美，使用需求 LV 55级以上。属性1 MP 加20000，精神加860，敏捷加700。属性2每秒恢复 MP 最大值的 1%， 这个效果在战斗状态下只生效 50%。属性3移速增加 25%。属性4攻击成功时附带1000点魔法伤害。属性5攻击成功时有 1% 概率使敌人 HP 最大值减少 1% 至 20%， 目标实力越强受到的伤害越少，对同一个目标冷却时间100秒。属性6所有主动被动技能等级增加 LV3。属性7燃烧成灰烬吧，主动技能锁定一名敌人，激活后将使自身生命值减少至1点，并在接下来10秒内对其造成的所有伤害类型全部转化为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24小时。完美品级7条属性，比李凡身上最好的装备狩猎之神的银戒都要多出1条。超高的基础属性就不多说了，一目了然。主要是移速增加 25%， 以及第7条的主动技能效果，让李凡对他爱不释手。移速这东西越高越好，是李凡躲避高难度 BOSS 攻击的最大依仗。而主动技能10秒内所有技能全部转化为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我现在的常态下物攻已经破万了，如果把各种被动技能叠满，再进入主动 buff 齐开的爆发状态，攻击力至少能有25000，那么我的平 A 就能打出25000以上的伤害。我输出最高的灭绝之剑技能打出30万以上的 AOE 伤害。如果我把林有亮的隐藏任务搞定，拿到他隐藏任务奖励的60秒技能无 CD 的特殊道具，那么想到这里，李凡忍不住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这个灰烬项链的主动技能 buff 太强了，得到它无异于如虎添翼。如果再遇到邪神索尔分身对其使用出这一招，那么阁下该如何应对呢？美中不足的是，李凡目前等级还差了6级，佩戴不了，先放回背包里，等升到 LV 55级再用吧。李凡摇了摇头，目光又扫了一眼背包内的其他几件传奇装备，法杖、巨斧、法袍、匕首，属性都相当不错，但是李凡没空仔细看他们的属性，从而评估他们的价值。他现在的目光紧紧看向背包中的3本技能书，一本暗金，一本传奇与一本史诗。技能书疯狂致敬，品质暗金，学习要求 LV 51级以上，战士、刺客、德鲁伊等近战职业。LV1 主动效果释放后，在接下来10秒内使自身物理魔法防御降低 90%， 物理攻击力提高 50%， 且免疫任何控制技能，冷却时间300秒。技能书高级瞬移术，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 58级以上，法师、召唤师类职业。LV1 主动效果消耗500点 MP， 使自身瞬间移动至800米以内的任意距离，冷却时间4秒。技能书禁咒血色巨型龙卷风，品质史诗，学习要求 LV 60级以上，法师、召唤师类职业。LV1 主动效果消耗 MP 最大值的 70%， 吟唱10秒后召唤一道直径100米的巨型龙卷风，对命中的敌人造成 800% 魔法攻击力的魔法伤害，并且对周围50米内敌人产生超强引力效果。巨型龙卷风持续20秒，施展成功后不可转向，飞行速度10米每秒，冷却时间6小时。3本技能书
只有一本李凡自己能用。虽然疯狂致敬的技能效果很不错，如果配合刚获得的史诗项链一起使用，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3本技能书有2本自己用不上的情况，还是难免让李凡有些不爽。加上这波打出的6件传奇装备中有法师的2件，擦，这是要我培养出一个全服第1法师玩家啊！李凡摇了摇头，有些哭笑不得。第124章，官方公会建立证明最新面板。看完装备与技能书后，剩下的重要战利品就是从魔女身上爆出来的那一纸官方公会建立证明了。物品：官方公会建立证明。类型：特殊道具。作用：使用者 LV40 级以上后，可前往东华帝国各大主城 NPC 公会管理处，创建一个得到东华帝国 NPC 官方承认的公会势力。备注：建立公会后将享受到公会相应等级的福利。作用很简单，李凡早就弄到它了，可惜他打了那么多 LV40 级以上的传奇 BOSS 都没爆出来，到头来还是史诗阶位的魔女给力啊！将这张官方公会建立证明收回背包内。至此，李凡在这次怪物工程事件中直接获得战利品，已经该用的用，该存的存，全部消化了。值得一提的是，工程怪物种类繁多，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小 BOSS， 加上手杀荒漠鳄鱼、巨龙、魔女的手杀奖励，再加上升到 LV49级升级获得的奖励，李凡此时的自由属性点已经累计达到3800点。但是这一次，李凡在加点的时候又有些犹豫了。等升到 LV55级，换上灰烬项链，我面对高防御 BOSS 面前，务工魔宫面板就能发挥大作用了。这些自由属性点是加在力量上面呢，还是继续加在体力上面？这个问题李凡纠结了好几秒，想了想，干脆还是加体力算了。我的输出已经足够高了，根本不缺输出，这3800自由属性点全加到力量上面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是如果继续加到体力，就能让我的耐揍能力得到质的变化。想到这里，李凡确定了自己的打算。提示：你已将3814点自由属性点分配到体力属性上。更新完装备，又加完点，李凡美滋滋地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ID：太岁神。等级：LV49级，198万4640万。职业：剑盾游侠。HP： 293560。MP： 44779。攻击：物攻13655，魔攻6480。防御：物防20554，魔防24361。属性：力量3606，敏捷334452，精神2330，体力9007。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9787.13次每秒，最大移速18407.36米每秒。称号：戈壁城王者。其他略。血量接近30万，双防全都突破2万。这个面板属性让李凡自己都咂舌不已。这是49级玩家配拥有的属性吗？还没有经过阶位试炼副本，只是普通阶位的自己，常态下双防估计就已经不比 LV60级的魔女差什么了。夸张吗？非常夸张，可仔细想想，其实又挺正常的。自己的双防为什么这么高？装备影响倒是没那么大，主要原因之一是之前 LV40职业试炼时候获得的奖励，让自己体质转化双防的比例提升至1比2.2。第二个主要原因，则是自己自打重生以来刷了那么多副本首通，那么多的野外 BOSS 首杀，积累的太多的自由属性点了。如果把副本首通、BOSS 首杀奖励看作一个游戏的整体资源，那么现阶段自己至少占据了一半，其他玩家加起来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或许都比不上自己。这种情况下，实力变态才叫奇怪呢。血量、防御提升很多，但变化最大的还是我的敏捷属性以及受到敏捷属性影响的攻速移速。李凡看着自己的攻速移速属性，自己都忍不住感到害怕了。常态下每秒攻速就接近了1万次，要是各种 buff 爆发一放进入巅峰爆发状态，少说也能达到每秒4万次吧。移速更是屌炸天，每秒移速超过18000米，这速度都是音速的多少30多倍了。要是同样进入爆发状态，每秒移速不得超过4万5，是音速的100多倍。这种速度下，谁能在自己面前逃掉？爽！对了，还有守城任务奖励也得拿一下，然后再去天耀城把李长生的隐藏任务交了，以及去凤阳城把程小光的任务也交了，再接下来抓紧时间把工会搞一搞，就赶紧去单数副本变强去。李凡按捺下兴奋的情绪后，转头走向不远处的戈壁城城主马半晌方向。欣赏收获时间其实没过去过久，他此时依旧在戈壁城东门外室，还能听见附近玩家们因为拿到守城任务奖励的激动的嗷嗷叫呢。太岁神，不得不说你的实力让老夫刮目相看。这是我准备好的传奇装备奖励清单，按照约定，你可以在其中挑选一件。刚走到马半山面前，马半山就对着李凡竖起大拇指。被玩家们追捧也就算了，这 NPC
尤其是传奇 NPC 吹捧还是第一次，李凡有些享受的眯起眼睛。与此同时，他看向面板上出现的马半山给出的清单。传奇装备清单：1. 帝国之刃，传奇品质长剑，使用要求 LV35 级以上，可使用双手大剑武器的职业。属性略。2. 蔷薇盾牌，传奇品质大盾，使用要求 LV36 级以上，可使用双手大盾武器的职业。属性略。3. 古代传说头盔，传奇品质头部防具，使用要求 LV33 级以上，全职业通用。属性略。11. 雷电法靴，传奇品质鞋子，使用要求 LV34 级以上，全职业通用。属性1234略。属性5雷霆步伐，激活后将在接下来10秒内脚下的跑过的道路上留下一道持续3秒的雷电，雷电会对周围50米范围内的生物每秒造成你的 200% 魔法伤害，冷却时间60分钟。马半山的清单上一共有11件传奇装备，李凡大概看了看，最终决定兑换最后的鞋子。没办法，纵观自己全身上下，也就只有鞋子跟戒指还是黄金暗金品质。戒指那是特殊情况，增加攻速很多，但是鞋子李凡却一直没打到传奇品质的。暗金鞋子的溜之大吉主动技能虽然很好，但是用到的情况不多。眼下马半山清单上的所有传奇装备都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于是干脆就兑换鞋子算了。第125章混沌之时，李凡为留下神功的努力。雷霆步伐，从此以后我也算雷电法王了。领完鞋子，李凡谢绝了马半山晚宴邀请，直接雷厉风行的赶往天耀城。任务列表中其余2个隐藏任务，李凡都在接受之前就明白了最终奖励，但是李长生这个任务却不知道，所以他很期待。只是李凡没想到自己急匆匆的赶了过来，李府的管家却告知李长生不在家，他刚收到帝国高层通知去支援戈壁城去了，现在应该还在野外赶路过程中。李凡人都傻了，但也知道各大主城之间的天选者传送阵只有玩家才能使用， NPC 是没办法使用的，并且东华帝国的 NPC 们也没有掌握距离传送阵这种东西，所以李长生腿着去戈壁城，他能理解。李凡也终于明白戈壁城守城任务为什么要求挺住4小时了，原来是怪物攻城4个小时后，如李长生这样东华帝国的高级 NPC 就会赶到那里支援了呀。擦，也不知道 NCP 们都是怎么进行远距离联系的，希望李长生能早点回来吧。李凡摇了摇头。正在这时，他的面板上突然出现了3道新提示。提示：你已获得全服等级排行榜第1每日奖励，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为 LV50 级。提示：当前等级可进入特殊副本黑暗神殿。提示：你已获得全服装备排行榜第1每日奖励，恭喜你获得暗金宝箱 LV50 级 X1。原来是2个排行榜的每日奖励到账了。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半夜了呀。擦，我应该早点注意到这一点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1个创建工会的也会激活工会排行榜，可惜工会排行榜的每日奖励错过了。李凡摇了摇头，有点小后悔。不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反正每日奖励天天有，迟拿1天也没什么。他赶紧离开了李长生府上，匆匆前往凤阳城。很快他就站在猎户程晓光的家门口。我隐隐感受到了祖传神功的兴奋。太岁神，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竟然这么快就用我家祖传神功干掉了一头真正的巨龙，谢谢你太岁神，这是给你的奖励。提示：你获得任务奖励100枚金币，200万经验值，特殊道具混沌之石。经验值与金币2样奖励李凡没放在心上，他的目光看向特殊道具混沌之石。物品：混沌之石。类型：唯一特殊道具。作用：使你的力量属性增加 50%， 放入背包随身携带即可生效。很简单的属性，但是效果很强大。李凡的力量属性当场由原本3642点，自身升级后装备也升级，因此力量增加了，变成了5463。基础物理攻击力也相应的增加了3966点，并且在称号无尽裁决之刃加成下变成了5488点，常态下综合物理攻击力也变成了18946点。一件特殊道具直接让李凡的物理攻击力飙升了1/4左右，并且击中弱点部位造成的额外伤害也相应的小幅度提升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混沌之石在李凡眼中的重要性不低于一件史诗装备。加成高还不占据装备格子，混沌之石可太有用了。前世那个论坛风向程晓光任务的大佬真的是太棒了，要不然我去哪里搞这个混沌之石？叔父，对了，还有程晓光的祖传长弓，这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昧了呢？李凡忽然想起程氏祖传神弓，这件装备算是任务物品，完成任务后要归还的。此时看着程晓光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一脸欲言又止的神色，
李凡明白他下一秒可能就会索要了。果不其然，程晓光见李凡从任务奖励中回过神来，笑着开口道：“太岁神，你看你已经帮我完成心愿了，我家那把暂时交给你使用的神弓，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果然开口索要了。程氏祖传神弓是把不错的武器，不仅能让李凡作为战士职业情况下体验弓箭手的快乐，而且弓箭武器射程远，有时候说不定需要用到它。李凡不想还给程晓光，苦心破口的劝道：“对，是该还你了，但是我能问一下，你要回祖传神弓要做什么呢？天天对着它像是祖宗一样祭拜，你的实力太弱了，驾驭不了这把神弓。你的家族又只剩下你一个独苗，拿着这把神弓，你除了把它存起来吃灰，我想不到其他处理方式。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祖宗吗？”李凡的3句话让程晓光愣在原地，接着眼睛突然通红，嘴唇也哆嗦起来，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羞愧的。你说的对，这把祖传神弓在我手里确实只能吃灰，但这个结果是我想的吗？我的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废物，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啊。至于对不对得起祖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程氏家族在我这一辈基本上都绝代了，还有比这更对不起祖宗的吗？算了，就这样吧，把神弓还给我。说着，程晓光露出一副摆烂的语气。李凡见状，还是没把神弓还给他。你该不会是不想还给我吧？程晓光突然狐疑地说道。你怎么能凭空误人清白呢？李凡瞪大眼睛，做出最后的努力，苦口婆心地劝道：把祖传长弓保存起来吃灰，让宝物蒙尘。其实你也很不甘心的吧？我这里有个提议，你听听看合不合适？什么建议？说来听听。李凡循循善诱道：你的梦想不就是让家族名声再次闪耀东华帝国吗？只干掉一头巨龙的影响未免也太小了。我直接跟你说吧，我看上你家这把神弓了，如果继续给我使用，我敢保证以后遇到的所有巨龙都用它干掉，让你程氏屠龙家族的名声不止闪耀在东华帝国，甚至未来明镇周边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大陆。等到那时候，我再把神弓还给你，你觉得怎样？第126章，被忽悠瘸了的程晓光创建工会，继续用祖传神弓击杀巨龙，让家族名声闪耀整个大陆。听到李凡的话，程晓光眼睛逐渐发光。你说真的，没有骗我？当然，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呢？而且我的确有实力击杀巨龙，你知道的。好，那我家族的祖传神弓就交给你了。还有，你等一下。程晓光话都没说完，就转身回到屋里。不一会儿，他双手捧着一个箭筒走出来。当初我先祖的神弓是一整套，这是箭筒，现在就交给你了。希望你早日实现帮我程氏家族名震大陆的那一天。话音落下，李凡面板上出现了提示信息：猎户程晓光的梦想中，任务说明程晓光被你打动，他希望你能使用他的祖传长弓与箭筒，实现你的诺言，将程氏屠龙家族的名声传遍真个大陆所有国家。只是他的耐心有限，希望你在3年内做到自己的承诺。任务内容：使用程氏祖传神弓、程氏祖传箭筒，击杀100头 LV50级以上传奇巨龙生物，使程氏屠龙家族名震全世界。任务进度0100，任务期限3年，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失败惩罚程晓光的憎恨。看着任务列表中出现的新任务，李凡忍不住笑了。无尽苍穹世界的 NPC 是真的与人类没什么区别，从根本上来说，唯一的区别就是人类能在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穿梭， NPC 目前只能活在游戏世界里，因此嘴炮是真的有用。多说几句话就昧下了程氏祖传神弓，还附带一个箭筒，美滋滋。李凡看向箭筒的属性：装备程氏祖传箭筒，品质暗金，品级卓越，耐久280，使用要求 LV40级以上，力量不低于1500点。属性1：物攻加328，力量加90，敏捷加110。属性2：进入战斗状态时，使自身移速增加 12%。属性3：攻击命中敌人弱点部位时，造成的弱点伤害额外提升 20%。属性4：神剑，攻击一名敌人时，会使对方物防削弱 5%， 最多叠加4层，脱离战斗后10秒消失。备注：程晓光祖传箭筒，任务道具，领取相关任务奖励后，程晓光可能会收回。箭筒属于弓箭手职业的副武器，跟主武器长弓、十字弩比起来，也就是攻击面板加成低一些，其他属性该怎样还是怎样。这个暗金箭筒也不限制职业，李凡可以用，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箭筒只能与长弓和十字弩配套使用才能生效。如果要能跟撕裂者大剑一起用就好了，双重百分比破甲，那自己的战斗力就更变态了。可惜不行，放心吧，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我去寻找巨龙了，再见。李凡收起暗金箭筒后，跟程晓光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巨龙是不可能主动寻找的，自己那么忙，怎么可能特意去找不知在哪的巨龙呢？李凡只是随口糊弄程晓光而已。他按照计划直接前往 NPC 工会官方办事处，拿出工会建立证明，然后在负责登记的 NPC 引导下一步步操作起来。提示：你已经确定消耗一张官方工会建立证明，建立一家工会。提示：你已经确定工会名称为众神殿。提示：你已经确定工会总部为天耀城东门附近。提示：你已经缴纳1万金币工会注册费用，恭喜你，众神殿创立成功。提示：你是全服第一个创建工会的玩家，恭喜你获得额外奖励，工会等级提升至 LV2。全服工会排行榜激活，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一系列的提示声过后，李凡创建工会成功了。有钱，有特殊道具，官方工会建立证明，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整个过程5分钟都不到。李凡打开工会信息界面，工会众神殿，工会等级 LV2级0500000，工会成员1500，工会会长太岁神，工会副会长暂无，工会元老暂无，工会公告栏待设置，申请入会列表暂无，入会条件待设置。LV2级工会福利，所有工会成员获得经验值增加 5%， 四维属性增加50点，享受聊天频道。工会仓库开放至500格，工会仓库0500，可设置存取限制。工会总部天耀城东门外坐标120，33089。友情提示：工会创建成功72小时后，将有大量 LV30、LV40级的小怪前来进攻总部领地，请提前召集工会成员防守。工会信息界面很简洁。李凡前世就是一个大工会的会长，对如何发展工会太清楚了。众神殿工会名字虽然有些中二，但是中二有中二的好处，朗朗上口，简单好记。而且李凡前世创建的工会就叫众神殿，一时之间也没想到其他更合适的。先把我背包内用不上的物品放入工会仓库内，设置存取条件，然后就开始招人。李凡珍惜时间，赶紧行动起来。工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传奇装备王之巨斧投入工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工会成员加2000点工会贡献点数。工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传奇装备亡灵召唤法杖投入工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工会成员加2000点工会贡献点数。工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黄金技能书德鲁伊变身火鸟投入工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工会成员加700点工会贡献点数。一口气，李凡将背包内的所有自己用不上的存货全都放到工会仓库中，最差的都是黄金品质。其实也不多，也就71件而已，毕竟他的背包空间有限，携带不了太多。至于工会贡献点数，可以看成工会内部的一种特殊货币，工会成员之间组队刷怪、做任务、在线时长等都能增加工会贡献点数。同时，这种方式也能增加工会经验值，使工会等级继续往上提升，升级后可容纳成员更多，福利更好。工会仓库搞定后，李凡又设置了工会公告栏、入会条件等，然后就切到游戏论坛发帖招人。而就在他忙碌的时候，全服公告的刷屏以及工会排行榜的开启，引起了整个无尽苍穹在线玩家的沸腾。第127章全服工会排行榜，论坛招人。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50级剑盾游侠在东华帝国天耀城外建立工会众神殿，获得全服第一个创建工会的奖励，祝愿众神殿工会再接再厉，在无尽苍穹历史中再创辉煌。X3 全服公告：第一个玩家工会已经创建，全服工会排行榜开放，登榜工会将每天、每周、每月获得丰厚奖励。X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距离李凡击杀魔女的全服公告刷屏还没过去多久，玩家们正在激动地讨论着呢。忽然，崭新的全服公告又开始刷屏了，而这一次，玩家们比刚才更加激动。哇！太岁神创建工会了，我要加入！快告诉我怎么加入！卧槽，兄弟姐妹们，抱太岁神大腿的机会来了！对了，太岁神咋起了个叫天神殿的工会名字呢？太俗了！我倒是觉得很霸气，加入众神殿工会将成为神的一员，而太岁神就是众神之王。法克，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各国玩家不能在游戏中互通？我在西月联邦，我要去东华帝国，我要去天耀城，我要去加入众神殿工会。咦，第一个创建工会？不对吧？游戏里不是有很多工会的吗？太岁神创建的工会怎么就是第一个呢？傻了吧？其他工会都是私人组织、口头工会而已，可以看成没有得到 NPC 认可的团伙，而太岁神创建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个工会。快看全服工会排行榜你就明白了。这工会福利，卧槽！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入众神殿啊！太岁神父亲，请收留我！
玩家们沸腾了。以前太岁神的强，在大家的眼里就是他一个人的强，再强自己也沾不到光，与自己没关系。但是现在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太岁神搞势力了，他搞组织了，这意味着自己只要加入这个天神殿工会，就能离太岁神更近一步。不说有机会被太岁神带着拿副本手通啥的，至少也能得到太岁神手指缝里露出来的一点资源吧。看看全服装备等级排行榜前10名吧，尤其是装备排行榜前10里面有9个都跟太岁神有关系，个个都是被太岁神扶持过资源的幸运儿。所以加入众神殿工会，自己也许就会成为新的幸运儿，这怎能不让全服绝大多数普通玩家们感到兴奋呢？而当大家看到全服工会排行榜的奖励后，这种加入众神殿工会的渴望心情就愈发强烈了。全服工会排行榜对每个工会等级的进行排名，记录全服排名前100个工会，榜单及时更新，根据每天24点整、每周末最后一天24点整、每月最后一天24点整的榜单排名，并发送相关奖励。备注：工会等级提升至 LV30级后，奖励内容中的第一项更换。排名第一工会奖励内容：1. 工会经验值每天加50000。排名第一，累计7天额外奖励提升 LV1级，累计排名第一30天额外奖励工会等级提升 LV3。2. 工会成员奖励每天1本特殊道具复活书，备注：死亡后可原地满状态复活1次。3. 工会福利限时提升，工会福利中所有工会成员4维属性提升增加200%。排名第二工会奖励内容略。全服工会排行榜：第一，众神殿 LV2级工会，会长太岁神 LV50级剑盾游侠，第2至第100暂无。全服工会排行榜不像是等级装备排行榜，这个榜单上只记录前100名，而奖励方面是整个上榜工会的工会成员都有份。所以看着工会排行榜第1名的奖励具体内容，有几个玩家会不感到激动？每天1个特殊道具复活书啊！这东西虽然大家是第一次见到，还是从备注中得知其具体作用，但是也足以让所有人感到心动了。死亡后原地满状态复活，作用太强大了，工会成员每天都能领到1本，竟然有这种好事！龙国的玩家们激动不已，纷纷议论着该怎么加入众神殿工会。歪国的玩家们则哀嚎不已，有人甚至发帖抗议，要求游戏官方更改游戏规则，他们好进入东华帝国，好加入众神殿工会。而这种气氛下，游戏论坛上来自太岁神 ID 实名认证的一则新帖子彻底引爆了所有人。帖子标题：众神殿招贤公告，楼主太岁神。帖子内容：众神殿工会福利截图，工会仓库与兑换条件截图。工会招贤纳士有4个条件，满足前3条中任意1条以及第4条要求，即可来天耀城申请入会。第一，全服等级装备排行榜前1000名玩家。第二，拥有 A 级以及 A 级以上品质天赋。第三，拥有一个全服唯一的特殊道具。第四，性格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团结友爱，正义勇敢。混日子的或者违反社会道德的人请勿扰，否则被踢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前3条入会要求已经设置到入会申请一栏，符合条件的玩家申请后自动通过。目前招收400名玩家，机会先到先得，想要入会的抓紧时间了。以上就是李凡编辑帖子的所有内容了，主打一个不说废话，直入主题。发完帖子他就去忙自己事情了。而与此同时，看到这则帖子内容的一个个论坛吃瓜群众们则彻底轰动起来了。无敌暴龙战士 EL 会长威武，我是特殊的，嘿嘿嘿，我已经加入了众神殿工会。地球最强生物皮皮虾 2L 前排，本人虽然只符合第4条要求，但是技术很强，求太岁神爸爸看我一眼，求拉入会。来根华子布 3L， 哇，抓到活着的太岁神了，激动。卢克老爷爷 4L， 俺嫡亲娘念，这工会仓库东西忒厉害了，好多件传奇装备技能书给大家伙白嫖的。太岁神雄敌，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头俺今天70岁，30年前就入坑毒奶粉游戏，骨灰级游戏技术党，请务必让俺进会好不好啊？第128章，工会成员暴涨，准备刷副本。爱的供养 5L， 太岁神爸爸收了我吧。无尽恨意 6L， 太岁神爸爸收了我吧。提莫队长正在 7L， 楼上2个贱皮鄙视你们。太岁神爷爷，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孙子啊，快拉我入会，我真是正人君子。8L 超，这个帖子里我算是见到人类的多样性了，佩服。不过我有 A 级天赋，我符合入会要求，我嘿嘿嘿。神去洗澡了。9L 狗日的炫耀党，恶心心。咦，原来我是等级排行榜第777名，我也符合入会条件啊。嘻嘻嘻，
那没事了。伟大的杰克船长44L， Oh my god， 这工会福利，这工会仓库内容，我眼睛都看直了，我好不甘心啊！我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像太岁神这样强悍的玩家呢？我也要进入天神殿工会，享受福利。偷国黄毛45L， 阿西巴，太岁神快回来吧，我们泡菜国需要你，是时候认祖归宗了。老等我鬼火停在你。46L， 司马偷国人又出来丢人现眼了。我在仰望444L， 可恶，我的 B 级天赋只差了一点点啊！如果我能进入众神殿工会，每天都干他个20个小时，一定能最先凑够贡献点数，兑换那本史诗品质禁咒。如果我能兑换到，那么我就是全服最强法师玩家了。强烈请求太岁神大佬给甘地一个机会。月亮之上445L， 楼上说的对，有多少梦想？446L， 卧槽，楼上2个兄弟，咱们3可真有缘啊，加个好友呗。火辣辣低情歌447L， 带我一个，咱们组团去天耀城，求太岁神爸爸收留。帖子非常火爆，发帖者 ID 是太岁神，这个名字本来就是整个无尽苍穹最大的顶流玩家，自带无与伦比的吸睛效果，再加上全服第一个工会的招人公告，论坛吃瓜群众们自然就无比沸腾了。看着帖子内容里面众神殿的 LV 2级工会福利，工会仓库里那一件件高品质装备与技能书的截图，没人能淡定了。甚至李凡连刚从魔女身上爆出来的史诗品质禁咒技能书都放到工会仓库里面去了。史诗品质，在这个绝大多数玩家连一件青铜装备都没有的阶段，史诗品质技能书是很多人连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奢望。然而李凡就这么把它放到工会仓库里去了。兑换条件仅为1万工会贡献点数。所谓工会贡献点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一种白嫖货币。白嫖啊，1分钱都不用花，就有机会拿到这本史诗品质禁咒技能书。试问哪个玩家能不心动呢？而除了禁咒技能书，工会仓库里的其他各种物品也对绝大多数玩家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最差的一件都是黄金品质装备，这特么是什么神仙工会啊？也因此很多人意识到一件事，众神殿工会仓库的装备哪怕品质最差的也比全服排行榜上的第500名玩家的装备要好。所以进入众神殿工会，随便白嫖1-2件装备，这全服装备排行榜不就上去了吗？装备好了，队友也牛逼，会长又是全服第一实力与第2断层的妖孽，自己等级还不是蹭的往上暴涨，那荣登全服等级排行榜的机会也要来了啊！名利双收的机会就在眼前，只有400个名额，竞争很激烈啊！因此吃瓜群众们的激动沸腾也就理所当然了。游戏世界内，李凡发完帖子后就招呼好友列表中的好兄弟陈二狗、花蝴蝶、杨洋洋等人来到天耀城，然后将他们拉入工会。二狗子的实力还是比较拉胯的，没办法，李凡发现了自己这好兄弟其实属于是人菜瘾大的那一类人，给装备给技能他也不能变得很厉害，所以李凡干脆将他往管理型人才方面培养，直接给他一个副会长职位。现在工会才 LV 2级，最多只能吸收500个成员，但500个放在外界也算是一家中型公司了，没人管理的话肯定会很混乱。等将来随着工会升级，成员越来越多，李凡肯定还要给二狗子物色帮手，以防他忙不过来。而除了二狗子外，还有一个副会长名额，李凡就没有给任何一个人了。花蝴蝶、无敌暴龙战士2个家伙，虽然在李凡前世属于赫赫有名的大佬，但是眼下还没成长起来，跟大家也不熟悉，强行让他们当会长的话很难服众，也有点拔苗助长了。他们俩都不行，杨洋洋与咩咩咩母女俩自然就更不行了。所以李凡干脆给他们几个人全都安排上工会元老职位。工会职位高低对战斗力没有加成，但是在工会内的权力地位不一样。比如副会长可以把普通成员踢出工会，但是没办法踢走元老，只能自己这个正式会长来才行。元老的话倒是谁都不能踢，但另一个好处是积累工会贡献点数会比普通成员快 20%， 算是一个不错的小福利了。李凡把自己人安排好，与此同时也开始有符合申请条件的玩家在发出远程申请后自动进入工会了。工会提示：玩家农夫3全 LV 34级元素法师通过工会申请进入工会。工会提示：玩家臭妹妹别影响我玩游戏 LV 33级狂暴德鲁伊通过工会申请进入工会。符合3条要求的玩家还是不少的，毕竟2个全服排行榜前1000加起来就是2000人，其中差不多有300-400龙国人，再加上 A 级天赋虽然稀少，但游戏玩家基数高啊，东华帝国内还是有很多的。因此距离李凡把帖子发到论坛后不到10分钟时间，工会成员们就突破100了，而工会聊天频道也开始热闹起来。第129章又遇前世大佬熟人，开始速刷副本。工会聊天频道这个功能只有进入一个得到官方证明工会内的玩家才能激活使用，就像是好友私聊一样，无论距离多远，
工会成员们都可以在工会频道中畅所欲言。法外狂徒张老三，普通成员，咦哈哈，成功进入天神殿工会，距离抱太岁神爸爸大腿的目标又近了一步。龙国队长，普通成员，牛逼！张三兄弟也太放得开了，我们都称太岁神大佬为会长大人，你一来就叫爸爸，这不是比我们都小一辈了吗？今年过节不收礼，普通成员，我看张三兄弟是想来骗我们长辈发红包的吧？没问题，还有3-4个月就到年了，叔叔我呀，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海城吴彦祖，普通成员，嘿嘿嘿，我也会给。不过在那之前，张三小朋友，请先叫声叔叔，让我听听好不好呀？法外狂徒张老三，普通成员，呵呵，你们想多了，我叫太岁神爸爸，其实你们也可以叫我哥哥，咱们各论各的。大包杂，普通成员，哇，进来的兄弟姐妹们有好多，有没有需要牧师辅助的？一起打怪升级啊！小花生，普通成员，会长大佬，有空带大家一起刷 BOSS 啥的吗？萌萌不想网恋，普通成员，刚来就要会长大佬带，忘了工会招人条件之一有自强不息的性格了。你这样做会让会长很为难的，懂不懂？不像我，我只会心疼 GD。工会聊天频道很热闹，人多嘛，气氛摆在那，哪怕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也忍不住会插两句，何况其中有不少社牛玩家。不过李凡发现，工会成员们中有2个自己熟悉的 ID， 一个名为秃子也想有爱情，另一个为默哀老娘。这2个都是李凡记忆中前世很有名的强者。前者是一名骑士职业的玩家，曾经一度被公认为世界前3骑士，可惜他比李凡死的还早2年，据说是为了讨好一个女海王，去挑战一个史诗魔物，想爆出好装备，结果翻车嘎了。而后者则是一名比较罕见的召唤师职业玩家，在李凡前世，他曾经有着一人成军的美誉，可惜在一次守城战中与魔物大军鏖战3天3夜后力竭而亡了。这2个人很有潜力，李凡记住了，打算将他们放在重点培养名单上。别看现在工会成员有很多，可等过一段时间能留下一半就不错了。很多人现在强，未必将来一直强，没什么培养潜力。秃子与默哀老娘2个玩家，既然能在李凡前世闯出赫赫威名，这一世不出意外的话，肯定还会成长到绝大多数玩家仰望的程度。这样的工会成员，李凡才会不用多加考核，就可以大力培养了。其他人则需要一段时间考核后才能确定是否耗费资源培养。将这件事放在心里后，李凡终于在工会频道说话了。太岁神，工会会长，大家不用着急，集体活动会有的。另外，工会现在有领地了，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到在领地集合。3天后有怪物攻城，到时候大家一起努力刷怪守护领地，加油！建立工会后 ，NPC 会给一块领地用于发展。天神殿工会的领地就在天耀城东门外区域。此时，李凡本人就站在领地内，一个大约占地2-3公顷的土地，被4面高大的围墙包围。围墙内，工会总部大楼、工会副本广场、工会传送阵、工会街道、商铺等设施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工会领地是 NPC 们早就建设好的一座微型的主城，只要创建工会成功，便可领取一套，并且将随着工会升级，可以雇佣 NPC 建设扩大大工会规模。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工会内的传送阵还未激活，这东西李凡记得需要 LV5级以上工会才能使用。另外，像是消耗品店铺、杂货铺、铁匠铺、职业导师大厅等街道店面也大门紧闭，这些店铺要么让工会成员们自己租赁使用，要么就请 NPC 来开店。李凡打算这2天有空去雇佣几个 NPC， 毕竟现阶段 NPC 们卖的东西可比玩家们商品种类又多又好。而在当初建立工会的时候，就有提示信息说工会会在72小时后就有大量怪物将冲击工会领地，这算是一种考验。因为工会如果守不住，那么就会被 NPC 官方认为外强中干，工会就会自动解散。如果守城成功了，工会才能真正的立足了。3天后的怪物冲击领地一事，李凡觉得自己没必要的情况下是不打算插手的，主要是怪物实力等级太低了，自己 LV50级的玩家去刷 LV35、LV45级的怪，那收益也太低了，并且天赋第3阶段刷 LV40级以下小怪都不会增加敏捷属性，所以不感兴趣。这种小事情还是交给工会成员们去处理吧，自己压阵就好。李凡在工会聊天频道与工会成员们聊了几句后，便将心思放在自己本身接下来的发展计划上。他的等级超出工会成员们太多了，单独刷怪变强才是最划算的。LV43级有一个公开副本，可以单人进入，先把他首通奖励拿下，然后就去挑战可以获得阶位加成的黑暗神殿副本。李凡确定自己的计划之后，便不再理会工会众人，直接就进入了工会领地的副本广场中，选择进入公开副本。提示：你已经通关，首通奖励略。LV43级的公开副本名为黑暗矿场，听名字就知道
这个副本的地形属于一个矿场类型，里面的怪物主要有2种，一种名为白斑蜘蛛，另一种名为黑暗地精。前者有点像当初李凡打蜘蛛洞穴试炼副本中的怪，但是体型要更大一些，并且周围有一些跳动的巨大蜘蛛卵。白斑蜘蛛血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后，蜘蛛卵会破裂，以每秒2-3只的速度出现一个个足球大小的白斑小蜘蛛，它们速度很快，并且会自爆技能。后者黑暗地精则属于一种人形怪，有拿着近战武器的，也有拿着远程武器的，互相之间甚至有前后排站位配合。噩梦难度下，副本内最弱的怪也是青铜阶位。当然，在李凡面前，这种实力实在是不堪一击。不到10分钟，他便成功拿下了全服噩梦首通奖励。第130章日常首通副本公告，再报生命精华。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50级剑盾游侠独自通关副本黑暗矿场噩梦模式，获得全服首通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牛逼！震惊妈了！什么？太岁神又拿下一个副本噩梦首通，还是单刷？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他拿不到首通奖励才值得震惊呢。首通新副本噩梦模式的公告刷屏，只是与以往不同，今年玩家们被震惊了太多次，都已经麻木了。区 LV43级的公开副本首通而已。比起之前在戈壁城怪物工程中，李凡瞬秒2头 LV50级加传奇 BOSS， 碾压 LV60级史诗 BOSS 魔女，激战 LV33级神灵分身3件大事，有可比性吗？所以议论这件事的玩家们很少，大家的讨论重点依旧是之前李凡在戈壁城怪物工程事件中的妖孽表现，以及有关如何进入众神殿公会这2件事上面。与此同时，李凡也很快消化完副本噩梦首通的收获。由于自己等级高出副本最低进入要求太多了，因此即便单刷副本获得的经验值也没有让他升到 LV51级。收获方面倒是很丰厚，各种高品质的装备技能书上百件，可幸李凡背包有限，又没法带其他人一起刷，于是只能挑一些较好的白银以及黄金品质以上的装备技能书了。这些收获中主要有3件让李凡脸上笑逐颜开。第一件就是击杀副本最终 BOSS 掉落的一本传奇品质腰带，装备地精的黑科技腰带，耐久390，品质传奇，品级普通，使用需求 LV44及以上，属性1 HP 加16400，物防加298，魔防加233，敏捷加150，体力加360。属性2至4，物理魔法减伤，按属性抗性，异常状态减少略。属性5，漩涡轮增压，主动技能，激活后将在接下来15秒内向敌人移动时移速增加 66%， 并且在再次激活后将引发一道直径28米的冲击波，使敌人移速降低 99%， 效果持续1至5秒。一个基础属性很普通的传奇品质腰带，主要是附带的主动技能让李凡很感兴趣。防具5件套中增加移速属性的一般只有鞋子部位，腰带主动技能增加移速，那可太罕见了。这件传奇腰带将在追杀敌人的时候起到不错的效果，李凡很喜欢，于是将它放在背包里留着备用。正常情况下，他主力腰带防具还是选择用熔岩巨兽的魔法腰带，毕竟这个腰带具有一个类似古早 MOBA 游戏英雄联盟中的装备女妖面纱的被动效果，很实用，可以预防被突然刺杀。而第二件让李凡开心的收获，则是首通噩梦奖励史诗宝箱中开出的一本史诗品质技能书了。此时这本技能书已经被他学了，技能列表中也出现了一个相应的新技能 LV2 崩山裂地斩史诗品质，主动技能，短暂的蓄力2秒后，根据攻速决定蓄力时间，攻速越快蓄力时间越短，跳起来向前方发出一道威力绝伦的剑翼斩击，对前方最远120米扇形范围内的敌人造成 2000% 物理伤害，且附带1至10秒的眩晕效果。释放技能消耗2400点 MP， 冷却时间150秒。备注：提升到下一级需要800万点经验值，且自身等级不低于 LV52级。同为史诗品质技能，这个崩山裂地斩与技能劲咒血色巨型龙卷风比起来，无论是技能范围还是综合输出伤害都要低了许多。但崩山裂地斩的技能优势在于蓄力时间短，技能伤害干脆利落 ，CD 短，且还有长时间的眩晕控制效果。在李凡看来，实用性不比劲咒技能差什么。而第三件收获，则是李凡好多天都没遇到的生命精华了。物品：低阶传奇生命精华，体质：类型：特殊道具消耗品。作用：服用后自身永久增加644点体力。物品来源：黑暗地精领主 LV45级传奇生物掉落。看着这个生命精华，李凡的眼眶都不禁有些湿润了。太难了，自己自从来到主城后，不知刷了多少个 BOSS， 结果一个都没爆出来，运气真是倒霉到家了，一度怀疑这东西到底还存不存在。
爆率再低，新手村时候都打出来好几个，这主城都刷了数千个大大小小的 BOSS 了，结果一个都没出来，这不得不让李凡有些怀疑人生起来。要不是前世自己 LV200级的人生经验还在，他真的可能以为 BOSS 不会掉落生命精华了呢。运气这东西，倒霉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幸运一段时间吧。这是个好兆头，说不定以后刷 BOSS 会连续爆出来呢。李凡默默安慰自己一句，接着将这个加644点体力的生命精华一口吞下。提示：你的基础体力属性加644。看着面板上的提示信息，李凡满意地点点头。至此，手通新副本噩梦模式的收获也消化结束了。副本每天进入机会还是有5次，不过李凡没想着继续刷，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去刷黑暗神殿副本了。而在挑战之前，他顺便把背包内的东西一股脑全部投入公会仓库中。公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传奇装备暗火长袍投入公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公会成员加2000点公会贡献点数。公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暗金技能书坚韧之手投入公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公会成员加1200点公会贡献点数。公会公告：会长太岁神将白银装备金矿小圆盾投入公会仓库，限制领取条件为全体公会成员加200点公会贡献点数。一共73件品质最低为白银的装备与技能书，全都是在黑暗矿石副本中爆出来的。李凡一口气全部将他们投入公会仓库中。第131章传奇接位。公会聊天频道，在李凡投放物资的时候，公会成员们级已经沸腾起来了。老登重生，普通成员，我天，会长爸爸牛逼！都市龙王，普通成员，爽！来天神殿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这么多好装备好技能书可以白嫖，太爽了！法外狂徒张老三，普通成员，关键是很有性价比，像那些传奇装备技能书，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凑足公会贡献点数，而白银黄金装备便宜，我们完全可以先兑换他们过渡用。海城吴彦祖，普通成员，白银黄金装备还过渡？兄弟，展示一下你的装备水平，让我们看看你有啥资本能说出这样的话。法外狂徒张老三，普通成员，嘿嘿，我就是口嗨一波而已。会长爸爸牛逼。金海高启强，普通成员，会长牛逼。公会聊天频道以每秒刷新10来条的消息，一直到李凡将装备投放结束，所有人都很高兴，很兴奋。即便他们这群排行榜前1000名的高端玩家，也很难搞到一件白银装备。自家会长随手一淘就是小100件，白银还是最低品质。这说明什么？进一步证明，待在这个公会有前途啊！会长大人的实力属于断层领先的，他们这群高端玩家搞不到的好装备，会长随随便便就能去副本提货一大波，然后还把这一大波货放到公会仓库里供大家白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大家期待的吗？挑战高难度副本或野外 BOSS 塔装备？不需要了，只要升级就行了。等级上去了，会长手指缝随便露出点汤水，就够大家吃得饱饱的了。待在这样的公会，爽！另一边，李凡投放完装备之后，便按照计划开始挑战黑暗神殿副本。这个副本也可以在副本广场上直接进入。作为一个特殊副本，黑暗神殿没有难度选择，并且是单人副本。黑暗神殿一共有60层，每层都刷新出与挑战玩家等级同样的怪。李凡对这个副本印象非常深刻，于是在进入副本开始挑战之前，便已经回忆起副本内容与攻略。前10层会出现黑铁小 BOSS， 第11到20层刷新青铜小 BOSS， 第21到30层刷新白银小 BOSS， 以此类推，第51层到60层刷新传奇 BOSS。 副本限制每周可进入一次，挑战失败后隔周才可以再次挑战。刷新的怪物与之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副本内每层怪物的实力是固定的，但是具体种类属于随机出现的。每通关10层就会领取一次奖励，最低为黑铁接位，最高为传奇接位。至于传奇接位之上，就需要通过其他办法才能达成了。黑暗神殿最高奖励为传奇接位加成。李凡想到这，觉得对现在的自己来说，一口气通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进入副本内。提示：你已经进入黑暗神殿副本。提示：该副本为特殊单人副本，一共有60个关卡，每个关卡怪物随机刷新，通过关卡层数为10的倍数时，将获得不同阶位的奖励。副本限制每周挑战一次，副本内死亡与在外界死亡惩罚一样，副本挑战过程中如若主动放弃，则会只惩罚2小时虚弱，并立即传送出副本。提示：你已进入副本内，第一个关卡怪物即将在30秒后刷新，要求击杀所有怪物，一个 LV50级黑铁生物，请提前做好战斗准备。黑暗神殿副本内的环境有点像李凡当初 LV20级第一次职业晋级挑战时候的副本一样，都是密闭的圆形平台，且不需要自己去主动找怪，每一个关卡怪物将在中央传送阵中刷新出来。只是一头 LV50级黑铁小 BOSS 而已，李凡根本不放在心上。
随着倒计时30秒结束后，副本中央的传送阵白光一闪，很快，一头长得像放大1000倍的螳螂外形的生物出现了。只不过，它刚刚出现在传送阵，还没来得及看清世界呢，迎面就出现数道煊赫的剑气：负24330，负15670，致死伤害。随着2道数字从他头顶飘出来，李凡面板上也出现了新的提示信息：提示：你已击杀白翼螳螂 LV50级黑铁生物。提示：你已经通关副本第1个关卡，你的 HPMP 已自动回复至满状态，技能 CD 刷新。提示：第2个关卡怪物即将在30秒后刷新，要求你击杀副本内所有怪物，2头 LV50级 I 黑铁生物，请提前做好战斗准备。黑暗神殿内，击杀怪物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好在李凡根本不在乎，拿到阶位奖励才是最大的收获。咦，通关每层关卡都会回到满状态，技能还会刷新。我刚才回忆的时候居然忽略了这一点，这可是个好消息，技能可以随便放。李凡笑了，通关关卡技能刷新 CD， 副本挑战难度又降低了不少。很快，第2层关卡怪物刷新了，打斗过程不值一提，2头 LV50级黑铁小怪而已，在他面前依旧是刷新就被秒杀的下场。提示：略。提示：第3波关卡怪物即将在30秒后刷新，要求你击杀副本内所有怪物，3头 LV50级黑铁生物，请提前做好战斗准备。每一个关卡内的怪物实力都比上一关不变，只是数量变多了一个。当然，在李凡面前，别说3头 LV50级黑铁小 BOSS 了，就算300头也不够他砍的。因此，战斗过程不用赘述，直接开启一路横推模式。第3个关卡通过后，接着是第3个关卡、第5个关卡、第10个关卡。提示：你已击杀食人魔树精 LV50级黑铁生物。提示：你已经通关副本第10个关卡，你的 HPMP 已自动回复至满状态，技能 CD 刷新。提示：恭喜你获得副本奖励，自身阶位即将从普通进阶至黑铁阶段，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具体奖励内容。第132章传奇阶位下。就在这些提示信息出现之后，李凡视线中也同时出现了3张写着不同内容的卡片。选项1：生命层次进化，攻击。你的生命层次将得到进化，你获得黑铁阶位，且物理魔法攻击力、力量、精神双属性得到小幅度提升。选项2：生命层次进化，防御。你的生命层次将得到进化，你获得黑铁阶位，且物理魔法防御、体力属性得到小幅度提升。选项3：生命层次进化，速度。你的生命层次将得到进化，你获得黑铁阶位，且敏捷属性得到小幅度提升。友情提示：请在30秒内确定选择，否则将随机给予一项奖励。3个不同的选择意味着3种不同的强化方向。类似的选择将在通关黑暗神殿副本20层、30层、60层时都会给出来。选择什么，就看玩家自己想要什么了。攻击、防御、速度，我选防御。李凡没思考太久，直接确定了进化方向。攻击的话，他有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其实根本不会缺的。速度的话就更不缺了。虽说自己4维属性中敏捷属性最高，并且远远超过其他3类属性几十甚至上百倍，但是自己根本不需要强化这方面啊。SSS 天赋刷怪就能永久增加敏捷，觉得速度还不够快，那就多干一会就好了。选择强化速度，那就是浪费机会。而攻击、速度自己都不缺，需要提升的自然就是防御方面。毕竟 SSS 级天赋目前可没有增加抗伤能力，而想要做一名6边形战士，防御可不能缺少。确定选择后，李凡面板上立即跳出相应的提示信息。提示：你已经确定生命进化方向为防御，进化完毕，恭喜你获得黑铁阶位。黑铁阶位，你的物理魔法防御基础增加500， 10成等级。你的基础体力属性增加746， 5成等级正 5% 基础体力。一瞬间，李凡的防御属性显著提高，其中体力属性更是突破了10500，1万出头的体力，这个人即便其他属性再差，放在外界也是无数势力争抢的香饽饽。很多人连生命值都没达到1万呢，可见李凡有多变态。不错的提升，才黑铁阶段奖励而已，继续挑战。李凡收回心神，副本还结束呢。很快，第11个关卡的怪物就刷新了。这是一头 LV50级的青铜小 BOSS， 但是如同前10个关卡刷新怪物一样，刚出现就被李凡随手秒杀了。接着继续刷，第12个关卡、第13个关卡、第50个关卡，每一个关卡刷新出来的 BOSS 都被李凡轻松干掉，他一口气直接干到第51个关卡。青铜、白银、黄金3个阶位奖励他都拿下了。值得一提的是，这3个阶位每一个奖励都是3选1，李凡依旧贯彻自己的决定，全部选择防御方向进化。
而打完第50个关卡，出现的奖励终于有不一样的了。选项4：生命层次进化技能，你的生命层次将得到进化，你获得暗金阶位，且所有学会的技能的效果将会得到强化，技能基础品质提升至黄金品质以上，且攻击类、防御类、buff 类技能攻击、防御 buff 持续时间提升 30%， 且技能冷却 CD 减少 15%。 暗金阶位，想我前世好像干了大半年时间才成功拿到的，重生后的这一世直接20分钟内拿下，人生的机遇还真是奇妙啊！李凡神情恍惚了一下，接着注意力重新放到眼前的提升选项上。前3个选项依旧是攻击、防御、速度3种提升，这新出现的第4种李凡也早有预料，毕竟他前世经历过嘛，印象深刻。此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他直接选择第4项。防御虽然难堆，但自己总有较为稳定的提升方法，比如拿下各种副本手通、BOSS 手杀奖励的自由属性点，然后猛堆体力属性。只要自己能比其他玩家强一个档次，这种堆防御方法就比较稳定。但是技能，想提升技能效果，此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升技能等级，等级高了，技能效果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这种方法耗费巨量经验值，且见效慢，是一个长期工作。阶位加成直接让所有技能效果变成黄金以上品质，并且效果提升，那必须要选它。尤其是对李凡而言，就更要选择这个了。虽然他平时输出主要靠平 A， 但是在打传奇、史诗难度 BOSS 的时候，往往需要进入爆发状态。怎样进入爆发状态？靠的还不就是幻影之舞、暴走等技能 buff 吗？这些技能效果得到提升，那么自己的爆发状态自然也拔高了战斗力。提示：你已经确定生命进化方向为技能，进化完毕，恭喜你获得暗金阶位。暗金阶位，你的物理魔法防御基础增加3000，60成等级。你的基础体力属性增加4923，40成等级正40%基础体力。你的所有技能提升至黄金品质，且技能效果小幅度提升。这就是李凡获得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5个阶位加成后的综合提升效果了。暗金阶位对玩家的战斗力加成已经算是比较夸张了，但是李凡可没有停下副本挑战环节，看了一眼暗金阶位加成后，便继续埋头爆肝副本。第51层开始便出现了传奇阶位的 BOSS， 对绝大多数玩家而言，想要通关这一层就非常困难，别说接下来还需要打完第60层关卡才能拿到新的奖励。李凡回忆前世，自己差不多是进入无尽苍穹世界2年半时间后，才成功凭借各种尝试艰难打通的。而这一世，对于拥有 SSS 级天赋的他而言，即便算不上不费吹灰之力，也能说一句简简单单了。副本每一层关卡刷新的怪物与玩家等级相同，这意味着玩家不管是 LV50 还是 LV200 挑战黑暗神殿副本，面对的难度都是相对平等的。但是对此时的李凡而言， LV50 级传奇生物已经被他属性碾压了，每层还刷新自己的技能 CD，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于是不到10分钟时间过后，系统提示你已经通关黑暗神殿副本，恭喜你获得传奇阶位。随着面板上出现通关提示的信息内容，意味着李凡前世2年半的努力结果，这一世被他1天内救了。第133章，前世2年半努力，今世一招达成。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50 级剑盾游侠打通了黑暗神殿副本，获得传奇阶位加成，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又双弱来了，人与人的差距为什么能这么大呢？太岁神大佬，快收了神通吧，我已经被打击到自闭了。一晚上4、5道全服公告，太过分了，完全不顾别人受不受得了。传奇阶位，咦，太岁神大佬相当于变成传奇 BOSS 了，不知道击杀太岁神大佬有没有手杀奖励呢？重金求太岁神让我砍一遍。楼上兄弟已经被震惊到失心疯了，哈哈！全服公告刷屏，一个个无尽苍穹世界的玩家们又开始议论起来了。这种事情，今天晚上大家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麻木了。发生在太岁神身上的事情再神奇，大家也习以为常。因此，没几个被这道全服公告震惊，大家好奇地讨论黑暗神殿副本是什么，为什么李凡能从这个副本中获得传奇阶位。另外，通关这个黑暗神殿副本公告并不是手通公告啊，而是传奇阶位的公告。所以，如果我们普通玩家也能通关的话，是不是也能生产出一道全服公告呢？期待。与此同时，另一边，李凡离开副本后便查看传奇阶位的加成。暗金阶位之前，每个阶位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到了传奇阶位就没得选了，原因是全部都强化。传奇阶位加成，你的物理魔法攻击力基础增加 10%， 你的4维属性各自增加 10%，
你的物理魔法防御基础增加5000，100%等级。你的基础体力属性增加9846，80%等级正80%基础体力。你的所有技能提升至暗金品质，暗金品质以上技能不变，所有技能等级加 LV2， 且技能效果小幅度提升。你的核心属性增加30%。你面对神灵阶位生物的压制里初步解放，你受到的压制不超过80%。相比暗金阶位的3条提升效果，传奇阶位足足有7条属性提升。前世艰难爆肝2年半的成果自然是可观的，而这一是1天内达成，但收获不会因此而减少。只能说重生加 SSS 及成长天赋，让无尽苍穹世界在李凡面前变成了简单模式。得到传奇阶位加成后，李凡这次挑战黑暗神殿的计划也算完成了。他美滋滋地看了一眼自己属性暴涨的个人面板 ，ID 太岁神，等级 LV50级，43995000万，职业剑盾游侠 ，HP 473560，MP 54779，攻击物攻22267，魔攻8795，防御物防40225，魔防47361，属性力量6108，敏捷444821，精神3030，体力20520，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12721.88次每秒，最大移速21351.40米每秒，称号戈壁城王者，天赋光之祝福 SSS 级品质第3阶段，装备正义裁决之刃，史诗品质狩猎之神的银戒，史诗品质疾风耳环，黄金品质，技能 LV15级重斩，暗金品质 LV15级挑衅，暗金品质 LV4级崩山裂地斩，史诗品质。其他光属性攻击正26%，火属性防御正14%，暗属性防御正8%。仅仅通关一个黑暗神殿副本，距离李凡上次查看自己的个人属性面板才过去半个多小时而已，他的各项属性就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攻击力暴涨，力量、精神属性显著提升，而血量、双防、敏捷属性与攻速移速更是暴涨，甚至体力属性与双防都差不多翻倍了。这就是传奇阶位对玩家的恐怖提升。另外，技能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保命底牌绝境怒气来举例，原本这个激活后技能持续时间为17秒，血量维持1点以上，此时有阶位加成后赫然变成了38秒，并且技能 CD 也从300秒降低为240秒。38秒相当于无敌的强制不死技能，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就算出现石头史诗 BOSS 魔女围攻自己，李凡也能从容对付了。传奇阶位就已经这么变态了，而史诗阶位更强。李凡回忆前世，他记得史诗阶位的加成是传奇阶位的整整2倍，外加一个新增属性为史诗之怒主动技能。前世他是无尽苍穹开服第7个年头才侥幸获得史诗阶位的。至于神灵阶位，抱歉，知道李凡前世生死道消之前，都没有任何一个玩家获得神灵阶位。原因无他，如何获得史诗阶位有攻略，但如何获得神灵阶位，任何人都没摸索出来。史诗顾名思义，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我记得无尽苍穹的史诗阶位需要在几个主线任务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才能获得，而游戏中东华帝国阵营玩家的第一个主线任务就是干掉邪神索尔与他的信徒。李凡回忆清楚了史诗阶位该如何获得。主线任务代表着游戏中一个阵营内所有玩家都能参加的重大游戏剧情。在东华帝国这边，对立阵营无疑是邪神索尔与他的魔女等智慧魔物信徒们。如果按照前世轨迹，接下来1年多时间，东华帝国玩家们主要就是打邪神索尔势力。当时李凡还很普通，根本没办法在这段游戏剧情中力挽狂澜，因此错过了这第一个进阶史诗的机会。不过重来一世，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现阶段我是玩家群体中等级最高、实力最强的玩家，要是触发主线任务，也得我最先触发。对了，说不定可以在李长生那里触发，毕竟他的隐藏任务就是关于邪神索尔的。李凡想到了这里，直接离开了工会营地，进入天耀城内部。自己这边刷了半个多小时副本了，说不定李长生回来了呢。毕竟他是去支援戈壁城的，但戈壁城危机早已被自己解决，半路上收到消息后有可能回来的吧。抱着这样的期待，李凡赶到李长生府上。让他有些惊喜的是，李长生正好刚回来，与自己在李府大门口碰个正着。第134章疾风剑圣职业传承卷轴。太岁神，你不愧是第一个来主城的天选者，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实力成长之快让我感到无比震惊，想不到你竟然能以一己之力击退冲击戈壁城的数万头怪物，并且击杀了10魔将之一的魔女。在你身上，我算是明白什么叫做日新月异了。
在天选者群体中，我李长生愿意称你为最强。刚见面，李凡还没开口呢，李长生就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一通猛夸。之前李凡猜测的没错，李长生在赶往戈壁城的中途便收到戈壁城危机解除的消息，然后便回来了。这个消息正是戈壁城城主马半山传达给他的。同为东华帝国的传奇 NPC 强者，马半山与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传达的消息中知无不言，将李凡的表现完完整整的告诉他。因此李长生见到李凡便顿时忍不住夸赞起来了。夸赞完，他又说起了正事。你主动来找我，是为了回复之前我交代你的事情吧？老马已经提前告诉我了，他当时就在你身边，将你与魔女百菲斯之间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原来我东华帝国附近的智慧魔物异常活跃，是因为邪神索尔要复活的原因。这是我给你的奖励，希望你能喜欢。另外，关于邪神索尔复活一事，还需要你再帮个忙。我先给你说一下邪神索尔是怎么回事吧。在1500年前，邪神索尔来到了我们东华帝国附近，他是神灵阶位的强者，实力非常可怕。据说他来自无尽大陆中央区域，因为遭到另一位神灵生物的追杀，才逃到我们这里的。李长生絮絮叨叨地说起邪神索尔的故事。李凡一边听着，一边接过他递过来的一个羊皮卷轴类型物品。这东西就是完成任务的奖励了。提示：你获得任务李长生的忧虑2的任务奖励200万经验值。物品：疾风剑圣传承卷轴 X1。物品：疾风剑圣传承卷轴。类别：消耗品、特殊道具。作用：使用后可无需职业挑战，获得3转9星评价职业疾风剑圣的职业传承。备注：东华帝国传奇剑圣李长生亲手制作，限制 LV100级战士职业玩家使用。这个职业转职卷轴李凡曾经见过，就在当初他用功勋点数兑换高级天选者荣誉勋章的时候，便在天耀城城主赵恒给出的兑换清单中看到过。东西很贵，价值20万功勋点数，但是很可惜李凡是用不上的。就算达到 LV60级他也不会用，开玩笑，他前2次职业试炼都是12星奖励，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职业3转的时候至少也能得到10星以上评价的职业，要你这个9星的干嘛？这东西在李凡面前注定只是一件待处理的货物了。而与此同时，李长生絮絮叨叨的讲述也结束了，李凡面板上随之出现了新提示：任务：李长生的忧虑中。任务内容：李长生已经明白东华帝国附近魔物异常活跃的原因，根据现有情报，复活邪神索尔的主力石魔将曾经疑似出现在戈壁城西面方向的米歇尔高原某处地点，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李长生抽不出身，希望你能帮助他调查石魔将复活邪神索尔的具体计划，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出手破坏他们的计划。任务进度0%。任务期限90天。任务人数要求1至10人。成功奖励：基础奖励开启东华帝国主线任务，其他奖励是任务过程中的表现决定。失败惩罚5。备注：该任务完成40%进度即可完成并获得基础奖励，完成40%以上进度将获得额外奖励，完成100%进度将获得最高奖励。果然，第2环任务调查出智慧魔物异常的原因后，第3环任务就要求尝试去解决这个原因了。这个任务算是主线任务的前置，完成它就能接取主线任务，得抓紧时间完成。米歇尔高原吗？前世我经常去，我记得那里距离可不近，以我的速度估计也要大几10分钟才能到达，而且那里应该属于智慧魔物的地盘，得把准备工作做完了再去。前世东华帝国第1个主线任务末期的时候，玩家与 NPC 们便将战线一路推倒米歇尔高原，在那里与邪神索尔势力决战，所以李凡对米歇尔高原的印象很深刻。米歇尔高原在戈壁城西方直线距离20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因为路程中地形复杂，需要绕路的原因，李凡琢磨着自己一路顺利的理想状态下，至少也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赶到那里去。来回一趟不容易，李凡决定先把该处理的事情全部处理结束后再过去。这该处理的事情主要有3件。第一件，李凡需要去一趟戈壁城，把林有亮那个隐藏任务的最后一环做了。此次前往石魔将地盘的米歇尔高原，说不定会遇到与石魔将战斗的情况。李凡记得石魔将中魔女百菲斯的实力其实是最弱的，她就是受到其他魔将的命令才第1个接触东华帝国 NPC 与玩家的。即便自己获得了阶位加成，实力暴涨，但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把林有亮的隐藏任务奖励拿到手，自然把握更大。而第2件事就是昨天升到 LV40级时候，他想到的一个 LV45级可以接的隐藏任务。上线以来不知不觉忙碌了这么久，是时候去把这个隐藏任务截胡了。如果李凡没记错的话，这个任务主要内容正是有关米歇尔高原上屠戮某个高级智慧魔物部落的。接了他再出发，回来正好交任务，拿任务奖励，岂不美哉？而最后一件事则是日常砍人
是时候去砍一砍赵日天与傲视帝皇了。李凡做人很讲诚信，说不把他们砍到山号退服，那就绝对不会停下。每天抽点时间砍一砍，就当放松一下了。第135章猎杀傲视苍穹与义薄云天活动公告。天选者太岁神，我听说过你，你很厉害。我想请求你帮我收集一种名为腐烂结花的药草，据说它们生长在幽暗峡谷的某处地点，帮我采集10朵，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波涛城在李凡主动找上门来后，名为孙倩倩的 NPC 主动开口道：别看她名字可爱，实际上她是个很邋遢的老太太，身份是东华帝国传奇药剂师，一名狂热的药剂 NPC。 孙倩倩话音落下的同时，李凡面板上也随之出现了触发任务的系统提示信息：任务：传奇药剂师孙倩倩的渴望中。任务说明：孙倩倩最近研发一款强劲药剂陷入了瓶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后，她觉得腐烂结花可以帮助到自己，前往幽暗峡谷中寻找至少10朵以上的腐烂结花交给孙倩倩，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任务内容：收集腐烂结花。任务进度0、10。任务期限15天内。任务人数要求1人。成功奖励50万经验值，高级全能药剂成品若干，如上交腐烂结花超过30朵，则额外奖励高级全能药剂制作图纸 X1。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资格。这个任务就是李凡回忆起来接到的那个隐藏任务。它本来是一个至少2环以上的任务链，但因为李凡在 NPC 群体中也太出名了，常见的第1环 NPC 考验已经省略了，直接进入了正题，并且这个任务链也总共就只有2个环节而已。任务奖励非常好，高级全能药剂在李凡前世 LV200级时候都属于较为珍贵的消耗品。原因无他，这种药剂可以100%地增加玩家的4维属性，无论多少级都不过时。早点将其搞到手，自己未来的战斗不仅有技能 buff 全开的爆发模式，还有疯狂使用消耗品的嗑药模式，两者叠加，战斗力更加爆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幽暗峡谷正好在前往米歇尔高原路途的某个地方，稍微绕一点点路而已。幽暗峡谷中好像生活着一种人形骑士类型的智慧魔物，等级在 LV60级左右，我可以刷。回忆到这里，李凡心里几乎有了100%能完成的把握。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出发，而是按照计划前往波涛城的 NPC 通缉办事处，花钱锁定傲视帝皇、赵日天2个人。这2个家伙过去几天已经被他砍过不少次了，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此时通缉信息显示的地点，他们2个人身处一座叫做钢壁城的野外。钢壁城顾名思义，整个城市以钢铁铸就的城墙而命名，属于东华帝国最北端的一座城。天选者传送阵是没办法一下子传送到那么远地方的，必须一个个相邻的主城依次传送过去。从波涛城到钢壁城估计得传送7、8次，足以证明傲视帝皇与赵日天为了提防李凡追杀，都被逼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李凡会收手吗？不能够啊！别说传送7、8次，就算传送7、80次，对他而言也不费什么功夫。至于每次传送1枚金币的费用，在他眼前几乎可以忽略了。有钱就是这么任性。于是没过多久，李凡便只身一人出现在钢壁城传送阵内。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刚出现就被几个不知为何驻守在这里的玩家认出来了。不好，太岁神来钢壁城了！快通知会长下线！已经通知了，我们也赶紧下线。这家伙可以在主城砍。李凡惊了，他万万没想到赵日天跟傲视帝皇防备自己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俩竟然派出工会小弟常驻天选者传送阵，一发现自己小弟就通知他们了。李凡及时砍死了2人的工会小弟，但砍得再快，终究还是没有私聊发消息来得快。打开通缉锁定信息提示一看，果不其然，赵日天与傲视帝皇的名字迅速变成了灰色，这意味着他们已经下线了。明明我都利用魔法面具伪装成武松 ID 了，他们怎么认出我的呢？哦，我明白了，他们也在通缉我，所以能及时知道我的位置。李凡恍然大悟，接着便是有些头疼。赵日天与傲视帝皇这样防着自己还真拿他们俩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李凡很快就有了新主意，自己创建工会是为了什么？其中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发动工会成员们帮自己去砍一波云天工会成员滞留的人渣吗？你赵日天与傲视帝皇可以耗费海量金币通过 NPC 通缉功能侦查自己的位置，但你总不能防备众神殿几百个成员吧？就算你们舍得，也没那么多金币消耗的。想到这里，李凡干脆在工会频道发起信息公告。工会公告：太岁神，工会会长发布一个最新公告，请注意查看。太岁神，我发布了一个长期活动，活动内容：猎杀傲视苍穹与义薄云天工会全体成员，击杀普通1名普通成员，奖励1件青铜装备；击杀10名普通成员，奖励1件白银装备；击杀20名普通成员，奖励1件黄金装备。杀的越多，奖励越多，装备种类自选。击杀一开荒队成员，即奖励1件黄金装备；
击杀10名开荒队成员，即奖励1件暗金装备；击杀50名开荒队成员，即奖励1身暗金装备或者5本白银以上的技能书；击杀傲视、帝皇或者赵日天，则杀1次奖励1件暗金装备或暗金技能书，杀10次奖励1件传奇装备或传奇技能书。所有击杀活动，每人限制最多领取3次奖励，可以组队进行猎杀。注意保留猎杀成功时的截图，我会每周末统一发放奖励。每周领取奖励最高者，额外获得1件传奇装备或技能书。以上活动长期有效，直到义薄云天与傲视苍穹销声匿迹为止。李凡财大气粗，直接发布击杀悬赏活动。此言一出，整个公会频道顿时沸腾起来了。第136章，击杀 NPC 西门小庆，时间宝塔碎片。公会聊天频道，法外狂徒张老三，普通成员，卧槽，会长爸爸牛逼！这活动，兄弟们赶紧行动起来，传奇装备在等着我们。无敌暴龙战士，普通成员，会长哥哥对我恩重如山，就算没有奖励，我也要去砍义薄云天跟傲视苍穹公会的人。这就出发，有没有一起的？秃子也想有爱情，普通成员，装备技能书的无所谓，主要是想跟随会长的意志。会长大佬刀锋所指，我上刀山下火海义不容辞，这就去砍人。默哀老娘，普通成员，嘻嘻嘻，我跟队友在练级点练级，刚好遇到2个 ID 前缀为一薄的玩家，马上就去砍了他们，爽。爱的供养，普通成员，会长爸爸牛逼，这奖励我跪了，今天我将化身为砍人狂魔。黑心商人，普通成员，哇，砍1次赵日天与傲视帝皇，竟然有暗金装备技能书拿，有没有一起组队的？那2个 B 身边一定有开荒队成员，一起去砍了他们。李凡的公告在众神殿公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公会成员们已经感觉到很幸福了，公会仓库里有那么多装备可以白嫖，只是多花一些时间而已。而现在只是砍人就能获得高品质装备，还有这种好事，那必须要干了。一时间，整个公会在线成员们纷纷摩拳擦掌起来，哪怕杨洋洋与咩咩咩母女俩都在热血沸腾的呐喊起来了。如此情景，足以证明李凡的目的已经完成了一半。公会成员们大多本来就是排行榜上有名有姓的强者，又有公会福利加成等提升，他们行动起来，相信义薄云天与傲视苍穹公会的成员们接下来有大麻烦了。而付出一些很容易获得的装备与技能书，便能调动整个公会成员帮自己完成砍人大业。李凡觉得还是很划算的，节约下来的时间自己完全可以用在提升自身战力工作上。时间不早了，接下来买点修理装备的材料与消耗品，再干掉 NPC 零有量的敌人西门小庆，然后便可以前往米歇尔高原了。李凡想到这，立即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他首先回到天耀城，找到城主 NPC 赵恒，打开功勋点数兑换清单。提示：你消耗了100功勋点，兑换1枚稀有矿石 X 100。提示：你消耗了1000功勋点，兑换1支终极力量密钥 X 8。提示：你消耗了1000功勋点，兑换1支终极体力密钥 X 8。提示：你消耗了1000功勋点，兑换1支低级全能密钥 X 8。很快，李凡之前储存的功勋点数就花了一大半，其中稀有矿石是修理传奇、史诗品质装备耐久度的消耗品，一个稀有矿石能恢复100点耐久，很贵，但是它属于必需品。而终极力量、终极体力密钥的属性与李凡之前购买过的终极敏捷密钥差不多，可以增加500点基础属性与 10% 的综合提升。低级全能药剂则差一点，只能提升200点四维属性以及 4% 的全属性额外提升，但是可以与各类终极密钥效果叠加。这些药剂都非常昂贵，李凡买下它们也只是为了压箱底而已，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使用的。某些时候能不能战胜某个高级 BOSS， 可能就差密钥提升的那么点属性。买了有备无患，不买的话万一翻车就难受了。搞定矿石与消耗品后，李凡又传送到了戈壁城，寻找起 NPC 西门小庆的踪迹。其实也很好找，西门小庆属于戈壁城的 NPC 首富，豪宅就在戈壁城城主马半山的隔壁，那里是整个戈壁城治安最好的地方，随便一打听就能知道。而李凡到了目的地后，直接一个跟头翻墙而入，常态下每秒接近2万米的移动速度，让他跑起来就像是风一般的，难以用肉眼察觉，至少普通 NPC 们是察觉不到的。在西门大官人府上溜达了几圈，李凡很快就找到了西门小庆。现在游戏里还是大白天，这家伙竟然在一个院子里左搂右抱，白日宣淫起来。嘻嘻嘻，西门官人你好坏哦，我好喜欢。西门官人，来，奴婢喂您一个进口葡萄。哈哈，美人，我已经忍不住了，走，咱们进屋好好快活快活。院子里传来男男女女的淫笑声，李凡都听不下去了。西门小庆这个 NPC 是真该死啊！既然已经下定决定在离开前拿到林有亮的隐藏任务奖励，那此时就没什么好犹豫的，李凡直接出手。刷！
啊！剑光一闪而过，西门小庆当场人手分离。现场他的女伴们愣了一下，继而发出了刺耳的惊叫。而此时李凡却已然试了拂衣去，宛如瞬移一般溜了。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直到一口气跑到戈壁城西门附近的林有亮处，李凡才有心思看向面板上因为击杀 NPC 西门小庆的提示信息。提示：你击杀了一名 NPC 西门小庆 LV 29级普通人类，你获得18点经验值，等级超过 LV 20级，惩罚 90%。提示：你触犯了东华帝国天选者守则，你的罪恶值增加1000点，你已经进入红名状态。提示：你的任务威远镖局少东家的复仇中已完成，请到 NPC 林有亮处领取任务奖励。面板上一连刷新3道提示信息，李凡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砍一个不是红名的玩家1点罪恶值，砍一个 NPC 居然有1000点罪恶值，玩家的命难道就不算命吗？息内，好在他马上就要离开戈壁城一段时间了，1000点罪恶值也不慌。而且再说了，以自己如今的实力，东华帝国有几个人能制裁自己？就算是 LV 90级传奇剑客李长生，不顾自己对他的帮助来亲自追杀自己，打不过自己难道还跑不过了？所以这1000点罪恶值无所吊尾。林有亮小哥，我已经完成你的请求了。恩公，谢谢你，这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希望你能喜欢。李凡跟林有亮短暂的交流过后，成功领到了任务奖励。提示：你获得50万经验值，特殊道具物品时间宝塔碎片6 x1。第137章60秒无 CD。前往米歇尔高原。物品：时间宝塔碎片6。类型：唯一永久特殊道具。作用：放在背包内随身携带即可生效。激活后可使自身在接下来60秒时间里所有主动技能进入无 CD 状态，冷却时间72小时。备注：远古神话时代顶尖神器时间宝塔碎裂后的碎片拥有强大的功能。果然是它，太好了，有了这件特殊道具，我的爆发状态战斗力又大幅度暴涨了。李凡美滋滋的将时间宝塔碎片收回背包里。60秒主动技能无 CD 状态。想象一下，激活这东西之后，自己无限释放 LV 15级 625% 物理攻击力的重斩，这就相当于自己输出翻了6倍多啊！恐怖如斯。当然，前提是在蓝量在耗光之前。以李凡如今的攻速，连续释放重斩，连 0.3 秒时间都顶不住。蓝量是他进入彻底疯狂的唯一限制。蓝量的问题，只能主要靠堆精神来增加了。但是堆精神又不划算，怎么办呢？算了，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吧。攻速太快了也是一种烦恼，60秒无 CD 状态，在我面前实际用途可能也就1-2秒时间而已。哎，冷却时间72小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用它的。李凡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关于如何堆蓝量的问题，他一时之间没想到好办法解决，只能等以后再说了。将时间宝塔碎片收回背包内之后，至此离开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李凡没有犹豫，直接从戈壁城西门离开，一路径直向前奔跑。提示：你已击杀略。李凡一路奔跑，遇到不长眼的小怪也不客气，直接干掉。面板上击杀提示信息不绝于耳，而随着距离戈壁城越来越远，遇到的怪物等级达到 LV 45级以上，他的经验条也终于再次开始缓慢上涨起来。李凡并没有特意刷怪，赶路才是正事。早点到达米歇尔高原，有的是怪，而且很多都是奖励超好的智慧魔物，所以普通怪物再多他也毫不留恋。就这么一路向前急速奔跑，不知不觉过去了快10分钟了。一处怪石嶙峋的山丘处，李凡面前出现2头移动的生物，他都懒得看，照常甩出2道剑气。刷刷，2道剑气精准命中他们。不过系统刷新出来的击杀提示信息却让李凡脚步停下来了。提示：你已击杀了地精矿工 LV 47级黑铁生物，你获得6644点经验值，等级过高，惩罚 15%。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23点自由属性点数，掉落物品中本职业装备技能书+1。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23功勋点数。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28点敏捷。提示：你击杀了地精矿工 LV 48级黑铁生物，你获得了略。全是智慧魔物。李凡眼睛一亮，击杀智慧魔物的收获可比刷普通小怪高太多了。一来有功勋点数奖励，二来智慧魔物基本上都属于一个个领地部落的群居生物，并且几乎实力最差的也是黑铁阶位的小 BOSS， 收益不高才叫奇怪呢。李凡觉得反正李长生的任务也不急，既然遇到了智慧魔物踪迹，那要是直接走了可就太傻了。刷，必须把这个叫地精的智慧魔物部落砍干净了再离开。智慧魔物一般只在自己领地附近活动，李凡迅速向着周围探索起来。果然没多久，
他又发现了新的地精。刚才砍得太快的他没仔细看，此时一看，地精整体外形很像古早游戏 DNF 中的哥布林人形怪，皮肤青色，皱褶多得不行，身高大约1米左右，手里拿着各种棍棒之类的近战武器。这么丑的生物，多看一眼都会爆炸，遇到了就直接砍，放真视之眼侦查地精属性，根本没必要，实力差距太大了。李凡认为，跟自己等级差不多的情况下，暗金阶位 BOSS 或许都不值得自己放侦查之眼了，传奇及史诗阶位的 BOSS 才能让自己认真对待起来。提示：你已经击杀略。经过数分钟的探索后，李凡遇到的智慧魔物地精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他靠近地精部落的地址也越来越近。终于，在一座凸起的巨大岩石底部，李凡看到了一个约3米宽、2米高的洞口。从外面看去，洞窟内一片漆黑，时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怪异叫声。已经对地精这种智慧魔物有所了解的李凡很确定，这种声音正是地精发出来的。地精部落，找到你了。李凡欣慰地笑了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理所当然了，大步走入洞窟内，神挡杀神，魔挡杀魔，开启一路横推模式。不管是什么实力、什么等级的地精，在李凡面前都只有被秒杀的下场。吱吱吱，刚进入地窟不久，李凡耳中便传来刺耳的尖叫。不一会儿，一群延绵不知多少米的地精群便乌乌泱泱地向他冲了过来。看样子，他们是想守护自己的家园，击退李凡这个外敌。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到来只是自寻死亡而已。刷刷刷刷刷，剑光如白色长虹般闪过，李凡前进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他走到哪，地精的尸体就倒在面板上，一道道击杀提示信息频繁浮现。这群地精中终于出现青铜甚至是白银阶位的精英 BOSS 了。可惜地精们的努力在李凡面前可笑的不行，唯一阻挡李凡的只有时间而已。滋滋吱，洞窟内地精部落中的最强者 LV51级黄金阶位地精领主愤怒地冲向李凡，随后被李凡瞬间斩杀之后，他发出了无比凄厉的嚎叫，意味着这个智慧魔物部落已经走到了终点。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魔法爆炸弯刀、黄金魔金铠甲、黄金领主之号令、特殊道具以及14金31银77铜币。咦，领主之号令，这可是个好东西啊！看着收获提示信息，李凡眼前瞬间一亮。第138章，杀戮与收获。抵达幽暗峡谷。物品：领主之号令。类型：消耗品、特殊道具。耐久10%。作用：激活后可使自己与周围100米内所有队友物理魔法攻击力增加3000点，效果持续20秒，使用1次则消耗1点耐久，使用10次后物品自动损坏。一个非常罕见的消耗品类特殊道具，作用有点像是各种属性药剂，但效果非常可观。3000点基础攻击力，在各种装备称号、主动被动技能 buff 等加成下翻2倍都有可能。可惜只有10次使用机会，先存着，等需要的时候再用它。李凡将领主之号令收回背包内，注意力也重新回到当前的地精洞窟内。黄金阶位的地精领主死亡后，洞窟内剩余不多的地精们便开始疯狂逃窜起来。洞窟内四通八达，有的道口很狭窄，李凡弯着腰都过不去，得爬着才能过去。而身材矮小的地精们则没有那么麻烦，一溜烟就没影了。算了，反正大部队已经被我砍完了，这些杂鱼就不必要浪费时间去清理了吧。李凡决定放弃追杀逃跑的地精残部，觉得追杀太浪费时间，不划算，于是直接转身往进来的方向走去。他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没绕什么路，仅仅花了3-4分钟，变成迷宫一样的地精洞窟内走了出来。接下来他重新确定方向后，按照计划继续赶路。提示：你已击杀了剧毒猫妖 LV50级黑铁生物，你获得7235点经验值，等级过高，惩罚5%。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52级。提示：你已击杀喵帕斯 LV52级暗金生物，你获得略。提示：你摧毁了戈壁深处中的猫妖族部落，恭喜你获得10000点功勋点数，获得新称号猎猫人。距离离开地精洞窟后，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20多分钟。当李凡面板上疯狂闪烁的提示信息终于落下帷幕时，也意味着此次出发前往米歇尔高原的途中，又有一个智慧魔物部落遭到他的毒手。猫妖族部落实力最低为黑铁，最强为暗金，等级全都在 LV50级上下，居住在一小块沙漠绿洲里，原本无忧无虑，生活乐无边，可惜遇到了李凡。这种实力的智慧魔物部落在李凡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从遇到了第一头猫妖开始算起，到最终覆灭猫妖族群，整个过程连10分钟都不到。爽！远离人类城市的危险地区，才是我练级变强最快的途径。李凡心情美滋滋的，接连干掉2个智慧魔物部落，装备、技能书等收获倒是不值一提，没什么能入他法眼的。
但是等级已经升到了 LV52级，并且来自 SSS 天赋效果，敏捷属性基础赫然从444821点变成了451026点，涨幅差不多6000出头。这才过去多久啊，就涨了6000敏捷。照这样下去，他的速度超越光速那天都指日可待了。光的速度是29979万多每秒，而我的移动速度常态下目前是每秒2万多，差不多相当于光速的1/1000了。不错，迟早有一天能比光速更快。李凡暗暗期待起来 ，SSS 级天赋给他的带来无限的可能。收回发散的思维后，他继续出发，以及搜索路程中的智慧魔物踪迹。时间悄悄流逝，还没等李凡找到第3个智慧魔物部落呢，没想到自己就来到一处昏暗的峡谷地形面前。幽暗峡谷 ，NPC 孙倩倩指明要求的腐烂结花就在里面。高达数十米的悬崖竖立在峡谷四周，延绵不绝，天空中一片乌云，久久不散。峡谷唯一的入口处，一个大约20-30米的宽阔地带，李凡隔着老远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智慧魔物们在那里徘徊。再仔细看去，他们准确地说是在交易。没错，就是跟人类集市一样，数百形态各异的头智慧魔物们正在幽暗峡谷入口处交易物品。这还只是入口处的场景，峡谷内不知还有多少智慧魔物隐藏在内呢。想到这里，李凡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要是把他们全部干掉，那我得升多少级，敏捷又该增加到多少啊？入口处的智慧魔物们只是 LV40到 LV55之间，干了。李凡打量了几眼，下定了决心。顷刻间，他整个人已如离弦之箭，闪电般冲向幽暗峡谷的入口处，举起长剑，开始疯狂杀戮。刷刷刷，剑气如倾盆暴雨，又如一头兔子精壮的智慧魔物疑惑地转过头来，然后便看到自己失去脑袋的身体鲜血喷涌。一头野猪精似的智慧魔物懵逼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坚实皮毛瞬间出现了整齐的切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意识就已经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一头尖嘴猴腮的瘦小智慧魔物风魔怪在剑气出现时候第一时间便想躲避，但是刚跑没几步，身体就在一阵剧痛后又迅速失去了所有力气，到死他都没想明白自己种族最强势的速度为什么没有发挥的余地。吼吼，死，吃了，尖叫声、哀嚎声与剑气入体的撕裂声编织成一曲嘈杂的交响乐。李凡的偷袭让现场交易中的来自各个智慧魔物种族的魔物们死伤惨重。他的攻速太快了，移速也太快了，在开阔的地点，魔物们根本反应不过来，而反应不过来的结局就是死亡。提示：你击杀了魔化兔 LV39青铜生物，你获得点略。提示：你获得首杀奖励，天赋增加敏捷属性略。提示：你击杀了灰皮猪精 LV42黑铁生物略。提示：你击杀了疯魔 LV41青铜生物略。一瞬间，李凡的面板上便蹦出数十道提示信息。这波被他干掉的魔物中有好多都是以前没击杀过的，所以仅仅首杀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就让李凡脸上乐开了花。第139章疯狂杀戮，又见传奇巨龙。几百头40-50级的小 boss 而已，在开阔地形中站位那么集中，简直就是李凡的活靶子。他整个人如同虎入羊群，战斗成一边倒的。不到10秒时间，幽暗峡谷附近的智慧魔物们便已然死了个精光。他们爆出的装备不值一提，李凡都没兴趣捡起来，毕竟他独自来此，背包空间有限，可不是为了装这些黑铁青铜白银品质的垃圾的。倒是地面上智慧魔物们留下的一些交易品吸引了李凡的注意力。智慧魔物们可不认金币这种货币，他们交易属于以物换物，除了一些常见的装备外，交易物品是一些食物、草药等消耗品。其中一些草药让李凡很感兴趣。物品：凤尾草。类型：材料、草药、消耗品。作用：可作为制作药剂的材料，或者直接吞服后可使自身敏捷属性永久增加20点。备注：重复吞服会使收益降低，吞服5根后即无法再获得敏捷属性。物品：蓝银花。类型：材料、草药、消耗品。作用：可作为制作药剂的材料，或者直接吞服后使自身精神属性永久增加18点。备注：重复吞服会使收益降低，吞服5次后即无法再获得精神属性。物品：秘制火焰药剂。类型：消耗品。作用：使用后可使自身在接下来20秒时间内攻击附带火属性伤害，火属性伤害增加 6%。备注：每次使用后开始计时，30秒内继续使用无效果，30秒后继续使用才会重新生效。各种材料、消耗品琳琅满目，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智慧魔物们才能拥有的，尤其是草药类的材料，那更是长在智慧魔物们的领地内。李凡算是捡了一波小漏了。不过还是那个问题，背包容量有限，
能直接使用的草药材料直接用，用不上的就置之不理，不可能让这些东西占据自己背包空间的。凤尾草5根吃了，蓝樱花5朵也吃了，不错，增加了几十点力量、敏捷、精神、体力。剩下的都是一些垃圾，是时候进入峡谷内部了。正当李凡想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幽暗峡谷内传来地动山摇般的动静。李凡凝神以待，很快就见到一群上千个装备精良的智慧魔物排着整齐的队伍冲出来了。仔细观察了几眼，李凡发现这群智慧魔物主要有3个种族。LV55级左右的幽灵骑士，阶位最低都是青铜，其外形高大，上半身类人，下半身为马，但是没有脑袋，双手拿着一把2米多长、寒光耀眼的青龙刀。第二种智慧魔物 LV57级左右的腐气蛇女，阶位同样最低都是青铜，而且也是上半身为人类，下半身为动物蛇身的一种。而第三种智慧魔物数量比较少，但是等级实力最高 LV60级左右的变异树魔，这是一种体型大约7-8米高的庞然大物，树根像章鱼触手般挥舞，其作用犹如动物的4肢，树根舞动之间，树魔快速前进着。而在树魔的上半部分，一根根粗壮的树枝宛如鞭子，仅看外形就知道它们的攻击距离肯定不会近。智慧魔物可不是什么讲道理的性子，幽暗密林入口处出现像人类集市一样的智慧魔物交易市场，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在这交易，肯定有什么在震慑他们，让他们不敢放肆。这支至少1000个智慧魔物的群体，李凡猜测应该就是守卫幽暗密林力量的其中一股。数量虽然多，但是李凡根本没放在心上。这些 LV5、LV60之间的智慧魔物，只要不是传奇阶位，那在他面前就是纸糊的老虎，数量再多也不足为虑。能让这多智慧魔物排序整齐，他们背后肯定有更强大的 BOSS 吧。正当李凡想到这里的时候，果不其然，天空中传来一道凄厉的鸣叫。没过几秒，一头通体暗红色的巨龙从峡谷内飞出，在高空中用冰冷的双眼注视着李凡，继而主动开启了俯冲。一头巨龙，无尽苍穹世界内巨龙至少都是暗金阶位以上的，不知这头巨龙是暗金还是传奇，又或者是史诗呢？希望是史诗，传奇阶位啊，也不错了。巨龙这种魔物已经值得李凡释放真视之眼了。看着真视之眼技能侦查到的信息，李凡颇有些不满意。生物红龙约里基火，种族巨龙族，等级阶位 LV53级传奇，攻防物理攻击力20504，魔法攻击力21300， HP 180万，物防15885，魔防17004。属性力量13500，敏捷14440，精神14330，体力12000。普通攻击挥爪、甩尾、俯冲、撕咬。技能1火焰攻击，红龙约里基喷出巨大的火焰长蛇攻击敌人，造成每秒 180% 魔法伤害，并且有持续伤害的灼烧效果。技能2火焰球，红龙约里基喷出巨大的火球攻击敌人，造成 350% 魔法伤害，并且有持续伤害的灼烧效果。技能3高温火球，红龙约里基喷出温度更高的巨大火球，打出更高伤害。技能4、5、6多重火球火鸟火焰护盾，略，顾名思义，略。技能7地狱火海，约里基经过短暂的蓄力后，发射最远300米范围的火焰燃烧一切，造成每秒 295% 魔法伤害，并且有持续伤害的灼烧效果。技能8砸地冲击，约里基俯冲地面，重冲击地面，造成冲击波，对附近250米范围内敌人造成 700% 物理伤害，且有眩晕控制效果。技能8浴火重生，约里基血量下降至 10%， 使自身进入5秒无敌，并在状态内持续恢复 60%， 以损失生命值，每次战斗仅可使用1次。技能10邪神关注，约里基受到邪神索伦的关注，在血量下降至 5% 以下时，邪神分身降临，协助他战斗。弱点部位局部井下逆鳞， LV53级传奇 BOSS。 是的，就是这种层次的 BOSS， 李凡都有些不满足了。没办法，都砍过魔女的他已经不怎么看重击杀传奇 BOSS 的收获了。第140章，来战撸！传奇 BOSS 就这。红龙约里基的基础属性很强，但是那也要看跟谁比。对于现在的李凡而言，就算自己不开启任何 buff 状态，双防4万多站在原地任由他攻击，也绝对是不痛不痒。而反观自己，常态下的攻击面板就比红龙的防御还高了，等各种破甲技能 buff 一加，打出的伤害随随便便就能大几千大几万。你红龙不到200万的血量，能抗住我多久？唯一让他能多活一段时间的原因，还得是他会飞。李凡目前打不到他。红龙，你先别急，我把你小弟干掉，再来会会你。李凡呵呵一笑。红龙飞在半空中，但是幽灵骑士、变异树魔、腐气蛇女3种怪物组成的大军可不会飞。李凡当即就直接冲向他们。幽灵骑士属于一种近战攻击怪，集体冲锋的时候气势骇人，
一个个变异树魔穿插在幽灵骑士群体中，高大的身躯可以让他们及时接手战斗，跟幽灵骑士打配合。而腐气蛇女们则在大军两侧游荡着，她们属于偏向法系的智慧魔物，拥有强力的毒素攻击，并且有一手石化控制。如果是一般的 LV5 2级玩家面对他们，那肯定是十死无生的下场。可惜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李凡。属性数据碾压情况下，李凡就是站在原地不动，任由他们打。他们的各种技能攻击也没办法破防，有战士之心在，控制技能也不会生效。双方的数量差距很夸张，李凡一个人面对成百上千头，但是战斗力差距却更夸张。李凡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在智慧魔物大军中来回穿梭，所过之处血量成河，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尸体。一场经典的碾压式战斗，整个战斗过程不值一提。提示：你击杀了幽灵骑士 LV55 青铜生物，你获得点略。提示：你获得首杀奖励，天赋增加敏捷属性略。提示：你击杀了变异树魔 LV59 青铜生物略。总之，在李凡面板上不断出现击杀提示信息的同时，现场的智慧魔物大军的规模也在肉眼可见的缩小。天空中的红龙见状彻底怒了，他万万没想到地面上这个人类竟然如此没有强者的尊严，明明是传奇阶位，不过来挑战自己，反而屠杀起自己那些卑微的属下。他感觉到自己被冒犯了，被小看了，于是愤怒之下，双翅一展，开启了俯冲，并且嘴巴张开，橘黄色的火焰喷涌而出。技能俯冲加火焰攻击。而这一幕却让李凡不禁反喜，来得好啊！本来还没想好怎么才能打到你，俯冲下来，这不是主动找死吗？红龙俯冲过程中最低的位置距离地面只有20米左右，这种距离，李凡的暗金技能剑气大师已经让他发出的剑气可以打中了。不过李凡并没有用剑，而是掏出了来自 NPC 程小光的祖传长弓箭筒2件武器。红龙的俯冲飞行速度很快，他能打输出的时间很短，所以选择用射程更高的弓箭武器，相当于增加了输出时间。张弓搭箭，面对红龙喷出的火焰，李凡选择站撸，在给自己释放了幻影剑舞暴走2个攻速攻击力小 buff 后，再激活了长弓的主动技能神射，接下来每次攻击都必定造成弱点伤害，以及箭筒的主动技能神箭，接下来4次攻击将使对方物防减少 20%。 buff 开完，直接开射，嗖嗖嗖！李凡的手速如同抽风了一样，2个 buff 状态下每秒攻速超过4万次的他，一瞬间就射出了数千道箭矢。已经适应弓箭射击的他精准度很不错，即便红龙的俯冲的飞行速度很快，但他打这个移动靶的命中率可以保持在90%以上。负9446，弱点伤害负9872，负10463。密集的数字从红龙脑袋上空浮现，一瞬间出现的数字之多，都快形成一团黑色乌云了。除了一开始几道攻击还是4位数以外，其余攻击造成的伤害全都是一字开头的5位数。红龙哪能顶得住如此可怕的伤害啊！仅仅不到 0.1 秒时间，他就被迫发出了一声哀鸣。战斗信息：红龙约里基 LV53 传奇生物，释放技能浴火重生，进入5秒无敌状态，并开始持续回血。没错，战斗刚开始呢，李凡就直接将红龙的血量压低到 10% 以下了。他被动激活了一个保命技能，什么多重火球、地狱火海之类的根本不存在，在李凡面前，红龙根本没有释放这些技能的空间。这就是如今的我面对等级相近的传奇 BOSS 的表现，我真的是太强了！李凡得意地笑了起来，只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红龙激活保命底牌的无敌技能后，没想着怎么反击，而是翅膀用力一扇，直入云霄，开始向远方逃遁。我擦，这特么刚跟我打个照面就跑，你丫的胆子也太小了吧！李凡傻眼了，红龙飞着逃，他没有飞行能力，只能眼巴巴地在地上看，很无奈。到手的鸭子能让他给飞了？那不能够啊！犹豫了片刻之后，李凡果断行动起来，径直追向红龙逃走的方向。反正幽暗峡谷就在这，什么时候都可以过来捡腐烂结花。但是红龙这种传奇 BOSS 遇到的概率太小了，为了传奇装备技能书之类的战利品，也为了首杀奖励，必须干他。于是红龙在天上奋力的飞，李凡在地上奋力的追。李凡虽然无法攻击到红龙，但是他奔跑的速度比红龙飞行的速度快太多太多了，所以能轻松的跟着对方。他笃定的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毕竟红龙不可能一直飞，他总会像之前自己遇到的尸蝎领主那样，总会有坚持不住降落到地面上休息的时刻。到了那时候，就是自己干掉他的时机了。正当李凡这样想的时候，一个麻烦摆在他的面前，红龙飞越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峡谷，而在地面上的他却没办法直接过去。卧槽，这怎么办？绕路，不知道会绕多远，而且可能会失去红龙的踪迹吧。正在李凡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面板上突然浮现一道提示信息：提示：你的宠物蛋尸蝎孵化成功。第141章传奇宠物尸蝎宠物排行榜。提示：你的宠物蛋尸蝎孵化成功。提示：你获得传奇宠物尸蝎 LV 1级。你的宠物空间功能激活，你最多可储存10个宠物。提示：你是全服第一个获得宠物的玩家，恭喜你获得奖励称号首席预售人。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提示：全服宠物排行榜开启，你的宠物尸蝎 LV 1级，排行第一，是否隐藏姓名？面板上瞬间蹦出好几道提示信息，李凡顿时心花怒放起来了。卧槽，来得太及时了！他眼睛盯着面前出现的一个泰迪大小的迷你尸蝎，这就是宠物蛋孵化24小时后成功出壳的传奇宠物尸蝎了。宠物有着自己的属性，李凡查看宠物功能中尸蝎的属性面板。宠物尸蝎，实力 LV 1级传奇生物，经验值050万，属性物理魔法攻击力500，物理魔法防御260， HP 10万，力量200，敏捷180，精神200，体力180。技能一飞行，尸蝎可以以最高速度每秒36米的速度在100米高空下进行飞行。技能2暂无，对主人战力直接加成，攻速增加 2%， 忠诚度80。备注：目前他还只是个宝宝，协助作战能力可以忽略，你可以消耗自己经验值提升他的等级。请注意，尸蝎宝宝天性爱玩，放入宠物空间超过1小时后将自动降低1点忠诚度，忠诚度不足60点时将拒绝助战。不愧是传奇阶位的宠物， LV 1级而已就有这么高的面板。可惜你目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提升等级应该能增加体型，等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当成飞行坐骑用。李凡如此对尸蝎宝宝评价道。作为一名重生的老玩家，他对无尽苍穹世界的宠物系统非常了解。每个人最多拥有10个宠物，但是平时只能有1个出来帮助自己作战，其余都得储存到宠物空间内。宠物空间的性质就跟玩家的背包一样，只不过宠物空间只能放宠物，而且只有获得1个宠物后才会激活该功能。一般情况下，宠物就像是召唤物玩家的召唤物一样，属于独立存在的个体，以己方 BOSS 的形式协助主人作战。但宠物也会对主人战斗力有一定的直接加成，像是眼前这头尸蝎宝宝就给李凡增加了 2% 的攻速，加成不多，但有总比没有好。不过李凡此时也不看重尸蝎宠物对自己的这一丁点加成，他看重的是他的飞行能力。目前的尸蝎宝宝也能飞，但是飞行速度慢不说了， LV 1级的他体型也太小了，根本没办法当自己的飞行坐骑。现在追杀残血红龙正好需要用到他的时候呢，于是李凡毫不犹豫的直接消耗自己经验值给他升级。提示：你消耗了50万经验值，宠物尸蝎的等级提升至 LV 2，属性提升。提示：你消耗了100万经验值，宠物尸蝎的等级提升至 LV 3，属性提升。提示：你消耗了180万经验值，宠物尸蝎的等级提升至 LV 4，属性提升。此时此刻，就在李凡忙着给宠物升级的时候，游戏内全服公告也开始刷屏了。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 52级剑盾游侠在幽暗峡谷附近成功孵化传奇阶位宠物尸蝎，获得全服第一个孵化宠物的奖励。他的传奇故事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第一个获得宠物的玩家已出现，全服玩家宠物排行榜开放，登榜玩家将每天、每周、每月获得丰厚奖励。X3 一旦激起千层浪。看着公告刷屏的信息，所有玩家们都哗然了。卧槽，这就搞到宠物了！太岁神大佬竟然把宠物都搞到手了。 MMP 能不能不要这么变态啊？留点奖励给其他玩家竞争一下好不好？夜深了，太岁神大佬该睡觉了，求求你别再干了。会长牛逼，嘻嘻嘻，加入众神殿公会的我无比自豪，会长爸爸无敌。楼上的天神殿玩家识相点，赶紧拉我入会，我是高贵的召唤师玩家，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传奇宠物，我的天，大家快看新出的全服宠物排行榜，第一名的奖励羡慕死人了都。哪个排行榜第一的奖励不牛逼？但是有太岁神在，我们有什么资格争夺第一呢？哎，垃圾游戏摆烂了。楼上兄弟急了，你急了，我劝你不要急，急也没用，所以不要急，别人着急你不急，那你就是稳如老狗真不急。超什么废话文学？玩家们热议起来，整体气氛还是跟之前李凡获得传奇阶位时候的公告一样，没几个人对此感到震惊的。太岁神能史诗 BOSS 都能干得过，全服获得第一个宠物的玩家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跟我们普通玩家早就不在一个层次了。而热议的话题更集中在新出现的宠物排行榜奖励内容中。全服宠物排行榜对每个玩家所拥有的宠物进行打分与排名，
记录全服排名前100个玩家的宠物排名，榜单及时更新，根据每天24点整、每周末最后一天24点整、每月最后一天24点整的榜单排名，并发送相关奖励。备注：本榜单利益帮助玩家快速成长。当一名玩家获得神话阶位宠物后，自动排除在排行榜之外。排名第一玩家奖励内容：每日名下所有宠物获得整体属性增加 10% buff 效果，主人4维属性分别增加200，持续24小时。排名第一累计7天额外奖励：名下所有宠物获得整体属性永久增加 10%，主人4维属性永久增加200。排名第一累计30天额外奖励：名下所有宠物获得整体属性永久增加 20%，等级增加 LV5，主人4维属性永久增加500，并获得一个宠物宝箱，随机开出暗金史诗阶位宠物。排名第二玩家奖励内容：略全服玩家宠物排行榜。第一，太岁神宠物尸蝎 LV 12级传奇，宠物综合得分957分，第2至第100，暂无。第142章红龙的靠山亡灵古龙。提示：你消耗了1290万经验值，宠物尸蝎的等级提升至 LV 12，属性提升0。看着面板上原本即将升到 LV 53级的经验条变成了只剩下不到100万，李凡终于停止继续提升尸蝎的等级了。养宠物费经验值，养传奇阶位宠物更费经验值。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宠物尸蝎不止基础属性暴增，飞行速度变得更快，还解锁2个新技能。宠物尸蝎实力 LV 12级传奇生物，经验值01520万，属性略，技能一飞行，尸蝎可以以最高速度每秒123米的速度，在220米高空下进行快速飞行。技能2甩尾横扫，尸蝎使用强大的力量进行甩尾攻击，造成 300% 物理伤害，且对命中的敌人施加1至3秒的眩晕效果。技能3生命共享，战斗状态中主人受到伤害由尸蝎承担，尸蝎血量下降到1点时将自动回到宠物空间内养伤，对主人战力直接加成，攻速增加 4.4%， 移速增加 2.4%， 忠诚度96。备注：尸蝎宝宝等级飙升，此时感到无比幸福。飞行速度比原本 LV 1级时增加了好几倍。新增加的2个技能，第一个李凡倒是无所谓，毕竟他又不止在战斗中望尸蝎能帮助自己什么。不过生命共享技能倒是不错，可以把尸蝎的血量看作自己的血量。目前 LV 12级的传奇尸蝎血量有34万，相当于李凡的血量多出了34万啊，相当不错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是 LV 12级的尸蝎体型终于变了，从原本的泰迪犬大小成长为成年大象一般大小的体型，这意味着自己可以把它当作飞行坐骑来使用了。还好消费经验值提升尸蝎等级速度够快，红龙还没跑远，可以追上去。李凡收回注意力，心念一动，整个人瞬间跳到尸蝎的背上，接着如臂驱使般的让尸蝎驮着自己飞越面前的大峡谷。宠物与主人的心念相通，因此李凡只要动动念头，尸蝎就知道该怎么配合。尸蝎的飞行速度是远远比不上仓皇逃窜的红龙的，尤其是背上乘坐自己这个主人的情况下，它的飞行速度更慢了。好在这种状况不需要太长时间，大约2-3秒后到达峡谷另一边的李凡赶紧降落到地面上，接着念头一动，将尸蝎收回宠物空间后便继续追赶红龙。2秒后他便出现在红龙的正下方，悠哉悠哉地慢慢追着。有了飞行坐骑尸蝎，你丫的更不可能跑出我的手掌心了，飞吧，使劲飞，毕竟你落地之后就会死亡。李凡不着急，慢慢跟着红龙。正如他所设想的一样，有了尸蝎后，追逐过程中遇到的峡谷、河流、山川等步行难以通过的地形环境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他不紧不慢地跟在红龙屁股后面，就等着对方什么时候坚持不住，然后自己就去收割他的性命了。在李凡面前，红龙可算是活脱脱演示什么叫做插翅难逃。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天空中红龙的飞行速度逐渐变慢了，身体还时不时的下坠几次，虽然又赶紧提升了高度，但疲态已经尽显，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再也无法坚持住，必须要降落到地面上了。突然，在追逐到一片到处是不知名生物白骨的地形环境中，李凡耳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好！李凡一惊，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一片白骨堆积而成的平台上，一只通体洁白的庞然大物出现了。这只生物体高度超过10米，体长超过20米，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血肉，全部都是白骨。巨大的头颅内部闪烁着2团妖异红色光团，像是他的眼睛，此时正死死盯着李凡。吼吼！天空中的红龙发出兴奋又委屈的吼叫，让李凡莫名想起人类幼崽被欺负后找父母撑场子的神态。果不其然，他定睛一看，这头白骨铸就的生物也是一头巨龙。生物亡灵古龙，实力
LV62级史诗。属性技能，只是乍看一眼，李凡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了。红龙这家伙果然逃往这个方向，有着自己的打算。原来这里有他的帮手啊！李凡呵呵一笑。刚才在追杀过程中，他还有些疑惑，为什么红龙不往正西方的米歇尔高原的方向逃跑，而是向着西南方向？搞半天，原来这里就他的靠山啊 ！LV62级史诗 BOSS， 单单从这份等级阶位来看，亡灵古龙竟然比李凡之前干掉的魔女还要强。虽然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不过可不能自负。李凡停下脚步，观察起来。另一边，红龙有了靠山后，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降落到亡灵古龙身后的地面上，大口喘着粗气。作为一头传奇阶位的巨龙，它像是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被李凡追着，非常愤怒。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红龙与亡灵古龙此起彼伏地嘶吼起来，他仿佛在告诉亡灵古龙李凡的实力信息，而亡灵古龙也不急着帮红龙报复，就这么交流起来。他们能交流，李凡却有些不耐烦了。自己的时间多宝贵啊，可不是来听你们讲授语的。你不来，那我就过去。于是李凡选择主动出击。目前依旧是降落到地面上的红龙。真视之眼对史诗 BOSS 侦查能力有限，亡灵古龙实力怎样，有哪些技能还不知道，打起来估计要费点功夫。但是亡灵古龙不会飞，不出意外的话，他大概率将成为我的剑下亡魂。在跟亡灵古龙战斗之前，可不会再给你红龙逃跑的机会了。想到这里，李凡直接冲向红龙。他的速度太快了，还没等两头巨龙反应过来呢，就瞬移一般冲到红龙身边，紧接着他便举起了长剑，刷刷刷。0.1秒后，面板上出现新的提示信息：战斗信息，红龙约里基 LV53 传奇生物，激活技能邪神关注。没错，这波没了浴血重生的无敌技能，红龙血量直接被李凡砍到 5% 以下了。第143章秒杀红龙与史诗古龙的战撸。一道身披黑色长袍的身影凭空出现，正是李凡之前交手过好几次的邪神索尔分身。不过现在李凡可什么兴趣跟他战斗？他继续疯狂进攻红龙，区区 5% 的血量，还不到10万点而已，在他面前有什么用？邪神索尔分身想来保护红龙，别闹了，从哪来回哪去吧你！于是在邪神索尔分身出现后的一眨眼功夫，红龙约里基便被李凡清空了所有血量，轰然倒下。作为技能原因而出现的邪神分身，自然也在红龙死亡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提示：你击杀了红龙约里基 LV53 传奇生物，你获得点1750万经验值，越级杀怪 5% 额外加成。提示：该次击杀为该 BOSS 全服首杀，恭喜你获得722点自由属性点数，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提示：你击杀了一头智慧魔物，你获得5000点功勋点数。提示：你的天赋生效，你永久增加1444点敏捷。提示：你捡起了 BOSS 掉落的战利品静默项链传奇、净空领域传奇技能书、屠龙长剑传奇以及111金20银24铜币。面板上浮现一系列的提示信息。击杀红龙的收获让李凡感到很惊喜，尤其是传奇品质技能书净空领域。技能书净空领域，品质传奇，学习要求 LV53级以上，全职业通用。LV1主动效果释放后，在接下来30秒内，以自身为中心点施展出一个直径500米、高200米的圆柱体领域，领域内的所有敌人无法飞行。冷却时间600秒。这个净空领域技能虽然不属于伤害或者 buff 类技能，但是对李凡意义非凡。假如自己能早半个小时获得它，怎么可能让红龙跑这么远呢？有了净空领域，以后再遇到飞行 BOSS， 效率击杀的把握可就无限提升了。而至于 BOSS 掉落传奇装备静默项链，李凡匆匆瞄了一眼，基础属性也还不错，并且拥有一个让附近敌人进入沉默状态的主动技能。虽说自己用不了多久就要升到 LV55级了，到时候直接用史诗品质的灰烬项链，但是也不妨碍自己把它当做备用项链，必要的时候可以换装使用，就像是自己的2把史诗武器一样。而之所以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是因为亲眼目睹红龙在自己面前被干掉后， LV62级史诗阶位的亡灵古龙彻底愤怒了。啪！古龙一个强力甩尾，意外的命中了李凡。负14225。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 史诗生物，释放技能甩尾横扫，你受到技能伤害，你的血量减少14225点。战斗信息：你的宠物尸蝎被动技能生命共享生效，你本次受到攻击损失的 HP 自动转移至尸蝎身上，你的血量无变化。战斗信息：你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生效，你免疫对方甩尾横扫的击飞加眩晕控制效果。面板上一连浮现3道提示信息。李凡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擦，大意了，没有闪，没想到你个史诗 BOSS 竟然趁我查看收获的时候来偷袭我。
自己的防御太高了，所以亡灵古龙的技能伤害就不是那么可怕了，才不到15000而已。这点血量，随随便便就能通过输出吸血吸回来，这么点伤害，算了，懒得多了，直接给你站撸吧。史诗 BOSS 还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在真视之眼看不到对方有什么技能的情况下。但是此役10比10，在李凡内心，击杀对方的把握还是很大的。毕竟自己强的早已不像是 LV52级的玩家，面板上各项属性太恐怖了，用游戏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数值超模了。之前 LV60级史诗魔女都不是自己对手，当时自己还没有传奇阶位加成呢，现在有了传奇阶位，只要稍微认真一点点，怎么可能翻车？而亡灵古龙这记扫尾，也同时让李凡成功估测出他的伤害属于什么层次，所以为了输出最大化，理所当然的选择了站撸。所谓站撸，就是站着不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退一步我就是怂逼。刷刷，李凡开始甩出剑气。当然，因为使用史诗武器本身没有吸血的原因，他还提前给自己释放了暴走技能 buff。经过阶位加成后，LV7级传奇品质技能的暴走效果已经提升为使自身接下来24秒时间内基础物理魔法防御力减少 15%， 基础物理魔法攻击力增加 44%， 基础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增加 67%， 并获得 17% 全能吸血效果，冷却时间240秒。降低了一些防御不要紧，但是 17% 的全能吸血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李凡在前几次攻击的时候，顺便也对古龙施加撕裂者之剑的被动削弱物防以及破甲技能，再加上暴风之剑的被动固定削弱物防，三管齐下，即便有等级压制，李凡的攻击打在古龙身上也越来越爆炸。负4448，负4448，负5132，负5816，真不愧是 LV62级史诗 BOSS， 而且全身都是骨肉，一看物防就比魔女高太多了。前3次攻击我竟然没破防，输出全靠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不过从第4道攻击开始，古龙的物防就比我物攻低了。李凡暗暗感慨亡灵古龙可怕的物防数值，但也更啧啧称奇自己的可怕输出能力。如今的自己，仅从攻击力与防御力2方面来看，已经远远超越了等级相近的传奇 BOSS 层次，并与史诗 BOSS 都差不多了。而别忘了，自己最可怕的能力可是攻速与移速啊！有一说一，亡灵古龙的攻速也相当不错，而且攻击力很高，打在被暴走技能削弱双防的自己身上，输出更高了。可是事实上确实，亡灵古龙刚打出多少输出，眨眼间李凡就凭借输出吸了多少血，他的血量起起伏伏，但从未降低到 80% 以下。作为 LV62级史诗 BOSS 的亡灵古龙，血量也就比 LV60史诗 BOSS 魔女高出一丢丢而已，不到600万，所以他的血条开始肉眼可见的降低了。第144章，一波爆发打残亡灵古龙，邪神分身再现。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骨刺连击，你受到技能伤害，你的血量减少23346点。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释放技能极致防御，接下来30秒时间内所受物理魔法伤害减少 95%。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释放技能亡灵庇佑，给自己施加一个可吸收300万伤害的护盾，护盾持续时间最多30秒。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释放技能龙息反伤，接下来30秒时间内将所受伤害 80% 数值以真实伤害形式及时反伤至攻击者身上。战斗信息略，面板上一连7、8道提示信息几乎同时出现。作为 LV62级史诗生物亡灵古龙，他的实力毋庸置疑，伤害型技能、保护型技能都有不少。然而他本能的想用伤害性技能逼退李凡，但是没用啊，只要秒杀不掉李凡，李凡不管损失多少血，下一刻就能通过输出吸回来。至于防御型技能，老实说，亡灵古龙的减伤与护盾技能效果很变态，减伤直接减少 95% 物理魔法伤害，这就简直离谱。正常情况下，玩家面对这个技能时候应该会选择避其锋芒，等减伤技能 buff 消失之后再去攻击它。李凡面对这个技能 buff 输出也骤降好几个档次，只不过仅凭天赋的真实伤害也足够了呀，所以完全可以无视。而护盾类型技能在每一件5000左右伤害，每秒3、4万次攻速的李凡面前，区区能吸收300万伤害的护盾有什么用呢？连让亡灵古龙多活 0.1 秒都做不到。唯一对李凡有威胁的就是反伤技能了，太变态了，直接反伤 80%。 也就是说，李凡打出5000点伤害，亡灵古龙就反弹4000点伤害，反弹的伤害还是属于真实伤害，防御再高也没用。这个技能简直是李凡这种力敏双 A 战士玩家的天敌。可是李凡又不愿意干等着他的反伤技能 buff 结束，没办法，那就只能开启绝境怒气了。绝境怒气期间，我的血量都不会降低到1点以下，
你的反伤这下没用处了吧？还有什么招？尽快放出来吧！李凡嗤笑着嘀咕两句。然而万万没想到，亡灵古龙下一刻的反应，还真的让他大开眼界了。战斗信息：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释放技能生命归还，持续时间未知，接下来进入急速回血状态。这个战斗信息提示一出，李凡便眼睁睁地看到，原本已经被自己打到残血的亡灵古龙，血量突然开始不降反增起来了。自己一剑打他5000点血量，结果他却能回6000甚至7000多血量，打得越多，血量回复的也就越快。李凡瞬间傻眼了，这特么是什么技能？以自己重生者的见识，一时之间竟然评估不出来这个生命归还的技能究竟属于什么档次了。承受伤害多少就回血回得更多，这特么简直比无敌技能还离谱。他这种状态不可能持续多久的，他只是能多活一段时间而已，不用着急，优势还在我这边。李凡长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这里是亡灵古龙的老巢。李凡刚来这里的时候就发现满地都是皑皑白骨，亡灵古龙栖息的地方更是一块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的凸起的平台。此时随着亡灵古龙使用出生命归还的技能，他脚下的白骨平台宛如被废水浇灌的雪堆，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融着。所以亡灵古龙之所以能回血回得这么离谱，全都是因为地面上这些白骨的原因吗？一般玩家想要干掉他，正确打法的第一步是将他拉离这个老巢。离开这个老巢后，应该就用不出这个技能了吧？李凡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自己刚才也是一时间脑袋没转过弯来，忘记了在无尽苍穹世界，一些高阶位 BOSS 在老巢会有一些额外的保命底牌的，就像是在东华帝国的人类 NPC 主城，为什么有主城的存在？次要原因是大家抱团取暖，主要原因是主城有一个个功能强大的魔法阵，庇护城内居民的安全。而之前戈壁城遭遇怪物攻城，没有开启防御魔法阵的原因，其实是攻城怪物自始至终都没靠近城墙附近，怪物大军都没进入魔法阵范围，魔法阵自然就不会开启。毕竟据李凡所知，魔法阵这东西是需要耗费很多资源的， NPC 的日子也不富裕啊，不到关键时候可不能使用。言归正传，此时知道亡灵古龙急速回血的原因后，李凡心里就有底了。你靠消耗老巢里的白骨来回血，没关系，等白骨全都消耗光了，看你怎么办。想到这里，李凡干脆又给自己释放了幻影剑舞、诸神黄昏，甚至借指主动技能猎杀时刻多重 buff。 之前没进入爆发状态，一来是想试探试探你的战斗力，二来是留着技能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现在你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那就没必要再留着了，去死吧。李凡呵呵一笑，各种技能装备 buff 加持的他，无论是攻击力还是攻速都迎来一波巨幅增加。刷刷刷，一道又一道剑气绵连成煊赫的白色光柱，几乎进入巅峰爆发状态的李凡攻速太快了，导致的结果就是亡灵古龙脚下的白骨平台肉眼可见的融化，不到10秒时间便消耗一空。整个过程中，亡灵古龙不是没想着要反击，可是在绝境怒气状态下的李凡面前，他的所有反击都是无效的。终于，李凡面板上出现了一道熟悉的提示信息：战斗信息，红龙约里基 LV53传奇生物，血量降低至 5% 以下，激活被动技能邪神关注。第145章再战邪神。一道李凡熟悉的身披黑色法袍的身影又双若一次凭空出现，没错，正是李凡的老熟人邪神索尔的分身。 LV53级传奇 BOSS 红龙都有邪神关注技能， LV62级史诗 BOSS 亡灵古龙如果没有，那才会让李凡感到奇怪呢。毕竟他们其实都属于邪神索尔的属下，对弱者都有关注，对强者自然关注的更多。只是李凡想跟刚才一样通过迅速击杀亡灵古龙，从而让邪神分身消失时，计划却失败了。战斗信息，红龙约里基 LV53传奇生物，激活被动技能亡灵庇佑，接下来10秒时间内处于无敌且免疫控制无法锁定的状态。一个无敌技能打消了让李凡通过击杀他让邪神分身消失的念头，而无法锁定的状态也让李凡没办法像以前一样通过正义裁决之刃的主动技能避开面对邪神分身的战斗。只剩下 5% 的血量才激活，这就是你最后的保命底牌了吧？不得不说，这种状态下我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李凡叹了口气，转身面对邪神索尔的分身，没有交流。邪神索尔的分身一如既往的高冷，一言不发，直接动手。新的战斗迅速打响了。战斗信息，你受到神灵威压效果，正在判定阶位中，你当前为传奇阶位，你的属性技能被压制 80%。 战斗信息，邪神索尔分身 LV33级神灵生物，释放技能，你已远离技能范围之外，不受任何影响。战斗信息，略闪转腾挪。李凡的身影如同闪电，
迅速躲过邪神索尔分身的一个个技能轰炸。他如今的敏捷属性已经比先前跟魔女战斗的时候高出了50%左右。以前战斗时总结的经验，再加上传奇阶位面对神灵受到压制效果的减弱，让李凡能轻躲开邪神索尔分身的一个又一个技能，包括之前那一招囚牢类型的改变地形技能，也在其升腾起来之前便被李凡跑到技能范围之外了。囚牢劳了个寂寞。李凡也是有脾气的，打不还手可不是他的风格。于是，在稍微适应了片刻后，立即开启了反击。-3280，-3280，-3280，利用超高的机动性游走在邪神索尔分身周围。李凡注意躲避的同时，伺机甩出一道剑气。虽然伤害依旧都是天赋附带的真实伤害效果，但考虑到恐怖的攻速，整体输出依旧称得上非常爆炸了。即便邪神索尔分身本身速度也不算慢，而且还有瞬移类技能，但李凡依旧能比较轻松的击中他。这种僵持的战斗状态，知道邪神索尔分身连续释放出了2道新技能。战斗信息：邪神索尔分身 LV33级神灵生物，释放技能，给自己施加一层可吸收1000万伤害的魔法护盾，持续时间未知。战斗信息：邪神索尔分身 LV33级神灵生物，释放技能，引入次级维度空间之中，非锁定必中攻击无法命中他，技能持续时间未知。战场上，李凡眼睁睁看着邪神索尔分身忽然出现一道红色的圆形护盾，接着身影便模糊起来。自己发出的剑气像是打在空气中一样穿过他的身体，却没有造成丝毫伤害。护盾也就算了，1000万在我真实伤害面前也不算什么。这个引入次级维度空间之中，什么鬼？跟我都不在一个维度空间了是吧？太无赖了。李凡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刚才短暂的战斗，他占尽上风，原本还琢磨着，说不定能干掉邪神索尔分身呢。结果没想到战况突然变了，自己的攻击都没办法打到对方身上了。这还打个屁啊！反正邪神索尔分身只能持续20秒时间，20秒一到他便会自动消散。李凡干脆选择等待时间流逝，而且说不定用不到20秒，毕竟另一边亡灵古龙的无敌时间总共只有10秒而已。等他无敌时间过去，自己秒杀他之后，邪神索尔分身自然也会消失了。想到这里，李凡干脆不再想着进攻，一心躲闪拖延时间起来。而见此状况，另一边的邪神索尔分身攻击了几秒后，也干脆停手了。战斗进入了诡异的暂停阶段。数秒秒，让李凡意外的是，邪神索尔分身竟然像之前遇到的魔女百菲斯一样，开口说话了。人类天选者，我认可你的实力了，来，成为我座下的首席信徒吧。我承诺将给予你天大的资源扶持，让你成为这一代最强天选者。邪神索尔分身开口的同时，李凡面板上也随之出现了新提示信息。提示：你触发了一个特殊选项。提示：邪神索尔，神灵生物，邀请你成为他的信徒，为此甚至真心愿意耗费大量资源培养你的战力，是否答应对方？友情提示：该选择涉及阵营转换，答应对方后将转为魔物阵营，失去所有功勋点数等人类阵营的收获，并且与人类阵营处于敌对关系，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看着提示信息内容，李凡眉头微微一皱，转化阵营，成为魔物，这个选择根本不用考虑，拒绝就对了。让我成为这一代最强的天选者，我本来就是啊。当你信徒前，我就是最强；当你信徒后，我还是最强，那我不是白当了？你把我当傻子忽悠呢？李凡不屑地嗤笑一声，他没兴趣与邪神索尔分身沟通，现在自己还没办法打死他，但将来总有一天可以的。一个被自己视为猎物的存在，反过来邀请自己成为他的信徒，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恰好此时，亡灵古龙的无敌 buff 时间也走到尽头了。李凡不等邪神索尔分身避什么，直接拿起正义裁决之剑，对着古龙一指，武器主动技能激活。下一秒，他与残血的古龙便出现在武器自带的次级维度式决斗场内。此时古龙已经黔驴技穷，接下来的战斗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眨眼间，李凡便将其干掉。提示：你已经击杀略。第146章喜提史诗上一。迷路了。全服公告：玩家太岁神 LV49级剑盾游侠在石骨盆地处击杀了亡灵古龙 LV62史诗生物，获得全服首杀奖励。他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无尽苍穹历史上。X3 全服公告又一次刷屏了。玩家们已经不记得这是今天晚上第几次出现的公告，但是所有人都记得的一点是，这些全服公告全都是太岁神创造出来的。你妹的，都那么强了，能不能不要那么赶？这样显得我们很废物啊！太岁神，我劝你保护好身体，注意休息，否则游戏账号再牛逼猝死了，就一切成空了。就没人震惊公告中的内容吗？ LV62级史诗 BOSS 啊！太岁神的战绩又创新高了，恐怖如斯。而我
却连单挑 LV30级普通小怪都很艰难，真想不通，人与人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有什么好震惊的？不都已经被震惊麻木了吗？不是我吹，现在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被锻炼到，就算太岁神马上干掉 LV100级史诗 BOSS， 我都不会惊讶。游戏论坛上这道全服公告刷屏，顿时又引起了许多玩家的讨论。不过有意思的是，经过之前各种刷屏公告的刺激，已经没几个玩家对李凡突然干掉亡灵古龙感到震惊了，大部分都在吐槽，他这么晚了还不去休息，比你强的人还比你能干，还有比这更让人绝望的事情吗？别的群体不说，反正曾经因为官方那则澄清帖子，从而觉得自己未来有机会超越李凡的玩家们，此时此刻都已经被打击的自闭了。他们也曾努力过，但无奈的是，努力的结果竟然是与李凡的差距越来越大。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难免感到绝望吧。与此同时，游戏内就在玩家们议论的时候，李凡也顺便将手杀亡灵古龙的收获该消化的全都消化了。跟击杀魔女一样，手杀亡灵古龙也给李凡带来大量自由属性点与功勋点数、经验值。等级立即从 LV52一跃而成 LV53级过半。手杀亡灵古龙奖励的1880点自由属性点数，以及之前手杀传奇红龙的奖励，李凡的选择跟以前一样，想也不想就全部将其堆到体力属性上面，使体力的基础属性成功变为24622点，体力暴涨，双防直接突破5万点。另外 SSS 级天赋的击杀奖励也让李凡的敏捷属性暴涨了大几千，攻速一速更爆炸了。至于战利品方面的收获倒是很少，被李凡看中的只有2个。第一件战利品，亡灵古龙掉落的唯一一件史诗装备，属于上衣防具部件，属性很不错。装备亡灵庇佑骨甲，耐久1080，品质史诗，品级卓越，使用需求 LV57级以上，体力1000以上。属性1 HP 加50500，物防加1250，魔防加1300，力量加648，体力加996。属性2受到伤害时反弹攻击者500点真实伤害。属性3 HP 最大值增加 27%。属性4降低周围100米内所有敌人 20% 的攻击速度。属性5永不磨损。属性6亡灵庇佑，被动技能，当你血量下降到 50%， 你将进入持续10秒的无敌且免疫控制，无法锁定的状态，冷却时间24小时。超高的基础属性，简单有效的各种附加属性都让李凡脸上笑开了花，尤其是最后一条被动技能更是让他无比惊喜。这个技能不就是亡灵古龙最后放出来的保命技能吗？10秒无敌加免疫控制加无法锁定的状态，免疫控制倒是可有可无，毕竟自己有战士之心这种特殊道具根本不吃控，但是10秒无敌与无法锁定就变态了，妥妥的保命神技啊！将来遇到棘手的 BOSS 时，说不定就因为这个技能自己就能反败为胜呢。可惜跟灰烬项链一样，目前都佩戴不了，只能放在背包里存着，以后等级达到了再使用。而除了亡灵庇佑骨甲之外，第二件被李凡看中的战利品则是一个生命精华。物品中阶史诗生命精华，敏捷。类型特殊道具消耗品。作用服用后自身永久增加1723点敏捷属性。物品来源亡灵古龙 LV62级史诗生物掉落。生命精华这种东西李凡已经爆出来好多个了，这类物品可以直接增加玩家的属性。毫无疑问，这枚史诗品质的生命精华是李凡重生以来打到最好的一个，但是他却在是否对自己使用的问题上面纠结了。我手杀奖励也才1800点自由属性点，这个生命精华的加成就有1700多了，跟我手杀奖励全部拿去加敏捷也没什么区别。问题是我缺这点敏捷，又或者说1700多敏捷我需要多久能通过天赋积累到？稍微努力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让李凡纠结的原因就是自己有 SSS 级天赋在，敏捷基础都40-50万了，每一天都会大幅度暴涨，所以是真的不缺这1700多点，而且好不容易打到它，用在自己身上未免有点浪费了。不过要是卖钱的话，那又没必要。以前卖掉一个敏捷生命精华，纯粹是因为当时要收集金币参加传奇技能书拍卖活动，现在又没有类似的活动，因此没什么需要花金币的地方，卖掉的话未免太蠢了。纠结了片刻，李凡看了一眼工会聊天频道，发现已经有很多成员开始猎杀傲视苍穹与义薄云天工会成员了，于是心里有了决定，还是放到工会仓库给成员们当福利吧。工会成员们就是自己的小弟，自己这个当老大的用不上的资源去培养小弟们也理所当然的吧，否则凭什么让小弟们帮自己冲锋呢？既想马儿跑，那就要给马儿喂得饱饱的。距离工会领地太远了，现在我没办法把它投放到工会仓库里，等以后回去了再说吧。李凡收回发散的思维，至此击杀亡灵古龙的收获也算是消化总结完毕了。
接下来摆在李凡面前的只剩下一个问题：擦，幽暗峡谷，米歇尔高原在哪个方向来着？第147章，日照国，小八嘎玩家。没错，李凡迷路了。无尽苍穹玩家功能中可没有传容 MMO 游戏中小地图这种东西，玩家去一个地方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去了能不能回来得靠记忆。迷路这种事情在玩家群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更乐意打副本，而不是去荒郊野外刷野怪的原因之一。前世李凡对游戏各个地方不熟悉的时候也经常迷路，后来逐渐熟悉了，这种事情就发生的越来越少了。重生以来，这还是李凡第一次在游戏世界中迷路。要怪就怪自己太贪心了，非要追杀传奇阶位的红龙。原本戈壁城到米歇尔高原那段区域，由于前世的自己走了无数遍，早已熟记在心，没地图也不会迷失方向。现在待在的这个叫石骨盆地的地方，李凡没什么印象。更糟糕的是，跟着红龙兜兜转转，他连东西南北的方向都弄糊涂了。不过如果不追杀红龙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击杀收获，只能说有得有失吧。迷路而已，问题不大。顺着一个方向走，总会遇到人类主城的，到时候就能通过主城之间的传送阵回到戈壁城，然后重新前往幽暗峡谷与米歇尔高原。李凡嘀咕两句，定了定神，随后凭感觉认准一个方向，开始向前探索。提示：你已击杀略。提示：你已经升级，当前等级为 LV55级。时间1分1秒的过去，寻找路线的方向是很枯燥的，刷刷小怪，偶尔遇到智慧魔物部落就顺手砍翻，边走边砍怪，不知不觉就过去了6个多小时。按照现实世界时间来算的话，已经是早上9点多了，不知不觉又通宵了一夜，甚至都连续干了将近20个小时了。好消息是过去几6个小时遇到的怪全程碾压，最强怪物也就60多级而已，不到70级，安全性方面毫无问题。坏消息是一直没找到人类活动踪迹，不知道还有多久时间才能顺利找到。以我的速度，当初应该挑错方向了，要不然肯定已经遇到一个东华帝国的主城。再探索1个小时吧，还不行就下线睡觉。大不了等晚上再进游戏的时候自杀一遍。按照游戏规则，如果没有牧师的复活术等复活技能，玩家死亡后便会在就近的主城复活点复活。李凡叹了口气，不到万不得已他才舍不得自杀呢。虽然游戏世界玩家不死不灭，但死亡惩罚挺严重的，会影响自己的发展计划。只是如果事情真的到那一步，通过自杀回归人类 NPC 主城也就是没办法的解决办法了。希望最后1个小时能顺利找到吧。李凡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困意，摇摇头，强行让自己大脑清醒一些，继续出发，继续探索。而这一次让李凡精神一振的情况出现了，在他重新出发没多久，就发现地图中刷新的怪物等级越来越低了。LV65、LV60、LV50、LV40， 短短20几公里的距离，一路上遇到的怪物等级开始急速下降。这种情况意味着很大的可能就是前方有人类的聚集地、主城或者村镇之类的。反之，如果短距离内刷新怪物等级越来越高，可能就是有个大 boss 在附近。希望我的推断没有错误，我可不想在这荒郊野岭的继续待着，早点赶到米歇尔高原，刷高阶位智慧魔物 boss， 才能让我战斗力爆炸式增长。李凡期待地嘀咕着，忽然他视线余光中发现远处的一个练级点上出现几道人形身影。定睛一看，李凡顿时大喜过望，因为这几道人形身影正是一个在组队刷怪练级的玩家。有玩家出现，意味着附近肯定有一座人类聚集地，利用主城传送阵回到戈壁城的计划很快就能实现了。不过就在李凡打算上去询问那几个练级玩家时候，忽然听到他们的交流，继而忍不住眉头一皱。社长，我们安插在局下社的卧底，刚才跟我发来消息，局下社工会的开荒团队正在赶往一个暗金 BOSS 的刷新地点，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破坏他们的行动？田野君，你太心急了，暗金 BOSS 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龙国有句古话叫枪打出头鸟，局下社工会在我们今日城最近可是出尽了风头。我收到消息，最近小鸟游6花公会以及3河公会准备联手偷袭他们，我们白马社静观其变就可以了，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嗨，还是社长您神通广大，连小鸟游6花公会与3河公会都有您的人，真佩服您。哈哈，田野君也不错，机智非凡，我们白马公会未来的副会长一定有你的名字。那就先提前谢谢社长的提拔了，我和兄弟们以后一定以您马首为瞻。几个练级玩家中的2个人大笑起来，也让耳尖的李凡成功听到他们的交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交流的语言属于巴嘎语，李凡听不懂，但是能分辨出来，毕竟曾几何时他也受到过巴嘎国一些视频女老师启蒙教育。而在无尽苍穹世界自带语言即时翻译系统功能，所以说着不同国家语言的玩家们是可以听懂对方言语内容的。竟然是小巴嘎玩家，李凡对自己的运气有些无语了，他不关心对方交流内容，
无非就是巴嘎国玩家公会之间的勾心斗角而已，跟他又没什么关系。他有些郁闷的是，小巴嘎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实力是一个叫日照国的 NPC 小国。日照国仅有6座主城，比起拥有32座主城的东华帝国来说，完全称得上是弹丸之地。当然 NPC 国家大小这种事情都无所谓，对玩家的影响不大。小巴嘎们在弹丸之地活动，照样有怪刷，有副本打，有任务做。可问题是，日照国在东华帝国直线距离4000多公里之外，并且按照前世轨迹来看，在玩家普遍达到 LV60级之后，开启国战阶段，日照国与东华帝国几乎没有交集。这里的玩家传送阵，它不跟东华帝国的任何一座主城互通的，真倒霉，没办法通过日照国回到戈壁。咦，不，现在过来一点都不倒霉，而是走大运了。李凡正吐槽着呢，结果脑海中忽然想起一件事，顿时变得兴奋起来。第148章，日照国的往事，屠杀小巴嘎。本来李凡对小巴嘎们没什么想法的，都是玩家而已，自己可没空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过这种态度，在李凡想起前世的一件事情后就改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世无尽苍穹开埠第2年的时候，日照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整个国家都被铲除了。李凡皱起眉头，整个人陷入回忆状态中。他对日照国的了解并不多，但是在印象中的前世，日照国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游戏内外所有人的一件大事。某天开始，日照国一个小巴嘎玩家横空出世，在1个月内将所有 NPC 屠戮一空，杀得日照国不复存在。现实世界小巴嘎国的玩家们也有80%以上在他的屠刀下死亡了至少1遍。这件事太轰动了。无尽苍穹游戏世界中，日照国是第一个玩家所在势力被灭国的，尤其是灭国者还是日照国国内的一名小巴嘎，这妥妥属于背刺啊！当时消息一出来，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国内外大大小小媒体也都争相报道。所以即使李凡这个从不关心日照国的人，也粗略了解到这件事的起末原因。起因跟游戏世界的日照国历史有关。在游戏世界的100年前，日照国发生了谋朝篡位事件，当时的反叛者想获得护国神兽名叫八尾大蛇的高级史诗生物的支持。八尾大蛇因为受到前代国王恩情的原因，拒绝并怒斥了反叛者，结果没想到反叛者发动了偷袭，将八尾大蛇打死后成功上位。八尾大蛇死了，但是没有彻底死亡，他肉身死了之后，以灵魂状态潜伏在暗中。而另一边，日照国新的统治者立国不正，为了得到支持，故意禁止谈论历史，故意抹黑八尾大蛇。100年下来，他们成功了，使新一代的日照国民众心中八尾大蛇的形象从100年前的守护神变成邪恶恐怖无恶不作的邪神。静观这一切的八尾大蛇心态也一天天的扭曲了，对日照国只剩下了滔天的仇恨。但是他灵魂状态没有战斗力，无法复仇，只能无能狂怒。这种状况直到无尽苍穹在地球开服，一个是沙维勒的小巴嘎进入游戏，并制造出无数杀戮之后改变了。这名小巴嘎的行为被八尾大蛇关注到了，他对日照国 NPC 与玩家的杀戮得到了八尾大蛇的认可，于是便将自己的传承留给他。小巴嘎凭借着传承以及八尾大蛇发布的任务链，一步步成长为日照国的最强玩家，最终亲手覆灭了日照国。在李凡前世，这名幸运又嗜杀的小巴嘎最终成长为召唤师排行榜前3名的强者。无数巴嘎国的玩家对他又爱又恨，恨是他让巴嘎国玩家因为失去了游戏中的庇护者发展滞后，而至于爱，则是因为他是巴嘎国屈指可数的世界级强者之一，是整个巴嘎国玩家的牌面。此时李凡想起来的正是这件事情。来都来了，不如把这个任务给截胡了，反正李长生那边的任务也不急，除了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第2个玩家接触到米歇尔高原的有关任务，不如花点时间把日照国这个任务干了再去。前世据那名召唤师职业排行榜前3的小巴嘎自己说，当初是八尾大蛇主动来找他的，原因是他砍了很多小巴嘎玩家以及日照国的 NPC 们，所以只要我也做到同样的事情，八尾大蛇应该也会主动来找我的吧。李凡想到这里，心里有了决定，脸上顿时也绽放出笑容。这个新计划好啊，不但可以截胡隐藏任务，拿到丰厚的奖励，而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国人，有几个不对上个世纪那场侵略战争刻骨铭心的？有几个人在读到那段历史时，不对小巴嘎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在游戏中砍小巴嘎这件事情，李凡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甚至想想就觉得兴奋激动。至于自己这边把日照国覆灭之后，在这里活动的小巴嘎玩家们怎么办？李凡才不会想那么多呢，爱玩玩，不玩滚蛋。反正到时候游戏与现实世界融合，倒霉的又不是自己与龙国玩家们。就这么干了。第一步就先把前面这几个练级玩家干掉。想到这里，李凡立即行动起来。刷刷刷，剑光闪过，双方的实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几名练级的小巴嘎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李凡给秒杀了。
今日城复活点。松下田野、井上渡边等几个人一脸懵逼地出现在复活点内。社长，发生了什么事情？田野君，我什么都没看见，就突然死了。八嘎呀路，我们在练级区被人偷袭了，偷袭者好强的实力，竟然能秒杀我们。他或者他们难道是局下社工会派来的顶级刺客吗？我倒要看看系统提示信息，击杀我们的究竟是谁？咦，太岁神？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名字好耳熟？社长，太岁神是各个排行榜第一的那人啊，竟然是他！他不是在东华帝国吗？怎么来我们日照国了？还有我们跟他无仇无怨，为什么要砍我们？社长，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整个人都懵着呢。我明白了，太岁神是只龙国人，他肯定就是网友们口中的愤青，故意砍我们泄愤的。八嘎呀路，100年前的恩怨为什么要波及到我们头上？我要抗议，我要到论坛谴责他。松下田野、井上渡边等人从一开始发现被刺杀的懵逼中，再到发现刺杀者为游戏第一人的惊愕与不解，最后又变成内愤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太岁神会突然出现在日照国，又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砍自己等人。亲手报仇是别想了，刚才一行人满状态都被瞬间秒杀，此时死亡之后有虚弱状态，更不可能是太岁神的对手了。没办法，只能到游戏论坛上发帖指责，从而让愤怒情绪有发泄口了。第149章论坛风波。游戏论坛，这里是无尽苍穹，玩家没事时候最爱逛的地方。突然，一个标题附带太岁神3个字的新帖子进入许多吃瓜群众们的视线中。太岁神这3个字本身就自带最顶级的流量，正当吃瓜群众们觉得这个帖子内容又是一个被太岁神震惊或者吐槽太岁神战力离谱的时候，点开一看，大家忽然发现一个新的惊天大瓜。标题：严肃谴责太岁神无故击杀我与八嘎国同伴的事实。发帖人：井上渡边。内容：就在刚才，我跟公会里几个同伴与往常一样，正在游戏内日照国今日城郊区某个练级点愉快的打怪升级，打得好好的，突然被太岁神出手秒杀了。截图！有图有真相，大家看到了吧？游戏里被击杀提示信息显示，击杀我们的人真的是太岁神。我们不知道太岁神是如何从东华帝国出现在日照国这边的，游戏内国家之间也有传送阵，又或者他腿着跑过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太岁神来日照国有什么目的，也不想知道。但是我们敢保证，我们之前与太岁神绝对没有任何交连，无缘无故的，他凭什么击杀我们？难道就因为他是龙国人，而我们却是八嘎国玩家？但是我国历史书上明确记载，上世纪世界战争，我国是去保护龙国民众的，是正义的行为。我不明白龙国为什么要歪曲历史，以至于这么多年来龙国民众都仇视我们八嘎国人，这是很不争取的行为。龙国人这种错误的认知必须要得到纠正。还有，前段时间龙国傲视苍穹与义薄云天公会在论坛上宣言太岁神是个杀人为乐的疯子，那时候我们还不信，现在不得不相信了。我们很想知道，太岁神你击杀我们这样无辜的普通玩家，难道你的良心就不会感到痛吗？吃瓜群众们看到这个帖子内容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万万没想到，太岁神不声不响的又搞了个大活。众所周知，身处游戏内不同国家的玩家们之间，目前是没办法互相流通的，否则李凡刚创建众神殿公会那会儿，也不会有那么多其他国家玩家们的羡慕嫉妒。凌晨时候，半夜太岁神还在东华帝国的戈壁城，这才过去多久，他居然跑到不知多远之外的日照国了。这个发现可是让论坛吃瓜群众们惊讶不已。是77鸭 EL 沙发。另外，什么情况？太岁神爸爸咋跑去小八嘎玩家们的地盘上去了？犬岁神 2L 谴责抗议。哼，我太岁神杀你们，与你们何关？光速领跑者 3L 楼上狗子装的一手好逼，神特么犬岁神，哈哈哈。东北一枝花 4L， 哎呀妈呀，太岁神太牛了，居然跑去砍小八嘎了，老帅了。那啥，能不能带我一个呗？我也想去砍小八嘎。淮西彭于晏 5L， 作为一个普通玩家，本来我还有些同情楼主的，毕竟好好练级过程中无故被强者击杀，换位思考，我可能气得觉都睡不好了。但是楼主你个被八嘎国无耻高层洗脑的沙比，竟然有脸说上世纪的侵略战争是保护我们龙国人，你他妈沙比吧！明明是你们八嘎国不要脸扭曲历史，平时自嗨也就罢了，还敢来出来放在台面上说，也不嫌丢人。不得不说太岁神砍得好啊，最好把八嘎国人全部嘎了才好呢。贵阳陈彦祖 6L， 没错，小八嘎这波把自嗨的历史说出来，简直贻笑大方。这波啊，我无脑支持太岁神大佬，像楼主这种小八嘎们都该死。爱吃甜粽子 19L， 楼主这个小八嘎老子记住了，你丫的给老子等着，将来等国战开放了，
老子不把你砍到退油，就不算龙国人。老子说到做到。鹰吹司听20L，哇哦，小八嘎楼主被龙国人围攻了。龙国人太可怕了，抛开上世纪历史事实不谈，难道楼主谴责太岁神无故砍自己的决定不对吗？太岁神那么强大，被他砍了，连到论坛上吐槽都不行了吗？爱因斯坦奥德标21L，楼上说的对，龙国人为什么要抓着帖子里小八嘎楼主的一点错误揪着不放呢？大家该讨论的不应该是太岁神为什么能到日照国，为什么要砍楼主这样的普通小八嘎，以及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小八嘎死在太岁神屠刀下吗？知里家的小帕鲁95L，我跟楼主一样是小八嘎玩家，就在刚刚，我也在野外练级过程中被太岁神砍了。我只想搬砖卖金养家糊口啊！太岁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疯狂小帕鲁96L，我也是小八嘎，跟楼上以及楼主的遭遇一样，也被太岁神砍了。这则帖子很快就因为有太多人参与讨论而出现在论坛首页，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们知道这件事，帖子的楼层回复也越来越高。参与讨论的玩家大概可以分成4种声音。第一种，觉得李凡行为太酷了，居然能在游戏国家不互通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小八嘎玩家地盘，并且霸道砍小八嘎。第二种，则是无脑支持太岁神的行为，以及怒喷楼主井上渡边对历史的歪曲。这部分吃瓜群众大多都是李凡粉丝或者龙国玩家。第三种声音，则是来自漂亮国、呆英国等各国玩家们，他们很好奇李凡是如何抵达日照国的，既然能出现在日照国，那以后会不会出现在自己所在的游戏国家呢？到时候他会不会击杀自己这样的普通玩家呢？大家很好奇，也很关心。而回复中的最后一种声音，则是小八嘎们的态度了。根据某权威媒体调查，小八嘎国人对龙国人反感的占比达到总人口的 90% 以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全民敌视龙国人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源头可能要追溯至20年前，小八嘎政府将核污水排到海洋，龙国拒绝八嘎国海产品，导致八嘎国经济一蹶不振开始时算起来了。因此帖子中的小八嘎们对楼主的遭遇感同身受。而当帖子中出现越来越多像楼主一样的受害者后，小八嘎们也顾不上愤怒谴责了，他们只想弄清楚一件事：太岁神，你究竟想要干什么？第150章，玩家与 NPC 都砍，李凡究竟想要干什么？答案当然是为了触发印象中前世的那么隐藏任务啊！砍小八嘎玩家就是触发任务的前提环节。虽然砍得越来越爽，但李凡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光砍玩家可不够，得去砍 NPC 才更有把握触发任务。于是李凡开始向金日城的城池方向走去。不好啦，杀人幽灵又出现了！什么杀人幽灵？论坛上已经曝光了，就是太岁神在砍我们八嘎国玩家。那你太岁神他为什么要砍我？八嘎牙路，太岁神，这里可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他的速度快的我肉眼都看不见，他的攻击力足以秒杀我们任何一个人，快跑啊！不能待在这，会死的。金日城北大门外附近，无数原本练级的玩家恨不得8条腿，不顾一切地向城内冲去。他们中也有一些头铁的留在原地，想反杀李凡，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这种抵抗毫无意义，连阻挡李凡的脚步都做不到。乌泱泱地成百上千个小八嘎们宛如丧家之犬一样仓皇逃窜着。这一幕让今日城东大门的10来个守门 NPC 们震惊了。发生了什么事？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在我们今日城门外行凶，缉拿他！守门 NPC 士兵们很快弄懂了事情原委，下一刻他们气势汹汹地主动向李凡冲了过来。附近所有小八嘎们看到这一幕，不禁暗自期待起来。他死定了！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道，现阶段没人可以在 NPC 士兵面前逃走，太岁神肯定也不例外。听到此人笃定的话，附近的小八嘎们更加期待起来。他们刚才可是被太岁神吓坏了。到了如今，太岁神现身今日城附近，屠杀小八嘎玩家的消息不胫而走，现场所有小八嘎们对太岁神都同仇敌忾起来。然而他们的期待下一秒就被打脸了。只见10来个今日城守门 NPC 士兵还没走出去多远呢，迎面就遭到数道宣赫的剑光。NPC 士兵们的身影顿时像是被打破的玻璃一样变得支离破碎。没办法， NPC 可不像玩家死亡后就化成白光消失，他们被砍死后尸体还会留在原地好一会儿。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小八嘎玩家们顿时都惊呆了，血腥的场景也让有些人忍不住呕吐起来。怎么会这样？ NPC 士兵可个个都是 LV40级黑铁阶位以上的强者呀，怎么在太岁神面前连1秒都顶不住？八嘎牙路，刚才谁说 NPC 士兵能杀死太岁神的？我仔细想想，太岁神都是 LV54级传奇， NPC 士兵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害得我白期待了。太岁神他疯了，竟然敢杀 NPC 士兵，
难道他不知道 NPC 们都是抱团的吗？他这样做一定会遭遇日照国全体 NPC 高手的猎杀的。就几麻袋！我不知道日照国 NPC 高手什么时候能制裁太岁神，我只知道太岁神他又冲我们过来了呀！快跑！小八嘎们惊骇的不行，万万没想到10名强大的 NPC 守门士兵竟然被李凡直接秒杀了，更没想到李凡砍完 NPC 士兵后又继续来追杀他们了。此时恨不得爹妈给自己多生几条腿。所有小八嘎们都不顾一切的继续往今日城内冲，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念头，跑到城内就安全了。然而他们也不想想，李凡连 NPC 士兵都砍了，还会在乎他们是否在城内安全区吗？无尽苍穹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区，所有主城的安全区其实是因为有 NPC 的维持秩序，导致玩家不敢放肆，所以才被称为安全区的。也许有些小八嘎们能想到，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们下意识自我欺骗了，否则一点希望都没有的话，那也太绝望了。另一边，李凡一开始就想好了计划，砍今日城的 NPC 也在此次砍人计划的内容中，因此在屠杀了数名小八嘎后，从容踏入今日城的主城内。警告，已击杀了大量今日城天选者与守城士兵，今日城已经发布全城通缉，大量士兵正在向你追逐过来，一旦被逮捕或击杀后，你将被羁押在天牢内6小时加罪恶值 X1 小时的时间，请及时逃离。提示：你击杀了玩家天皇首席保镖 LV27级元素法师，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999点。提示：你击杀了玩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包吧 LV29级疾风弓箭手，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1000点。提示：你制造了大量杀戮，你完成了一项隐藏成就，你获得成就奖励千人斩称号。提示：你击杀了略。面板上不断出现各种击杀提示信息，不知不觉李凡都砍了1000个小八嘎玩家了。而之所以罪恶值只有1000点，是因为击杀智慧魔物可以减快速少罪恶值，之前李凡在戈壁城击杀西门小庆获得的1000点罪恶值早就已经被洗干净了。千人斩的称号吗？还不错，但依旧没有我的戈壁城王者属性好，所以不用换。李凡瞥了一眼新获得称号的属性，没有在意，接下来将注意力继续专注到砍人大业上面。刷！提示：你击杀了玩家炼之呼吸 LV31级元素法师，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4396点。提示：你击杀了今日城 NPC 杂货商人多利斯 LV27级元素法师，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4397点。提示：你击杀了略。随着面板上不断刷新各种击杀提示信息，李凡的罪恶值水涨船高。今日城只是一个小国的主城而已，根本没有天耀城中传奇剑圣李长生那种层次的大佬，所以李凡一路走到哪就砍到哪，无论是玩家还是各种 NPC 都成为他的剑下亡魂。第151章杀穿今日城。有意思的是，击杀东华帝国 NPC 罪恶值增加1000，击杀今日城这里的 NPC 却只增加1点罪恶值。所以小八嘎们游戏中所在的国家的 NPC 真就比东华帝国 NPC 下贱吗？其实是阵营问题吧，获得多少罪恶值跟玩家所在阵营有关。如果我是日照国的玩家，击杀今日城 NPC 也会有1000点罪恶值。罪恶值6666点，非常吉利的数字，砍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大约20分钟后，李凡停止了继续杀戮。过去的20分钟时间里，从脚步踏入今日城内的地界开始，他神挡杀神，魔挡杀魔，开启一路横推模式，5、6千小八嘎玩家与今日城 NPC 遭到他的毒手，整个人不说在今日城杀个7进7出吧，至少也从东门直接杀穿到了西门。而之所以决定停杀戮，罪恶值积累到一个吉利的数字，只是个玩笑而已。实际上的原因有2个。第一，砍人或者砍 NPC 都没有收益的，过了一开始的新鲜劲头后，李凡便逐渐感受到了枯燥与麻木，从而熬夜一夜的精神又开始疲惫起来，是时候该下线睡觉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这还没触发8尾大蛇的任务呢，自己万一把人砍多了，吓跑了，等将来他的任务内容要求砍多少人，岂不是麻烦了？所以李凡决定停下来，先下线休息去了。总共砍了6666个人，这比前世那个触发8尾大蛇任务的小八嘎厉害多了吧？可能8尾大蛇收到消息需要一点时间，不急，先让子弹飞一会，睡醒了继续砍。想到这里，李凡随便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美滋滋的下线睡觉去了。李凡睡着了，但是这一天无尽苍穹，世界内外都因为他而沸腾了。震惊！3榜第一强者惊现日照国，屠杀上万名玩家与 NPC。惊爆！太岁神为何屠杀小八嘎玩家？进来看独家爆料。太岁神，你是想毁了八嘎国电竞吗？沙狼星下凡，
恐怖的太岁神连 NPC 都不放过，惨绝人寰大屠杀，太岁神犯下的罪孽。游戏论坛上各种骇人惊闻的帖子层出不穷。事情从李凡在今日城外刚开始屠杀小八嘎玩家的时候就已经传开了，而到了如今，别的不说，至少在每个游戏论坛浏览的玩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件骇人的事情。随着李凡的行动被不断确认，这件事在论坛上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我的天，太岁神也太强了吧！一人打穿一座主城，牛逼，不愧是我的偶像。而且砍小八嘎这种事情也太爽了，哈哈哈！今晚我做梦有素材了。太岁神杀心太重了，这不好。作为一个龙国人，我只想说请继续。后藏楼上的友军吧，下次说重点前不要说奇怪的废话了。我40米的大刀已经收不回来了。Oh my god， 你们龙国人真可怕，居然一片叫好。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太岁神他凭什么能这样残害八嘎国玩家？严厉谴责这种行为。没错，太岁神不能再怎么做了，必须要有人出来管管他，不然今天今日城的下场，明天可能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了。我是小八嘎玩家，我也在今日城，虽然幸运的没有被太岁神砍死，主要是当时在野外刷怪，但是太岁神的行为依然严重影响到了我，因为我好不容易接到的一个隐藏任务 NPC 被他砍死了。混蛋！我好不容易赶好任务了，你把奖励还给我啊！我也是小八嘎玩家，我被砍死了2次。呜呜！论坛上的吃瓜群众们沸腾不已，这件事情太令大家震惊了。小八嘎玩家哀嚎不已，各种现身卖惨。漂亮国、大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玩家们在吃瓜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相同的事情未来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毕竟没人知道太岁神为什么突然杀戮这么多小八嘎，还砍了这么多 NPC。这种行为在那些与小八嘎国家没有深仇大恨的其他国家人们面前，实在是太骇人了，太耸人听闻了。在他们眼里，太岁神真的就是个杀人为乐的屠夫。至于以前太岁神在东华帝国境内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做，那只能说明他是个民粹主义的屠夫。歪果玩家们对此担忧不已，而与此同时，一小部分龙国玩家们也觉得李凡有些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做呢？太岁神，你理智一点啊！这种人太可怕了，杀性太重了，完全就是一个杀人为乐的疯子。小八嘎们也是人，怎么能这样残忍地对待他们呢？此类声音并不少见。当然，此类议论刚冒出头，就立即遭到更多龙国人的批评。游戏而已，砍砍杀杀的很正常。太岁神砍小八嘎，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对对对，又不是在现实世界砍死了小八嘎，勿忘国耻啊！历史上，小八嘎对我们先辈犯下的罪孽罄竹难书，你们不提，太岁神只是在游戏里砍一砍小八嘎，你们就急了？什么精神小八嘎啊？放在战争年代，你们就是汉女干，心这么软，看不得小八嘎被砍，真高尚啊！喂，乐山那边有个大佛，我建议你们买张票去乐山，把大佛敲碎，自己上去坐着。显然，龙国玩家们大多都是支持李凡的，对李凡屠杀小八嘎一事，大家都感到喜闻乐见，甚至是忍不住拍手叫好。论坛上因此炒作了一团，全民都在议论着，争执着自己为什么支持李凡，或者是谴责李凡。但无论大家怎么讲，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那就是李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虽然说有着一些特殊情节原因，可这毕竟是游戏，仅仅因为这个就直接疯狂砍杀，的确是让很多人有些想不通。不过支持者始终是支持者，反对者总有他的理由。第152章联盟会议，小八嘎代表的急躁。就在无尽苍穹玩家们对李凡屠杀今日城一事议论的沸沸扬扬的时候，在现实世界，一场多国官方代表临时举行的会议也在召开着。会议上，龙国代表、漂亮国代表、带英国代表等等，只要是世界强国，那就都有派出代表参加这场会议。本次会议由八嘎国代表发起，会议内容是讨论关于无尽苍穹游戏世界中太岁神屠杀八嘎国玩家与所在游戏势力的仪式。随着会议长一句话简单介绍完会议主题后，现场众人也顿时畅所欲言起来。在座众人放在各国都是最顶尖的政府要员，每个都在自己国家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最年强的一个代表人员都已经超过40岁了。很难想象一群40岁的政客大叔坐在一起竟然商讨游戏内的事情。但是谁让开服前几天时候无尽苍穹智能核心系统对人类发出的警告呢？这种超自然的事件本身就已经足够让各国高层重视了，再加上智能核心系统还预言3个月后游戏将与现实世界融合，并且外域魔物入侵，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不让各国视为头等大事呢？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无尽苍穹就是人类的未来啊！在游戏中获得多少资源，各国玩家实力怎样，很有可能决定将来的世界新格局。俗话说，外交无小事，而现在
无尽苍穹，游戏也无小事。各位，我收到最新消息，据统计，我国玩家在此次事件中被太岁神击杀一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这4000人将在接下来几天的游戏发展中陷入停滞。此外，被击杀的今日城内 NPC 们数量不下3000人，这些 NPC 们可没办法与玩家一样死亡后重生，他们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而他们的死亡直接导致很多玩家受到影响，比如没办法接到日常任务，完成某个重要任务却拿不到奖励了。综上所述，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的战略计划。我要求龙国方面立即制止太岁神这种邪恶的行动，并且给予相应的赔偿与道歉。会议室内，会议长话音落下后，小巴嘎国代表立即站起来，又急又气地瞪着龙国代表。作为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一方，小巴嘎代表是真的急眼了。巴嘎国玩家所在的游戏势力总共就4个主城，李凡一个人就闹得今日城鸡犬不宁，屠杀了数千名巴嘎玩家，受到影响的更是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毕竟4座主城都属于一个国家，今日城今日的遭遇很有可能在其他3座主城中上演，因此这次事件让整个巴嘎国玩家都人心惶惶的。长此以往，这还怎么练级，怎么变强？本来小巴嘎国就落后龙国、漂亮国等一流强国，他们高层还指望着通过无尽苍穹游戏让巴嘎国再次伟大呢。结果你太岁神这么搞，别说再次伟大了，不夭折就算好结果了。因此小巴嘎代表强烈要求召开这次会议，为的就是要向龙国施压，哪怕要不到补偿跟道歉，让龙国官方制止太岁神继续屠杀的行为也是必须完成的。我同意巴嘎国代表的要求。巴嘎国代表话音刚落下，他旁边的泡菜国代表就急忙站出来表态。虽说巴嘎国与泡菜国民间互相仇视，但是在官方层面，因为同属漂亮国走狗的原因，实际上还是比较亲近的。比如泡菜国20年前就曾出现一个叫尹锡悦的统领，在民间大范围仇恨巴嘎国的情况下，强硬跪舔巴嘎国。而且就算没有这层关系，泡菜国代表也会站出来表示支持的。因为根据在游戏世界中各国玩家主要集中在一个个独立的游戏势力范围这一点来看，泡菜国的小西巴们所在的国家可能与现实世界中一样，跟龙国玩家的游戏势力接壤，小巴嘎们的遭遇很可能会出现在小西巴们的身上啊。所以泡菜国代表怎么可能不支持呢？而泡菜国代表刚表达完支持的意见，似乎商量好的一样，漂亮国、呆鹰国、举手国、德意志、乌贼国等国家代表们也先后站起来表示支持意见。我同意小巴嘎代表的发言，就太岁神屠杀数千个小巴嘎玩家以及破坏小巴嘎玩家游戏势力的行为，龙国方面必须要为此负责。没错，我要求龙国官方立即制止太岁神这种行为，并提议每一个被太岁神击杀的小巴嘎玩家，龙国方面必须补偿他们至少1件主流白银品质的装备，以此才能勉强抵消小巴嘎玩家的损失。我也同意小巴嘎国家代表的要求，并且提议龙国对外界公开太岁神变强的方法。根据无尽苍穹天道智能系统当初的警告，我们未来面对异域魔物，能依靠的就只有无尽苍穹世界。在那时候，我们全世界人类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人人都是太岁神一样的强者，那么何愁不能度过危机呢？我也同意。漂亮国、呆鹰国、举手国等国家代表们一个个义正言辞地指责龙国代表一方，他们何止为了支持小巴嘎国代表啊，更是想要借题发挥，知道太岁神变强的秘密。不过面对这种指责，龙国代表耿双双大佬却很淡定。作为专业外交半辈子的他，在险恶的情况都面对过，此时小巴嘎等国家代表们的发难，在他看来就是日常扯皮而已。首先我要告诉各位一声，由于每个玩家身份都受到无尽苍穹天道的保护，我们龙国官方并不知道玩家太岁神的具体身份，所以无法对他进行强制措施。其次，太岁神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请各位不要上升到国家层次。至于他为什么在游戏中屠杀小巴嘎们，我们猜测可能是为了做某个任务，拿到任务奖励。最后，各位想通过我们龙国官方制止太岁神的行为，我劝各位还是少在这方面费心思了，有这功夫，不如想想如何在游戏中制止太岁神。一个国家被一个人压着打，恕我直言，那这个国家也太废物了。第153章被踢成员的悔恨。联合会议很快在日常扯皮中结束了，小巴嘎们没有完成任何一个目标，最后可能是破防了，放出狠话表示，如果龙国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制裁太岁神，自己这边可能会向外界公布无尽苍穹天道的预言内容。不过此话一出，不用耿双双大佬制止，巴嘎国的父亲漂亮国代表就严厉训斥起来了。没办法，无尽苍穹天道当初给出预言的时候，还特意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不能大范围散播，否则可能会引起巨变，导致异域魔物提前入侵海蓝星。留给人类的发育时间本来就不多，异域魔物提前降临，没人想看到那一幕。因此，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
众多代表的矛头就不再指向耿双双大佬，而是严厉警告巴嘎国代表，让后者瞬间发挥民族本性，不断弯腰道歉，表示自己口不择言，那态度诚恳的就差当场跪下了。不过这件事对李凡这个众人讨论的当事人而言就没什么关系了。晚上6点多，一觉醒来，照常迅速完成吃喝拉撒的生理必要环节后，他就立即登录游戏世界了。爆肝的一天又开始了。李凡上线后，系统提示信息、私聊信息、公会聊天频道的 edit 他的提示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提示信息主要是副本狼族祭坛的门票累计提示。没错，这个副本门票费还能收到，美滋滋的领完1万多金币后，李凡的目光看向了私聊与公会聊天频道。好友列表中所有人都给他发来私聊留言信息了，他们说的话全都有关他在今日城屠杀小八嘎的事情。随便回复了几句后，李凡目光又瞄向公会聊天频道里面。无敌暴龙战士普通成员会长大佬上线了，爱的供养普通成员会长爸爸，砍小八嘎带我一个呗，我也想砍小八嘎。大包杂普通成员会长爸爸，如果可以的话也带我一个，砍小八嘎这种事情我就算不休不眠也想做啊。默哀老娘普通成员会长 Jiggy， 砍小八嘎带妹子一个好不好？秃子也想有爱情普通成员，卧槽，默哀老妹儿你也太双标了，在我们面前就自称老娘，在会长大佬面前就自称妹子了。默哀老娘普通成员咋地？老娘愿意。死秃子你管着这吗你？很明显，公会成员们的交流也跟自己砍小八嘎的事情有关，而且此时说话的大多是询问能否也过来砍小八嘎。毕竟公会里都是龙国人，而只要是正常的龙国人就没有对砍小八嘎这种事情不感兴趣的。公会成员们的三观都很正确。李凡正感慨着呢，然后就看到了一条特别的发言。阿里嘎多普通成员，那个会长大佬，八嘎国玩家大部分也只是普通人，他们被您击杀后也很受伤的，您能不能少砍一些八嘎国的玩家呢？默哀老娘普通成员，卧槽，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圣母？无敌暴龙战士普通成员，兄弟，你要是被绑架了就吱一声，或者收钱了就告诉我们，带我们一起发财啊，否则我实在想不通你怎么能这么脑残。会长砍多少小八嘎关你屁事？莫非你也是小八嘎，同情他们了？躺平怪普通成员，兄弟，你这觉悟有点低啊，作为众神殿的一员，会长怎么做我们无脑支持就行了，何况还是砍小八嘎这种事情。只要是个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龙国人，只要稍微了解上世纪那段惨痛的历史，就不应该对小八嘎产生同情啊。拖更怪普通成员，你这发言有点逆天，我不敢苟同。名叫阿里嘎多的公户成员此言一出，都不用李凡表达态度的，立马就遭到多名公会成员的批判。大家本来就无比认同李凡屠杀小八嘎这件事，甚至恨不得跟随李凡一起去砍。你竟然同情小八嘎，很明显我们不是一类人啊。是被李凡干掉的小八嘎很多都是普通玩家民众而已，但是上个世纪战争年代，龙国那些千千万万被小八嘎残害的老百姓就不是普通民众吗？游戏内屠杀小八嘎而已，又不是游戏外屠杀，这你也同情？你怎么不同情那些被小八嘎残害的先辈们呢？阿里嘎多普通成员，别骂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公会频道中被众人指责的阿里嘎多玩家见状不对，赶紧认错，只是李凡却没选择原谅他。太岁神公会会长，道不同不相谋，阿里嘎多，你跟我们不是同一类人，你被开除了。公会公告，玩家太岁神公会会长将阿里嘎多普通成员踢出公会，并永久拉黑。没错，李凡直接动用权限，将逆天发言的阿里嘎多给踢出公会了。这还是他创建公会以来第一次踢人，但是得到公会成员们的一致好评。默哀老娘普通成员会长牛逼，秃子也想有爱情普通成员踢得好啊，会长霸气。花蝴蝶元老会长霸气。另外，我的太爷爷曾经是抗日烈士，求带我一起去屠杀小八嘎。菊花台普通成员会长霸气。另外，膜拜漂亮的花蝴蝶元老。公会频道中一片叫好，而李凡也觉得闲聊时间差不多了，直接告诉大家自己没办法带任何人来日照国之后，就收回了心神，重新将目光放到眼前的今日城门口。新的一天，新的屠杀即将开始了。清晨，某个出租屋内，一个尖嘴猴腮的年轻人气得一把将游戏头盔甩到地上。哎呀呀，我为什么要忍不住诱惑收小八嘎的钱替他们说话啊？被踢出了众神殿公会，我的通天之途没了呀，我好后悔。没错，这个尖嘴猴腮的年轻人正是游戏中被李凡踢出公会的阿里嘎多。第154章再次屠杀，李凡给出了死亡宣告。公会聊天频道的风波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李凡上线后的重点行动，首先还是跟上午下线时一样，屠杀小八嘎与今日城的 NPC。刷刷刷，
随着宣赫的剑光再次闪耀在今日城内外，小八嘎们的哀嚎也再次出现了。八嘎呀路！可恶的太岁神又出现了！啊，快跑啊！他又开始屠杀我们了！跑不掉，根本跑不掉！太岁神，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这样迫害我们啊？我们小八嘎惹到你了吗？我特么刚完成的隐藏任务啊，结果 NPC 却在我面前被砍死了。只要1分钟，只要再给我1分钟时间，我就能领到任务奖励了。呜！我1天内已经连续被太岁神砍死3次了，死亡惩罚让我人都骂了。小八嘎们惊怒不已。这一批小八嘎大多都不是白天那波被李凡砍的小八嘎了。没办法，一来李凡太能干了，下线比别人迟，上线比别人早。上午那波被他砍的小八嘎大多都没在线，而现在这波在线的小八嘎们没有直面他，不知道他的可怕。其实就在刚才，还有不少小八嘎表示，太岁神如果敢再次来，自己就帮大家复仇呢。然后现在直面李凡，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动作，慌不择路的逃跑。没办法，根本打不过呀，头铁就是死，只有逃跑才能有一线生机。好在李凡的主要屠杀目标并不是他们这些小八嘎，而是今日城的 NPC 们。毕竟八尾大蛇的背景就是被 NPC 土著搞死肉身的，恨的是 NPC 土著，砍小八嘎玩家只是顺带的事情而已。太岁神休得再次放肆，缉拿太岁神！经过上午那一波的屠杀，今日城的 NPC 们显然也对李凡有所防备。屠杀了还不到1分钟，就有大量 NPC 士兵们包围过来了。为首者也是最强的 NPC 士兵队长，是一名 LV60级的黄金阶位战士职业。只是他的志气很好，但恐怕只有梦中才能实现了。来得正好，李凡嘴角一翘，主动冲向 NPC 士兵队伍中。下一刻，剑气漫天，一个个今日城的 NPC 士兵们迅速倒下。整个战斗过程不能说毫无还手之力吧，也只能撑得上一面倒。啊，打不过，根本打不过。他也是天选者，为什么那么厉害？而我们的天选者却个个都是废物。我们打不过，快去寻求支援。一个照面 ，NPC 士兵们就被砍得七七八八，队伍迅速溃散了。他们去寻找支援，但李凡可不会干等着，进入主城内继续屠杀，遇到谁就砍谁。在李凡面前，无论你是乞丐还是高级官员，人人都得到平等对待。提示：你击杀了略。提示：你击杀了今日城 NPC 猎户山崎一户 LV33级疾风弓箭手，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1万点。提示：你制造了大量杀戮，你完成了一项隐藏成就，你获得成就奖励万人斩称号。随着面板上不断刷新各种击杀提示信息，李凡的罪恶值水涨船高，很快就又解锁了一个隐藏成就，称号万人斩。属性：力量敏捷加600，力量敏捷正 12%， 主动技能等级增加 LV1。被动效果：与非魔物阵营生物的战斗状态中，你每击杀一个单位，你将会对附近等级或阶位低于自己的人产生威慑效果，使其受到 0.5 秒至2秒的恐惧状态。来源：短时间内击杀1万个非魔物单位的隐藏成就奖励。之前千人斩的称号属性李凡看不上，但是这个万人斩就让他感到欣慰了。很强的称号，虽然只增加力量与敏捷2种属性，没有像戈壁城王者称号那种血量、攻防、思维属性全部都增加，但是对我来说，万人斩的属性非常合适我，尤其是当前砍人的状态下。李凡心情美滋滋的将称号换上。与此同时，他砍倒身边的一个 NPC 商人后，发现附近20米内的几个 NPC 全都瞬间像是无头苍蝇一般原地打转，头顶上冒出3个不断旋转的骷髅头标志。来自万人斩称号的被动效果：异常控制状态恐惧。这个效果对李凡而言算是不大不小的惊喜了。面对附近这群低实力的 NPC 们，没什么实际作用，毕竟恐不恐惧的无所谓，只要李凡愿意，完全可以一瞬间杀光他们。不过恐惧状态好歹也是个控制，将来说不定就能用上了呢，有总比没有的好。万人斩奖励的称号就已经这么给力了，那干掉10万个甚至100万个，又该奖励什么好东西呢？李凡很期待。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李凡停止了杀戮。此时他已然又从西门杀到了东门，又杀穿了整个今日城。站在东大门门口，看着不远处因为恐惧而颤颤巍巍的 NPC 士兵与极少数小八嘎玩家们，李凡微微一笑，大喊道：4个小时后我会再次过来，到时候我就会覆灭整个今日城。想活命的话，就趁早逃跑去吧。之所以停下杀戮行动，还是跟上午的想法一样，八尾大蛇的任务还没触发呢，可不能早早就把人都砍光了，否则任务内容怎么办呢？而之所以要4个小时后再来，并且大声宣告给小八嘎与 NPC 士兵们，李凡可不是出于同情他们的态度，而是让子弹飞一会，让暗中关注日照国的八尾大蛇灵魂一个收到消息的时间。
这4个小时，李凡决定在野外随便找到地方刷怪度过。到时候不管八尾大蛇会不会出来，他都将彻底放开手脚屠杀金日成。毕竟他虽然看中八尾大蛇的任务，可不愿意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对于现在的李凡来说，时间就是一切。这些人的确该死，可杀他们那也就是动动手而已，其余的时间还是要刷怪的，不然就太无聊了点。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重头戏终于是要来了。第155章，屠城还提前通知。李凡喊完话就离开了。他说到做到，4个小时之后，差不多是晚上10点多，到时候一定会过来屠杀整个金日城。而他放出的这句话，顿时让整个金日城的小八嘎们都彻底恐慌起来了。由于关注这件事的人太多了，消息一经传播到游戏论坛上之后，顿时引起了广泛讨论。屠城？我的天，太岁神大佬要玩这么大的吗？那可是一座王国的主城啊！太岁神他一个玩家再强，日照国难道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他之前2次杀穿金日城，主要是 NPC 势力没防备吧？现在当众放出狠话，日照国的 NPC 强者肯定会赶过来，严阵以待的。我倒是觉得太岁神可以做到，毕竟他的实力离谱的一笔，根本不能用等级来衡量的。50多级的他，感觉100级 NPC 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别争执了，4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太岁神能不能做到，到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就行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起来了，太岁神加油啊！让这些 NPC 知道我们玩家不是好惹的。没错，我也很期待太岁神能屠杀金日城，毕竟 NPC 对我们玩家很歧视。想当初我刚进入主城就被强制背诵天选者遵守法则，差点憋屈死我了。希望太岁神能给我们玩家争口气啊！对，NPC 太欺负人了，我也希望太岁神能屠城成功，给我出口恶气。就是可怜金日城的小八嘎玩家们要倒霉喽！倒霉啥呀？太岁神这次都给小八嘎们4个小时撤退时间了，4个小时他们想跑还不容易。太岁神已经足够仁慈了。阿西巴，我是小八嘎玩家，感谢太岁神提前发出的公告，他人还蛮好的咧。那你不要啊！没了金日城，我们还怎么发展变强啊？太岁神，你为什么要这样残害我们小八嘎？嘻嘻嘻，活捉一个急眼的小八嘎玩家。这个问题我帮太岁神回答了，抛开事实不谈，太岁神砍你们，难道你们小八嘎玩家就没有一点错吗？论坛上的吃瓜群众们沸腾了。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岁神屠杀小八嘎玩家与金日城 NPC 的消息，经过一个白天的发酵，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无数人关注这件事的后续，太岁神的举动是心血来潮吗？还是会继续屠杀呢？很多人猜测讨论着，结果太岁神用行动证明，他对小八嘎的屠杀还远未结束。这次4小时的死亡公告事件再次吸引了论坛吃瓜群众们目光，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四处起哄；有人暗暗期待太岁神屠杀 NPC， 帮自己出口当初刚进入主城就被 NPC 强制管理的恶气；还有人同情小八嘎玩家，觉得太岁神事情做得太过了，制造起2起杀戮就算了，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但你太岁神要毁灭金日城，那金日城的小八嘎们怎么办？大家都是人类，能不能友善一点啊？当然，作为这起事件的苦主，论坛上小八嘎们玩家的声音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些小八嘎玩家的态度整体分为2类，一类是痛斥、无能狂怒，另一类很奇怪，则是感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小八嘎这个民族很奇怪，有点抖 M 的属性。举个例子，历史上他们被漂亮国投下2颗小男孩后，不仅不仇恨漂亮国，反而以漂亮国为首是瞻。此次事件也一样，李凡太强了，让一部分小八嘎玩家骨子里的抖 M 属性被动激活了，不仅不仇恨李凡，反而敬佩起李凡。用他们的话来说，太岁神明明有实力继续屠杀，但偏偏给了4个小时撤退时间，这简直太照顾自己这些小八嘎了。好人呐！至于太岁神为什么屠杀，管那么多干嘛？强者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弱者只要服从就好了。如此炸裂的态度，引得很多其他国家人们哭笑不得。要知道，有些自诩正义的歪果人一直都在痛批太岁神的恶劣举动呢，结果受害者小八嘎们反而称赞起来了，让他们想继续痛批都找不到理由。只能说，小八嘎们再次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奇葩民族个性了。时间悄悄流逝，4个小时时间眨眼间就到了。今日城城外某个 LV45级的练级区，李凡停下了刷怪的枯燥行动，敏捷属性增加了18000，效率太低了。果然，还是早点结束小八嘎这边的事情，继续去米歇尔高原刷智慧魔物吧。在那里，我的发育变强速度才能称得上迅猛。李凡嘀咕了2句，不爽地叹了口气。过去4个小时时间，他一直在这片练级区刷怪，刷的都是普通小怪而已，装备、技能书等战利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自身等级比怪物等级高出不少，
收获的经验值也不多，唯一能让待在这里的理由就是刷小怪可以利用 SSS 级天赋增加敏捷属性。4个小时时间，敏捷属性从49万多增加到了51万万零几百，差不多增加了18000的数值。放在普通玩家身上，这肯定是做梦不敢想的爆炸提升。但是对李凡来说，增加的有点慢了。没办法，这18000敏捷属性是经过传奇阶位、装备、称号加成后的综合提升，实际上增加的基础敏捷属性也就12000的样子。4个小时时间只增加了12000的基础敏捷，这对体验过屠杀一个智慧魔物部落就能至少增加15000基础敏捷的李凡而言，属实是有些不够看了，效率太低。按照计划去覆灭整个今日城吧，希望这次行动能成功触发8尾大蛇的任务，要不然的话，我就再屠杀另一个日照国的主城，一个不够那就2个，2个不够那就3个，甚至把日照国4座主城全部摧毁，那样就一定能触发任务了吧？如果到时候还不能触发，那就算了，反正我也没费什么功夫，变强途径那么多，不能挂在这一棵歪脖子树上，趁早脱身也是极好的。想到这里，李凡顿时行动起来。几分钟后，他便再次来到今日城东大门。此时，整个今日城已经严阵以待。第156章，今日城外拦截与刺杀。今日城东大门，就在李凡刚刚到来的时候，出乎他意料的是，一个小八嘎玩家拦在路上。虽然这个小八嘎玩家整个人瑟瑟发抖，眼神也惊恐的不行，但看到李凡的身影后，依旧没有后退一步。这就让李凡有些好奇了，自己提前发出死亡宣告，眼前这个小八嘎不早点跑，还留在这里干嘛？而且看起来好像就是在专门等着自己的。在李凡和善的目光中，小八嘎玩家颤颤巍巍的开口了：“尊敬的太岁神，我代表今日城的小八嘎玩家，想跟您做一个交易。”在他的叙述中，李凡明白了，原来今日城面对自己这个威胁，竟然出现了跟当初戈壁城遭遇怪物攻城时候一样的紧急任务。所有城内的小八嘎玩家都触发了奖励丰厚的守城任务。眼前这个小八嘎就是城内小八嘎玩家的代表。面对自己，小八嘎们实在没信心能成功守城，但又渴望可以拿到丰厚的任务奖励，于是派出代表过来与自己谈谈。龙国币1000万，任务要求击杀你，只要您站着不动给我们击杀一次，我们就愿意付给您1000万龙国币的补偿。此时，小八嘎代表道出来意后，又赶紧开出了条件：1000万龙国币买自己的一次死亡代价。不得不说，这个诚意已经非常惊人了。毕竟玩家死了就会复活，在目前无尽苍穹与现实世界未融合之前的阶段，玩家绝对在游戏内绝对属于不死不灭的存在。如果李凡愿意赚这笔钱的话，钱几乎算得上是白拿的。换作是任何一个普通玩家，在这个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想必都不可能拒绝。不过在李凡看来，别说1000万了，就算1000亿买自己的一次死亡代价，都不可能答应的。钱这东西在他眼里够用就行了，多了就是废纸而已。更何况1000万很多吗？自己随便卖出几件传奇品质装备，收获的货款估计就绰绰有余了。然而用不上的传奇装备，李凡都直接放到工会仓库供工会成员们白嫖。从这方面来看，钱这东西在他眼里真的毫无诱惑力啊。于是面对面前这个小八嘎玩家代表望眼欲穿的表情，李凡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我拒绝。难道1000万您觉得不够？那我们可以再谈谈。”小八嘎代表见李凡拒绝，神色顿时无比焦急。只不过还没等他开出新的条件，李凡就已经不耐烦的一键送他免费去复活点了。自己都已经拒绝了，哪来那么多废话？难道你们以为我之前的宣告是在勒索你们吗？毁灭今日城这件事，老子做定了，耶稣都拦不住啊！时间也不早了，早点打完早点收工，开始行动吧。李凡想到这里，不再墨迹，直接化身一道闪电冲向今日城。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过这方面今日城内的 NPC 与小八嘎们早就已经见识过了。既然他们没有跑，而是选择留在这里坚守，肯定是有底牌的。果不其然，李凡刚刚接近今日城大门口500米左右，前方的地面上就忽然升起一道冰蓝色的魔法墙壁，挡住他的去路。李凡眉头一挑，抬头看去，就见到一个身披蓝色长袍的人类 NPC 正站在空中，冷眼望着自己。天选者太岁神，日照国可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不得不说，你挑错对手了。法师 NPC 冷冷地说道。而李凡第一时间则看向他头顶上显示的信息：姓名阿道干，实力 LV74级传奇阶位，属性技能，备注日照国传奇兵系魔导师，日照国的最强者之一。距离有点远，超出了真实之眼技能的释放范围，不过问题不大。LV74级传奇 NPC 在目前玩家们接触到的 NPC 群体中绝对属于最强的一个层次了，但前提是要看跟谁比。李凡爆发状态下，
连 LV62 史诗生物亡灵古龙都能碾压式的击杀，你 LV74级传奇 NPC 再强，也不可能比亡灵古龙厉害吧？虽然等级比亡灵古龙高，但是阶位差距摆在那呢。在李凡看来，眼前这个阿道干的实力肯定比不上亡灵古龙的。最讨厌你们这些能飞的法师了，待在天空中，高度超出了我的攻击范围。但那是以前了。下来吧，你。李凡懒得跟对方交流，直接激活从红龙战利品中学会的技能净空领域。随着技能激活，一道白色的能量柱从他身边500米处拔地而起，接着闪电般窜到高空中200多米。传奇冰系魔导师阿道干没反应过来，瞬间就中了着，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头向地面上栽了下来。而降落到一定高度后，迎接他的就是密集的宛如白色光柱的无数道剑气。阿道干避无可避，整个人瞬间被剑气淹没。-512，-512，-1284，弱点伤害。一瞬间，密密麻麻的红色数字从阿道干的脑袋上凭空出现。他的等级太高了，让李凡的输出只能实际生效 5%， 但好在也足够了。只要攻速足够快，一剑550点也能1秒打出上千万的输出。而李凡常态下的攻速就已经每秒2万多了。此时幻影剑5等技能 CD 短的攻速小 buff 一开，攻速综合效果直接突破每秒35000次。阿道干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他砍的。只是阿道然虽然没有10条命，但他有无敌技能。战斗信息：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释放技能魔法护盾，为自己施加一层可吸收 HP 最大值 50% 魔法伤害的护盾，并在护盾未被打破前免疫控制技能。战斗信息：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释放技能冰棺，自身接下来在技能持续时间3秒内免疫任何形式的伤害。一个透明的冰棺凭空出现，将阿道干冰封在内。而在冰棺无敌技能效果的保护下，阿道干还是可以说话的。只见他怒喝一声：“快动手！”与此同时，一个手持匕首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李凡身后，对着李凡的脑袋就狠狠的一刺。第157章今日城传奇 NPC 的惊恐。阿道干，干吧爹！阿道干可是 LV74级传奇 NPC， 他一定能阻止太岁神。哼，这个太岁神真的是不知好歹，送他钱都不要。现在好了吧，我们这边强大的传奇 NPC 一出手，就让你的屠杀计划彻底泡汤，让你人财两空。今日城墙上10几名小八嘎玩家见到阿道干出场后欢呼不已。在他们看来，只要阿道干一出手，李凡就会被制裁，就算制裁不成，至少也能逼退。因此每个小八嘎都信心十足，眼神戏谑的等着看好戏。然后他们就真的看到好戏了。只见被给予厚望的传奇魔导师 NPC 阿道干刚刚放完狠话后，就不知为何突然从空中一落千丈，紧接着一头扎进太岁神发射出的无数道剑气中。现场所有小八嘎都忍不住石化了，他们万万没想到阿道干这么轻易就被太岁神打到，看起来情况危险的不能再危险了。这不合理啊，太岁神他只是一个 LV53级的玩家，凭什么能压着 LV74级传奇魔导师打？不，我不相信，我一定出现了幻觉。快看，阿道干还没死呢，他用出了一个冰棺式的防守技能，成功抗住太岁神的攻击了。战斗还没结束呢，大家要对阿道干有信心啊！等等，大家注意看，太岁神背后有个刺客成功偷袭到他了，也是跟阿道干一样的日照国高级 NPC， 他们要成功了吗？在小八嘎玩家们紧张的注视中，城墙外的地面上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李凡大意了，没提前预测到阿道干有帮手，有心算无心，他被对方打了个正着。不过实际效果吗？战斗信息：公正星2 LV59级传奇大盗贼，释放技能凿击，你受到技能伤害，你的 HP 减少1点，并进入每秒减少650点 HP 的流血状态，持续7秒。战斗信息：你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生效，你免于该技能的眩晕控制状态。李凡的头顶上瞬间冒出2道数字：-1、-650。没错，阿道干的帮手是一名传奇刺客，大盗贼就是刺客职业的晋级职业。这家伙偷袭成功，使用的是强力伤害加控制的技能。但是很抱歉，李凡的防御力比攻击力可怕太多了。这名叫公正星2的传奇大盗贼，蓄力一击打在李凡身上，只打出可怜的一点强制伤害。要不是技能附带每秒650点真实伤害的流血效果，真的就是给李凡挠痒痒都不够。如今 LV59级传奇 NPC 的攻击都打不破我的防御了，这就是我全体力加点的好处啊！你打完了，接下来该我了。李凡微微一笑，趁着公正星2因为偷袭效果远比预测差得多的短暂愣神状态中，毫不犹豫地直接发动反击。刷刷刷！-3774，-3774，-4036，-4436，-4434，一道道承受伤害的红色数字
犹如一股浓烟般的从宫正星二脑袋上空腾空而起。比起 LV74级的阿道干 ，LV59级的宫正星二显然防御要差得太多了，而且对李凡的等级压制也没有那么夸张，因此承受的伤害比阿道干高出太多了。更要他命的是，李凡的输出成功把他打晕了。战斗信息：你的狩猎之神的银戒被动属性生效，宫正星二进入 4.4 秒的眩晕状态。别说 4.4 秒了，就算 0.4 秒，李凡也有信心秒杀他。不过不远处的阿道干显然看出了队友的危机，法杖一伸出来，一道魔法护盾便出现在阿道干的身上。哎呀呀！从眩晕状态醒过来后，强烈的剧痛让宫正星二忍不住发出哀嚎，同时也让他终于回过神来。下一刻，宫正星二赶紧使用一个小瞬移技能抽身暴退，并且进入了强制隐身状态。在我面前，你觉得自己能跑掉？隐身？砍的就是隐身。李凡毫不在意宫正星二的动作，他见招拆招，直接对着四周密集释放剑气。这一招曾经他在击杀刺客猛盟主路人甲的时候用过。隐身又不是无敌，只要攻击足够密集，攻击范围足够大，隐身就根本不顶用的。果不其然，他不到1秒时间就通过攻击逼出了宫正星二隐身状态的位置。锁定位置之后，顷刻之间无数道剑气就集中射向宫正星二。-7044， -7044，一道道高额的数字从宫正星二的脑袋上空再次密集的浮出。很快，他就也跟阿道夫一样，因为承受不住李凡的伤害而赶紧使用出保底技能。战斗信息：宫正星二 LV59级传奇大盗贼，释放技能虚空前行，进入无法被攻击的状态，效果持续14秒。随着这道技能一出来，宫正星二的身影顿时变得虚幻起来了，整个人如同一道黑色的虚影。李凡的剑气打在他的身上，如同穿过空气一般，对他无法造成任何一丁点伤害。虚空前行吗？这种技能虽然可以让你多活一段时间，但是跟真正的无敌技能还是有区别的。比如你在这种状态下无法反击我，否则就会自动离开虚空前行的技能状态。李凡见多识广，看出宫正星二这个技能的弱点与限制。当然，另一边宫正星二也似乎根本没有想要还手的意思，毕竟他刚才的偷袭可是成功知道李凡的防御是有多么恐怖。老干，这家伙我们2个对付不了，快撤！宫正星二大声对阿道干说道。而将他与李凡短暂的战斗过程看在眼里的阿道干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老队友的配合无需多言，阿道干根本不回话，直接就一个瞬移往宫正星二相反的方向开溜。冰棺的无敌也跟虚空前行有些类似，待在冰棺内虽然可以攻击，但是无法移动，一旦移动就自动解除了冰棺的保护。冰棺技能应该 CD 很长吧？阿道干，你最好祈祷自己还有其他的保命技能，否则你俩都跑不掉。李凡心念一动，宫正星二目前他打不到，但是阿道干可以啊。眼看着对方要跑出净空领域技能的范围了，李凡电光石火间跑到他的身边，举剑就砍。第158章双杀传奇 NPC 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看到李凡冲向自己，传奇 NPC 阿道干顿时露出惊骇的神色。李凡不知道的是，刚才在释放冰棺之前，阿道干的血量就已经被他打掉一半了。这种情况已经让阿道干明白自己根本顶不住对方的输出，因此眼看着李凡瞬移般出现在自己身边，举剑就砍。生死危机面前，阿道干怎么能不感到惊骇呢？他尝试着保护自己，也尝试用攻击逼退李凡。战斗信息：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释放技能冰盾，接下来技能持续时间内所受物理魔法伤害减少 30%， 技能持续30秒。战斗信息：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释放技能寒冰结界，你受到技能伤害 HP 减少2335点，你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生效，你免疫该技能的减速控制效果。战斗信息：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释放技能冰雪世界，你受到技能伤害 HP 减少4670点，你的特殊道具战士之心生效，你免疫该技能的减速冰冻控制效果。战斗信息：略。李凡的面板上一连7道提示信息刷新，可见阿道干有多么努力的想活下去。只不过作为一个脆皮法师职业，被李凡这个属性超魔的战士近身后，阿道干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了无敌类型的保命技能，净空领域飞不起来，瞬移200-300米的距离又在李凡面前跟没用瞬移一样，也因此阿道干的下场也就注定了。-404，致死伤害。随着最后一道数字从阿道干脑袋上空浮现，他的血条也被李凡彻底清空了。提示：你击杀了 NPC 阿道干 LV74级传奇魔导师，由于被击杀者属于人类阵营的重要战力，你的罪恶值增加10000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23307点。提示：由于你击杀了日照国的重要 NPC，
你受到暗中观察的八尾大蛇 LV80 及史诗特殊生物的欣赏。看着面板上浮现的第一道信息，李凡忍不住苦笑起来。阿道干可是 LV74级的传奇 NPC 啊，干掉他非但没有奖励，反而还增加了10000点罪恶值，擦，这找谁说理去？李凡无奈了。要是阿道干属于智慧魔物该多好，那样的话击杀收获很坑很丰厚，至少经验值奖励估计都能让自己直升2级了。可惜再强的 NPC 也终究属于人类阵营，想击杀 NPC 获得经验值，那只有转换魔物阵营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李凡是不可能转换魔物阵营的。开玩笑，像阿道干这样的高级 NPC 多稀少啊！智慧魔物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不是人类阵营能比肩的。转换魔物阵营后，刷魔物就无收获了，傻子才转换阵营呢。这第2道提示信息不错，终于吸引到八尾大蛇的注意了，再加1把劲，他应该就能出来给我发隐藏任务了吧？想到这里，李凡顿时精神一振。他看了看不远处，趁着自己打阿道干时间跑出1000多米的公正星2，再看看另一边的今日城，李凡思考了半秒时间，心里有了决定。先把公正星2干掉，再来攻击今日城吧。砍 NPC 只会有负面收益，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有2个原因。次要原因是自己砍了阿道干，才引起暗中观察的八尾大蛇的注意与欣赏。八尾大蛇肯定也想见到同为传奇阶位，也同为日照国重要 NPC 的公正星2死在自己手里吧。说不定把他干掉了之后，八尾大蛇一激动就当场出来找自己了呢。而主要原因则是，说起来有点装，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偷袭过自己的人安然无恙的，公正星2也不会例外。2个原因有任何一条，李凡就有必杀公正星2的理由。2条加在一起，他不死谁死？这家伙还往今日城相反的方向跑，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以为我的目标是今日城，所以就有可能放过你？想太多了呀！李凡嘀咕一声后，迅速追向公正星2的身影。那你被杀了，阿道干被太岁神干掉了。阿道干被太岁神干掉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才过去多久啊？有10秒时间吗？阿道干就算打不过太岁神，怎么可能连逃跑都做不到？太岁神就是一个挂币，绝对是挂币，或者他是游戏公司 GM 的小号，否则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能如此妖孽。还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趁着太岁神去追杀公正星2，咱们快跑吧，再不跑就真的来不及了。跑不掉的呀，阿道干都眨眼间就被干掉了，实力更弱的公正星2又能跑多久呢？等太岁神回来之后，我们可能都还没跑出城门外吧。要我说，我们干脆集体跪地向太岁神进行式下作，祈求他能放过我们。李凡与公正星2的身影一前一后离开了，而亲眼目睹这场激烈但一面倒战斗过程的小八嘎们全都彻底慌了神。他们万万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2个高级传奇 NPC 这么不顶用，本来还指望他们俩阻拦或击退太岁神呢，结果不成想一个照面就沦落到一死一逃的下场。这下子今日城该怎么办啊？待在今日城来不及逃走的他们又该怎么办？突然，就在小八嘎们惊慌失措的时候，就看到今日城沿着城墙的边缘，一道金色的巨大半透明能量壁缓缓升空，大约5秒后在天空中闭合，形成一道巨大的倒放的晚装防护罩，将整个今日城笼罩在内。这是纳尼护城魔法阵 ？So ga， 这个护城魔法阵太强了，太岁神一定没办法打破。哈哈哈哈！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太好了！呜，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第159章论坛瞩目，护城魔法阵惊人的属性。游戏论坛上，现在今日城那边是什么情况了？到点了，太岁神出现了吧？报告，我是在小巴嘎国留学的学生，游戏内我就在今日城，太岁神刚才出现在今日城东大门了，他目前在跟2个传奇 NPC 激战，不，并不是激战，太岁神赢了，短短不到10秒时间，2个传奇 NPC 被太岁神打得一死一逃，要知道其中一个还是 LV74级的传奇 NPC 啊 ！Oh my god！ 我本来觉得已经足够高估太岁神了，没想到竟然到头来还是低估他了吗？10秒内干掉一个 LV74级传奇 NPC， 游戏的等级压制对他不起效果吗？真可怜，留在城内的小八嘎玩家危险了。报，最新消息，今日城升起了护城魔法阵，小八嘎玩家开始欢呼了。什么？护城魔法阵？什么属性？竟然让小八嘎玩家都开始欢呼了？该死，我真想亲眼看到啊！无尽苍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游戏直播，看不到现场，我浑身难受。游戏论坛上，吃瓜群众们议论纷纷。由于早就知道李凡将在4个小时后屠杀今日城的消息，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看到最新消息，吃瓜群众们的内心可谓是一波三折。小八嘎斗胆与太岁神交易没谈拢，太好了！要是谈拢了，我们哪还有好戏看啊？今日城派出2个高等级 NPC 出城阻拦太岁神，太刺激了！
双方之间肯定会爆发出一场激烈的恶战吧？什么？你说太岁神10秒内就把2个传奇 NPC 砍得一死一逃？这样看来，太岁神的实力竟然碾压 LV74级传奇 NPC 了呀，太离谱了！什么？今日城升起了护城魔法阵，小八嘎们觉得守城稳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护城魔法阵，让小八嘎们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呢？这个问题引起无数吃瓜群众好奇不已。而没多久，就有今日城内的小八嘎将护城魔法阵的属性截图发布到游戏论坛上了。今日城护城魔法阵，耐久111整，防御双防2万整。属性1，庇护整个今日城的魔法防御阵法，魔法阵不被打破，则魔法阵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且任何形式攻击都无法伤害到城内的人。属性2，受到攻击后自动吸取城内所有人的 MP 以恢复护城魔法阵的耐久，转化效果为1点 MP 等于1点魔法阵耐久。属性3，魔法阵本体也在防御罩内，外部攻击无法使魔法阵物防魔防削弱，无法使魔法阵耐久受到百分比伤害。很简单的属性，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效果一目了然。超高的血量，超高的双防，足以让现阶段任何一个玩家绝望。而第2条属性更是能让护城魔法阵的强度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今日城内的小八嘎玩家与 NPC 们加起来怕是30万都不止了。这30万人，哪怕就算平均每人只有2000点 MP， 加起来也足足有6亿了。再考虑 MP 恢复速度、MP 恢复药剂等等作用，完全可以把护城魔法阵的耐久看作乘以10倍以上，也就是11点耐久以上。耐久是如同 HP 一样的存在，装备耐久清空了就会报废。今日城护城魔法阵的耐久被清空了，护城魔法阵自然也会自动关闭。综合耐久超过10亿的数值，再加上2万双防，护城魔法阵的保护能力毋庸置疑。这东西完全是应对魔物工程的战争武器啊！此时竟然用来抵挡李凡一个人，可见今日城的 NPC 们对他是多么恐惧了。我的天，有这个魔法阵在，难怪今日城内的小八嘎们安心了。太厉害了！耐久度就不说了，这双防恐怕就算是太岁神的输出也没办法破防吧？切，这你就有点小看太岁神大佬了。按照 LV40级小怪的实力来推断， LV40级史诗 BOSS 双防差不多就已经有2万了。然而太岁神大佬连 LV60级史诗 BOSS 都能干掉，所以输出怎么可能破不了这个魔法阵的防御呢？就是，这不啊，我站偶像太岁神这边，小八嘎们高兴的实在是太早了。之前今日城2个传奇 NPC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也高兴过，然而仅仅过了几秒时间就全都惊恐了。我敢肯定，这个护城魔法阵在太岁神大佬面前也起不到什么大作用的。吹，继续吹，坐等你们这些太岁神的脑残粉破防！哈哈。游戏论坛上，因为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属性，吃瓜群众们再次热烈地议论起来。而与此同时，游戏世界内，李凡不费什么功夫的干掉公正星2，这家伙保命底牌比阿道干多了一些。从虚空前行状态出来后，又先后释放了强制隐形、召唤多个分身分头跑等保命手段。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小花招根本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李凡的攻速移速太高了，隐身没用，他可以通过砍空气逼其现形。分身逃跑就更没用了，公正星2召唤出3道分身，分身太逼真了，让李凡一时之间有些感到真假难辨。但他也根本不用分辨，直接一个个追砍过去，眨眼间就确定了公正星2的真身是那一道。于是黔驴技穷的公正星2就成为李凡的剑下亡魂，除了给李凡贡献1万点罪恶值之外，死得悄无声息。而对此，李凡撇了撇嘴，早有心理准备的他并不感觉到意外。公正星2死亡之后，他就迅速回到今日城之外，因此也自然看到护城魔法阵的属性数据了。这个护城魔法阵就让你们这些小八嘎心安了？这是有多么小看我啊！李凡眼神好，望着城墙上小八嘎们欢呼雀跃的神情，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有一说一，这个护城魔法阵的属性确实足够强，但问题是护城魔法阵又没办法移动，它在自己面前就是一个活靶子啊！1点耐久，也就是1点 HP 而已，在自己面前很能抗吗？就算可以吸收全城人的蓝量，还恢复耐久值，估计也就是自己多砍几十秒时间而已。小八嘎们，你们高兴的太早了，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1秒输出破亿。第160章，八尾大蛇现身，任务第1环：摧毁今日城。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可没有等级压制，常态下，以李凡每秒2万的攻速而言，就算只打天赋附加的真实伤害，每秒输出也能高达1亿出头。如果进入全力爆发状态，这个数字更是能至少翻3倍以上。这就是如今敏捷超过51万李凡的恐怖输出。所以，这种纯粹防御类型的护城魔法阵，在他面前真的不算什么。不过，就在他准备给自己释放各种小 buff， 迅速攻破护城魔法阵的时候，变故出现了。
只见一道遮天蔽日般的庞大身影忽然从金日城内部腾空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到空中，对着淡金色的防御罩狠狠撞去。轰隆，咔嚓咔嚓，随着刺耳的声音出现，金日城的魔法防御阵如同碎裂的玻璃一般出现巨大的裂纹，紧接着便碎成了无数道细小的碎片，继而消失。李凡还没出手，笼罩全城的魔法防御罩赫然就已经破碎了。这一幕看到城内小八嘎们纷纷瞪大眼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就鸡麻袋，发生了什么事？防御罩呢？金日城那么大的魔法防御罩呢？怎么突然消失不见了？八嘎呀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空中的那道身影是什么？嘶嘶嘶，好恐怖的身影，好邪恶的 BOSS！ 金日城内竟然有如此邪恶的存在！完了，外有太岁神虎视眈眈，内有这头恐怖的怪物，我们完蛋了呀！小八嘎们在短暂的愣神过后，彻底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万万没想到，刚刚还给大家满满安全感的护城魔法阵，就这么突然破裂了。护城魔法阵没了，接下来还拿什么阻拦太岁神？而且，就算太岁神改变主意了，天空中那道撞碎防御罩的怪物一看就不友好，其实力怎样，目前都没几个小八嘎关注到，就只是看其恐怖扭曲的外形，就已经让很多小八被吓破胆了。这道身影，人首蛇身，宛如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大妖。关键是他的蛇身还不只是一个，仔细看去，足足有8条尾巴。8条尾巴，每一条粗壮处都是直径超过6米，长度超过40米的恐怖存在。8条尾巴在空气中扭曲挥舞，让它好似克苏鲁传说中的不知名邪神。扭曲、怪异、恐怖，仅仅看它的外形，就让无数小八嘎玩家内心颤抖万分了。而这个外形，没错，它正是李凡驻留日照国的目的 ，LV80级史诗生物八尾大蛇。仔细看去，其身体呈现一种虚幻的形态，体型虽然庞大，但是可以透过它的任何一个部位，隐约看见蓝天白云。灵魂状态的八尾大蛇，你终于舍得出来了啊！李凡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与此同时，下一秒，随着天空中的八尾大蛇目光看向他，他的面板上也随之出现了触发任务的提示信息。任务：平息八尾大蛇的怨恨。任务说明：八尾大蛇原本是日照国的护国神兽，在100年前的一次王权交替中，他被篡位者势力偷袭，失去了肉身，并且又以灵魂状态亲眼看到100年来日照国是如何抹黑自己的。被全国人视为邪恶存在的八尾大蛇彻底黑化了，只有帮要彻底毁灭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才能平息他的怨恨。帮助他即可获得丰厚奖励。任务内容：屠杀10万个日照国本土居民，并且将金日城夷为平地。任务进度0%。任务期限30天。任务人数要求1至10人。成功奖励未知，失败惩罚遭到八尾大蛇的鄙视，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的机会。提示：是否接受该唯一隐藏任务？如不做出选择，30秒后则自动视为放弃接受任务。看着面板上的任务内容，李凡的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终于触发了这个任务，不枉我浪费宝贵的时间待在这里。虽然不知道这个隐藏任务的最终奖励会是什么好东西，但前世那个幸运儿小八嘎能成长为召唤师职业世界前3名的成就，想必八尾大蛇的任务奖励非常丰厚。李凡毫不犹豫地选择接受任务。下一秒，就见到天空中的八尾大蛇暗暗对自己点点头，然后如突然出现一般的突然消失。李凡对此表示理解，以八尾大蛇的实力，如果他能不受任何限制行动的话，区日照国恐怕他自己就能覆灭了，哪里能等得到自己呢？灵魂状态，他能活着就不错了，不能奢求太多。接下来就看李凡的了。时间也不早了，开始干吧。李凡定了定神，举起长剑窜到今日城门口。刷刷刷，随着无数道剑光飞舞，一场真正的屠杀开始了。今日城现在什么情况了？有调大的告诉我们一下吗？太岁神应该干掉那个传奇刺客 NPC， 回到今日城了吧？面对今日城的魔法防御阵，他究竟有没有办法？小八嘎们，快出来告诉我们啊！对，快来个小八嘎回报战况啊！好奇死我了。没有今日城的小八嘎说话，如果是好消息的话，他们肯定会出来炫耀的。所以这种情况意味着太岁神能威胁到护城魔法阵。能个屁，那可是基础就有1亿点耐久，且能自动通过吸收城内玩家与 NPC 蓝量来恢复耐久值的攻城战级别大杀器啊！太岁神再强，现阶段怎么可能威胁到他？太岁神的脑残粉们，醒醒吧！就在李凡好似虎入羊群般在今日城展开屠杀时，无尽苍穹的游戏论坛上，无数吃瓜群众们也在翘首以盼，想要知道最新战况。大家都很关注太岁神能否击破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大量太岁神的粉丝表示肯定可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自认为理智的玩家反驳道，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太岁神很强，但是再怎么强也有个限度，
无尽苍穹，世界开服才几天啊！他只身一人，怎么可能打破护城魔法阵的防御呢？第161章屠城日，一见一个小八嘎。今日城的护城魔法阵被破了，有恐怖的怪物配合太岁神。就在论坛玩家们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时候，一个来自今日城小八嘎玩家的发言引起众人的轰动。什么？这才过去多久，护城魔法阵就破了？恐怖的怪物？什么样的恐怖怪物？楼主很懂事哦，居然在回复楼层里发截图了。这扭曲怪异的东西是什么？法克，吓我一跳，这东西长得太可怕了，我想我晚上一定会做噩梦的。楼主怎么证明他是太岁神的帮手？哦，原来还有截图，这个怪物居然对太岁神点头了，果然是太岁神的帮手啊。对了，之前不是有人猜测太岁神屠杀今日城小八嘎与 NPC， 可能是为了做任务的吗？这个怪物不会就是给他发布任务的存在吧？很有可能啊。任务内容是屠杀今日城吗？真是高到离谱的任务难度啊！不知道任务奖励会是什么，一定会很诱人吧？太岁神已经强得很不可思议了，再获得这个任务奖励，那么把我们拉开的差距就更大了。哎，放弃了，想超越太岁神属于不可完成的目标啊！老哥现在还想着超越太岁神呢，我早就放弃了，哈哈，躺平的感觉真爽，一点压力都没有，游戏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说这个了，小八嘎楼主，快给我们回报最新情况啊！护城魔法阵被攻破后，今日城又发生了什么？太岁神开始屠城了，好期待！他会像之前2次一样砍一波就走，还是落实4个小时前的宣言，摧毁整个今日城呢？随着护城魔法阵被破的消息传来，游戏论坛上吃瓜群众们再次沸腾起来。反转发生的太快了，很多人上一秒还在信誓旦旦表示护城魔法阵在，太岁神一定不可能突破今日城的防线。然而下一秒就有今日城内的小八嘎玩家哭嚎着传来城破的消息。论坛吃瓜群众们震惊于八尾大蛇恐怖的外形，也震惊于一看就是高等级 BOSS 的他竟然是来帮助太岁神的。与此同时，大家也期待着这场一人挑战一城的战事结果究竟会怎样。早就有小八嘎玩家科普过，今日城内仅 NPC 数量就不下20万个，虽然之前因为李凡提前给出屠城公告的原因，城内的小八嘎玩家流失严重，但至少也有10万。太岁神一个玩家真的能屠杀这么多 NPC 与小八嘎吗？数量摆在这，就算他们一口一个唾沫，也能把太岁神淹死吧？对此问题，论坛上的吃瓜群众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辩与议论。与此同时，今日城内李凡已经展开了屠杀行动。提示：你击杀了玩家哈撒给 LV29级疾风弓箭手，你的罪恶值增加1点，你当前罪恶值总数为37115点。提示：你已击杀略。李凡一见一个小八嘎，面板上的击杀提示信息每秒都刷新几十上百道，在他面前，无论是 NPC 还是小八嘎玩家，都只有一个下场，被当场秒杀。没办法，今日城内的 NPC 们实力普遍都很弱，几乎99%都扛不住李凡的一记平 A。能抗住一记平 A 的，也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这种存在往往被李凡重点照顾，一记平 A 不行就2记，2记不行就3记，总之只靠平 A 就能横推整个今日城了。而城内的小八嘎玩家们就更不顶用了，面对李凡他们就像是空气一样，别说抵抗阻拦了，就连耽误他一丝前进的时间都做不到。值得一提的是，李凡不仅砍人，他还砍物、建筑物。八尾大蛇的任务是要求击杀10万 NPC， 并且将整个今日城夷为平地。这是2个要求，仅仅砍人是不够的。而砍建筑物，建筑物就跟装备、护城魔法阵等存在一样，都有耐久度。耐久度就相当于他们的生命值，通过攻击便可将其耐久数值清空。耐久数值归0后，他们就自动变为一片废墟。城墙、城内的商铺、城主府等等都是李凡的攻击目标。面对前世陌生的主城与跟小八嘎们混在一起的 NPC， 李凡化身没得感情的杀戮机器，他人走到哪里就将死亡与毁灭带到哪里。今日城内的小八嘎与 NPC 们本来以为李凡会像之前2次一样砍一波就离开，可万万没想到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1小时过去了，李凡还在继续屠戮着，看起来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想法。今日城内的小八嘎与 NPC 们彻底绝望了。八嘎呀路，混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恶魔，你是恶魔，恶魔屠城了，快跑啊！我的囡囡，我6岁的女儿囡囡被恶魔斩杀了，可恶的恶魔，我跟你拼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请您放过我吧，我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您去做。李凡所至之处，今日城内的小八嘎与 NPC 们的绝望嘶吼不绝于耳，求饶声、怒骂声、惊恐的尖叫声此起彼伏。但李凡根本不为所动，像是一台冰冷的杀戮机器。渐渐的，他遇到的小八嘎与 NPC 们越来越少。他终究只是一个人，分身乏术，已经尽了全力了，
但依旧有很多小八嘎与 NPC 们跑掉。见此状况，李凡改变了计划，他开始专注砍人，暂时放弃了摧毁建筑物的行动。反正建筑物就在那里不会跑，先把砍人任务给完成了，再回头摧毁也来得及。时间就在他不知疲惫的屠城行动中悄悄流逝，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12点整。提示：你获得了全服等级排行榜第1每日奖励，你的等级提升为 LV54级。提示：你获得了全服等级排行榜第1每周奖励，你的等级提升为 LV57级。提示：你获得了全服装备排行榜第1每日奖励，获得一个暗金宝箱。提示：略。面板上瞬间蹦出6道提示信息，排行榜的每周奖励到账了。第162章，从此无尽苍穹，再无今日城。爽！瞬间升了4级，李凡嘴都快要笑歪了。等级排行榜每日与每周的奖励，真是给他省了不少练级的时间。装备、宠物排行榜的奖励他倒是不怎么在乎，装备每周奖励的也只是一个传奇宝箱而已，他传奇装备多的都用不过来。宠物排行榜是第一次发每日奖励，宠物失血属性增加点无所谓，自己这个主人获得24小时4维加200 buff 也不值一提，毕竟自己属性最低的精神都已经有3、4千了，根本不差这200点。而工会排行榜的每日奖励倒是不错，奖励了一本复活书。物品：复活书。类型：消耗品、特殊道具。作用：死亡后可消耗该道具使自己原地满状态复活。这东西的实用性可太强了，相当于玩家的第2条命啊！虽然李凡自打无尽苍穹开服以来到现在都没死过一次，但复活书这东西有备无患，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能用到了呢。瞬间升到 LV57级了，可以把亡灵庇佑骨甲、灰烬项链使用起来了。李凡美滋滋的将上衣防具装备与首饰项链部位更新了。亡灵庇佑骨甲是从亡灵古龙身上爆出来的，有被动的10秒无敌时间，装备了它，自己的保命能力将大幅度提高。而灰烬项链就更牛逼了，它是李凡从魔女身上爆出来的，主动技能燃烧成灰烬吧，可以让李凡锁定一个敌人，接下来10秒内对其造成的所有伤害类型全部转化为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这个主动效果太强了，毫不夸张的说，佩戴了它，就算是现在邪神索伦真身出现在李凡面前，李凡也有信心战胜他。罪恶值已经累积到8万多了，这一波差不多有4万5千个小八嘎跟 NPC 死在我手下。小八嘎跟 NPC 已经出现了溃逃的迹象，得抓紧时间了，做任务了。李凡更新完装备后，收回发散的思维，顺便瞥了一眼目前自己积累的罪恶值总数，不知不觉距离自己进入今日城都过去接近2个小时了。2个小时连任务进度的一半都没完成，必须要再接再厉了，否则别的不说，今日城的 NPC 们在被自己砍完10万个之前就跑光了，那8尾大蛇的任务还怎么完成？想到这里，李凡赶紧行动起来。8嘎呀路都屠杀了快10个小时了，太岁神怎么还在？难道真的要把今日城杀完了才结束吗？我都下线睡了一觉了，太岁神他还在砍，可恶啊，真是个混蛋，这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吗？太岁神，我恨你！太岁神，给条活路走行不行啊？那你今日城呢？我那么大的今日城怎么不见了？眼前这片废墟是哪里？时间悄悄流逝，李凡一直干着任务，到了现在，整个今日城内已经赫然变成一座死城。小八嘎玩家们早已纷纷下线盾， NPC 们也死的死，逃的逃。如果有人过来逛逛，怕是1个小时都找不到一个活人。幸好李凡早已完成了击杀10万 NPC 的任务要求，此时此刻将今日城夷为平地的目标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轰隆！随着一声建筑物塌陷的巨响，今日城最后的完整建筑西大门也变成了一堆碎石。终于结束了，李凡松了口气，来自8尾大蛇的这个任务可把他累得不轻，砍人就砍了5、6个小时，剩下时间一直在摧毁今日城的建筑物。到了此时，工作终于结束了。李凡松了一口气后，第一时间看向面板上蹦出来的一系列提示信息。提示：你摧毁了今日城，你受到日照国的刻骨仇恨，你完成隐藏成就，获得称号日照国全民公敌。提示：你独自一人摧毁了一座人类主城，击杀了超过10万名人类 NPC， 你的行为获得智慧魔物的欣赏，你完成隐藏成就，你获得1次魔化的机会，转变为魔物阵营，是否立即魔化？提示：你的任务平息8尾大蛇的怨恨，1，进度达到 100%， 任务已经完成，请到8尾大蛇处领取任务奖励。面板上随着今日城最后一座建筑物倒塌后，瞬间蹦出3道系统提示信息。李凡挨个看去，首先看的就是奖励的新称号，称号日照国全民公敌，属性物理魔法攻击力加2000，4维属性正 10%， 全能吸血正 8%， 战斗状态下
每过60秒对周围50米范围内生物造成 0.5 至5秒的恐惧效果。来源：屠杀日照国10万以上民众，摧毁日照国一座主城的奖励。称号这个东西，其实李凡之前也获得过一个，就是万人斩升级版本的屠杀10万人的枭雄。这是他击杀今日城 NPC 过程中的后期获得的，整体属性就是万人斩的升级版本，很强力，跟眼前这个日照国全民公敌属性差不多，只不过枭雄称号4维属性中只增加力量与敏捷，并且没有全能吸血。称号这东西获得再多，能生效就只有一个，就跟武器装备一样，武器装备再多，装备栏不够，一个人总不能同时使用3把长剑，带着5个头盔吧。枭雄与全民公敌的称号各有各的长处，以后这称号就也得考虑战斗时更换的必要了。李凡琢磨了片刻，嘀咕道：普通玩家获得一个称号都很难，他的称号却多得用不过来。重生以来至少获得30个称号了，有好几个效果都不比枭雄和全民公敌的差，比如戈壁城王者。战斗时选择用哪个称号，这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李凡无奈地摇了摇头，看了眼第2道提示信息内容，没好气地撇了撇嘴。魔化转换智慧魔物阵营，又来了是吧？李凡都不用考虑的，直接拒绝。随后将目光放到第3行提示信息内容，八尾大蛇在哪呢？李凡忍不住挠了挠头，八尾大蛇神出鬼没，他一时之间想不出找到他的办法。幸好，也许是一直在暗中观察着。李凡刚感觉烦恼，八尾大蛇虚幻的身影就再次凭空出现了。提示：你获得了任务平息八尾大蛇的怨恨1的奖励，2000万经验值，特殊道具神格碎片，无属性 X1。神格碎片，李凡不禁瞪大眼睛。第163章神格碎片，成神的契机。今日城没了，太岁神真狠啊！说要覆灭今日城，就真的覆灭了。一夜之间，以一己之力屠杀了数十万的 NPC 与小8个玩家，并且将整个今日城夷为平地。数十万？我怎么听说有上百万的呢？哥们，你这消息来源不准确吧？小8个玩家真是倒了血霉了。他们所在的日照国总共就4座主城，一夜之间就只剩下3座了，游戏资源也相当于少了1/4啊。说的对，不过我觉得这还不是最惨的。小8个玩家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太岁神会不会也屠杀其他3座主城呢？我靠，不会吧？要是太岁神把日照国4座主城都干没了，相当于直接把日照国整个国家灭国了呀。如果接下来真要发生这种事，那小8个玩家就惨喽。大咩，我是小8个妹子玩家，我好慌，谁有太岁神的联系方式啊？请他放过我们，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在李凡接收八尾大蛇任务第1环奖励的时候，无尽苍穹游戏论坛上，随着今日城被夷为平地的消息大肆传播开来，无数吃瓜群众们激动地讨论着。所有人都没想到，李凡竟然把事情搞得这么大。今日城可是一个游戏世界人类王国的主城啊，你说灭就灭了，也太不可思议了。而在震惊的同时，很多人内心也不由得冒出一个新问题：日照国的其他3座主城会不会也将被太岁神夷为平地呢？想到这个猜测有一定的可能性，顿时很多吃瓜群众都不淡定了。什么仇什么怨啊，居然要对日照国赶尽杀绝！小8个玩家也太惨了。难以想象，日照国如果被灭国的话，那些小8个玩家们将会怎样？游戏世界内，李凡这边接过八尾大蛇递过来的一个巴掌大的金色能量光球，这东西分量轻飘飘的，手感好像一团空气。然而它就是任务奖励的神格碎片。物品：神格碎片，无属性。类型：特殊道具。作用1：直接服用后使自身获得1万自由属性点数，并且将阶位瞬间提升至传奇。如已拥有传奇阶位，则第2条效果更改为额外增加5000点自由属性点数。作用2：收集10个以10个以上神格碎片后，可自动激活合成选项，将所有神格碎片融合为一块完整的神格。神格属性随机，融合的材料越多，则神格属性越强。备注：八尾大蛇 LV80级史诗特殊生物，巅峰期冲击神灵阶位失败时的产物。作用一目了然，要么直接跟嗑药一样吃掉，就能给李凡增加 1.5 万的自由属性点，要么存着，等将来收集到10个以上时合成完整的神格。1.5 万自由属性点，哪怕是李凡也不由得心动起来了。别的不敢多说，如果自己获得了这 1.5 万自由属性点，再堆到体力属性上，那么常态下的双防就突破8万了吧。那种情况下，就算再遇到 LV33级的神灵 BOSS 邪神索尔分身，李凡琢磨着他的输出也破不了自己的防御，诱惑力很大。不过第2个用途对李凡的诱惑力更大。神格，如果我前世记忆没出错的话，这东西应该就是获得神灵继位的必需品了。没想到八尾大蛇竟然还有神格碎片这种好东西，这可着实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了。想到这里，
李凡不禁望向面前的八尾大蛇，心里琢磨着要不要发挥玩家的优良传统，给他来个杀人夺宝套餐。没办法，神格碎片这种东西对李凡的重要性太高了。如果凑齐了足够多的神格碎片，合成完整的神格，那么自己就能成为神灵阶位。神灵阶位的加成有多少？李凡不清楚，毕竟他前世也没人成神。但是成为神灵后，至少有一点是李凡迫切想要的，神灵与神灵之间不会有阶位压制，让自己的战斗力能发挥出100%。LV33级的邪神索尔分身属性真的比自己高吗？不见得，毕竟自己在他面前战斗力被压制80%，也能与其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能把握战斗的主动权。如果不是那个该死的神灵阶位压制，李凡或许可以在第一次见到邪神索尔分身时就将其打死了。因此神格碎片对李凡吸引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成神就像是一道坎，越过去了海阔天空，一天越不过去，在神灵阶位敌人面前就受到一天的折磨。任务第一环就奖励了一块神格碎片，八尾大蛇身上一定还储存一些吧，或者还有比神格碎片更好的东西。要不要砍死他把东西爆出来呢？李凡对这个问题思索了2秒时间，随后摇了摇头，还是放弃了。放弃的原因也很简单，八尾大蛇属于没有实体的灵魂状态，他又来无影去无踪，虽然自己有不小的可能打得过他，但是对击杀他的把握实在是渺茫。而再说了，就算击杀了之后，也不一定能爆出来东西啊。八尾大蛇虽然不是人，但属于人类阵营，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 NPC。NPC 这种存在，李凡已经砍了不知道多少了，但是无一例外，没有任何一个 NPC 给自己爆出来任何东西的。无数个例子摆在前面，李凡可没信心觉得八尾大蛇死亡后会掉落东西，还是老老实实做任务吧。反正昨晚任务就有奖励，以后发现了八尾大蛇的致命弱点再考虑这件事。李凡定了定神，随后打开任务列表。在任务列表中，刚才随着八尾大蛇将第一环任务奖励发给自己之后，第二环任务内容自动激活了。任务：平息八尾大蛇的怨恨2。任务说明：略。任务内容：屠杀至少40万个日照国本土居民，并且将日照国剩余的3座主城红月城、青鸟城、梧桐城夷为平地，使日照国彻底覆灭。任务进度0%。任务期限90天。任务人数要求1至10人。成功奖励未知，失败惩罚永久失去接受该任务链的机会。第164章抵达红月城，小八嘎的惊恐。第二环任务要求不出李凡的意料，毕竟他一开始就知道八尾大蛇的目标是毁灭日照国，今日城被夷为平地了，接下来目标自然放到日照国的其他3座主城身上。而让李凡意外的则是，这个任务看样子接下来还有第3环内容。等自己摧毁另外3座主城，八尾大蛇的目标不是就完成了吗？怎么还有后续任务呢？对此李凡内心很感兴趣。神格碎片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八尾大蛇的任务越多越好啊。咦，任务居然指出了其他3座主城的所在方向，太好了，正好我对日照国不太熟悉，有了方向提示就不会绕路了。李凡突然发现平息八尾大蛇的怨念任务中指明了红月城、青鸟城、梧桐城的3个主城方向，这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有了方向提示，自己就能节约不少时间了。今日城行动也结束了，那么下一个目标红月城吧，这个距离在3个方向的最左边，方便从左到右一次横扫过去。想到这里，李凡立即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认准红月城的方向，直接出发。大约2个半小时后，李凡的身影就顺利地出现在红月城外。红月城比今日城的规模要稍微大一些，城墙更加巍峨，巡逻士兵的等级也更高，并且或许是因为今日城被自己覆灭的原因，此时红月城的巡逻士兵超级多，堪称戒备森严。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早点睡觉吧，养足精神，晚上一口气干掉2座主城，争取明天晚上上线一会就能把3座主城全部灭掉。毁灭今日城耗费李凡太多的时间，毁灭规模更大的红月城所耗费的时间必然会更久一些。而李凡之所以花了2个半小时才到红月城，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了。认真算起来，毁灭今日城耗费李凡大概9个小时左右，再加上之前有4个小时单机刷怪，所以不知不觉这一夜又干了快14个小时了。虽然还不怎么犯困，但显然没有精力去再花8、9个小时摧毁红月城了。任务要求不但有毁灭主城，更有击杀 NPC 的数量。如果没办法一口气摧毁红月城，打到一半下线睡觉去了，那等睡醒了再次上线时，红月城的 NPC 恐怕都跑光了吧。因此李凡在路上又刷了2个多小时的怪，才不急不慢地赶到红月城附近。敏捷属性超过53万了。下线之前，李凡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欣赏了一眼最新的属性。 ID 太岁神，等级 LV57级，20247520万，职业
剑盾游侠 ，HP 534396，MP 64890，攻击物攻21077，魔攻10495，防御物防60189，魔防68415，属性力量5463，敏捷53404，精神4669，体力26848，自由属性点0，最大攻速13745.96次每秒，最大移速25669.38米每秒。称号等略，比起当初从戈壁城离开的时候，个人属性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可以预料的是，在离开日照国之前，估计也都不会有那条属性能暴涨。尽快完成八尾大蛇这边的任务吧，然后就赶紧去米歇尔高原砍史诗阶位的魔将与邪神。默默想好接下来的计划，接着李凡便下线睡觉去了。只不过他没注意到的是，自己下线前的身影被不远处一个恰好路过的小八嘎玩家录了下来，并分享给了朋友。最后实锤，太岁神身影出现在红月城的消息逐渐扩散开来，在游戏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什么？太岁神的身影出现在红月城外了？我觉得太岁神肯定不是无聊闲逛到那里的，这下又有好戏看了。红月城内的小八嘎们肯定要倒霉了。什么仇什么怨啊！太岁神要这样迫害小八嘎玩家，小八嘎玩家太可怜了。太岁神的行为侵犯了人权，我抗议！我是红月城玩家，大灭！太岁神不要屠杀我们好不好？求求你了！楼上的妹子别求饶了，太岁神那个人铁石心肠的，快趁着他还没祸红月城，赶紧跑吧！李凡现身红月城的消息在游戏论坛上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原本还有些人争执太岁神会不会对小八嘎玩家斩尽杀绝，去摧毁游戏内日照国的其他3座主城。笃定有这种可能的人很多，反对的吃瓜群众也不少。因为摧毁今日城这件事中八尾大蛇当中现身，大家能猜测到李凡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认为，但任务都毁灭一座主城了，不可能再要求毁灭整个日照国吧，否则那任务难度也太恐怖了。再说了，太岁神就没有同理心吧？把今日城夷为平地，这种事情已经导致数十万小八嘎玩家受到负面影响了。一个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人，怎么可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继续去屠杀日照国其他3个主城呢？秉持着这种想法，因此争执双方在游戏论坛上吵得很凶。好在现在随着李凡身影出现在红月城外，这种争执已经没有了意义。大家都在讨论着新的话题，红月城究竟会不会变成第2个今日城呢？这个问题让无数小八嘎玩家们彻底惊恐起来。龙国方面，如果再不阻止太岁神迫害我们，那就休怪我们进行1亿玉碎计划了。如果太岁神屠杀了红月城，那么我们无法保证会在保守异域魔物即将入侵海蓝星的秘密。现实世界再次紧急召开的联盟会议上，小八嘎代表龇牙猎目的恶狠狠说道，他的话也代表了小八嘎大多数高层的心声。今日城被毁灭后，对几十万小八嘎玩家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今日城没了也就没了，在异域魔物入侵海蓝星之前，这段各国争相发展的竞赛期间，小八嘎们实在无法忍受红月城也会被摧毁。所以在得知李凡出现在红月城附近后，小八嘎高层们彻底急眼了。